B。江叔看着不断踏入巨大传送阵的人群，内心低声自语。他那双漆黑如墨的眸子中一黑一白交错，宛如蕴藏着两个世界。昨天职业觉醒之后，他就发现，只要自己这双眼睛注视着某个地方，就会浮现出相应的信息。就像现在，他看着来往人群的身前，就会出现一个字母。至于字母的意思 ，Us eyes, B cup， 看来大家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感慨一句，江叔礼貌地把目光移到了一个短发男生的身上，他盯着男生的头顶，一行信息浮现出来：剑士，绿色。剑士便是男生的职业。这个世界，每个人年满18岁都会自动觉醒职业。职业品质分为白、绿、蓝、红、紫、橙、金7个等级。大多数人觉醒的职业都是白色品质的基础职业，男生的剑士职业品质达到了绿色，算是超越了大部分人。正常情况下，职业信息就像是一个职业者的底库。如果职业者愿意把底库露了出来，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他的职业信息，但如果不愿意的话，不借助的特殊的技能就无法发现别人的职业。也就是说，自己眼睛觉醒的能力，除了可以看到别人的胸围，就是看别人的底库了。想到这，江叔老脸一黑。就在这时，他感觉到一阵香风袭来。看到对方的字母，江叔顿时觉得自己被什么蒙蔽了双眼。按理来说 ，C 级强者就已经少见 ，D 级可称之为一方霸主，E 级强者更是只存在于传说中。难道说是谁极尽升华，依靠硅胶秘法活出了第二世？江叔目光上移，看到了女孩的脸。只见女孩1.7米左右，五官精致无双，皮肤白皙晶莹，但整个人却不显娇弱，反倒有着利落的英气。黑长直的头发扎成了一个单马尾，更是增添了一抹青春活力。赵小涵，江叔的青梅竹马。赵小涵，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早说？江叔，你在乱瞅什么？赵小涵眯了眯眼睛，散发出淡淡的压迫感。如果换了一个人，大概率会被赵小涵的气场压制，但江叔脸不红心不跳，一脸淡然的转移话题。我在看天气，这云真大。台川18年才知道我的青梅竹马平易近人。赵小涵，你藏得真深啊。赵小涵呵呵一笑，今天晴空万里，有个屁的云。江叔没有一点谎话被拆穿的尴尬，反而诚恳点头。赵姐说的有道理。江叔一边说着话，一边打量着赵小涵的头顶，一行小字浮现了出来：烈焰神拳，紫色。赵小涵的职业品质达到了紫色。虽然早就知道了此事，但如今再看到赵小涵头顶的紫色光芒，江叔仍旧忍不住惊叹。紫色品质职业堪称万中无一。今年的职业觉醒，几千万人口的江城就只出了几十个紫色职业者，赵小涵就是其中之一，堪称江城人上人。赵小涵和江叔同年，但月份要大一些，2个半月前就已经职业觉醒，开启了职业征程。因为万中无一的职业品质，赵小涵转职当天就被江城3大工会之一的无双工会破格录用，并给予核心成员待遇，羡煞无数人。如今练习时长2月半的赵小涵已经迈过第2次职业突破，等级达到了 LV29， 不久之后就能冲击第3次职业突破，是江城职业者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想到这，江叔不由想到了自己的职业。他打开自己的职业面板，姓名江叔，职业杂耍者，白色，等级 LV1， 力量7，敏捷7，体力7，精神7，装备5，技能戏耍盒子，放置一个盒子，敌人靠近盒子1米范围内将会被恐惧1秒，盒子持续时间10s， 冷却时间1分钟，复活次数1，会放盒子，盒子会恐惧敌人，实锤小丑。正常 LV1 的白色品质职业者4维属性平均值在10点左右，而江叔却是只有7点，而且唯一的技能恐惧盒子控制时间只有1s， 冷却时间却长达1分钟，在实战中相当鸡肋。毫不夸张地说，杂耍者这个职业的强度，就算是路边的狗看了都得摇头。想到这，江叔缓缓摇头。他最开始还以为这是一个全新的职业，但没想到竟然这么拉胯。就在这时，江叔感觉赵小涵拿着什么东西捅了自己一下。男女之间不能乱捅，容易出人命。江叔一边吐槽，一边看向赵小涵手中的物体。这是一柄短剑，通体雪白，闪烁着寒光，只是看去就知绝非凡品。接过金刚短剑之后，江叔看到了它的详细属性。名称：金刚短剑，蓝色，穿戴等级 LV1， 力量+5，敏捷+5。看到金刚短剑的详细属性，江叔当即倒吸一口凉气。蓝色品质的装备本就极为珍贵，这种 LV1 就可以佩戴的蓝色装备就更加稀缺。因为 LV1 的怪物品质普遍不高，几乎不可能爆蓝色装备，
而另行锻造的话，用珍贵材料锻造 LV1 的装备却又太过浪费。赵小涵为了筹集这件装备，应当花费了不少心思。这就是传说中的女人只会影响我的挥剑速度，但富婆却可以给我换一把剑吗？糟糕，是吃软饭的感觉。赵小涵叮嘱道：“诺，给你。野外打怪的时候注意安全，别被野怪嘎了。每一次复活机会都异常珍贵，不能轻易浪费了。每个职业者转职的时候都会有一次复活机会，死亡后可以在附近城市中的复活水晶中复活。但想要再获得复活机会，只有依靠高难度副本中极小概率掉落的复活符，每一张复活符都价值1000金，所以赵小涵才叮嘱江叔一定要注意安全。其实，自从江叔得知自己的职业是白色品质的杂耍者之后，就清楚知道他这样的普通职业者和赵小涵这样的天才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但赵小涵非但没有疏远他，反倒是花费心思为他准备了一件强悍的新手装备。在低谷的时候，没有人有义务对你好，所以每一个这时候关心自己的人都值得被铭记。心中如此想着，江叔郑重道：“谢谢。”赵小涵被江叔如此正经的道谢整得有些不自在，大笑了一声后拍了拍自己的胸脯，那伟岸的所在 duong 的逛了2下，掷地有声道：“放心，都是哥们儿，有我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江叔面色一肃：“赵姐大气，跟着赵姐混，指定是吃得饱饱的。我所在的工会小队忙着攻略副本，我马上就要去荒野平原，就不和你多说了。”赵小涵摆了摆手，风风火火地踏入传送阵。江叔看着他消失的靓丽身影，又低头看了看手中的金刚短剑，心中极为感慨。忽然，他余光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不远处，一个清纯靓丽的女生和2男1女并排而行，言笑晏晏。女子名为李淑欣，亦是江叔的发小之一。看到李淑欣之后，江叔举起手，热情地打招呼，但李淑欣并没有回应，像是没有看到一样，继续和旁边的人交谈。那个男生向你招手，你们认识吗？同行的那个女生提醒李淑欣。李淑欣神色略微慌张，稍微见过几面，不太熟。1个月前，她觉醒了绿色品质职业吟诵者，加入了5级工会傲天工会。此时同行的都是傲天工会的精英新人。她不希望江叔的存在拉低了自己的档次，让小队里的其他人对自己有别样的看法，所以对江叔的招呼视而不见。小队里的2个微微点头，不再关注此事。李淑欣这才心中一松，并暗自祈求江叔不要继续给自己打招呼。幸运的是，直至他踏上传送阵，江叔都没有再挥手或者大喊他的名字。江叔看着李淑欣消失在传送阵上的身影，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昨天之前，李淑欣都一副和他极为亲密的样子，今天却显得格外的疏离。大概是看到自己转职成杂耍者这样一个没什么发展潜力的职业，想明白了一些事吧。果然人与人不可一概而论。赵小涵身为前途无量的紫色职业，仍旧念及旧情，替自己准备了金刚短剑。但李淑欣虽然只是一个绿色职业，却毫不犹豫地和自己切割。想到这，江叔自嘲一笑。或许像是李淑欣这样的才是大多数，而像赵小涵这样重情重义的才是极少数。这样想着，他不再思索此事，而是琢磨起另外一件事。自己的眼睛可以看到物体的隐藏信息，但目前来看，除了看看别人胸围、探查别人职业，没有发现更多的用途。好家伙，别人的金手指要么是开局神级职业，要么是开局 SSS 天赋，我的金手指就是开局看别人胸围和底裤是吧？手子，来点作用啊！江叔又琢磨了许久，眼睛都快瞪成青光眼了，还是没有发现金手指的其他用处。难道说颜值也战魔吗？传送阵前荡漾着一汪清泉，江叔看着水中倒影那张阳刚英武的脸，忍不住低声吐槽。就在这时，他看到了水中的自己头顶上浮现出一行小字：杂耍者，白色，职业进阶路线，职业杂耍者加材料魔化鸡尾羽乘号100等于职业影，黑色。江叔内心无比震动，我可以看到职业进阶路线，手子哥牛批！第2章，厉不厉害？你鸡哥，自己的眼睛竟然可以看到职业进阶路线，这个念头宛如一道惊雷，让江叔伫立原地，久久回不过神来。良久后，他长长呼出一口气，平复内心的惊涛骇浪。杂耍者加上1000根魔化鸡尾羽，可以进阶为黑色品质的影。黑色品质的职业，江叔从来未曾听说过，也不清楚这究竟有多强。但他清楚的是，杂耍者这个职业肯定没有什么下降空间了。不论黑色品质的影职业强度如何，绝对比杂耍者要强。他内心瞬间下定决心，进阶为影。所需要的材料是1000根魔化鸡尾羽，而魔化鸡是望山林地中 LV1 的初始怪物，是最好对付的野怪。望山林地是几百个初始炼级点之一。江叔并没有立刻前往望山林地，而是进入系统的职业者商城查看。
如果交易商城有魔化鸡尾羽卖的话，就可以选择直接购买，省去辛苦收集1000尾羽的过程。当然了，前提是价格足够便宜，不然他真的买不起。搜索良久，很少有店家售卖魔化鸡尾羽，毕竟魔化鸡的等级太低，材料品质也不怎么样，用途太少。最后，他找到了唯一一家售卖魔化鸡的店家，标价79一根。江叔看到这个价格，倒吸一口凉气，别人家3级怪物的材料都只卖100左右，这家卖魔化鸡这个1级怪物的材料就敢卖79，这也太黑了吧！总计7万9的价格，江叔全部身家只有官方统一划拨的初始资金1万职业点，这远远超过他的消费能力。于是江叔发了个消息，打算讲价。店家，你这价格也太贵了吧！片刻后，店家回了一串消息：哪里贵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好不好？不要睁着眼睛乱说，我们家店收集材料很难的，而且我们店不是那种随便买材料就做的店仔，哪里贵了？有的时候找找自己的原因，这么多年了，有没有好好升级？收入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刷怪？好不？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个价格，我真的快疯掉了。江叔当即脸色一黑，反手一个拉黑加举报。现在就只剩下自己杀鸡这一条路了。1级的魔化鸡能有多强？江叔紧紧握住金刚短剑，眼中露出熊熊斗志。小鸡，你们的灾难来了！而后一步迈入传送阵，选择传送到望山灵地。10分钟后，鸡哥，错了，错了！江叔手握金刚短剑，身形狼狈的逃跑，身后3只身材健硕、足有1米高的魔化鸡扑腾着巨大翅膀，不断追着他。他没有想到，这新手村小怪都尼玛这么生猛，3只魔化鸡凑在一起，他还真的不是对手，被追得满地乱跑。最后，江叔在脚底摆放了一个戏耍盒子，才终于摆脱3只魔化鸡的追逐。他忍不住擦了擦满头的汗水。本以为有着蓝色品质的金刚短剑，说什么也爆杀这些魔化鸡，没想到魔化鸡恐怖如斯。江叔估摸着，魔化鸡的4维平均属性怎么着也得有10点，否则不可能如此生猛。人不如鸡了，属于是。而后，江叔开始寻找落单的魔化鸡。片刻后，他眼睛一亮，锁定了一只独自在草地上寻食的魔化鸡。他潜伏着过去，在只有2米距离的时候抱起发难，金刚短剑直直朝着魔化鸡的胸膛斩去。噗！一声轻响，短剑斩刺入魔化鸡的胸前，生命值负 5%。魔化鸡发出愤怒的叫声，竟然偷袭！宛如钢铁一般的惠子朝着江叔狠狠啄下。江叔手中金刚短剑回身一扫，斩击在魔化鸡惠子上，发出铿锵一声轻响，魔化鸡尖锐的惠子上出现一道道裂纹，生命值负 5%。江叔感觉到手中短剑传递而来的巨大力量，暗自庆幸金刚短剑给自己加了5点力量和5点敏捷，否则面对魔化鸡的这一啄，自己还真的接不下来。与此同时，他在脚下摆放一个戏耍盒子，当魔化鸡极度愤怒地朝着江叔攻击而来的时候，恰好进入戏耍盒子1米的恐惧范围内，被恐惧了1秒时间。江叔抓住机会，狠狠捅向魔化鸡的屁股，生命值负 20%。看到魔化鸡减少1大截的生命值，江叔心中一喜，莫非魔化鸡的弱点在局部？这般想着，他之后的每一剑都朝着魔化鸡后面捅去。3分钟后，魔化鸡生命值彻底清零，尸体倒在地上。击杀1级魔化鸡，经验值正 0.5%。耳边传来系统提示声，这玩意儿属于全球游戏化规则的一环，作用类似于网游里的系统，有经验值获取、等级提升等各种提示，也有社交功能，直接搜索 ID 可以添加好友，还有论坛板块，职业者可以在里面激情互动，还有商城板块、工会功能。反正传统网游里面有的功能，这东西都一应俱全。江叔看到 0.5% 的经验值，险些没绷住，费了老大的劲击杀1只魔化鸡，才这么点经验值。果然，职业道路不是那么好走的。他走上前去，拔下魔化鸡尾巴上那根最为鲜艳的羽毛。魔化鸡尾羽，1级材料，看起来没什么用，实际上也没什么用。看着材料信息的描述，江叔觉得描述的很好，下次不许描述了。还差999根魔化鸡尾羽，江叔顿时感觉任务无比繁重。1天之后，等级提升至 LV2，4维属性各自增加1点，获得1点自由属性。白色品质职业升级4维属性会各自提升1点，获得自由属性1点。绿色品质职业4维属性提升2点，获得自由属性2点，以此类推。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金色职业每升1级获得的属性点却并不是7点，而是10点。金色的尊贵尽览无遗，这也是为什么职业品质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职业者的发展潜力。此时江叔已经收集200根魔化鸡尾羽，
还剩800根就可以职业进阶。为了转职称瘾，拼了！江叔把自由属性加在力量上，眼红的看着散布在草原上的魔化机，那渴望的眼神就像是看到了绝世美女一样。而后嗷的一声扑了上去。远处，李书欣一行人正好经过此地。哼，书欣，那个给你打招呼的小子一整天了，竟然还在刷魔化机，真是有够好笑的。李书欣小队中一个长发男子不屑一笑，这种人竟然还想和你攀关系，真是不自量力。李书欣尴尬一笑，最后点了点头，我和他也不怎么熟。就在这时，李书欣发现江叔看了这边一眼，只是此时的江叔眼中尽是陌生。这个眼神让李书欣心中陡然升起一股淡淡的失落，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正在离他远去。不是，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江叔不过是一个最底层的职业者罢了，而我的新朋友却是大公会的精英。摇头把这些繁杂的想法甩出脑袋里，李书欣朝着望山林地深处远去。另一边，江叔收回目光，继续和魔化机鏖战。升级到 LV2 之后，属性有所提升，击杀魔化机更加轻松，效率也快，大约3分钟就可以杀一只魔化机了。只是经验值获取速度骤减，每一只魔化机仅提供 0.05% 的经验值。还是杂耍者这个职业太弱，如果我是法师或者弓箭手这种输出类职业，只需要几十秒就可以击杀魔化机，而且还不用像现在这样苦哈哈的近身肉搏。就算是同为近战的战士类职业，别人的攻击技能也可以对魔化机造成巨大的伤害值。现在我的杀怪效率慢得感人。最离谱的是，这还是在有赵小涵送我的蓝色武器加持的情况下都这么慢。如果没有金刚短剑，单人作战我肯定不是鸡哥的对手。江叔看到那些同为萌新的职业者一个火球术，一发锁头剑或者一个重击魔化机就减少近1半的生命值，羡慕的流口水。越是羡慕，他越是渴望转职为瘾。2天半后，江叔终于击杀第1000只魔化机，经验值达到了 LVA2 的 40%。他看着安详的躺在地上的魔化机，激动的差点流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连续3天几乎不眠不休的杀机，他人都差点虚脱了。终于凑够了1000根魔化机尾羽，他走上前拔下魔化机尾羽。职业杂耍者加材料魔化机尾羽，乘号1000等于职业瘾黑色，符合瘾的进阶条件，是否进阶为瘾黑色？江叔没有丝毫犹豫，内心自语是。下一刻，江叔感觉到一股难以言喻的力量从体内蔓延而开，这种感觉就像是升华，像是蜕变，更像是进化。不知过了多久，江叔才从这种状态中醒转过来。他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姓名江叔，职业瘾黑色，等级 LV2 40%， 力量55，敏捷105，体质50，精神50，自由属性50点。装备金刚短剑蓝色，力量+5，敏捷+5。技能一倍刺，被动技能所有从背后对敌人的攻击伤害值翻倍。技能2恐惧盒子，放置一个隐身的盒子，可以恐惧靠近盒子5米范围内的所有敌人 5s， 冷却时间10s， 并且盒子会在恐惧时间内对敌人造成2倍破坏力的伤害值。破坏力属性综合4维属性测定，可以在职业殿堂测试精准数值。技能3暗影冲刺，位移到10米内的任意位置，进入隐身状态，隐身状态持续5分钟，主动攻击会打破隐身状态。现身后第一次攻击附着暗影之力，可造成5倍破坏力伤害，冷却时间5分钟。技能4收割之刃，对20米范围内的特定敌人投掷出蕴含暗影之力的飞刀，对敌人造成3倍破坏力伤害，对血量低于 10% 的敌人造成10倍破坏力伤害，冷却时间5分钟，斩杀敌人返还80冷却时间。技能5暗影分身 LV5 解锁瘾的核心技能，拥有无限成长性，解锁后可查看详细信息。第3章，今天就敢吃草，明天就敢吃人。看到自己的4维属性，江叔陷入了沉默。这也太逆天了。他记得9星传奇职业者麦克瑟曾经在自传中披露过自己的初始属性点，4维属性皆时达到了60点，并且每升1级4维属性会增加10点，获得10点自由属性点。以此推测的话，那位金色品质传奇职业者 LV20 的总属性值是290。江叔看了看自己的总属性点，除开金刚短剑10点的属性值加成，他的总属性也有300点，比那位金色品质的传奇职业者还要多出了10点。本来他觉得这品质能够达到紫色或者橙色品质就已经烧高香了，金色品质他都不敢奢求，但没想到他终究还是太过保守了。瘾这个职业的强度恐怖如斯，属性维度直接超越金色职业，如此强力的职业，技能效果又是如何呢？江叔看向技能栏，一技能
被刺，所有对敌人背后造成的攻击伤害值翻倍。这个技能简洁明了，只要从背后攻击敌人，就能造成大量伤害，并且这还是一个被动技能，也就意味着没有冷却时间。除此之外，被刺这个伤害加成是独立于技能之外另外一个城区，可以和伤害技能搭配起来，造成更为恐怖的伤害。2倍破坏力伤害值，这个加成已经相当不俗，寻常白色职业者的技能倍率就在1:2之间，也就是说，如果每一次都从背后攻击，就相当于白色职业者不间断的使用技能输出。就是这一个技能就体现出这个职业的含金量。2技能恐惧盒子，这个技能几乎可以看作戏耍盒子的究极升级版。恐惧时间从 1s 提升到了 5s， 恐惧范围从1米提升到了5米，恐惧对象从1个提升到5米范围内的所有敌人。盒子放置之后可以隐身，冷却时间也从1分钟缩短到了10s， 并且 5s 的存续时间内，恐惧盒子还会自动攻击5米范围内的敌人，造成2倍破坏力的伤害值。这是一个兼具控制、输出的强力技能，在敌人5秒的恐惧时间内，自己还可以从背后攻击敌人，造成成吨输出。3技能暗影冲刺，可以位移到10米范围内的任意地点，并且进入隐身状态，隐身状态持续时间5分钟，技能冷却时间5分钟。也就是说，这个技能可以让自己无限隐身，老6必备神技。除此之外，现身后的第一击会附带暗影之力，造成5倍破坏力伤害值。如果凭借位移和隐身从背后对敌人发动攻击，还可以享受被刺得2倍伤害加成，造成10倍破坏力伤害值。老6看了这个技能都得流泪。4技能收割之刃，对20米范围内的特定敌人投掷出暗影之刃，造成3倍破坏力的伤害。这个倍率在几个技能中看起来并不出众，但当敌人血量低于 10% 的时候，却可以造成恐怖的10倍破坏力伤害值。而且这个伤害值还可以叠加被刺得2倍加成，也就是造成20倍伤害值。斩杀敌人还可以返还 80% 冷却时间。看完这4个已经解锁的技能，江叔心中对隐有了大概的了解。会隐身，会被刺，会放盒子，会扔飞刀。4你恶魔小丑。江叔脑海里勾勒出隐战斗的方式，先放一个恐惧盒子在脚下，然后进入隐身状态。敌人进入恐惧盒子范围内，被恐惧5秒，自己就使用暗影冲刺冲到对方身后，造成20倍破坏力伤害值。最后敌人还有余力逃跑的话，自己就扔出收割之刃，从背后造成致命一击。这个职业实在太阴险了，也很喜欢。5技能暗影分身尚未解锁，但能够作为隐的核心终极技能，其强度定然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具体效果，还需要等待升级到 LV5 之后解锁查看。江叔心中美滋滋，感受到体内无比强悍的力量，他已经迫不及待找怪物试一试新职业的强度。正好此时他不远处就有成群的10只魔化鸡。姐，先前你们很嚣张是吧？说着，江叔身形陡然消失在原地。暗影冲刺，隐身状态下，他手中长剑宛如鬼魅一般，悄无声息刺入魔化鸡的胸膛。生命值负 100%， 魔化鸡生命值瞬间清零。噗，又是手起刀落，剩下9只魔化鸡被江叔轻松击杀。高额的属性让他就算没有任何技能加成，都可以直接击杀魔化鸡。看着地上10只魔化鸡尸体，江叔泪目。如果是先前的话，他需要花费半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击杀这10只魔化鸡，但现在只需要几秒钟。这种秒杀怪物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一只魔化鸡只能给他增加 0.05% 的经验值，继续在这里当屠鸡剑神升级，太过浪费时间。江叔毫不犹豫地离开草原，朝着望山林地深入前进。以他现在的实力，需要寻找等级更高的怪物练级。穿过魔化兔子、魔化刺猬的领地，前方是一个山丘，山丘之上有身躯庞大的魔化山羊在低头吃草。LV4 的魔化山羊皮糙肉厚，性格暴虐，蛮力极大，是初级怪物中极难对付的存在。江叔眼中露出杀气，今天就敢吃草，明天就敢吃人，砍了！他并没有前行靠近，而是从正面大大方方地突袭魔化山羊。他想看一看，以自己现在的属性，可以对魔化山羊造成多少伤害。感受到人类靠近，魔化山羊抬起头，发出愤怒的叫声。咩！庞大的身躯朝着江叔冲击而去，就像是战车冲撞一样恐怖。下一刻，噗！生命值负 100%。咩的声音戛然而止，江叔手中的匕首快速斩击而出，速度之快，让魔化山羊甚至来不及反应，就被金刚短剑从正面刺破喉咙。魔化山羊走得很安详，LV4 的魔化山羊竟然还扛不住自己的一刀，这一刀还是没有任何加成的一刀。现在自己的破坏力已经达到了这么恐怖的程度吗？
那这样看起来，先前被暗影冲刺击杀的那只魔化鸡，岂不是倒欠自己几十条命？经验值正1%。魔化山羊给予的经验值还算不错，只需要再杀几十只就可以升级到 LV3。职业影在 LV5 的时候就可以解锁终极技能暗影分身，这个技能作为影的核心技能，效果肯定逆天。赶紧升级到 LV5，解锁终极技能。江叔瞬间动力满满，看向了几十米外正在埋头吃草的10多只魔化山羊。10分钟后，几十只魔化山羊走得很安详。等级提升至 LV3， 4维属性各自增加10点，获得10点自由属性点。先前是杂耍者的时候，每升一级4维属性各自只加了1点，自由属性也是1点。但现在升一级增加的属性是先前的10倍，对比之下，江叔心中爆爽。这就是职业品质出众的好处，一级更比10级强。魔化山羊还是太弱了，无法完全发挥我的实力，需要找等级更高的怪来升级。前方就是 LV6 的魔化狼的领地，魔化狼喜好成群结队，不用一只一只的去找，刷怪效率会高上不少。打定主意，江叔朝着魔化狼领地走去，希望魔化狼的生命值高一些，不然我的攻击力又给浪费了。如果让其他人得知江叔的想法，一定会大骂变态，哪有正经人会嫌怪物血量太少的。第4章影的核心技能解锁。与此同时，魔化狼领地中4个萌新职业者正在鏖战一只落单的魔化狼。牧师，奶我一口，搞快点，我血量只有 20% 了。盾战士被身躯高达2米的魔化狼一爪扑飞开去，重重坠落在地，一脸狼狈。队伍中的牧师妹子神色略显慌张，手忙脚乱地使用治疗术，乳白色光华注入盾战士体内，让其生命值缓缓回复。队伍中的另一个弓箭手弯弓搭箭，对着魔化狼的脑袋射出凌厉的一箭。铿锵！预想中利剑刺入血肉中的声音并没有出现，反倒是响起类似金属碰撞的声音。利剑竟然没有全部刺入，反倒是卡在了魔化狼的头颅上。生命值负 5%。弓箭手看到这一幕，脸色一变，不好，他脑袋的防御力太强了，我的锁头剑也只能造成 5% 的伤害。4人小队中剩下的1人是剑士职业，他看到战斗如此艰辛，眼中露出狠厉果决之色。都不要慌，看我的！他在极短的时间内朝着魔化狼的腹部连续刺出3剑，每一剑的速度都比之前的一剑更快。3连斩，激发身体潜能，以极快的速度斩出3剑，对敌人造成总计3倍破坏力的伤害值。冷却时间5分钟。生命值负 5%， 生命值负 10%， 生命值负 15%， 瞬间带走魔化狼 30% 的生命值。众人见此心中一喜，本来快要被击溃的斗志再次昂扬。有机会，大家稳住！剑士大喊。5分钟后，随着剑士的3连斩技能冷却，魔化狼最后一丝血量被带走。小队4人精神一松，疲惫地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这 LV6 的魔化狼实在太强了，我们4个 LV4 围攻，竟然还差点不是对手。顿时摇头苦笑，幸好成哥是绿色品质的剑士，攻击力超强，否则今天真的危险了。牧师妹子心有余悸开口。弓箭手闻言，艳羡地看向被称为成哥的剑士。高品质职业就是好，属性值高不说，技能也个顶个的生猛。剑士成哥思索片刻后，对着4人道：我建议去刷 LV5 的魔化野猪， LV6 的魔化狼对我们来说还是太过危险。如果在战斗过程中冒出另外一只魔化狼，我们4人很有可能全军覆没。更何况魔化狼是群居动物，如果出现一群魔化狼，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听到成哥如此说，其他3人心中暗自后怕，不住点头。LV5 的魔化野猪虽然经验值少一些，但胜在稳妥，还是小命要紧。4人刚刚准备离开，就看到了一个男子从远处走来。这人竟然独自进入魔化狼领域，他的队友呢？难道说他准备单刷魔化狼？如此想着，4人眼中的惊讶之色更浓。魔化狼和 LV5 以下的怪物不同，除开4维属性更强之外，还有着被动技能铜皮，防御力极强。单打独斗的话，同等级职业者很难是对手，除非对方来这里刷材料的高等级职业者。等到那道人影走近后，4人猛然发现，这不就是这几天在草原那儿被魔化鸡追得满地乱跑的杀鸡仔吗？很少见到职业者连魔化鸡都杀得这么费劲，所以他们对江叔的印象极其深刻。他这么弱，来这里做什么？喂，兄弟，这里很危险，有魔化狼出没。剑士好心提醒。江叔听到剑士的话之后，眼睛一亮，还有这种好事？狼在哪？刚刚我们就击杀了一只魔化狼。顿时站了出来，脸上有着些许骄傲之色。LV4 的小队能够击杀 LV6 的怪物，在他看来本来就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他继续道：不过就算是我们4人小队，
也是费了一些力气才击杀魔化狼。你的话，最好还是快些离开这里，不然遇到魔化狼的话就危险了。并不是费了一些力气，是差点嘎在魔化狼手里了。江叔看了看这个4人小队，你们人还怪好脸，但对方没有什么坏心思，甚至是出于好意提醒自己，这一点他还是清楚的。多谢了，朝着对方点点头。江叔和4人错身而过。哎，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顿时急了，在江叔身后大喊。其他3人也是暗自摇头，敢独自一人深入魔化狼领域，这么弱的实力，怕是凶多吉少。就在这时，从林中响起一阵沙沙之声，4人心中陡然一紧，纷纷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这是魔化狼群！糟糕，是先前击杀的那只落单的魔化狼引来的狼群。丛林中，8双幽绿色的眼睛冷冷注视着场中的众人，让4人小队感觉头皮发麻。一只魔化狼就已经让小队险死还生，8只魔化狼绝对可以瞬间撕碎自己几人。跑，快跑！剑士的反应最快，对着小队里的另外3人大吼。其他3人想跑，但只感觉浑身冰凉，手脚无力。就速度来说，他们绝不可能是魔化狼的对手。面对如此多的魔化狼，逃跑都是一种奢望。嗷呜！随着头狼的一声吼叫，8只魔化狼宛如炮弹一般从草丛中跳跃而出，那张开的巨嘴中散发出的浓郁腥味，让几人心中的恐惧更甚。4人心中升级浓浓的绝望。就在这时，他们看见站在他们前方的江叔握紧了手中的短剑，难道他想要和魔化狼群硬碰硬？下一刻，江叔挥动短剑斩向一只扑向他的魔化狼。噗！一道沉闷的声音响起，短剑直直插入魔化狼的头颅。生命值负100%，魔化狼的生命值瞬间清零。4人眼中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强悍生猛的魔化狼竟然被一剑击杀了。噗噗噗！又是几道沉闷的轻响声传来，剩下6只魔化狼全部死亡。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8只魔化狼只剩下最后一只体型更为巨大的狼群头目。狼群头目本来在凶狠的嘶吼，但看到7个同伴被那个手持短剑的恐怖男子瞬间击毙，那嗷呜的叫声就像是卡在了脖子里一样戛然而止。喵呜！狼群头目竟然发出类似小猫一样温柔的声音，听得几人一愣一愣的。卖萌术！江叔二话不说，手中凝结出一柄漆黑的暗影之刃，朝着狼群头目投掷而去。收割之刃！噗！生命值负100%，狼群头目暴毙而亡。4人看着站在满地魔狼尸体中的江叔，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陷入了沉默。啊，大佬，对不起，我们刚才说话太大声了。什么这里太危险，你快点离开。什么不听劝，不识好歹什么的，其实我们说的是自己，和大佬你没有一点关系。4人想到刚才说过的话，已经尴尬的在脚底抠出了4套3室一厅。江叔却没有管4人的尴尬，美滋滋的用金刚短刃收集8只魔化狼的利爪。这是魔化狼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魔化鸡尾羽都能卖79职业点，魔化狼爪不得500起步。这就是职业者的世界，只要拥有足够的实力，财富就会变得唾手可得。收集完材料后，江叔抬头看向4人，你们还有事吗？剑士深吸一口气道，大佬，对不起，刚才我们说错话了，你不要见怪。江叔笑道，没事，难道要我告诉你现在我正因为装逼成功心中暗爽的事情吗？4人见江叔如此没有架子，心中一松。大佬，你这么强，为什么要在草原那里杀好几天的魔化鸡呢？顿时疑惑问道。江叔随口道，只因魔化鸡尾羽太美。原来大佬是有收集癖啊。他们懂了。4人告别之后，江叔准备继续升级，每一只魔化狼给他提供2%的经验值，魔化狼头目提供3%的经验值。这个经验值还算是不错，再击杀几十只就可以升级了。10多分钟后，噗！最后一只魔化狼被江叔击杀，等级提升至 LV4， 4维属性各自提升10点，获得自由属性点10点。升级了，感受着体内更为充盈的力量，江叔露出微笑，又变强了。而后又击杀了3只魔化狼，发现每只狼只提供1%的经验值，江叔果断选择寻找等级更高的怪物。他已经爱上了越级击杀的感觉，一边顺手清理路边的怪物，一边朝着魔化豹子的领地前进。10多分钟后，江叔再看到一只魔化豹子正在沿着粗壮的树木枝干攀爬，他眼中露出杀气，今天就赶上树，明天就赶上天，砍了，砍了！一发收割之刃没入魔化豹子的后脑勺，被刺被动的双倍伤害触发，造成总计6倍破坏力伤害值，生命值负100%，经验值正3%。LV8 的魔化豹子提供的经验值相当丰厚，
收集魔化豹子的利爪放入空间戒指之中。江叔所用的空间戒指是最低品质新手空间戒指，是官方统一发放的，现在已经装了一大半了。如果继续往里面弄东西的话，很容易溢出来。空间戒指是空间系职业者制作的高品质空间戒指，的储物空间极其夸张，但售价也相当离谱，不是现阶段的江叔有能力可以购买的。打了怪没有地方放材料，这就是幸福的烦恼吗？江叔刚从树上下来，人一落地，两只潜伏在树底的魔化豹子就对他发起突袭。此时他立身未稳，正是一个绝佳的偷袭机会。但面对两只魔化豹子飞扑而来的利爪，江叔眼中没有丝毫慌乱，似乎一切尽在掌控之中。来偷袭我，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终极老六啊？下一刻，他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两只魔化豹子扑了个空，惊疑不定地打量着四周。江叔身形陡然出现在一只魔化豹子身后，手中短笔萦绕着漆黑的光芒。噗！一声轻响，左侧的那只魔化豹子被短剑刺了一个透心凉，生命值顷刻间清零。面对剩下的一只魔化豹子，江叔选择直接从正面挥砍，试试伤害。噗！生命值负100%，试试就试试。看着地面魔化豹子的尸体，江叔惆怅地叹了口气。都是1刀秒，让我怎么知道伤害有多高？这怪就不能血量厚一点吗？哎，怎么感觉有点凡尔赛？10分钟后，噗！获得经验值3%，等级提升至 LV5， 4维属性各自增加10点，获得10点自由属性。职业影终极技能暗影分身已解锁，请查看详细信息。江叔心中一喜，打开属性面板，查看终极技能的详细效果。技能5暗影分身，影最核心的技能，可以利用影之力凝结出一具分身，分身可在主人意志操纵下自由行动，也可获得经验值升级。分身职业突破时，本体可以获得相应的突破属性。1. 影每次职业突破可额外凝结一具分身。2. 分身获得的经验值默认输送给本体，本体可设置每具分身的经验值获取比例。3. 分身在非战斗状态下可被收回暗影空间。4. 分身不被秘境征召，但拥有完整职业者权限，可进入副本、加入工会、通过传送阵等。看到这个技能描述，江叔脑袋上缓缓浮现出一个问号。当他脑袋上浮现出问号的时候，不是他有问题，而是这个技能有问题。这个分身技能强得过于离谱了，这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分身技能，而是永久常驻的分身，就相当于多了一个自己。难怪暗影分身才是影的核心技能，这个技能的潜力是无限的，只要分身能够成长起来，实力超过本体也不是不可能，并且每一次职业突破都可以额外凝结一具分身，到时候自己升级到 LV100， 岂不是就拥有10个分身？11个自己单挑别人，有谁能扛得住？等一等，如果自己以后有老婆的话，这算不算聚众淫乱？想远了，收回思绪，江叔继续琢磨分身的用法。有许多的秘境和副本是限制了进入人数的，到时候自己携带分身进入，岂不是咔咔乱杀？而且如果分身职业搭配合理的话，自己就是一个军队。除此之外，分身每次突破都可以让本体获得突破的属性点，职业者每10级职业突破的时候获得的属性点数都是极为可观的。也就是说，这些分身完全可以当自己的搬砖小号，只要分身不断突破，那么自己的属性就会越来越夸张。越是想，江叔更是感受到这个分身技能的恐怖，不愧是的核心技能。他不再犹豫，开始凝结暗影分身。第5章5条进阶路线。10多分钟后，一道模糊的人影出现在江叔身旁，浑身上下充斥着暗影之力。暗影分身即将成型，请选择分身职业，可供选择的转职职业有战士、剑士、盾士、刀客、棍师、枪客、牧师、弓箭手、法师、格斗家、骑士、吟诵者、拳师、刺客14个职业，可以从14个职业中选择。江叔倒吸一口凉气，要是自己当初有这个待遇，何至于成为杂耍者？就算是自己的分身，江叔都羡慕的流泪。这14个职业有白色职业，如战士、牧师、弓箭手、法师、拳师和刺客，也有绿色职业，如剑士、盾士、棍师、枪客、格斗家、骑士和吟诵者。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呢？江叔陷入沉思。按理来说，几个绿色职业绝对要强得多，但最近的练级，他深刻体会到自己的短板，那就是缺乏群攻技能，也缺乏远程输出能力。唯一的远程输出技能收割之刃，只能对单体释放不说，冷却时间也有着5分钟，就算是斩杀敌人，可以返还 80% 的冷却时间，也有1分钟的不应期。群攻能力更是薄弱，他需要一个炮台类攻击职业。
那么炮台输出之王就只有那个职业了。他把目光锁定在了法师上面，转职为法师。随着他做出选择，旁边的迷糊人影逐渐清晰，体型、外观和他本人一模一样，正赤裸裸地站在他身旁。江叔上下一打量，诱惑竟然和本人一样硕大无朋，连忙掏出一套备用的衣服穿上。低调，低调。职业选择为法师，分身已生成，可查看分身属性面板，并为分身命名。起名字，江叔恶趣味发作，想到了上一世玄幻小说中的10大家族。第一大家族自然是叶天帝坐镇的叶家，想必这一点没有人有异议吧。叶不凡，命名成功，可查看分身属性面板。江叔心念一动，叶不凡便做出各种动作。这种感觉既像是操纵身体的一部分，又像是操纵游戏角色一般，畅想丝滑。姓名叶不凡，职业法师，等级 LV1， 力量10，敏捷9，体质8，精神13，装备5，技能火球术，凝结火元素之力，对20米范围内的敌人造成2倍破坏力的伤害值，冷却时间20s。中规中矩的白色职业属性，但技能倍率却相当可观，达到了2倍，冷却时间也只有20s。高额的技能倍率，快速的施法频率，就是法师能够成为最强炮台的最重要原因。江叔心中一动，看向分身的头顶，一行小字缓缓浮现而出：职业法师，白色，职业进阶路线。路线1，职业法师加材料槟榔之心等于职业冰霜法师，红色。路线2，职业法师加材料火焰鸟精血等于职业怒焰法师，红色。路线3，职业法师加材料风暴利爪等于职业风暴法师，红色。路线4，职业法师加材料土系之精等于职业土行法师，红色。线路5，职业法师加材料1000度220伏交流电等于职业雷法，紫色。5条职业进阶路线，江叔惊的下巴都差点掉了。他想过依靠眼睛的特殊能力，有可能看到分身头顶的职业进阶路线，但没想到竟然足足有5条路线，这尼玛也太奢侈了。路线1，红色职业冰霜法师，正所谓冰霜控全场，刀刀烈火爆，兵法的控制能力极为顶尖，被称为团本的神。路线2，红色职业怒焰法师，暴力输出的代表职业，秒怪一流。路线3，红色职业风暴法师，漂移灵动，战斗充满了艺术性，帅的一匹。路线4，红色职业土行法师，调动土元素之力，攻防一体，持久战的神。最后江叔把目光放到了路线5上，紫色品质的雷法，雷系法师最为稀少，这代表了最极致的输出，每一个雷法都在职业者世界中留下了赫赫威名。9天玄刹化为神雷，煌煌天威，以剑引之，雷动。我操，这也太帅了！而且前4条路线的转职材料都是价值较高的物品，现阶段想要搞到会花费不小精力，唯有转职为雷法的材料，1000度220伏交流电，简单直接，可以轻松获得。转职雷法，连夜派分身回城摸电线。江叔对着分身轻轻点头，分身叶不凡表情灵动起来，对着他颔首回礼。等一下，江叔又从空间戒指里取出一个面具，分身的长相和他本体一模一样，如果被有心人注意到的话，可能惹出麻烦。这个面具是他在网上购买的，名叫嘟嘟兔面具，和备用衣物一起放在了空间戒指里。至于为何会买这样一个面具，野外难免有不方便露脸的情况，有备无患嘛。江叔看着分身戴上嘟嘟兔面具，暗自决定以后一定要搞一个骑士分身，让他戴上嘟嘟兔面具。至于原因嘛，来自于他前世看过的一本少儿不宜的网游小说，算是满足一下自己的情怀了。本体护送分身进入 LV3 怪物的区域之后，就返回森林深处继续练级，升级到 LV10后可以职业突破，到时候属性暴涨，实力再上一个台阶，并且可以再解锁一个额外的分身。江叔内心升级的动力满满，朝着 LV9 魔化野牛的领地冲去。依靠着过百的敏捷，他的移动速度极快，只是半个小时不到就深入到了魔化野牛的领地。前方是一个巨大的湖泊，江叔正前方有着近40头魔化野牛低头喝水。这么多怪聚集在一起，江叔现在只恨自己的雷法分身还没有成长起来，否则一个范围性技能过去就只看到经验值哗哗涨，现在则需要苦哈哈的一刀一刀去砍。但好歹是这么多只怪聚在一起，比分散的怪物好多了，省去了不少找怪的时间。无论如何，这也是一个优质练级的了。但江叔不知道的是，在其他萌新职业者看来，这里就是新手禁区。好几十只 LV9 的魔化野牛聚集在一起，发起疯来，同时发动野蛮冲撞、飞沙走石、大地震战，
就算是快2转的职业者来了，被正面冲撞一次也得原地升天。江叔眼中露出杀气，今天就敢喝水，明天就敢喝血，砍了，砍了！他握紧金刚短笔，在脚下放置一个恐惧盒子，又对着一只最近的魔化野牛投掷出收割之刃。噗！暗影之力凝结而成的收割之刃直直捅在魔化野牛的背上，触发被刺的双倍伤害，加上3倍的技能倍率，总计造成6倍破坏力的伤害值，生命值负100%。6倍倍率加成下，皮糙肉厚的魔化野牛同样难逃秒杀的命运。经验值正4%。这只魔化野牛的死亡引起了牛群的注意，他们宛如铜铃一样的眼睛愤怒地瞪着身后的江叔。哞！近40只高达3米的魔化野牛铁蹄践踏着地面，整个地面都宛如在震颤，一旁的林木树叶疯狂刷刷掉落。野蛮冲撞！40只魔化野牛汇聚成了钢铁洪流，朝着江叔碾压而来。正面面对如此恐怖的袭击，饶是江叔手心都忍不住泛起冷汗。这也太可怕了，就像是要撕碎一切抵挡在他们前方的事物一样。但他那双漆黑如墨的眸子中仍旧充满了平静。影是刺杀的极致，真正的刺客永远不会惧怕正面的冲击，因为他不会给你正面对决的机会。下一刻，冲击到江叔身前的3只魔化野牛身躯不受控制地朝着侧后方转向。恐惧盒子，进入恐惧盒子5米范围内的敌人将会被恐惧5S，直到恐惧效果结束。随着牛群中最前方的3只野牛被恐惧的调转冲击方向，后面的牛群和他们直直撞击在一起。轰隆！恐怖的碰撞出现，牛群中出现了巨大的混乱，踩踏事情接连发生。生命值负30%，生命值负40%，生命值负10%，10多只被踩踏的魔化野牛生命值不断掉落。与此同时，恐惧盒子中发射出一道道暗影之刃，轰击在攻击范围内的魔化野牛身上。生命值负20%，生命值负20%。江叔趁着混乱，宛如鬼魅一般穿梭在战场之中，刺杀那些陷入疯狂的野牛。生命值负80%，生命值负100%，生命值负100%。没有触发被刺双倍伤害的攻击对魔化野牛造成80%的伤害，但一旦触发被刺被动，魔化野牛生命值瞬间清零。只是几分钟的时间，就有近一半的魔化野牛被江叔击杀。他就宛如一把精准的手术刀一般，不断切割着魔化野牛群的生命，甚至魔化野牛都难以对他造成有效的攻击。这就是游离于阴影与黑暗中的影，这就是极端强大的刺客。噗！最后一只魔化野牛被江叔击杀，等级提升至 LV6， 4维属性各自增加10点，获得自由属性点10点。现在积攒的自由属性点都有90点。江叔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姓名江叔，职业影黑色，等级 LV6 0%， 力量95，敏捷145，体质90，精神90，自由属性90点。装备金刚短剑，蓝色，力量+5，敏捷+5，技能1倍刺，被动技能，所有从背后对敌人的攻击伤害值翻倍。技能2，恐惧盒子，放置一个隐身的盒子，可以恐惧靠近盒子5米范围内的所有敌人5S，冷却时间10S，并且盒子会在恐惧时间内对敌人造成2倍破坏力的伤害值。破坏力属性综合4维属性测定，可以在职业殿堂测试精准数值。技能3，暗影冲刺，位移到10米内的任意位置，进入隐身状态，隐身状态持续5分钟，主动攻击会打破隐身状态。现身后第一次攻击附着暗影之力，可造成5倍破坏力伤害，冷却时间5分钟。技能4，收割之刃，对20米范围内的特定敌人投掷出蕴含暗影之力的飞刀，对敌人造成3倍破坏力伤害，对血量低于10%的敌人造成10倍破坏力伤害，冷却时间5分钟，斩杀敌人返还80冷却时间。技能5，暗影分身，影最核心的技能，可以利用影之力凝结出一具分身，分身可在主人意志操纵下自由行动，也可获得经验值升级。分身职业突破时，本体可以获得相应的突破属性。分身死亡，可使用影之力，花费24小时复活分身。分身1，叶不凡，详细属性点击展开，可设置经验值获取比例。因每次职业突破，可额外凝结一具分身，总属性点达到了恐怖的500点。不过自由属性点一直没有分配，90点属性值的加持是一个极为不凡的提升。该怎么加点呢？均衡加点，力量加点，敏捷加点，还是体质加点？江叔陷入沉思。鹰是极端强大的刺客，对于刺客来说，敏捷属性是最为重要的。杀人红尘中，脱身白刃里，要的就是一击远遁。再强的体质，再高的力量，都比不上极致的速度。
更何况自己还可以凝结多个分身，吸引仇恨，这些脏活累活就交给分身去做就好了，本体只需要跑得足够快。这样想着，江疏不再犹豫，当即加点敏捷。加点之后，敏捷属性达到了惊人的235点，速度提升了一大截，而且破坏力的数值也受敏捷的影响。敏捷提升，攻击的伤害也会相应提升。江疏继续沿着野牛湖收割魔化野牛的生命。与此同时，江疏分身叶不凡已经进入江城。第6章，秘境的死亡威胁。江疏分身抵达江城，走出传送阵后，看到城内一片热闹无比的场景。喂，在城内骑乘坐骑，你有坐骑驾驶执照吗？有行驶证吗？请出示你的证照。执法者拦住一个骑乘着烈焰狮子的戴墨镜男子，要求他出示证照。就在这时，有人脚踩飞剑，唰的一下从执法者头顶飞过。妈的，公然飙剑，是不是不把我放在眼里？男性执法者怒了，一步踏上空中，身体前倾，双手向后，脚下做出溜冰动作，不断在空中滑行，速度竟然快得惊人，不断逼近着那个飙剑的男子。底下不少职业者纷纷看热闹，江疏分身也看得暗自咂舌。火焰狮子 LV30 的领主级魔兽，能够拿这种级别的魔兽当坐骑，墨镜男子少说也是3转强者，而那个脚踩飞剑的职业者速度亦是惊人，敏捷属性少说也超过1000。执法者更是可以靠着自己实力就可以御空飞行，最低也是4转大佬。看来想要追上这些强大的职业者，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江疏心中感慨，但却并不气馁。他的职业者之路才刚刚开始，不如这些资深职业者很正常，只要给他时间，他将超越这些资深职业者。江城人口8000万，是一座巨型城市，其占地面积无比广阔。从传送阵出来后，江疏分身用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才逐渐深入城池，来到了生活区。路边，2个社区工作人员正愁眉不展地看着倒塌的电线，电路都中断了，这里绝对没有电，可以直接操作。一个胡须男子斩钉截铁道：“放屁，这明显是短路了，把线路融化了，谁敢去摸，绝对被电。”另一个短发男子果断摇头。2人都只是社区工作人员，并不是专业人士，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周围逐渐多了看热闹的人，众人也是众说纷纭，拿不定主意。江疏听了一会，果断排众而出：“大家不要再吵了，我是专业的，听我说。”众人看向这个戴着嘟嘟兔面具的男子，均是露出喜色。有专业人士，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这个兄弟，你来评评理，这是不是没有电？胡须男子看向江疏问道。江疏摆了摆手：“别着急，等我用专业的手段来测试一下就知道了。”说着，他走到断裂的电线前，左右手伸出，分别抓住电线断裂的两端。死！强烈的电流冲击着他的身体，让他整个人止不住的颤抖，甚至毛发都竖立了起来。众人看得目瞪口呆，你管这叫专业手段？正当他们想要去救援的时候，江疏主动放下了2节电线。试过了，有电。我是一名专业电工，有没有电我用手一摸就知道了。众人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如何吐槽，江疏却是没管众人槽点满满的表情，内心美滋滋。1000焦耳，220伏交流电到手。小伙子，你没事吧？那个短发的社区工作者上下打量江疏，询问道。江疏摇头，坦诚道：“没事，我是职业者，以我的身体素质，再检测个10次8次都没什么问题。”短发社区工作者闻言眼中露出追忆之色，良久后他才叹气道：“小兄弟，职业之路坎坷呀。”一声叹息，思绪纷呈。短发男子想到了自己转职成职业者之后的意气风发，想到了和队友一同并肩作战的热血沸腾。10年而已，故人零落，自己也彻底斩断职业道路，成为一个普通人。江疏闻言若有所思。据他所知，这个世界每个年满18岁的人都会自动觉醒职业。职业者一方面代表着无上的荣光，但同样也蕴含着巨大的危机。除开野外副本打怪可能死亡的风险之外，职业者最大的危机来自于秘境。秘境存在于独立空间之中，会随机强制拉取相应等级的职业者进入。在秘境中死亡，就算是有复活次数，也无法复活。可以说，近一半的职业者都死在秘境中。就如短发男子昔日的数位队友，就是陨落于一个被称之为死亡秘境的3阶秘境亚龙的愤怒里面。他自己进入的3阶秘境难度虽然远比不上亚龙的愤怒，但也是好几次险死还生才通关秘境逃了出来。从此他也对职业者之路心灰意冷，选择成为一个普通人。度过3次秘境之后，职业者就可以选择放弃全部实力，成为一个普通人正常生活，不再担忧秘境危机。这也是为什么偌大江城内有着如此多普通人的原因。小伙子，抓紧时间提升自己的实力，否则
哪一天进入秘境，面对无法战胜的敌人，悔之晚矣。短发男子真心实意劝诫。江叔点头道谢。其实他内心也一直对秘境危机极其担忧。每个等级阶段都有几十上百个秘境，其中有危险性极大的死亡级秘境，进入其中生还率不足 5%， 更有包进包死的地狱级秘境。如果不幸进入这些秘境，陨落概率极大。唯有变强，获得足以碾压一切的实力，他内心才有那么一丝的安全感。已收集到1000焦耳220伏交流电。职业法师加材料1000焦耳220伏交流电等于职业雷法紫色，是否进阶？江叔没有丝毫犹豫，内心默念进阶。一股奇异的能量蔓延分身的四肢百骸，让他全身都酥酥麻麻的。他能明显感觉到他的生命层次在跃迁。职业进阶成功，详细属性请查看属性面板。第7章永别了故人。姓名叶不凡，1号分身。职业雷法 LV20 可进阶。等级 LV1。力量10，敏捷10，体质10，精神100。装备无。技能1雷电亲和，被动，雷属性攻击伤害翻倍。技能2电击术，引动雷电之力对50米范围内的特定敌人造成2倍破坏力伤害值。冷却时间 5s。技能3爆雷术，以强悍的雷暴之力敌人造成3倍破坏力范围性伤害，施法距离50米。冷却时间 20s。力量、敏捷和体质3项属性极为普通，只有同等级普通白色职业者的水准。但精神这一项属性却是达到了惊人无比的100点。对于法师来说，最重要的属性就是精神属性，对攻击力、法力恢复速度等属性有着重要影响。白色品质的法师在 LV10的时候，精神属性也不过是30点左右，但雷法的初始精神属性就有惊人的100点。雷法不愧被称之为最强远程炮台，就这离谱的属性值已经说明了一切。技能1雷电亲和，被动技能，雷属性攻击伤害翻倍。这个被动被次技能一样逆天，因为雷法的技能都是清一色的雷属性伤害，几乎可以说是常驻双倍伤害。技能2电击术，远程单程狙杀技能，造成2倍破坏力伤害，搭配上被动技能雷电亲和，造成4倍雷属性伤害。冷却时间只有惊人的 5s， 这个伤害值远超其他职业的终极技能伤害，但在雷法手中却只是一个小技能罢了。技能3爆雷术，远程范围类技能，搭配上雷电亲和可以造成6倍伤害值。冷却时间也只有 20s， 比动辄几分钟起的终极技能冷却时间快多了。高额的精神属性，强悍的技能倍率，快速的技能频率，有点极面的覆盖范围，这就是暴力远程输出职业雷法。最重要的是 LV20之后，雷法还可以继续进阶。再次职业进阶的话，雷法的强度会不会比肩金色职业？江叔看到雷法如此强悍，嘴都快笑歪了。选择进阶为雷法，赚大发了。现在分身等级还太低，需要快速升级赶上我本体的等级。分身可以设置经验值获取比例，江叔想了想，把分身的经验值获取比例设置成55开，让分身一边升级一边来到本体这边，然后一远一近搭配刷怪，速度肯定会提升不少。不过分身这东西需要的升级经验和本体一模一样，总体升级速度肯定会慢上不少。但这都是暂时的，等以后分身实力起来了，本体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困难是暂时的，未来的光明的。江叔畅想分身成长起来以后的美好生活。他也不是什么黑心的人，以后就让分身一天20个小时都在野外刷怪，毕竟得给分身留足休息的时间。每个月的话，休息大小周，大周的休息调到小周，小周的休息调到大周。当然了，江叔也知道这只是想想，分身并没有独立的意识，需要他自己的意识入主。如果本体睡觉休息的话，分身也就无法行动。不久后，分身踏入传送阵，来到了望山林地。雷法分身刚进入平原，就看到老熟人魔化鸡在草地上扑棱着翅膀撒欢。其中一只略显独特的魔化鸡吸引了江叔的注意力。这一只鸡身材更加高大，肌肉隆起，显得威风凛凛。最重要的是，身上的羽毛竟然闪烁着金色，特别是它的攻击动作，竟然是用自己的右肩膀撞击敌人。这让江叔想到了一个故人，这是一只魔化鸡头目。魔化鸡头目旁边4名萌新职业者一脸惊慌地躲避着他的攻击。以4个萌新的实力对上普通魔化鸡可以轻松斩杀，但是这一只头目的属性明显要强上一个档次，4个萌新落入绝对下风。江叔看到这一幕，果断出手，眸中紫色光华一闪而过，滋，一道雷电从天而降，直直击中在魔化鸡头目身上，生命直负100%。魔化鸡头目浑身焦黑，糊得不能再糊了。永别了，故人。4位萌新看到雷法分身一招秒杀魔化鸡头目，看向他的目光充满了崇敬之色。
谢谢大佬出手相助。大佬，你的技能实在是太酷了。大佬是尊贵的雷系职业吗？可不可以带带我？大佬，大恩大德无以为报。我有一个姐姐，年方40，体重200，貌美如花，我把她介绍给你。江叔扫视了一下最后一个说话的人，就你小子恩将仇报是吧？对着4人轻轻点头，背负双手飘然而去。帅的就不谈了，装完逼就跑，贼刺激。来到魔化山羊领地，正好看到30多只羊凑在一起吃草。先前江叔本体看到几十只魔化野牛凑在一起喝水的时候，就遗憾自己没有群攻技能，只能一只一只的砍。现在同样的机会摆在了雷法分身面前，不一样的却是雷法分身是真的有大规模杀伤类技能。雷法分身涌起狂暴的雷元素波动，10多道紫色狂雷朝着羊群猛劈而下。暴雷术，轰隆！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一只只魔化山羊被紫色狂雷吞没，生命值负 100%， 生命值负 100%， 密密麻麻的伤害提示冒出，看得江叔爽得飞起。刷怪还得是法师，这种群秒怪物的感觉，爽得人头皮发麻。等级提升至 LV2， 4维属性各自增加5点，获得自由属性点5点。升级了，法师的升级就是如此朴实无华且枯燥。相比起来，近战一只一只的砍怪升级就艰辛了许多。哦，好像升级也挺简单的，那没事儿了。江叔操纵雷法分身，继续肆虐山羊领地。远处一个4人小队，他们正是李书欣所在的队伍。他们看到江叔掌控雷电屠杀魔化山羊的身影，忍不住驻足观看。这是雷法。小队中长发男子露出不可置信的目光，掌控雷电，远程袭杀，雷法无疑。另一个短发男子眼中露出浓浓的艳羡之色，这可是最顶尖的紫色职业，可以说是潜力无穷。李书欣对雷法这个职业的了解并不深，但看到小队中平日里眼高于顶的2个成员如此狂热地看着远处那个男子，也瞬间了解了这个职业的含金量。他顿时觉得远处那个男子的身影无比伟岸，这是真正的天之骄子，成长起来肯定可以成为一方巨擘。而后他想起了那个转职为杂耍者的发小，和这道伟岸的身影比起来，江叔连提携的资格都没有。幸好他还算识趣，没有主动贴上来让自己难堪。就像这样相忘于江湖挺好。忽然李书欣发现远处戴着面具的雷法目光看向了自己4人，他似乎在看自己。李书欣没有来冒出这个想法，忍不住挺起了并不算雄伟的胸膛，将最完美的状态呈现给对方。可是下一刻对方若无其事地收回目光，这让李书欣心中浮现起浓浓的失落。难道我的姿容都不能引起他一点点的兴趣吗？也是，他这种顶级天骄，身边怎么会缺少绝色美人呢？李书欣带着浓浓的失落，和3个队友继续深入望山林地。一路上，2个男性队友有一搭没一搭的和李书宇闲谈着，但现在李书欣并没有像之前那么热烈的回应了。2个绿色职业者罢了，难道真的以为我会看上你们吗？不过是我融入工会，迈入更高层次的跳板罢了。不过他看向其中的长发男子，他表哥是傲天工会的核心成员，身后能量不小，也不能过于冷落了。不多时，4人进入了魔化豹子领域。第8章暴杀绿茶。进入魔化豹子领地后，长发男子的神色都要紧张不少。他对着身后3人叮嘱道：虽然我们都是 LV9， 但魔化豹子最是擅长偷袭，保持戒备，别因沟里翻船。其他3人点头，纷纷提高戒备，紧张地看着四周。远处3只魔化豹子静静地躺在地上，从那脖子被捅穿的死状可以看出，他们走得很安详。长发男子走近后，查看3只豹子死状，眼中露出惊讶之色。都是一击致命。李书欣闻言瞪大了眼，一击秒杀 LV8 的魔化豹子，这该是何等强大的攻击力？可能是高等级职业者来这刷材料。长发男子如此猜测。职业者高于怪物一阶，将无法获得经验值。也就是说，一转之后的职业者刷10级以下的怪物是没有经验值的。这个世界并不存在靠刷低等级怪物升级的十里坡剑神，所以长发男子才如此猜测。4人又是行走了一段路程，发现了许多魔化豹子尸体。哼，高等级职业者刷材料总有限度，总不会把这里的怪物都刷完吧？长发男子笑着安慰了队友一句。10分钟后，长发男子不说话了。他还真就发现所有魔化豹子都被人击杀了。哪个高等级职业者吃饱了闲着来刷魔化豹子？这可是一点经验都获得不了。而且要是刷材料卖钱的话，刷高等级怪物的材料不是更加值钱吗？长发男子人有点麻。走，我们去魔化野牛区域，那里总不会有人刷怪了吧？长发男子一咬牙道。
其他3人闻言脸色微变。魔化野牛是群居动物，时常都是好几十只凑在一起，几十只一起发起冲锋的话，他们有几条命都不够撞。不必担心，总有落单的魔化野牛，我们耐心寻找就是了。长发男子安慰道。其他3人这才神色一松。于是4人来到巨大的野牛湖旁，刚刚钻出林地，就闻到一股冲天的血味。前方30-40只野牛死状可怖的躺在地上，走得很安详。4人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魔化野牛群竟然被人正面击杀了，对方的实力该得是多强？怕是接近2转的强者了吧？4人面面相觑，最后决定继续沿着野牛湖前行。一路上，他们看到一只魔化野牛被洞穿喉咙，这一击致命的手法干净利落，让他们愈发觉得出手者实力深不可测。一只活的魔化野牛也没有见到，怕是被大佬给杀绝了。短发男子一脸郁闷，长发男子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没事，跟着大佬喝汤。他指了指地面魔化野牛的尸体，道：野牛最值钱的部位就是魔化野牛心脏，大佬杀了之后都没有取。一颗魔化野牛心脏价值800职业点，换句话说，我们发财了。其他3人脸上露出恍然之色。800职业点可以维修好几次装备了，对于大佬来说看不上，对他们来讲还是很有价值的。这就是大佬的世界吗？800职业点的东西看都不看一眼。短发男子美滋滋地取出一只魔化野牛的心脏。李书欣心中也是无限神往，如果自己有这样一个朋友，甚至说不是朋友，就是能够稍微搭上话的大佬，那自己的职业道路肯定是一片坦途。可惜自己没有。4人一边收集魔化野牛心脏，一边继续前行，并且不住地感慨大佬的豪横。如果江叔在此的话，一定会澄清一下，并不是自己豪横，空间戒指实在是装不下啦。大约20分钟后，4人看到湖边躺倒着一具巨大的金色野牛尸体，一枚闪烁着绿色光华的戒指静静掉落在尸体旁边。绿色装备，4人眼中露出惊喜之色。就在4人喜上眉梢的时候，看到一个高大英俊的男子捡起了绿色装备。喜意消散，4人顿时打消了不该有的念头。大佬的装备，吃了雄心豹子胆才敢去侵吞。江叔，长发男子忽然听到李书欣略带惊讶的声音，他详细打量男子的容貌，确实帅。呸，这不是先前2天碰到过的那个杀鸡仔吗？他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难道说……长发男子脑中闪过一道电光，顿时洞悉事情的真相。这小子竟然先我们一步捡漏。他冷冷一笑，上前一步睥睨江叔，道：小子，大佬杀怪掉落的装备你也配捡？其他3人也回过神来，纷纷注视着江叔。江叔闻言愣了愣，啥几把玩意儿？没听懂。呵呵，装不懂是吧？告诉你，那位来这刷材料的大佬和我有些渊源，这些材料和装备都是我的。识相的话，就把绿色戒指拿出来，老子可以让你离开。长发男子一副吃定江叔的模样，杀魔化机都费劲的垃圾，还敢捡绿色装备，也不自己撒泡尿照照。这时李书欣忽然踏前一步，江叔还以为他念及旧情，想要替自己说几句话，但李书欣淡漠疏离的声音落入他耳朵：不要忘了，他除了捡绿色装备，还捡了许多魔化野牛心脏，说不定先前大佬杀怪也爆了装备，都被他捡了。江叔险些被气笑了，相处10多年的发小，你一朝得势要和我划清界限，这是你的选择，无所屌味，大不了谁也不认识谁。但我被人欺压，你第一个跳出来助纣为虐，甚至比欺压者更加丧心病狂，这就过了。长发男子并没有注意到江叔变冷的表情，而是眼睛一亮，觉得还是李书欣考虑的周到，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江叔：你小子，给我把空间戒指里的所有东西全部拿出来。李书欣转头看向江叔，道：江叔，全部拿出来吧，我也是为了你好，否则今天你肯定要吃大亏。为了我好，你人还怪好的。江叔冷冷打断李书欣的话：如果我不拿出来又如何？李书欣失望地摇了摇头，替你着想，你竟然不识好歹，你真的太让人寒心了。如何？长发男子嘿嘿一笑：死亡后，就算你有初始复活机会，你身上的所有东西都会掉落，你不会以为我们不敢杀你吧？短发男子冷笑一声，意思不言而喻。李书欣默不作声，一副与我无关的模样。江叔忽然长叹一口气，他盯着场中4人，一字一句道：你们为什么要逼我？逼你？哈口。长发男子第2个哈才笑出来一半，声音就戛然而止。一柄闪耀着寒光的短剑洞穿长发男子的喉咙，生命值负100%。长发男子躺倒在地，而后身体泛出晶莹的蓝光，回城复活去了。剩下3人看着手中染血的江叔，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他竟然一击就击杀了 LV9绿色职业者，为什么要逼我呢？
江叔叹息一声，再次挥手斩出2剑，刺穿短发男子和另一个女生的喉咙，嘴上说着都是你们逼我的，砍起人来那叫一个干净利落。剩下的李书欣脸色变得煞白，江叔的实力完全超出了他的预计。江叔不是杀鸡都费劲吗？怎么变得这么强了？我们是发小，小时候你说过你会保护我的，你肯定不会像对待他们3个那样对待我的，对不对？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刚才只是想要救你，因为太急切了才那么说的，你不要过来了好不好？江叔，真的，我们还可以回到以前那样，其实我心里一直挂念着你。你不要过来啊！李书欣看着面无表情一步步逼近的江叔，吓得双腿发软。虽然他也有复活机会，但死亡的感觉却是真实的。他无比害怕江叔的短剑刺入他的喉咙。江叔听着李书欣的话语，自己真的太傻逼了，竟然会和这样一个女生关系好了这么多年。昔日他对自己言笑晏晏，怕也只是因为自己长相出众，可以让他借此获得虚荣心吧。当然了，你是我的发小，我怎么会像对待他们那样对待你呢？江叔语气略微温和。李书欣只觉得心中一松，带着哭腔道：我刚才真的好怕，好怕你刺穿我的喉咙，我这么可爱，被刺穿喉咙一定会很丑的。噗！一声轻响，鲜血飙溅。可爱是吧？头给你砍掉！江叔看着李书欣的尸体，心里只有一个字：爽！真特么爽！绿茶是吧？给爷死！按理来说，第一次杀人会有巨大的心理不适，但杀完4个人的江叔表示，非但没有不适，反倒爽得飞起。难怪赵小涵一直不喜欢李书欣，果然还是女生最懂女生。江叔摇摇头，把这件事抛之脑后。他看向地面李书欣4人掉落的几件物体，其中共有3件装备以及2个空间戒指，装备是他们身上佩戴的，击杀的时候掉落了。江叔捡起3件装备，装备名称：春风法杖，绿色，佩戴等级 LV5， 职业要求无，体质加4，精神加4，装备名称：百断长剑，绿色，佩戴等级 LV7， 职业要求无，力量加5，敏捷加5，装备名称：百断铁衣，绿色，佩戴等级 LV7， 职业要求无，力量加3，体质加7。他从空间戒指里取出刚才拾取的绿色戒指，装备名称：野牛戒指，绿色，佩戴等级 LV9， 力量加6，敏捷加6。4件装备都是绿色装备，属性中规中矩，但低等级的绿色装备本就不多，所以每件的售卖价格应该也有个10多万职业点。除开装备外，还掉落了2个空间戒指。江叔捡起空间戒指，查看详细属性。装备名称：空间戒指，绿色，8立方米空间。2个空间戒指都是绿色品质，8立方米空间，比江叔先前戒指的1立方米空间大多了。值得一提的是，空间戒指不能再放进空间戒指里无限套娃，因为其中的空间之力会互相排斥。当然了，按理来说10根手指都佩戴上空间戒指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样的话贫穷的气质就太过显眼，所以大部分职业者选择把空间戒指揣兜里。我可以穷，但不能让你看出我穷。江叔倒是丝毫不在意这个问题，当即把3枚空间戒指都戴在了手上。看着空间戒指里面的4件装备，他不由感慨，装备掉落的概率实在感人。他一路杀了这么多怪，也就击杀这一只魔化野牛头目才掉落了这1件绿色装备而已。由此可以看出，杀人比杀怪的装备掉落率高多了。但江叔是一个阳光男孩，随便杀人并不符合他的价值观。当然，别人逼他就是另一个说法了。而后，江叔继续寻找怪物升级。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升级到 LV10， 解锁下一个分身。雷法分身达到 LV10， 第一次职业突破，本体获得相应的突破属性，也是一个不小的提升。不久后，雷法分身也来到了野牛湖畔，与本体汇合，刷怪速度顿时暴涨。1个小时后，本体升级到 LV9， 分身升级到 LV7。不得不说，雷法的刷怪速度真的恐怖，远远的一个暴雷术扔过去，一群怪物全部被瞬秒。升级简直就像是坐火箭一样。江叔正准备查看一下现在的属性值，就感觉头脑一阵眩晕。这是秘境拉人，他心中一惊，而后毫不犹豫将分身收回暗影空间。下一刻，他来到了一个巨大的空地上，前方有着数不清的坟墓，这似乎是一个超级巨大的墓园。身旁3个职业者一脸茫然地看着四周的景象。就在此时，4人脑海中响起一道冰冷淡漠的声音：欢迎来到死亡级秘境亡灵乐园 LV10。 亡灵乐园 LV10， 昔日的古战场，浓郁的杀气千年不散，在杀气的酝养下，死去的战士被死亡之气侵染，成为从地狱归来的王者。通关描述：在亡灵乐园内，
存活1个小时即可通关秘境。江叔身边的3人听到这道弹幕的声音之后，脸色唰的一下变白了，眼睛中透露着无尽的恐惧。死亡秘境，存活率不足 5% 的死亡秘境，自己竟然被拉进了这个等级的秘境。3人中，一个扎着双马尾的清纯妹子哇的一下哭出了声。死亡秘境，我怎么会被拉入死亡秘境？我还不想死。江叔脸色也是不太好看，他知道每个职业者都不可避免的会被秘境拉入，但没有料到第一次遭遇的秘境就是死亡级别的，这可是只有1/1000的机会啊！这运气真的逆天。前方本来宁静安详的墓地中伸出了一只腐败的手，上百只腐败的手同时挣扎着钻出土地，这一幕无比震撼。看到这一幕，双马尾妹子的哭声更大了。江叔瞟了妹子一眼，低声说了一句：“哭也算时间啊。”妹子当即停止哭泣，眨巴着大眼睛看着江叔。第9章，我可以插个嘴吗？前方的亡灵还在不断的破土而出，留给5人的时间越来越少。妹子停止哭泣后，5人终于有时间商量对策。你们对这个秘境了解多少？江叔直截了当问道。队伍中的一个肌肉男长长呼出一口气，道：亡灵乐园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数次，但几乎没有人通关，关于他的资料很少，我只知道这是一个以亡灵怪物为主的秘境。另一个背负弓箭的男子接过话来，道：我倒是恰巧知道一些这个秘境的情况。江叔目光看向这个男子，露出询问之色。这1个小时的时间共有3波怪物，第一波是500只 LV10 的亡灵士兵，20钟后会出现100只 LV10 精英怪级别的亡灵骑士，40分钟后会出现1只领主级别的亡灵战将。副本的通关条件是坚持1个小时，但这并不容易。我记得历史上通关的那位职业者是一个敏捷极高的刺客类职业，他靠着拉扯游走才堪堪拖到1个小时的时间。500只 LV10 亡灵战士的围攻就已经足以击溃绝大部分职业者了，后面的100只精英级别的亡灵骑士就更加恐怖，他们不仅实力强悍，更是有着强大的机动性，我们想跑都难。至于最后的 LV10 领主级亡灵将军，希望我们能够活着见到他吧。弓箭手说完之后，自己眼中都浮现出绝望之色。双马尾妹子听到这番话，更是眼泪重新包了起来，一副欲哭未哭的表情。肌肉男子叹息一声，尽人事听天命吧，看我们5人是否有人运气好，可以躲到最后。浓浓的绝望笼罩在几人心中。没办法，这秘境难度太变态了，根本没法打。以他们的实力，对付几十只 LV10 的怪物就已经是用尽了全力。500只 LV10 的怪物，100只 LV10 的精英怪，再加上1只恐怖绝伦的领主怪，这根本不是他们可以抗衡的存在。而且这秘境空间不大不小，逃都没有地方逃。他们可没有逆天的敏捷属性，可以拉扯到秘境结束。江叔听了弓箭手的话语后，和4人颓丧的表现大不相同，疑惑地眨了眨眼睛，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想法：死亡秘境，就这？他感觉以自己的实力，似乎并不需要惧怕。大家不要气馁，只要有一线生机，就不能放弃。肌肉男眼神坚毅地鼓励着众人。弓箭手似乎是受到了鼓励，重新焕发斗志，接过话来道：对，我们不能放弃。现在我来布置一下战术。我是 LV10 的弓箭手，可以有效的远程杀伤怪物，但我需要有人保，不能让怪物轻松靠近我，这样会极大影响我的输出。肌肉男沉声道：我的职业是盾士 ，LV10 我可以成为你最坚实的前排，你大可放心输出。不过当大量亡灵怪物涌来的时候，我的血量会掉得很快。这时妹子忽然说话了：我是蓝色品质的圣光牧师 LV10，我的奶量很充足，我可以给你快速回复生命值。几人不由看向身材贫瘠的妹子，纷纷觉得人不可貌相。弓箭手点点头道：我们队伍中肉、输出、治疗都具备了，已经算是极为全面。但是战斗中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不要脱节。江叔看着3人热火朝天的讨论战术，不由开口道：那个，我可以插个嘴吗？3人不约而同看向江叔，他存在感太低，3人竟然都差点忘了他的存在。你有什么想法吗？妹子疑惑看向江叔。江叔点点头道：我的想法是，你们退后一点，看我表演就好。3人闻言，心中升起无限荒谬的感觉。这可是死亡率高达 5% 的死亡秘境，我们问你战术，你叫我们退后点看你表演，这不是儿戏，你认真点。弓箭手怒火上涌，皱眉呵斥。肌肉男和妹子劝解道：没有必要在这时候内讧，他很可能也是压力太大了。话没有说完，他们就看到江叔身影骤然消失，下一刻又出现在了原地，只是身上的衣服换了一套。如此秘境的亡灵怪物，正是雷法发挥的舞台。于是江叔使用暗影冲刺，让本体隐身，把雷法分身从暗影空间中召唤了出来。
三人看到这一幕，嘴角微微抽搐。换装表演确实精彩，但上百只亡灵怪物都已经爬出坟墓了，你他妈搁这儿换装有个鸡毛用啊！下一刻，无比绚烂的紫色从江叔身上亮起，雷霆之力笼罩他全身。他淡漠的眸子中闪过一缕威严的紫色。远处10多道紫色暴雷骤然从天而降，轰隆！暴虐的雷霆狠狠劈落在50多只冲锋而来的亡灵士兵身上，宛如天罚。生命值负100%，生命值负100%，生命值负100%。一道道伤害提示漂浮，占据了三人的视野。那些刚刚爬出坟墓的亡灵被狂暴的雷霆轰击成粉末，先前那挤满了亡灵士兵的空地变得空无一物，寂静，死一样的寂静。三人看着立身于不远处的江叔，只感觉喉咙发干，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他们此刻内心的震动。近50只 LV10亡灵士兵就这样被他一个技能给秒了。他们想到了江叔先前所说的话：你们退后一点，看我表演就好。妈的，他竟然来真的！江叔负手而立，衣襟无风而动，这卓绝的风采落在三人眼中，宛如神明，掌控雷霆，攻击力无匹。他是雷法第10章暴杀死亡秘境，经验值正2%，经验值正2%。一连串经验值提示传来，雷法分身等级从 LV7 直接升到 LV8。4人小队平分下来，自己都还有2%的经验值，这经验值未免也太过丰厚了。江叔暗自感慨，而后分身不断劈出雷电，呲！一只奔跑的亡灵士兵直接被劈得骨架纷飞。电击术，生命值负100%，强悍的属性和倍率加上雷属性天生克制亡灵系，每一只被雷电劈中的怪物都难逃秒杀的命运。3分钟后，随着一道恐怖的暴雷数落下，最后几十只亡灵士兵被击杀。江叔分身的等级也追上了本体等级，达到了 LV9。这死亡秘境真是好地方，升级嘎嘎快。如果早些遭遇秘境，自己就不用那么辛苦的找怪升级了。场中三人看到500只亡灵士兵竟然在短短3-4分钟内就被江叔强势轰杀，忍不住狠狠咽了口唾沫。强，太暴力了，杀怪如割草。这就是顶尖紫色职业雷法吗？自己等人畏之如虎的500只亡灵士兵，在他手里就像是玩具一样，一碰就碎。江叔雷法分身的强悍，深深地烙印在了三人心底。弓箭手和肌肉男眼中满是狂热，完全被江叔刚才的风采折服了。或许有男人可以抵抗黑丝，但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可以抵挡掌控雷电的诱惑。9天玄刹化为神雷，煌煌天威，听我号令。这实在是太酷了。双马尾妹子看向江叔的目光都崇拜得快要拉丝了。绝境之中，一个强到不讲道理的雷法挺身而出，灭杀一切敌人。这对心灵的巨大冲击，没有任何一个女生能够抵挡。当然了，前提是这个雷法要帅，否则女孩子很有可能选择下辈子当牛做马报答。兄弟，我错了。弓箭手二话不说，扑通一声拜倒在地。刚才是我对你不敬，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肌肉男看着如此没有节操的弓箭手，冷笑一声，而后紧随其后拜倒在地，义父，刚才是我说话大声了一点。江叔看着这俩人一个比一个夸张的表现，实在没眼看。我是那么记仇的人吗？哦，好像还真是。那没事了。哥哥，你刚才真的好厉害啊！双马尾妹子上前几步，抱住江叔的胳膊，一脸崇拜之色。不是，你说话就说话，拿熊蹭我干嘛？你不害羞，我还怕扎手呢。江叔面无表情的把手挣脱了出来。这三人的表现让他无比深刻的感受到，职业者的世界就是这么不加掩饰的强者为尊。只要你强，就有无穷无尽的人来巴结你，甚至像是双马尾妹子这种姿容出众的蓝色职业者，都会毫不犹豫的倒贴。妹子一脸幽怨的看着江叔，但却不再敢做出亲昵的动作，生怕惹火对方。江叔扫视了三人一圈，道：无需如此，我这人心善，只要你们不搞幺蛾子，我会顺手带你们通关这次的死亡秘境。三人闻言心中一松，虽然拉关系失败，但只要对方肯带自己通关秘境就好。本以为十死无生的局面，竟然碰到了一个强悍无匹的雷法，躺着就可以通关秘境。三人越是想，越是觉得自家祖坟上冒青烟了。一定要20分钟后，亡灵骑士才会从坟墓中出现吗？江叔问道。他杀500只亡灵士兵只用了3-4分钟的时间，他有些不太愿意等这10多分钟的时间。看到江叔一副迫不及待刷怪的样子，弓箭手暗自擦了一下冷汗。如果换做别人，巴不得有足够的时间恢复体力，以更好的状态迎接下一波怪物。但这位倒好，居然嫌第二波怪物出来的太慢，真是活久见。是的，第二波怪物要到点后才会出现。弓箭手如实回答。江叔面露失望之色。得，
意思是只有等了。与此同时，外界每座城市的职业者殿堂上空浮现出一道通天光柱，上面记录着秘境数量和名称，并且职业者论坛也会实时更新秘境的通关情况。众多职业者通过网络都在关注着这一次的秘境动态。女孩穿短裙，这一次出街秘境拉人共有10万秘境，几十万初级职业者被拉入，不知道能存活70%吗？再给我一次吧！出街秘境难度并不算高，存活的概率较大，只要不是困难级以上的秘境，活着出来的机会还是很大的。我说一句公道话，这一次有1000个困难级秘境，10个死亡级秘境，尤其是被拉入死亡级秘境的人，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女孩穿短裙，从动态信息看，10个死亡级秘境已经有6个通关失败了，仅仅还剩4个独苗，这怕是要全军覆没的节奏。我说一句公道话，死亡级秘境存活率本就不足5%，全军覆没也是常态。女孩穿短裙，咦，这一次的死亡级秘境中竟然有亡灵乐园。随着女孩穿短裙提到亡灵乐园这4个字，论坛里瞬间热闹了起来。这个秘境在死亡级秘境中都极有名气，有诸多天骄都曾陨落在其中。路人甲，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以前有好几个紫色职业都陨落在了这个秘境里。这个秘境可以称之为死亡秘境中的死亡秘境。众人纷纷为深陷亡灵乐园的4个萌新默哀。再给我一次吧，这4个萌新还能坚持到现在，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在死亡秘境中一定很无助吧？我说一句公道话，代入一下他们的视角，我已经开始绝望了。女孩穿短裙，他们在恐惧、绝望以及不甘死去，真的好可怜。就在众人狠狠共情秘境之中人的遭遇时，亡灵乐园中，妈的，这怪怎么还不出来？太墨迹了！江叔等亡灵骑士冒头，等的花儿都快谢了。远处，一双双露骨的手从坟地中伸了出来。江叔眼睛一亮，终于出来了。他迈步奔向亡灵骑士所钻出来的地方。正巧有几只亡灵骑士已经全部从土里钻了出来，他们骑着骷髅战马，朝着江叔发起冲锋。这几只亡灵骑士发现江叔朝着他们这边快速奔来时，满头雾水，感觉对方似乎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挑衅吗？亡灵骑士怒火上涌，一拍骷髅战马露骨的臀部，加快速度冲锋。轰隆！紫色雷霆从天而降，把他们全数淹没。生命值负100%，生命值负100%。几只亡灵骑士被暴雷术轰击成渣。精英怪也是一招秒。弓箭手、肌肉男、双马尾妹子3人看得瞪大了眼睛，这也太变态了吧！他们不知道的是，如果是寻常的 LV10精英怪，暴雷术大概率是秒不掉的，但雷属性极为克制亡灵系，可以造成双倍伤害。暴雷术的3倍破坏力伤害，加上雷电亲和的2倍伤害加成，再加上这2倍的属性克制伤害加成，共计12倍破坏力伤害值，让生命值厚实的亡灵骑士当场升天。可以说没有技术，全是数值。2分半钟后，100只亡灵骑士被全部肃清。江叔的因为重新设置了经验值获取比例，所以本体升级到了 LV10， 雷法分身同样也达到了10级。等级达到 LV10之后，没有进行职业突破的话，就无法继续获得经验值，所以江叔本体和分身的等级没有继续提升。就这，江叔表示还没有过瘾呢。其他3人看到江叔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忍不住心中吐槽：变态！10多分钟后，随着一阵天摇地动，一个身高5米、身披古朴盔甲的巨大骷髅从地底冒出。他手持一柄青铜长剑，眼中闪烁着忧虑的光芒。巨大无比的压迫感让场中几人呼吸骤然急促起来。亡灵战将，吾重见天日之时，汝等覆灭之日。庄严浩大的声音传出，肌肉男3人只觉得两股战战，甚至忍不住跪伏下去。呲！轰隆！一道电光和恐怖雷霆同时朝着亡灵战将劈落而下。生命值负2%，生命值负3%。偷袭！江叔冷笑，逼话挺多，但心中却是提起高度戒备。这尊亡灵战将实力强得惊人，雷法如此强悍的攻击力，竟然也只是造成个位数的百分比伤害。第11章，蓝色称号。亡灵战将以极高的逼格出场，刚说了一句装逼的话语，就被江叔一顿偷袭。他注视着江叔，眼中忧虑的火焰不断跳动。凡人，你找死！他高达5米的庞大身躯拖动着3米巨剑，朝着江叔奔袭而来。地面不断震颤，这恐怖的冲击力让场中几人面色大变。江叔的雷法分身脸上表情没有丝毫变化，身上雷霆之力沸腾。电击术冷却时间好了之后，直接使用电击术劈向亡灵战将。呲！生命值负2%。紫色雷霆造成的伤害并不突出。亡灵战将不愧是领主级怪物，破坏力恐怖的雷霆竟然也只是造成了这么一点伤害，
他的生命值之后，简直令人发指。小队中，弓箭手、肌肉男、双马尾妹子看到江叔仅仅能够对亡灵战将造成有限的伤害，脸色也是大变。先前他们看江叔秒怪看惯了，一下子攻击只扣 2% 的生命值，他们还真的有些不习惯。并且亡灵战将像是一辆重型坦克一样，携带着万钧之力朝着江叔冲击而来，两者之间的距离在不断的被拉近。50米、40米、30米，他们心里开始慌了。法师一旦被人近身，将是什么下场？就算是攻伐无匹的雷法，其本质也是脆皮职业，绝对抵挡不住亡灵战将的凶猛一击。三人面色变得无比难看，但三人忽然看到江叔的脸，他的脸上全是平静和冷漠，似乎亡灵战将冲击的对象不是他一样，仍旧无比冷静地召唤出雷霆袭杀亡灵战将。呲！生命值负 2%， 生命值负 3%。难道他想在亡灵战将靠近他之前，就依靠强横的攻击力击杀亡灵战将吗？可是时间根本不够，亡灵战将已经冲刺了近一半的路程，可是生命值只是掉了 17% 而已。20米、10米，随着亡灵战将愈发逼近，那种让人窒息的压迫感更是让三人喘不过气来。快躲开！肌肉男用尽全部力气朝着江叔大吼。江叔仍旧没有动，就像是没有听到一样，不动如松般伫立在原地，冷静地召唤出雷霆，轰击在亡灵战将身上。其他两人见到这一幕，目眦欲裂，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完了，完了！江叔一死，自己几人绝对毫无生路。结，无之利剑，将斩落乳头颅。亡灵战将那张毫无血肉的脸上露出残忍的笑容。此时，亡灵战将已经袭杀到江叔身前，他挥出长剑，欲要斩落江叔的头颅。下一刻，亡灵战将眼中浮现出一缕迷茫，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朝着后方移动。恐惧效果，江叔本体早已经提前在雷法分身前方放置了恐惧盒子。恐惧盒子放置一个隐身的盒子，盒子 10S 后可以触发，靠近盒子5米范围内的所有敌人将会被恐惧 5S， 盒子存续时间1分钟，冷却时间 10S， 并且盒子会在恐惧时间内对敌人造成2倍破坏力的伤害值。亡灵战将的敏捷属性绝对超过了200点，以雷法少得可怜的敏捷，依靠身法躲避亡灵战将的攻击，纯属痴人说梦，反倒会浪费输出时间。所以江叔一早就想好了放置恐惧盒子来控制亡灵战将，为雷法营的输出时间。什么档次？敢这么笑？江叔雷法分身微微抬了一下眼皮，继续使用电击术轰击亡灵战将。轰隆！雷霆坠落，亡灵战将的生命值再次减少 5%。5秒之后，亡灵战将摆脱恐惧效果，眼中的幽绿色火焰更加澎湃。凡人，吾真的怒了！他身形陡然加速，朝着雷法分身冲击而去。技能亡灵冲撞，冲击速度加倍，对敌人造成3倍破坏力的伤害值。而后在进入雷法分身5米范围内时，身体再次不受控制的四处移动。怒了，然后被恐惧了。雷霆再起，带走亡灵战将 2% 的生命值。1分钟后，亡灵战将的生命值只剩 20% 的生命值。他看着近在咫尺的雷法，只感觉无比恶心。他从来没有遇到过战斗方式如此恶心的敌人，但凡靠近对方就会被恐惧。刚刚清醒过来，就发现对方又拉开了10来米的距离。不继续冲锋吧，对方就使劲搓雷霆；继续冲锋吧，还会被恐惧。这一战打得亡灵战将直犯恶心。家人们，谁懂啊？今天遇到一个猥琐雷法，真下头，无语子。观战的肌肉男、弓箭手和马尾妹子三人看着江叔的战斗方式，惊为天人。这是恐惧类技能。弓箭手吞咽了一口唾沫。恐惧类技能是控制技能中的神技，除非对手的精神力远远超过施法者，或者有相应的进化类技能，否则一控一个准。雷法代控，谁来谁送。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历史上哪个雷法还有恐惧类技能的，这直接刷新他们的三观。看着无比强悍的亡灵战将只能无能狂怒，却连江叔的衣角都摸不到，他们更能体会到江叔的恐怖。若让此子顺利成长起来，必成一方巨擘。不该！亡灵战将最后一丝血皮被江叔收割，巨大的身体轰然倒塌。他走得很安详。恭喜通关死亡及秘境亡灵乐园，通关评价为 SSS。四人各自奖励一张复活符，获得称号亡灵杀手，蓝色。1分钟后，秘境关闭。随着冰冷淡漠的声音响起，江叔四人手中各自多出一张绿华萦绕的复活符。复活符可以增加1次复活机会，是有市无价的天价物品。江叔毫不犹豫使用复活符，增加1次复活机会，而后才看向称号的信息。称号亡灵杀手，蓝色
SSS 评分通关亡灵乐园秘境获得，佩戴称号可获得10点力量值。江叔脸上浮现出笑容，他佩戴上称号，这个蓝色称号戴上，他头顶就浮现出50厘米高的蓝色大字，隔好几十米都看得清清楚楚，光晕效果拉满。每个人都可以佩戴10个称号，但任何称号都极难获得，就算是9星传奇职业者麦克瑟，都是在职业中后期才凑齐10个称号。如果以后10个称号都亮出来，那不得有个2层楼高。江叔果断关闭称号光晕效果，这样只有查看属性面板的时候才可以看到称号了。他对这一趟秘境之行的收获极为满意，但内心并没有轻视死亡级秘境。如果他只是有雷法分身的实力的话，今天9成9会陨落在秘境之中。好在这职业强度拉满，恐惧盒子太过逆天，控住了亡灵战将，才成功通关秘境。如果下一次进入的是地狱级难度秘境呢？以自己的实力还可以通关吗？据传历史上有诸多金色职业者都陨落在了地狱级难度秘境中。要知道，金色职业者一个比一个恐怖，就如9星传奇职业者麦克瑟便是金色职业屠龙者，这个职业以杀止杀，越杀越强，后期甚至到了堪称逆天的程度。但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他险些陨落在了地狱秘境中。自己虽然强，但面对地狱级，江叔心中升起巨大的危机感，必须快速变强。出了秘境之后，就着手职业突破，凝结下一具分身，并且让雷法职业突破，一方面是让本体享受突破属性点，另一方面是尽快到达 LV20， 再次职业进阶。哥哥，告诉我你是哪个城市的人，我好当面报答你。在秘境即将关闭的时候，双马尾妹子对着江叔激动无比的挥手。报答？我看你是想报答才是。有缘自会相见。江叔酷酷的回答。下一刻，熟悉的眩晕感传来，4人从秘境之中脱离。外界，职业者殿堂发现光柱中代表亡灵乐园秘境的光点变白，这说明这一秘境被人成功通关。工作人员忍不住揉了揉眼睛，而后蹭的一下跳了起来。在看到光点旁边的通关评价后，他整个人呆若木鸡。SSS 评价第12章，听懂掌声。不久后，职业者论坛中一个帖子被置顶，初阶秘境中的死亡级亡灵乐园被人通关，通关评价 SSS。 无数人看到这个帖子都有了片刻的失神。SSS 评价通关死亡级秘境？开什么玩笑！再给我一次吧！不可能，绝不可能！亡灵乐园历史上仅被通关过3次，评分都在 A 级以下，怎么可能有人会 SSS 级评分通关？路人甲，职业者殿堂的通告自然不会有假。若是不信的话，你可以亲自到职业者殿堂上方的光柱上去看。女孩穿短裙，尊都假都 SSS 评分通关。这一次10万秘境里面中的10个死亡级副本，有8个都失败了，但遭遇最为困难的亡灵乐园的4人却完美通关。这一届新人里面究竟出了什么妖孽级怪物啊？网友 TripleX Y 日太强了 SSS 评分通关死亡级秘境，膜拜大佬。网友 TripleX 我愿称这4个萌新为职业者之光。网友 TripleX 有没有屌大的知道究竟是哪4个神仙通关的这个死亡级秘境啊？就在这时，一位网名为双马尾仙女的网友跳了出来。双马尾仙女，没错，就是我。我和另外3个队友一起在死亡级秘境里面嘎嘎乱杀。某座城市中，一个靓女双眼放光的掏出手机扣键盘。大神负责乱杀，我负责嘎嘎，没毛病。女孩穿短裙，尊都假都。靓女立刻把自己的称号详情展示出来，并拍照发到了论坛上。称号亡灵杀手，蓝色 SSS 评分通关亡灵乐园秘境获得，佩戴称号可获得10点力量值。众人看到这铁一般的证据，对双马尾仙女的话再也没有丝毫怀疑。再给我一次吧，你们是怎么通关秘境的？快说来听听。双马尾仙女详细描述了那个雷法的强大，并着重强调了自己身为圣光牧师的强大辅助能力。路人甲，我懂了，那个雷法拴条狗都能过秘境。网友 TripleX 盖亚，为什么我没有遇到这个大神啊？我也想抱大腿啊。网友 TripleX 妈的，通关奖励竟然是复活符合称号，我好劲儿羡慕呀。网友 TripleX 一点也不羡慕，四溜，真的一点也不羡慕，四溜。双马尾女孩看到不少人说雷法拴条狗都能过秘境，她瞬间不服气了。双马尾仙女，什么话？什么话这是？狗能进秘境吗？狗符合秘境凑齐4个人的要求吗？没有我，雷法大神连秘境都开不了。这话有理有据，众多网友一时无法反驳。女孩穿短裙，那个雷法是谁？你知道吗？这种天才，我无双公会不惜一切代价签下来。路人甲，最近发展势头很猛的无双公会，我记得这是江城的6级公会吧？如果你们想要签这个雷法，最好动作快点，
否则其他老牌工会可不会等你们哦。也要奈我何，这个雷法，我7级工会霸道工会要定了。双马尾仙女是一个很帅的小哥哥。众人说了，但等于没说。于是职业者论坛上掀起了一阵寻找雷法的风潮。野牛湖畔，刚刚回归现实的江疏丝毫不知道自己引起了如此大的风波。他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查看自己现在的属性值。姓名江疏，职业隐黑色，等级 LV10 0%可职业突破，称号亡灵杀手蓝色，力量加10，力量145，敏捷275，体质130，精神130，自由属性40点，装备金刚短剑蓝色，力量加5，敏捷加5，技能背刺被动恐惧盒子暗影冲刺收割之刃暗影分身。分身1叶不凡，详细属性点击展开。因每次职业突破可额外凝结1具分身。姓名叶不凡，1号分身。职业雷法 LV20 可进阶，等级 LV10，力量55，敏捷55，体质55，精神145，自由属性点45，装备无，技能1雷电亲和被动雷属性攻击伤害翻倍，技能1电击术引动雷电之力对50米范围内的特定敌人造成2倍破坏力伤害值，冷却时间 5s， 技能2爆雷术以强悍的雷暴之力敌人造成3倍破坏力范围性伤害，施法距离50米，冷却时间 20s。 无论是本体还是分身属性值都堪称豪华。江疏把本体的40点自由属性点加在了敏捷上，把雷法分身的45点自由属性点加在了精神上。清理了现阶段的实力后，他开始职业突破。职业突破是进入特别的突破副本中，独自通关副本便算作突破成功，副本无法中断。也就是说，选择职业突破的职业者只有通关和死亡2条路可以走。不过突破副本中死亡好歹还是可以在泉水复活的，这一点比这秘境要友好许多。是否选择职业突破？江疏先是把雷法分身收入暗影空间之中，而后没有丝毫犹豫道是。他眼前白光一闪，下一刻就来到了一处陌生的地方。欢迎进入职业突破副本圣骑士的叹气，击败传奇职业者圣骑士盖瑟 LV10时的烙印投影即可通关副本，或在盖瑟手中坚持时间24小时可通关副本。辽阔的草原前方，一道伟岸的身影背负双手傲然而立。圣骑士盖瑟，他是金色职业拥有者，是屠戮万千魔物的暴君，是守护得城的神王。他是风暴，是狂怒，亦是光明，是传奇。他便是金色传奇职业者盖瑟。江疏想到眼前这一位的传说，心中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压力。自己的突破副本竟然是对战他的 LV10烙印投影。就在此时，盖瑟虚影转身看向江疏，眼中冰冷淡漠，没有丝毫感情。第13章见证传奇。盖瑟的目光冰冷淡漠，但却缺少灵动，投影缺少灵智。江疏瞬间做出判断，他二话不说，直接朝着盖瑟投掷出蕴含暗影之力的收割之刃。偷袭！做刺客的不偷袭都不好意思出门。就在收割之刃快要击中盖瑟的时候，一道耀眼的圣光闪过，盖瑟的身影骤然消失在原地。瞬移类技能。江疏眼中惊讶之色只是一闪而过，便全神贯注寻找盖瑟身影。身为传奇金色职业者，没点压箱底绝学才是怪事。身后草丛有微弱的窸窣之声传来，一道伟岸的身影手持金色巨剑朝着江疏头顶劈落而来。歪日草丛盖瑟。江疏面色一变，而后身影骤然消失。暗影冲刺，位移到10米内的任意位置，进入隐身状态。隐身状态持续5分钟，主动攻击会打破隐身状态。现身后第一次攻击附着暗影之力，可造成5倍破坏力伤害，冷却时间5分钟。你会瞬移？爷爷会。盖瑟身后隐身状态的江疏宛如毒蛇一般伺机而动，他手中的金刚短剑宛如毒牙一样，悄无声息刺向盖瑟胸口。噗！生命值负 5%。一声轻响，短剑刺入盖瑟胸膛，但只进去1寸就难以继续进入。太紧，被卡住了。这都行？江疏面色一变，当机立断抽身而退。盖瑟身体上亮起乳白色光芒，生命值正 2%， 正 2%。只是10秒的时间，生命值当即回满。江疏，家人们，谁懂啊？今天遇到一个肌肉男，防御力超高，还会自己奶自己，无语子，真下头。这盖瑟就特么离谱，这怎么打？从隐身状态脱离之后，江疏当即在脚下放置一个恐惧盒子，而后
雷法分身出现在他身边，紫色电光和粗壮雷霆纷纷劈落而下。生命支付1%，生命支付2%，得，防御力比 LV 石领主级怪物还强。盖瑟硬抗2道雷霆，就像是个没事人一样，拎着大宝剑就朝着江叔杀来。进入5米范围内，恐惧效果被触发。江叔无情被刺，陷入恐惧的盖瑟。生命支付1%，生命支付1%，生命支付1%。2秒内，连续3个伤害提示飘出。江叔还没来得及继续输出，就看到盖瑟举起巨剑朝他劈来。只空了2秒，他妈的，这家伙的精神力该得多恐怖！铿锵，江叔坚不容发之际，用短剑格挡大宝剑。他只感觉一股巨力传来，整个人被掀飞出去。生命支付10%，生命值顿时减少10%。而留在原地的雷法分身，当即被盖瑟砍得一刀升天。虽然分身可以24小时后重新凝聚，但此刻江叔感觉到无比巨大的压力。对方是圣骑士，生命值高，有瞬移技能，还有回复，和他正面对决极不明智。他的缺点是速度比较慢，而我敏捷破200，利用好这一点，我可以掌握战局的主动。江叔远远拉开和盖瑟的距离，等待暗影冲刺的冷却时间。等冷却时间一好，他便利用极高的敏捷靠近盖瑟，背面对敌。盖瑟想要追击的话，他就快速拉开。当盖瑟使用瞬移技能的时候，他也使用暗影冲刺进入隐身状态，中间冷不丁穿插一下收割之刃。江叔逐渐占据战局的主动，但盖瑟的治疗技能实在是太过赖皮，总是能及时的回复生命值，所以江叔看似占据了主动，但其实还是一个军事。那就耗呗，看谁耗得过谁。江叔发狠，不再浪费力气攻击盖瑟，而是一直处于隐身状态潜伏。盖瑟也发动了瞬移技能，潜藏在草丛中。场中空无一人，一片寂静。这场战斗打了，又像是没打。如打，外界各个城市的职业者殿堂早已经通过通天光柱发现了有人触发圣骑士的叹息的职业突破副本，并把这个消息散布到了职业者论坛。女孩穿短裙，虾米触发了圣骑士的叹息职业突破副本，是谁到了8辈子血霉？路人甲。可是职业者殿堂那边传来的消息称，那位职业者已经坚持了2个半小时了。女孩穿短裙，卧槽，天降猛人啊！这哥们儿也太猛了吧！这可是圣骑士盖瑟啊，他竟然能坚持这么长时间。我说一句公道话，昔日有几个猛人的职业突破副本就是这个，然后就无了，卡吉被卡了1辈子。不要忘了，这个副本需要在盖瑟手中坚持24小时，现在才哪到哪啊，不要太过乐观。再给我一次吧，我同意公道话的观点，盖瑟可是传奇职业者，从踏上职业者之路开始就所向披靡，他有多猛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这兄弟大概率也只能折戟沉沙。女孩穿短裙，哼，你们说什么呢？如果这个突破者是雷法小哥哥，我觉得他也不是没有机会。再给我一次吧，小姑娘，谁给你的勇气拿一个紫色雷法来碰瓷盖瑟的？脑残粉饰吧你！网友 Triple X， 盖瑟无敌，绝没有人能打过他。网友 Triple X， 上香上香，可惜了这么一个前途无量的职业者。就在这时，一个金色 ID 出来发言：麦克瑟，哟，有小家伙触发了有盖瑟投影的突破副本，小家伙倒霉喽！就算是我年轻时候碰到同等级的这家伙，也不敢说稳赢。9星传奇职业者麦克瑟，活着的活化石。众人看到麦克瑟的发言之后，瞬间激动了起来。麦克瑟出版的回忆录《传奇职业者是如何炼成的》一书，职业者基本是人手一本。这个儿时的偶像从论坛里蹦出来，和自己等人讨论同一件事，这种震撼感让人无比激动。无数人在论坛里向麦克瑟问候，表达自己的崇拜之情。直到双马尾仙女，麦克瑟爷爷，我记得您似乎本来就没怎么赢过盖瑟呀。这个 ID 说出这番话后，整个论坛沉默了。谎言不会伤人，真相才是快刀。在麦克瑟和盖瑟共同崛起的年代，麦克瑟从始至终就没有打赢过盖瑟。麦克瑟的 ID 状态瞬间变为离线。一句话，我让上百万人沉默，让传奇职业者离线，听懂掌声。双马尾小仙女成功终止了这个话题，但因为麦克瑟的发言，让这件事的影响力快速扩大，也登上了数家媒体的头条。绝大部分人赞同麦克瑟的观点，因为他们实在想象不出有什么人可以通关有盖瑟投影镇守的突破副本。但随着时间逐渐推移，气氛逐渐变得焦躁起来。女孩穿短裙，不对啊，都20个小时了，副本怎么还没有失败？路人甲，这位突破者恐怖如斯，难道说，我说一句公道话，这样看起来，他好像真的有机会创造奇迹。
还在嘴硬，不可能，绝不可能。接下来的4个小时才是最难熬的时间，他肯定坚持不下来。又是4个小时后，神秘职业者通关 LV 10金色突破副本圣骑士的叹息，他究竟是谁？这个帖子被置顶到了职业者论坛的顶部，无数人看着这个帖子久久失言。这一天本是很普通的一天，但他们却没由来冒出一个想法：我们很可能见证了历史。野牛湖畔，一道高大英武的身影骤然出现。盖亚，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一边打还能一边奶的，不想玩了。如果对方没有恢复类技能，自己肯定可以磨死他，但对方的治疗技能太过变态，只能硬生生拖到24小时结束。江叔面色有些发白的嘀咕，之所以面色发白，是因为过去24小时他使用了太多次暗影冲刺的缘故。事实证明，年轻人不能冲太多，否则身体真的承受不了。他不知道的是，自己搁这儿因为没能击杀盖瑟头影耿耿于怀时，全世界都在为他通关圣骑士的叹息而惊叹。多少沾点凡尔赛了！恭喜你成功通关金色品质职业突破副本圣骑士的叹息，获得自由属性点200点，获得称号见证传奇，橙色称号见证传奇，橙色通关职业突破副本圣骑士的叹息获得，佩戴称号可获得50点体质属性，200点自由属性值。职业突破获得的属性点和突破等级以及职业品质有关。据9星传奇职业者麦克瑟披露，简而言之，就是他在 LV 10突破的时候获得的属性值也只有180点。江叔内心狂喜，200点自由属性值让他的实力又可以跃升一个大台阶。难怪每一次突破都是职业者之间的分水岭，职业突破给予的提升实在是太大了。见证传奇这个称号给予50体力，效果同样极为出色。佩戴上这个称号后，江叔头顶多出几个高达1米的晨光闪闪的文字。好家伙，称号品质越高，字体体积越大，光晕效果越强是吧？老规矩，隐藏光晕效果。10多分钟后，刚进副本没多久就被秒杀的雷法分身重新凝聚，本体已经突破，分身1号是否开始突破？江叔有些好奇，分身会以什么形式突破？难不成也要进突破副本里面吗？可是分身明明可以随自己本体一起进入秘境而不占名额，再进突破副本的话，岂不是自相矛盾了？下一刻，提示声的声音从他心底响起：分身1号成功突破，获得80点自由属性点，本体同步获得80点自由属性点。这感觉有点像是女孩子问你进来了吗？男孩子说我已经完事了，就很突然。分身的突破是如此的朴实无华且枯燥。分身1号成功突破，获得新技能雷霆之怒。领悟新技能了。江叔连忙查看新技能详情。雷霆之怒，防御力降低 30%， 破坏力提升 50%， 持续时间 30s， 冷却时间1分钟。一个强悍的加持类技能，以降低防御力为代价，获得高额的破坏力。雷法果真是一个纯粹到极致的输出类职业，所有技能都只攻不守，要么你死，要么我亡。也是，他这小脆皮，反正都是一刀秒，加强防御力没什么用。先前职业突破副本中，雷法分身被盖瑟一刀秒杀，这并不是说雷法就弱了，因为这本来就是脆皮职业，他擅长的是输出。雷法继续成长的话，上限绝对不低。更何况 LV 20之后还可以再次职业进阶，到时强度还会有一个飞跃性提升。第一次职业突破完成，可凝聚第2具分身，是否现在凝聚？忽然江叔听到这个提示声，他没有丝毫犹豫。凝聚。第14章，我超铠甲卫士。10多分钟后，一道和江叔身形容貌一模一样的分身出现在他身旁。暗影分身即将成型，请选择分身职业，可供选择的转职职业有战士、剑士、盾士、刀客、棍师、武僧、牧师、弓箭手、法师、格斗家、骑士、吟诵者、拳师、刺客，14大初始职业。又是选择职业。江叔陷入沉思，他想到先前和盖瑟的战斗，雷法分身被一刀秒杀，可以说在那一战中，雷法分身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这一切都是因为雷法分身是脆皮类职业，防御力太低，就算是攻击无匹，但被强大的敌人近身也难逃一刀秒的结局。他急需一个可以抗伤害的分身，如果有一个强大的防御类职业挡在雷法分身面前，雷法分身的输出环境将会大大提升，先前和盖瑟的那一战也就不用那么艰辛。那么2号分身职业盾士，选择转职为盾士，职业选择为盾士，请为2号分身命名。职业选择后，又到了喜闻乐见的命名环节。
江叔给1号分身起的是10大家族中第1大家族的叶姓，那么2号分身名字自然来自于第2大家族秦家。有句话说得好，如果荒天地随母姓的话，第1家族还有叶家什么事？江叔从背包里取出一套衣物给2号分身穿上，并查看他的属性面板。秦昊，姓名秦昊，2号分身，职业盾士，等级 LV1，力量10，敏捷5，体质18，精神7，自由属性点0，装备无，技能钢铁之躯，使用该技能时防御力翻倍，持续时间10s，冷却时间1分钟。总属性是白色职业中规中矩的40点，但体质属性极为出众，达到了18点。唯一的技能钢铁之躯可以在10s 内防御力翻倍。盾士不愧是专注于防御的职业，只是看到这个属性面板就有满满的安全感。但这还远远不够。江叔目光看向2号分身的头顶，职业盾士，白色0阶，职业进阶路线为进阶路线1，职业盾士，加材料金刚石等于职业莽金刚，红色。进阶路线2，职业盾士，加材料厚土金河等于职业大地卫士，红色。进阶路线3，职业盾士，加材料土龙鳞甲 X100等于职业铠甲卫士，紫色。3条进阶路线，路线1可以进阶为红色职业莽金刚。霸道公会中就有一个7阶莽金刚，名声极大，号称10步之内人尽敌国，近战极强。这是一个走肉身搏杀路子的职业，保护队友的能力并不算特别突出。进阶材料金刚石是4阶材料，价值大概在3000万左右。路线2进阶为红色职业大地卫士，这个职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可以运用土元素形成坚不可破的堡垒，是防御类职业中相当出名的存在。进阶材料厚土金河是3阶材料，售价1000万职业点左右。路线3铠甲卫士，这个职业江叔从来没有听说过，历史上也应该没有出现过。难道是后人发，先人至，谋人截短，战无不胜？刑天铠甲合体，我抄铠甲勇士。进阶材料土龙鳞甲是4阶材料，虽然需要100片，但并不是土龙的核心材料，价值也在1000万职业点左右。而且他还发现了一个细节，他看向分身2号头顶的时候多出了0阶这个描述。随着职业突破，自己眼睛的能力也得到了略微的增强，可以看到对方大概的实力。收回思绪，江叔开始考虑选择哪个职业。按理来说，进阶为大地卫士是最为稳妥的选项，绝对是一个坚实的前排。但江叔看到铠甲卫士4个字就有些走不动道了。哪个男生能拒绝得了铠甲2字的诱惑呢？进阶为铠甲勇士，哦不是铠甲卫士。江叔心中瞬间做出决断。1000万职业点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如何获得这么多职业点是一个大问题。他清点了一下背包里的物品，魔化野牛的心脏加起来有98颗，价值近8万职业点，4件绿色装备估计价值几十万职业点，离1000万职业点还有很远的距离。那么就只有自己刷材料凑齐1000万职业点这一条路了。不就是1000万职业点吗？开刷开刷！江叔抬头看向远处的雪山，雪山之中便是 LV10以上的一转怪物。以我现在的实力，就算陷入一转怪物的围攻中，也丝毫不惧。江叔低声自语，而后把320点自由属性本体突破的200点，雷法分身突破的80点，从 LV6到 LV10升级的40点加到了敏捷上。他的敏捷属性瞬间暴涨到了595点。现在是真的不惧了。他带着雷法分身和盾卫分身朝着雪山快速前进。雪山之中，20多只槟榔趴在地上，晒着暖洋洋的太阳，一副轻松惬意的模样。LV11的槟榔，江叔见到这一幕，眼睛中露出杀气。今天就敢晒太阳，明天就敢晒人皮。砍了砍了！雷法分身眸中紫色一闪而过，天空数道紫色雷霆力劈而下，轰隆！紫色雷霆淹没20多只槟榔，生命值负100%，秒杀！经验值正 0.5%， 经验值正 0.5%。江叔把经验值分配改为了自己和雷法分身5-5开，他并没有让盾卫分身获取经验值，主要是担心盾卫过早升级之后在职业进阶的话，有可能会亏损升级获得的自由属性点。本体和雷法分身的经验值都涨到了 12%， 这还只是几秒钟的时间而已。别人都说成为一阶职业之后升级速度会出现明显的下降，可是自己完全没有感觉到是怎么回事。江叔取下槟榔最值钱的槟榔之牙放入储物戒指中，一枚槟榔之牙市场售价大约是1500职业点。随后他带着2个分身继续寻找怪物，等级提升至 LV11，
四维属性各自提升15点，获得自由属性点15点。本体达到突破到1阶后，升级获得的属性点也有所增加。分身1号等级提升，四维属性各自增加8点，获得8点自由属性。雷法分身升级获得的属性从5点增长到8点，等级提升至 LV12， 属性有所提升。等级提升至 LV13， 属性有所提升。等级提升至 LV14， 属性有所提升。雷法出征，寸草不生。1个小时的时间，这个区域 LV11到 LV13的怪物被雷法分身劈死了个精光。雷法技能范围远，伤害高，冷却短，一个暴雷术下去，一片怪物被秒杀，耳边只有密密麻麻的经验提示。总共击杀了近2-3千只怪物，爆爽升级！雷法的刷怪速度真的逆天。江疏本体和雷法分身的等级也来到了 LV14， 3枚空间戒指快满了。江疏这才发现3枚空间戒指里面都满满的装上了材料，这些材料加上爆出来的几件白色装备，应该可以卖出一个不错的价格。江疏沉思片刻，决定本体亲自返回江城，毕竟他本体敏捷超过500点，全力奔跑的话，速度接近200公里每小时，这是最节约时间的方式。想到就做，他回身在雪地上狂奔，速度之快，就像是在雪地上飞行一般。不多时，他便接近了野牛湖。与此同时，野牛湖畔正有7人在仔细搜索，似乎在找寻着什么。第15章，我这人心善。7人中，先前被江疏所杀的那名长发男子赫然就在其中。长发男子名为李伟，这其余6人是他从傲天公会叫来的助拳之人。大公会就是有这种好处，在外面被欺负了，可以快速摇人。找了这么久都没有找到，他是不是已经回城了？7人中身材最为高大的男子皱眉问道。李伟立马回道：不可能，我被击杀之后刚一在生命泉水复活，就马不停蹄赶往望山灵地传送阵入口，他绝对没有离开望山灵地。高大男子打量了李伟一眼，摇头道：已经搜索了足足1个小时，我们的时间非常值钱，不可能陪你在这耗着了。李伟闻言，眼中浮现出失落之色。他心中知道，就算自己凭借表哥的关系叫来这6个接近2转的职业者助拳，但别人确实也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浪费太多时间。他一咬牙道：王哥，再找10分钟。10分钟后还是没发现他的踪迹的话，就不麻烦你们了。被称作王哥的高大男子思索片刻，最终轻轻点头，那就最后再找10分钟。就在这时，远处一道身影风驰电掣奔袭而来，这熟悉的身影是江疏。李伟大喝一声：就是他！王哥，拦住他！找了这么久，他本以为已经没有希望了，却没想到江疏自己送上门来了。众多感慨涌上心头，李伟只想说一句：感谢大自然的馈赠。远处正在急速飞奔的江疏远远听到了李伟的声音，下意识减速。这阵仗是来报复的吗？看到李伟后，他大概猜到了前因后果。他看向王哥几人头顶，职业狂战，绿色1阶；职业自然法师，绿色1阶。除了李伟这个0阶，清一色的都是1阶，6个1阶而已。江疏心中顿时有底了，朝着7人走去。王哥，刚才就是他杀了我，你们替我杀了他！李伟气势汹汹地指向走来的江疏。片刻后，他没有听到王哥的回应，诧异转头重复道：王哥，就是这小子，你们不是赶时间吗？杀了他！回应李伟的是一只蒲扇大的巴掌。啪！一声脆响，李伟被王哥扇的踉跄退后2步，脸上多出一道清晰可见的五指印。杀什么杀？我们傲天公会是这么没有素质的组织吗？你他妈脑子秀逗了吧！王哥神色狰狞地对着李伟破口大骂，而后抬头对着江疏露出如沐春风的和煦笑容：朋友，刚才你可能有些误会，我们傲天公会向来讲究以和为贵，从来不主张打打杀杀。这变脸技术顶级！江疏似笑非笑道：那你们来这里做什么？王哥不敢怠慢道：我们来赔罪。对，赔罪来的。李伟听到王哥这话，不敢置信地看着他。他不明白，自己等人明明是来杀他的，怎么变成来赔罪的了？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王哥看到李伟一副又要说话的样子，眼疾手快，一巴掌又招呼了过去。啪！李伟腮帮子被打得迅速鼓胀起来，而后王哥还不放心，又是几巴掌招呼过去。李伟3颗牙被扇飞，彻底不能说话了。王哥这才放心。妈的，就刚才的速度来看，眼前这位敏捷保底都是500点，我们几个1转职业者拿头来和他打，真起了冲突，这荒郊野外的，对方下狠手的话，自己几人全都逃不掉。而且对方看似笑眯眯，实则是连娇滴滴美女的头都能眼睛不眨就砍掉的狠人。这时候还敢说狠话，那是嫌命长。王哥是有脑子的，瞬间就认清楚了局势。
江叔啧啧称奇，也是，都什么年代了，还在玩传统装逼打脸。他笑眯眯道：既然你们是赔罪来的，我也不是什么过分的人。这样，你们把全身上下所有东西全部留下来，我任你们离开。王哥几人闻言面色一变，这是狮子大张口的节奏啊！他们的空间戒指里面可是装着全部身家，如果全部留下的话，无异于去了半条命。就在他们内心挣扎的时候，江叔的淡淡的话语传到他们耳中。江城有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想你们也不想逼我吧。王哥察觉到江叔语气中淡淡的杀意，回想起江叔刚才恐怖的速度，一咬牙道：好，500点以上的敏捷属性，完全可以猫捉老鼠一样轻松玩死自己几人。最终江叔心善，还是没有把几人全部扒光，给他们留了条内裤。而后他开始清点这一次的收获，总计35件白色装备，6件绿色装备，还有几千件一阶材料，以及6枚9立方米的空间戒指。看着如此丰厚的收获，江叔嘴都笑歪了。妥妥的暴富，感谢大自然的馈赠。看吧，他就说人装备掉落的概率比怪来的高，这些东西加起来的价值绝对远远超过了1000万。果真是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至于他为何没有杀这7人，他这人心善，等着这些人带着更强的人来找他麻烦。他自信以自己的成长速度，对方来的帮手越多，送财的速度越快。韭菜嘛，必须可持续性竭泽而渔才行。但保险起见，他还是开启隐身返回魔化机领地后方的传送阵，就怕对方马不停蹄的摇人。10多分钟后，他到达传送阵，果然这里已经有20几个傲天公会的成员蹲守。身材高大的王哥四处打量过往的职业者，妈的，那小子竟然敢撬我们傲天公会的竹杠，活腻歪了吧？这嚣张的表情和刚才卑微的样子判若两人。他的底气来自于身后的10多名2转职业者以及1位3转职业者。隐身状态的江叔满意的点了点头，很好，都是我预定的钱袋子了。而后一步踏入传送阵，那名领头的3转职业者微微皱眉，似乎发现了什么，但又不敢确定，最终摇了摇头，继续盯着前方。另一边，江叔被传送到江城后立刻显形。江城之中有着神器破天剑镇守，无法隐匿，神器之威难以揣度，震慑一切牛鬼蛇神。进城后虽然无法再隐形，但傲天公会之人还在望山林地传送阵入口傻乎乎等着，所以大大方方地朝着交易所走去。交易所中没有遇到狗眼看人低的交易员，也没有精力拿出不匹配一阶职业者的巨大财富震惊众人的经典桥段。江叔很顺利地把所有装备和材料卖出，总计获得4500万职业点，并花费1000万职业点购买100枚土龙鳞甲，已获得100枚土龙鳞甲。职业盾饰加100枚土龙鳞甲等于职业铠甲卫士，紫色，是否进阶？回到家中后，江叔开始职业进阶。是，一股玄奥至极的力量在他的盾位分身之内荡漾开来。进阶开始，江叔期待铠甲卫士将会有多么强大。第16章，不能秒怪带什么人。10多分钟后，进阶成功。提示声响起，江叔面色一喜，打开2号分身的属性面板。姓名：秦昊，2号分身。职业：铠甲卫士 ，LV30 可进阶。等级 LV1， 力量50，敏捷10，体质100，精神10，装备无。技能1铠化，开启铠化状态，获得3倍防御力，2倍破坏力加成。无冷却，可主动解除铠化状态。技能2硬化，可让身体某个部位坚硬到极致，获得3倍防御力加成，持续时间5s，冷却时间5分钟。技能3裂地拳，把所有力量汇聚到拳头中，造成2倍破坏力伤害值。4维属性共计170点，这个数值超过了同为紫色职业的雷法。体质属性达到了100点，防御力极为惊人。最夸张的是，初始力量属性也有50点，这个数值怕是可以比肩某些橙色职业了。技能1铠化，开启铠化状态，防御力变为3倍。盾饰得钢铁之躯技能可以让防御力翻倍，但这个增幅只持续10s，却有1分钟的冷却时间。而铠化技能与之相比，倍率更高，且没有冷却时间，全方位的碾压。最重要的是，铠化状态下还会让破坏力翻倍。技能2硬化，让身体的某个部位坚硬到极致，获得5倍防御力加成。看到某个部位这几个字眼，江叔忽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嗨嗨，言归正传，硬化技能的倍率是3倍，但如果在铠化状态下使用这个技能的话，将可以获得6倍防御力加成。这是一个极为恐怖的数字。但硬化的持续时间只有5秒，冷却时间高达5分钟。5秒真男人了，属于是。技能3
裂土拳挥出拳头，造成2倍破坏力的伤害，加上铠化的2倍伤害加成，总计4倍破坏力伤害加成，也是一个极为不俗的杀伤类技能。总体来讲，铠甲卫士的总体强度远远超过江疏的预期。这是一个防御极端强大的职业，并且破坏力也不可小觑。而且 LV30 之后还可以再次进阶。江疏对铠甲卫士的一技能铠化极感兴趣，当即让分身使用铠化技能。顷刻间，分身的体表覆盖上片片黑色鳞甲，狂野霸道的气息扑面而来，眸子之中一片冰冷。分身散发着无与伦比的压迫力，黑色的鳞甲在窗外照射进来的阳光中闪烁着冰冷的光芒。铠甲卫士分身上上下下充满了爆炸性力量，这是为战斗而生的杀戮机器。我操，这特么也太帅了吧！下次职业突破的时候，再遭遇盖瑟的话，就不会像第一次那么狼狈了。铠甲卫士分身成长起来后，强度一定不低，并且可以有效的保护雷法分身。届时3打1，江疏有足够的自信爆杀盖瑟。不过这都是后话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休息。江疏收回2道分身，重重扑倒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身体上的疲惫其实还好，他属性点飙升后，体质发生蜕变，虽然连续打怪好几天，但身上肌肉并没有出现酸痛的情况。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劳累，让他有种脑子转不动的感觉。值得一提的是，江疏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所住的地方是官方统一分配的公寓，总共100平，还没有公摊面积，居住环境相当不错。至于他的家人，有车有房，父母双亡。像他这种孤儿在江城相当普遍，许多成年职业者死在野外或者秘境之后，遗留下的孩子都被官方统一抚养。收回思绪，困意宛如潮水一般袭来，江疏沉沉睡去。不知过了多久，他迷迷糊糊睁开眼，打开手机。卧日，睡了1天1夜。江疏蹭的一下跳了起来，而后他就听到肚子里传来的饥肠辘辘的声音，在冰箱冷藏室里翻找出一大块肉，又煮了好几碗米，这才开始进食。吃完饭后，先去厕所放空了一下自己，而后才躺在沙发浏览论坛。他想看一看论坛上有没有关于黑色职业的帖子。出于谨慎，他没有直接搜索黑色职业，而是在论坛上手动寻找相关的帖子。难道职业品质只有白、绿、蓝、红、紫、橙、金这7种吗？就没有其他品质的职业了吗？求大神解答。江疏精神一振，连忙点开这个帖子，下方有不少回答。一本正经，小伙子，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职业品质远远不及这7个，我就曾遇到过一个少妇，她的职业硬件软化工程师就极为独特的黄色职业。这个回答被置顶了。乐子人是吧？你这个硬件软化工程师，他是不是还具有软件硬化的能力？说是黄色职业也没毛病。跳过这个乐子人，江疏继续查看其他的回复。浏览半个小时后，江疏得出结论，全他妈是乐子人。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职业品质只分为7个是所有人的共识。退出这个帖子，江疏继续在论坛里浏览。神秘雷法 SSS 评分通关亡灵乐园，他究竟是何方神圣，让当事人双马尾仙女揭开他的神秘面纱？关于我的帖子，这有什么好看的？不过是一些彩虹屁罢了。江疏随手点开这个帖子，发现里面果然一堆人在那狂吹自己。于是他在这个帖子里浏览了半个小时，狠狠地批判了那些拍彩虹屁的人之后，他又看到了另一个帖子，通关圣骑士的叹息，是硬实力还是取巧？且看笔者为你分析。江疏点了进去，花费10分钟看完这个帖子。作者的观点总结来说就是，有可能是硬实力，也有可能是取巧。看了又感觉没看，如看，写得很好，下次不许写了。下方的评论有不少人猜测江疏是靠着奇奇怪怪的技能苟过了24小时。神王盖瑟无敌，就算是被削弱过的投影，也绝不可能有人战胜他。那个通关者一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职业者奇奇怪怪的技能太多了，比如浮空技能，在前期就完全可以依靠这个技能苟过24小时。全网都在吹那个通关者，我就笑了。谁告诉你这个副本就一定很难了？我觉得我上我也行。我操，脑残粉这么多。但想到神王盖瑟无与伦比的威望，江疏又觉得合理了。那些娘里娘气的 GIE 都能有数不清的脑残粉，神王身为9星传奇职业者，有大量拥趸也很合理。但你们吹神王就吹神王，拉踩老子干什么？信不信老子2转突破的时候爆杀神王投影？江疏骂骂咧咧退出论坛。接下来的目标疯狂升级。职业者1转之后可以前往副本区域刷本升级，听说升级效率相当不错，但具体效果如何，江疏也只是道听途说，并不了解。思考片刻，他决定先派雷法分身和铠甲卫士分身去野外升级，
本体则去副本区看看情况。不过，去副本区需要在职业者殿堂那边通过一阶职业者的测试，才有资格被传送到那个区域。于是，江叔先派2个分身出城。20多分钟后，雷法分身和铠甲卫士分身通过传送阵来到了一阶炼级区域星落湖。这里的怪物都是 LV10 到 LV20， 可以省去许多的赶路时间。2个帅哥进组吗？我们队伍还差2个人。刚刚离开传送阵，江叔就被一个黄毛男子叫住了。2转蓝色品质火焰法师开车，刷怪速度贼快，只需200万职业点1个人，带你们爽刷一下午。江叔这才反应过来，这尼玛不就是传统网游那种大号带小号刷经验的模式吗？以前他玩过几款网游，练级点全被工作室的成品号霸占，想要刷经验必须交钱进队。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只剩2个位置，再不抓紧就没有了。黄毛催促，像他这种高阶职业者收费带人升级的状况其实很普遍。这些职业者卡在了职业突破的瓶颈上，需要凑齐昂贵的装备才有机会通关副本，于是只能想法子挣职业点。带低等级职业者刷怪，一方面可以收入不菲的入队费，另一方面也顺便收集怪物材料，一鱼两吃，收入还算可观。江叔摇头拒绝，不需要，我自己升级。笑死，我堂堂雷法还需要你带？看着戴着嘟嘟兔面具的雷法分身和戴着银色面具的铠甲卫士分身离去的身影，黄毛不屑自语，笑死，穷就穷，还嘴硬不需要。不多时，2个一阶职业者交钱加入他的队伍。入我的队，你们赚大了，待会儿让你们看看火焰法师是怎么暴力升级的。黄毛得意地对队伍中的3人说道，如果不是急需钱，我这个档次的强者是不可能来这儿带你们的。3人眼中也露出期待之色。片刻后，黄毛小队遭遇 LV14 的血浆，黄毛一发火球术击中血浆，血浆的生命值顿时减少 60%。3人看得眼睛放光，好高的伤害。10分钟后，黄毛已经击杀10多只怪物，来到了 LV15 绿毛龟的领地。1分钟不到就击杀1只怪物，这个刷怪速度在小队3人眼中看来已经相当惊人了。前方一群绿毛龟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粗略一看，数量足有20多只。这数量太多了，如果惊动他们的话，朝着我们围攻而来，有些棘手。黄毛男子摇头低语，并不是有些棘手，而是我特么也扛不住。正当黄毛男子准备另寻怪物的时候，天空之中降下10多道紫色狂雷，轰隆！狂暴雷霆瞬间把20多只绿毛龟淹没，生命值负 100%， 生命值负 100%， 一连串鲜红的数字跳起，20多只 LV15 的绿毛龟被雷霆瞬间秒杀。这一幕宛如惊涛骇浪一般冲击着黄毛小队4人的内心。黄毛就算是2转后期巅峰大圆满境界的职业者，眼皮也忍不住狠狠地跳了跳，太生猛了。他脑海中浮现出2个字：雷法。只有雷法才有如此恐怖的远程输出能力。抬头看去，不远处一个面戴嘟嘟兔面具的男子走了出来，他身周紫色雷霆之气萦绕。呲！不远处一只落单的绿毛龟被一道雷电直接秒杀。是他，刚才拒绝入队的2个人之一。就在这时，黄毛听到一句淡淡的话语：这年头不能秒怪还带什么人？说完之后，对方潇洒离去，留下黄毛在原地呆若木鸡。小队中其他3人看着他也是目光复杂，本来以为这一位很猛了，但看到那位戴着嘟嘟兔面具的雷法才知道什么叫做暴躁升级。一个技能下去，20多只怪物直接秒，这才几秒钟的时间吧，这种升级速度，羡慕的泪水不争气的从他们嘴角流下。黄毛听到江叔的话语，恨不得当场找一个缝钻下去。妈的，我竟然还背着嘲讽别人，小丑竟然是我自己。雷法最顶尖的紫色职业，论远程攻伐，就算是部分橙色职业也不是对手，他能秒怪很正常。不是我太菜，是别人太强。吹捧对手也是变相的抬高自己，黄毛深谙此道。3人这才点点头，只是眼中的羡慕之色无论如何也难以掩盖。20分钟后，江叔从职业者殿堂中出来，他通过了一阶职业者测试，成功获得副本区域的传送资格。按照传统剧情，我进入职业者殿堂不应该遇到昔日狗眼看人低的故人，然后我在职业者测试的时候展露非凡实力，狠狠打脸故人，震惊官方吗？这情节要是放在小说里，高低得写5章，怎么到了我这就如此朴实无华且枯燥？测试机器上就只有合格2个字，装不了一点逼，不想玩啦。与此同时，职业者殿堂内，一名少年一拳轰击在一阶职业者测试机器上，机器表面浮现出一道道裂痕，哗啦，机器轰然倒塌。少年惊了，
我他妈不就是昨晚上对着三上小姐姐锻炼了2个小时的麒麟臂吗？怎么就变得这么生猛了？我悟了，我的金手指是看片就变强，待会儿就回去高强度闭关训练。分身2号等级升至 LV 时，可进行职业突破，是否突破？耳边忽然传来提示。总计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铠甲卫士分身升级到 LV 时，达到职业突破的条件。开了还是没关？关了吧，没意思。突破，分身2号职业突破成功，获得突破属性点100点，本体同步获得100点属性值。人在家中坐，属性值从天上来，爽！实力再次提升。江叔让分身继续刷怪升级，本体则赶往副本区域。第17章，我要独享经验。江叔刚刚进入副本区域，就看到一幅无比热闹的景象：强力对刷 LV 12哥布林小镇，缺一暴力弓箭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蓝色职业者苍蓝剑客带队，速刷 LV 18野蛮人的愤怒，缺一强力奶妈，符合条件来。平民对刷 LV 11骷髅树林，缺一坦克，不挑人，坦克速来。强力 LV 17弓箭手求组，任意副本都可。纯远程对速通 LV 15副本幽暗密林，强力远程入。我是奶妈，奶水很足，有没有哥哥带我？听到这些求组的话语，江叔感觉死去的记忆在攻击自己，这网游味儿太正了。在众人最前方有一根冲天光柱，职业者可以在光柱中选择相应副本进入。江叔挤开人群，朝着光柱走去。帅哥，这么用力挤，人家疼。一个女生看到江叔英武阳刚的样子，忍不住眨了眨眼睛，问道：帅哥有没有队伍？姐姐队伍正好差一个人哦。江叔摇摇头，没有搭理这货。谢谢，不约。继续前行。喂，江叔！一道好听的声音传来。江叔转头看去，一个头发散落在肩上的高挑女子招手叫着江叔名字。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双腕修长洁白，宛如象牙一般温润的大长腿，让无众多男子表面上目不斜视，实则眼睛都快瞟成斗鸡眼了。李墨雨。江叔认出了女子的身份。江叔所住的小区安置着许多失去父母的孩子，俗称孤儿小区。李墨雨就是和江叔一个小区，从小熟识。他成年时间比赵小涵稍晚一些，1个多月前觉醒了红色职业红祭司，进入江城3大公会之一雷鸣公会。此时等级也达到了1转巅峰大圆满，虽然不像赵小涵那么惊艳，但也极为不错。听说你的职业觉醒并不理想，但怎么这么快就1转了？李墨雨惊奇地看着江叔。还好你没说我的高中成绩很不理想，都是谣传。江叔解释，我足足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才1转的好吧。李墨雨还以为江叔的意思是职业品质不理想是谣传，微微点头后就不再关注此事，而后热情地邀请江叔进入他的队伍。我们小队正好还差1个人，你要不要进来？我带你刷本。组队？那我岂不是可以狠狠地在熟人面前装一波逼？转念一想，那经验不也被他们分了？蠢蠢欲动的装逼之魂被瞬间压制。面对目露期待之色的李墨雨，江叔果断摇头：谢谢，不用。不好意思，我要独享经验。李墨雨似乎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拒绝，微微愣了愣。你可要想好哦，可是有不少人求着我带他们刷本的。李墨雨俏皮一笑。李墨雨身后的一男一女抬头望天，感觉有被内涵到。真不用，心意领了，回见。江叔诚恳道谢，坚定拒绝，摆了摆手，转身朝着光柱走去。李墨雨看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思。这家伙以前可是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性子，现在怎么转性了？不对劲，这里面肯定有猫腻。李墨雨和江叔相处了这么多年，对他的性子了解得一清二楚，顿时发觉不合理的地方。这家伙连墨雨你的邀请都拒绝，多少有些不识好歹了。他难道不知道墨雨你现在有多受欢迎吗？李墨雨身后穿着法师长袍的男子撇撇嘴。李墨雨看了他一眼，道：请对我的朋友尊重点。江叔的颜值本来就让法师男子心生嫉妒，又看到李墨雨如此维护对方，只觉得万箭穿心。伊苏尔德，这是为何？墨雨，忠言逆耳，我只想告诉你，某些曾经要好的人已经和你不是一个档次了，你需要尽早认清这一点，舍弃这种毫无用处的关系，尽早拥抱新环境。法师男子一副替你着想的样子。李墨雨皱眉，哦，烦人精。墨雨，听我一句劝，尽早远离这种人。听我的，我不会害你。法师男子继续道。李墨雨侧头看了他一眼，你在教我做事？下一刻，男子收到自己被踢出队伍的消息，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李墨雨，他竟然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把我踢出队伍。我可是雷鸣公会成员，前途无量的蓝色职业怒涛法师。痛，实在是太痛了。他强行平复内心的愤怒。墨雨，你现在还是不太成熟，我不怪你，等你以后成长了，就知道那个人根本不值得你这么做。
法师男子还是那副深情的样子。李墨雨很喜欢江叔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林子大了，什么傻逼都有。墨姐，他单人进了 LV15的石化巨像副本。忽然，队伍中的弓箭手妹子惊声道。李墨雨转头便看到江叔的手处摸向光柱中代表石化巨像副本的光点，而后身形消失在原地。他眼中露出惊讶之色。正常一阶职业者4人组队想要通关这个副本都颇有难度，江叔竟然选择单刷，他对自己如此自信吗？这家伙果然有古怪。而后，李墨雨看到石化巨像副本的光点下方一行小字一闪而过 ：SSS。他选择的是 SSS 难度。这个难度的副本，就算是精英4人队进去，也绝不可能通关。就在李墨雨眉头紧皱的时候，身旁传来法师男子的声音：这种人就是实力不够，但是想在女孩子面前表现，最终作茧自缚，哗众取宠的小丑罢了。李墨雨摇头：你不了解他，他不是这种人，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法师男子闻言笑了：你既然相信他可以通关 SSS 难度巨人石像副本，墨雨，你实在太天真了，那就拭目以待，看看结果如何。李墨雨懒得搭理这个傻逼，但心中忍不住担忧江叔的安危。SSS 难度真的堪称恐怖，江叔就算有底牌，但也大概率无法单通。一阶副本区域，不少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纷纷看向光柱位置。妈耶，单通 SSS 级巨人石像，嫌死的不够快是吗？这兄弟是在拿命装逼啊！你们除了嘲笑别人，还会做什么？难道不会像我一样，先相信，再质疑吗？你不如信我是秦始皇。已经进入副本的江叔丝毫不知道外界已经炸开了锅。进入 SSS 难度巨人石像副本，该难度下每个怪物属性提升10倍，击杀50只巨人石像可通关副本。副本限时5小时，5小时后未通关视作副本失败。江叔身前耸立着5尊古朴的石像，石像的双眼缓缓睁开，嘎吱，刺耳的摩擦声传来，石像站起身来，足有2层楼高，淡漠的眸子俯视江叔。隔得这么远，江叔都能感受到巨人石像身上散发出的巨大压迫感。这就是 SSS 级难度副本吗？10倍加成下，巨人石像的属性值暴涨，在力量、体质、纬度碾压江叔。但江叔心中没有畏惧，只有无比昂扬的战意。2尊分身职业突破后，他本人的属性也暴涨，但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环境发挥。今天在这 SSS 级副本中，终于遇到了可以让他尽情施展全力的对手。反正还有2次复活机会，就通过这个副本，看一看我的极限在哪里。手中暗影之力凝聚为一柄利刃，朝着一只巨人石像狠狠刺去。收割之刃，生命支付 9%， 没有触发被刺的伤害效果，但仍旧可以看出巨人石像恐怖的防御力。巨人石像被收割之刃击中后，朝着江叔冲击而来。轰隆！随着巨人石像迈步冲撞，整个地面都在震动，并且5只巨人石像从不同的方位冲撞而来，隐隐间封锁了江叔本体的逃跑路线。这一招也是进入这个副本的职业者无比头痛的一招，几乎没有地方躲避。而江叔进入的 SSS 难度副本情况就更加恐怖。移动速度本来是巨人石像的弱点，但在10倍加成之下，5只巨人石像跑得风驰电掣，宛如巨型炮弹一般轰击而来。快！我最擅长快了。江叔速度全部爆发，近700的敏捷让他的速度超越巨人石像一大截。按照相对论来说，他比巨人石像更快，4舍5入约等于巨人石像站在原地挨打。他依靠极快的速度绕行到其中一只巨人石像身后，朝着巨人石像心脏位置递出短剑。噗！短剑只是没入寸许，生命支付 6%， 伤害感人，但架不住他攻速快啊！噗噗噗噗！连续4刀扎在巨人石像心脏上，巨人石像生命值继续掉落 24%。巨人石像发出一声怒吼，身体猛然一甩，江叔身体不受控制，朝着地面狠狠跌落。与此同时，另外4只巨人石像朝着他的落点冲撞而来。这要是被撞了个结实，绝对原地升天。我超组合技！江叔脸上不见任何惊慌，凌空状态的身体骤然消失，下一刻出现在刚才扎心的那个巨人石像身后，短剑无情从背后刺入，生命支付 15%， 暗影冲刺，位移到10米内的任意位置，进入隐身状态，隐身状态持续5分钟，主动攻击会打破隐身状态。现身后第一次攻击附着暗影之力，可造成5倍破坏力伤害，冷却时间5分钟。短剑抽出之后，噗噗噗，又是连续4剑刺入，生命支付 6%， 生命支付 6%。这只巨人石像生命值只剩下 30%出头。巨人石像身体猛然向后翻转，欲要把江叔压在身下。江叔撒腿就跑，但
其余4只巨人石像对他已经形成包围之势，朝着他无情碾来，逃跑路线全部被封死。江叔甚至能够看到巨人石像脸上冷漠的笑意。切！江叔也冷笑一声。在巨人石像进入他身旁5米远的时候，他们的冲撞方向不受控制的偏离。恐惧盒子！江叔在战斗一开始就放置盒子，等的就是这一刻。恐惧被称之为控制技能中的神技，而恐惧盒子在精神属性差距不大的情况下，更是能恐惧敌人5秒的时间。很明显，巨人石像力量和体质属性拉满，精神属性极为拉胯，被恐惧了个满。这段时间，江叔自然也不会闲着，利用极高的敏捷，从背后对巨人石像发动猛攻。噗噗噗噗噗噗噗，杀了爽！玩过小丑的都知道，盒子才是这个职业的精髓。盒子放的位置合适，可以瞬间改变战局。哎，不对，我特么都转职成影，还搁这儿小丑呢。10分钟后，江叔靠着背面对敌的战斗方式，光明磊落地击杀了5只巨人石像，经验值正 5%， 经验值正 5%， 悦耳无比的经验值提示声传来。这貂毛巨人石像的经验值高的离谱，转念一想，都特么10倍强度了，经验值不高才有鬼。等级提升至 LV15， 属性有所提升。通关时间还很宽裕，江叔并没有着急去寻找其他巨人石像，而是查看自己的属性面板。这几天等级提升有点猛，是时候召唤面板君梳理一下实力了。第18章，喜欢群殴是吧？姓名江叔，职业影，黑色，等级 LV15 0%，称号亡灵杀手，蓝色，见证传奇，橙色，力量220，敏捷670，体质255，精神205，自由属性175点，装备金刚短剑，蓝色，力量+5，敏捷+5，技能背刺，被动技能恐惧盒子，暗影冲刺，收割之刃，暗影分身，分身1，叶不凡雷法，姓名叶不凡，1号分身，职业雷法 ，LV20 可进阶，等级 LV15，力量95，敏捷95，体质95，精神265，自由属性点40，装备无，技能雷电亲和，被动电击术，暴雷术，雷霆之怒，分身2，秦昊铠甲卫士，姓名秦昊，2号分身，职业铠甲卫士 LV30 可进阶，等级 LV15，力量135，敏捷95，体质185，精神95，自由属性点185，装备无，技能铠化、硬化、裂地拳。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江叔一个变态都觉得变态。现在仅有的2具分身只突破了2次，就获得了180属性点。如果分身的数量和等级起来后，本体所获得的属性点是一个极为夸张的数字。暗影分身这个技能的不愧为影的核心，本体还有175点自由属性，他毫不犹豫加在了敏捷上，敏捷属性达到了845点。雷法分身有40点自由属性，他加在精神上，精神属性达到305点。铠甲卫士分身的185点自由属性加在了体质上，体质属性达到370点。梳理完实力后，江叔让远在城外的雷法分身和铠卫分身脱离战斗状态，将之收回暗影空间。与此同时，地平线尽头，数十只巨人石像宛如钢铁洪流一般滚滚而来。江叔目光幽深，低语道：“群殴是吧？”雷法分身和盾卫分身缓缓从暗影空间走出。值得一提的是，分身可以随时通过暗影空间来到本体身边，所以分身不受副本名额的限制。我最喜欢群殴了。雷法分身周紫色雷霆缭绕，数十道紫色雷霆淹没50米距离的数十只巨人石像。暴雷术，生命值负 3%， 生命值负 2%， 数十道血量掉落提示升起。伤害值虽然不算高，但覆盖范围大，比江叔本体拿着短剑一下一下的砍效率高上了不知道多少。刺，雷法分身继续输出。江叔本体在雷法分身脚下不断摆放小丑盒子，而后发动暗影冲刺，朝着其中一只巨人石像杀去。本体的单体伤害相当可观，几秒内这只巨人石像的生命值掉落超过 10%。 就在此时，一只巨人石像冲到了雷法分身面前，恐惧盒子被触发，巨人石像陷入5秒的恐惧事件。这个空档，雷法分身随手照出一发电击术，并且快速拉开身位。5秒后，巨人石像恢复清醒，朝着雷法分身继续冲击。巨人石像有着10倍属性的加成，
速度虽然比不上江疏本体，但远远超过了雷法分身，两者之间的距离在不断被拉近。眼看雷法分身就要被追上，陷入近身搏杀的窘境，一双覆盖满黑色鳞甲的双拳骤然轰击在巨人石像身上，生命直负 3%。凯卫分身开启凯化状态，浑身上下覆盖满黑鳞，获得3倍防御力、2倍破坏力加成。庞大的巨人石像竟然被这一拳轰击的身体倒退。阳光下，铠甲卫士体表覆盖的黑色鳞甲闪烁着冰冷的光芒，整个人散发着一种狂暴的气质。巨人石像发出一声怒吼，抬起粗壮的右脚，朝着凯卫分身践踏而去。凯卫分身冷漠地看着对手的这一击，轰隆一声巨响，大地震颤，烟尘散去，凯卫分身宛如一座坚不可摧的盾牌一般伫立在原地，只是胸膛位置多出一道白痕。巨人石像狂暴的一脚，竟然只是在他躯体上留下一道白痕。硬化技能，硬化可让身体某个部位坚硬到极致，获得3倍防御力加成，持续时间 5s， 冷却时间5分钟。在被巨人石像击中的一刹那，他再开启了硬化技能，胸膛位置的防御力获得3倍加成，再加上凯化的3倍防御力加成，总计9倍的防御力加成，硬生生接下巨人石像的全力一击。他就像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伫立在雷法分身之前。而雷法分身趁着这个机会，将狂暴雷霆毫不留情地倾泻到巨人石像身上。生命直负 3%， 生命直负 3%， 生命直负 2%。10分钟后，10多只巨人石像被全部击杀，地上掉落一件蓝色品质的装备。有了2个分身的加入，刷怪速度暴增。特别是雷法分身，虽然只是紫色职业，但刷怪速度真的生猛，贡献了近一半的输出。凯卫分身的作用也很关键，为雷法分身创造了良好的输出环境，并且自身也有不俗的输出。江疏捡起蓝色装备，继续朝着副本深处前进。30分钟后，最后一只巨人石像倒在江疏脚下，他清点收获，由于把经验值更改成了本体和2个分身均分，所以只升了1级。分身多了的麻烦就是需要的经验值水涨船高，但考虑到分身的强悍，这个代价完全可以接受。总共获得3件蓝色装备，分别是巨象战甲、巨象战裤、巨象战靴。装备名称：巨象战甲，蓝色。佩戴等级 LV15。佩戴要求无。属性：力量加20，体质加30。装备名称：巨象战裤，蓝色。佩戴等级 LV15。佩戴要求无。力量加20，体质加30。装备名称：巨象战靴，蓝色。佩戴等级 LV15。佩戴要求无。属性：力量加20，体质加30。江疏把3件蓝色装备给凯卫分身穿上。此时凯卫分身已经解除了凯化状态，穿上3件装备后，漆黑的战甲上雕刻着巨人纹络，显得格外帅气拉风。恭喜通关 SSS 难度巨人石像副本，通关评价 S， 通关奖励无，只有 S 评分。江疏有些意外，应该是杀怪速度太慢的缘故。影的职业强度虽然很逆天，但被暗影分身这个技能占魔太多，所以倍率并不算高。而2个分身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这个评价也算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等20级后，雷法分身再次进阶，或许就可以真的爆杀这个副本了。如此想着，江疏收回2个分身，而后很快被传送出副本。他的身影出现在副本区域，这不是刚才那个进入 SSS 难度副本的人吗？一个吃瓜群众忽然大喊一声。第19章，紫色很有韵味。随着吃瓜群众的一声大喊，无数人转过头看向伫立在光柱前方的江疏。许多人也注意到了，这不就是先前那个进入 SSS 难度巨人石像副本的那个靓仔吗？这是通关副本了。他们眼中纷纷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不可能，绝不可能，他单通 SSS 难度副本竟然成功了。我敲，我还以为他早已经被挂回泉水了，没想到竟然活生生的从副本里出来了，太惊人了。他究竟是谁，竟然独自通关这个难度的副本？我还说他死定，没想到人家通关 SSS 难度副本出来了。不好意思，是我刚才说话太大声了。无数人看着江疏发出惊叹之声。此时李墨雨看到江疏的身影，眼睛一亮。先前江疏进入副本后，他很是担心，所以一直在光柱外等候。本来以为江疏大概率死亡在副本里面了，但没想到他竟然真的通关了 SSS 难度副本。果然，我就知道他一定有后手。李墨雨嘴角浮现出笑容，偏过头看向面色发白的法师男子。法师男子早已经没有先前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整个人就像是失了魂一样。你刚刚说他是哗众取宠的小丑？李墨宇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淡淡道：现在呢，他是小丑吗？法师男子情动了一下嘴唇，最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铁一般的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他想要反驳都没有办法。单通 SSS 难度副本，这得是什么实力才可以？这是一个巨佬。法师男子只感觉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疼痛。江叔用实际行动把他的脸打得鼻青脸肿，他实在没有脸在这待了，灰溜溜的离开此地，宛如一条丧家之犬。这时，江叔看到李墨宇给他打招呼，挤过汹涌的人潮，朝着这边走来。你朋友怎么走了？江叔疑惑问道。李墨宇笑而不语。队伍中的弓箭手女孩听到江叔平和的话语，想到法师男子先前阴阳怪气的样子，不由暗自摇头。你处心积虑地针对别人，但殊不知从始至终别人都没有正眼看过你。你是不是转职成了橙色或者金色职业？李墨宇开口问道。他从江叔单通 SSS 难度巨人10项副本猜测江叔的职业强度一定很高，橙色和金色职业哪是这么容易转职的？江叔笑了笑，倒是黑色职业比较容易一点。李墨宇眨了眨眼，不再继续追问。难怪你刚才不同意和我组队，原来你是想要挑战一下单通高难度副本。李墨宇摇头失笑。江叔神色一正，什么话这是？我是这种人吗？我分明是想独享经验。算了，我也不找你组队刷本了，估计你这家伙也不乐意。李墨宇笑盈盈的开口。嚯，你还挺了解我的。不过你要是想要加入工会的话，可以联系我，我推荐你加入我们雷鸣工会。雷鸣工会？江叔露出思索之色。雷鸣工会是6级工会，和无双工会、白骨工会并列为江城3大工会，实力极为雄厚。有需要的话，我会联系你。江叔点头道谢。不好意思，我还是喜欢独来独往。如果我们小区里的其他人知道你现在实力这么强，怕是会真心为你开心吧？李墨宇打趣一句。并不会，甚至有个妞还想杀了我。还有，没想到你这么低调，实力这么强，还瞒着大家。并不是，只是我最近比较忙，看我得空了不得，回村里狠狠地装一波。好了，我也要去刷副本了，回见。李墨宇潇洒的摆摆手，带着女弓箭手随便拉了2个人进入副本。李墨宇就是这样，为人温婉洒脱，性格极好，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型。江叔收回思绪，继续返回光柱前，再次进入 SSS 难度巨人10项副本。升级！现在他满脑子都只有升级。10个小时后，升级至 LV20，属性有所提升。本体雷法分身、凯卫分身均是升级到 LV20。副本中，江叔有种快要吐了的感觉。10个小时的高强度刷怪，让他身心俱疲。幸好收获也是巨大的，等级提升到了 LV20，获得20件蓝色装备，可进行职业突破。是否选择职业突破？耳边传来提示声。江叔并没有立刻职业突破，原因很简单，雷法分身达到了再次进阶的条件。雷法分身头顶出现一行小字：职业雷法加材料雷源之心等于职业雷霆掌控者，金色。看到这行字，江叔瞳孔猛然收缩。雷法的2次进阶竟然是金色品质的雷霆掌控者。雷法是使用雷霆，但雷霆掌控者却是掌控雷霆，这其中有着本质的差距。只是听到这个名字就有一种强度美，一切的疲惫在看到雷霆掌控者金色这几个字的时候都烟消云散。雷源之心6阶材料之中的珍品，价值极为昂贵，市面上价值需要50亿职业点，20件蓝色装备的价值大约在1亿职业点左右。也就是说，他如果按照这个节奏，每天下副本10多个小时，花费50天可以凑齐50亿职业点。我操，这不是黄花菜都凉了吗？那么先职业突破，实力再次增强后去下难度更高的副本，增加攒钱速度。但这估计也需要10-20天才能凑齐50亿职业点。江叔脑海中不由浮现出先前李墨宇的话语：如果需要加入工会的话，联系我，我引荐你加入雷鸣工会。如果加入工会的话，以自己的实力，估计可以得到相当丰厚的资源。在这冰冷的职业者世界，他忽然觉得自己需要一丝丝组织的温暖。至于我还是喜欢独来独往这种屁话，是谁说的？真不熟。他打算出了副本就联系李墨宇。与此同时，2个长相姣好的成熟女子进入副本区域，其中一个将头发盘起，身穿紫色衣服的韵味女子低声道：赵小涵让我把她的发小招进我们无双工会，但她的那个发小只是一个白色职业，根本不符合我们无双工会的招人条件。她身旁的绿衣女子也叹了一口气道：可是小涵是前途无量的紫色职业烈焰神拳，
他未来肯定会成为工会的中流砥柱，他难得开口求人，这件事情你难道不帮他办吗？所以这件事就很难办啊。韵味女子沉思片刻，而后眼睛一亮，我有办法了。绿衣女子好奇问道，什么办法？给他10亿职业点，让他主动放弃进入无双公会的机会。反正他进入无双公会也只是打酱油而已，不如选择更实际一点的职业点，这样既不得罪赵小涵，也不用担心招回来一个垃圾职业者。绿衣女子反问，如果他不同意，非要加入无双公会怎么办？韵味女子闻言倒吸一口凉气，不会吧，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他不可能求着我加入无双公会吧。不多时，两女来到副本光柱前方，江叔也正好从副本里出来。韵味女子打开手机里赵小涵给她发的照片，比对了一下容貌，就是他。不得不说，这小子卖相还真好。如果无双公会是按照颜值招人的话，这小子高低的整个会长来当当。请问你是江叔吗？江叔看向穿着紫色长裙的女子，妹妹说紫色很有韵味，果然如此。第20章，什么三姓家奴？这是有事？江叔问道。哦哟，小伙子还挺高冷。赵小涵让我们来找你。韵味女子开门见山，她想让我们招你进入无双公会，但我们给你另外一个选择，拿走10亿职业点，主动放弃这个名额，并且向赵小涵表露这是你的主动选择，不是我们强迫。江叔算是懂了这两个大姐姐是来干嘛的，说白了就是想要成赵小涵的情，但又嫌弃自己，典型的既要又要还要。哎，看来还是自己太过低调惹的祸。如果对方要是知道自己现在的实力，怎么可能说出这种话？赵小涵可是我的挚爱亲朋，10亿职业点，你就让我放弃和他同处一个公会的机会？江叔摇头。韵味女子神色一变，刚刚想要说什么，就听到江叔继续道，一口价50亿职业点。很喜欢韵味女子的一句话，对，50亿职业点才能显示出我和赵小涵10多年感情的珍贵。江叔神色郑重。韵味女子皱眉，你这是狮子大张口。江叔淡淡一笑，这位姐姐，你也不想被赵小涵知道你们暗地里搞的这些小动作吧？妈的，这小子威胁我！我吴英纵横江城，还没有人敢这么赤裸裸的威胁我。吴英神色一厉，发狠道：50亿就50亿，成交！先给他50亿，然后在赵小涵面前狠狠地告他状。50亿替赵小涵看清一个不值得结交的人，这个买卖不亏。说完后，他拿出对江叔发起交易。好小子，你要知道，虽然你得到了50亿，但你失去的东西更多。加入无双公会的机会，加上赵小涵的友谊，远远不止50亿职业点。他气得都差点忘了，明明是他自己不让江叔加入无双公会的。吴英和绿衣女子猛瞪了江叔一眼，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忽然听到一句悦耳的声音：江叔，你竟然还在副本区域！李墨雨带着3个队友从副本中出来，朝着江叔快步走来。吴英看到李墨雨之后，只觉得无比眼熟。等等，这不就是先前3大公会争抢的那个红色职业红祭司吗？他和江叔也是熟识。对了，好像他们以及赵小涵都是一个小区的。先前我跟你说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李墨雨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江叔。我同意加入雷鸣公会。江叔干净利落地说道。韵味女子和绿衣女子听到这话，脑门上同时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你特么刚收了我们50亿职业点，放弃进入无双公会，转头就加入雷鸣公会。虽然这事儿和他们没什么关系，但总有种被江叔白嫖的感觉。李墨雨闻言甜甜一笑，好耶，禁止好耶。江叔内心其实更加倾向于无双公会一点，毕竟他和赵小涵的关系可是赵小涵有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他的程度，但人家无双公会不要他，他这不也是没办法吗？雷鸣公会，糟糕，我竟然成备胎了。没想到你的女人缘还挺好，但我要提醒你一句，暂时的软饭是吃不长久的。吴英只觉得心头堵得慌，不软不硬的呲了江叔一句，谢谢提醒，我会努力寻找长久软饭的。江叔礼貌道谢。我他妈是这个意思吗？吴英一口气险些没有背过气去。没想到你们雷鸣公会堕落到什么职业者都招收的地步了。吴英看向李墨雨，微微摇头。李墨雨满脑门雾水，哈！就在这时，一个满脸胡须的中年男子速度极快地从远处奔袭而来。吴英看到中年男子身影后，眼中露出惊讶之色。他认得来人，对方是雷鸣公会长老李一刀。墨雨，你说的那个天才级职业者在哪？李一刀目光灼灼地看向李墨雨，而后看向江叔。江叔和胡须男子对视一眼，虽然没有说话，但那眼神分明在说正是在下。靓仔，就是你单通 SSS 难度巨人10项副本？李一刀询问。
江叔微微点头，正是在下。吴英敏锐捕捉关键信息，单通 SSS 难度副本，他的神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听说你几天前才职业觉醒？李一刀继续问道。江叔点头，正是如此。吴英的表情发生了巨大变化。赵小涵也没有给他说过江叔几天前才转职这事儿啊，否则知晓江叔在一阶副本区域，他立马就能察觉不对劲的地方。李一刀闻言神色变得愈发郑重，你可以把等级信息给我看看吗？江叔自无不可。LV20几个字分明很普通，但在几人眼里却显得格外刺眼。吴英的表情差点绷不住了。短短几天时间把等级干到 LV20，这他妈是在坐火箭吧？难道说他是靠着高等级职业者带他升级？也不算快，我昨天也才 LV14，今天靠着单通几十次副本才升到 LV20。江叔谦虚的话语落入韵味女子耳中。一天的时间靠着单通副本把等级提升6级，这个强度碾压紫色职业者。吴英忽然觉得自己刚刚做了一件错得很离谱的事情。李一刀满意点头道，你真的很强，我们雷鸣公会将会给你核心成员的待遇，祝你快速成长起来。对了，你还有其他没有揭露的底牌吗？你越强，雷鸣公会就会给你更加丰厚的资源。李一刀像是想到了什么，随口一提。江叔沉思片刻，而后称号展示出来，高达50厘米的蓝色称号亡灵杀手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橙色称号见证传奇更是夸张，高度达到了1米，差点亮瞎人狗眼。李一刀看着这两个无比拉风的称号，表情有些呆滞。我他妈只是随口一说，你小子还真藏着底牌啊！好小子，不见兔子不撒鹰是吧？要是换了别人有这些成就的话，早已经在网上装逼了，但这小子非要见到好处才肯透露底牌。江叔表示，我不是不喜欢装逼，我是只装大的。场中无数人看到了江叔总计高达1.5米的称号，看向江叔的眼神都惊为天人。抛开光污染不谈，这真是太酷了。每个称号都极难获得，但这位却获得了一个蓝色称号和一个橙色称号，绝对是大佬。吴英和绿衣女子呆呆地看着江叔又长又大的称号，表情极为精彩。他们对江叔的实力不再有一丝一毫的怀疑，这是一个综合潜力无比恐怖的职业者。你他妈这么强，你倒是早说啊！别说上嘴脸了，就算你要吃奶，我也得去给你买一头奶牛。你小子钓鱼执法是吧？就他妈离谱！吴英快被江叔整得背过气去。虽然没有证据，但他严重怀疑江叔就是奔着他的50亿职业点来的，否则这中间有无数的澄清误会的机会。我可能不是人，但这小子是真的狗。小伙子，你的实力超乎我的想象，我们雷鸣公会的职务任你挑选。李一刀大手一挥，无比大气的开口。江叔眼睛一亮，既然如此，我选会长。李一刀脑门上浮现出一个大大的问号。你小子打还挺肥，要不是看你小子眉清目秀的，换别人我高低给他一刀。哼，会长的职务我做不了主，我也只是一个长老而已，怎么可能任命会长？李一刀解释，以后不要瞎吹这种做不了主的牛逼。江叔好心劝诫，而后道，那就整个长老来当吧。李一刀险些没有绷住，你这是要取我而代之的节奏是吧？就在李一刀纠结的时候，忽然听到一道充满磁性声音，来我无双公会，我给你长老职位。吴英目露果决之色，对着江叔说道。江叔打量了他一眼，阁下何故前倨而后恭，思之令人发笑。刚刚我就觉得无双公会不错，现在看来果然如此，比扣扣搜搜的雷鸣公会大气多了。江叔笑着开口，一点也没有因为先前的不愉快态度冷淡。李一刀对吴英怒目而视，当面抢人是吧？我李一刀不要面子的吗？长老就长老，就算是我把这个职务让给你，我也替你把他安排了。李一刀发狠，本以为江叔应该就此满意了，却没想到对方悠悠一叹，条件只是和人无双公会一样，都体现不出诚意，要不我还是去问问白骨公会，看看他们是不是慷慨点。李一刀差点没有绷住，什么三姓家奴这是？哎，兄弟，额外给你100亿职业点，这个条件已经很有诚意了。李一刀还搁这儿劝，就听到江叔的声音，好，成交。答应的那叫一个干脆利落。你他妈就搁这儿等我是吧？李一刀老脸一黑，但想到拉入这样一个潜力无限的职业者，雷鸣公会便有了足够的底气和其他2个6级公会竞争未来，也就捏着鼻子认了。他把100亿职业点转给江叔，李一刀邀请你加入雷鸣公会，是否同意？耳边传来系统提示声，江叔同意，欢迎成员江叔 ID BT7274进入6级公会雷鸣公会。你的职务是普通成员，
与此同时，工会系统中上千成员都听到了新人加入的提示。结，又有新人加入了，这下子可以在萌新身上找到足够的乐趣。萌新，准备好接受我们雷鸣工会的入会训练了吗？必须让萌新体会到我们这些资深成员的温暖。许多雷鸣工会成员摩拳擦掌，准备给萌新一点小小的入会震撼。下一刻，工会成员江疏 ID BT7274 被任命为工会长老。很喜欢雷鸣工会成员的一句话：哈，工会频道中听取蛙声一片。另一边，江疏发现自己的属性面板上多出了工会信息一栏。工会信息：雷鸣工会6级，职务长老，可显示在头顶。加成：经验值获取正 10%， 力量加40，敏捷加40，体质加40，精神加40，经验值加成和属性加成，这就是加入工会的好处。工会等级越高，在工会中的职务越高，加成就越高。加入工会后，可以凭借贡献点在工会仓库中兑换你所需要的物品，还有工会副本。如果你在外面遇到什么麻烦事，也可以让工会里的人助拳。李一刀说着，目光变得暧昧起来。而且工会里面还有很多美女哦，可以轻松解决单身问题。笑死！你看我是考虑单身问题的人吗？我他妈只想杀升级。他这人没有什么安全感，只有获得足以捏爆这颗星球的力量，他内心才会有那么一丝的安稳。那么现在你要随我返回工会驻地吗？江疏看了他一眼 ，LV20的长老回去，然后被那些职位更低的高等级职业者暴揍吗？我操！你还知道这样容易挨揍啊？有事就在工会频道摇人，我们雷鸣工会最喜欢正义的群殴了。李一刀嘱托。巧了，我也喜欢正义的群殴。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一阵骚乱。哥，就是他！这小子偷偷摸摸躲到这里来了，难怪这么久都没有蹲到他。一群杀气腾腾的人朝着江疏快步走来，正是傲天工会一行人，李伟、王哥以及李书欣也在其中。近20名傲天工会成员冷笑连连，逐渐逼近。这副模样让周围的职业者忍不住倒退。王哥走到近前，狞笑道：“你他妈继续躲呀！敢和傲天工会作对，还真以为我们找不到你是吧？”王哥无比嚣张地走来。忽然，啪！一道无比响亮的巴掌声响起，王哥整个人被直接拍在地上，口鼻溢血。场中有了一刹那的寂静。第21章，不好意思，我的 XP 是升级。王哥被一巴掌拍在地上，口鼻溢血。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他怎么敢的？他捂着脸看向出手的人，这是一个满脸胡须的中年男子。你他妈！王哥话还没有说完，就看到一巴掌呼在了自己脸上。啪！他整个人被扇飞1-2米，极为狼狈地摔倒在地。他不可置信地看向出手的人，是他们一行人的领头人扇他的。他无法理解自己被人公然扇巴掌，队伍的领头人非但不替自己找回场子，反倒是一巴掌招呼在自己脸上。大哥，你是不是打错人了？啪！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大哥又一巴掌呼在脸上。王哥躺在地上，人麻了。李伟看着无比凄惨的王哥，只觉死去的记忆开始攻击自己。踏马先前在野牛湖畔，他就是这么被王哥狂扇3耳光。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刀哥，手下人不懂事乱说话，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被称作大哥的魁梧男子对着李一刀讪笑开口。王哥看到自家大哥的样子如此卑微，心里一个咯噔。刀哥，莫非是3大工会雷鸣工会的那个李一刀？想到这，他只感觉头皮发麻。这特么可是7转大佬，自己刚才竟然对7转大佬上嘴脸。他本来还在地上挣扎，如此想着后，直接眼睛一闭，装死，装死！领头人看着拽拽的李一刀，试探着问道：“刀哥，那小子和我傲天工会有不小恩怨，如果惊扰了你，请您恕罪。”李一刀冷笑道：“恩怨？你可知道他是我雷鸣工会的人？你和他过不去，就是和我李一刀过不去。”领头人闻言倒吸一口凉气：“怎么，欺负人欺负到了我雷鸣工会头上是吧？你们胆子还挺大。”领头人感觉到无比巨大的压力。傲天工会虽然是5级工会，但和6级工会雷鸣工会的实力差距却是相当巨大。他万万不敢得罪雷鸣工会。这样，我也不和你多说，好好道个歉。这件事我就不和你追究了。李一刀一副相当豁达的样子，这话落在傲天工会一行人耳朵里，就像是吃了苍蝇一样难受。感情这小子杀了我傲天工会的人，我们还得给他赔礼道歉是吧？太过分了！就在这时，江疏笑眯眯的出来了，道什么歉？虽然我吃了不少亏，但我也不是什么小气的人。你们赔个几10亿职业点，这事儿也就算了。江疏这副笑眯眯的样子落到领头人眼中，就宛如恶魔的微笑一样。杀我的人，还反过来让我赔钱？
还有没有王法？有没有法律？领头人正想说几句话的时候，江叔把工会职务展示了出来。所属工会雷鸣工会，工会职务长老。这小子竟然是雷鸣工会长老！傲天工会众人差点惊掉下巴，特别是人群中的李书欣，看到这几个大字之后，宛如失魂落魄一般。这才转职多久，他竟然就成为了江城3大工会之一的长老，其尊贵程度堪称千万人之上，是江城之中最有权势的一批人。他不由想到昔日在望山林地远远看到江叔在草原上捕杀魔化鸡的那一幕，那时江叔远远地看了他一眼，目光之中尽是淡漠。如果那时候自己不那么急切地和他切割，现在他会不会仍旧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在野牛湖畔自己不那么不顾旧情的让江叔交出空间戒指里的所有东西，我和他是否还有重归于好的机会？无尽的悔恨宛如利刃一般，无情地切割着他的心脏，让他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自己费尽心机巴结傲天工会的精英，到头来这些人还比不上那个自己主动抛弃的人的一根手指，可笑，可悲。人群中，李书欣终于承受不住内心的煎熬，忽然嚎啕大哭起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江叔，你原谅我好不好？我真的不是嫌弃你，我只是害怕自己融入不了新的环境。其实在我内心深处，你一直是最重要的人，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无数人转过头看向李书欣，闻到了大瓜的味道。江叔看着哭得暴雨梨花，宛如水仙花一般娇弱的李书欣，内心一软，礼貌道：请滚远一点哭去。我见犹怜的妹子，她竟然毫不犹豫的人身攻击。场中不少人听到江叔冷漠无情的话语，恨不得以身替之。江叔，我承认你很强，但你凭什么这么对书欣说话？李伟见到心爱的妹子被人如此侮辱，肾上腺素飙升，上前一步直斥江叔。江叔，什么沸羊羊？李伟，这是我和江叔的事情，你没有资格管。他喜欢骂我的话，就让他骂吧，只要骂了我，他心里面的气能够消一点，我愿意被他骂。李书欣双眼迷离地看着江叔，江叔险些没有绷住。他娘的，什么 NTR， 傻逼！江叔摇头感慨一句：这女人是后悔自己做的那些事儿吗？是后悔没能巴结上雷鸣工会的年轻长老？要是信了你的话，我岂不是也成了沸羊羊？而后江叔不再理会李书欣，对着领头男子道：我说一个数，80亿职业点，你们追杀我这个雷鸣工会长老的事情就不和你们计较了。领头羊男子听到这个数目眉头狂跳，他不过是一个3阶职业者罢了，这个数字对他而言是一笔巨款。就在他纠结的时候，江叔回头对着李一刀叹气道：实不相瞒，傲天工会追杀了我足足2天，你知道我这2天的时间都是怎么过的吗？我那个担惊受怕啊，睡觉眼睛都不敢闭。你说我要价80亿过分吗？李一刀干净利落的点头，有一说一，良心价。良心个锤子，你踏马担惊受怕，所以狂刷副本猛升6级吗？这小子心都是黑的。但自己人必须护短。李一刀冷冷一笑：姐，不赔偿也可以，你们追杀我雷鸣工会长老，我们杀你们几个副会长，这很合理吧？威胁的意味不言而喻。领头男子脸色一变：我踏马找谁惹谁了？不过是替工会成员出个头而已，就摊上这么大个事儿。但雷鸣工会的威胁不能不重视。稍等，我立刻联系高层。2分钟后，兄弟，我这就把职业点转你。片刻后，80亿职业点到账，吴英的50亿，李一刀的100亿，傲天工会的80亿。江叔账户里面躺着足足230亿职业点，发达了，发达了！没事儿，以后都是兄弟，多多亲近。江叔心情愉悦地拍了拍领头男子的肩膀，领头男子笑容尴尬的点头：亲近个锤子，你默哀老子！想到这趟出门，先是在望山林地传送阵入口干巴巴的看了2天鸡哥，好不容易得到这小子在副本区的消息，马不停蹄赶过来，却被讹诈80亿职业点。最难熬的是回工会还要看几个高层的脸色，以后谁再叫我帮忙，我踏马跟谁急。江叔目送如丧考妣的傲天工会一行人远去，喃喃自语：他们真是好人啊。李一刀、吴英几人下意识离江叔远一点，他们都不是傻子，自然看出了事情的端倪。这小子分明是什么亏都没有吃，反倒狠狠讹诈了傲天工会一笔。特别是吴英，想到江叔先前钓鱼执法、3姓家奴的骚操作，瞬间觉得自己没把这祸害招进工会里，似乎也不是一件坏事。不多时，李一刀、吴英和绿衣女子离去。李墨雨轻笑道：你看，以前我和赵小涵就不喜欢李书欣，现在懂为什么了吧？他从对话中大概猜到了事情的轮廓。江叔苦笑一声道：虽然，但是有句话叫君子论迹不论心，我总不能因为莫须有的事情就疏远他吧。
李墨雨笑眯眯的点头，他对江叔这个回答相当满意。以他这么多年对江叔的了解，江叔除了腹黑、不肯吃亏、记仇、喜欢装逼、贪财等几十个小缺点之外，还是很重感情的。只要对他好的人，他都会记得，并在合适的时候加倍回报。李书欣势利眼的问题在以前其实就已经存在了，只是那时候大家都没有职业觉醒，这种倾向不太明显而已。现在江叔能够认清楚李书欣的本质，远离他也算是一件好事。刷了这么久副本，一起回城休息吗？李墨雨长腿曼妙，言笑晏晏。江叔此时经验值已经满了，没有继续刷副本的需求，并且身怀巨款，正好回城购买雷源之心，让雷法分身进阶。好呀，不过在这之前有个事儿得先办了。江叔靠近李墨雨，而后江叔对李墨雨发起交易，总共10亿职业点。李墨雨惊奇无比地看着江叔，你干嘛给我？江叔轻轻叹了口气，这不是怕你嘎在了突破副本或者秘境里面吗？拿这些钱去买一套好点的装备，可以极大增加你存活的概率。江叔这人小气是真的，很多时候锱铢必较，但对身边的朋友却又格外大气。认识了这么久，墨子姐人也不错，他不希望在一个普通的清晨，他就永远留在了昨天。反正自己身怀巨款，给出10亿职业点算不上伤筋动骨，但对李墨雨来说，这却是一笔巨款。李墨雨怔怔地看了江叔许久，而后脸色微红，说了一句谢谢后，就略显仓皇地离开了。不是，墨子姐，你他妈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我的 XP 是升级，不是你的长腿啊。第22章，雷霆掌控者。1个小时后，江叔回到了家，他手中多出一块紫色玉石，其上密布雷纹。雷源之心6阶材料，取自雷界雷池，极为珍贵。只是握着雷源之心，江叔都能感觉到其内汹涌澎湃的雷元素。雷法分身站立在他身旁，职业雷法，紫色，加材料雷源之心等于职业雷霆掌控者，金色，是否开始职业进阶？是。雷源之心化作一道紫色流光，没入雷法分身体内。江叔意识入主，只感觉自己身处一个充斥着雷霆的世界，雷霆横空，苍穹撕裂，宛如世界末日一般。忽然，雷法分身出现在空中，如银龙一般狂舞的万千雷霆骤然一静，而后所有雷霆匍匐在雷法分身脚下。雷法分身脚踩雷霆，直入9天，俯瞰世间。雷霆王座上，雷法分身眸中金色闪过，轰隆，一道金色的擎天巨雷贯穿天地，这个世界开始骤然崩溃。江叔意识重归现实，雷法分身睁开双眼，眸子中金色雷霆一闪而过。职业雷法成功进阶为雷霆掌控者，属性提升，技能进阶。雷霆掌控者进阶的惊人场景让江叔久久回不过神来，良久后他才查看属性面板。姓名叶不凡，1号分身，职业雷霆掌控者，金色，5星，等级 LV20， 力量200，敏捷200，体质200，精神1500，自由属性点40，装备无。技能一神雷之体，被动，雷属性攻击伤害获得5倍加成，免疫 90% 雷属性伤害。技能2金雷闪，引动雷电之力对200米范围内的敌人造成3倍破坏力伤害值，最多同时锁定5个目标。冷却时间 ES。 技能39天雷动，以强悍的雷暴之力对敌人造成5倍破坏力范围性伤害，施法距离200米，覆盖范围为20米直径，冷却时间 20s。 技能4雷神之怒，降低 50% 防御力，增加 100% 攻击力，持续时间 30s， 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5雷闪，以雷霆之力突破空间，瞬移至50米范围内的任意地点，冷却时间1分钟。江叔看着雷霆掌控者的属性，久久无言。这个强度远远超过他的预料，他强行压下内心的震惊，开始逐一梳理雷霆掌控者的属性。职业品质是明晃晃的金色，但后面却是多了一个5星的说明。这也就是说，金色职业之间也有着强度区分吗？或许是金色职业之下，强度差距并没有这么夸张，但到了金色品质后，彼此的差距过大，所以才有细分了星级。江叔如此猜测着。另外，4维属性暴增，就算是远程职业不怎么擅长的力量，敏捷和体质都达到了200点，而精神属性更是足足有1500点。江叔本体的敏捷都只有1000左右。精神属性作为远程法师最为重要的属性，占了破坏力的大部分权重。雷霆掌控者的输出能力强得令人发指。技能1，被动技能雷神之体。这个技能应该是由雷电亲和进化而来，但效果却是远远超过了雷电亲和。雷电亲和只是雷属性伤害翻倍，但雷神之体却是让雷属性伤害获得5倍加成。
恐怖的倍率。除此之外，还有90%的雷属性减伤效果。不愧是雷霆掌控者，对雷霆之力有着绝对的驾驭能力。技能2：惊雷闪，由技能电击术进化而来，倍率由2倍增长到3倍，但施法距离却从50米狂飙至200米。施法距离的提升对远程输出职业极为重要，几米的距离差距就可以争取更多的输出空间。200的施法距离让雷霆掌控者的有效杀伤范围甚至超过了资深弓箭手。另外，冷却时间从先前 5S 降低到了 1S， 如此快频率的输出让雷霆掌控者成为名副其实的远程机关枪，并且惊雷闪可以同时锁定5名敌人，对其同时造成雷属性伤害。技能3：9天雷动，由暴雷术进化而来，倍率由3倍增长到5倍，并且施法距离也从50米增长到200米，伤害范围也扩大到覆盖直径20米地方。冷却时间没有变，仍旧是 20S， 这是一个范围杀伤类神技。技能4：雷神之怒，由技能雷霆之怒进化而来，从先前的降低 30% 防御力增加 50% 破坏力，进化为降低 50% 防御力增加 100% 破坏力。看似变化不多，但 50% 的破坏力加成对整体实力的影响是无比巨大的。雷霆掌控者延续了雷法只攻不守的风格，甚至狂野程度更加夸张。技能5：雷闪，一个崭新的技能，以雷霆之力突破空间，瞬移至50米范围内的任意地点，冷却时间1分钟。极为简单的技能描述，也没有任何杀伤力，但江叔却认为这个技能才是这一次进化中最大的收获。法师最为人诟病的地方就是行动笨重，需要队友保护，但雷闪可以瞬移长达50米距离，可以快速的拉开和敌人的距离，并以空间换时间，造成更多的输出。这个技能让雷霆掌控者拥有极强的单兵作战能力，这是之前的雷法难以企及的一点。梳理完成之后，江叔微微皱眉，毫不客气地说，雷霆掌控者的强度完爆影。当然，这是要抛开影之分身这个技能不谈的前提下。圣骑士盖瑟身为传奇9星职业者，他的职业品质强度绝对不输于雷霆掌控者，但在第一次的突破副本里面，他除开觉得棘手之外，并没有感觉到实质性的压力。忽然他灵光一闪，想到了刚刚进入副本时看到投影分身那略显木讷的眼神。投影分身没有神智，甚至实力被极大的削弱了。我操，那随着职业副本难度的增强，里面的投影分身的实力岂不是愈发接近本体？此刻江叔无比庆幸自己先让雷法分身职业进阶的选择，不然再在突破副本里面真有可能被爆杀了。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职业突破，突破之后让2具分身紧接着突破，分身实力会增长一大截，本体也会获得不菲的属性点，到时候可以继续升级。我已经迫不及待试一试雷霆掌控者的强度了。先前 SSS 难度巨人10项副本，我就算刷了那么多次，也只能 S 级评价通关，是时候去爆杀这个副本了。除此之外，还需要警惕2阶秘境拉人，秘境难度不容小觑，就算是9星传奇职业者麦克瑟都险些陨落在了其中，我还需要继续变强才行。思绪纷呈间，江叔感觉浓浓的疲惫袭来。突破个锤子，任何事情都等我拉完屎睡觉再说。10多个小时后，江叔睁开眼就看到2座伟岸的山峰，是什么遮蔽了我的双眼？第23章魔盖色。江叔一睁眼就被伟岸蒙蔽了双眼，甚至被挡住视线后，他都难以看清对方的脸。不过江叔从这圆润的形状猜到了对方的身份，赵小涵。赵小涵嘴里含着一个热腾腾的包子，俯下身来又递给江叔一个。这一俯身，那雄奇之处颤颤巍巍地晃动了几下，看得江叔一愣一愣的。吃吗？赵小涵今天也扎着一个高单马尾，扑腾着大眼睛问道。江叔低头看了看几乎快要触碰到自己的邪恶，摇头道：谢谢，不吃。赵小涵眼睛眯了眯，毫不客气的一口就把手里足有手掌大小的包子一口吃掉。我操，这么大的包子，你是怎么一口全部吃掉的？江叔下意识夹紧了双腿。你怎么有我家钥匙的？江叔忽然想起来了，问道。赵小涵赶紧利落咽下包子，擦了擦嘴，道：你能有我家钥匙，我就不能有你家钥匙了。江叔神色一肃，我没有。赵小涵气得冷笑一声，去年你趁着我熟睡的时候偷偷摸摸来我家里，然后翻开冰箱把我的奶喝了个干净，你当我不知道吗？说着赵小涵愈发气愤，你知道你行为对我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吗？那段时间没有牛奶喝，我都快营养不良了。江叔看了看赵小涵丰润的宛如蜜桃一样的身材，觉得营养不良这4个字完全没有说服力。哦，他不咸不淡地应了一声，估计赵小涵这家伙也是偷偷摸摸拿自己的钥匙
去外面做了一个倒模。呸，是配了一把新钥匙。听说你为了50亿职业点，放弃了我推荐你进入无双的名额。赵小涵双臂环胸，眼神变得危险了起来。江叔看到赵小涵这表情，心中一紧，糟糕，正主找上门来了。你看不起谁呢？我给你的这个名额高低也值100亿职业点。赵小涵恨铁不成钢的批评。江叔啊，不愧是连我都探不到底的女人，想法真的难以捉摸。你是懂抓重点的。韩子姐说的是，下次一定改进。江叔认真反思。赵小涵满意点头，而后他继续说道：听说你现在很强，都能当雷鸣公会的长老了。说着，他迫近一步，压迫感拉满，切磋切磋，让我看看强度。江叔倒吸一口凉气。裁判，有人带球撞人。江叔面色一正，道：我只是运气好，以赵姐你的实力，去雷鸣公会高低整个会长当当。赵小涵闻言，心里那个舒坦，谦虚道：哪里，当个副会长差不多了。江叔，阿涵，你来真的呀？你3转了。江叔估摸着赵小涵忙碌了这么多天，应该早都从 LV29 升级到30级了。我先前本来就离 LV30 不远，前2天就升到 LV30了。赵小涵坐到沙发上，舒展的后仰瘫在上面，道：我才从职业突破副本里面出来，幸亏爷实力强悍，不然就嘎在副本里面了。赵小涵就算躺着，身前的弧线仍旧饱满的惊人。爷你真的太强大了。江叔告诫自己，这只是好兄弟的胸肌，不过是强健一点罢了，才问道：你遇到了什么职业突破副本？堕落的烈焰狮子，一只 LV30 的领主级怪物。赵小涵骂骂咧咧，这东西皮糙肉厚，攻击力又强，我好多次都差点死在他爪子下面，要不是我的烈焰神拳对火属性攻击有着超高抗性，还真就死在副本里了。江叔想起来了，昔日他的雷法分身在江城就遇到过一只烈焰狮子，这是一种极为强大的领主级怪物，几十个职业者围攻也不见得是其对手。赵小涵能够单枪匹马的战胜烈焰狮子，实力不可谓不强悍。嘿嘿，另外我这次职业突破的时候，职业品质提升到了橙色。赵小涵洋洋得意的开口，一副你快来夸我的模样。职业突破是有机会提升职业品质的，只是概率极小，堪称万中无一。没想到赵小涵竟然就做到了这一点。赵姐牛皮。江叔极为捧场的拱了拱手。赵小涵心里美滋滋，笑得眼睛都弯成了月牙。没事，你继续努力，也有机会追赶上我。不是，赵姐，你咋膨胀起来了呢？如果我说我的一具分身都是金色职业，阁下又将如何应对？江叔想了想，对赵小涵发起交易。江叔欲要交易给你100亿职业点，是否接受？赵小涵耳边忽然传来系统的提示声，他诧异地看向江叔，而后低头数零，个、十、百、千、万、10万、千万。江叔看着搁这儿掰手指的韩子姐，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清澈的愚蠢。原来真的有人掰手指数数啊！钱太多了，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需要一个人替我承担一点。江叔略显惆怅地叹了口气。看到江叔这个表情，韩子姐不知道为什么不由自主捏紧了坨子。我踏马转折这么久，全部身家也才10多亿职业点，你给我说你钱太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就离谱。你以为我会和你客气吗？赵小涵毫不客气收下这笔巨款。江叔却是没有丝毫心痛的表情。玩归闹，闹归闹，别拿人情开玩笑。在他最为微末的时候，是赵小涵费尽心思给他准备了一把蓝色品质的金刚短剑，如果没有这把金刚短剑，他杀鸡都费劲。在你最低谷的时候，没有人有义务对你好，所以每一个这时候关心你的人都值得被铭记。江叔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购买了雷源之星后，他总共有180亿职业点，他毫不犹豫地分赵小涵100亿，因为他值得。叔子，你变了，你以前可是一个小气鬼，现在这么大方，一定有鬼。赵小涵一脸狐疑地看着江叔。江叔，妈的，赵小涵，老子刚说你一句好话，你踏马就蹬鼻子上脸是吧？把我的职业点还来。江叔面无表情地伸出手。赵小涵这才神色一松，嘻嘻，你这样子我就放心了。不是，赵小涵，我今天发觉你是不是有 M 倾向？什么你的我的都是兄弟，你的就是我的。赵小涵看到江叔黑着的脸，开心地拍起了肚皮。涵子姐，你是真的不拿兄弟当男人看是吧？好了好了，姐姐我也不占你便宜，以后遇到任何事情我罩你。赵小涵站起身来，拍了拍胸脯。江叔看到赵小涵义薄云天的样子，感觉到心不稳，赶紧脑补韩子姐小时候抠鼻孔的样子，强势镇压心魔。韩子姐，你赶紧把这些钱花了，买点高品质装备，别嘎在秘境里面了。江叔提醒道。赵小涵一脸关爱智障模样的看着江叔，谁告诉你高品质装备是职业点就可以买到的？
江叔懵了，啥鸡巴玩意儿？有钱还买不到装备？赵小涵解释道：“你也注意到了吧，装备掉落的概率极低，而且怪物掉落的装备品质最高也只是红色。想要更高品质的装备，只有收集材料制作。有个生活职业叫做锻造师，我大夏所有的锻造师都集中在官方，他们之中有9星传奇锻造师坐镇，只有他们才有能力锻造出紫色及其以上品质的装备。由于高水平锻造师人数不多，他们每年锻造的高品质装备都是有数的，所以锻造名额极难获得。唯一的途径就是参加职业者大赛，获取积分，积分足够就可以锻造高品质装备。”听到赵小涵的话语，江叔如梦方醒。他先前就奇怪，自己杀了这么多怪物，都只掉落了20来件蓝色装备，原来高品质装备的获取途径根本不是打怪获得。虽然职业点买不到红色以上品质的装备，但不代表职业点不重要，因为锻造装备所需要的珍贵材料都是需要自备的。所以，叔子你给我的110职业点也很重要。赵小涵解释了一句。涵子姐特意解释这一句，你真的，我哭死。我打算升级到 LV40之后就放缓升级速度，先搞一套紫色以上装备，不然心里总是没有底，担心被拉入难以对抗的死亡级秘境，甚至是地狱级秘境。赵小涵说出自己的计划。其实到达 LV40之后放缓升级速度，这是绝大部分职业者的选择，因为不管是副本还是秘境，在40级之后难度都会暴增，如果不储备足够的实力的话，很有可能意外陨落。我建议你3转后参加职业者大赛，攒够一套高品质装备再继续升级。赵小涵看了看江叔，目光锐利起来。如果到时候我们碰到的话，我最多打爆你狗头，对你够好了吧？谢谢你，涵子姐。江叔泪目。行了，我先去把等级升到40级，然后报名参加职业者大赛，就不和你瞎扯了。赵小涵豪爽地摆了摆手，潇洒离去。江叔看着赵小涵青春活力的背影，嘴角微微勾起。不是，我勾个毛线的嘴角啊！江叔强行把嘴角掰下来，舒服了。江叔打开职业者商城逛了一圈，发现果然如韩子姐所说，最高品质的装备都只有红色，甚至 LV20的装备连红色品质都屈指可数，绝大部分都是蓝色装备。装备共分为10个部位，分别是帽子、衣服、武器、护腕、手套、腰带、鞋子、裤子、项链、戒指，可以重复穿戴装备。老母猪戴胸罩，一套接一套，但属性值却不能叠加，所以基本没有职业者闲得蛋疼穿好几件装备。江叔身上有20件蓝色装备，但只是 LV15的巨象套装，属性比 LV20的蓝色套装略微差上一些。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把20件蓝色装备挂在职业者商城卖了，并且购买了3套 LV20的蓝色套装，妥妥的狗大户作风。他给本体购买的是蓝色品质暗影狼套装，侧重于敏捷，总价3亿职业点。给雷霆掌控者分身购买的是蓝色品质的黑巫师套装，总价值3亿职业点。给凯卫分身购买的是蓝色品质骷髅套装，花费4亿职业点。职业者商城里面的商家都有官方背书，职业点都是在官方中转一遍，确认收货后才将职业点划拨给商家，所以江叔并不担心中间出幺蛾子。果然1个小时后，快递送货上门。江叔本体穿上暗影狼套装，4维属性总共增加600点，其中最重要的敏捷属性增加300点。雷霆掌控者分身穿上黑巫师套装，4维属性同样增加600点，其中精神属性增加350点。凯卫分身穿上骷髅套装，4维属性增加650点，其中体质增加350点。装备问题搞定，实力再次飞跃性提升。之前江叔一直都是接近裸奔的状态，身上就那么1-2件装备，这并不是他不重视装备对于实力的提升，而是真的很穷，手里面刚有点钱就贡献给了职业进阶材料，就算小有积蓄也买不起几件蓝色装备。如果不是吴英、李一刀和傲天公会极为热情的友情赞助一波，他估计这回都在裸奔呢。江叔看向自己的2个分身，雷霆掌控者穿上黑巫师套装后，衣襟飘飞，显得极为潇洒，脸上的嘟嘟兔面具却又有一种活泼的感觉。从外观上看，这就是一个人畜无害的远处不甲类职业者，但如果真正看到他出手，才知道无害的外观下是如何暴虐的伤害。铠甲卫士身上的骷髅套装将他的身形勾勒得无比流畅，衣服上的骷髅透露着一种诡谲的气质，搭配上银色面具，让其更显神秘，远远看着就有一种压迫感。就他妈2个字，拉风。在颜值这一块，凯卫分身拿捏得死死的。看着自己的综合实力再次提升，江叔心中爽得飞起。果然，我的 XP 就是变强，开始职业突破。江叔目光幽深，内心低语：欢迎进入职业突破副本堕落的圣骑士，击杀堕落的圣骑士盖瑟，可通关副本。或存活24小时通关副本。
下一刻，江叔眼前白光一闪，来到了一处满是空旷的原野上。远处，一道伟岸的身影昂然而立，他手中金色巨剑不再炙热，而是漆黑一片，整个人显得魔气滔天。圣骑士盖瑟，他的状态似乎不对。江叔想到副本的描述，堕落的圣骑士，莫非这是魔盖瑟？正所谓洗白弱3分，黑化强10倍。眼前的盖瑟给了江叔无与伦比的压迫感。好消息，真的碰到盖瑟了。坏消息，这个盖瑟也太他妈吓人了。第24章，我抄，什么逼动静？就在江叔思绪纷呈的时候，前方的魔盖瑟猛然睁开双眼，那双眸子中一片漆黑。下一刻，魔盖瑟身形陡然消失。江叔身后，魔盖瑟手持黑色巨剑，朝着他的脑门无情劈砍而下。身后的破空之声让江叔背后汗毛竖立，他察觉到死亡的威胁。上一次盖瑟需要借助草丛才能位移突袭，但这一次却是可以直接瞬移，对自己发动致命一击，他的实力变强了很多。如此想着，江叔发动暗影冲刺，位移到10米之外，并且进入隐身状态。但魔盖瑟手提黑色巨剑，几步踏出，朝着江叔所站立的方向狠狠斩下。他能发现我隐身的位置？江叔来不及吃惊，速度爆发到极致，在坚不容发之际，堪堪躲开魔盖瑟的恐怖一斩。轰隆！江叔刚才所站立的地面被黑色巨剑斩中，地面宛如蜘蛛网一般裂开。江叔看得眼皮直跳，这尼玛要是被砍中了，不得当场回泉水洗澡。他在脚底摆放恐惧盒子，召唤出雷霆掌控者分身。雷霆掌控者分身甫一出现，眸中金光闪过，一道恐怖金色雷霆朝着魔盖瑟轰击而下。轰隆！魔盖瑟瞬间被金色雷霆吞没。惊雷闪，生命直负 6%。上一次遭遇盖瑟投影，雷法分身只能对盖瑟造成 1%、2% 的伤害，但这一次伤害直线提升。雷霆掌控者的暴力程度远超雷法。轰隆！1秒后，又一道惊雷闪轰击在魔盖瑟身上，生命直负 6%。雷霆消散，魔盖瑟身上的魔气宛如火焰一般陡然沸腾起来，将他全身包裹。轰隆！又是一道惊雷闪，生命直负 3%。这一次魔盖瑟只掉落了 3% 的生命值，他体表的魔气有着强大的防御效果。江叔心中燃起浓浓战意。雷霆掌控者整个眸子变为金色，雷霆之力汇聚为一条金色神龙，在他身周萦绕，整个人显得神圣而霸气。雷神之怒，降低 50% 防御力，增加 100% 破坏力，持续时间 30s， 冷却时间1分钟。这是雷霆掌控者舍弃一半防御，追求极致输出的狂暴状态。轰隆！惊雷闪再次轰击在魔盖瑟身上，生命直负 6%， 输出再次拉满。江叔本体没有闲着，不断的在雷法分身脚下摆放恐惧盒子，只要魔盖瑟敢突袭过来，盒子就能控住他一段时间。我超，怎么感觉本体成了盒子工具人了？但江叔知道，这就是影这个职业的特性，强大的分身才是自己最强的地方。这就类似于召唤流的战斗方式，总不能说因为召唤师本体不上去搏杀，所以本体没什么用吧？而且谁说本体没用了？没有本体都开不了这个突破副本好吧？下一刻，魔盖瑟身影骤然消失在原地，场中一片寂静。江叔对盖瑟的这个技能很熟悉，昔日盖瑟无限钻草丛，他无限隐身，两个人搁那儿虚空对决，硬生生耗了20多个小时。现在魔盖瑟进化到不借助草丛都可以隐身了，又和我耗？江叔嘴角露出冷笑。雷霆掌控者体表雷霆之力狂暴涌出，天空骤然变得无比阴暗，几十道金色雷霆骤然坠落，狂暴轰击在魔盖瑟先前所站立的地面上，20米直径的地方通通被金色雷霆覆盖。魔盖瑟身影显现而出，被金色狂雷吞没。9天雷动，以强悍的雷暴之力对敌人造成5倍破坏力范围性伤害，施法距离200米，覆盖范围为20米直径，冷却时间 20s。 你可以隐身，但我有大范围群攻技能啊。江叔只需要大概判断魔盖瑟的位置，就可以无差别攻击。魔盖瑟的隐身技能形同虚设，生命直负 10%。 同时惊雷闪轰击而出，生命直负 6%。 不得不说，惊雷闪真的太好用了，伤害高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冷却时间只有 1s， 对 DPS 的提升太大了。此时魔盖瑟的血量掉落了 37%， 战果显著。魔盖瑟实力明显比之前的盖瑟投影强上一个档次，但我变强的速度更快。江叔心中感慨，职业进阶真的变态，雷法进阶为雷霆掌控者，强度提升实在是太大了。而且
能够看到职业进阶路线的金手指和影这个职业实在太过契合，他才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个程度。江叔心中如此想着，手底下丝毫不手软，一道道金色雷霆朝着魔盖色轰击而去。生命之负 6%， 生命之负 6%。另一边，魔盖色双手拄剑，骤然闭上眸子。生命值正 3%， 生命值加3%，生命值正 3%。他的生命值以1秒1跳的速度逐渐恢复。我操，又是这一招！昔日就是这招治疗技能，让江叔像是吃了苍蝇一样恶心。但今天江叔看到这一幕，只是云淡风轻的一笑。魔盖色的生命值恢复速度完全比不上雷霆掌控者的输出能力。那么问题来了，魔盖色此时生命值还剩 60%， 他每秒回复 3%， 同时每秒掉落 6%， 每隔20秒额外掉落 10% 的生命值。问魔盖色的生命值将会在几秒后清零？江叔感觉略微算了一下，只感觉脑瓜子生疼。别问了，别问了，这道题对小学生来讲可能刚刚合适，但对大学本科学历的江叔来说还是太超前了。就在魔盖色血量掉落到 20% 以下的时候，他发出一声惊天怒吼，魔气宛如实质一般将他紧紧包裹成一个巨大的黑茧。片刻后，黑茧破裂，魔盖色的身影再次浮现。不同的是，他的血量已然恢复满，并且胯下多出了一匹2米高的魔马。江叔看得呼吸一滞，我操，2阶段是吧？轰隆，惊雷劈落，生命值负 4%。魔盖色策马奔来，手中3米的黑色巨剑扬起，宛如从地狱杀来的暴君。当魔盖色进入恐惧盒子的范围内时，魔马有了片刻的停滞，仍旧被恐惧了。雷霆掌控者分身趁着这个机会继续输出，6个恐惧盒子，我看你如何突破。哗啦！忽然，魔盖色撕下一片衣襟，绑在魔马眼睛上。魔马被恐惧的时间骤然缩短，1秒左右就清醒过来，朝着雷霆掌控者分身冲撞而来。6秒后，魔盖色朝着雷霆掌控者分身挥动了屠刀。你踏马也看封神第一部是吧？江叔心中暗骂一句。雷霆掌控者分身脚下雷光闪动，身形骤然消失在原地。雷闪！雷闪以雷霆之力突破空间，瞬移至50米范围内的任意地点，冷却时间1分钟。50米外，雷霆掌控者分身继续输出。至于江叔的本体，早在魔盖色骑马冲击而来的时候，早已经逃之夭夭。无他，为首熟耳。他继续在雷法分身脚下放置恐惧盒子。虽然只能控制魔盖色1秒时间，但生死搏杀，每1秒都决定战局的走向。高大威猛的魔马打了一个响鼻，蹄子践踏着地面，扭转方向，朝着雷法分身冲撞而来。骑乘战马的魔盖色速度超过500公里，甚至比江叔本体的速度还要快。50米的距离，瞬息而至。恐惧盒子发挥了作用，控住了魔马，让其速度急速降低。但只是1秒钟的时间，他便清醒了过来。魔盖色手中的黑色巨剑狠狠斩下，似乎是要把所有的怒火全部倾泻到这一斩上。雷霆掌控者的位移技能雷闪刚刚使用过，还处于冷却时间，此时他已经没有任何保命技能。极致输出的代价是身板脆如薄纸，这一击被斩中，雷霆掌控者分身绝对死亡。就在此时，一双布满了黑色鳞甲的手挡在了黑色巨剑面前。铿锵，刺耳无比的金属撞击声传出，魔盖色手中巨剑被这双手硬生生挡下。凯卫分身浑身上下布满鳞甲，挡在了雷霆掌控者分身面前。生命值负 10%。凯卫分身开启硬化技能，防御力增加3倍，同时还有凯化的3倍防御力加成，总计9倍的防御力加成。魔盖色分身只是对他造成了 10% 的伤害。雷霆掌控者分身没有底牌了，不代表我没有底牌了。虽然凯卫分身只是紫色职业，但极擅长防守，加上骷髅套装的加成，760点体质，让他可以直面魔盖色。江叔嘴角微微勾起，本体速度暴起，趁着魔盖色心力未生的间歇，他手中暗影狼刃从背后狠狠刺入对方脖颈。噗！生命值负 1%。噗噗！生命值负 1%。生命值负 1%。虽然魔马的移动速度极为惊人，但身为圣骑士的魔盖色敏捷却是逊色于江叔，被他抓住机会连捅3刀。3刀之后，江叔本体宛如一条游龙，藏匿于凯卫分身后方，捅了人就跑，就突出一个滑溜。与此同时，雷霆掌控者分身不断地召唤出金色雷霆，魔盖色生命值继续减少。在凯卫分身登场后，本来落入绝对下风的江叔再次占据主动，恐惧盒子继续放置，凯卫抵挡在正前方。雷霆掌控者分身不断输出，本体则找准机会疯狂被刺，但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凯卫分身能够坚挺到战斗结束。20秒后，
凯卫分身被巨剑斩中，生命值清零，而魔盖瑟还剩下9%的血量。危机再次来临，雷霆掌控者分身召唤出天雷，生命值负4%，魔盖瑟还剩4%的生命值，他的巨剑却马上就要斩击在雷霆掌控者分身之上。江疏本体朝着魔盖瑟背后投掷出一柄充盈着暗影之力的匕首，生命值负10%，收割之刃。对生命值低于10%的敌人，伤害值从3倍提升至10倍。一直没有使用的收割之刃，在最关键的时候对魔盖瑟造成了致命打击。魔盖瑟生命值清零，甚至还倒欠江疏5%。他化作一阵光雨，消散在天地间。江疏疲惫无比地坐在地上。魔盖瑟的恐怖是他所遭遇过的最强敌人，不论是本体还是2道分身，都是底牌尽出。最后险胜魔盖瑟，他感觉自己身体上下没有一处地方不疼痛。更要命的是，生死搏杀时无比紧绷的精神让他有种头痛欲裂的感觉，但内心的成就感也是无比巨大的。正面击败魔盖瑟这样恐怖的敌人，让他建立起极为强大的自信。虽然还没有职业突破获得属性点，但江疏清晰感受到自己的实战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生死之间有大恐怖，亦有大机缘，这样的经历让他的战斗意识、战斗技巧无比快速的提升。恭喜通关 SSS 级难度职业突破副本堕落的圣骑士，获得称号比肩传奇。江疏查看称号属性，称号比肩传奇，金色，通关职业突破副本堕落的圣骑士获得，佩戴称号可获得100点力量值、100点敏捷值，增加200点属性值的称号。职业突破到2阶，获得500点自由属性。江疏听到系统提示，内心狂喜，舒服了。过程虽然艰辛，但回报却无比丰厚。江疏退出副本，本体回到家中，困意袭来，他二话不说，倒头就睡。与此同时，职业者殿堂中负责值守中央光柱的一名男性职业者昏昏欲睡。忽然，光柱之中一粒漆黑如墨的光点骤然碎裂，让周围的建筑剧烈摇动。男性职业者猛然惊醒，什么逼动静？他抬头看向那枚碎裂的黑色光点，瞳孔猛然紧缩。堕落的圣骑士突破副本被人攻克了。第25章，凝聚3号分身。这是一个安宁祥和的下午，特别是职业者论坛的神王坝中充满了儒雅随和的气氛。有人能战胜神王投影，这种脑残快踏马回家吃屎去吧！笑死，竟然真的有人觉得那人是靠硬实力通关圣骑士的叹息副本的。那我是你爹，你信不信？什么小丑，滚出论坛！神王不可辱！先前圣骑士的叹息突破副本被人通关，这件事在神王坝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神王盖瑟当是最强者之一，他的传说事迹深入人心，追随者不计其数。有他投影坐镇的副本被通关，许多追随者急了。特别是一个 ID 名为科学家的职业者在论坛里随口说了一句，那人是不是靠着硬实力通关的？一旦激起千层浪，无数论坛大佬纷纷破口大骂。科学家很委屈的回帖，我只是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又不是说一定。你们骂我干什么？可能个锤子，他什么档次？和我神王相提并论？那人绝对是靠着什么卑鄙的手段苟过了这个副本。就在众人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个金色的 ID 冒了出来。麦克瑟，那名幸运的通关者大概率是身具浮空类技能。据我所知，盖瑟在3转前都缺乏对空攻击能力，所以才让他拖到了副本结束。麦克瑟的 ID 一出来，无数人无比激动，而且他所说的话极有权威性，几乎可以说让这件事盖棺定论。龙王都发言了，谁同意？谁反对？麦克瑟的职业是屠龙者，他的外号便是龙王。无数人开始对麦克瑟拍彩虹屁，说他铁口直断。就在这时，一个名叫双马尾仙女的 ID 发言了。哇！大家快看论坛主页的置顶贴，堕落的圣骑士突破副本被人通关了。而后，双马尾仙女还把那个原贴复制到了神王坝里面。震惊！堕落的圣骑士被人通关，魔盖瑟被人手杀，魔化盖瑟被人击败了。众人看到这个帖子后，简直怀疑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但一看帖子来源，职业者殿堂，其真实性难以质疑。此刻，神王坝中一片寂静，并且那个金色 ID 爱屠龙的麦克瑟巧咪咪地更改为离线状态，头像重新变为灰色。一个帖子，我让100万人沉默，让传奇职业者离线，听懂掌声。咦，是我卡了吗？怎么贴吧里没人说话？双马尾仙女疑惑地询问。而后，满堂文武竟无一人出声。100万神王拥趸，彻底破防。堕落的圣骑士副本被人通关，这件事宛如飓风一样席卷各大媒体，占据了头条版面。仅仅用时半个小时就正面击败魔盖瑟，通关者的实力恐怖如斯。
通关堕落的圣骑士的人，是否就是通关圣骑士的叹息的那名神秘人？一颗冉冉升起的职业者星星，战胜神王魔化投影，他是否有资格成为神王继承人？职业者星星乘风破浪，终是创造奇迹。清晨，职业者星星江疏终于苏醒。职业者星星所做的第一件事，先去厕所拉屎，而后简单的吃了个早饭，这才躺在沙发上清点这一次职业突破的收获。称号：比肩传奇，金色，通关职业突破副本堕落的圣骑士获得，佩戴称号可获得100点力量值、100点敏捷值，总共200点属性值加成，对实力是不小的提升。江疏美滋滋地佩戴上称号，他展示称号效果。最底部是蓝色的亡灵杀手称号，50厘米高，中间是橙色的见证传奇称号，1米高，顶部金光闪闪的比肩传奇称号，足有2米高，亮瞎人狗眼。这总计3.5米的高度，让金色的比肩传奇4个大字都没入天花板了。楼上一对情侣正在晨练，忽然4个只有一小半的金色大字从地板上冒出来，让昏暗的室内无比明亮。男生的动作忽然僵住了，面容呆滞地看着这一幕。什么逼动静？好在下一刻金色大字消失，室内重新归于昏暗。长妹，刚刚你看到了吗？男子惊奇开口。被称作长妹的女子咬牙道：别废话，快进来。男子：我好了。女子：江疏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对别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他隐藏称号后擦了擦冷汗。什么逼称号，外观这么浮夸。另一个收获是职业突破后获得自由属性点，这一次突破他获得了500自由属性点，比第一次多出了1倍多。越是成长到后面，不管是等级提升还是职业突破，获得的提升都更加巨大。而后他召唤出雷霆掌控者分身和凯卫分身。分身1号职业突破成功，获得自由属性500点，本体同步获得500点自由属性。分身2号职业突破成功，获得自由属性200点，本体同步获得200点自由属性。雷霆掌控者不愧是5星金色职业，突破后获得的属性点高达500点。铠甲卫士虽然没有这么恐怖，但也有200点自由属性进账。从 LV15 升级到 LV20，他积攒了75点自由属性，加上这1200点，总计1275点自由属性。江疏毫不犹豫把所有自由属性点加在了敏捷上，再加上见证传奇的50的敏捷加成和比肩传奇的100点敏捷加成，此时他的敏捷达到了恐怖的2645点。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只有我跑得足够快，敌人的攻击就追不上我，灾难始终慢我一步，这就是我的无敌之道。大概看了一下属性面板，点击展开。江疏对自己的实力心中有数，而后便开始最重要的事情，凝聚第3具分身。第2次职业突破后，他达到了凝聚第3具分身的条件。第1具分身从法师进阶为雷法，最后凭借材料雷源之心究极进化为金色职业雷霆掌控者，远程输出能力爆表。第2具分身从盾士进阶为铠甲卫士，虽然攻击力不像雷法那般恐怖无匹，但强悍的防御力在几次战斗中也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那么第3具分身选择什么职业好呢？江疏陷入了沉思。现在远程杀法已经有了雷霆掌控者，铠甲卫士30级再次进阶之后，防御力肯定会再次提升，那么自己缺的就是辅助治疗职业。盖瑟给自己加血的场景，给江疏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圣骑士的叹息副本中，他就是差一点被这个加血技能硬生生耗死。如果自己也有1具牧师分身，疯狂奶自己，那持久作战能力将会得到极大的增强。如此想着，江疏不再犹豫，开始凝结分身。共有战士、弓箭手等14个职业可选择，请为分身3号选择职业。牧师。下一刻，分身成型，站立在江疏身旁。请为分身命名。又到了喜闻乐见的命名环节。诸天万界第1世界，叶家横压一世；第2世家，秦家传承万古。那么第3世家便是林家。上榜理由：林动师兄壮哉我林家，家族中更有林雷、林明2大至高强者坐镇。第3世家，舍我其谁？林非凡。3号分身命名成功，可查看详细属性。江疏查看属性面板，姓名林非凡，职业牧师，白色，点击展开。很普通的白色职业4维属性。江疏目光注视着3号分身头顶，一行小字浮现而出：进阶路线1，职业牧师加材料光明鸟心脏等于职业光明使者，红色。进阶路线2，职业牧师加材料亡灵蜥蜴角等于职业阴阳师，紫色。2条职业进阶路线，一个是红色职业，一个是紫色职业。红色职业光明使者，进阶材料是光明鸟心脏。光明鸟
6阶王级怪物，其心脏价值不菲。这个职业从字面意思猜测是光属性类的强大辅助职业，对黑暗、亡灵类生物有着巨大的克制作用。糟糕，是心动的感觉。第二条路线，紫色职业阴阳师，进阶材料是亡灵蜥蜴角，6阶材料，价值10亿职业点左右。这个职业比较奇怪，牧师明明是光明类职业，进阶材料却是亡灵系，莫非逆乱阴阳，反死为生？糟糕，是心动的感觉。江叔觉得光明使者很好，所以他选择阴阳师。原因很简单，无子不行，有紫色职业，自然优先选择紫色职业。他登录商城，发现江城交易行就有亡灵蜥蜴角售卖，售价10亿职业点。先前江叔一共有230亿职业点，给了墨子姐10亿，购买雷源之心花费了50亿，给了韩子姐100亿，购买3套蓝色装备花了10亿，现在背包里还剩下60亿职业点。他深刻地感受到为什么职业者收入不菲，但却总是没钱的原因了。花钱如流水。江叔选择购买，付款方式选择了到付。不多时，交易行的人敲响了他的家门。江叔接过材料，仔细检查。亡灵蜥蜴角，6阶领主级怪物，亡灵蜥蜴的独角，蕴含浓厚的死亡之气。确认没有问题后，江叔十分爽快的付款。职业法师加材料，亡灵蜥蜴角等于职业阴阳师，紫色，符合进阶条件，是否进阶？是。亡灵蜥蜴角化作一道流光，没入3号分身林非凡体内，浓郁的死气将他包裹，一道道玄奥的符文在他体表蔓延。几分钟后，转职成功，可查看3号分身详细属性。江叔心中一喜，连忙打开3号分身的属性面板。姓名林非凡，3号分身。职业阴阳师，紫色， LV40 可进阶。等级 LV1。力量15，敏捷15，体质20，精神100。装备无。技能一逆乱阴阳，被动，增益类技能和伤害类技能效果互换。技能2充虚氧气，对50米范围内的5名对象治疗，让其瞬间恢复3倍破坏力值的生命，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3祝福，对50米范围内的特定对象施加赐福，让其破坏力增加 20%， 移动速度增加 10%， 持续时间 20s， 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4死亡之鞭，对50米范围内的特定敌人挥动死亡之鞭，造成3倍破坏力的伤害值，冷却时间 20s。 看到阴阳师的4个技能，江叔的沉默振聋发聩。不能说他不强，只能说有点怪。一技能逆乱阴阳，常驻被动技能，效果是将增益类技能和伤害类技能效果互换。也就是说，明明是治疗一个对象，在逆乱阴阳被动加持下，变成了伤害类技能。我操，毒奶！江叔懂了这个职业的尿性。不管是2技能充虚氧气，还是3技能祝福，如果对着队友放，治疗效果是没有的，伤害值是可观的。以后可以用这2个技能把怪物奶到死，绝了！唯一的一个攻击类技能死亡之鞭变成了仅有的恢复类技能。如果队友血量较低，啪的一鞭子过去，队友的血量就被抬起来了。想象着疯狂用死亡之鞭抽打队友的场面，江叔神情崩坏。我操，玩得这么变态的吗？但如果队友是韩子姐和墨子姐的话，也不是不可以接受。江叔收回思绪，完成职业突破后，本体和分身都可以继续升级，并且还多出了新的3号分身，需要的经验值更是恐怖。现在江叔满脑子都只有升级，并且先前刷巨人10项副本只能得到 S 评分，江叔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现在是时候复仇了。就在江叔准备出门的时候，小区门口格外热闹。哎，你怎么知道我转职成蓝色职业疾风剑客？一个长相普通的男子对着刚刚从小区门口出来的一个女生问道。女生眨了眨眼，谁问你了？等一等，蓝色职业疾风剑客。在大部分人都是白色职业的背景下，蓝色职业者已经称得上尊贵。他无比艳羡地看着男子，忽然觉得他普通的长相都顺眼了不少。李有炳，你真的转职成了蓝色职业吗？那你岂不是有资格进入5级工会，甚至是6级工会？被称作李有炳的男子自傲一笑，自然，这偌大江城几百工会任我挑选。他这话倒是没有吹牛逼，蓝色职业者已经相当抢手，就算是3大6级工会，他也是稳进。只是想成为3大工会精英成员就有些费劲了。这时又有不少人从小区里出来，不管是谁，李有炳上前都是一句：你怎么知道我转职成蓝色职业疾风剑客？不多时，他身边就聚拢了好几10个人，这些人纷纷夸赞和艳羡。李有炳心中爆爽，对位了，对位了，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他逐渐在众人的夸赞中迷失自己。一个大妈感慨道：我打小看到有炳这孩子
就觉得他有前途，你猜怎么着？现在一看，果然如此。李有炳心里那个美啊！要知道之前这大妈可是从来没给过他好脸色看，现在见自己发达了，忍不住来巴结了是吧？细说有前途。李有炳笑眯眯道。大妈一顿彩虹屁，让李有炳嘴角疯狂扬起，但又要顾忌形象，只能拼命压制。原来被吹捧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就在这时，李有炳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从小区内走出来，这不是江叔吗？李有炳热情招手，扯着嗓子喊道：“叔子，这边！”李有炳和江叔从小一起长大，关系相当不错。江叔一愣，歪日，这么多人凑在李有炳旁边搞什么飞机？他踱步朝着这么走来。没等江叔开口，李有炳就一脸惊讶地道：“叔子，你怎么知道我转职成了蓝色职业疾风剑客？”江叔，谁问你了？得，你踏马叫我过来就是显摆来了是吧？叔子，哥知道你的转职成绩并不理想，但做兄弟的发达了，怎么着也不会让你受委屈。我话就放这儿了，只要有我一碗饭吃，就有你一个碗洗。以后跟着我混，你有炳哥绝对不会亏待你。等我一赚了，到时候带你下副本去。有点义气，但不多。好好，这么完事吧？江叔淡淡道：“我记得你比我小很多才是，应该你叫我哥才对。”李有炳神色一正，虽然我比你小几天，但达者为师，我当你哥没毛病。我不是说年龄。李有炳闻言倒吸一口凉气：“你踏马当众揭我短是吧？叔子，你这样说话，哥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哥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哥是蓝色职业疾风剑客。你知道蓝色职业的含金量吗？初阶每升1级4维属性的增加值达到了恐怖的3点，白色职业只有1点，但哥足足有3点。你知道这有多恐怖吗？恐怖，比我足足少了7点。而且哥职业突破获得的自由属性更是数倍于白色职业，后续发展潜力更是无比惊人。”其他人听到李有炳的话，纷纷倒吸一口凉气，蓝色职业竟然恐怖如斯，看向李有炳的目光都多出了一丝敬畏。李有炳心中暗爽，而后语重心长地拍了拍江叔的肩膀：“虽然都是兄弟，但哥现在牛批了，是有身份的人了，你在外面还是要给哥一点留薄面。好好，装起来了是吧？”江叔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并一不小心把工会职务给露了出来。工会信息：雷鸣工会6级，工会职务：长老。江叔头顶这明晃晃的几个大字，让场中众人想要忽视都不行。雷鸣工会长老，江叔是雷鸣工会长老，这一发现让场中众人惊掉了下巴。雷鸣工会是江城仅有的3个6级工会之一，声名赫赫。长老是工会中最有权力的10多20个人之一，也就是说，江叔已经站立在了江城的权力巅峰。小区里的居民什么时候见过这种阵仗？场中响起一连片倒吸凉气的声音，小区门口气温都上升了几度。雷鸣工会长老据说需要7阶强者才有资格担任，这可是妥妥的大人物。我们小区什么时候出了这种人物？长老不仅有权任命普通工会成员，甚至可以任命精英工会成员，也就说是，如果搭上江叔的线，就可以成为雷鸣工会成员，一飞冲天。这些话语响起之后，人群变得更加疯狂。某老婆婆，江叔啊，你小时候还来我家吃过饭，你记得吗？那时候我就知道你不同凡响，现在你果然发达了，有没有空再到我家坐坐呀？我家闺女的手艺可好了。某大叔，江叔你现在一飞冲天，给我们小区长脸了呀！我们小区这么多年，可从来没有出过你这种人物啊！某寡妇，江叔，我就知道你大器晚成，我家水管堵了，你晚上来我家帮帮忙好不好？江叔看了一眼这少妇，你最好说的是水管。某男子，你这小骚蹄子，少用这一套来勾引江叔。你不要以为你在外营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你身体多脏，还好意思诱惑江叔？说着，男子对着江叔咧嘴一笑：“江叔啊，我家媳妇就是良家女子，肤白貌美，你晚上到我家坐坐可好？”江叔老脸一黑：“我操，什么牛头人！”无数人神情激动地吹捧江叔，场面极其热闹。李有炳，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吵闹。他看着江叔头顶的雷鸣工会长老6个大字，欲哭无泪。我真傻，真的，我明明知道江叔是逼王，我竟然在他面前装逼，这不是自讨苦吃吗？从小到大装逼就没赢过他，好不容易狠狠地装一次，竟然让我输得这么彻底。操！不，今天明明是我的主场，我不能让江叔抢了我的风头。李有炳心中发狠。砰！一声脆响，李有炳那头便败。本来所有人都在吹捧江叔，但此时目光都被李有炳的大礼所吸引。李有炳心中得意，看吧，装逼知道强如你江叔，也得被我暂时压制。义父，任命我为雷鸣工会精英成员可好？一声义父把江叔雷得外焦里嫩。阿炳，
你来真的啊？但李有炳的脸上却是没有丝毫不好意思。不怕兄弟开路虎，只怕兄弟开路虎不带我。人间清醒了，属于是。你的属性面板给我看看。李有炳当即展示自己的属性面板。姓名李有炳，职业疾风剑客，蓝色，等级 LV1，力量20，敏捷18，体质14，精神15，自由属性点0，技能踏前斩，突进到一个单位身边，造成2倍破坏力伤害，每次施法都会使你的下一次突进的基础伤害提升 25%， 最多提升至 50%， 在10秒内无法对相同敌人重复释放。看到踏前斩的技能描述后，江叔惊讶抬头看了李有炳一眼。阿里拉卡统，面对疾风吧，还真他妈是疾风剑客。他都不敢想象李有炳成长起来后刷怪有多快乐。而且疾风剑客的4维属性相当不错，搭配上踏前斩这个极为强力的技能，发展潜力相当巨大。而且对方都以最高礼节义父称呼自己了，江叔自然不会亏待兄弟。他当即把李有炳任命为雷鸣公会精英成员。其实以李有炳的职业强度，本来就有资格成为精英成员，只不过通过自己更加简单直接些罢了。李有炳看到自己成为精英成员后，笑嘻了。叔子，够义气啊！他拍了拍江叔的肩膀，脸上毫无刚才的谦卑低调。战略性义父罢了，难道我李有炳堂堂疾风剑客要一直卑躬屈膝吗？江叔瞟了这货一眼，淡淡道：我还说给你点启动资金买几件装备呢，看你这么嚣张，应该是不需要了。李有炳神色一正，义父，我相当需要。江叔，其他人看着李有炳没脸没皮的样子，像是在看乐子，江叔自己却感觉是在看乐子。好家伙，你他妈这也跟我学是吧？最终他给了李有炳10亿职业点。玩归玩，闹归闹，李有炳确实是他唯一的兄弟，他不希望李有炳真的嘎在野外了。看到账户上的10亿职业点，李有炳激动的浑身颤抖。他哪见过这么多钱？谢谢义父。李有炳重重拍了一下江叔肩膀，似乎下定了某个决心。我决定了，以后咱们各论各的，你叫我兄弟，我叫你义父。江叔，赶紧滚！好咧！李有炳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的离开了。场中几十个小区住户眼睛绿油油的看着江叔，他们可是亲眼看着江叔把10亿职业点给了李有炳。10个亿足以让普通人挥霍一生，但江叔就这么轻飘飘的拿给了李有炳，这意味该是何等豪横！可以说手里面稍微露一点，就足以让他们一生无忧了。就在他们想要继续拍江叔彩虹屁的时候，就看到江叔敏捷全开，化作一道疾风消失在原地。这几十人在风中凌乱。盖亚，早知道江叔要发达，我当初就应该和他打好关系的，太后悔了。如果以前我对他好一点，他会不会像对待李有炳那样给我10亿职业点？他们痛心疾首，恨不得时间能够倒流。就在这个时候，一道亮丽的身影从小区门口走来。李舒心，一个阿婆拉住李舒心，感慨道：舒心啊，你可有福气了，江叔现在发达了，刚刚他才给了李有炳10亿职业点呢。你和他关系这么好，他肯定也不会亏待你的。一个少妇艳羡的看着李舒心道：人江叔已经是雷鸣公会的长老了，但还是不忘旧情，连李有炳这种显眼包都要拉一把，你这妮子走大运了。另一个大妈道：我记得你和江叔青梅竹马是吧？一定要抓住机会啊，要是能成为他的正派女友，我都不敢想这日子有多好过。就是，舒心，这年头女追男不害臊，更何况人江叔人长得帅，地位又高，潜力又强，你要不把握住的话，后悔一辈子。听我一句劝，不要别的女的攻城略地了，你还在这马卡巴卡。李舒心听着众人的话语，只感觉整个人都是麻木的。江叔刚刚给了李有炳10亿职业点，转职为职业者之后，他清楚无比的感受到，就算对职业者而言，职业点也是无比宝贵的东西。虽然在野外刷怪买材料就可以获得不菲的职业点，但赚得多，花的更多。买装备要钱，修装备要钱，请人带升级要钱，向人学习战斗技巧要钱。他转职了1个多月了，现在非但没有积攒职业点，甚至还欠了工会几万职业点。但江叔一出手就是10亿，这完全足够自己购买一整套蓝色装备了。买了之后，甚至还有极大的盈余。李有炳这个跳脱不靠谱的人，竟然获得了这么巨大的财富，一切都是因为江叔念旧情，随手给了他10亿职业点。昔日自己和江叔之间的关系更甚于李有炳，但一切都回不去了。无尽的悔恨充盈李舒心的内心，他脸色一白，双目白眼一翻，直挺挺的晕倒了过去。众人，另一名雷鸣公会的公会频道相当热闹。第26章降服妖女。李有炳 ID 57542654，
被长老江叔任命为精英成员。这个提示让正在吹牛打屁的工会频道陷入了刹那的沉默。本来江叔一个 LV20的职业者成为长老，就让工会中许多人不服气，现在他竟然还动用权限，任命了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蓝色职业者，这令很多人心中更是不满。白雪平原3转练级地，4个雷鸣工会精英成员脸色相当不好看。队伍1号位的男子骂骂咧咧：“我踏马拼死拼活这么久，才成为精英成员。那个叫做江叔的长老直接就任命一个新人为精英成员，谁踏马给他这个权利这么做的？”2号位男子闻言感同身受，道：“他这完全是乱来，我雷鸣工会的秩序就这么被他扰乱。”3号男子冷笑：“一个 LV20的职业者，靠关系当了长老，竟然不知低调，竟然还动用手中权力发展亲信，令人可笑。”4号位女孩狠狠跺了跺脚：“不行，我一定要找他要个说法，他怎么可以这样？”4人商量一阵，而后纷纷决定寻找江叔本人，表明他们誓死不从的态度。虽然你是长老，但我们就不服你，你还能怎么着？与此同时，江叔已经到达1阶副本区域。其实以他现在的等级，继续刷 SSS 难度的巨人石像副本，收益已经不高了，但他仍旧选择了这个副本。无他，为记仇耳。不爆杀这个前期给他造成不小困扰的副本，他倒心不通畅。他强势挤入汹涌的人群，朝着副本光柱的方向前进。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今天的人格外多，挤起来很费劲。而且这4周踏马为什么全是女人？就在江叔附近，一个身穿后妈裙的少妇一声娇哼：“哎呦，你干嘛？挤疼我了，需要揉揉才可以。”说着，他自己摸了摸胸膛，一阵白花花的荡漾，看得江叔有些眼花。“我操，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与此同时，一群女人朝着江叔涌来。“小哥哥，加个联系方式。小哥哥，带我刷本好不好？小哥哥，我单身，我想和你鞭辟入里的交流一下。小哥哥。”江叔老脸一黑，妈的，果然是故意的。他面无表情地从人群中强势挤进去。心中无女人，杀怪自然神，我他妈现在只想杀升级。叮咚，忽然手机里传来消息提示。江叔取出手机，看到是赵小涵给自己发了的消息。爷用职业点买了一套蓝色装备，你看爷帅不？下面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身材高挑的赵小涵披着一身黑色盔甲，显得英武极了。最引人注目的是，胸前的盔甲以极其夸张的幅度膨胀了起来，形状圆润饱满。不是，赵小涵，你他妈是魔鬼吧？盔甲都能撑得这么满的？江叔放大图片，狠狠地批判了赵小涵一顿。不行，再看就道心不稳了。拿这个考验干部是吧？我经历上千部探花视频洗礼的道心坚不可破。江叔面无表情收起手机，触摸副本光柱上的光点，再次进入 SSS 难度巨人副本。原地，那些得知江叔是雷鸣工会长老，想要和他亲近的众多女子露出失望的神色。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念旧的人，就算等级到了 LV20，仍旧不忘初心，继续刷巨人石像副本。场中众人感慨。副本内，江叔召唤出雷霆掌控者分身，金色雷霆顷刻间就把身前的5只巨人石像淹没。生命值负 100%， 生命值负 100%，5只巨人石像被轰杀成渣。看着被秒杀的5只巨人石像，江叔心中爆爽。先前他面对这5只巨人石像的时候，本体、雷法分身和凯卫分身全力出击，费了老大的劲才把他们击杀。但现在只需要一发朴实无华的惊雷闪，就将5只巨人石像秒杀。有了对比，才有爽感。先前玩的是魂系游戏，现在玩的是一刀999秒杀的肉鸽游戏。1分钟后，50只巨人石像被全部灭杀。雷霆掌控者见怪救秒，1分钟的时间大部分还是花在了赶路的时间上面。这就是最强炮台职业刷怪的效率。因为江叔已经2转，击杀1阶的巨人石像是没有经验值的，但这仍然不影响江叔心中爆爽。恭喜通关 SSS 难度巨人石像副本，评分为 SSS， 等级差超过2级，无通关奖励。江叔满意点头，退出副本。副本外，众多人看到江叔仅仅花费了1分钟的时间就通关副本出来了，脑门上不由浮现出大大的问号。不是1分钟能干啥？他怎么就通关副本了？再抬头看看通关评价 SSS， 众人看向江叔的目光就像是看着一个怪物。1分钟最高评价通关 SSS 难度巨人石像，这他妈合理吗？他真的太快了。而后江叔又把 LV16、LV20的 SSS 难度副本通关了一遍。雷霆掌控者一出，全部爆杀。每个副本屏均用时不到2分钟。副本区域中，很多人都已经不刷本了，就在外面等着，
要看看江叔究竟有多快。就算他们已经足够大胆的猜测了，但江叔的快仍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要是小哥哥带我刷本就好了。几个女子语气中满了期待。求求了，带我吧。他们都不敢想，要是江叔带自己下本，他们该有多爽。1-2分钟时间就最高评价通关 SSS 难度，经验值一定很快就可以把自己灌满。江叔面无表情地扫视了他们一眼。家人们，谁懂啊？今天遇到一群花痴女，无语子，真下头。而后他选择了 LV20的2阶副本女妖的尖叫，难度 SSS。看到江叔进入这个副本后，副本光柱旁的众人发出惊呼，他果然2转了，难怪他可以爆杀1阶 SSS 难度副本，2转后他的实力肯定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刚刚2转就挑战 SSS 难度副本，而且还是单刷，他太勇了。你们说他能 SSS 评分通关女妖的尖叫吗？如果是别人的话，我会冷嘲热讽不自量力，但这家伙太邪性了，我不敢评价，有点不确定，再看看。就在此时，4名顶着雷鸣公会精英成员称号的职业者来到了副本区域，他们身上那凶悍的气势让周围的人不由自主为他们让开了一条路。他还挺认真升级的，竟然一大早就开始下副本了。1号位男子撇了撇嘴，看来他也是知道自己等级太低，难以服众，所以疯狂提升等级吧。2号位男子冷笑，疯狂升级，等级是那么好提升的吗？ LV20之后每升1级都极为困难，昔日我们在这个阶段提升1级需要足1个星期的时间。3号位男子摇头，别说这些废话，今天我们来就是让他知道，凭他的实力当长老还太嫩了。4号位女子气势汹汹，4人凶神恶煞的来到副本光柱前。你们刚才可看到我雷鸣公会的一个长老进入副本？1号位男子对着旁边的后妈群女子问道。看到了，他真的好快。后妈群女子夹紧了双腿，眼神迷离的回应。1号位男子，啥玩意儿？他刚刚通关了 LV15、LV20的6个 SSS 难度副本，平均用时不到1分钟。后妈群女子一脸向往，如果我能和他组队，我肯定升级到 LV20了，甚至经验值都溢出来了。1号位男子面色微微变化，他从公会列表中确定了一下江叔的等级。LV20没错啊，就算是2转了，也不可能如此快速的通关1阶 SSS 难度副本啊。他们清晰的记得，昔日他们2阶实力的时候，就带人刷过1阶 SSS 难度副本，结果是差点被暴打。SSS 难度副本里面怪物的10倍加成太变态了。心中如此想着，4人身上气势汹汹的感觉顿时弱了不少了。有点不确定，再看看他又进了什么副本？1号位男子问道。后妈群女子指了指光柱上的某个光点， SSS 难度女妖的尖叫，刚刚进去哦。2阶 SSS 难度副本，4人的表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且他仍旧是单通。4人的表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女妖的尖叫副本中，江叔前方是一片辽阔的湖泊，湖泊之中10只身材曼妙的女妖在湖泊之中沐浴。女妖身上穿着轻薄的纱衣，进水后若隐若现露出了大片的雪白。如果把这一幕拍成视频放在网站上的话，弹幕绝对会说1人1勺，不准多喝。不是，你们这些女妖这样子搞的话，会过不了审核的。进入 SSS 难度副本女妖的尖叫，10只女妖获得10倍属性加成，击杀10只女妖即可通关副本。与此同时，10只沐浴的女妖站起身来，水流从山峰哗哗流淌。B C B B D， 下线许久的手指歌再次发挥作用。这些女妖最少都是 B 级强者，其中最为恐怖的更是达到了 D 级。你们的强大，我认可了。就在江叔默默赞叹的时候，10只女妖发出极为刺耳的尖叫。啊！这叫声穿金裂石，让人耳膜发胀，眼前发黑， San 之狂掉。江叔总算是懂了，这个副本为什么叫做女妖的尖叫？这他妈是音波攻击啊！生命值负 5%， 生命值负 5%。江叔发现自己的生命值狂掉，片刻就掉落了 20%。不愧是 SSS 难度的2阶副本，女妖的尖叫杀伤力极大，并且无形物质，范围性攻击，难以防御。江叔毫不犹豫召唤出雷霆掌控者分身，9天雷动，轰隆，狂暴无双的雷霆坠落，将湖泊中的10只女妖吞没。生命值负 20%， 生命值负 20%， 10只女妖顷刻间掉落 20% 的生命值。昔日江叔面对同等级的巨人石像，雷法的攻击只能造成个位数的生命掉落，但雷霆掌控者却轻松带走女妖 20% 的生命值。对比之下，
江叔深刻感受到雷霆掌控者的强悍。被9天雷动劈中，女妖的尖叫声戛然而止。强悍无比的雷霆之力没入湖水之中，让10只女妖身体酥酥麻麻，只能轻声的叫唤。哼，英明。江叔听到这销魂的叫声，险些没有绷住。乱我道心，必须狠狠的惩罚他们。雷霆掌控者使用出金雷闪，劈落在5只女妖身上，声音更大了。于是场面变成了江叔召唤雷霆，10只身穿纱衣的女妖不住的痛苦叫唤。雷霆劈落，声音分贝就更大些。雷霆的间歇，声音就变成了低吟浅唱，极其富有节奏感。江叔想到了昔日曾经看过和遥控器有关的艺术片。3分钟后，10只女妖发出一声无比高亢的惨叫，生命值清零，升天了。经验值正 0.5%， 每一只女妖给江叔贡献 0.5% 的经验值。这还是 SSS 难度副本里面的怪物，也才这点经验值。也就是说，需要刷20次女妖的尖叫副本才可以升1级。江叔深刻感受到等级提升后，升级获取难度呈指数级提升。职业者的等级提升就像是一个倒梯形的池子，前期所需要的水比较少，到了后面每升1级所需要的水也就越多。2转后升级难度真的很大。江叔如此感慨一句，如果让其他人得知他的想法，怕是会气死。3分钟获得 5% 的经验值，60分钟就可以升1级，这个速度比其他人动辄10天半个月才升1级的速度快上了太多。如果这也算难的话，想必有无数的人愿意替江叔承受这一份痛苦。恭喜通关 SSS 难度女妖的尖叫，通关评分 SSS， 通关奖励白色纱衣，红色装备，获得红色装备。江叔查看装备属性，装备名称白色纱衣，红色，佩戴等级 LV 20 2阶，佩戴要求女性，属性力量加10，敏捷加20，体质加10，精神加60，总共增加100点属性值，其中精神属性足足增加了60点。江叔看着手上薄如蝉翼的纱衣，回想了一下先前女妖穿了但又像没穿的场景，对这件装备的评价更上一层楼。好东西，韩子姐作为自己的好兄弟，我收集一套红色装备给她，很合理吧？没办法，自己就是对兄弟就是这么慷慨。等一等，韩子姐职业是拳师，精神属性加成对她用处有限，又3转了，怕是看不上这件装备。算了，她没这个福分，还是给墨子姐靠谱一些。墨子姐人挺不错的，这件装备仅限于女性穿戴，给她正好合适。顺便再检查检查墨子姐穿上合不合身。收好装备后，江叔退出副本。第27章，参见尊贵的长老。江叔的身影出现在副本区域后，妖女的尖叫副本光点下方出现 SSS 的评分。本来喧哗的场面为之一静，许多人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从牙缝里极为艰难地吐出几个字：3分钟，3分钟就击溃了10只 SSS 难度的妖女，她的火力究竟该多恐怖？妈耶！我就说她邪性吧，竟然3分钟通关2转 SSS 难度副本，还是 SSS 评价通关，太恐怖了！我先前对那些巴结他的女人嗤之以鼻，现在我只想说，大神性别不要卡得那么死。雷鸣公会4人组看到 SSS 通关评价后，瞳孔猛然收缩，他们太清楚3分钟最高评价通关 SSS 难度妖女的尖叫副本的难度了，心中对于江叔的质疑不满在此刻被彻底击碎。这他妈哪是关系户，分明是过江龙。江叔此时也看到了头顶雷鸣公会精英成员的4人，不由疑惑看向他们。4人神色一肃，迈步上前，拜见尊贵的江叔长老。诋毁江叔，理解江叔，敬畏江叔。只是几十分钟的时间，他们的心态发生了无比巨大的转变，从誓死不从变化为现在的已经是江叔的形状。职业者的世界，实力就是一切。江叔现在等级虽然稍低，但就其恐怖的潜力，绝对可以一飞冲天。届时别说是雷鸣公会的长老，就算是会长之位也非他莫属。这时候不抓紧时间巴结，必定遗憾终生。江叔并不知道他们的心理历程，只是惊奇地看着4人。妈耶，雷鸣公会的成员这么有素质的吗？自己一个 LV 20的职业当长老，不应该跳出无数人嘲讽自己诋毁自己吗？然后自己一路变强，逆袭打脸。这剧情放小说里至少能写10章。为什么我的心里涌起了一股无法装逼的悲伤？我4人愿效忠长老，替长老鞍前马后。4人拱手，一脸诚恳地看向江叔。江叔轻轻叹了口气，鞍前马后就不必了，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虽然不反感这些人主动巴结自己，但心中却也没有什么喜意。锦上添花谁都会，雪中送炭才难得。
那些一路走来的故人，才有资格在他心中占据一定的位置。至于这些锦上添花的人，也就那样吧。四人脸上浮现出浓浓的失落之色，但不敢有丝毫怨言。打扰江叔长老了，十分抱歉，我们这就离开。1号位男子表现极为卑微。众人看着4名雷鸣公会精英成员离去的身影，看向江叔的眼神多出了一丝敬畏。这3人从身上穿戴的装备就可以看出是3转职业者，但他们对江叔称得上毕恭毕敬。这种无形的权威让场中众人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甚至那些想要去蹭江叔的妹子也下意识拉开了距离。这种身份上的巨大差距让他们不敢像刚才那般随意。就在这时，江叔对着后方某个方向挥手：“墨子姐，这边。”此刻他脸上那种代表着权势的威严宛如冰雪一般消融，脸上的笑意宛如邻家男孩一般阳光灿烂。众人回头看向被江叔称作墨子姐的女生，只见她身材修长，面容温婉，特别是那双长腿，看得人眼睛发直。他们对李墨雨投去了无比羡慕的目光。他让一个大人物褪去所有光环，以最自然和亲切的态度对待他，这是那4名雷鸣公会3转强者都远远无法享受的待遇。李墨雨被众人的这种目光盯得有些不自在，走到江叔身前，压低声音道：“他们这样看着我做什么？”江叔也把头凑到了李墨雨耳边，鬼鬼祟祟道：“别管，我有个宝贝，你看不看？”李墨雨狐疑地看着江叔，总感觉这家伙一副要搞事的样子。无他，毕竟了解得太深入了。你怎么知道我2转了？墨子姐反手围攻，我偏不问，急死你！江叔听到这熟悉的话语，感觉尚未死去的记忆在攻击自己。不是，墨子姐，你怎么也学会这么说话了？今天上午李油饼的事儿我听说了，跟他学的。李墨雨强忍着笑意低声道：“李油饼，你真该死啊！能够顺利通过职业突破副本，你给的钱购买的那套蓝色装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天李墨雨想到那天江叔交易给自己10亿职业点的场景，脸色不由微红，余光看向江叔阴武阳刚的面容。他不会真的对我有意思吧？我和他虽然是青梅竹马，但一直清清白白，并没有往这个方向想过。可是如果他真的对我表白的话，我该怎么办呢？拒绝？答应？李墨雨心乱了。就在这时，李墨雨看到江叔点了点头：“能帮到你我就放心了。待会儿我要继续刷副本，就不足你分我经验了。”李墨雨听到这话，整个人都清醒了。我真傻，真的，这家伙下副本甚至都不愿意带我竟然会觉得他这家伙对我有意思。他的 XP 应该是升级。想到这2天的心神不定，李墨雨就尴尬的抠脚，妥妥的自作多情。墨子姐，这件装备给你。说着，江叔把白色纱衣交易给了李墨雨，而后再次进入 SSS 难度女妖的尖叫副本。李墨雨查看白色纱衣的详细信息，被他惊人的属性所震撼。这是一件极为不凡的红色装备。而后又看了看样式，薄如蝉翼的纱衣从2侧包裹上身，正前方几乎没有遮挡，下身从大腿几公分处开叉，可以让整个大腿显露无遗。这还不如不穿呢。李墨雨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他抬头看向先前江叔站立的地方，红着脸咬了咬嘴唇。这家伙送自己这种衣服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么强的装备，墨子姐一定非常喜欢。副本中，江叔一边引动金色雷霆，继续蹂躏10只女妖，一边为自己的慷慨点赞，而且有点想看看墨子姐穿上这衣服的样子是怎么回事。江叔脑海中闪过墨子姐那白皙的发光的皮肤，以及那双堪称逆天的大长腿。想什么呢？这不过是好兄弟强健的大腿，只不过白一点，嫩一点而已。江叔赶紧稳固自己金丹后期半步9转大圆满巅峰境界的道心。3分钟后，恭喜通关 SSS 及难度女妖的尖叫，获得奖励黑色丝袜，红色，该装备为裤子位置。黑色丝袜的属性和白色纱衣基本一样。江叔看着手中的黑丝，陷入了沉默，脑海中又闪过光滑的黑色丝袜包裹在墨子姐修长圆润的大腿上的场景。白色肌肤在黑丝的衬托下宛若象牙一般洁白，修长的曲线摄人心魄，甚至大腿上的静脉都清晰可见，那包裹的交接之处勒进雪白的肌肤之中。我操，这些装备好色啊！江叔心里瞬间来动力了，必须给墨子姐刷一套完整的。没办法，自己对兄弟就是这么义气。第28章，我要挑战自己的极限在哪里？1个小时后，第20次副本的10个女妖被江叔击杀，等级提升至 LV21， 4维属性各自增加20点，获得20点自由属性。2转后，每升1级所提升的属性从15点提升到20点。这还只是本体升级，2个分身仍旧停留在 LV20，
至于阴阳师分身，还停留在1级。2转后的升级速度相当感人，这也是为什么江疏没有带李墨雨刷副本的原因。他需要的经验值是常人的3倍，现阶段经验值对他太重要了。尽快升级到 LV30，铠甲卫士分身可以再次进阶，到时候会迎来一次实力的暴涨。而后，江疏看着自己背包里的19件红色装备，除开重复位置的装备，只能凑齐一套：白色纱衣、黑色丝袜、红色高跟鞋、黑色眼罩、帽子位置、银色项链、蕾丝手套，10个位置一应俱全。套装总共可以增加600点精神属性，这是一个极为夸张的增幅。见识到这个恐怖的数值后，江疏心中也是暗自震惊。这个数值比自己身上增加300敏捷属性的暗影狼套装强上了太多。红色装备的增幅就已经如此夸张，紫色、橙色亦或是金色装备的加成该是何等恐怖。难怪赵小涵告诉自己 LV40 后，大多数职业者都会暂缓升级速度，参加职业者大赛获取紫色及其以上的装备。高品质装备的加成就突出一个夸张。看来自己以后也真的很有必要参加职业者大赛。收回思绪，江疏看着这一套装备的外观，眼睛不受控制地亮了起来。不管是白色纱衣、黑色丝袜、红色高跟鞋还是其他装备，都极有设计感。他都不敢想墨子姐穿上这一套装备后战力有多强悍，唯有用自己牢不可破的道心去检验一下墨子姐的真实战力。说着，江疏退出了副本。李墨雨此时也正好刷完一个困难级副本。李墨雨看到江疏后，神色纠结地走了过来。江疏，先前你给了我10亿职业点，拿了这些钱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你又给我红色装备，我想了想，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李墨雨微微仰头看向江疏。LV20 的红色装备市面上价值大概在1亿左右，对绝大多数职业者来讲的确算得上贵重。与此同时，江疏收到了李墨雨的交易申请。他看着李墨雨略带坚决的眼神，心中感动，并拒绝了交易。李墨雨诧异地看向江疏，我真的不要，我不想你因为照顾我影响自己的成长。李墨雨态度坚定。江疏点点头，对李墨雨发起了交易，一共19件红色装备，晃动李墨雨眼晕。等等，1个小时的时间，他又刷了19件红色装备。李墨雨张大了嘴，站在原地怔怔发神。装备的掉落率有多低，他再清楚不过了。别说是红色装备，就算是20件白板装备，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可以刷到。自己才刷完一个困难副本的时间，江疏又搞到了19件红色装备。李墨雨人有点麻。这巨大无比的反差，让李墨雨深刻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比人和狗都还大。你刚刚说什么？江疏一副惊讶的样子问道。李墨雨对江疏再了解不过，这家伙看起来略微惊讶，心里怕是早都因为装逼成功乐开了花。李墨雨性子温婉，但此刻也忍不住磨牙，被他装到了。先前那件我收下了，这些装备我替你挂在交易行卖了，到时候把钱转你。李墨雨面无表情的回答。急了，他急了。江疏心里笑嘻了，脸上却是一本正经的样子。墨子姐，你刚刚职业突破，正式上升期，有一套红色装备的话，你的升级速度会快上很多。最关键的是，如果这个期间你被意外拉入秘境，会有更多的自保之力。所以你自己先留一套，剩下的再拿去交易所上价卖了。李墨雨闻言心中感动。当然了，我建议你穿上这套装备之后，让我亲眼看一看这套装备的强度怎么样，我才放心。江疏补充了一句。李墨雨想到自己身穿白色纱衣、红色高跟、蕾丝手套的场景，脸色忽的一下红了。你是想试试装备强度吗？我都懒得拆穿你。哦，放心，这套装备太暴露了，我会在外面套一件普通的衣服遮挡的。李墨雨白了江疏一眼。职业者可以穿戴多套装备，只是属性不叠加罢了。李墨雨这个方法完全可行。江疏闻言痛心疾首。什么话？什么话这是？我把你当兄弟，你却把我当老色批。我觉得我还是很了解你的。李墨雨似笑非笑的道。江疏觉得必须要挽回一下自己的形象，道：澄清一下，我不老。李墨雨脸上的笑容骤然凝固。片刻后，李墨雨离开，江疏再次进入副本。这一次他选择的是 LV25 魔人的愤怒副本。同等级的 SSS 难度副本已经难以让他感到难度了，他要挑战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击杀1000只魔人和魔人首领，可通关副本。因副本难度为 SSS， 所有怪物4维属性增加10倍。前方1000只身材高大、双目幽深的魔人朝着江疏生猛扑来，他们要把这个渺小的人类撕成碎片。雷霆掌控者，给我杀！江疏身边戴着嘟嘟兔面具的雷霆掌控者分身从暗影空间内出现，金色雷霆狂暴涌出。25级的普通怪物魔人在 SSS 难度的10倍增幅下，速度极快，
攻势恐怖。下一刻，狂暴的金色雷海将几十只魔人淹没。9天雷动，轰隆！生命值负 70%， 生命值负 70%， 经验值加 0.04， 经验值正 0.04%。先前击杀一只女妖获得 0.04% 的经验值，一方面女妖是精英怪，经验值本来就要比普通怪多很多，另一方面是等级提升到 LV21 后，升级需要的经验值再度提升。所以此时江疏击杀一只 LV25 的魔人，仅仅获取 0.04% 的经验值。25分钟后，1000只魔人被击杀。不得不说，1000只魔人对江疏也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就算雷霆掌控者杀伤力无匹，但都硬生生杀了20分钟。如果杀的速度再慢一点的话，就真的被成百上千只魔人围攻。就在这时，巨山一般的魔人首领从远处奔来，他一路上踩倒无数树木，浑身上下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临近后，他对着江疏狂猛无比的嘶吼，似乎在发泄族人被杀的愤怒。领主级怪物的威势几乎让天地色变。5分钟后，魔人首领走得很安详，经验值正 5%。 恭喜您通关 SSS 难度魔人的愤怒副本，通关评分 SSS。 通关奖励魔人巨棒，红色。江疏查看魔人巨棒的属性，装备名称魔人巨棒，红色。佩戴等级 LV25 2阶。佩戴要求无。属性力量加70，敏捷加10，体质加40。4维属性总共增加120点，比白色纱衣多出了20点属性值加成。这件装备对战士类职业有着相当不错的加成。江疏二话不说，把这件装备丢给了铠甲卫士分身。其实魔人的愤怒副本难度要比女妖的尖叫大上不少，1000只怪物一波流的围攻，职业者很难在这种强大的攻势下坚持下来。魔人首领的实力也相当不凡，功高血厚，挨着就是死。但雷霆掌控者攻伐无匹，硬生生劈死了1000只魔人。最后的魔人首领在恐惧盒子以及雷闪的牵制下也被轻松击杀。只能说雷霆掌控者的含金量还在提升。相比起来，铠甲卫士分身和阴阳师分身就是妥妥的摸鱼大师，全程啦啦队了，属于是。等把阴阳师分身的等级拉起来之后，让他和铠甲卫士分身自己下副本去。你们已经是成熟的分身了，要学会自己挣经验。接下来的4个小时的时间，江疏继续在副本里狂杀。3号分身职业突破至1阶，获得100点自由属性，本体同步获得100点自由属性。3号分身职业突破至2阶，获得200点自由属性，本体同步获得200点自由属性。4个小时后，江疏的实力再次飞跃性提升。第29章，有内鬼，终止交易。4个小时的疯狂升级，江疏把大部分经验值都分给了阴阳师分身。阴阳师分身从 LV1 狂飙到了 LV20， 有大号带着升级，升级速度嘎嘎猛。阴阳师分身2次职业突破，总共给本体贡献了300点自由属性。江疏将其加到敏捷上，此时他的敏捷属性达到了恐怖的2985点，而阴阳师分身的属性也迎来了巨大的提升。姓名林非凡，职业阴阳师，紫色，等级 LV20， 力量140，敏捷140，体质145，精神245，自由属性点425，装备无，技能一逆乱阴阳，被动，增益类技能和伤害类技能效果互换。技能2充虚氧气，对50米范围内的5名对象治疗，让其瞬间恢复3倍破坏力值的生命，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3祝福，对50米范围内的特定对象施加赐福，让其破坏力增加 20%， 移动速度增加 10%， 持续时间 20s， 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4死亡之鞭，对50米范围内的特定敌人挥动死亡之鞭，造成3倍破坏力的伤害值，冷却时间 20s。 自由属性达到了425点。江疏毫不犹豫全部加到了精神属性上，阴阳师分身的精神属性变为770点，这是阴阳师分身没有穿戴任何装备的属性。如果穿一套蓝色装备，精神属性可以增加300-400点，总值突破1000点，比肩铠卫分身。我超，为什么感觉紫色职业有点弱？ LV20 的雷霆掌控者精神属性达到了2350， 2倍于阴阳师。一对比起来，紫色职业的强度似乎也就平平无奇。但江疏知道，正常紫色职业就是这个强度，甚至铠甲卫士和阴阳师的职业强度在紫色职业里面都是极为顶尖的。只能说铠甲卫士和阴阳师因为不够变态，所以显得和雷霆掌控者格格不入。本体影的职业强度在3个分身的加成下已经逐渐崛起。影的核心果然就是培养搬砖小号，搬砖小号越多，小号成长越快，的强度就越高。只有3个分身，影的强度就如此恐怖，
江疏都不敢想以后10来个分身的时候有多猛。除开本体和分身的等级提升外，江疏还收获了11件红色品质的魔人套装散件。魔人套装属性相当不错，不过更适合铠甲卫士这种近战防御类职业佩戴，而且佩戴等级是 LV25， 只有先放在空间戒指里面闲置着。收回思绪，江疏从副本中出来，他先回城，在公共厕所里面放空了自己，而后又去市场上购买了丰富的物资。和人必须要拉屎一样，人也必须吃东西。4个小时的高强度刷怪，江疏早已经饥肠辘辘。这一次他买了足够的补给，准备常驻副本区域。江疏回到副本区域，目光坚定地看向副本光柱。这一次不升级到 LV30誓不罢休。虽然有雷霆掌控者逆天的刷怪速度，但2转后的升级难度太大。他 LV21的时候刷一次 SSS 难度的魔人的愤怒可以获得 45% 的经验值，但 LV22后刷一次仅增长 30% 的经验值。越到后面升级越难。江疏乐观估计，想要升级到 LV30至少需要足足3天的时间。想到这，他轻声叹了口气，自语道：这升级也太难了。江疏身旁那些暗自关注着他的人听到这话之后，脸色变得极其精彩。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就算是普通的女妖的尖叫，至少都需要半个小时通关。魔人的愤怒更是需要整整1天才有可能杀光1000只普通魔人，见到最终 BOSS 魔人首领。你他妈3分钟单通 SSS 难度女妖的尖叫，30分钟单通 SSS 难度魔人的愤怒，你给说我升级也太难了。汝听人言否？但他们却又真真切切地从江疏脸上看到了那种惆怅。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十个人不由自主握紧了驼子。与此同时，远处2道高大的身影从不远处走来，一人戴着银色面具，一人戴着黑色面具，都显得极为神秘。众人看着这2人，均觉得气度非凡，不由侧目而视。这2人正是江疏的凯卫分身和阴阳师分身。这俩家伙先前的副本里面疯狂摸鱼，江疏把阴阳师的等级提起来之后，就决定让他们独自下副本。虽然通关副本速度肯定远远不及雷霆掌控者，但蚊子再小也是肉，不能白白浪费了。凝聚阴阳师分身以来都还没有实战检验过，正好趁着这个机会看看他的实战表现如何。有好几波人上前询问凯卫分身好阴阳师分身要不要组队，江疏自然坚决拒绝。不好意思，我和朋友不喜欢和别人组队。我操，都他妈戴上面具了，怎么还有这么多人找我组队？难道他们透过平凡的面具看到我帅逼的本质？果然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可惜没组到这2个人，他们其中一个穿着一整套蓝色装备，实力必定不俗。江疏忽然听到有人遗憾叹气：江疏，你可以不用解释，没人逼你。就在这时，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响起：我们队伍正好差2个人，你们可以和我们组队吗？身旁一个大长腿美女礼貌地开口询问。我操，这不是墨子姐吗？李墨雨长身玉立，身旁站着一个身穿绿色衣服的娇小妹子。旁边不少先前被江疏拒绝的人纷纷暗自摇头。这2个人极为高冷，不喜欢和别人组队，这妹子怕是要吃瘪了。下一刻，他们便听到极为干脆的声音：好，答应的，这叫一个干脆利落。众人，你他妈刚刚亲口说不喜欢和别人组队，怎么到了这个极品妹子这儿都没带犹豫1秒就同意了？灵活的组队底线是吧？片刻后，李墨雨、娇小妹子、江疏的2具分身组队。秦昊、林非凡。李墨雨侧目看向2人，念出了他们名字。组队状态下，虽然仍旧看不到队友的属性面板，但可以看到队友的名字。你们的身形好像我的一个故人，李墨雨轻笑着说道。江疏心中一紧，分身本质上就是本体的复制体，不仅身高长相和本体一致，甚至连硕大无朋都一模一样。李墨雨对他的了解太深入了，所以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分身体型和本体的相似性。但你们的气质完全不同，肯定是我想多了。说着，李墨雨自己摇了摇头。江疏心中一震，细说气质，呵呵，气质有什么不同呢？江疏让凯卫分身状若不经意的询问，实则已经竖起耳朵听墨子姐怎么夸自己了。你们的气质很宁静平和，不像我那个故人，不管摆出再正经的表情，都让人感觉贱兮兮的。说着，墨子姐嘴角微微勾起，似乎想到了什么开心的事情。江疏，好好，当着我的面毁谤我是吧？不过他很好，我很庆幸有这样一个朋友。江疏闻言一怔，没有说话。李墨雨结束闲聊，说起正事。你们说，我们选择哪个副本，哪个难度比较好呢？江疏闻言说出自己的想法。保守起见，先选择 S 级难度女妖的尖叫。首先澄清，他不是怀念女妖的现场直播。
他是单纯对这个副本比较熟悉，所以才选择他。以李墨雨加上凯卫分身、阴阳师分身的实力，通关 S 难度女妖的尖叫应该问题不大。至于娇小妹子，她自己介绍了一下她的职业 ，LV21的蓝色职业重盾专家，只能说是重在参与。娇小妹子听到江叔说保守起见，本来还暗自点头，但下一刻就听到了 S 难度女妖的尖叫，她险些没有绷住。上来就 S 难度副本，你管这叫保守？你是不是对这个词有什么误解？李墨雨总感觉这种说话方式有点似曾相识，他微微蹙眉，询问道：“以我们的实力，选择 S 难度会不会太过危险？”凯卫江叔和阴阳师江叔同时在队内展示自己的职业面板，紫色职业的光芒看得李墨雨和娇小妹子一愣一愣的。8000万人口的江城紫色职业一年不过几十个，这就让自己遇到了2个，那确实可以尝试一下。李墨雨点头，2个紫色职业加上他自己一个红色职业，确实有资格挑战 S 难度。至于娇小妹子，李墨雨觉得她重在参与。娇小妹子忽然挥舞着小拳头，重重说道：“既然如此，以你们的职业品质，加上我在前面保护你们，我们肯定可以通关 S 难度副本。”江叔，李墨雨，得，这位还很积极。片刻后，4人进入 S 难度女妖的秘境。欢迎进入 S 难度女妖的尖叫，怪物4维属性获得4倍加成，击杀4只女妖即可通关副本。不远处的清澈湖水中，4名身穿纱衣、身躯朦胧的女妖正在极为诱惑的沐浴。李墨雨看着女妖的穿着，忍不住脸色一红，这不就和江叔给自己的那套装备一模一样吗？现在他等级还没有达到 LV21，尚未满足装备佩戴要求，那要是升级了，自己岂不是也要穿这套衣服？太羞人了！李墨雨心中极其复杂，而江叔看到这曼妙的曲线，白皙的皮肤瞬间来了感觉。凯卫江叔二话不说，握紧拳头冲向湖泊，与此同时，身上黑鳞覆盖，野性十足。裂地拳，一拳轰击在湖边的一只女妖胸口。噗！他察觉到极大的阻力，生命值负 4%。好家伙，攻击到了敌人防御力最强的部位。江叔二话不说，再次抡动一拳砸在女妖那张魅惑的脸庞上。砰！生命值负 6%， 伤害正常了，舒服了。砰！又是一拳，女妖生命值持续掉落。娇小女子看着江叔宛如猛虎出笼，二话不说就是朝着女妖招呼3拳，那拳肉交击的声音听得她后牙槽生疼，忍不住小小倒退2步。妈耶，这个男人也太恐怖了！与此同时，李墨雨发起了攻击，他手中多出一个蓝色法器罡风，一声娇喝，狂风呼啸，汇聚为一柄罡风利刃，朝着江叔攻击的那只女妖狠狠斩去。噗嗤一声轻响，罡风利刃斩击在女妖脖颈处，生命值负 8%， 这个伤害值甚至超过凯卫江叔的伤害。虽然有铠甲卫士长于防守短于进攻的因素在，但红祭司的职业也相当不凡。就在此时，场中响起娇小女生的呼喊声：“女妖快要发动袭击了，你快躲开！”4只远处的女妖面朝江叔，欲要发动嘶吼技能。这是女妖唯一的技能，但其效果极为惊人，就算她是重盾专家，挨上一发嘶吼，至少都会掉落 15% 的生命值。李墨雨也是脸色微变，凯卫分身陷入4只女妖的包围之中，如果不及时躲开的话，甚至很有可能当场死亡。但江叔没有动，而是继续一拳一拳轰击那只被他揍得鼻青脸肿的女妖。下一刻，4发嘶吼技能朝着他迎面冲击而来。李墨雨和娇小妹子看着江叔头顶冒出的生命值掉落提示，生命值负 2%， 生命值负 2%， 两人愣住了，这个伤害值怎么这么低？不是伤害值低，而是他的生命值太高，所以掉落的生命值百分比很低。娇小妹子身为防御类职业，更是无比清楚此刻的生命值负 2% 代表着什么，这代表对方的综合防御力绝对超过3000。铠化状态下，凯卫分身获得3倍防御力加成，这个技能此时展现出狰狞的爪牙。李墨雨也是深深地看着凯卫分身一眼，而后继续攻击女妖。5分钟后，只剩下2个女妖，但娇小妹子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虽然凯卫分身防御力很强，但持续作战下生命值也只剩下了 30% 左右。4只女妖的嘶吼对凯卫分身仍旧造成了重创，但场中还剩下2只女妖，场面不容乐观。就在这时，一直旁观的阴阳师分身一步踏出，娇小妹子心中一喜，差点忘了这一位也是紫色职业者，有他出手绝对稳稳的。而后娇小妹子看到阴阳师分身手中凝聚出一道漆黑的鞭子，就更加放心了，这个技能看起来杀伤力就很大。下一刻，她看到鞭子被掷出，
狠狠砸在了生命值只有30%的凯薇身上。娇小妹子差点被惊掉了下巴。很喜欢娇小妹子的一句话，哥。她豁然转头看向阴阳师分身，叫你杀敌，你踏马攻击友军是吧？有内鬼，终止交易。第30章，连续刷了10个小时，此子有大毅力。就在娇小妹子被雷得外焦里嫩的时候，凯薇分身头顶冒出一行绿色的数字，生命值正5%。凯薇分身的生命值瞬间拉升一截。这是加血技能？娇小妹子不理解为什么鞭挞别人可以加血，但大受震撼。李墨鱼也是惊诧的看向阴阳师分身，这个治疗能力相当不俗。5倍属性的精英怪都只能对凯薇分身造成2%的伤害，但阴阳师分身一个技能就把血量抬了5%。果然，这也是一个强大的紫色职业者。如此想着，李墨雨和娇小妹子看到阴阳师挥手掷出一道温暖的红色光华，朝着4名女妖覆盖而去。冲虚氧气，冲虚氧气对50米范围内的5名对象治疗，让其瞬间恢复3倍破坏力值的生命，冷却时间1分钟。这是治疗类技能，可是他为什么治疗敌人？两人险些没有绷住。锁定治疗目标是每一个治疗职业的必修课，就算是初出茅庐的治疗职业也不会犯这种最低级的错误。阴阳师明显把治疗技能锁定错了人，资敌是吧？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哎呦，你干嘛？娇小妹子急了，看到这一幕就差跺脚脚了。明明这只女妖都快死了，你治疗她干什么？片刻后，冲虚氧气技能笼罩4只女妖，生命值负5%，生命值负5%。娇小妹子愣在了原地，李墨鱼也是微微张大了嘴。不是治疗类技能吗？怎么变成扣血了？这乃有毒。阴阳师的被动技能逆乱阴阳，增益类技能和伤害类技能效果互换。在这个技能的影响下，冲虚氧气这个加血技能变成了伤害类技能，妥妥的毒奶。娇小妹子看着衣服云淡风轻模样的阴阳师分身，忍不住再次倒退2步。这人感觉也好恐怖。李墨雨压下心中的惊讶，配合着凯薇分身和阴阳师分身击杀剩下的2只女妖，最终总共花费10分钟时间通关副本。恭喜通关 S 难度女妖的尖叫，通关评分 A， 无额外奖励。娇小妹子听到提示声，长舒一口气，虽然什么都没有干，但还是辛苦我了。太好了，10分钟我就获得了 0.4% 的经验值，也就是说1个小时就有 2.4% 的经验值，40多个小时就可以升1级了。娇小妹子脸上洋溢着喜悦的光芒，要是每天刷副本10多个小时，3天就可以升1级。本来需要10天半个月才可以升1级，时间缩短到了3天，这个效率让娇小妹子极其满意。李墨鱼也轻轻点头，笑道：这个效率确实不错。江叔体会过3分钟就 5% 经验值的感觉，现在1个小时才 2.4% 的经验，他只觉得这个速度像是乌龟在爬。但就算是这种让他难以忍受的速度，落在李墨鱼好娇小妹子身上，竟然觉得这个升级速度非常不错。果然，有的事情体验过之后就回不去了。凯卫江叔微不可察地叹了口气，他本人对这个速度肯定是极其不满意的，但蓝星有句古话，来都来了，2具分身闲着也是闲着，那就继续刷吧，继续开副本吧。另一边，恭喜您通关 SSS 难度魔人的愤怒，通关评价 SSS， 奖励红色装备魔人的护腕，通关时间30分钟，通关经验值 30%， 获得1件红色装备。一座低矮的山坡上摆放着一个烧烤架，本体悠闲地坐在一个宽敞舒适的躺椅上，左手拿着一串烤得金黄的羊肉串，羊肉极为饱满，表面烤制出一层薄薄的羊油，上面撒着孜然粉，刚刚从烧烤架上取下来，还冒着烟。江叔咬了一口，羊肉肉质劲道，肉香混杂着孜然味，冲击着味蕾。绝子！江叔听到通关提示之后，2口就把羊肉串消灭，站起身来，伸了一个懒腰，就突出一个惬意。本体吃着烧烤，躺在躺椅上晒着太阳，坐等雷霆掌控者分身嘎嘎乱杀半个小时，就把 SSS 难度魔人的愤怒通关了。江叔想着李墨雨和娇小妹子苦哈哈的杀女妖杀了10分钟，最后才 0.4% 的经验值，还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险些没有绷住。果然，如果你觉得负重前行，一定有人替你岁月静好。不行，我这样子实在是太散漫了，就算有雷霆掌控者分身，我也不能如此放任自己。江叔立刻决定，等待会儿出了副本，一定要在手机里下载几个烧鸡视频，狠狠的自律起来。至于为什么要去外面下载视频，这副本里面没有安装基站，没有信号啊。就在江叔3个分身负重前行，本体狠狠自律的时候，江城职业者论坛里面热闹了起来。种种枯骨
听说雷鸣公会任命了一个 LV20的小子当长老，雷鸣公会什么时候落魄到这种地步了？冢中枯骨，笑死！雷鸣公会缺人的话，我白骨公会里面有几十上百个 LV21、22的职业者，我们可以赞助你们几个长老。冢中枯骨，就这，你们雷鸣公会还想争夺江城第一公会的名头？我看你们还是回家种地去吧。冢中枯骨，白骨公会长老，本名吴中，七转大佬，在江城极有名气。他跳出来肉身开团，论坛里面瞬间热闹了起来。哇靠！雷鸣公会脑子被驴踢了吗？竟然让一个 LV20职业者担当长老，这不是自己砸自己的招牌吗？落魄了，家人们！昔日的江城三大公会之一，现在竟然混成这个样子了，雷鸣公会是不是要倒闭了？先前我听说这个消息还不信，现在吴中大佬证实了这件事。我说一句公道话，这事情真的很离谱。这位 LV20的兄弟究竟什么背景？他当长老是靠母婴传播、性传播还是血液传播？哎，你们大家也不要太过激动。当时李一刀任命那人为长老的时候，我在现场，他真的很不凡。从亡灵杀手那个称号看，他应当就是前段时间那个神秘雷法。我敲，竟然是他！大家伙找了这么久，竟然被雷鸣公会吸纳进去了。许多人通过一些细节锁定了江疏雷法的身份。冢中枯骨，一个紫色职业就可以无视等级担当一个6级公会的长老。可笑，我看雷鸣公会真的气数已尽。冢中枯骨，若在我白骨公会，雷法不过担任一个核心成员罢了，绝不会像雷鸣公会那般上赶着送出长老之位。这种行为真是丢我们6级公会的脸。冢中枯骨开团之前似乎早已经准备充分，对此并不惊讶。其他职业者一听，纷纷觉得白骨公会逼格拉满。不愧是白骨公会，行事有章法，升迁有原则，不像某些公会，为了一个紫色职业连脸皮都不要了。吴中大佬说的有道理，如果我是雷鸣公会的成员，得知此事肯定不服气。凭什么一个新人可以打破规则，直接当长老？这不是寒了兄弟们的心吗？我决定了，以后我一定加入白骨公会。至少白骨公会行事公道，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的事情，这一波我占白骨公会。不久后，一个知名 ID 跳了出来，给你一刀，吴中狗贼，你踏马内涵谁呢？我雷鸣公会内部之事，轮得到你在这逼逼吗？给你一刀，我踏马想把长老位置让给谁就让给谁，关你鸟事。这个 ID 正是雷鸣公会前长老李一刀。片刻后，吴中回应：冢中枯骨，急了，他急了。给你一刀，吴中老匹夫，你给老子出来，是男人就单挑。冢中枯骨，如果你仍旧是雷鸣公会长老的话，我倒是可是考虑考虑，但现在嘛，你什么档次？和我单挑？冢中枯骨。最后，希望各位有实力的职业者踊跃加入白骨公会。我白骨公会承诺，绝不会像雷鸣公会那般任人唯亲。我们将会秉承公正客观的原则，给予每一个成员应有的地位和待遇。疆场郊外，白骨公会驻地，吴中笑容满面的放下手机，只感觉神清气爽，舒服了。不仅狠狠地恶心了老对头李一刀，还圆满完成了会长布置的招纳贤才任务。白骨公会欲要冲击7级公会，就需要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就让雷鸣公会成为白骨公会通向王座的踏脚石吧。就在这时，一名中年女子神色匆匆地来到吴中身前。吴长老，最新消息，初级副本区域出现一个猛人，完全符合我们的招纳条件。吴中不以为意的道：猛人能有多猛？这种事情大多都是别人吹捧，实际上也就略微出彩罢了。以后这种事情就不要惊动了我了，随便派一个人去把他招纳进来就好。中年女子补充道：吴中老，我听闻他以2转的实力，3分钟就通关 SSS 难度女妖的尖叫，半个小时通关 SSS 难度魔人的愤怒，而且还是单通。吴中闻言，先前脸上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消散一空，脸上只剩下浓浓的凝重。消息属实？属实。我们有个公会成员今天在初级副本区域亲眼所见。吴中蹭的一下站了起来，快随我去请他入会。还有，封锁消息，不能让别的公会抢先了。如此英才，绝对是金色职业，这可比雷鸣公会的那个雷法强上1000倍万倍。20分钟后，吴中和中年女子来到了初级副本区域。那名刚刚一转的雷鸣公会普通成员早已经在此等候。人在哪里？吴中看向这个剪着碎发的男子，他还在刷副本，听人说他已经连续刷了10个小时副本了。吴中内心一惊，都是 SSS 难度的副本吗？碎发男子指向光柱中的某个光点，道：是的，都是刷的魔人的愤怒。吴中对这个副本印象极深，这个副本怪物数量众多，经验值算得上是2转副本中顶尖的。之所以他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他清楚记得自己当初2转的时候，和几个好兄弟足足刷了10个小时才通关副本，都尼玛快刷吐了。
果然是 SSS 难度。吴中眼中露出欣赏之色，这个副本怪物数量达到了1000只，强度非常高，他能够坚持不懈地刷10个小时，说明他的毅力之坚韧达到了一种恐怖的程度。有天赋的人很多，但是像这种既有天赋又肯努力的人少之又少。此子有大毅力，吴中心中愈发坚定将之招入白骨公会的决心，就算是给他一个长老之位，也一定要将其招揽。中年女子闻言点头，听说他半个小时就可以通关一次副本，10个小时他就通关了20次，也就是说他亲手击杀了2万只怪物。这么多怪物，换我的话肯定早都刷吐了，但他却坚持了下来。他这种一心变强不惧困难的能力令人钦佩。吴中微微点头，静静等待对方从副本出来。几分钟后，一道英武阳刚的身影出现在副本区域，就是他。碎发男子眼睛一亮，指着对方。吴中快步走过去，忽然看到对方的造型有些别致。只见男子右手拿着一串金黄欲滴的羊肉串，左手拿着一个手机，手机上还在播放着烧鸡视频。这副模样哪像是从副本里面出来的，分明像是在哪儿度假。吴中脑门上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是什么情况？有点怪，再看看。于是吴中眼睁睁看着江叔再次进入 SSS 难度磨人的愤怒。20多分钟后，江叔从副本里面出来，他手里的没有拿着羊肉串，而是拿着一个果盘，悠哉悠哉地吃着水果，看着手机视频。吴中大受震撼，这代表了什么？这代表对方在副本里一边刷怪，一边吃美食，一边看视频。吴中人妈了，搁副本里面度假去了是吧？第31章，你倒是讲讲价，让我心里好受一点。江叔是不是毅力非凡？吴中不知道，但他知道江叔看烧鸡亦真的很认真，出了副本都踏马不带抬头的。但从另一个方向想，对方刷 SSS 难度副本都如此游刃有余，此子之恐怖远超自己想象。吴中快步走到江叔身旁，这位小哥，我是白骨公会长老吴中。吴中先做了一个自我介绍，表明身份，而后又看了看江叔手机里扭动身躯的女子，轻笑道：呵呵，你也喜欢美女？江叔看了他一眼，面色平静地收起手机。不，我只喜欢看烧鸡。原来是白骨公会长老，不知有何贵干。江叔心中好奇，他记得白骨公会似乎和雷鸣公会关系向来不睦，特邀你加入我白骨公会，我们将给予你长老之位。江叔，哈，我已经是雷鸣公会长老了，我从小接受的教育不允许我做出背信弃义的行为。除了长老之位外，等你 LV40后，我们将替你准备一件紫色品质的武器。吴中自信一笑，紫色装备有价无市，只有通过职业者大赛积累积分，让锻造堂出手才可铸就，这价值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我今天是带着十足的诚意来的，相信我，白骨宫会是你最好的选择。江叔闻言倒吸一口凉气，紫色装备的价值他有所耳闻，这根本不是职业点能够买到的东西，如果硬要换算成职业点的话，价值绝对在1000亿以上。白骨公会这是下了血本啊，加入我们，我们会给你一个光明的未来。吴中语气坚定，江叔也感受到了对方的诚意。可是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对了，想起来了，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人与人要互相尊重，对方都这么尊重我了，我总不能让对方失望吧。灵活的教育，但是背叛雷鸣公会也不符合江叔的价值观，所以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虽然我不能加入你们公会，但我有一个朋友。当一个男人说我有一个朋友的时候，这个朋友的身份懂的都懂。没错，江叔想要引荐他的凯卫分身加入白骨公会，每一具分身除开不被秘境征召外，拥有完整的职业者权限，也就是说分身也是可以加入公会的。本体在雷鸣公会，凯卫分身在白骨公会，两者都有光明的未来。等以后阴阳失分再加入无双公会，江城3大公会俱在掌控之中。江叔感觉新世界的大门在向自己打开。就在此时，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桀桀，吴中老贼，你先前不是在论坛里诋毁我雷鸣公会的新晋长老吗？怎么现在上赶着又是送长老职位，又是送紫色装备？李一刀暗戳戳从江叔的影子中走出来，江叔看得一愣一愣的。我操，这家伙什么时候来的？一直藏在影子里，这是什么老隐蔽技呢？藏风，收敛气息，隐匿于阴影中，直至发动攻击，打破藏风状态。橙色职业刀狂的前行技能，七转强者自有其过人之处。吴中看到李一刀，脸色微变。以他的实力，这么近的距离，应该察觉到李一刀的前行才是。但刚刚心情激荡之下，忽略了对四周的侦查，让李一刀把他的所有话听了个仔仔细细。不对，刚刚李一刀的话是什么意思啊？回过神来，吴中惊骇地看向江叔。
他就是雷鸣公会的新晋长老。他不是紫色职业雷法吗？他怎么可以做到速通 SSS 级副本？哎，你不是看不上人家吗？怎么屁颠屁颠的跑过来招纳别人了？李一刀故作惊诧的询问。吴中被李一刀阴阳怪气的话噎得心里难受。哦，还说别人不过是一个雷法，何能担任长老之位？要是换了你们白骨公会，顶多一个核心成员。啧，阁下何故前倨而后恭？李一刀看着吴中难看的脸色，心里面爆爽，说着还把现场拍了个照发到论坛上。家人们，谁懂啊？吴中前脚刚刚诋毁我家新晋长老，下一秒就跑来挖人了，笑死！这就是白骨公会吗？我雷鸣公会不拘一格降人才，只要你有足够的天资、足够的实力，我们会给予最好的待遇。欢迎有志者加入。这个帖子发出去后，论坛上的风向为之一变，白骨公会声名受损，雷鸣公会名声大振。先前不少想要加入白骨公会的人纷纷选择雷鸣公会。李一刀心里美滋滋，这啪啪打人脸的感觉太爽了，而且让雷鸣公会威势大振，更多有实力的职业者将会选择雷鸣公会，这将会为雷鸣公会冲击7级公会奠定坚实基础。这时吴中也捋清楚了事情的原委，职业品质是可以进阶的，紫色雷法一定是发生了惊人的蜕变，提升到品质堪比金色职业。难怪李一刀不惜把自己的职务让给对方，一切都说得通了。吴中神色懊悔，因为情报工作的失误，这一次非但没有捞到好处，反倒是被雷鸣公会狠狠踩了一脚。江叔一直没有说话，他静静地观察局势。他敏锐看到了站在吴中身后的那名碎发男子脸上的懊悔之色，懊悔但没有完全懊悔，眼神之中有着隐藏极深的喜意。难道说原来是？江叔心里有谱了，这兄弟演员的自我修养没有学到位啊！小黑子露出了犄角，玩无间道是吧？江叔还原事情的经过，看似简单的一桩闹剧，实则是雷鸣公会精心安排的。先是引导白骨公会在论坛上发起攻势，而后安排暗子曝光自己的存在，但隐藏关键信息，利用白骨公会求贤若渴的心态勾引他们上套，最后站出来揭露，并把事情发在论坛上，踩白骨公会一脚，提升雷鸣公会的口碑。真是老母猪戴胸罩，一套接一套。这些大公会心都出脏的，最后效果也极为明显，白骨公会上套，被雷鸣公会狠狠踩了一脚。现在网上不少人都优先选择加入雷鸣公会，小小的一个计策让雷鸣公会赚妈了。估计这会儿雷鸣公会的高层心里都乐开了花，但江叔很不高兴。你雷鸣公会要和白骨公会争夺名声可以，但从始至终把我蒙在鼓里，随意操纵，阁下何故无缘无故把我当傻逼？江叔不乐意了，于是上前一步打断两人的争执。嗨，我插个嘴先。几人看向江叔，不知道他想要说什么。兄弟放心，我已经在论坛上替你狠狠地出了这口恶气了。李一刀豪爽地拍胸脯，你人还怪好的。我的意思是白骨公会求贤若渴的精神我认可了。李一刀哈，江叔给他发起一个私聊，你也不想你设局坑人的事情被别人知道吧？白莲花一样的李一刀脸色第一次变了。呵，兄弟你什么意思啊？我不太明白。师爷真是装糊涂的高手啊。吴中背后那个碎发男子应该是你们安排在白骨公会里面的暗子吧？隐藏关于我的关键信息，勾引吴中过来，你再恰如其时的跳出来把这件事公布在网上。只是略微出手就让白骨公会吃了一个不小的亏，真是好算计。李一刀神色彻底僵住了，事情的原貌和江叔所说几乎一字不差。妈的，他怎么看出来的？我仔细的推敲了数十次都没有发现计划的疏漏，但他一眼就发现了。尼玛，这小子也太妖了吧！对方给我开的条件是长老职位和一套紫色装备，你看着办吧。李一刀神色纠结，一套紫色装备，这尼玛都不能说是狮子大张口了，这简直是深渊巨口啊！但一方面他有把柄抓在江叔手中，另一方江叔的潜力确实超乎想象，所以他在犹豫如何压价。不行，最多3件紫色装备。最终李有炳报出了这个价格。好，成交。江叔没有任何犹豫，果断答应下来。李一刀有种风中凌乱的感觉，你答应的这么干脆，让我感觉亏了1个亿，我是不是又被这小子坑了？你他妈好歹讲个价，让我心里好受一点啊！李一刀像是吃了死苍蝇的一样，说不出的难受。但江叔明摆着潜力无限，自己亲口答应下来的东西，真拉不下脸皮来反悔。等你3赚了，我把3件紫色装备给你。李一刀心都在滴血，3件紫色装备对他这个7转大佬而言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和李一刀那副扭曲的表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江疏嘴角抑制不住的微笑。平白入账3件紫色装备，江疏只感觉神清气爽。韩子姐拼死拼活去打职业赛，能入账1件紫色装备吗？自己凭借过人的人格魅力，分分钟收获3件紫色装备。要是韩子姐知道这事，一定会高兴的捶墙吧。敲定下这件事之后，江疏对着吴中道：“虽然我不能加入你们工会，但我有一个朋友，实力不在我之下。过几天让他来你们白骨工会。过几天等级提升到 LV30，凯位分身达到2次进阶的条件，说不定到时候强度能够追上雷霆掌控者。实力不在你之下。”吴中闻言眼睛一亮，江疏的实力绝对比肩金色职业，那他这位朋友岂不是也是金色职业的水平？如果能够把他那位朋友招揽过来，自己这一趟虽然小受挫折，但绝对是收获大于损失，必拿下。好，只要你朋友够强，我白骨工会一定不会吝啬。这时李一刀说话了：“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你有这么强的朋友，应该介绍加入我们雷鸣工会才是。放心，待遇方面我们绝对不会比白骨工会差。”吴中闻言急了：“妈的，不给活路了是吧？妈的，李一刀，我劝你不要太过分。我和小友说好了的，你横插一脚算什么？我横插一脚？江疏本来就是我雷鸣工会之人，他朋友就是我朋友。四舍五入，他朋友本来就应该是我雷鸣工会的人。你找茬是不是？3句话，我让2个7转大佬为我骂街。你们不要再吵了，我怕口水溅我身上。嗨嗨，刀哥，人吴中长老都这么有诚意了，我拒绝别人也不太好是不是？我这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对我好，我真的不愿辜负别人的好意。”李一刀觉得江疏没有一个字在要好处，但字字都在说得加钱。这熟悉的感觉让李一刀梦回当初招揽江疏入会那天，他老脸一黑，又入了这小子的套。这小子心太黑了，说不定拉的屎都是黑屎。好，那就暂时不说这件事了，那到时候看谁的条件更加丰厚。李一刀冷哼一声，不再多提此事。这件事情告一段落，江疏本体继续督工刷副本。2天半后，本体升级到 LV26， 雷霆掌控者分身升级到 LV25， 凯位分身和阴阳师分身升级到 LV21。江疏实在扛不住了，回家睡觉。这一睡就睡了10多个小时。苏醒后如厕放空了一下自己，又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这才感觉浑身精气神饱满，活过来了。坐在沙发上，他浏览了一下疆场职业者论坛。论坛里面，雷鸣工会和白骨工会还在撕逼，这2方真的是精力旺盛。又看了看最近江城的大事，职业者大赛5天后开启，请 LV30及以上的职业者踊跃报名参加，进入江城前10将奖励5积分，并获得参加全国大赛的资格。这不就是韩子姐所说的那个职业者大赛吗？5天后比赛就开始了，到时候必定是一场龙争虎斗，但限定了报名条件，需要 LV30以上才可以参加。自己现在只有 LV26，5天的时间升级到 LV30并不太够用。越是接近30级，升级难度越大，从29级到30级所需要的经验估计是一个海量，这升级速度就突出一个变态。江疏心中有了浓浓的紧迫感，毕竟参加职业者大赛可以获得的好处太诱人了。紫色及其以上品质的装备对于整体实力的加成极为恐怖，江疏对此也是相当眼馋。而且装备品质达到紫色后，就拥有例如减伤、增伤、特殊效果等诸多特性，这些特性是比属性点更为珍贵的存在。不参赛获得积分，搞几套高品质装备，江疏倒心不畅。错过了这次参赛，只有等下个季度的大赛了。3个月的时间，变数太多，江疏并不愿意等。所以这5天的目标就是升级到 LV30。那么用什么方法提高升级速度呢？ SSS 难度的2转副本已经是极具效率的经验值获取方式了。比这更快的方式，江疏在论坛里搜了搜，还真的搜到了一个方式，那就是工会副本。有一个百人工会副本天灾军团，经验值之丰厚，碾压 SSS 级副本，但难度也是极为逆天的。这些年江城3大工会都未曾攻克这个副本，江疏把目光放在了这个副本上面。这个副本完美符合他的要求，然后他就看到帖子下面的最后一句话：该工会副本为3转副本，需要3转职业者才可进入。扯了半天白给。就在江疏吐槽的时候，一阵熟悉的眩晕感传来，秘境拉人。江疏脸上惊喜之色一闪而过，上一个秘境亡灵乐园让他经验值直接拉满，这次的秘境很有可能也会让自己快速成长，说不定可以直接在秘境里升级到 LV30。刚刚瞌睡就有人送枕头，感谢大自然的馈赠。下一刻他来到了一处昏暗的山脚，前方一座高耸的山峰宛如利剑一般直插云霄，
江叔身旁还有2女1男。这时4人耳边响起系统的提示声：欢迎来到地狱级秘境魔蟒的觉醒，击杀魔蟒或存活24小时可通关秘境。地狱级秘境，江叔心中一沉，馈赠个锤子，这他妈是要我的命啊！第32章，又逼我是吧？发现这个秘境竟然是地狱级难度后，江叔人有点麻。本来以为这个秘境是大自然的馈赠，没想到直接送了个大的。地狱级秘境的难度是众所周知的变态，对绝大部分职业者来说就是包进包死的存在，就算是金色职业者也极难从中活着出来。就在江叔人麻了的时候，耳边响起一个女子的哭泣声：地狱秘境，我怎么会被拉入地狱秘境？哎呦，我还不想死！女子的声音无比凄惨，听得人我见犹怜。江叔听着怎么有种很熟悉的感觉，扭头一看，哭泣的这个妹子扎着双马尾，鹅蛋脸，身材曼妙修长。我操，这不就是先前亡灵乐园里面那个圣光牧师妹子吗？这他妈都能遇到！双马尾妹子一边哭着一边打量3个队友，目光落在江叔脸上的时候，她的哭声戛然而止。哥，很明显她也认出了江叔。雷法大哥哥！双马尾妹子脸上骤然绽放出灿烂的笑容，这变脸技术极为顶级，这我都能遇到你，我们真是太有缘了。她似乎暂时遗忘了地狱秘境的危机，蹦蹦跳跳的过来，跑到江叔身前，仔细打量他。江叔也是有些无语，这都能遇到，只能说缘妙不可言。等一等，你他妈又扎我手是吧？江叔在双马尾妹子幽怨的眼神中把手抽出来。大哥哥，这次有你在，我就安心多了。双马尾妹子庆幸地拍了拍胸脯，胸腔竟然发出了咚咚的声响。没有阻力是这样的。江叔皮笑肉不笑的道：那你安心的太早了。地狱秘境，就算是他也感受到足够的压力。就在这时，场中响起另外一个女子的声音：一个雷法罢了，在地狱秘境里面只能当炮灰，你还当个宝一样。这个少妇穿着灰色长袍，露出修长白皙的大腿，紧身的长袍紧紧兜住出颤颤巍巍的身前。江叔打量了一下这个女子，道理很大，嗨嗨，不是，我他妈吃你家大米了吗？上来就针对我。少妇指了指4人小队中最后一个人，道：想要从这个副本中活下去，唯有指望他。沿着少妇手指的方向，江叔和双马尾妹子看到了一个雄姿勃发的男子，他容貌虽不算英俊，但却有着一种霸道的气势。他是我们德城的金色职业者，焚天之弓王峰，只有紧紧依靠他，我们才有一线生机。德城正是神王盖瑟镇守的超大城市，其规模比江城大上不少。金色职业者，这是江叔第一次见到除自己之外的金色职业者，只是远远看着都能感受到王峰体内蕴含的恐怖威势，甚至他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在沸腾。这就是金色职业者的强大吗？江叔神色郑重了不少。这一次的秘境再有一个金色职业者助拳，通关的概率要大上不少。大哥哥不是普通雷法，他实力很强的。我不许你这么说他。双马尾妹子不满地瞪了少妇一眼。少妇笑了，这种恋爱脑女孩真是幼稚。等她真正见识王峰的强大后，或许她才会认清楚现实。你们2个随我过去，乖乖听候王大少的安排。少妇板着脸安排，而后她小跑着走到王峰身旁，媚笑道：王大少，那2人我已经安排妥当了，待会儿你随意安排就是了。说着，她拍了拍胸脯，那白花花的沟壑一阵荡漾，幸好有您，不然进了这地狱秘境，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这副谦卑谄媚的模样和先前在江叔和双马尾妹子面前趾高气昂的样子判若两人。王峰对此却只是淡淡扫了一眼他沟壑，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向来让人不看重，他反倒觉得双马尾妹子的娇俏可爱更加对他胃口一些。少妇使用美人计收效甚微，心中失望，但很快的收敛情绪。他恶狠狠地看向江叔和双马尾妹子：你们2个还不赶紧过来，对付不了王峰，我还对付不了你们2个，你怎么能如此粗暴地对待队友？王峰说话了，脸上带上了和煦的笑容，对着双马尾妹子极有绅士风度的点头，而后走到了双马尾妹子身前，道：无需担心，我会带你通关副本。看着王峰态度如此温和地对待双马尾妹子，少妇的后牙槽都快咬碎了。虽然我已经28岁了，不像少女这么娇嫩可爱，但现在不都流行后妈风吗？少妇韵味这一块，自己明明胜过了她，为什么还比不过这个少女？双马尾妹子眨了眨眼，礼貌道：那谢谢了。这副样子虽然礼貌，但终究多了一丝生疏。王峰脸色微沉，他抬头打量了一眼江叔，英武阳刚，颜值拉满，他心中更是不喜，长得这么帅也有取死之道。但他没有立即发难，而是说起这个秘境的情况。地狱级秘境魔蟒的觉醒，昔日神王盖瑟曾经遭遇过这个副本，
所以我对这个副本还算了解。江叔闻言心中一动，神王盖瑟都来过这个副本，这可不是他遭遇过的投影，而是神王本体亲自通关过这个秘境，有意思。而从少妇先前的介绍中，这个王峰就是德成人，而神王是德成守护神，所以他偶然知道这个秘境的相关消息也很符合逻辑。魔蟒位于山洞之中，我们从山脚下的入口进去，一直前行就可以找到魔龙位置，击杀魔蟒就可以通关秘境。王峰说着话锋一转，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这山洞之中四处潜伏着魔蝠、毒蛇、魔蝎等怪物，它们都具有极强的毒性，一不小心被咬，生命值很快就会见底。而且魔蟒实力相当强大，有着降级实力，寻常职业者别说杀它了，就算是他召唤出来的小怪都无法打过。至于通关提示的坚持24小时就可以通关，我劝你们放弃这个幻想。如果不能及时击杀山洞中的魔蟒，秘境将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故，倒是只有死路一条。王峰确实对这个秘境极为了解，对各个细节的描述都极为到位。听到了吧？如果没有王大少，你们两个绝对会死在秘境里，还不乖乖谢过王大少？少妇看出王峰对双马尾妹子有意思，心中虽然不愿，但还是极为适时的给他唱白脸。江叔有点控制不住体内的洪荒之力了，不急，再套取点情报。怎么说话呢？既然大家都在同一个队伍，就应该同舟共济。王峰忽然呵斥了少妇一句，少妇抿紧嘴唇，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样。哼，他这人就是心直口快了一点，你们不要见怪。王峰淡淡一笑，走吧，我们先去山洞入口。好一个心直口快，意思是他的话很对，只是表达方式有点问题。江叔眼观鼻鼻关心，慢悠悠的跟在王峰后面朝着山洞走去。不急，先跟他耍耍。片刻后，四人来到了一处山洞入口。这个洞口被撑得极开，别说人进去了，就算是开着飞机，估计都能轻松进入。但潮湿的洞口内仍旧一片漆黑，显得极为诡谲。王峰停下脚步，扫视了三人一眼，道：这山洞里的毒物极其擅长隐匿，如果贸然走进去的话，很可能被咬，从而陨落。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人探路。少妇抱起王峰的胳膊，娇媚地道：王大少，这里面好黑，我好怕。一边说着，一边使劲蹭。王峰感受着手臂上传来的惊人柔软，嘴角露出一抹微笑。有的东西虽然腻人，但味道还是不错的。放心，你这么娇滴滴的一个美女，我怎么可能让你进去探路呢？而后王峰把目光放到了双马尾妹子和江叔身上，意思不言而喻，这探路的人就从你们两个里面选。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王峰不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双马尾妹子还能坚持站在江叔那一边。双马尾妹子脸色一白，蛇虫这种东西她本来就很怕，更何况是带有剧毒的。她回头看了一眼江叔，咬了咬牙道：如果非要选一个人探路的话，我去。上次他救了我一命，这次就当还他一命了，死就死吧，反正自己趁着这段时间又吃了好多的好吃的。江叔上上下下打量了双马尾妹子一眼，没想到你小小年纪还挺讲义气。在这种环境下，双马尾妹子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效仿灰群少妇倒向王峰，这样绝对可以不用去这危险的地方探路，但她却选择了主动站出来。少女，路走宽了呀。经不起考验的不是人性，而是人。在相同的处境下，就算绝大部分人都选择利己，但总有那么一些人选择坚守内心的底线。看起来极为跳脱的双马尾妹子，在生死抉择下坚守了自己的底线。就连江叔对她的抉择都很惊讶，王峰自然就更是意外。他意味深长地看了双马尾妹子一眼。就在这时，王峰的1号助攻手灰群少妇跳了出来，指着江叔的鼻子骂道：你他妈还是不是个男人，竟然让一个弱女子去探路。以他的社会经验，自然知道此时又到了自己发挥的时候。山洞里面这么危险的地方，你让他去，你就是这么当男人的？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有担当，什么叫做负责任啊？我要是换做你，都羞死在这里了。如果你识相的话，赶紧进去探路，不要等我继续骂你。我告诉你啊，现在我们女性独立精神都觉醒了，可不会让你这么欺负。灰群少妇骂的一句比一句难听。打拳是吧？翻来覆去就这几句话，建议你去番茄评论区进修一下，多学学打拳技术。江叔还没有说话，双马尾妹子就忍不住了。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被毒虫咬一下，同样都是死。这和男女有什么关系？合着你就是有危险的时候就高喊女性弱势，躲避危险；有好处的时候就打着男女平等的旗号，狂揽好处。你这种所谓的独立女性，狗屁不如！你卖弄姿色的时候，怎么没有想着自己是独立女性？江叔听得一愣一愣的。好家伙，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双马尾妹子，火力竟然这么猛！灰群少妇被骂得面红耳赤。
最气的是，对方也是女性，这让他想打拳都没法打。不要做这些无谓的争执，我说一句公道话。王峰制止了两人，他指着江疏，淡淡道：“最好的人选就是你，我的素养让我无法做出让两个女生去探路的行为。”他甚至还觉得自己很有绅士风度。江疏长长叹了一口气：“如果我不探路呢？”王峰傲然道：“要么死，要么探路，你选一样。”他这是装都懒得装了。他是从德城而来的金色职业者，如果不是为了在双马尾妹子面前建立一个良好的形象，他早已经抹杀了江疏几十遍。反正地狱秘境里死几个人很正常是吧？他身上的杀机逐渐浓郁。灰裙少妇见彻底撕破了脸，得意笑道：“刚刚给了你体面，你不把握住，现在只能让我们帮你体面了。敢忤逆王大少，你真的是自寻死路。”江疏深深地叹了口气：“为什么逼我？本来想要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和你们相处，换来的却是打压和谋害。我不装了，摊牌了。”下一刻，他身影一动，手中的暗影狼匕首划过灰裙少妇的脖子，噗！他的头颅缓缓坠下，而江疏已然回到了刚才所站立的地方，云淡风轻，就像是刚才只是吹过了一阵微风一样。咚！一声沉闷的声响，头颅坠地，灰裙女子死不瞑目。到死他都不敢相信，一个二转职业者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速度？他更无法相信，对方竟然敢当着王峰的面杀自己。王峰在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江疏动作，但江疏实在太快了，快到他无法阻拦，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击杀灰裙少妇。他看着灰裙少妇无头的尸体，瞳孔猛然收缩。他不弱于自己，一切都是误。他正想说出误会两个字的时候，便察觉到对方再次动了，奇疾如风，侵略如火，匕首瞬间抵达他的身前。第33章，打人不打肾，做人的基本原则。危机关头之下，王峰战斗意识全面觉醒，他一声暴喝：“焚天！”瞬间整个人被火焰包裹，气势节节攀升。下一刻，火焰一闪，他位移到50米外的地方，躲过江疏的持续攻击。焚天激发体内所有火元素之力，进入焚天状态，瞬移到50米内的任意地点，获得3倍火属性伤害加成，持续时间1分钟，冷却时间3分钟。瞬移类技能，靠着焚天技能脱离危险之后，王峰双脚站定，不动如松，双手弯弓拉箭，炙热的火元素在弓箭上凝聚。咻！他朝着江疏所站立的位置连续射出10箭，箭矢被火焰包裹，宛如炮弹一般划过苍穹。轰隆！10支箭矢衔尾而至，把江疏刚刚所站立的地方轰击出一个巨大的深坑。双马尾妹子看得目瞪口呆，这就是金色职业者吗？简直宛若神魔！暗黑亚龙帝心脏 X1，30枚锤子形状的钱币。看到这些收获，江疏脸都笑歪了。万伤弓是江疏得到的第一件紫色装备，看到它的具体属性后，江疏脑门上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顶到他的知识盲区了。第34章，全场的消费由王公子买单。装备名称：万伤弓，紫色。佩戴等级 LV35 3阶。佩戴要求：弓箭类职业。属性：力量加100，敏捷加150，体质加30，精神加20。特性：一破甲，增加2万点固定穿透。特性2：分裂，普通攻击可同时额外射出3支箭矢，其破坏力相当于主箭矢的 50%。看到万伤弓的属性，饶是以江疏的心性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总共高达300点的属性值，远超红色装备。紫色职业阴阳师第一次和第二次职业突破获得的属性值也不过是300罢了。这个丰厚的属性值让持有装备者实力立马暴增一截。除此之外，还有2个装备特性。特性1：破甲，增加2万点穿透。3转阶段，很多职业者的防御力都没有2000点，也就是说，佩戴上万伤弓的话，就直接把他们给透完了。破甲特性可以极大程度的提高输出。特性2：分裂，普通攻击额外射出3支箭矢，其破坏力相当于主箭矢的 50%。这是实打实的输出效率提升，而且 1.5 倍的倍率完全白嫖，无代价，无冷却，甚至比很多技能都好用。总体仔仔细细的打量万伤弓，终于从缝隙里看到了逆天2个字。难怪这么多人对紫色装备趋之若鹜，紫色装备真的生猛的一塌糊涂。江疏美滋滋的收起万伤弓，甚至此刻内心那一点因为标记符篆的担忧都消散无踪。如果被标记一次就可以获得1件紫色装备的话，那么他愿意浑身上下都被标记满。感谢王公子赠送的万伤弓。而后他又看向第2个收获，一整套红色装备，暴风者套装，每一件装备平均增加150点属性，一套下来力量属性增加300点，
敏捷属性增加700点，但佩戴等级是 LV30，江疏此时才 LV26，暂时无法佩戴，所以只能先将装备放进了空间戒指里面。感谢王公子赠送的一套红色装备。第3个收获，10件6阶紫色材料，有冰霜狼王的牙齿，紫色雷霆狮王的牙齿，紫色光明蜥蜴王的牙齿，紫色风妖王的牙齿，紫色10件紫色品质的材料。好家伙，你他妈是专业牙医吗？还是你的 XP 就是牙齿？怎么这些材料都是怪物的牙齿部位？吐槽归吐槽，江疏还是清楚知道这些材料的价值的。先前他购买的雷源之心价值50亿职业点，但其实连紫色品质都没有达到。这10件6阶的紫色材料，每一件单拿去卖的话，都是一个天文数字，赚大发了！感谢王公子赠送的10件6阶紫色材料。第4个收获，7阶紫色材料暗黑亚龙的心脏。别看6阶和7阶只差了1阶，但这其中的差距是极为惊人的。可以说，这颗暗黑亚龙的心脏价值足以抵得上这10件6阶紫色材料。血赚！暴富！感谢王公子赠送的7阶紫色材料。最后一个收获，30枚锤子形状的钱币。这尼玛什么玩意儿？江疏有点懵逼，他拿出1枚钱币放在手心，对着双马尾妹子询问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特殊钱币。双马尾妹子斩钉截铁的道：“江疏，如果我没有眼瞎的话，应该能看出来这是特殊钱币。谢谢你替我解答，你真的，我哭死。”双马尾妹子接着道：“这是铸造堂发行的货币，可以用来让他们帮忙铸造紫色及其以上品质的装备。这东西可以和职业者大赛的积分互换，比例1比1。它的名字叫做铸币，如果集齐10枚，就可以让铸造堂帮忙铸造1件紫色的装备。”江疏恍然大悟，可是铸币这个名字是认真的吗？兄弟，要铸币吗？想到这个画面，江疏觉得太美。但铸币的价值是极为惊人的，10枚铸币就可以锻造1件紫色装备，也就是说，自己又额外获得3件紫色装备。江疏心里美滋滋。感谢王公子赠送的30枚铸币。为什么会有铸币的存在？江疏好奇问道。他出身平民，对这种高大上的东西了解不多。职业点是绑定在规则化的系统上，日常使用倒还好，但关键时刻交易就不那么方便了，所以铸币这种可以任意流通的等价物就诞生了。双马尾妹子似乎对这些东西很清楚，侃侃而谈。在近万年的职业者历史上，推行过很多种等价物，只是因为这100-200年铸造堂声势浩大，铸币又确实好用，铸币这东西才流行起来的。历史上的币种可多了去了，我知道的就有好几种。在1000年前，有一个势力叫做天神殿，他们掌控无双权柄，发行了一种货币，名叫天币。天币？给你天币？江疏直呼好家伙。2000年前，还有一个势力叫做道天神殿，他们发行了一个货币，叫做偷币。偷币？发明这个名字的真他妈是人才。还有一个势力擅长烹饪，他们发行了一种货币，叫做馒头币。另外有一个以御兽起家的势力，因为其首领有一只9转通灵蝶，所以给铸造的货币起名为蝴蝶币。得，整花活还得看老祖宗的。相比之下，铸币这名字越听越顺耳。江疏学习了一波知识文化后，心满意足地结束这个话题。这一次的收获超乎想象，直接暴富。我就说嘛，人比怪的装备掉落概率高，这个里面的含金量还在提升。我能有今天的财富，全靠王公子倾囊相授。今天王公子不来，谁都别动筷子。想到这，江疏忽然觉得自己直接把王峰轰杀成渣有些太过分了，应该先说2句感谢的话再轰杀的。他看了看双马尾妹子，想了想，从空间戒指里又取出9枚铸币，一共10枚，递给了双马尾妹子。大哥哥，你这是干什么？双马尾妹子惊讶地看着江疏，他对铸币的价值一清二楚，别看只是10枚钱币，其实就代表了1件3转紫色装备啊！他就这么大大方方给我了，我不能要，这太贵重了。他摆手拒绝。江疏自然知道这很贵重，但他这人就主打一个恩怨分明。先前王峰逼人探路的时候，双马尾妹子坚定不移地站在他这一边，甚至主动要代替他去探路。虽然他并不需要，但别人的这份好意他是认的。这一次击杀王峰获得了这么多好处，只是拿10枚铸币出去，他完全可以接受。大丈夫行事便应该快意恩仇，快接着就当是用这10枚铸币堵住你的嘴，替我保守杀了王峰的秘密。江疏看着手中极有质感的10枚铸币，忽然感觉到就算是大丈夫也会心痛。你他妈倒是快点拿啊！我他妈看着白花花的铸币给了你，造孽啊，心疼啊！双马尾妹子这一次没有迟疑，极快地从江疏手中接过铸币。嘻嘻，谢谢大哥哥，
你人真好，我踏马给你这么珍贵的东西，你回过头来就侮辱我是吧？骂谁好人呢？其实，大哥哥，你完全可以用其他方式堵住我嘴的。双马尾妹子眨了眨眼，江叔，现在的小年轻都这么生猛了吗？似乎是察觉到自己的话有歧义，双马尾妹子的脸难道的红了一次。我的意思是，其实你只要对我说保密，我就会谁也不告诉的。他解释道。哦哟，你还会害羞？江叔啧啧称奇。你觉得我人好是吧？那我现在要求你关闭组队经验，你会不会感觉好多了？他转头看向双马尾妹子说道。双马尾妹子麻溜无比地关闭了经验值获取，这样就不会分走江叔击杀怪物的经验了，就突出一个乖巧听话。嘻嘻，大哥哥这样做一定有你的道理。双马尾妹子甜甜一笑，所以我还是觉得你很好。我超，真的有这么懂事的妹子吗？要是让哥几个看到了，怕是会觉得在演科幻片。江叔之所以让双马尾妹子关闭组队经验，原因也很简单，他要独享经验值。还是那句老话，现阶段他太需要经验值了。江叔满意点头，而后看向巨大的山洞入口，走吧，该进去了。说着，他又召唤出了凯卫分身，并使用凯化技能。虽然已经见过很多次了，但江叔仍旧觉得凯卫分身覆盖黑灵的样子却实帅。凯卫分身要外观有颜值，要强度有颜值，帅就完事儿了。双马尾妹子看到凯卫分身霸道狂野的身影，眼睛里冒出小星星，瞬间被凯卫分身的颜值所征服。他的眼睛来回的在江叔本体、雷霆守护者分身、凯卫分身三者身上转悠，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江叔自然知道，同时召唤出两具分身肯定会引人怀疑，更何况这秘境拉人都是限额的，此时凭空冒出来两个人，如果说不引人怀疑才怪呢。嘿嘿，其实我是一个召唤师，这两个人形生物都是我的召唤物。江叔尝试着解释。双马尾妹子满脸不信，不信我让他们叫两声。雷霆掌控者分身，嗷呜；凯卫分身，吼吼。双马尾妹子险些一个踉跄，你我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你何故把我当傻逼？这是我很重要的秘密，不要走漏一丝风声。江叔收敛起跳脱的表情，严肃叮嘱。其实如果换做一个心黑手辣的人，第一选择绝对是灭口双马尾妹子，只有死人才能真正的保守秘密，但可以杀，没有必要。这不符合江叔与人为善的准则，终究还是太心善了。就在江叔如此感慨的时候，双马尾妹子重重点头，把胸膛拍得咚咚响。我就算是死，也不会透露这个秘密的，大可不必这么用力，我听着都疼。而后凯卫分身开路，雷霆守护者分身紧随其后，江叔本体和双马尾妹子跟在最后。刚刚进入洞口，就感觉到山洞中的光线为之阴暗，并且有种阴冷潮湿的感觉。双马尾妹子紧紧牵着江叔衣角，四处张望，似乎生怕下一刻就蹦出什么可怕的东西。忽然，阴暗的山洞被光芒照亮，雷霆掌控者指尖跃动的电光起到了照明的作用，黑暗被驱散，四周的景象清晰可见。前方的山壁上扒拉着上百只巨大毒蝎，让人看得头皮发麻，甚至还有几只毒蝎的嘴角疯狂流淌着口水，黑色的涎液一滴滴掉落在地上，极为恶心。如果没有雷霆掌控者的光亮的话，江叔和双马尾妹子很有可能会直直走入上百只毒蝎的包围里面。那时上百只毒蝎一拥而上，只是想到这个场面，双马尾妹子都有种快要窒息的感觉。她顿住脚步，脸色发白，嘴唇嗫嚅几下，但却没有发出声音。就在这时，金色雷霆狂暴涌出，将前方的山洞全部覆盖。轰隆，呲呲，恐怖的爆炸中掺杂着血肉被烤焦的气味。9天雷动，生命值负 50%， 生命值负 50%， 密密麻麻的血量掉落，提示传来。紧接着惊雷闪发动，雷霆再起，生命值负 30%， 生命值负 30%， 恐怖的伤害让一只只毒蝎暴毙而亡。经验值正 0.02%， 经验值正 0.02%。 与此同时，江叔身旁的双马尾妹子后知后觉，发出一声撕声裂肺的尖叫。啊啊啊啊！这尖叫的时间持续了整整10秒。与此同时，9天雷动冷却转好，狂暴雷霆再次覆盖前方的山洞。经验值正 0.02%， 经验值正 0.02%。 一连串无比悦耳的经验值提示声响起，上百只毒蝎全部被击杀。1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得到了 3%出头的经验值，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升一级。江叔眼睛一亮，对地狱秘境给予的经验值极为满意，这速度比刷 SSS 难度魔人的愤怒还要快上几倍。与此同时，双马尾妹子终于尖叫完了，心有余悸地拍着胸脯，这些毒蝎好可怕，
江叔，如果你再晚叫几秒钟，这些毒蝎都被我杀完了。你的反射弧比李有炳还长。江叔满脸嫌弃的样子激发了双马尾妹子的自尊心。哼，我也不是真的怕，待会儿我就去亲自对付一只，不能被大哥哥看扁了。这些毒蝎就像是玩具一样，一碰就碎。自己虽然差了大哥哥很多，但对付一只也不是没有希望。2分钟后，两人看到一只迷路的毒蝎在地上乱爬。大哥哥，这一只交给我。双马尾妹子一步迈出，眼神坚毅。你真的可以吗？江叔觉得这事儿有点不靠谱。大哥哥，你看不起谁呢？我好歹也是蓝色职业。双马尾妹子举着自己的法杖冲向毒蝎。双马尾妹子的眼神极其坚毅。放心吧，交给我，必拿下。10秒钟后，大哥哥，救我！第35章，魔蟒不想玩啦！双马尾妹子一边逃跑，一边带着哭腔大喊。看这样子，估计再有个几秒钟就被毒蝎给扎死了。江叔又菜又爱玩，随手照出几道雷霆，送毒蝎归西。双马尾妹子双手撑着膝盖，大口喘着气，有种死里逃生的庆幸。玩具竟然是我自己！妈耶，这魔蝎也太变态了，速度快，防御高，攻势猛，才开战几秒钟就差点嘎了。毒蝎在大哥哥手里是玩具，我在毒蝎手里是玩具，4舍5入约等于我就是大哥哥的玩具。嘤，大哥哥，我决定以后不逞强了，就一直做你坚实的后盾。他彻底认清了现实。禁止嘤，低情商归在我后面，高情商做我坚实的后盾。你是懂说话的。江叔继续带着自己的后盾前行，越是到深处，怪物数量越多，实力也越强。最开始是毒蝎，后面是毒蛇、魔蝠、毒蟒，越到里面就越是难以深入。就算是以江叔的实力，都遇到了不小的阻力，但他没有停下脚步，就算艰难也一寸寸的挤进去。这丰富的经验值让江叔动力满满，他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进1寸便有1寸的欢喜。半个小时后，恭喜你等级提升至 LV27， 4维属性各自增加20点，获得20点自由属性，升级了。金色雷霆劈死最后一只魔蝠，江叔抬头看着山洞深处，目光灼热。经验值比他预想中还要丰厚，这地狱秘境还真的是来对了。前方的怪物数量肯定更多，经验值肯定还更多。江叔现在满脑子都是升级，这也是没办法，除开本体之外，他还有3个嗷嗷待哺的分身要升级，经验值少了真的养不活。双马尾妹子看到江叔那热切的眼神，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正常人面对这么多怪物，早都打退堂鼓了，但大哥哥还一副不过瘾的样子，好变态啊！20多分钟后，江叔前方冲塞着密密麻麻的上千只毒蝎、魔蝠和毒蛇，狂暴金色雷霆狂暴涌出，轰隆！所有怪物被金色雷霆无情吞没，生命值负 50%， 生命值负 45%， 生命值负 45%， 生命值负 40%。9天雷动对魔蝎造成 50% 的伤害值，对魔蝠造成 45% 的伤害值，对毒蛇造成 40% 的伤害值。后两者确实要强一些，但终究不过是多一发9天雷动的事儿。片刻后，经验值正 0.01%， 升级到 LV27 后，所需的经验值增加1倍。经验值正 0.015%， 上千道经验值获取提示响起，足足上千只怪物极为紧密的聚集在一起，9天雷动几乎可以全部覆盖。经验值提示声同时响起，让江叔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世间最美妙的声音莫过于此。雷霆掌控着大范围杀伤力的特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几发9天雷动下去，经验值哗哗涨。恭喜你等级提升至 LV28， 实力有所提升，又升级了。得到反馈之后的江叔动力澎湃，更加用力的凿穿洞穴。1个小时后，到底了，他终于杀穿山洞。本体的等级提升到了 LV30， 雷霆掌控者分身的等级提升到了 LV26。山洞到底了，但他还正在兴头上。世间最悲伤的事情莫过于此，3个分身都离 LV30 有不短的距离呢。如果能够继续杀个2-3个小时，3个分身都升级到 LV30就好了。江叔轻轻叹了口气。双马尾妹子看着江叔那副被迫通关的样子，险些没有绷住。要是别人杀穿了山洞，怕是得高兴地蹦了起来。你搁这儿叹气是什么意思？大哥哥，我劝你不要太离谱。江叔倒是没有发现双马尾妹子欲言又止的样子，他打量着眼前的场景。前方是一个巨大的穹顶，足有1000米高，直径接近3000米。穹顶之上有点点光华绽放，灿若繁星。如果不是从洞口进入的话，江叔甚至都难以相信这里是山的腹部。鬼斧神工，
宛如神迹。大哥哥，按照王峰的说法，最后的 BOSS 魔蟒是降级怪物，强度远超领主级怪物，甚至他应该还有地狱秘境的加成，你有把握吗？双马尾妹子询问。无妨，我有丰富的降服巨蟒经验。江叔并不是太过担心，既然神王盖瑟昔年能够通关这个副本，那他应该也极有机会。大哥哥真厉害！双马尾妹子极为捧场的夸赞。一点都不厉害，是个男人都完成过降服巨蟒的壮举。忽然，江叔被正前方的动静吸引，轰隆隆，一阵土地裂开的声音传来。中央的空地，一只庞然大物破土而出，一条足有5米粗的巨蟒钻出土地，它狰狞的头颅宛若刀削一般，两只眼睛宛如灯笼，悠悠地看着江叔两人。当生物庞大到了一定地步，会给人一种窒息的恐惧感，这是刻在基因之中的恐惧，俗称巨物恐惧症。眼前这一条巨蟒超过了江叔两人所知道的任何生物。双马尾妹子只感觉浑身上下都起来一层鸡皮疙瘩，怔怔地看着眼前这只庞然大物。她感觉到一股来自于灵魂的战力。这就是最终 BOSS 吗？只是看着就让她有种转身就逃的冲动。忽然她听到身旁的江叔说话了，这要是炖汤的话，怕是得吃10年。熟悉的声音落入耳中，双马尾妹子脑门上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正常人看到这种巨大的生物都只会恐惧，但你却想到了炖汤。大哥哥的脑回路这么离谱吗？但听到江叔如此说，双马尾妹子心中的恐惧也不由减少了许多。她忽然觉得眼前的巨蟒不再是神秘无比的生物，而是可以被炖成汤的存在。这就是强者的心态吗？她若有所思地看向身旁的江叔。江叔表示，这踏马只是大吃货民族的心态。信不信，如果这只巨蟒要是出现在丢雷老谋地区，高低得被10多种烹饪方法抬上桌子。就在这时，巨蛇仰起头，发出无比巨大的声音，嘶嘶嘶！这尖锐的声音让四周的石壁上滚落下一颗颗石头，穹顶的光辉洒落在巨蟒的身体上，散发着幽暗的光芒。它足有10米直径的身躯宛如钢铁浇铸一般，其上的鳞甲闪烁着寒光，令人心寒。巨蟒宛如困龙升天，气势无匹。就在巨蟒摆出拉风到极致的姿势之时，数十道金色雷霆骤然劈落而下，轰隆！所有雷霆全数轰击在巨蟒庞大的身躯上。江叔嘴角露出一抹冷笑：“你说你一条魔蟒，学什么不好？学人装逼？这种机会不偷袭的话，我自己都不好意思。”9天雷动，生命直负 3%， 惊雷闪，生命直负 1%。看到这个伤害，江叔险些没有绷住。这踏马比魔盖瑟还难打。9天雷动对魔盖瑟至少还能造成 10% 的伤害值，但到了这就只能造成 3% 的伤害了。他毫不犹豫操纵雷霆掌控者开启雷神之怒。雷神之怒降低 50% 防御力，增加 100% 攻击力，持续时间 30s， 冷却时间1分钟。雷霆掌控者眸子之中有缕缕金色雷霆闪过，气势比刚才强盛一大截。这是雷霆掌控者最强输出形态。又是一道金雷闪坠落，轰隆！生命直负 2%， 伤害值翻倍，但仍旧只有 2% 的伤害值。将级怪物的强度拉满，江叔感觉到略微棘手，但也只是棘手。他有足够的信心镇杀这只巨蟒。你退后点，他对着身后的双马尾妹子说道。我要装逼了，嘿嘿，不是，我怕你受到波及。江叔扭头一看，双马尾妹子早已经躲到了山洞里面100多米的地方。江叔，你踏马跑的是真的快啊！而后他本体雷霆掌控者分身和凯卫分身分别散开，以犄角之势彼此呼应。本体引速度全开，宛如疾风一般接近巨蟒。噗！匕首刺入巨蟒的身体，生命直负 0%。看到这个提示，江叔险些没绷住。如果不想提示，可以不用提示，但他知道这是伤害实在太低的缘故。生命掉落只会显示到 1%， 低于 1% 的范围是不会显示的，只有累加到一定程度才会加起来显示掉落 1% 生命值。本体引等级提升到 LV30 后，自由属性点加到了敏捷上，敏捷属性达到了3305点，但力量属性却只有495点，破坏力比起杀伐无双的雷霆掌控者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不过我伤害低，但是我攻速快啊！江叔发狠，手中的匕首不断刺出，手速之快都有了道道残影。扎了几十下后，生命直负 1%。而在这个过程中，雷霆掌控者已经斩落巨蟒超过 10% 的血量。只能说，尹师傅，求求你别刮了。其实按理来说，尹的伤害没有这么离谱。毕竟敏捷属性高就代表攻击的冲击力强，破坏力不算弱。但巨蟒体型实在太大了，匕首刺入血肉里面，就像牙签搅大缸，滴水入大江，没屌用。
想明白这一点，江疏沿着魔蟒巨大的身体攀登而上，动作轻盈而潇洒，但速度却出奇的快，只是几秒钟就来到了头颅的位置。噗！匕首刺向巨蟒的眼睛，生命之负1%，弱点攻击，效果立竿见影。江疏二话不说，接连又刺出2刀。噗！噗！生命之负1%，生命之负1%。下一刻，魔蟒猛然甩动头颅，在这种猛烈的甩动下，江疏极难在魔蟒的头颅上立足，但他轻踏脚步，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位置，竟然保持了平衡，仍旧站立在头颅上。这还不止，他甚至还有余力，又在魔蟒眼睛上刺出几刀。生命之负1%，生命之负1%。这就是全敏加点的优势，在3000多点敏捷的加持下，江疏对于身体的掌控妙如毫巅，像是一只燕子一样，轻盈地在魔蟒头颅上左右横跳。本体对巨蟒造成极为可观的伤害。与此同时，金色雷霆不断坠落，只有 ES 冷却时间的金雷闪输出拉满，这才开战几分钟时间，巨蟒的生命值就只剩下60%不到。战果喜人！忽然，一直被动挨打的魔蟒发出一声巨大的吼叫，恐怖魔气从他口中喷涌而出，逐渐笼罩整个山洞。江疏暗道不好，速度极快，欲要朝着洞口奔去。但魔蟒似乎对此早有预计，先前他甩动头颅的时候，躯体早已经把洞口堵了个严严实实。江疏心中一沉，这只魔蟒神智不低，看似一直被动挨打，实则早已经计划好战斗方式。片刻后，洞中低空的地方全部被魔气笼罩，魔气的密度比空气更高，所以率先笼罩的是低空。在奇怪的地方忽然严谨起来了。江疏本体，生命值负3%。雷霆掌控者分身，生命值负6%。凯卫分身，生命值负1%。生命值掉落每10秒一跳。凯卫分身体魄最强，生命值掉落速度最慢。雷霆掌控者分身身板最脆，生命值掉落速度最快。魔蟒悠悠地看着被魔气包围的江疏，那巨大的眸子中似乎有着浓浓的得意之色。与此同时，他用头狠狠地撞击洞口，一块块巨大的石头落下，把洞口完全堵住。这下他终于放心了，可以慢慢地和这个人类玩。下一刻，他忽然看到雷霆掌控者分身头顶冒出绿色的数字，生命值正30%。雷霆掌控者分身掉落24%的生命值瞬间回满。魔蟒本来就打不过你，竟然还可以奶，犯规了，不想玩了。阴阳师分身一出，瞬间把雷霆掌控者的血量抬了起来。与此同时，阴阳师对魔蟒发起祝福，祝福对50米范围内的特定对象施加赐福，让其破坏力增加20%，移动速度增加10%，持续时间20s，冷却时间1分钟。在逆乱阴阳的被动加持下，魔蟒的破坏力被削弱，移动速度也略微降低。而后，一边继续朝队友挥出死亡之鞭，一边抽空给魔蟒注入几发毒奶。另一边，凯卫分身也动了，英武霸气的一拳轰击在魔蟒身上，同时本体无情挥动匕首扎着魔蟒的眼睛，并且雷霆掌控者分身执掌天雷，金色雷霆不断砸落在魔蟒身上。本体加上3大分身，第一次集结，共同对战强大的敌人。魔蟒瞬间被稳稳压制。群殴战术初露峥嵘。分身不过是本体的延伸，就算数目多一点，实力强一点，应该也只是正义的单挑，应该是单挑战术初露峥嵘。这还是只有雷霆掌控者分身是2次进阶的情况，等铠甲卫士和阴阳师分身再次进阶，职业品质达到金色，单挑战术将会更加恐怖。甚至等以后100级了，10具分身同时出手，那个场面又该是何等恐怖。江疏只是想想都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这就是一人成军，字面意思的一人组成军，一个人就组成一个军队。最恐怖的是，这军队里面的每一个士兵都是多次职业进阶而来，个体实力同样恐怖。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第36章，魔蟒，我可能不是人，但你是真的狗。就在江疏畅想以后用10多具分身爆杀强敌的时候，只顾着胡乱扭动头颅欲要甩飞江疏本体的魔蟒忽然改变了战术。他放任江疏本体扎自己眼睛，把攻击目标锁定为雷霆掌控者分身，这是对他威胁最大的存在。近10米粗的身躯宛如一根擎天巨柱般，朝着雷霆掌控者分身狠狠砸去。轰隆！地面被砸出一个足有3米深的洞坑。魔蟒眼中露出一抹喜色，终于解决了这个输出最高的敌人。下一刻，狂暴雷霆继续砸落在他躯体上，生命值负6%。雷霆掌控者完好无损地站立在几十米开外的地方，雷闪可瞬移到50米之内的任意地点。这时，魔蟒的生命值只剩下40%左右，他眸中闪过一丝慌乱之色。还会瞬移是吧？
犯规了，不想玩了。忽然，一阵难以言喻的刺耳声音从魔蟒腹部传来，下一刻，上千只足有半米粗的蟒蛇从魔蟒四周的空间涌出，它们吐着蛇信，朝着雷霆掌控者分身狂野扑来。召唤蟒蛇小弟，魔蟒的天赋技能，每次可以从蛇巢中召唤1000多只蟒蛇随自己作战，冷却时间1分钟。上千只蟒蛇齐齐行进，地面传出沙沙的声音，令人背脊生寒。好家伙，召唤小弟是吧？吃我一发9天雷动！江叔二话不说，操纵雷霆掌控者分身召唤雷霆。轰隆！雷霆淹没上千只蟒蛇，无数生命值掉落提示飘起，上千只蟒蛇被瞬间击杀，生命值负100%，生命值负100%。而后传来经验值获取提示，经验值正 0.01%， 经验值正 0.01%。江叔愣住了，你这些小弟实力也不行啊，还不如洞穴里面的毒蝎、魔蛇和毒蝠呢，连一发9天雷动都扛不住。但经验值却出乎意料的不错，一只就可以增加 0.01% 的经验。江叔脸色有些奇怪，这地狱秘境似乎没有想象中难，不论是山洞中的怪物，还是眼前这只看起来很吓人的魔蟒，都没有对他造成实质性的威胁。此刻他更是占据了绝对的上风。难道这个秘境暗藏选址阴？江叔戒备地查看了一下四周，发现确实只有魔蟒一只怪物，而且魔蟒的气势也显得奄奄一息，有种被打得没有心气的感觉。他一边戒备，一边继续攻击魔蟒。很快，魔蟒只剩下 1% 左右的生命值，这个血量，一发9天雷动或者惊雷闪就可以解决。就在这时，魔蟒再次召唤出上千只小弟。江叔面色一喜，还有这种好事？9天雷动！在巨大无比的爆炸声中，上千只蟒蛇化作经验值，经验值正 0.01%， 经验值正 0.01%。1号分身雷霆掌控者等级提升至 LV27， 实力有所提升。丰厚的经验值下，雷霆掌控者分身升级。江叔转过头，目光灼灼地看向魔蟒，继续召唤小弟，不要停。从先前魔蟒设计堵住洞口就可以看出，他拥有不低的神智。此时听懂了江叔的话，他大大的眼睛里满满的疑惑，还有这种要求？搞快点，否则我立刻杀了你！魔蟒一只降级怪物，何时受过这种屈辱？于是几十秒后，他狠狠地唤出1000多只蟒蛇报复江叔。下一刻，上千只蟒蛇气势汹汹地发动了攻击，上千只蟒蛇被击杀，经验值正 0.01%， 经验值正 0.01%。无数道悦耳无比的经验值获取提示响起，江叔内心大喜，这个方法果然有效。继续，魔蟒，他心中发狠，狠狠地召唤出蟒蛇，1000只、2000只、3000只，最后他硬生生召唤出了近20万只蟒蛇。在丰厚的经验值下，江叔的雷霆掌控者分身升级到了 LV30， 并且凯卫分身也达到了30级，阴阳师分身提升到了 LV25。这无比丰厚的经验值让江叔狂喜，这升级速度比刷 SSS 难度副本快上了太多。他看向魔蟒分身的眼神充满了温柔，自己几个分身能如此快速的升级，全靠魔蟒的不懈努力。看吧，有的时候不逼一下，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魔蟒超越了自己的极限，召唤出数目惊人的小弟，表现不错，接着召唤。江叔极为满意，再来几万只蟒蛇，他的阴阳师分身也可以升级到 LV30。魔蟒趴在地上，抬头看了一眼江叔。此刻，江叔在他眼里已经不能用恐怖来形容，简直就是变态。自己不召唤小弟，就杀了自己，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就算自己精疲力竭了，他仍旧不放过自己。哪有这样的人？真是欺蛇太甚！怎么，你不服气？江叔淡淡的看了魔蟒一眼，魔蟒秒耸，继续从腹部发出奇异声响，召唤蟒蛇。这一次出现的蟒蛇数量只有稀稀落落的几十只，远少于先前的1000多只。江叔疑惑地看了看魔蟒，你小子给我藏私是吧？是我提不动刀了，还是你飘了？你这是在逼我啊！江叔操纵雷霆掌控者抬起了手，其上金色雷霆闪烁，意思很明显了，魔蛇再卖点力，就别怪他下手没轻没重了。魔蟒也懵了，他第一次遇到召唤蟒蛇小弟数目这么少的情况。在江叔的威胁下，冷却时间一到，他继续召唤，但结果并不理想，蟒蛇数目非但没有变多，反倒是越来越少。啊，得，你先歇会儿，恢复体力。江叔一边把这上百只蟒蛇击杀，一边说道。魔蟒悠悠地看着江叔，你人还怪好的。几分钟后，洞口处传来一阵石子坠地的声音。江叔扭头看去，只见双马尾妹子
正从一个缝隙中挤进来。这个缝隙很小，幸好双马尾妹子身前一片坦途，这才成功进来。大哥哥，你赢了吗？双马尾妹子惊喜地问道。差不多吧。随意回答一句，江叔扭头看向趴在地上的魔蟒，休息的差不多了，继续召唤小怪。双马尾妹子听到这话，脑袋上浮现出一个大大的问号，逼着 BOSS 召唤小怪，这又是什么骚操作？然后他就看到魔蟒委屈巴巴地召唤出几十条蟒蛇，这些蟒蛇被江叔轻易击杀，化作经验值。死！他算是看明白了，江叔这是逼着魔蟒上供小弟。江叔一副大反派的样子，魔蟒一副受尽委屈的模样。啊这，你们究竟谁才是 BOSS 啊？怎么有种大哥哥才是无恶不作的 BOSS 的感觉？错觉，这一定是错觉。双马尾妹子如此安慰自己，而后他就听到江叔冷冷的话语：“你在糊弄我。”这次仍旧是几十只蟒蛇，魔蟒都快哭了。真不是他划水，而是这个技能出了问题。魔蟒是巨蛇一族的王者，他的这个技能就是从和他有血脉联系的祖巢里面召唤出蟒蛇，随他作战。但现在的情况明显是蛇巢祖地那边出了问题，那边不响应他的召唤了。不是我不用心召唤，而是我真的一滴都没有了。再给你一次机会，否则我杀了你！听到这话，魔蟒眼中露出决然之色。真是欺蛇太甚！我魔蟒一生行事，从不向人低头。下一刻，魔蟒豁然仰起头，发出巨大的嘶吼声，而后狠狠一头撞在旁边的石壁上，生命值负2%，生命值瞬间清零。江叔愣了愣，他本来以为魔蟒在绝境之下会拼死反击，但着实没有想到对方在极度愤怒之下选择一头撞死。啊这，宁肯自杀也不肯继续和我战斗吗？我有这么可怕吗？双马尾妹子看了看魔蟒的尸体，又看了看江叔，不由暗自倒退2步。妈耶，逼得 BOSS 不堪受辱自杀，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大哥哥究竟对他做了多变态的事情？不是错觉，大哥哥才是那个无恶不作的反派。江叔倒是不知道双马尾妹子的内心戏这么精彩，他看着魔蟒一头撞死在石壁上，眼中露出浓浓的不舍之色。怎么就死了呢？良久后，江叔喃喃自语，语气中满满的遗憾都要溢出来了。阴阳师分身还只有 LV25 呢，你怎么可以就这么死了？都怪我，是我太心急了，是我逼你太急了。好在雷霆掌控者分身和凯卫分身都达到了 LV30，也算是相当不错的收获了。对了，凯卫分身达到 LV30可以再次进阶。想到此节，他看向戴着银色面具的凯卫分身头顶，果然一行小字浮现，已达到再次进阶条件。进阶路线：职业凯卫分身加材料暗黑亚龙的心脏，紫色等于职业暗黑霸凯，金色。看着这个进阶路线，江叔目光一凝，金色职业暗黑霸凯，只是听到这个名字就有一种霸气迎面扑来。这就是铠甲卫士的进阶吗？江叔心中无比期待。等一等，暗黑亚龙的心脏怎么听起来这么熟悉？他从空间戒指里面掏出一枚足有脑袋大小的黑色心脏，握在手中都在轻微震颤，里面仍旧蕴含着惊人的生命力。暗黑霸凯的进阶材料正好就在自己手里。我超，还有这种好事？原妙不可言。也是，自己连进入地狱秘境这种事情都能遇到，甚至在茫茫人海里面还能遇到双马尾妹子。王公子热情赠送的黑暗亚龙的心脏正好是暗黑霸凯的进阶材料，似乎也显得合理了起来。他操纵铠甲卫士接过黑暗亚龙的心脏，以检测到符合暗黑霸凯的进阶条件，是否进阶。是进阶中。跳动的暗黑亚龙心脏逐渐消散，它蕴含的所有力量全部没入凯卫分身体内，一股无比强悍的力量充盈凯卫分身的身体，生命层次在跃迁，体魄在蜕变，每一个细胞似乎都在欢呼雀跃，疯狂吸纳着这股玄奥的力量。这个过程持续了足足10分钟。进阶成功，铠甲卫士进阶为暗黑霸凯，金色。此时凯卫分身不对，应该叫做霸凯分身，散发着一种浓浓的压迫感。江叔低头看着霸凯分身充满了力量的双手，现在的我应该能手撕降级怪物了吧？魔蟒虽然被江叔打得像是儿子一样，但他的实力并不弱，甚至有地狱秘境的加成，他的实力超过一般的降级怪物。从刚才的战斗来看，雷霆掌控者完全有单刷降级怪物的能力，只是因为他走的是极致杀伐的路线，单刷风险比较大。但暗黑霸凯明显是防御力逆天的那种职业，这种职业最是适合单刷 BOSS。江叔迫不及待地查看暗黑霸凯的属性：姓名秦昊，2号分身，职业暗黑霸凯，金色6星，
等级 LV30，力量1150，敏捷895，体质3321，精神335，自由属性点0，装备骷髅套装蓝色，技能1霸铠凝结霸铠，力量和敏捷获得3倍加成，体质获得10倍加成。属性加成结算后，霸铠提供额外的固定5000点力量属性点、5000点敏捷属性点、2万点体质属性点。霸铠状态可随时开启或关闭，无冷却，无消耗。技能2无畏，被动，暗黑霸铠可将防御力按照 30% 的比例转化为精神抵御力，抵挡精神类攻击。技能3撼山，暗黑霸铠的攻击附带击退效果。技能4无双，暗黑霸铠进入无双状态，免疫一切控制，霸铠技能的额外固定加成翻倍，持续时间30s， 冷却时间3分钟。看到暗黑霸铠的所有属性，江叔心中有2个字：变态！太变态了！不论是属性还是技能，都强得令人发指。倍率怪，恐怖的固定属性加成，防御力令人发指，输出能力不容小觑，再加上出色的精神防御力、免控能力，暗黑霸铠堪称6边形战士。江叔内心无比震动，铠甲卫士进阶的暗黑霸铠，强度之恐怖远超预期。江叔操纵2号分身使用霸铠技能，下一刻，一片片暗黑色铠甲凝结，将2号分身的身体全部覆盖。江叔瞳孔猛然一缩，这是机甲。第37章，机甲的暴力美学。先前2号分身所站立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暗黑色机甲，机甲高达10米，主体色调为深黑色，它的外部装甲像是黑夜中的钢铁巨兽，有种最原始的力量感。装甲间的接缝处，亮银色的线条穿梭其中，线条无比流畅。机甲双肩宽大而厚重，宛如一座巨山，给人难以撼动的感觉。机甲的头部仿佛是猛兽的长颅，充斥着暴力美学。这台暗黑色机甲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力量与美感，让人无法移开视线。江叔看得一愣一愣的，我操，这么帅的吗？先前铠甲卫士就是要颜值有帅气，要强度有帅气，要能力有帅气，就主打一个帅字贯穿始终。由铠甲卫士进阶而成的暗黑霸铠完美继承了这个风格，帅得一塌糊涂。江叔只感觉自己完全挪不开眼睛。世界上或许有男人能够抵御烧鸡的诱惑，但绝对没有任何男人可以抵御机甲的诱惑。这太他妈帅了！除开帅这种一辈子的事儿，江叔的霸铠分身也感受到机甲内那堪称恐怖的力量。他觉得机甲状态下自己一拳就可以把魔蟒轰飞，又帅又强，绝杀！双马尾妹子看着突兀出现在场中的暗黑机甲，小嘴早已经张得老大，足以塞进去好几个鸡蛋。平白无故的忽然出来一个机甲，这种视觉冲击力只有亲历者才知道有多么巨大。双马尾妹子目光不受控制的上下打量着暗黑机甲的每一个细节，这充满力量感的庞大身躯，这无比流畅的曲线线条，这充满质感的外部装甲，每一个都像是有魔法唇瓣，让双马尾妹子牢牢沉迷其中。以前她不懂为什么男孩子喜欢机甲这种东西，甚至还觉得有点幼稚，但真正亲眼见到这一架暗黑机甲之后，她才真正发现机甲的魅力。不是男孩子幼稚，而是机甲是真的太帅了。江叔微微侧头看向惊讶张嘴的双马尾妹子，一看之下就有些挪不开眼睛了。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潜力，假以时日，让他成长起来，必将成为一方巨擘。收回目光，江叔开始梳理暗黑霸铠的属性面板。首先是职业品质，暗黑霸铠的职业品质是金色6星，比雷霆掌控者的品质还要高上1星。这说明暗黑霸铠的成长性比雷霆掌控者还要高。4维属性值也佐证了这一点，暗黑霸铠的4维属性达到了5000多，而同等级的雷霆掌控者4维属性只有4000左右，足足多出了1000点。5000多的4维属性是个什么概念呢？可以说暗黑霸铠裸装状态下只用普攻就可以横推上百个普通职业者，就是如此恐怖。而且4维属性中体质属性极为突出，达到了3321点，这说明暗黑霸铠仍旧是以防御为主的职业。接下来江叔看向暗黑霸铠的4个技能。技能1霸铠，暗黑霸铠的核心技能凝结霸铠，获得3倍力量和敏捷加成，获得10倍体质加成。暗黑霸铠本来的成长性就非常高， LV30时裸装4维属性就达到了5000点，所以凝结霸铠的加成是极为恐怖的。就并不突出的敏捷属性而言，霸铠状态下获得3倍加成都达到了惊人的2685点。影的敏捷属性
也不过是3305点。一个防御类职业，在敏捷上竟然快要追上了靠速度吃饭的刺客类职业，这简直就是开挂了。但这还只是小挂，大挂还在后面。霸铠状态下，体质获得10倍加成，也就是说，体质达到了33210点。你可曾听闻过2转阶段体质点超过3万的传说？今天传说照进了现实，江叔自己看着这个数值都感觉害怕。霸铠状态下站着让同级别职业者打，估计都无法破防，太变态了。但暗黑霸铠的离谱才刚刚开始。霸铠技能除开有属性倍率加成外，还附带了极为惊人固定属性点，5000点力量，5000敏捷，2万点体质属性点，在凝结好暗黑霸铠之后，就会拥有这固定的3万点属性值加成。仅仅霸铠这一个技能，就让暗黑霸铠这个职业无愧于金色6星品质，强无敌。技能2，无畏，这是一个被动技能，将30%的防御力转化为精神抵御力。精神抵御力是针对于精神类攻击，譬如幻术、心魔、业火、精神冲击等攻击方式都是精神类攻击。常规的抵御方法难以抵挡精神类攻击，会被直接无视防御，但精神抵御力就可以很好的防御精神类攻击。虽然精神类攻击是4转之后才会有的东西，但提前觉醒具备不俗的精神抵御力也是一件极为不错的事情。技能3，撼山，在霸铠状态下的攻击拥有击退效果。这个技能看似平庸，实则相当恐怖。防御类职业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敌人绕过自己，直奔自己保护的队友而去。撼山这个被动技能让暗黑霸铠可以轻松击退敌人，从而保护队友。技能4，无双，顾名思义，直接开启暴走模式，免疫一切控制，并且获得额外的3万点属性值加成，和敌人死磕到底。就是冷却时间稍稍长了一些，足有3分钟。梳理完暗黑霸铠的属性面板之后，江叔长舒一口气。这一次地狱秘境之行，只能说是秦始皇摸电线，赢妈了。他是本体 LV26，3个分身分别 LV25、LV21、LV21 来的，是本体和2个分身 LV30，一个分身 LV25 走的，并且铠甲卫士分身还成功进阶为暗黑霸铠分身，还获得了王峰赠送的丰厚礼品。只是进了一次地狱秘境，实力就获得了飞跃性提升。地狱秘境，我的超人！等一等，好像有哪里不对。江叔蹙眉，总感觉自己忽略了什么东西。就在这时，他身边的双马尾妹子惊呼道：“大哥哥，你看魔蟒，他在蜕皮。”江叔豁然转头看向地面上的魔蟒尸体，自己忽略的东西就是刚才击杀了魔蟒，并没有经验值提示，也没有副本通关提示，一心想着让铠卫分身进阶，忽略了这件事。江叔神色一凝，看见魔蟒体表的黑色鳞片逐渐脱落，露出了其下白色的鳞甲。白色鳞甲光滑阵阵，散发的光芒无比神圣。魔蟒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蜕皮，还没有等江叔有所动作，先前已经成为尸体的魔蟒骤然睁开巨大的眸子，昂立起来，发出一声嘶吼。吼！巨大的声波传出，地面飞沙走石，石子狠狠撞击在石壁上，发出恐怖声响。江叔本体都有一种站立不稳的感觉。魔蟒转头看向江叔，眼中神光湛湛，丝毫没有先前阴翳黑暗的感觉。看着魔蟒眼中杀意十足的目光，江叔脑海中浮现出一句话：我已经觉醒了。副本的名字就叫做魔蟒的觉醒。先前不过是魔蟒的第1阶段，现在才是他实力全面复苏的完全体。江叔心中升起一股明悟，眼前的魔蟒已经蜕变完成，成为一条充满了光明之力的神蟒。他的气势无比强盛，他轻轻用尾巴轰击石壁，一道深达10多米的巨痕出现在石壁之上。以他先前的实力，最多只能在石壁上砸出1-2米的印记，现在却能够轻松砸出10多米深的裂痕。蜕变之后，他的实力有了质的提升。魔蟒目光悠悠地俯视着江叔，他脑海中闪过先前屈辱的遭遇。眼前的人类不讲武德，围攻自己，用天雷把自己劈得皮开肉绽，还把自己眼睛都差点戳瞎了，甚至最后还逼迫自己召唤小弟。七蛇太甚！我魔蟒一族何时受过这种委屈？好在第一次死亡之后，自己体内的血脉之力觉醒，让自己复活，并发生了惊人的蜕变。现在的我已经不是刚才的我，我会用最残忍的手段报复刚才的屈辱。魔蟒嘴角露出残忍的笑意。双马尾妹子早已经察觉到事情不对，此时看到魔蟒身上那浓郁的宛如实质的杀机，不由心生恐惧，面色发白。大哥哥，我们跑吧。魔蟒蜕变了，比刚才强上了太多。双马尾妹子看着杀机四溢的魔蟒，满脑子都是完了完了。从刚才墙壁上10多米深的裂缝就可以看出，魔蟒的实力今非昔比。大哥哥虽然强，但很有可能不是对手。魔蟒一甩庞大的尾巴，
轰隆，洞口位置直接被蛇尾砸得稀巴烂，这下子出口位置被彻底损坏。魔蟒得意的嘶吼，身躯宛如游龙一般，快速无比的在穹顶之下穿梭。吼！那声音中充满了戏谑。最后，他直直停在江叔身前，张开血盆大口，咸液从他嘴角滴落，恐吓之意十足。洞口已经被我破坏，你逃不了的。他想要从这个人类的脸上看出恐惧之色，但这个男人只是淡淡的看着他，似乎对他所做的一切没有感知。不是他不怕的吗？魔蟒心中有些烦躁，扭头对着双马尾妹子狂吼一声：啊！双马尾妹子被魔蟒的血盆大口吓得不住踉跄后退，眼中雾气弥漫。死了，死了，死定了！这只魔蟒现在这么嚣张，一定是有足够的自信可以压制大哥哥。他现在就是猫捉老鼠的心态，想要让我和大哥哥在无尽的恐惧中将我们玩弄致死。或许这就是他为了报复刚才大哥哥对他所做的事情。魔蟒看到双马尾妹子被吓得魂不附体的表现，相当满意，这才是他想要的效果。他又扭头看向这个人类男子，正准备再恐吓玩弄他一番，就听到对方淡淡的开口：天亮了，雨停了，你觉得你又行了，是吗？魔蟒神智极高，听懂这句话之后，疑惑地眨了眨眼睛。下一刻，厚重无比的脚步声从旁边响起，一道10米高的巨大机械体缓缓迈步朝着这边走来，暗黑色机甲宛如黑夜中的钢铁巨兽，有种令人心颤的压迫感。魔蟒眼中露出不屑之色，这东西他刚刚蜕变的时候就察觉到了，但并没有放在眼里。这东西体积确实不小，但在自己面前仍旧宛如蝼蚁一般渺小。他不会异想天开靠着这一坨铁疙瘩对付自己吧？魔蟒速度全开，化作一道耀眼的白光，朝着暗黑色机甲冲击而去。他要把机甲撕成碎片，而江叔他要击碎他所有的依仗后，再慢慢将他玩弄致死。魔蟒的身体直径都有10米，而长度更是超过了200米。10米高的暗黑色机甲在他巨大的身体面前显得异常渺小。双马尾妹子看着这一幕，忍不住捂住了嘴巴。快逃！这样会被硬生生撞碎的。他内心疯狂呐喊，但暗黑色机甲身躯只是微微一沉，没有丝毫逃跑的意思。他想要正面抗下魔蟒的这一击。双马尾妹子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这样不可以，会被撕裂的。砰！双马尾妹子预想中的画面并没有发生，巨蟒的头颅在离暗黑色机甲只有1米的距离骤然停下，并不是魔蟒主动停止攻击，而是他头颅之下的躯体被一双指节分明的巨大机械手掌擒住，那双手上陷入他坚固无比的身体中，嫣红的鲜血溢出，浸染在漆黑如墨的机械手上，显得格外妖异。魔蟒携万钧之力而来的冲撞，被这双手硬生生挡住，甚至暗黑色机甲脚下都没有移动一丝一毫。双马尾妹子看到这一幕，只感觉世界观都被颠覆。那可是10米粗、200米长的魔蟒，这种无与伦比的冲击力就被如此轻描淡写地挡了下来。场中，暗黑霸铠气势陡然再次提升，一道道紫色符文浮现在胸前的装甲之上。无双，无双，暗黑霸铠进入无双状态，免疫一切控制，霸铠技能的额外固定加成翻倍。江叔毫不犹豫地开启无双技能，更加狂暴的力量从双手狂涌而出。双马尾妹子眼睁睁地看着足有200米长的巨蟒被暗黑霸铠宛如抱住一般擒了起来，而后轰隆，狠狠地朝着地面砸落，地震山摇。双马尾妹子在这种巨大的摇晃下甚至难以站立，恐怖的声响就像是要刺穿耳膜一般。地面开裂，魔蟒的小半身躯陷入岩石之中，闪烁着神圣光芒的白色鳞甲掉落一地。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暗黑霸铠无比生猛地紧紧箍住魔蟒身躯，将其硬生生抬起。轰隆，砸在墙壁之上，魔蟒的体表再次皮开肉绽。巨大的痛苦下，魔蟒发出痛彻心扉的嚎叫。他用尽所有力气要从暗黑霸铠的双臂中挣脱出来，但那双手上无与伦比的力量让他无论如何用力挣扎也难以摆脱。魔蟒不敢相信，暗黑霸铠那相对渺小的身躯竟然能够拥有这种令他心颤的力量。铠化加无双2个技能的加成下，暗黑霸铠此时的力量属性点达到了惊人无比的13450点，完全压制魔蟒只有7000出头的力量属性。魔蟒拼命挣扎下都难以奏效，他心中发狠，头颅朝着暗黑霸铠狠狠咬去。令他感到惊喜的是，对方使用双臂箍住自己似乎已经耗费了极大的精力，竟然没有余力躲避自己的致命之咬。我蜕变为神蟒之后，体内的毒性非但没有清空，反倒是凝聚在了牙齿之上，只需要轻轻一咬，
恐怖的毒性就可以让对方瞬间失去战斗力。魔蟒眼中露出兴奋和激动的光芒。咔嚓，一道脆响声传来，咬了，但没有完全咬，半截巨大无比的牙齿掉落。魔蟒的牙齿咬在暗黑霸凯的身上，非但没有进去，反倒是硬生生的把他的牙齿给磕断了。魔蟒只感觉牙齿被磕掉的疼痛直钻脑门，让他险些哭了出来。这是什么变态防御力？咬在他身体上，竟然把我的牙齿给磕断了！霸凯家无双，超过7万的防御力，你以为在和你开玩笑？魔蟒虽强，甚至破不了防，这也是江叔无视魔蟒攻击的缘故。防御才是暗黑霸凯最擅长的东西。没等魔蟒沉迷在牙疼的痛苦中太久，江叔操纵暗黑霸凯将其狠狠砸在地面上，皮开肉绽的疼痛立马让魔蟒忽略了牙齿断裂的痛苦。这之后就是单方面的蹂躏了。力拔山兮气盖世，魔蟒被暗黑霸凯紧紧箍住，在小小的穹顶里砸呀砸。先前宛如游龙一般威风的魔蟒立刻体会到什么叫做生不如死，在暗黑霸凯手中完全是玩具。暗黑霸凯仅仅用了5分钟时间，就把蜕变之后的魔蟒砸得浑身粉碎。你已经觉醒了是吧？那假如我掏出暗黑机甲，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单方面的虐杀。双马尾妹子看着魔蟒被砸成一节一节的尸体，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这也太变态了吧！机甲生猛的一塌糊涂，特别是暗黑霸凯箍住身躯魔蟒在地面狂乱轰击的画面，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狂野、残暴以及霸气，太帅了！刚刚蜕变后实力再上一个台阶的魔蟒，被这架暗黑色机甲硬生生从正面击溃。不是击溃，是虐杀，霸道无双。双马尾妹子看向淡然站在一旁的江叔，这一具强到没边的机甲和大哥哥肯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每当他以为江叔已经到了极限的时候，他总是能超越极限，给予他更深更强的震撼。就在这时，他听到了系统提示声：恭喜通关地狱秘境魔蟒的觉醒，通关评价 SSS， 通关奖励1，金色称号霸气无双，通关奖励2，天芒宠物蛋，红色。副本将在半个小时后关闭。双马尾妹子心中一喜，终于通关了，奖励之丰厚，令人啧舌。而且我再一次和大哥哥在副本里面嘎嘎乱杀，抱大腿的感觉真好。王峰和那个灰裙少妇本来也可能白白蹭一个金色称号，但非要一上来就上嘴脸，不仅获得任何好处，反倒落了个挫骨扬灰的下场。想到这，双马尾妹子默默替这2个人默哀。你说你们惹他做什么呢？路走窄了呀？还是我机智，抱住大哥哥粗壮有力的大腿就不松手，赚了个盆满钵满。要王家的人知道王峰是这个结局，怕能活活气死吧。第38章，王家，我那么大一个王峰呢，怎么就剩这么点了？与此同时，德城5个小时，足足5个小时分还没有从秘境出来，这说明了什么？一个中年男子眉飞色舞地指着前方的一处空地。先前王峰就是在这里被拉入秘境的，按照秘境的机制，王峰也会从这里出来。职业者殿堂的光柱上，魔蟒的觉醒秘境已经显示被通关，这说明分杀穿了地狱级副本啊！现在除了地狱秘境魔蟒的觉醒，其他秘境都已经结算完毕，只有魔蟒的觉醒秘境正在结算中。在王家之人看来，只有王峰强势通关魔蟒的觉醒这一个可能性。刚刚说话之人正是王峰的父亲王勇，他身边有上百个王家之人聚集，这些人气息而不露，实力都极为强大，许多人都是7传以上的实力，他们都神色激动地看着前方。风儿不愧是金色职业，竟然连地狱级副本都能轻松通关，我王家有此麒麟何愁不兴？魔蟒的觉醒是神王都高度评价的副本，难度绝对顶尖。昔年神王1个小时通关这个副本，风儿虽然略慢一些，但也足以见到他潜力的恐怖。王峰有此壮举，我德城50大天骄榜当有风儿一席之地。哈哈，我昔日见风儿头角峥嵘，就知道他绝非池中之物，这不仅仅是2转，就有一飞冲天之势。王家之人不住的点头赞叹，喜悦之色溢于言表。此时这一处空地已经聚集了几千人，他们都是闻风而来，想要第一时间见证奇迹的人。我操，王家不得了啊！先是出了一个王冲，这又出了一个王峰，隐隐有中兴之势啊！王家这种绵延几千载的大世家，能够传承到现在，底蕴之深厚不可想象。虽有青黄不接的时候，但总有绝世天才横空出世，照耀一个时代。王峰平时看起来不显山不露水，没想到竟然这么强，这是乾隆在渊啊！这下子王峰无论如何都会名列天骄榜了。王峰之父王勇听着众人的议论，脸上的笑意愈发浓郁，他扬着下巴傲然道：“我儿王峰有神王之姿，
神王也是一步步从弱小的地步迈上神坛的，自家分儿现在虽然羸弱一些，但未尝没有机会追上神王的脚步。德城其他几大家族之人听到这话，不由露出艳羡之色。特别是一些和神王关系更加亲近的家族，他们更加清楚魔蟒的复苏秘境中魔蟒的第2阶段有多恐怖。王峰能够强势镇杀超越降级的魔蟒，其潜力绝对不容小觑。王家又出了一个顶尖天才。王峰之父王勇看到其他大家族之人眼中的羡慕，不由更加得意，甚至嘴角都忍不住上扬。他完全沉迷于这种被人吹捧的感觉里，扬眉吐气，爽！自此之后，福儿大概率将会天骄榜提名。届时，王家双星耀世，又是一桩流传千古的美谈。舒服了，秘境马上结算了。有一直关注秘境情况的王家之人忽然提醒道。王峰神色一正，大手一挥，仪仗队出列。一列身穿黑色西服的高挑男子列队而出，以极快的速度在地面铺上一层红毯。红毯色泽鲜艳，做工精致，乃是用6阶紫色材料地龙皮所制作而成，极为昂贵。又一对身穿旗袍、露出白花花大腿的女模特端着数个金色水盆迈步走出。水盆由7阶橙色材料天制矿石锻造而成，价值比红毯只高不低，并且水盆里的水也大有讲究，乃是6阶紫色材料精灵泉水，一滴就可以使人神清气爽，精神力回复速度增长5倍。之所以不止一个金色水盆，是不同的金色水盆用来擦拭不同的位置。第一个水盆是擦脸的，第2个水盆擦鼻子的，第3个水盆擦手的，第4个水盆擦身体上的污渍的，第5个水盆洗脚的。除此之外，还有一对青花瓷旗袍长腿美女手拿礼花炮，只等王峰一从秘境中出来就鸣炮庆祝。如此隆重的仪式让那些围观的普通人暗自啧舌，就算那些大家族之人也是露出惊讶之色，这阵仗着实不小。来了！一人惊呼道。王峰抬头看向骤然出现在空中的一道裂痕，眼中满是激动之色。这是空之痕，秘境结算后就会将职业者从这里面传送出来。仪仗队集中注意力，菲儿的身影一出现就拉响礼炮。那10多个长腿小姐姐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空之痕，其他人也是伸长了脖子观望。这个场面名副其实的万众瞩目。风儿，为父已经迫不及待看到你发现我给你准备的这个隆重仪式的表情了。王勇一边心中想着，一边愈发专注地盯着空之痕。良久后，王峰的身影仍旧没有出现。众人大感惊奇，这空之痕出现在此地，就说明王峰确实是通关了魔蟒的觉醒秘境，怎么这么久还没有出来？呵呵，不用着急，风儿定然是在秘境里有其他收获，所以稍稍耽搁一些时间。王勇神色笃定地开口。空之痕都出现了，难道还能有变数不成？自己只需要静静等候风儿凯旋就好。众人听到王勇如此笃定，也按捺下急躁的情绪，继续等待。片刻后，许多微小的沙粒从空之痕中掉落出来，众人看得一脸懵逼。掉沙子是几个意思？没见过这场面啊！呵呵，一定是风儿随手撒出一把沙粒，让我们稍安勿躁。王勇淡淡开口。从风儿撒沙子的动作来看，他就算通关了地狱秘境，还有余力，竟然能够想到这一层。不错，不错，着实不错。王勇脸上的笑意愈发浓郁。其他大家族之人闻言也是心中一动。这样看来，王峰的潜力甚至还要比先前预期的更加恐怖。他们看向王勇的眼神愈发羡慕。好一个王勇，竟然养出王峰这样一个出色的儿子。空之痕关闭了，忽然有人大声惊呼。所有人看向天空，先前那处裂痕早已经消散无踪，看不出任何痕迹。王勇愣住了，呆呆地看着空中。王家之人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围观之人也愣住了，看了看地上那一滩沙子。啥情况？王峰呢？通关秘境之后，不是都应该把秘境参与者传送出来吗？怎么空之痕都消失了，还没有看到王峰的身影？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帆儿呢？我那么大一个帆儿呢？怎么不见了？王勇慌了。对啊，王峰呢？秘境怎么没有把他传送出来？众目睽睽之下，还有我等7转强者坐镇，王峰绝对不可能悄无声息地从秘境出来而不被发现。那么他人呢？秘境出了问题，没有把参与者给传送出来。可是没有听说过有这种先例啊！速速派人去职业者殿堂调查。王峰乃是我王家麒麟儿，不容有失。王家之人炸了，被他们寄予厚望的王峰不见了。是不是你们之中有人见不得我王家崛起，暗中对我风儿出手？王勇状若疯狂，如果及时交出风儿，我还可既往不咎，但你们若冥顽不明，我王家势必和你们死磕到底。其他王家之人也纷纷开口。
我王家之人不可辱！究竟是谁暗中动了手脚？你们是想与我们整个王家为敌吗？我劝你们不要自误，交出王峰，还有回旋的余地。其他大家族之人，你们王家在说什么东西？我他妈一点都不燥啊！就在这时，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有没有可能王峰已经出来了呢？一名模样娇憨的少女指了指地面那一滩沙粒，就在这里。所有人看向洒落在地面上的沙子，这一滩沙粒大概只有双手一捧的量。你给我说王峰就在这里，你他妈在死！所有人盯着这一堆沙粒，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个惊人的可能性。卧槽，还真的有可能！这不就是一个人骨灰的量吗？王勇眼中露出不可置信之色。与此同时，王家中有人使用秘法，仔细探查那一滩灰白色沙粒。骨灰，真的是骨灰，而且就是属于王峰的骨灰。这个结果被确定之后，王家之人炸了，所有人都炸了。王峰死于秘境，被挫骨扬灰，无比隆重的接风仪式就是一场彻头彻底的笑话。不，我的番儿！就在这时，场中传出王勇的怒吼。他一步踏出，狂暴推开路边的长腿青花瓷小姐姐，巨大的力量让其头颅撞击在地上，血花飞溅，当场暴毙。王勇用颤抖的双手捧起骨灰，手中传来细腻而冰凉的触感。这些小粉粒并不是纯白色，而是带着灰色和黑色的斑点。盖亚！王勇抬头仰天长啸，眼眸中流出血泪。番儿，我的番儿，是谁杀了你？为父一定替你报仇，将其千刀万剐！千刀万剐！场中只有王勇撕心裂肺的吼叫声在回荡。微风吹过，王峰的骨灰扬起，散落在嫣红的地毯上。谁都没有想到，本来无比隆重的迎接仪式，竟然是这样一个结局。这个被称之为有神王之姿的天才，在地狱秘境中被轰杀成渣。王家之人没有等来凯旋而归的天才，只等来了一捧骨灰。其他看热闹的人纷纷表示，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离奇的事儿。好消息，王峰从地狱秘境出来了。坏消息，出来的是王峰的骨灰。魔幻现实主义了，属于是。另一边，刚出副本没多久的江叔手里面抖着胡椒粉，给他下的面提味。我操，这胡椒粉看起来怎么这么像王峰的骨灰？江叔感觉心里怪怪的。他夹起一大块面条，撕溜。他眼睛一亮，别说，加了这玩意儿还挺好吃。美滋滋的狂炫一碗面，舒服了。摸着肚子躺在沙发上，他觉得世界都美好了起来。这时他才开始清点秘境通关的收获。击杀蜕变之后的魔蟒给 LV25 的阴阳师分身增加了 80% 的经验值，让其直接升级到 LV26， 经验值 13%。 称号霸气无双，金色，以霸道的手段强势通关地狱秘境魔蟒的觉醒获得。佩戴称号可获得100点力量值、100点体质值，总共增加200点属性值，和比肩传奇称号增加的属性一致。200点属性值看起来很少，实际上也很少。经历过暗黑霸凯这个倍率怪的洗礼之后，江叔感觉自己再也回不去了，竟然连200点属性值都觉得少。因在二转阶段升一级也不过是20点自由属性值罢了。膨胀了，家人们！江叔赶紧调整心态。而且暗黑霸凯这个职业之所以看起来这么炸裂，很大的原因是他拥有很多固定属性点加成，所以显得格外变态。其实单纯的从倍率上来看，他甚至远远不如雷霆掌控者。雷霆掌控者雷神之体有5倍倍率加成，雷神之怒有2倍倍率加成，9天雷动有5倍倍率加成，总计50倍倍率加成。所以暗黑霸凯只是因为固定属性加成多才显得炸裂，随着等级的提高，固定属性加成的优势将不会这么明显。以这个话题为延伸，江叔发现并不是职业品质越高倍率就越高，毕竟每个职业所擅长的东西不一样，就像是雷霆掌控者，看家本领就是极致的输出，如果输出倍率还比不上防御为主的暗黑霸凯，那就真的别玩了。从以往的职业突破经验来看，职业品质与职业突破获得的自由属性点有着更大的关联，职业品质越高，获得的职业突破属性越多。前期每突破一次能获得成百上千的自由属性点，到了后期职业突破获得的自由属性点更是上万点，这才是体现出职业品质差距的地方。收回思绪，江叔清理最后一个收获，天芒宠物蛋，红色。网游化世界有宠物这个东西应该很合理吧。先前江叔派1号分身回城摸电线那次，就看到有人骑着坐骑烈焰狮子在城里嘎嘎乱跑，那只烈焰狮子就是宠物，只是品质并不高，只有绿色品质，而天芒宠物蛋却到达了红色品质，足足高了2个等级。正常来讲，红色品质的宠物强度和红色品质职业者差不多，但
因为规则化限制，宠物不能穿戴装备，这才避免了许多人不如狗，人不如猪，人不如蛇的尴尬情况。不过，红色品质宠物的价值也极为高昂了，保守估计10来个铸币是要值的。这颗宠物蛋，江叔暂时没有想好怎么处理，毕竟来源是魔蟒，如果被有心人发现的话，有可能被发现自己通关了魔蟒的觉醒秘境，到时候岂不是正撞在了满世界找凶手的王家手里？说到王家，江叔开始琢磨如何对付这个位于德城的大家族。他在网上搜索了许多王家的资料，越是搜索，他越是发现王家底蕴难以揣度。这仇家还挺生猛，王家这么强，不灭王家，他心中难啊。只有彻底的掀翻王家，把王家冰箱里的鸡蛋都摇散黄了，他才有一丝丝的安全感。化解仇恨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仇家全部化了，这样就没有恨了。在大部分王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之中时，江叔这个凶手都已经开始琢磨如何斩草除根了。只能说，论记仇这一块，江叔妥妥的遥遥领先。王家7转以上的强者就有上百位，想要灭了王家，任重而道远。一步一步来吧。下一步就是职业突破，获取高额的职业突破点，而后凝结第4具分身，接着升级到 LV40，同时参加职业者大赛，获得紫色及其以上品质装备。确定了接下来的计划之后，江叔站起身，长长伸了一个懒腰。在职业突破前，先略微休息一会儿。好久没在小区里面溜达了，晒晒太阳，调节一下心境。回来后再职业突破。他刚打开门，就看到对面门口放着一个外卖盒子。我超，韩子姐在家。赵小涵和他门对门。他从空间戒指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防盗门。刚刚开门，眼前的景象就让江叔倒吸一口凉气。没想到你是这样的韩子姐。第39章，不知道你这么睚眦必报是和谁学的？江叔一打开房门，就看到身穿白色皮卡丘 T 恤的韩子姐缩在沙发上熟睡，阳光洒落在她发梢，容颜精致，眉头微蹙，显得格外乖巧可爱。我超，韩子姐竟然这么卡哇伊！此时的赵小涵安静乖巧，就像是一只小猫咪一样惹人怜爱。江叔呼吸一滞，幸好我经历过上千部探花视频洗礼，道心坚不可摧，才可不被美色所诱惑。等一等，为什么韩子姐衣服上的皮卡丘这么肥啊？只见赵小涵 T 恤上的那只皮卡丘都胖成球了，究竟是何等伟岸的胸怀，才能养育出如此硕大的皮卡丘？这一幕就像是一根利剑直插江叔胸膛，杀伤力太大了，这谁顶得住啊？下一刻，赵小涵长长的睫毛微微眨动，她噌的一下从沙发上跳起来。黄兴是吧？也砰砰2拳打得你满地找牙。韩子姐一边挥舞着溅射着火星的拳头，一边骂骂咧咧。这时，她眼睛甚至都没有完全睁开。5号梦中打人。如果说刚才熟睡的韩子姐像是小猫咪，那醒来的韩子姐就是一只活脱脱的母老虎，就突出一个狂野。我刚才竟然会觉得韩子姐乖巧可爱，我真该死啊！回来了，一切都回来了，就连做梦都在打人，不愧是韩子姐，这味儿贼劲道。江叔，你什么时候来的？韩子姐狠狠地挥了好几拳之后，才发现屋里多了一个人。江叔，原来不是我把你吵醒的，而是你踏马自己梦中打人，把自己打醒的。只能说，韩子姐，不愧是你。江叔大大咧咧坐在了韩子姐旁边的沙发上，道：别管，我只想知道黄兴是谁，怎么得罪你的？韩子姐眉头一皱，怒气冲冲地解释了原委。原来这几天职业者大赛报名，韩子姐也去报名参加了。在3转阶段报名参赛的职业者一共有5000多人，韩子姐身为橙色职业，说得上是也是顶尖的一批，由此在江城职业者论坛上有了不小的人气。她进入前10的呼声很高，但另一个极有人气的3转职业者跳了出来，直接炮轰韩子姐。前10？你什么档次？和我一样前10？如果说职业者大赛的排名是靠粉丝吹捧的话，那我承认你确实有资格，期待能在职业者大赛中遇到你，然后暴杀你。这人就是刚才韩子姐所说的黄兴。韩子姐这小暴脾气，听了这话还得了，直接在论坛上和他对骂起来。梁子就是这么结下的，这才就有了今天韩子姐气得梦中暴揍黄兴的一幕。江叔看了看韩子姐起伏很大的胸膛，暗自啧舌。这事儿是气人，但至于气得梦中打人吗？果然，人不可貌相，有的人外面看起来胸怀广阔，但其实内里无比狭隘。真不知道韩子姐这种睚眦必报的习惯是和谁学的。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不应该早就和他约架线下 PK 了吗？怎么搁这儿梦中打人呢？江叔脸上露出疑惑之色。韩子姐的行事风格就突出一个莽，和她的小暴脾气极其符合。
打不过。韩子姐摊了摊手，他是金色职业者奥术法师，而且等级到达了 LV40，我使出吃奶的劲也不是他的对手啊，所以只能在梦里狂殴他了。真诚才是必杀技。面对韩子姐毫不避讳的打不过3个字，江叔的沉默振聋发聩。难怪韩子姐忍气吞声，原来黄兴是 LV40的金色职业者。黄兴女朋友是我们无双公会的核心成员，自从我职业品质进阶到了橙色之后，对他女朋友的地位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他这才跳出来搞事。赵小涵继续解释原因，如果我在这一次职业者大赛中的表现不好的话，他女朋友很可能挤下我，成为公会大队长。这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如此的话，黄兴的动机倒也合理。江叔微微点头，那么问题来了，黄兴的分身是什么？你们雷鸣公会的一个军团长，3转实力，职位只比你低1级。他不仅针对我，而且在论坛上多次表达过对你的不满。江叔疑惑，对我不满？是的，他说你什么档次，比他职位还高。如果雷鸣公会不给他一个说法，那他直接跳槽去无双公会。这事儿在论坛上还闹得挺大的。江叔，得，这哥们儿火力还挺猛 ，AOE 拉满。他还说了我什么？江叔看似随口询问，实则已经尖起了耳朵听。他还说，你入会没几天就把公会面板隐藏了，有羞耻心，但不多。识相点的话，就早点把长老的职位让出来，免得他亲自动起手来，场面不好看。江叔，他的确在入会几天后就隐藏了公会面板，让人看不到他的等级实力。但他这样做是避免别人发现他的升级规律，但没想到成了黄兴攻击自己的点。这家伙挺狂啊！江叔感慨一句：“嗨，虽然我恨不得把他揍扁，但不得不说，如果我也是金色职业，说不定比他还狂。”韩子姐妈撒了一下拳头，就算是路边的狗路过，我都得揍他2拳。真诚是必杀技。韩子姐，你的真诚我认可了。好，这件事交给我了。江叔在小本本上默默记上了黄兴的名字。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韩子姐满意点头，等你以后3转了，替我狠狠地暴锤他一顿。不用以后，今天我就去暴锤他一顿。都什么年代了，报仇还要隔夜。很喜欢韩子姐的一句话，隔。据他了解，江叔不过是2转实力，他本来的意思是江叔慢慢升级，等到等级和黄兴差不多了之后，这才去找回场子。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江叔今天就去2转对上3转，这不是去送菜吗？他想劝，此时江叔已经起身离开，就突出一个赶时间。韩子姐看着被江叔关上的防盗门，眼中露出思索之色。如果换做其他人，或许会觉得江叔的行为荒谬或者不自量力，但赵小涵和对江叔了解太深了，顿时从他的这个行为有了猜测。以赵小涵对江叔的了解，首先排除江叔吃亏的可能性。那么江叔迫不及待去找黄兴对战，也就意味着他有足够的底气。这家伙不是刚2转吗？难不成就要3转了？这也太快了！赵小涵鼓了鼓腮帮子，低头看着鼓胀的皮卡丘，低声道：“明明说好我罩他的，怎么这么快就罩不住，变成他罩我了？我也要行动起来，变强，变强！”韩子姐挥舞着拳头，再一次变得干劲满满。雷鸣公会驻地，众多高层正焦头烂额。台下坐着9名长老，台上坐着2名副会长。黄兴乃是金色职业者，如果说他跳槽去了无双公会，对我们雷鸣公会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是的，黄兴潜力极大，以后成长起来绝对可以成为公会的顶梁柱，万万不可损失这么一个人才啊！黄兴出走，我们除开损失一个金色职业者外，对公会的声望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别人一看，我们竟然连从刚转职开始就培养的职业者都留不住，很难不对雷鸣宫会有其他看法呀！万万不可放任这样一个人才流失，这件事一定要处理好。4名长老纷纷进言。一名留着山羊胡子的副会长听到底下这4名长老的话语，微微颔首。既然如此，那给黄兴一个长老名额又如何？这名副会长名为邵俊峰，和黄兴一直都走得极近。此时听闻诸多长老如此说，便顺水推舟，欲要提拔黄兴为长老。其实刚才说话的那些长老中，全是邵俊峰的人，只能说自古套路得人心。为了一个长老之位，邵俊峰和黄兴演了一场精彩的戏。6级公会的长老每个月可以获得的资源极为可观，如果换算成铸币的话，足足有5枚。也就是说，2个月的资源就可以铸造1件3转紫色装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只要有足够的利益，就有人搞风搞雨。就在事情快要敲定的时候，另一个副会长开口了：“这样不妥，长老乃是公会真正的高层，只有对公会有极大贡献，或者达到了评选长老的实力，才可以任命。这般随意增加长老，对整个公会都有极其负面的影响。”这名副会长名为罗震天，性格中正，
此时秉承公心开口。罗震天开口后，另一名性格同样刚直的长老开口附和：“确实如此，如果今天就增设一个长老，明天岂不是就可以增设一个副会长？到时候工会人心浮动，得不偿失。我等能成为长老，都是对工会有大贡献。黄兴虽然潜力极大，但就贡献来说，还是差了太多。我同意罗会长的话，不应给他长老之位。”邵俊峰听到罗震天和这名长老的反对声之后，心里并没有任何意外。以他对罗震天的了解，如果罗震天同意了的话，才是奇怪。但今天在会议中提出黄兴升级为长老的议案，他不是胡乱提的，而是有备而来。其实他心中也明白，增设长老几乎不可能，6级工会的资源本来就只够9名长老分。之所以先提增设长老，就是为接下来的谈判做铺垫。邵俊峰淡淡开口：“谁说贡献不够，条件不够就不可以当长老的？你看，那个叫做江叔的年轻人，不就成为长老了吗？黄兴实力比江叔强，入会时间比江叔长，江叔都能成为长老，黄兴凭什么不可以？既然你不同意增设长老，那让黄兴替代江叔的长老之位总可以吧？”他说话之后，诸多长老一拥而上，纷纷进言：“邵会长说的对，黄兴实力更强，资历更老，这个长老之位理应是他的。若外来人都可以担任长老，但自己人不可以，这说出去怕是要笑掉别人的大牙。我说一句公道话，这长老之位江叔明显没有资格担任。他刚入工会的时候不过是 LV20， 后面估计他也是自知羞愧，主动隐藏了工会属性面板。你说这样一个人何德何能成为工会高层？和江叔比起来，黄兴要实力有实力，要资历有资历，这个长老之位非他莫属。”罗震天听着这些话说，脸上浮现出一丝怒气，但正所谓君子可以欺之以方，他仍旧控制住情绪，耐心解释道：“江叔的长老位置是李一刀给他的，并不额外消耗工会资源，所以他成为长老和黄兴成为长老是两码事。”说着，他环顾众人，缓缓道：“如果你们想要黄兴当长老，可以，你们自己把位置让给他就好。”众人闻言面面相觑，他们愿意帮邵俊峰冲锋陷阵，是因为有足够的好处，但让他们让出长老之位，这不是要了他们老命吗？众人纷纷陷入沉默，不再开口。邵俊峰惊讶地看着罗震天，他本以为君子可以欺之以方，自己今天肯定稳稳地把罗震天拿捏了，但没想到对方竟然还有这种极致，一句话就把自己麾下4名长老噎得说不出话来。哼，在座的诸位长老都是对我雷鸣工会有大贡献之人，怎么可以让他们让位呢？罗会长说笑了。邵俊峰呵呵一笑，而后话锋一转：“但江叔是不是配做长老之位，倒是十分值得商榷。一无功绩，二无实力，这个位置我估计他自己都做得如坐针毡。至于你所说他的长老之位是李一刀赠予的，这就更是牵强附会了。长老是工会之长老，而不是一家之长老。难不成以后在座的诸位长老想要把位置让给谁就让给谁？那还要我们工会做什么？直接改成家天下好了。”邵俊峰语气铿锵，一副为工会考虑的模样。胡闹！江叔并无过错，你就直接剥夺他的长老职务，这种做法何其无耻！你黄兴是金色职业，江叔就不是金色职业了吗？如此做无疑是要逼走一个潜力无限的金色职业者。若之后江叔表现出的潜力确实不配长老的位置，那时你要让他退位，我没有丝毫意见，但现在我坚决不同意。罗震天神色激动的反对：“君子不可以欺之以不义。”邵俊峰不屑一笑道：“江叔实力怎么样？我们只不过是道听途说而已，他的金色职业我们也没有亲眼看过，是否是真金尚未可知。而且你见过哪名工会成员隐藏工会面板？他以为隐藏了等级实力，我们就不知道他只是一个2转职业者。可笑，这不就是掩耳盗铃吗？这等畏畏缩缩之辈，如何有资格担任我雷鸣工会长老之位？”邵俊峰义正言辞地呵斥一番之后，神色稍缓，淡淡道：“不如这样，我们安排江叔和黄兴打一场，谁赢谁就当长老，如何？”邵俊峰听到这话，饶是以他的涵养，也差点骂人。3转后实力暴涨，完全可以轻松虐杀数十个2转职业者。你让一个3转职业者对战一个2转职业者，这不是欺负人吗？胡闹！3转职业者对战2转职业者，天底下岂有这种事情？你这是赤裸裸的欺负江叔转职时间短。邵俊峰，人不能，至少不可以这么无耻。罗震天怒发接张，开口呵斥。邵俊峰丝毫不以为意，淡淡笑道：“罗会长，原来你也知道江叔和黄兴差距极大。那么江叔一个2转职业者，凭什么担任连黄兴都没有担任的职务呢？他有这个资格吗？”说着，他淡淡扫了一眼罗震天，继续道：“
我也不会真的就让黄兴仗着实力强就欺负江叔，到时候我会让他只发挥一半实力，如此，你觉得可好？罗震天闻言，脸色变得异常难看。哼，罗长老看来对江叔很没有信心啊。那这样，我让黄兴只发挥1/3的实力，这样总不算欺负人了吧？邵俊峰悠闲无比的开口，说完之后，从容的压了一口茶水，一副事情尽在掌控的淡然模样。罗震天没有说话。就算黄兴把实力压制到1/3和江叔对战，这就公平了吗？未必。黄兴不仅有3转职业突破的属性点加成，有10级的属性成长加成，最重要的是可以佩戴更高等级、更高品质的装备。据罗震天所知，黄兴身上就有3件32级的紫色装备，身上其他部位的装备也是40级的红色品质。这些装备提供的属性值不容小觑。这些加成下，就算是黄兴把实力压制到1/3，也可以轻松虐杀江叔。而且说是只用1/3的实力，战斗之时多1分力，少1分力，谁能发现？打得一手好算盘。但今天邵俊峰确实是有备而来，如果自己继续拒绝，又不说出充足的理由，真的说不过去了。所以罗震天只能黑着脸不说话。呵呵，既然罗会长不说话，那就如此办好了。邵俊峰微微一笑，成了。只要罗震天不激烈反对，那凭借他的能量就足以摆平这件事。他心中升起一股巨大的喜悦。把黄兴运作为长老，他不仅可以获得巨大的好处，更是壮大了麾下的势力。届时便可超越另一个副会长，成为工会第1顺位副会长。罗震天享受着即将到来的巨大权力。就在这时，他麾下一名长老开口说道：“有工会成员联系我，说江叔已经来到了工会驻地。”罗震天一拍桌子，脸上的笑意洋溢而出：“来得好，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就安排他和黄兴对战。走，这就去安排此事。”他的豁然起身，第一个走出议事堂，急切之情溢于言表。与此同时，他给黄兴发了一个消息，把议事堂的决议告诉他，并让他火速赶回工会。第40章，黄兴有我无敌。时间回到半个小时以前，江叔从韩子姐家回去之后，就开始马不停蹄的职业突破。这一次的突破副本，他仍旧遭遇了神王盖色投影。魔盖色3转突破副本里面的魔盖色魔威滔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比2转突破的时候足足强上了一个档次。然后魔盖色就被暗黑霸铠爆锤，总共花费了10分钟时间就通关副本。虽然魔盖色变强了，但江叔的成长更加恐怖，特别是暗黑霸铠分身堪称无敌，全程压着3阶魔盖色打。我一个机甲爆锤一个重铠类职业，很合理吧？恭喜您通关3阶职业突破副本堕落的圣骑士2，职业突破成功，获得1100点自由属性值，获得称号比肩传奇2金色。无比丰厚的自由属性点让江叔心里乐开了花。3阶职业突破就上千点自由属性了，那要是7、8阶职业突破，岂不是上万点了？他查看比肩传奇2这个称号的属性，称号比肩传奇2金色，通关职业突破副本堕落的圣骑士获得，佩戴称号可获得100点力量值、100点敏捷值，和先前的比肩传奇称号的增幅一致。江叔毫不犹豫将其佩戴，并隐藏光晕效果。现在他总共拥有5个称号，分别是亡灵杀手蓝色、见证传奇橙色、比肩传奇金色、霸气无双金色、比肩传奇2金色。隐藏光晕效果也是没办法，要是不隐藏的话，7米5高的称号比2层楼都还高，会严重影响楼上邻居的日常生活。只能说素质有待降低。离开职业突破副本后，江叔把雷霆掌控者和暗黑霸铠2个分身也职业突破。雷霆掌控者分身3阶职业突破，获得1000点自由属性值；暗黑霸铠分身3阶职业突破，获得1100点自由属性值，自由属性点比雷霆掌控者分身多出10%。阴阳师分身还没有达到 LV30，暂时无法职业突破。最令江叔惊讶的是，本体职业突破获得的自由属性点竟然和暗黑霸铠一样，达到了1100点。他猜测本体获取职业突破点数的规律，很有可能是就高不就低原则，所以才会是1100点自由属性。2个分身突破后，江叔同步获得自由属性点3200点自由属性。就算是以江叔的心理素质，也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我操，什么搬砖小号？影升级到 LV30，全敏加点，再加上暗影狼套装300点敏捷属性加成，现在的敏捷属性也只有3305点。光这一次职业突破的收获的属性点就比肩以往的积累。暗影分身技能的含金量还在提升，不愧是影的核心技能。江叔毫不犹豫把本体所有自由属性点加在了敏捷上。既然已经全敏加点了，就把这个思路贯彻到极致。输出啊，防御啊，治疗啊，这些工作由分身去完成，
本体只需要主打一个跑快快就可以了。3个分身也各自将自由属性点加到了所擅长的领域。江疏的思路就是每个职业都极致加点，主打一个极限，就像是雷霆掌控者分身，极致精神力加点，让他把攻伐能力发挥到极限。铠甲卫士分身极致体质加点，最大限度发挥他防御力出众的优势。阴阳师分身也是一样的道理，让他的毒奶能力得到最大的发挥。对正常职业者来说，极致加点有很大的弊端，那就是短板太过明显，很容易被人抓住短板一波带走。但江疏表示，我就不是正常人儿，只要分身的数量足够多，我就没有任何短板。另外，除了自由属性点，这一次的职业突破还有其他的收获。本体的暗影冲刺技能进阶了，冲刺距离从原先的10米进阶到30米，冷却时间从原先的5分钟缩短到1分钟，而且冲刺之后还可以获得30秒时间固定5000点敏捷属性加成。简而言之，就是冲得又多又快，保命能力更上一层楼。已突破到3阶，可额外凝结一具分身，是否现在凝结？耳边传来提示声，又到了最喜欢的凝结分身环节。凝结，几分钟后，4号分身凝结成功。暗影分身即将成型，请选择分身职业，可供选择的转职职业有战士、剑士、盾士、刀客、棍师、武僧、牧师、弓箭手、法师、格斗家、骑士、吟诵者、拳师、刺客14大初始职业。那么选择什么职业好呢？1号分身雷霆掌控者，杀伐无双；2号分身暗黑霸铠，防御逆天；3号分身阴阳师，虽然没有成长起来，但再次进阶的话，治疗能力应该不错。其实这3个分身成型之后，基本就没有什么大的短板了。那么4号分身的职业选择就应该更加考虑现阶段的需求。先前江疏带着雷霆掌控者分身刷怪，升级速度嘎嘎快；另一边铠甲卫士分身和阴阳师分身升级速度像是蜗牛在爬。这件事江疏印象极为深刻。这几个分身论杀怪效率，雷霆掌控者是独一档的。就算暗黑霸铠现阶段是6边形战士，但受限于近战的局限性，刷怪速度也远远赶不上雷霆掌控者。如果再有一具刷怪速度比肩雷霆掌控者的分身，那么升级经验值获取效率将会再次提升。论刷怪速度，有资格和法师争锋的就只有那个职业了。弓箭手，超远程输出，攻击频率快，是队伍中重要的输出贡献者。选择弓箭手职业，职业选择完毕，请为4号分身命名。接下来是喜闻乐见的起名字环节。前3个分身分别以叶、秦、林3大世家命名，4号分身自然延续这个思路。诸天万界第4大世家，萧家。30年河东，30年河西，末期少年穷。另有祖神境界的萧晨坐镇，萧家足以当得起第4世家的名头。萧虎，命名成功，可打开4号分身属性面板，查看详细属性。姓名萧虎，4号分身，点击展开，平平无奇的白色职业初始面板。职业弓箭手，白色，临阶。职业进阶路线为进阶路线一职业弓箭手，加材料疾风狼王心脏等于职业暴风射手，红色。进阶路线2职业弓箭手，加材料炙热天火结晶等于职业天火狂弓，红色。进阶路线3职业弓箭手，加材料金雕王之眼等于职业暴虐之弓，紫色。3条职业进阶路线，但江疏这一次没有像以往一样去分析每一条路线，因为但凡犹豫1秒，得是对紫色职业的不尊重。他的原则就是无子不行，有子选子，决定了进阶为暴虐之弓。他想了想，准备待会儿出门后让阴阳师分身带着4号分身去交易行购买金雕王之眼。金雕王之眼品质连紫色都没有达到，并不难购买。对了，在交易市场购买金雕王之眼的时候，还要购买几张红色品质的面具。面具算是帽子部位，虽然先前江疏在网上买的面具也能够完全遮挡面部，但为了稳妥起见，还是购买红色品质的面具的防窥探效果更好一点。毕竟在派分身打入其他2大公会内部之前，分身是万万不能暴露的。安排好事情之后，江疏马不停蹄地离开小区，找了一个无人的角落，把阴阳师分身和4号分身放出来后，本体没有丝毫耽搁，朝着雷鸣公会驻地奔去。这速度让街上的执法者误以为有老司机在飙车。江疏之所以这么着急，原因很简单，因为叔叔我呀最记仇了，能今天报的仇绝不留到明天。片刻后，江疏抵达公会驻地，他打量了一下公会驻地的环境，这里宛如一个小型城市，建筑风格恢宏大气，不愧是6级公会的驻地，就突出一个豪华。街边有一个露天茶馆，老板是昔日雷鸣公会的核心成员，因为职业者之路受挫，
没了心气，选择成为一个普通凡人，凭借着昔日的关系，在这开了一个茶馆。江叔走入茶馆，点了一杯茶，轻轻抿着，同时他展示自己的工会职务。职务：雷鸣工会长老。他知道，他只需要做如此简单的一件事，黄兴就会马不停蹄地赶回来。中译中的意思就是黄兴自己会回来送的。其他人也看到了江叔略显瞩目的工会职务信息，他就是那个一直没有露面的新长老。四周无数道好奇的眼神打量着江叔。我操，这就是那个新晋长老江叔，他终于来工会驻地了。抛开实力不谈，却实帅。嘤，长老好有气质啊，我好想和他交流一下。你这个交流，他正经吗？别犯花痴了，人家这种人物怎么可能看得上你这种普通女人？这些是来看热闹的。9大长老中有一人是我伯父，据我所知，此时议事堂应该正在商议罢免江叔长老之位的事情。好巧不巧，他今天就来工会驻地了，怕是会吃一鼻子灰。还有此事，细说为何？呵呵，还能为何？不过是给黄兴挪位置罢了。听哥一句劝，这种工会高层的事情，你少打听。那他今天来，岂不是自取其辱？呵呵，当然，黄兴已经收到消息，几分钟后就会赶回工会驻地，到时候有乐子看了。快打起来，打起来！我要看血流成河。这些是来看乐子的。江叔没管这些乐子人，也不知道工会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他需要做的只是等待黄兴到来，然后打爆他的狗头。与此同时，诸多工会高层抵达这一处茶馆。邵俊峰一眼就看到了风姿卓绝的江叔，卖相不错，可惜担任长老有一段时间了，却没有主动朝自己靠拢。年轻人不上道啊，不然给你一个长老之位又如何？他用眼神稍稍示意，几名长老便懂了他的意思，四散而开，挡住江叔逃跑的方向。今天不论江叔如何反抗，一定得把这件事给办了。与此同时，一个眉眼阴翳的年轻男子快速从远处乘坐着烈焰狮子奔袭而来，正是黄兴。他听到江叔回了工会驻地的消息，心里这叫一个急。一路上把烈焰狮子的油门踩到了底，就是担心江叔跑路了。幸运的是，紧赶慢赶，江叔仍旧在这里。他长舒一口气。黄兴翻身从烈焰狮子身上下来，眼神炙热地看着江叔，嘴角忍不住勾起。只需要在这里略微施展实力，击败江叔，自己就可以成为真正工会高层。他本来以为议事堂做出决议之后，江叔会躲藏一段时间，以此保住位置，但没想到对方竟然主动来了工会驻地，这简直是意外之喜。感谢大自然的馈赠，黄兴已经忍不住快要出手了，但他却被邵俊峰的眼神制止住了。邵俊峰淡淡一笑，哼，江叔是吗？很高兴看到你，但也很遗憾，因为议事堂刚刚做出决定，只要黄兴能够用1/3的实力镇压你，那你的长老之位就只能让给黄兴。我知道你内心很不服气，这就是职业者的世界，实力为尊，你不得不服气。准备好之后，你先动手，便视作战斗开始。放心，公平对决，我们不会干预。那些不知道内情之人听到这话，瞬间炸了。什么？今天江叔要是被黄兴击败，就要让出长老之位？黄兴是3转职业者，江叔不过是2转实力，这不是欺负人吗？我记得江叔前几天才2转吧？就算黄兴只是用1/3的实力，也不是江叔可以抵挡的呀。今天江叔铁定输了，好家伙，这兄弟也太惨了。公平对决，这公平个锤子！这些高层明显是偏向黄兴。江叔才当几天长老就被逼退位，这怕是史上最苦逼的长老了。邵会长和黄兴此举过了啊！别人江叔成为长老之后一直低调，没招谁惹谁，他们凭什么这么针对他？这你就不知道了。只要不是自己人，那就是敌人。工会高层的事情，我劝你少打听。代入一下，我已经开始血压飙升了。妈的，这世道还能不能好了？江叔也是，明明被针对了，竟然还主动来工会驻地，他就不知道猥琐发育一段时间吗？黄兴在工会之中声名显赫，实力又真的很强，所以没有人觉得2转没几天的江叔会是黄兴的对手。况且，就算江叔实力超出预期，黄兴就不能暗戳戳打破1/3的临界点，增加输出吗？江叔的结局仍旧是被镇压，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罗震天长长叹了口气，他已经努力过，但仍旧无法改变结局。只是可惜了江叔这样一个潜力无限的金色职业者。江叔，啥几把玩意儿？他没有搭理邵俊峰，而是指着从烈焰狮子身上下来的黄兴，问道：“你就是黄兴？”黄兴傲然一笑：“正是我。待会儿的战斗，虽然我只用1/3的实力，但以你和我的巨大差距，我仍旧翻手就可镇压你。你弱，你先动手。”黄兴优雅地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给他先手的机会又能如何？难道还能对自己造成威胁不成？下一刻，砰！一双拳头狠狠砸在黄兴脸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江叔不知何时位移到黄兴身边，抡起拳头就是砸。砰砰砰！黄兴被按着暴锤10多拳，口鼻溢血，极为凄惨。牧师呢？救一下！黄兴有气无力地伸出手，用尽全力呻吟。众人，第41章。黄兴，牧师呢？救一下呀！上一刻，黄兴还一副唯我独尊的样子，放眼翻手就可以镇压江叔，几秒后就躺倒在地上，口鼻溢血，奄奄一息。眼看进气少出气多，命悬一线。牧师呢？救一下！这巨大的反差感让场中众人心中有种无比荒谬的感觉。罗震天看着被江叔差点锤爆的黄兴，下巴都差点惊掉了。他本来因为没有帮忙制止邵俊峰的图谋，甚至都打定主意不去看黄兴蹂躏江叔的战斗画面，但真正打起来后，他才发现这哪是黄兴蹂躏江叔，分明是江叔单方面暴锤黄兴。从江叔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速度来看，他的敏捷绝对超过了1万点，只有如此才能依靠无比快速的攻击锤得黄兴毫无反抗能力。单属性过万，就算是他自己4转的时候都没有这么恐怖的属性，他的强大超乎想象。罗震天不由露出苦笑，自己先前根本不需要据理力争，任由邵俊峰百般图谋，在绝对实力的差距面前，江叔可以随意镇压对方，多此一举了啊！邵俊峰也是满脸的不敢置信，江叔前几天不才是刚2转吗？他怎么会这么强？但黄兴断断续续的呼救声提醒他，这就是事实。此子太过妖孽，几天时间实力就暴涨到如此恐怖的地步，连同为金色职业等级达到了 LV40的黄兴都不是他的一合之敌。他精心筹划布局已久，就是为了通过今天的这一场战斗扶黄兴上位，但事实却和他预想背道而驰。黄兴非但没有轻松镇压江叔，反倒是被江叔打得哭天喊地。布局失败，他脸色变得无比阴沉。也就是说，他之前的一切筹划都是一场笑话。上蹿下跳了这么久，以为一切尽在掌控中，但事实上宛如一个小丑一般可笑。想到这，邵俊峰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先前那几个帮邵俊峰摇旗呐喊的长老也忍不住低头看地，没脸见人啊！先前那些据理力争的行为，回想起来令他们尴尬的脚趾抠地。那些围观群众的表现就更加夸张了。天啊，不是说好的黄兴轻松镇压江叔吗？但现在江叔竟然按着黄兴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一拳拳的锤在脸上，我看着都疼。妈耶，江叔这也太猛了，打黄兴就像是打儿子一样。我为刚才的话道歉，他不是史上最苦逼的长老，他是史上最生猛的长老。2转没几天就轻松爆锤3转巅峰金色职业者，这踏马要不是亲眼所见，说什么我都不敢信。先前他刚刚加入工会的时候，我还特地看过他的属性面板，10打10的 LV20， 但这踏马才多久啊，就这么生猛了，我不理解啊！众人看着江叔暴锤黄兴的场景，只感觉后牙槽生疼。这拳拳到肉的，他们都不敢想正在被暴锤的黄兴有多惨。这是真的往死里锤啊！就在这时，一道风尘仆仆的身影从远处奔袭而来，正是李一刀。他收到消息，江叔被人针对，立马就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来，怕的就是江叔出什么意外。其他人可能不清楚江叔的潜力，但人是他亲手招回来的，他太清楚江叔潜力有多恐怖。江叔绝不容有失。终于进入工会驻地，看到一群人围在道路一旁的茶馆旁，他心中一沉，看这样子应该已经开打了，还是回来晚了。李一刀脸色变得极差。自从会长一心要破入9转境界，不怎么管工会里面的事情后，整个工会被邵俊峰这一伙人弄得乌烟瘴气。有邵俊峰做靠山，黄兴很有可能下重手。想到自己招进来的人却落了个如此凄惨的下场，李一刀心中更加着急。快一点，再快一点！他超越极限，速度再次有所提升，几秒的时间就来到了人群后面。砰！这是拳拳到肉的声音。江叔正在被人暴锤，李一刀心中更急，他一边火急火燎地挤进人群，一边大喊：住手！黄兴，你再敢殴打江叔，我李一刀和你不死不休！众人闻言齐刷刷转头看向他。正好此时李一刀也看到了场内的情况，只见江叔左手把黄兴按在地上，右手狂暴地挥动拳头，砰砰，正在暴锤黄兴。黄兴躺在地上，头上全是鲜血，额骨断裂，身体不断抽搐，连叫唤声都气若游丝，就差被硬生生锤死了。李一刀看着这一幕，差点没有绷住。死！黄兴就差被江叔锤爆了。想到自己一路火急火燎的赶来，
想到刚才情急之下喊出来的话，李一刀眨巴了几下眼睛，尬住了。这小子什么时候这么猛了？连黄兴都不是他的对手。嘿嘿，原来是公平对决啊，那没事儿了。李一刀放心了，静静观望场中局势。阿维，你这倾向性也太明显了吧？其他人在心底里疯狂吐槽。李一刀放心了，但有人不放心。邵俊峰看这样子下去，黄兴真的要被江叔打死了，心中想着黄兴虽然不如江叔，但好歹也是自己一系的金色职业者，还是有作用的，不能真的让江叔打杀了。住手，都是工会同僚，你难道真的要下死手？江叔抬头看了邵俊峰一眼，而后噗，一拳把黄兴的脑袋轰了个稀巴烂。邵俊峰，他怒极，自己堂堂一个副会长开口，但江叔不顾及丝毫情面，众目睽睽之下把邵俊峰打杀了，这是在当众打自己的脸啊！其他人也是震惊的看着江叔。邵俊峰亲自出口求情，江叔非但没有停手，反倒一拳就把黄兴轰爆。狂野，嚣张。而后他们看到江叔从空间戒指里掏出一张纸巾，就像个没事人一样，慢条斯理的擦拭着手上的鲜血。至于江叔为什么要用纸巾擦拭，以前江叔看武侠剧的时候，就经常看到反派杀了人之后用这种方法处理手上的血渍，当时他就觉得好变态，他好喜欢，所以他在空间戒指里面准备了这东西。效果很明显，偌大的街道上站满了人，所有人看着江叔优雅擦拭血渍的动作，硬是没有一个人敢出声，属实沾点变态。不仅是普通工会成员觉得江叔超勇的，就连李一刀和罗震天对此都大感惊讶。邵俊峰就算是他们无比忌惮，但这个年轻人却肆无忌惮的当众打他脸，无所畏惧，魄力十足。哼，不是说好的公平对决，不会干预吗？没控制住力度，下手稍微重了点，不小心把人打死了，这很正常吧？江叔淡淡笑着，转头直视邵俊峰，缓缓问道：怎么，你不服气？死！听到江叔最后这句话，场中再次传来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他们本来以为江叔已经超勇了，但发现还是低估了这一位的生猛。一句怎么，你不服气，搭配上那小表情，那小眼神，杀伤力直接拉满。带入一下邵俊峰，他们血压都已经开始飙升了。正主邵俊峰听着这熟悉的话语，血压飙升到了2层楼那么高。先前他对江叔说过，我知道你内心很不服气，这就是职业者的世界，实力为尊，你不得不服气这样一句话。现在江叔直接用怎么，你不服气奉还给他。极度愤怒之下，邵俊峰内心反倒有种平静的感觉。他看着眼前这个宛如一柄利刃一般锋锐的年轻人，心中有种恍惚感。曾几何时，自己也是如此意气风发，也是如此锐意难当。但当好几次在秘境里险死还生，好几次死于职业突破副本，靠着复活次数才苟延残喘之后，这种锐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钻营，是谋篇布局，是攫取好处，是温和变强的成长路线。谁年轻的时候还不是一个天才呢？我邵俊峰同样是金色职业，年轻时候同样光芒万丈，但过刚一折，这种心态是会栽大跟头的。年轻人始终还是太年轻。如此想着，邵俊峰阴翳地看了江叔一眼。江叔身上的这种气质让他有种厌恶的感觉。我都学会了妥协，你凭什么还这么狂？年轻人太强硬不是一件好事。邵俊峰淡淡开口：怎么，你硬不了了？江叔反问。邵俊峰：妈的，这小子说话贼气人。邵俊峰不说话了。没事儿，硬不了就算了，我就随口问问。江叔一副我替你着想的样子。邵俊峰，如果不是众目睽睽之下，他甚至怀疑自己会忍不住亲手教训江叔。但这终究是工会驻地，终究还有其他工会高层，他只能阴冷地看着江叔，而后接拂袖而去。他还是低估了江叔恶心人的能力。与此同时，地上黄兴的尸体被绿色光华包裹，消失在原地。他的那一次复活次数一直没有用，此时触发了。黄兴身上的全部装备以及空间戒指却留在了原地。这是复活的最大弊端，就算是人可以复活，但东西全部掉落，对职业者来说也相当于去了半条命。江叔毫不客气地把这些东西捡了起来，略微清点，总共2件 LV32 的紫色装备，分别是法典、武器部位、法袍、衣服部位，另有8件 LV40 的红色装备，属性只能说是中规中矩。另外，空间戒指中有诸多材料，但最有价值的是2件6阶紫色材料，天空石和海洋草，还有7个铸币静静躺在空间戒指里面。杀人比杀怪装备掉落率高多了，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提升，这收获不可谓不巨大。
江叔心情瞬间就愉快了起来。四周的工会高层看着江叔捡装备，硬是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吱声。主要是刚才江叔的作风太生猛了，连副会长邵俊峰的面子都不卖。他们这时候跳出去，不是找骂吗？就算不被骂，被这家伙阴阳怪气几句，估计今晚上都别想睡着了。江叔这一战，算是在工会中彻底确定了威信。从此，工会上下无人再敢小觑他，甚至他的难惹程度还排在了9大长老的前列。主要是太记仇了，谁也不想被这么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惦记上。哈哈，你小子几天不见，这么生猛了？李一刀哈哈一笑，拍着江叔的肩膀。江叔灿烂一笑，没有回应这个问题，而是自顾自说道：“你看这天上的云，怎么这么像你欠我的3件紫色装备？”李一刀，这晴空万里的，有个屁的云！这小子时刻惦记着自己的3件紫色装备呢。我真是脑袋被驴踢了，竟然主动上去和这小子打招呼。放心，我李一刀言必行，行必诺，绝不会少你这几件装备的。李一刀拍着胸脯保证。江叔就这样看着他，我正在看着你，看着你，目不转睛。李一刀被他盯得发毛，实在拿江叔没有脾气，而且确实允诺了等他3转就把3件紫色装备给他，只能抠抠搜搜的从空间戒指里面拿出3件紫色装备。撒手啊！江叔扯了2下，硬是没有把装备从李一刀手心里扯下来。真正拿出3件紫色装备，李一刀才真切的感受到心痛的感觉。不是我不撒手，而是我的手心舍不得这3件装备。李一刀语气幽怨。江叔翻了一个白眼，加大力量，拿来吧你！禁断法裤，紫色；禁断法腕，紫色；禁断法靴，紫色。一个系列的紫色装备。江叔并没有立刻查看这些装备的属性，而是准备待会儿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慢慢研究。刀哥大气！江叔笑嘻了。李一刀唉声叹气：“老哥，我都快被你掏空了呀！”什么话？什么话这是？我取向可是很正常的呀。随即，李一刀神色一正。现在工会之中，会长一心想要突破9转，基本不管事。邵俊峰一家独大，你今天得罪了他，行事小心啊。没关系，我最擅长化解仇恨了。李一刀听到江叔这话，心中略微放心。幸好他还知道斗争之后是妥协，他远比自己想象的成熟啊。但李一刀丝毫不知道江叔所说的化解仇恨的意思和他的理解有很大的出入。对了，3转工会副本天灾军团从哪里进去？江叔先前在职业者论坛上就曾经看到过这个工会副本的信息。这个副本的经验值极为丰厚，远超副本区域的 SSS 级难度副本。此时他成功3转，拥有了进入这个副本的资格，第一时间就想要进入副本里面刷经验。李一刀皱眉道：“我知道你很强，但你要知道，天灾军团这个副本可不一般，江城几大工会至今都没人通关这个副本。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吗？这些年，无数金色职业者带队想要攻克这个副本，但最终都铩羽而归，甚至有好几次是数名金色职业者带队，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也只是攻略到了这个副本的一半。3转阶段的工会副本有很多，你真的不一定要死磕这个副本，你完全可以选择其他工会副本升级。并不是李一刀故意吓唬江叔，而是天灾军团这个副本实在太过变态，他能够保持100年不被人通关的记录，就可以看出其难度。在其他拥有更强工会的城市中，确实有工会通关了天灾军团副本，但他们通关的最低配置是5名金色职业者、50名橙色职业者、45名紫色职业者，而且前提是这些职业者都是3转实力，实力强了、弱了都无法进入天灾军团副本。如此豪华的配置，就算是掏空了江城的家底也凑不出来。最夸张的是，就算配置如此豪华，最终仍旧苦苦鏖战了10个小时，才艰难通关天灾军团副本。如此足以看出天灾军团这个工会副本的难度有多恐怖。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我仍旧选择挑战这个副本。江叔眼睛无比明亮，难度高好啊，难度高才能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刚刚好黄信的对战，别说全部实力了，连热身都算不上，他正好需要一个让他施展全力的舞台。李一刀情绪有些激动道：“你小子是油盐不进啊！来来来，我给你好好捋捋。我知道你连黄星都可以碾压，一定不是普通的金色职业者。那我就算你抵得上5个金色职业者，那其他人呢？雷鸣工会难不成还能找出40个3转橙色职业和55个3转紫色职业吗？而且别说几10个橙色职业和紫色职业了，大家都知道天灾军团这个副本的危险性，就算是白色职业者都不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和你进副本，连队友都组不齐。
你拿什么通关天灾军团？不好意思，我不需要队友。我知道这个副本很危险，所以我选择单通。这些危险就让我独自一人承受。江叔语气铿锵。不好意思，我要恰毒石。李一刀闻言气得吹胡子瞪眼。还单通？这不是胡闹吗？得了，你老人家就别劝了。江叔也知道李一刀是一片好心，并没有因为他说话不好听而心中不爽，只是该表明的态度还是需要表明，我意已决，多说无益。李一刀闻言长长叹了口气，他知道江叔看起来跳脱，实则极有主见，他既然如此说了，那估计任何人都无法更改他的决定，自己继续劝的话不过是白费口舌罢了。只是单通天灾副本真的可以吗？你小子，李一刀长长叹了口气，虽然我嘴上不赞成你，但心底还是极为佩服你的这种魄力的。既然已经踏上了职业者道路，唯有坚信自己有我无敌，才有可能成为传奇。和你比起来，我们这些家伙都蹉跎了。说着，李一刀递给江叔一枚戒指。江叔好奇接过，守护之戒，紫色，又是一件紫色装备。这是我3转时候用的戒指，等级提升后就一直闲置在空间戒指里。现在你要去天灾军团副本，或许它能给你一定的帮助。它没有穿戴限制，可以给你增加不少属性。江叔惊讶地看着李一刀，你这么大方的样子让我感觉很陌生。刀哥大气。江叔神色一正，认真道谢。自己先前一直以为李一刀抠抠搜搜的，现在看来真的是误会了他。患难见真情，3转紫色戒指说送就送，李一刀的慷慨超乎想象。以后绝对不能用如此浅薄看待别人。你踏马通关副本之后，记得还我。你要是因为挂了把这件装备给我遗失在了副本里，我踏马和你拼命。江叔，看来我没有误会他。李一刀指了指工会驻地深处的一个方向，道：那里就是专门的工会副本区域，你可以从那里进入天灾军团副本。江叔转身就走。第42章天灾军团。片刻后，江叔来到了工会副本区域。这里的构造和初级副本区域很像，中央位置都有一个光柱，光柱之上漂浮着众多代表着相应副本的光点。他没有着急进入副本之中，而是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清点刚才几件装备的属性。装备名称：恶魔法典，紫色。装备位置：武器。佩戴等级 LV32 3阶。佩戴要求：法师类职业。属性：力量加50，敏捷加50，精神加150。特性：破巨，实战魔法攻击时攻击距离增加1米。装备名称：恶魔法袍，紫色。装备位置：衣服。佩戴等级 LV32 3阶。佩戴要求：法师类职业。属性：力量加50，敏捷加50，精神加150。特性：魔力爆发，实战魔法攻击时精神属性额外增加200点。这2件紫色装备是刚才黄星友情赠送的，总共增加的属性都是250点，比万伤弓少一些，并各自有一个特性。恶魔法典的特性是增加1米攻击距离，1米看似很短，但实战中作用却是不小。敌人本来已经熟悉了你的攻击距离，但冷不丁的多出1米，这是什么概念？猝不及防之下，很有可能直接改变战局。至于恶魔法袍的特性就更加简单粗暴一点，直接增加额外200点精神属性，给的属性点加成还算不错。只是这2件装备的佩戴等级都是 LV32， 暂时还无法佩戴，所以只能先暂时放在空间戒指里了。装备名称：禁断法腕，紫色。装备位置：护腕。佩戴等级 LV30 3阶。佩戴要求：法师类职业。属性：力量加20，敏捷加20，精神加140。特性：制敌已弱，增加 3% 魔法命中敌人弱点位置的概率。装备名称：禁断法库，紫色。特性：制敌已弱，增加 3% 魔法命中敌人弱点位置的概率。装备名称：禁断法靴，紫色。特性：制敌已弱，增加 3% 魔法命中敌人弱点位置的概率。这3件紫色装备明显是一个套装，除开装备名字不同之外，属性、特性都一模一样。它们的特性很有意思，都是增加命中敌人弱点的概率。这个世界网游化了，但没有完全网游化。实战中，人被砍头就会死，怪物被击碎心脏也会死，对敌人的弱点攻击会有伤害加成。那么，增加命中弱点概率将会对战斗有着巨大的加成。装备名称：护佑之戒，紫色。装备位置：戒指。佩戴等级 LV30 3阶。佩戴要求：无限制。属性：力量加100，敏捷加100。特性：守护，在遭遇致死伤害时出现一个护盾，
可抵御一次不高于1万点破坏力的攻击。这件装备的属性并不算出彩，但特性却极为不凡。保命类特性，可抵御一次不高于1万点破坏力的攻击。虽然破坏力属性需要具体测量，但也不是没有规律可循。如果其他3维属性都趋近于0的话，在这个前提下，大概相当于2倍力量值属性的值， 0.5 倍敏捷属性， 0.5 倍体质属性的值，同时也大概接近3倍精神属性的值。防御力的换算方法也类似，但却有微小的区别，大致相当于体质属性的2倍，力量属性的 0.5 倍，敏捷属性和精神属性对防御力属性并无加成。当然，这些数值都是理论情况下推算出来的，实际上的换算更加繁琐复杂。昨晚上有没有拉屎，有没有来大姨妈，有没有求导，有没有睡好觉，都会影响到破坏力和防御力的具体数值。职业者世界关于破坏力和防御力的论文少说也有10万篇，但仍旧没有一个最科学的测量方法。最后，职业者世界的共识是，平时就按照以上的倍率大概评估一下，要精准的数值，还是得去职业者殿堂实打实的测试。言归正传，守护特性抵挡的1万点破坏力攻击，大致可以抵挡3000多点精神属性法师的无倍率技能。3转阶段，就算雷霆掌控者的精神力也不过是3750点，守护之戒的护盾强度已经相当不错了。江疏本体佩戴上了守护之戒，毕竟分身死了是可以再花费24小时在暗影空间里复活的，但本体嘎了就需要消耗复活次数了，保命装备自然优先给本体佩戴。近段系列的3件装备，江疏准备全部给雷霆掌控者分身穿戴。清理完装备属性，江疏心情大好，6件紫色装备，这至少价值60枚铸币，甚至万商宫守护戒指的品质在紫色装备中也算精品，其价值绝对超过10枚铸币的平均值。参加3转阶段的职业者大赛，进入江城前5名也不过是5点积分，也就是5枚铸币。这要是说出去，得馋哭多少3转职业者。而后江疏迈步进入秘境，此时工会副本区域中的上千人都注意到了他。毕竟江疏刚刚锤爆黄星，这事闹得很大，不少工会成员都得知了他的身份。这不是江疏长老妖？他这是刷工会副本，这一位可是猛人啊，硬生生锤爆了黄星。如果不是黄星还有一次复活次数，就真的死在他手上了。刚刚我就在现场，锤爆黄星算什么？最夸张的是，他直接硬刚少俊峰会长，丝毫不带怵的。好家伙，才干完这件大事儿，他就马不停蹄来刷副本了。他这是有多喜欢升级啊？家人们，谁懂啊？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努力，这还怎么玩？无数工会成员暗自打量着江疏，此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在他们看来，江疏应该是刷一个普通的4人工会副本，但当他们眼睁睁看着江疏触摸代表着天灾军团这个副本的光点时，所有人都愣住了。看着江疏身影消失的地方，他们表情极为精彩。良久后，才有人从巨大的震惊中回过神来。我没有看错吧？他进的是天灾军团副本，惊了！我还说他刷普通本，没想到他上来就挑战最高难度副本。这个副本100年来从未有人通关过呀！天灾军团这个沉寂了10多年的副本，终于又有人敢挑战了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还是单通？不行，我要把这个消息传到论坛上去，不能光我一个人震惊。随着在场的不少人把这件事发到江城职业者论坛上，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的天灾军团副本时隔多年再次开启的消息。我抄，我上一次看到天灾军团开启还是在上一次，这一次雷鸣工会再次集结重兵挑战天灾军团了吗？不好意思，请你仔细看看发帖人的帖子，是雷鸣工会的人开启挑战不假，但并没有集结重兵，而是一个人单人挑战。单通？你在逗我？满员100人队都拿这个副本没有任何办法，你现在告诉我这一次是单人挑战？好家伙，这不会是雷鸣工会故意来博眼球的吧？以单通天灾军团的噱头吸引注意力，但这会不会太不道德了？直接浪费一个工会成员的复活次数，这事儿一眼鉴定为假，谁不知道天灾军团的难度？你信有人能单通这个副本，不如信我是秦始皇。雷鸣工会疯了，这是路人听到这件事的反应。其他2大工会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这个消息，他们也第一时间表明了态度。白骨工会天灾军团副本，就算是7级工会都不一定有这个底蕴来通关。雷鸣工会妄想挑战这个副本，是不是对自己几斤几两没点数？10年前你们那位会长3阶的时候，率领雷鸣工会的黄金一代野心勃勃地挑战天灾军团，最后还没有达到一半的进度就全军覆没，其结果堪称惨烈。才10年，你们雷鸣工会就忘了这种痛入骨髓的疼痛了吗？
无双公会也开始锐评，天灾军团副本诀无可能被6级公会通关，这是无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铁律。雷鸣公会此举不过是哗众取宠，但你哗众取宠有用吗？只需要等几分钟，副本失败，所有人都会知道你们的真实面目。雷鸣公会中，邵俊峰看到这些帖子，脸色铁青。是谁开启天灾军团副本的？他是在找死吗？自己找死不要紧，还让我们雷鸣公会成为笑话。在得知是江叔开启了天灾军团副本后，邵俊峰脸上露出惊讶之色，怒火顿时消散了许多。原来是他。邵俊峰摇头冷笑，我先前就说过，年轻人不要太气盛，他非但不听，更是当众忤逆我。果然，这才多久，他马上就会因为自负而自食苦果。天灾军团是什么档次的副本？他认为自己可以秒杀黄星，就有资格去挑战了，殊不知无异于送死。可笑，还去单通，找死也不是这样找的。让他在里面浪费一次复活机会也好，不然他还真的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邵俊峰微微笑着，继续道：不过论坛上的反响这么大，我们雷鸣公会不出来表个态也不合适。于是他利用自己的账号在职业者论坛上发布帖子：诸位，我是雷鸣公会邵俊峰，我再次郑重声明，挑战天灾副本之人名为江叔，这般哗众取宠之举是他一人之行为，和我雷鸣公会无关。公会大了，什么人都有，我虽为公会副本长，但也没办法按着每个人的头做事，还请大家理解，不要把这个个人行为上升到集体高度。邵俊峰发帖后，论坛上的气氛更加热烈。理解，理解，害群之马吗？哪个群体都有。江叔，这名字有点熟悉，好像是雷鸣公会的一个长老。好家伙，没想到他位置挺高，人品却不怎么样。副本中，阿 T， 江叔打了一个喷嚏，他狐疑地看着四周。我操，该不会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吧？他前方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平原，平原极为辽阔，一眼看不到头，地平线似乎和天际相接，有种旷远的意境。这个副本是江叔进入过面积最大的副本，甚至比先前他进入的魔蟒的觉醒地狱秘境面积还大。有点东西，不愧是江城100年来都未曾通关的逆天难度副本。欢迎进入天灾军团副本，消灭10万分天灾军团即可通关副本。时间限制10天。系统的提示声适时响起。10万天灾军团，无比恐怖的怪物数量，种类繁多的怪物种类，成军团建制的怪物规模。这就是最难3转100人副本天灾军团。10万只怪物，就算是站着让人砍，1秒1刀，一刀一个，都要足足砍28个小时。况且天灾军团中的怪物起步精英级，另有1000只领主级，100只将级，10只帅级。正是这个令人听起来就肝胆俱颤的难度，才让8000万人口的江城100年来无人通关这个副本无人。历史上无数的金色职业者不信邪，纷纷组建强大的队伍挑战这个副本，其结果全部全军覆没。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金色职业者的高傲被彻底轰击粉碎。这10年来，尽管每年都会出现一批金色职业者，但无人再敢挑战天灾军团这个副本。血淋淋教训在前，没有人想去送命。直到今天，江叔开启天灾军团，命运的齿轮再次开始转动。外界无一人看好，但少年英姿勃发，杀气腾腾，欲要书写传奇。4道分身从江叔身后走出，雷霆掌控者分身，暗黑霸铠分身，阴阳师分身，暴虐之弓分身。4道分身簇拥着江叔本体，朝着地平线一步步走去。第43章，人类的勇气是有极限的。江叔走了半晌，都没有看到怪物。我超，怪物呢？江叔一边走着，一边看向暴虐之弓分身。先前他让阴阳师分身带着4号分身前往交易市场购买金雕王之眼，一切都很顺利。4号分身也成功的从弓箭手进阶为了暴虐之弓。具体属性如下：姓名萧虎，4号分身；职业暴虐之弓，紫色；力量60，敏捷60，体力30，精神20，装备无。技能1精准，被动，增加30%弱点攻击几率。技能2快速拔剑，被动，射速增加30%。技能3狂暴，力量增加50%，敏捷增加50%，持续时间30s， 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4狂风骤雨，以狂风骤雨一般的攻击覆盖100米之外的敌人，伤害直径为5米，造成2倍破坏力的伤害值。冷却时间1分钟。初始属性点170点，在紫色职业中算是极为不错了。技能数量也相当可观，达到了惊人的4个。2个被动技能分别增加弱点攻击几率和射速，
都是极为实用的被动技能。2个主动技能，一个是爆发类技能，一个是远程范围类伤害技能。暴虐之弓的综合强度终可以说是紫色职业最顶尖的了。此时，江叔看着暴虐之弓分身的头顶，一行小字浮现了出来 ：LV40可进阶。江叔眼中露出惊讶之色。按照先前的规律，30级凝结的分身是需要50级才能达到再次进阶条件，但暴虐之弓分身40级就可以职业进化。随着等级提升，升级愈发困难，分身再次进阶的等级要求降低，可以让我轻松不少。江叔低声自语。也就是说，40级的时候，不仅阴阳师分身可以进阶，暴虐之弓分身也可以进阶。江叔顿时更加充满升级的动力。到时候2大分身同时进阶，自己实力又可以再上一层楼。与此同时，他把3件紫色禁断系列装备给雷霆掌控者穿上。黑巫师套装，每一件装备可以增加35点精神力，除开差值，精神力增长315点。再把升级以及职业突破的自由属性点加上，精神力瞬间到达4065点。除开属性上的加成外，还获得了额外 9% 命中敌人弱点位置的特性。而后，江叔继续在平原上寻找敌人。他忽然停下脚步，地面的沙石在不断的跳动。江叔神色一动，他抬头看去，几千米之外的地方，一道道怪物身影汇聚成汪洋大海，朝着江叔所在的地方吞没而来。这些怪物有精英怪物猛犸象、荒原虎、骷髅鸟、亡灵战将等数十种，黑压压的怪物群朝着这边碾压而来，数量极多。江叔粗略一看，估计怕是有5000左右。这是一个小型军团。按理说，如此多的怪物聚在一起，场面应该极其混乱。但这些怪物动作极为规整，行进之间纪律森严，宛如精密的机器一般。只有在真正站在军团面前，才能感受到个体力量的渺小。他们宛如钢铁洪流一般，无情碾来，就像是要把江叔这个渺小的人类硬生生碾碎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正常人都会感受到一种发自灵魂的战栗感。这无关勇气，这是人类基因自带的恐惧。但江叔只有无比昂扬的战意。人类的勇气是有极限的，除非超越人类。轰隆！身后身高10米的暗黑霸铠一步踏出。所以我不做人了。暗黑霸铠，给我杀！轰隆轰隆！暗黑色机甲迈着巨大的步伐，朝着天灾军团冲击而去。机甲强大的力量，每一步都将地面踩出深深的裂痕。阳光洒落在暗黑色机甲之上，它的线条无比流畅，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爆炸的力量。只是片刻，他便和5000天灾军团对撞到了一起。一只身高5米的猛犸象正面遭遇暗黑霸铠，他还没来得及有所反应，下一刻，噗！他庞大的身躯被暗黑霸铠硬生生撕碎，鲜血喷溅，宛如瓢泼大雨一般滴落。霸铠技能加持下，暗黑霸铠分身的力量属性达到了16000点，体质达到了64000点。而身为精英怪的猛犸象，4维属性加起来也不到2000点。在面对暗黑霸铠的时候，就像是纸糊的一样。暗黑霸铠将猛犸象的残破的尸体被重重扔在地上，而后无情挥动铁拳，疯狂杀戮！噗噗噗！一只只怪物被暗黑霸铠无情轰爆。阳光下，漆黑如墨的巨大机甲每挥出一次拳头，都有一只怪物死亡，甚至有荒原虎被他一脚踩爆，拳拳到肉，杀到疯狂。没有任何一只精英怪可以阻挡他的步伐，甚至几十只怪物同时围攻，仍旧难以更改被他撕碎的结局。暴力到极致的杀戮，这就是暗黑霸铠，拥有着机甲一样的身躯，同时也有着令人啧舌的属性。经验值正 0.001%， 经验值正 0.001%。一道道经验值获取提示声响起，江叔心中爽得飞起。一只怪物就 0.001% 经验值，也就是说把副本里面的10万只怪物全杀了，就可以升一级。3转之后，需要的经验值暴涨，每升一级都比2转阶段艰难10倍。江叔本来以为3转之后，自己的升级速度会放慢很多，但现在看起来，自己只需要通关一次天灾军团副本，就可以升一级，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难。天灾军团之中，5只降级怪物冷漠地看着在怪物群中肆虐的暗黑霸铠，对面的实力却是超乎他们的想象。从未有过挑战者用这种狂野的方式直接对撞天灾军团，但主动攻入军团之中，也就代表着受到了包围。他们举起手，号令所有远程怪物对庞大的暗黑霸铠发动攻击。亡灵法师、骷髅弓箭手、亡灵鸟，近1000只这3种远程杀伤力极强怪物纷纷列阵，隔着近100米的距离齐刷刷发动攻击。强悍亡灵魔法，犀利的弓箭，
锋锐的鸟羽同时轰击向暗黑霸铠。5只降级怪物嘴角露出冷笑，下一刻，他们的笑容凝固。-1%，-1%，两道伤害提示从暗黑霸铠头顶飘起。这声势浩大的攻击，最终只是带走了暗黑霸铠2%的生命值，甚至连暗黑色的外部装甲都没有击穿，只是留下白色的印记。随着暗黑霸铠挥手轻拂体表，那些剑矢和羽毛残留的白色印记都全部消失。5名降级怪物此刻心中只有一个想法：究竟谁才是 BOSS 啊？这一架暗黑色机甲未免太过恐怖了。与此同时，他们眼中映照出金色，无比绚烂的金色。轰隆！震耳欲聋声响与大地震颤的余波一同传来。5只降级怪物只看到一片亡灵法师被金色雷霆吞没，上百只亡灵法师飞灰烟灭。一道穿着深黑色长袍的身影站立在军团前方，金色雷霆余波环绕在他体表，他那双金色的眸子中似乎蕴藏着一个生灭不息的世界。这是一个强大的雷系法师。5只降级怪物露出无比凝重的神色，一定要先杀了他。他的范围性伤害太过恐怖，威胁性甚至超过了那尊强大的机甲。随着5只降级怪物的指令，亡灵军团朝着雷霆掌控者分身冲击而去，但挡在他们身前的是那尊令人胆寒的钢铁巨兽。无论军团如何冲击，都无法突破暗黑霸铠的防线，甚至暗黑霸铠攻击还附带着击退效果。一拳之下，猛犸象尸体沿着地面滑动，坚硬的地面被拖拽出一道深深的痕迹。那些紧随其后冲击的怪物正好撞在了猛犸象身上，被撞得七荤八素。暗黑霸铠最擅长的就是防御。雷霆掌控者分身站立在岿然不动的暗黑霸铠身后，不断召唤雷霆。恐怖雷霆无情带走一只又一只怪物的生命。有暗黑霸铠的保护，他只需要全力输出，而输出的效果也相当的恐怖。顷刻间，已经有上千只怪物死在了金色雷霆之下。与此同时，阴阳师分身不断召唤死亡之鞭，一边的给暗黑霸铠加血。虽然因为暗黑霸铠的体质属性抬高，加血效果很难见效，但几十鞭下去，还是能够抬高暗黑霸铠1%的血量。天灾军团虽然在不断的进攻，但仍旧难以打破被压制的局势。5只降级怪物见到战局不妙，纷纷掏出一个巨大的白骨号角。白骨号角吹响号角时，天灾军团麾下战士将进入狂化状态，攻击力增加 70%， 敏捷增加 30%， 持续时间5分钟。在白骨号角一直被吹响的时候，那些猛犸象、荒原虎、骷髅鸟、亡灵战将像是吃了药了一样，气势猛然提升，悍不畏死的朝着暗黑霸铠发动进攻。江疏顿时感受到极大的压力。此时5只降级怪物离雷霆掌控者分身还有1000米左右，因为超过了施法范围，难以打断他们吹响白骨号角的动作。但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这种事情法师类职业不擅长，却有另外一个职业很擅长。不知何时，江疏本体已经摸到了5只降级怪物身旁，闪烁着寒光的匕首悄无声息地朝着一只降级怪物的喉咙刺去。那只正在用心吹响白骨号角的降级怪物察觉到有人摸到自己身后，只感觉浑身汗毛倒竖。他完全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过来的。好在他身为降级，敏捷属性极为不凡，超过了2000点，在险而又险中避开了要害，让匕首只是刺在了肩膀上。生命值负 10%， 虽然伤害值不高，但也成功打断他吹响白骨号角。与此同时，一道年轻英武的身影出现在他身旁，嘴角隐含笑意。刺客，顶尖刺客！其他4名降级怪物也发现了江疏，沉着脸中断吹响白骨号角。吹响白骨号角对军团加持极大，但在吹的时候是不可以出手的，他们只能用最快的速度解决这个顶尖刺客，才可以不受干扰的继续激励军团。5只降级怪物同时出手，他们杀招尽出，白骨剑、亡灵锤、暗黑锁链。但江疏本体潇洒迈步，神色无比从容，却总能在关键时刻躲避他们的攻击。开启暗影冲刺，30S 内增加5000点敏捷值，让江疏的敏捷属性超过 1W 点。就速度而言，碾压这5只降级怪物，是以他完全掌控了战局的主动。只是全敏加点的伤害值确实有点感人，所以他虽然占据主动，但想要独自拿下他们也极有难度。10分钟后，轰隆，恐怖天雷落下，5只降级怪物的生命值瞬间清零。虽然我本体的伤害不高，但是我雷霆掌控者分身主掌杀伐，伤害不仅高，甚至都要溢出来了。用9天雷动送你们上路，算是厚葬了。在四周的原野上，几千具怪物尸体横七竖八的静静摆放着，仍旧温热的鲜血从尸体中汩汩流出，让空气中充满了浓郁的血腥味。江疏本体、暗黑霸铠、雷霆掌控者、
阴阳师、暴虐之弓分身站立在血泊之中，这是一幅极有冲击力的画面。一人4分身，直接杀穿了一个天灾军团分部。不是4个分身，其实起到主要作用的仅仅是暗黑霸铠分身和雷霆掌控者分身而已。阴阳师分身算是打了打酱油，而暴虐之弓分身，只能说暴虐之弓分身还在刷野，主要是等级太低了，完全参与不了这个层次的战斗。这场战斗全面检验了江疏3转之后的战力，结论就是无敌乱杀，让人闻风丧胆的天灾军团根本难以对他造成实质性的威胁。暗黑霸铠主防御，雷霆掌控者主杀伐，本体主暗杀，总计15分钟的时间，直接杀穿5000天灾军团。雷霆掌控者是金色5星职业，暗黑霸铠是金色6星职业，本体3转之前要比这两者弱一个档次，但3转后获得搬砖小号同步的自由属性点之后，强度直追而上，已经不比这两者差多少了。江疏转头看向阴阳师分身和暴虐之弓分身，先前铠甲卫士没有进阶为暗黑霸铠的时候，主打一个要强度有帅气，强度其实也很弱，但2次进阶后直接原地起飞，各种嘎嘎乱杀。那么阴阳师和暴虐之弓2次进阶后，是否也会复刻暗黑霸铠的轨迹呢？想到这，江疏心中无比火热，尽快升级到 LV40。第44章，老艺术家的从容。就在江疏刚刚进入副本的时候，雷鸣公会成员蜂拥挤向副本区域。片刻后，这里就聚集了几万人。这些人不刷副本，就在那看热闹。听说新长老江疏进入天灾军团副本了，好家伙，这副本也敢进，他真的不怕死吗？论坛上看到帖子，特来围观。公会频道上收到消息，特来吃瓜。那谁，你默哀老娘，你他妈再挤，就老娘假奶挤爆了。你们说江疏他有机会通关吗？有个屁机会，我们会长你知道吧？3星金色职业，外加3个普通金色职业，还有10个橙色职业，50个紫色职业，他们那一代被称作黄金一代。这么豪华的阵容，挑战天灾军团副本都失败了，你指望江疏一个人单通？你不是在逗我吗？黄金一代这都没通关副本，这个副本究竟有多难啊？呵呵，告诉你吧，不仅没有通关，甚至连一半的进度都没有达到。你品，你细品，你觉得江疏一个人凭什么通关？本来我还觉得江疏有机会创造奇迹，但听你这么一说，我瞬间觉得他没戏了。你都觉得他一定没法通关了，那你来这儿看什么？你这话说的，虽然我觉得他没法通关，但我想看看他能坚持多久啊。毕竟是一招秒杀黄星的存在，实力肯定是有的，估计依靠风筝战术，坚持个10分钟是没有问题的。10分钟？这么久？我朋友1年都没坚持这么长时间。怎么感觉你这话怪怪的？此时李有炳风尘仆仆的从野外赶回来，先前他被江疏钊任命为雷鸣公会核心成员，就一直在野外刷怪升级。他身边还有着4个人和他一起，这4人就是江疏刚刚成为长老的时候，特地去触及副本区域质问江疏，最终看到江疏的速刷 SSS 难度副本，直接从质疑江疏进化到追随江疏。虽然江疏没有同意他们4人的追随，但他们当场开动小脑筋，走了一手曲线救国的路线，直接去野外带李有炳升级，打算通过接近李有炳搭上江疏那条线，主打一个心意坚决。在4个3转职业者的全力帮助下，李有炳升级很快，现在已经1转了。他看着黑压压的人群，当场倒吸一口凉气，而后他就听到了许多人的质疑声。李有炳听着无数人的质疑声，嘴角露出冷笑：你们是不了解这个逼，这货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吃过亏呀？他既然决定进入天灾军团这个副本，那不说有10成通关的几率，打底也有9成8的把握，还搁这儿质疑，只能说太年轻了呀。李有炳眼珠滴溜溜一转，笑容逐渐变态。他扭头对着带他升级的4人小队说道：4位，咱们也这么熟了，有一个小忙找你们，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1号位男子笑道：嗨，有什么忙要帮，你尽管开口，借我50亿职业点。1号位男子，其他3人，我们全身上下身家加起来都没有50亿职业点，你他妈竟然把这称之为一个小忙？那大忙的话，你岂不是要我们命？你要这么多钱做什么？1号位男子疑惑问道。自然是趁这个机会大赚一波。这么多人都觉得江疏一定通关不了天灾军团，但我坚信他一定可以，所以我准备找一些人对赌。这泼天的富贵，终于轮到我李有炳了。4人迟疑了，他们不惜花费巨大的时间，通过接近李有炳来讨好江疏，其实内心是极为看好江疏的。但通关天灾军团副本这件事情过于离谱，他们真的难以相信。放心，
不用担心50亿职业点血本无归，就算亏了，我也会找江叔把这些钱还你们的。李有炳拍着胸脯保证。四人有些纠结，50亿职业点真的是他们的全部身家了。虽然李有炳信誓旦旦地说亏了也会找江叔赔给他们，但他们只知道江叔特地把李有炳招进工会里面，还真的不敢确定他们关系有多深，有些怀疑江叔是否会替李有炳弥补这个亏空。李有炳被江叔从小坑到大，察言观色一流，立马就看出了四人的顾虑。他当即严肃道：其实我和江叔的感情远比你们想象中更加亲密。他是我爹，他是我爹，这4个字一出来，四人小分队差点没有绷住。江叔才转职没多久，年龄不过18岁多一点，年龄和李有炳相当，这要得在什么时候就开始努力，才能生出李有炳这个儿子？我与他父子情深，区50亿职业点，随手便可赠予我。李有炳继续忽悠四人，最终在李有炳口战莲花之下，四人同意拿出50亿职业点。李有炳先是快速跑去交易市场购买了50件3转红色品质装备，而后开始找人对赌。兄弟，对赌吗？我赌江叔胜，赔率1比1。放心，闲着也是闲着，增加一点趣味性而已。江叔什么水平？能通关天灾军团吗？他没有这个实力，你知道吧？他就一搞笑的，这人行事太过嚣张，我就喜欢看到他吃瘪，所以今天散才庆祝。四人小队听着李有炳的话，险些石化，笑死我了。这就是你所说的父子情深？只能说有感情，但是不多。3个小时后，江叔彻底杀穿天灾军团副本，10万只怪物，最低品质的怪物都是精英怪，其中还有1000只领主级怪物，100只降级怪物，10只帅级怪物。他一路上摧枯拉朽，碾压一个个天灾军团，只有在遇到帅级怪物领衔的几个军团，才稍稍放缓了脚步。但经过数个小时的激战，就算是帅级怪物率领的军团，仍旧不是他的对手。其实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和帅级怪物率领的军团的战斗上。这几场硬仗中，暗黑霸凯的表现出了恐怖的强度，但对单完全可以压着帅级怪物打，并且还可以开无双，霸体免控，力量、敏捷额外增加5000点，体质额外增加2000点，就主打一个属性碾压。其实先前在魔蟒的秘境中，魔蟒蜕变之后就已经有了接近帅级的实力，加上地狱秘境的加成，蜕变后魔蟒的强度完全相当于帅级。但和暗黑霸凯1对1战斗，魔蟒最终被硬生生砸成几节，死的不能再死了。今天虽然10只帅级麾下有众多手下，但暗黑霸凯也有雷霆掌控者和影协助，最终暗黑霸凯无与伦比的防御力，加上雷霆掌控者在他胯下疯狂输出，江叔本体影刺杀协助，彻底杀穿天灾军团。通过今天这场战斗，江叔无比庆幸当初第2局分身的职业选择防御类的盾式，如果不是有暗黑霸凯宛如泰山一般的防御力，通关这个副本难度将会直线上升。恭喜通关天灾军团，奖励结算中。通关评价 SSS， 获得奖励1橙色材料天灾之心，获得奖励2称号一骑当千金色，获得奖励3海量经验值，获得奖励4 LV 30天灾系列红色装备100件，获得奖励5解锁天灾军团 SSS 以下所有难度等级。天灾之心橙色，天灾军团的动力核心，锻造橙色装备的主材料。称号一骑当千金色，单人最高评分通关天灾军团副本可获得该称号，佩戴称号可获得100的力量，100点体质。前2个收获，一个收获是橙色材料天灾之心，另一个收获是金色称号一骑当千。天灾之心竟然是锻造橙色装备的主材料，橙色装备江叔只听过，还没真正见过，其锻造价格是紫色装备的10倍，想来橙色装备的属性和特性要比紫色装备强上不少，相当不错的收获。另外金色称号一骑当千，增加100点力量和100点体质，虽然这2个属性对江叔本体来说不像是敏捷一样重要，但来都来了，还是把这个称号佩戴上。现在他总计4个金色称号，一个橙色称号，一个蓝色称号。开启光晕效果，快10米了，如果不隔个几十米看，甚至需要费力抬头才可以看全称号。以前还觉得橙色称号和蓝色称号不错，现在嘛，感觉有点逼死强迫症的感觉。为什么大家都是金色，就你们2个是其他颜色？有没有好好反思自己这段时间有没有好好努力？江叔继续看向奖励3海量经验值。本来他击杀10万天灾军团只是升了1级出头，但加上海量经验值的奖励，等级再次提升，达到了 LV32 50%。最高评分通关所获得的经验值奖励多得令人发指，通关时长3个小时，直接升级2级半。这个效率，就算是江叔这个久经考验的老干部
都有种道心不稳的感觉。要知道，正常情况下，3转之后1个月升1级都是常事。就算是江城这一次报名参加职业者大赛的10多位3转金色职业者，他们也是平均10来天才升1级。相比起来，江叔的升级速度，说是坐火箭都不为过。爆爽升级，收获4100件 LV30的红色品质天灾装备。江叔查看了一下这些装备的属性，都是最顶尖的红色装备。在紫色装备只能锻造产出的背景下，顶尖红色装备就已经是绝大多数职业者可以触摸到的最高品质装备了。所以，顶尖红色装备的溢价极高，如果去外面售卖，至少比同等级的红色装备贵上3、4倍。而江叔只是用3个小时的时间刷了一趟副本，就获得了足足100件顶尖红色装备。这要是传出去，怕是不知道多少职业者眼红。而且因3转后升1级4维属性点各自增加30点，获得30点自由属性值。想了想，江叔并没有立刻把自由属性点加在敏捷上。先前破巨这个特性给了他灵感，在战斗之时突然增加1米的射程，很有可能攻敌不备，取得巨大成效。同理，战斗的时候敌人本来已经以为他的速度到了极限了，但他冷不丁加点，绝对可以让敌人判断失误。这个思路够阴险，也很喜欢。1分钟后传送出副本，请做好准备。工会副本区域，随着时间的推移，气氛逐渐焦躁了起来。这些人中，除开普通工会成员，还有诸多工会高层。邵俊峰就在其中。短短3个小时，他的心情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起落落落落落落。现在看到天灾军团副本状态更改为结算状态，他的心情落到了谷底。这代表江叔真的通关了天灾军团副本，而且是单通。邵俊峰其实没准备来这里，在他看来，江叔此举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只需要10多分钟，他就会被天灾军团从副本里杀会复活泉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逐渐不对劲了。他发现江叔还没有出来，于是他坐不住了，亲自跑来工会副本区域查看情况。现在他发现自己搞反了，原来石头不是天灾军团，而是江叔。江叔直接3个小时暴杀天灾军团，这堪称奇迹。无论邵俊峰心中如何不敢相信，但铁一般的事实摆在眼前，让他不得不信。他不由回想起之前江叔当众顶撞他的场景，他觉得眼前的年轻人宛如一柄出鞘的利剑一般，锋锐难挡。那时他只觉得过刚一折，不以为意。现在回想起来，他有一种被记忆中江叔那种灼热的眼神烫伤的错觉。过刚一折，我便捅破这个天，又如何？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他一意孤行，他一往无前，他做到了。邵俊峰有种做梦一般的感觉，职业道路上的挫折让他丧失了进取之心，变得钻营，变得市侩。是我错了吗？场中其他人早已经快要疯狂。真的通关了，今天起猛了，一来工会副本区域就活见鬼了。一人之力暴杀天灾军团，这是什么概念？翻译，这是什么概念？变态，真的变态啊！这100年来没有人做到过的事情，被他完成了。最变态的是，他还是单通，几百人之力都束手无策的恐怖副本，他一人杀穿。我的天啊，我做梦都不敢想这个剧情。胆小鬼，我做梦就敢这么想。如果说击败黄兴只是让江叔声名鹊起，但现在通关天灾军团就真正的让他成为江城3转阶段第1人，而且还是100年以来第1人。在无数人质疑下，在没有人相信的情况下，他用行动打脸所有人。我抄，这什么爽文剧情？决定了，从此以后我他妈就是江叔长老的狗。哎，话说你们有没有看到邵俊峰副会长的表情？我可是一点点看着他的脸黑下去的，就在刚刚。你们猜怎么着？我看到他的脸黑的就像是黑炭一样。嘘，慎言，他就在工会副本区域，得罪了他可没有你好果子吃。李有炳身后，4人小队看着副本光点显示的结算状态，入坠梦中。先前他们就算决定了追随江叔，但仍旧不敢相信他可以做到通关天灾军团这件事情。但他们眼睁睁看着江叔创造奇迹，这种冲击是无与伦比的。4人不由看向不远处的李有炳，自始至终只有李有炳无比坚信江叔可以通关天灾军团，甚至他还为此赌上了50亿职业点。这该是何等牢固的信任，才可以让他在所有人都怀疑江叔的时候，仍旧坚定不移地站在他这一边。李有炳看着账户里面的250亿职业点，脸都快笑烂了。他如果知道4人的想法的话，一定会澄清一下，这不是何等牢固的信任，而是何等痛彻心扉的领悟。从小到大，因为质疑江叔，被装逼打脸的次数实在太多了。今天他之所以能够清楚地看清楚局势，无他，为手熟耳。
就在此时，副本结算完成，江叔身影出现在工会副本区域。本来无比嘈杂的场地顿时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江叔，这眼神有惊讶，有羡慕，还有崇拜，无比狂热的崇拜。有此成就，江城100年来第一人，他们亲眼见证了传奇，万众瞩目，万人敬仰。如果换做一个人，或许会被这种灼热的目光搞得浑身不自在。但江叔神态自若，甚至还极为贴心地对着众人淡淡点头微笑了一下。李有炳看着江叔轻车熟路的装逼表情，顿时有种梦回小时候的感觉。瞧瞧，这就是老艺术家的从容。第45章，无谋，敌可往，我亦可往。江叔看着场中如此多人，顿时反应过来，一定是自己进入天灾军团的消息传了出去，引来这么多人围观。想明白这一劫之后，他心中轻轻一笑，自己成功通关天灾军团副本，一定令许多人惊掉下巴吧。而场中其他人那惊掉一地的下巴，也验证了他的猜测。江叔目光游移，看到了许多熟悉的身影。李一刀正用一种极为陌生的眼神看着他。我操，这货看我的眼神怎么这么凉？有种发情公狗看母狗的感觉。不是，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比喻成木狗？江叔心里腻歪，继续在人群中扫视，很轻易的就看到了被人群簇拥着的邵俊峰。此时邵俊峰那张略显阴柔的脸变得极黑。我不过是通关了一个秘境而已，又没有吃他家大米，他摆着这个臭脸做什么？江叔不知道，他通关天灾军团的行为无异于当众狂扇邵俊峰的脸。此时不少人都在暗戳戳打量着邵俊峰，推测着这位权势滔天的副会长此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如果我是邵会长，在论坛上主动声明江叔挑战天灾军团副本是个人行为，与工会无关，迫不及待的切割。但最后别人江叔强势通关副本，现在估计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呵呵，你这话说的就有问题。以邵会长8转的实力，何须找一个地缝钻进去？他可以轻易击穿地表，自己搞一个地缝钻进去。先前江叔当众顶撞他，并且丝毫不买他面子，把黄兴击杀，就已经让他的威信受损。本以为以邵会长运筹帷幄的手段，会在短时间内找回场子，没想到这才几个小时，再一次被江叔狠狠打脸。代入一下邵会长，我已经恨不得把江叔给吃了。不然呢？你看他臭着一张脸，明显是被气得不轻。众人虽然不敢大声的议论这种事情，但是暗地里私聊也好，说悄悄话也好，吃瓜吃得极为热切。没办法，吃瓜群众不吃瓜，那还叫吃瓜群众吗？江叔没管这些吃瓜群众，目光继续在人群中打量。忽然他看到了正在美滋滋往空间戒指里面塞红色装备的李有炳。我操，李有炳，好久没见到他了。于是江叔朝着李有炳走去。李有炳看到江叔过来，加快了往空间戒指里面塞装备的动作。你小子干嘛呢？江叔速度极快，在李有炳塞进去一半的时候，大手就拍上了他的肩膀。李有炳先是虎躯一震，而后镇定下来道：哼，装一些装备而已，你不用担心我。我他妈是担心你吗？我是好奇你一个一转职业者去哪儿搞的这么多装备，这些装备怎么回事？江叔摩挲着下巴笑眯眯问道。哼，先前略施手段，小赚了一些装备。李有炳神色僵硬，他身后的4人小队直接就把他卖了。江长老，先前你进入天灾军团副本，许多人不信你可以通关，李有炳就用50亿职业点购买了50件红色装备，和人对赌，额外赚了50件红色装备。江叔惊讶看向李有炳，这小子什么时候脑瓜子这么灵光了？有炳啊，你成熟了呀，竟然还知道浑水摸鱼了。江叔笑眯眯看着李有炳，不过你的这个行为有那么一些问题。4人小队心想，江叔长老一定是觉得李有炳这种行为有损自己的声望，估计是要训斥李有炳一顿。下一刻就听到江叔继续开口，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你竟然还是用1比1的赔率去对赌，你难道就不知道10比1、20比1吗？你这是亏大发了呀！4人小队，你是魔鬼吗？空手套白狼赚了近50亿，你竟然还觉得亏大发了？没有赚个几百亿职业点就是亏了，是吧？而且10比1、20比1的赔率，你赚了这个钱，你的内心不会痛吗？李有炳张大了嘴，愣愣出神。盖亚，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在那个情况下，10比1、20比1的赔率，也一定有人愿意和我对赌。亏了，亏大发了。李有炳当即戴上痛苦面具。江叔语重心长的拍了拍李有炳的肩膀，没事儿，下一次抓住机会，这次的话，装备你先收着，剩下的450亿，以后你慢慢还我。李有炳脑门上缓缓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什么剩下的450亿，我慢慢还你？我什么时候欠了你这么多钱了？江叔神色一怔，
本来应该至少赚500亿的，你只赚了50亿，4舍5入，你不就欠我450亿吗？李由丙表情崩坏，是你这么4舍5入的吗？怎么，你要逼我不成？听到江叔这句话，李由丙一个机灵，为什么要逼我？都是你逼我的，你要逼我不成？这些话是江叔发飙的前兆，他太懂了，所以当即神色一正，义父，这些钱我一定全部归还。江叔满意点头。其实他这人对职业点没有什么兴趣，铸币这种上千亿职业点都难以买到1枚的东西，他就有近30枚。刚刚他通关副本获得的100件顶尖红色装备，价值就接近1000亿。之所以说李由丙欠他450亿职业点，只是看到李由丙之后 DNA 动了而已，忍不住坑他一把。从小养成的习惯很难更改。坑完李由丙，江叔对着李毅刀点了点头，越过人群，再一次来到了副本光柱面前。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他，刚刚创造奇迹，通关天灾军团副本，他不回去休息，又去副本光柱面前做什么？下一刻，他们就看到江叔再次选择天灾军团副本，进入副本之中。众人，你真是一点也不带歇的啊！你究竟有多爱刷副本？江叔表示，叔叔我呀，最喜欢升级了，刷一次就升2级半，这无比丰厚的经验值让他拥有无穷无尽的动力。就在江叔第2次进入 SSS 难度天灾军团副本之中的时候，他杀穿天灾军团的消息也在论坛中传开了，无数人惊掉了下巴，无数人隔着屏幕都感觉脸被人扇了2巴掌。江叔用实际行动打脸所有质疑他的人。先前那些跳脸输出的人顿时不说话了，道歉是不可能道歉的，只能装死混混日子。但一小部分人却开始反向跳脸了。妈的，我先前就说江叔也不是没有机会，你们一个个的冷嘲热讽，说什么江叔能单通天灾军团，你们当场倒立吃屎。现在江叔做到了，你们人呢？赶紧开直播，我要看到立吃屎。刚刚质疑江叔的时候，你们不是闹得很欢吗？现在人都死哪去了？赶紧出来，该道歉的道歉，该开直播的开直播，不要自己说了这话当放屁。键盘侠是吧？今天老子骂的就是你们这些键盘侠。李由丙从论坛上看到这个 ID 名为暴力拳手的用户在论坛上起脸输出，忍不住缩了缩脖子。好家伙，这哥们儿也太生猛了，一个人喷一群，但看起来好爽啊。于是他也打开手机帮忙输出，孙子们赶紧出来道歉了。江叔不仅单通了天灾军团，甚至用时只有3个小时，铁一般的事实摆在面前，你们装死有用吗？先前那些 ID 我都记住了，谁不道歉，以后我见一次喷一次。李由丙火力全开，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兄弟开玩笑。李由丙是真拿江叔当兄弟，不然他转职为疾风剑客的时候也不会想着江叔。虽然嘴上说着有我一碗饭吃，就有你一个碗洗，但心里是真的想着罩着江叔。大男人之间总不能温情脉脉的说有我在，一定不会让你受委屈之类的话吧。如果李由丙真的这样说的话，江叔会严重怀疑李由丙是不是在交代后事。另一边，赵小涵放下手机，桀桀怪笑，那个 ID 暴力拳手就是他。此时赵小涵心里舒坦极了，之前在职业者论坛上看到那么多人质疑江叔，他肺都快气炸了。现在江叔用实际行动打脸所有人，他选择果断反击。差不多得了。李墨雨制止赵小涵继续输出的行为。赵小涵狠狠地咬了咬虎牙，恶狠狠道：这些人真气人，刚刚在网上骂江叔的时候，那个的意境都快溢出屏幕了，现在一个个全部装死，这才是常态。李墨雨温婉地笑着，只是从这模样很难联想到就是他刚才在网上重拳出击一喷时。李墨雨道：放心吧，江叔会用实际行动让这些从黑子变成他脑残粉，我相信这一天不远了。赵小涵点点头，神色略显落寞，道：以前我刚转职成紫色职业的时候，我心里高兴坏了，不是因为紫色职业前途有多光明，而是这样子我就有资格罩你们了。就算你们的职业品质差一点，谁敢得罪你们，我打不死他们。说着他低头看了看，没有看到脚尖。可是后面江叔一飞冲天，先是成为雷鸣公会长老，又秒杀黄兴，现在更是单通天灾军团副本，让我感觉我罩不住他了。可恶，明明是我先转职的，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李墨雨看了看赵小涵宏伟的地方，心想如果你硬要罩的话，还是罩得住的。嗨嗨，不用失落，你已经很厉害了，能够从紫色职业蜕变为橙色职业者，实现职业品质提升，这已经是骇人听闻的事情了。只是江叔他太过惊艳而已，我们一点一点看着他从平平无奇的普通人一飞冲天，做到一件件堪称奇迹的事情，这不也是一种幸运吗？虽然我们做不到这些事情，
但他的成长轨迹给了我们无限的信心，让我们也拥有克服一个个困难的勇气。所以，心态放好，我们只需要不给他添麻烦就好。赵小涵听了这番话，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而后狠狠地挥了挥拳头。不行，我一定要罩他。李墨雨险些没有绷住，感情我说了那么多，都白说了是吧？我不是心里不平衡，只是以前说过的话，我一定要做到。李墨雨摇头失笑，赵小涵就是这样，总是元气满满，总是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好好好，你慢慢罩他，我要去升级了。等等我带你升级。赵小涵一把抱住李墨雨的胳膊，李墨雨顿时感受到自己的胳膊陷入温暖柔软的泥泞中，他倒吸一口凉气，真不知道以后便宜了谁。时间就像是中年男人的头发，一不注意就没有了。3天后，江疏结束刷本，回到了家。3天之中，他饿了就在副本里面烤烧烤，用的就是他空间戒指里面的那套烧烤架。困了就在副本区域眯一小会，足足刷了20遍天灾军团副本，可以说彻底疯狂，但收获也是极其丰厚的。本体升级到了 LV40，4个分身，雷霆掌控者分身和暗黑霸凯分身也升级到了 LV40，阴阳师分身达到了 LV32，暴虐之弓分身等级到了 LV21，总共获得了2000件天灾系列红色装备。如果精力允许，江疏还想要继续升级，但连续3天高强度战斗让江疏感觉到了深深的疲惫，实在是扛不住了，他这才回家休息。就突出一个卷，身体刚刚躺在床上，浓浓的困意袭来，江疏陷入睡眠之中。他丝毫不知道，这个时候论坛上又热闹了起来。不就是天灾军团吗？江疏可以通关，我亦可以。我吴谋一生不弱于人。吴谋，无双公会长老，3转实力，金色3星职业无双狂战，这一次职业者大赛冠军呼声最高的人。见到江疏通关了天灾军团，他坐不住了，当即在论坛上放出豪言壮语。吴谋身为3转阶段第1人，他的帖子引发无数人围观。第46章，吴谋误 Q 道心已碎。此时无双公会驻地公会副本区域，吴谋看着眼前的副本光柱，露出自信的笑容。诸位，之前我就一直有想法挑战天灾军团副本，但你们一直对我说这个副本不可能通关，所以我放弃了这个想法。但现在已经有人率先通关了这个副本，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天灾军团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敌可往，我亦可往。他江疏能做到的事情，我吴谋同样可以。我是江城3转阶段第1人，我有自己无敌的自信。如果连天灾军团都不敢挑战，那职业者大赛我还和江疏打什么打？直接认输，把第1名给他算了。旁边无双公会高层看着意气风发的吴谋，神色复杂。天灾军团的难度他们早已经有所了解，以吴谋的实力去，不说有机会通关，只能说是送死。但吴谋已经做出决定，难以撼动，他们继续劝的话就只能讨人嫌。而且他们心中也未尝没有和吴谋一样的想法，既然江疏都可以通关，那凭什么吴谋不可以？所以最终还是同意了吴谋的挑战天灾军团的行为。上万无双公会的成员来到公会副本区域给吴谋送行。吴长老武运昌隆，一定可以速通天灾军团。整齐划一的声音震耳欲聋。吴谋嘴角露出自信的微笑，触摸副本光点，身影消失在原地。论坛上，吴谋进入天灾军团副本的消息传出，引起了巨大的讨论。又一个单通天灾军团的猛人，吴谋可是3转阶段第1人，既然江疏可以做到的事情，他也肯定可以做到。天灾军团的难度真的要打一个问号，说不定时隔多年，副本难度降低了呢，这才让雷鸣公会的江疏捡了一个大便宜。如果是这样的话，吴谋很有机会。对，我就听说副本的难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说不定江疏通关的天灾军团难度真的不怎么样，所以他才3个小时单通。哼，江疏捡了便宜不说，竟然还四处装逼上嘴脸。你们看吧，这一次吴谋就会揭露他丑陋的嘴脸。前2天被江疏的那几个脑残粉上嘴脸，我一晚上都没有睡着。现在终于有机会反击了，我已经迫不及待看到吴谋1个小时速通天灾军团了。到时候江疏以及那几个脑残粉一定很难受。我只能说，吴谋出道至今未尝一败，无论是 SSS 难度副本还是单挑降级怪物的成就，他都曾达成过。区天灾军团，吴谋单手便可速通。江疏谁啊？也配和我家吴谋哥哥比？我们马上就能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天才了。韩子姐、墨子姐和李有炳3人凑在一起，看着论坛上的这些话语，险些没有气出脑溢血。韩子姐一握拳头道：妈的，这些人太可恨了，竟然连秘境难度降低这种事情都能说出来，他们要不要脸？秘境难度确实会降低，但
前提是需要首通最高难度之后才会解锁其他难度。这江城100年来没有任何一个公会通关了天灾军团副本，也就代表着天灾军团的副本难度绝对不会降低。这些人一知半解，或者揣着明白装糊涂，反正就是不肯承认江疏强。墨子姐摇头，网络黑子是这样的，幸好江疏是单通，如果说江疏有队友的，那肯定会有队友血 C 拴条狗都能通关的话，话术太多变了。吴谋是强，但他单通天灾军团还差了太多。见到江疏通关了，他就坐不住了，甚至还要专门发帖拉踩一下江疏，真的气人。韩子姐这次是真的怒了，倒是李有炳一直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阿烈，我知道你们很急，但我劝你先别急，静静等待结果就好，说不定几分钟时间就可以了。1分钟后，吴谋站在复活泉水里面，神色恍惚。他刚刚进入副本就遭遇了几千天灾军团，然后就被秒杀了。天灾军团的攻击浩浩荡荡，宛如末世来袭一般，火力将他全部覆盖。甚至吴谋现在回想起刚才那个场景，都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太恐怖了。面对军团建制的天灾军团，他甚至难以升起反抗之心。而后他想到江疏单通天灾军团的行为，一个人对抗如此恐怖的军团，不，他不是对抗，而是杀穿，一人屠戮10万天灾军团。想到这，吴谋心中的所有骄傲全部被击溃。和江疏比起来，自己差上太多了，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亲身经历天灾军团副本之后，他才深刻地感受到江疏的恐怖。明明大家都是3转，为什么差距如此之大？吴谋面如死灰，心灵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旁边不少人看到了从泉水结界里面出来的吴谋。吴谋不是在挑战天灾军团副本吗？怎么这才1分钟的时间，他就在这儿了，被杀到复活泉水来了？众人脑海中电光闪过，骇然地看着失魂落魄的吴谋。万人瞩目进入天灾军团副本，扬言敌可往我亦可往，欲要把江疏压下去的吴谋，仅仅1分钟就副本失败了。卧槽，还愣着干什么？发论坛啊，大事情啊！怕是谁都没有想到吴谋这么快就失败了，1分钟不到的时间就被杀出来了，这也太快了。好家伙，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看到吴谋1分钟就被天灾军团击溃，我这才能体会到杀穿天灾军团的江疏有多生猛。给江疏大佬跪了，先前是我不懂事，说话太大声了，嘴硬不了一点，这下子我输得心服口服。家人们，谁懂啊？吴谋非但没有打脸江疏，更是衬托出江疏的含金量。无数人得知吴谋在天灾军团面前仅仅坚持了1分钟，内心的震惊宛如海啸一般狂涌。就算是铁杆黑子，也找不到任何理由来替吴谋洗白，他们只能沉默。但更多的人真正认识到了江疏无与伦比的恐怖。不好意思，昨天的我是昨天的我，今天的我已经是全新的我了。我宣布，我是江疏大佬的狗。无双公会和白骨公会呢？出来说句话啊！我记得你们说江疏是沽名钓誉之辈，我没有其他意思，就是想看看你们有没有新的想法。江疏大佬3个小时凿穿天灾军团的含金量还在上升，有请下一个天才继续挑战天灾军团副本。乐死了，这3转阶段的职业者大赛还用打吗？江疏大佬甚至还没有出手，吴谋这个夺冠最大热门都已经被他搞得快要道心破碎了。我看没有必要打了，直接快进到颁奖典礼。赵小涵、李墨雨、李有炳3人组看着网上一面倒的吹捧，心里舒服了。黑子说话哦，黑子说不了一点话，那没事了。10多个小时后，江疏长长打了个哈欠，美美的睡了一觉，精神恢复了许多。他做了一个梦，在梦里，韩子姐和墨子姐使劲搁那吹他，搞得江疏都怪不好意思的。难不成他们在背后夸我帅？江疏狐疑打量了一眼四周，伸了一个懒腰后，他去厕所里面放空自己，又美美的吃了一顿，满血复活。再用2天时间，差不多就可以把阴阳师分身和暴虐之功分身升级到 LV40，到时候这2个分身可以再次进阶。不知道他们进阶后会有多强。不过在这之前，有一件拖了很久的事情要前去做，职业者大赛报名。其实职业突破后就应该去报名，但江疏这小心眼，报仇耽搁不了一点，直接马不停蹄跑去工会驻地找黄兴麻烦去了。这之后又连续刷了3天天灾军团副本，睡了一觉后，现在才有时间去报名。虽然晚了点，但还来得及。于是江疏离开家，朝着职业者殿堂走去。一路上，小区的邻居看到江疏之后无比热情，特别是那几个少妇，恨不得把江疏狠狠吞进去。江疏，你太强了！那个吴谋以为自己有多强，结果在副本里1分钟都撑不下来。听说他被杀出副本之后，一直魂不守舍，被你搞得怀疑人生。江疏，
吴谋，这是谁？不认识啊。他满脑门雾水。不久后，他来到了职业者殿堂。江叔长老，哼，我看你这么久都没有来报名，还说截止之前几个小时找你联系方式，问一问你是不是需要报名，没想到你这就来了。你什么资料都不用交，资料我都替你准备好了，你只需要在这里按一个手印就好，到时候你就可以参加和你实力相匹配的比赛。您是3转实力，到时候您直接去3转擂台参赛就好。负责报名的黑丝小姐姐热情地替江叔办理参赛手续。她站在柜台后，俯着身子，流畅的曲线翘起，显得极为干练。这服务质量顶呱呱。对了，吴某主动在论坛上拉踩你，但最后结局凄惨，成为了许多人的笑谈。估计1分钟这个梗很长时间是过不去了。江叔长老，你这次参赛冠军应该是稳拿了。黑丝小姐姐甜甜笑道。江叔眨了眨眼，又是吴谋，这到底谁啊？我真不认识。等到江叔从职业者殿堂离开，一名办理参赛手续的少年惊讶地看着黑丝小姐姐，职业者殿堂的服务态度这么好吗？不愧是官方机构，素质有待降低。我也办理参赛手续。小姐姐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扔出半米高的一沓资料，这些表格自己填写。说着，语气加重了一点，细心点填，每个人只有1份，要是填错了，我可不会再给你打印1份。说完后，小姐姐老神在在地坐回椅子上，不带多看一眼这少年的，主打一个高冷。少年低头看了看厚厚的资料，又看了看一副爱答不理样子的黑丝小姐姐，欲哭无泪。不是，这待遇怎么和刚才那位差这么多？从职业者殿堂出来后，江叔在论坛上搜了搜，这才弄明白了吴谋是谁，也弄明白了吴谋做了什么。啊，我就睡了一觉，怎么就变成我把吴谋搞得道心破碎了？有够奇怪的。他想了想，又让几具分身去报名。第1名有什么意思？占据前5名才是他的目标。等到4具分身都报名完成后，江叔这才朝着无双公会驻地走去。忽然，一道熟悉的身影宛如猎豹一般窜到江叔身旁。可算找到你了，吴中，白骨公会长老，7转实力。先前在初级副本区域和江叔有过交集。先前你说的你那个朋友呢？我今天来就是想要把你的那个朋友招进白骨公会，待遇一定是最好的。可以看得出来，吴某很急。主要是这几天江叔通关天灾军团的事情太过炸裂，整个江城都在关注这件事。白骨公会上上下下自然也不例外，被江叔恐怖的表现彻底震惊。于是吴中想到了先前他跑去初级副本区域招揽江叔的时候，江叔曾经说过他有一个朋友不弱于他。吴中心思活络了起来，江叔都如此猛了，在江叔口中不弱于他的那个朋友，就算稍微差点，肯定也是1等1的猛人。所以他这才马不停蹄地跑过来招江叔。哦，原来是这件事。江叔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如果李有炳在这里的话，看到江叔这个表情一定会引起警戒，这大概率是准备坑人了。吴中乐滋滋的点头，对，就是为了这个事。你朋友在哪里？替我引荐引荐。呵呵，你看你又急。江叔笑道，不如你先把条件说来听听，我替我朋友把把关。长老职位，1件紫色装备。吴中斩钉截铁回答，1件紫色装备，打发叫花子呢。江叔沉吟片刻道，你这个条件我朋友肯定很不满意。吴中道，那你开一个条件。其实吴中来这里很清楚知道1件紫色装备肯定是不够的，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先降低江叔的预期。就像是你要开1扇窗，别人坚决不同意，但你说要把屋顶掀了，别人就会很高兴的替你把窗子拆了。江叔想了想道，会长职务，1套紫色装备。吴中，江叔这不是把屋顶掀了，这是把地基都给扬了，这个条件就离谱。第47章大阴阳师，超模辅助类职业。10分钟后，吴中领着一个戴着橘色面具的男子进入工会议事堂。吴中扫视着众多工会高层，平淡道，人我带回来了。诸多高层看着身材魁梧的橘色面具男子，上上下下打量着他。如此重大的事情，吴中是先和他们通了气的，此时见到人来了，肯定要看看含金量。橘色面具之人正是暗黑霸凯分身。至于为什么面具颜色变成了橘色，先前江叔派阴阳师分身和4号分身去交易市场购买金雕王之眼的时候，顺带购买了许多面具。因为暗黑霸凯是2号分身，所以江叔给他佩戴上了橘色面具。二娃嘛，橘色很合理吧？给予我长老之位，5件紫色装备，我加入你们工会。暗黑霸凯此言一出，诸多工会高层倒吸一口凉气。要知道，工会长老的月薪才5积分，5件紫色装备至少价值50积分，这堪称狮子大开口。他的这个条件，我答应他了。吴中缓缓开口，
他资历较深，虽然明知刚才暗黑霸凯的话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但还是强势站台。哼，吴长老，平白无故就拿出这么多工会资源，你考虑过值得吗？不是我针对你，而是如果这么轻易就给予这位如此丰厚的资源，以后很难服众啊。另一个长老也开口道，虽然他是江叔的朋友，而且江叔也说这位的实力不弱于他，事实如何我们并不知道，所以我建议还是保守一点。吴中没有回答，而是看向暗黑霸凯。通关天灾军团副本，有资格拿着5件紫色装备吗？暗黑霸凯声音冷漠，但却包含着无比的自信。此言一出，场中一片寂静。每一个工会的工会副本都是独立存在的，江叔虽然通关了天灾军团，让天灾军团有了更低的难度可以选择，但白骨工会的天灾军团还属于未开垦的状态，处于最高难度。想要通关天灾军团绝非易事，甚至堪称地狱级难度。只是招揽的这一位新长老想要用实际行动展现自己的价值，他们也没有理由拦着。好，既然你这样说，那么你通关了天灾军团副本，我们白骨宫会给你5件紫色装备又如何？场中那位副会长当即拍板，一行人朝着工会副本区域走去。只是这一次把副本区域的所有人全部暂时清空，只留下工会高层。如此做的原因很简单，白骨工会高层不想重蹈无双工会的覆辙，他们不想把挑战天灾军团的事情弄得人尽皆知，最后连1分钟都没有坚持到，成为整个江城的笑柄。等到暗黑霸凯进入天灾军团副本之后，众多高层开始交流。他如此有信心，说不定真的有通关的可能。哼，论有信心，吴谋进入副本之前的信心不是更足？但吴谋最后什么下场？1分钟都没有坚持到，就被杀回泉水了。所以，其实我也不太看好他能通关天灾军团，毕竟江叔只有一个。是啊，雷鸣工会真的是走了狗屎运，捡到江叔这样一个强到逆天的职业者。如果我们白骨工会也有一个江叔，那就基本不用担心未来。天灾军团被通关之后，解锁了所有难度。寻常工会成员进入简单副本都可以获得惊人的经验值，通关天灾军团获得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长此以往，雷鸣工会的实力一定会得到快速提升。而且4转后，类似于天灾军团这种高难度副本还有很多。如果一直没有人能够手通这些副本，这些高品质工会副本只能当摆设。但雷鸣工会有江叔在，可以预见的是，有很多这种副本会被江叔通关。到时候，雷鸣工会才是一飞冲天。哼，像是江叔那样的人有多少呢？我之前就不同意吴中去招揽这一位，想要找一个不弱于江叔多少的职业者，太难了。吴中听着众多高层的话，一颗心也是提了起来。人是他亲手召回来的，如果进了副本秒跪，那他的老脸真的不知道往哪搁了。吴中的手心溢出冷汗。15个小时后，暗黑霸凯分身从副本中迈步出来，轻轻叹了口气，速度还是太慢了。先前有雷霆掌控者主攻，刷怪速度嘎嘎快，只需要3个小时就通关副本。但暗黑霸凯分身独自行动，虽然单刷没有压力，但刷怪速度慢上了太多，用了足足15个小时才通关副本，所以江叔才会有这个感慨。工会副本区域，白骨工会众多高层听到江叔这句叹气，脸上神色显得很是怪异。都单通了天灾军团了，但这一位还一副很不满意的样子。凡尔赛啊，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吴谋的感受？估计吴谋听到这话，想死的心都有了。啪啪啪！忽然场中响起了鼓掌的声音，副会长带头鼓起来掌。不错不错，很不错，你真的单通了最高难度的天灾军团副本，你的强大超出我们的想象，你绝对有这个资格担任长老，也绝对有资格获得5件紫色装备。几个先前曾经质疑过暗黑霸凯的长老也开口说话了。单通天灾副本是诸多7级工会都难以达成的成就，你真的很强，我们为刚才的冒昧道歉。你用实际行动征服了我们，欢迎加入白骨工会。而后几名长老看向吴中，道：你的眼光很精准，为我们带回来一名足以引领工会前进的超级天才，我收回先前的话，并向你道歉。吴中听到这话，心里就像是吃了几斤蜜糖一样。这2个老顽固可是出了名的一根筋，想让他们服软比登天还难。但今天他们向自己递下了高贵的头颅，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不枉我花费巨大力气去招揽这一位秦昊。我们允诺你5件紫色装备，但是为了欢迎你的加入，我私人再赠予你1件紫色装备。说着，李姓副会长递给暗黑霸凯一枚戒指。江叔接过戒指，笑道：多谢。有一说一，这白骨工会氛围挺好的，不像雷鸣工会乌烟瘴气的。李姓副会长把其他装备也给江叔，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脸色一变。糟了！江叔疑惑看向他，
先前清空了副本区域，通关天灾军团的事情，竟然没有去论坛大肆宣扬。李副会长一副亏了1个亿的表情，这明明是一个打出名头的大好机会，但就这样白白错过了。其他几个长老听到这话，也是一脸便秘之色。这种感觉就像是什么？就像是锦衣夜行。曾经有一次狠狠装逼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眼睁睁看着他从我手边溜走。不行，一定要补上宣传。秦长老下次进天灾军团副本的时候，宣传人员全部就位，给我狠狠的宣传。论坛水军也给我把氛围营造起来，一定要让那种最后通关的那种震惊情绪狠狠的留在所有人脑子里。李副会长大手一挥，把事情安排下去。江叔得执念还挺深，但他暂时没有时间继续下副本，因为本体那边阴阳师分身已经达到了 LV40， 满足再次进阶条件。雷鸣公会天灾军团副本中，江叔本体雷霆掌控者分身，阴阳师分身站立在10万天灾军团尸体之上。15个小时的时间，本体雷霆掌控者分身，阴阳师分身把天灾军团通关了3遍，平均每一次通关时间5个小时。这个时间比先前的3个小时多出了近1倍。暗黑霸铠分身没在，少了这个坚实的护盾，需要游走拉怪，甚至很多时候还需要卡雷闪技能的冷却时间，刷副本难度陡然增加。如果不是本体雷霆掌控者分身、阴阳师分身都穿戴上了顶尖的红色装备，说不定连通关这个副本都费劲。但不管如何，15个小时的时间，本体这边通关的3次副本，加上暗黑霸铠那边通关的1次副本，让阴阳师分身的等级提升到了 LV40。江叔看向阴阳师分身的头顶，一行小字缓缓浮现而出：职业阴阳师，紫色，职业进阶路线。职业阴阳师加材料生死本源，紫色等于职业大阴阳师，金色。阴阳师再次进阶，果然是金色职业。江叔嘴角露出笑意，按照先前几次的2次进阶经验，江叔猜测大阴阳师应该是阴阳师的全面升级加强版，拥有惊人的治疗能力，同时还拥有一定的杀伤力。至于具体效果，需要等到转职后才能清楚。出了副本后，江叔在网上查询生死本源这一紫色材料，惊讶的是，查询了许久都没有看到有商家售卖这一材料，只是在论坛上看到了这个材料的信息。据说这个材料产自无尽深渊，是7转材料，爆率极低，没有卖。江叔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其他几个分身的进阶材料交易行里都有售卖，只需要出钱就轻松得到。他继续在论坛上寻找有没有人私人售卖这个材料。许久后，他终于找到一个帖子，据说白骨公会的公会仓库就有这个材料，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寻找白骨公会高层兑换。白骨公会？别说，还真别说，这不是巧了吗？江叔果断操纵另一边的暗黑霸铠询问公会高层，最终他从白骨公会的公会仓库里面兑换了到了生死本源材料，这让江叔不得不感慨，背靠大公会好处真的不少。别的不说，就说兑换材料这种事情，大公会是真的方便。这一次如果没有让暗黑霸铠加入白骨公会的话，想要把生死本源搞到手，需要花费不少的精力。当然了，暗黑霸铠分身把生死本源兑换出来，也不是毫无代价的，欠了1万贡献积分，需要以后慢慢还。随着分身数量的增加，这种需要珍惜材料的情况将会越来越多。江叔觉得自己应该早做打算，最好每一个大公会里面都有自己的分身在里面，这样的话兑换起材料来才轻松。片刻后，江叔拿到了暗黑霸铠送来的生死本源，他选择回到家中给阴阳师分身进阶。此时阴阳师分身站立在他身旁，戴着绿色面具。生死本源是一团气体，呈黑白2色，黑色代表浓郁的死气，白色代表蓬勃的生机。死亡和新生交织在一起，却没有彼此碰撞，反而是以一种诡异的平衡共存，让人不得不感慨造化的神奇。江叔把生死本源递给阴阳师分身，下一刻提示声传来：职业阴阳师加材料生死本源，紫色等于职业大阴阳师，金色已满足进阶条件，是否进阶？是。噗！黑白2色交织而成的生死本源没入阴阳师分身体内，熟悉的升华感觉再次袭来。10分钟后，进阶完成，3号分身进阶为新职业大阴阳师，金色，可展开属性面板查看详情。江叔眼中露出喜悦之色，立马展开4号分身的属性面板。姓名林非凡，职业大阴阳师，金色6星，等级 LV40，力量700，敏捷500，体质1200，精神4800，自由属性点0，装备天灾套装，法师类，红色品质，力量加200，体质加200，
精神加800。技能一阴阳生死，被动，大阴阳师掌控生死，治疗技能获得10倍加成，并可让尸体复活，替自己作战。复活尸体持续时间30分钟。1. 复活条件：需要尸体死亡时间不超过24小时。2. 被动覆盖距离1000米。技能2生命大和谐，对200米范围内的所有队友治疗，让其瞬间恢大量生命，冷却时间20s。技能3单点治疗，对200米范围内的特定队友治疗，可让其恢复巨量生命值，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4逆转阴阳，开启逆转阴阳状态，可让治疗类技能转换为伤害性技能，转换后的治疗类技能附带阴阳之力。技能5过量治疗，可为自身增加一个治疗护盾，护盾上限为200%生命值，护盾冷却时间5分钟。简简单单的4个技能，却让江疏敏锐察觉到阴阳师的恐怖。牧师类职业很少有群体类治疗技能，但大阴阳师的生命大和谐技能却可以覆盖200米半径的所有队友，这是牧师类职业想都不敢想象的神技。并且被动技能阴阳生死，还可以让治疗类技能获得10倍加成，这简直就是移动的灌奶机器。除了极为惊人的治疗能力外，大阴阳师还有操纵尸体的能力，也就是说，敌人尸体越多，大阴阳师的战斗力就越强。天灾军团中怪物数量无比惊人，这也就意味着怪物的尸体数量同样恐怖。如果带上大阴阳师去刷天灾军团副本，刷到中期，说不定自己这边的尸体数量比天灾军团的怪物数量还多，而且还保留了毒奶属性，让阴阳师拥有不俗的战斗能力。不愧是金色6星职业。而且最后一个技能过量治疗，这简直是保命神技。江疏心情相当不错，并当场奖励自己。睡觉，连刷了15个小时，是应该休息一会儿了。这一睡就是10来个小时。清晨的阳光洒落在脸上，江疏这才醒了过来。还没睁眼，他就闻到一股浓郁的包子味道。怎么会有包子？迷迷糊糊的睁开眼，入目是一张无比精致的脸，以及那熟悉的波涛如怒。赵小涵。第48章碎星之弓进阶。赵小涵正拿着包子美滋滋的吃着。吃吗？他递给江疏一个袋子，里面装着2个包子。江疏不看不知道，一看好家伙，这2个包子白白的嫩嫩的，极为饱满，怕是得2只手才能抓住。江疏正好饿了，接过包子就埋头开炫。不得不说，这包子味道很好，甚至江疏还能尝到一股浓郁的奶香味。奶香包好吃吧？韩子姐极为得意自己选择美食的眼光。奶香包，江疏一边埋头吃着，一边点头。不愧是韩子姐的奶香包，味道真的不错。吃过早饭后，江疏这才疑惑看向韩子姐，问道：“你一大早来我家做什么？”“嘿嘿，这不是先前你替我收拾了黄星，今天特地来犒劳你吗？”今天的韩子姐随意穿着一套白色家居服，按理来说，这种家居服应该很宽松才对，但这套衣服被韩子姐撑得很紧，甚至让江疏担心衣服是否能够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韩子姐的道理实在是太大了。江疏以大毅力收回目光，道：“嗨，我还说是什么事儿，举手之劳罢了。”韩子姐却不这么认为，如果江疏不出手的话，以黄星金色职业者的实力，她自己是很难找回场子的。放心，我这人恩怨分明，这个人情我记下了。韩子姐一边说着，一边凑近江疏。江疏甚至能够闻到少女身上的那股奶香。以前别人说少女身上有独特的体香，江疏嗤之以鼻，但今天他才知道，好像是真的。哎，不对，有没有可能是奶香包的味道？哎，不是，我和你说话呢，你往后退是什么意思啊？韩子姐看着江疏下意识后退的动作，不满地说道：“江疏，我他妈还能是什么意思？压枪呗！你这样就不怕闹出人命吗？”幸好韩子姐没有继续以大道理压人，转而说起了另一件事。你给白骨公会介绍的那个朋友通关了天灾军团副本，这事儿在职业者论坛上闹出了不小动静，江城其他公会都很眼馋，所以无双公会让我来问一问，你还有没有其他实力也很强的朋友？本来江疏还想着怎么打入无双公会内部，如果主动上门的话，显得廉价了一些，无双公会不一定重视。现在无双公会主动让赵小涵过来搭线，这再好不过。如果其他人来问的话，我肯定会说没有，毕竟这种强到爆表的朋友肯定不会太多。但是韩子姐你亲自来问了，这个面子我必须给你。正好我还有一个这样的朋友，这就推给你们无双公会了。江疏拍了拍胸脯，一副义薄云天的样子。韩子姐大为感动，并说道：“其实你不用这么卖我面子的，我寻思着咱们也不能白白介绍给无双公会不是，高低得薅点他羊毛。韩子姐，你这爱薅羊毛的习惯究竟是跟谁学的啊？”韩子姐说的对，江疏果断点头答应。
1个小时后，赵小涵领着江叔的这个朋友来到了无双公会驻地。这一次并没有遭遇在白骨公会时的那些质疑，有了先例，所有人都对江叔介绍的这个朋友充满了信心。无双公会开的条件和白骨公会一样，长老职位，5件紫色装备，但在江叔的要求下，额外给了1件紫色装备当做介绍费。好处收了，就到了检验江叔的这个朋友成色的时候了。给我99人，我可轻松杀穿天灾军团副本。大阴阳师江叔自信开口。很快，人员召集齐，浩浩荡荡进入天灾军团副本之中。韩子姐也是3转实力，也在99人里面。进入副本不久后，众人就正面遭遇了5000建制的天灾军团。看着这宛如钢铁洪流一般的天灾军团，无双公会的几十名3转职业者脸色发白。他们怀疑只需要1个回合，这恐怖的天灾军团就可以把他们冲散。天啦，这也太恐怖了吧！这踏马怎么打？岂不就是精英怪？这根本打不了。许多人开始后悔进入副本了，但韩子姐已经拎着拳头，生猛地朝着天灾军团冲击而去。她选择硬刚，丝毫不带怕的。原因很简单，江叔之前给他说过，这个朋友完全可以信任，所以赵小涵没有丝毫犹豫地发起了冲击。去和天灾军团正面战斗，我会出手保护你们。江叔脸上没有丝毫慌乱，沉稳说道。他的这种冷静的表现给了不少人信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跟随赵小涵朝着天灾军团冲击而去。很快，近100职业者和5000天灾军团冲撞到一起，锋锐的弓箭，绚烂的魔法在场中交织，让人目不暇接。近身搏杀就更加精彩了，拳拳到肉，刀刀见血。但天灾军团那边数量更多，怪物最低品质都是精英怪，职业者一方很快落入下风。生命值负 20%， 生命值负 17%， 生命值负 6%， 生命值负 12%。一道又一道鲜红的生命值掉落提示从职业者头顶飘起，只是1分钟不到的时间，就有数个职业者的血条快要见底了。血条清零就会死，他们脸上浮现出慌乱之色。职业者一方士气骤然低迷起来。下一刻，一道乳白色的光芒将近100职业者全部覆盖。生命值正 20%， 生命值正 17%。一道道绿色的生命值恢复提示从众人头顶飘起，就算是全体制加点的遁世类职业，生命值也被立刻抬满。那些不甲类职业更是被轻松奶满。所有人都骇然转头看向身后那道佩戴着黄色面具的身影，瞬间把近100人的生命值回复满。这是怎样恐怖的治疗能力？仅仅是这一手就把所有人镇住了。你们在前面随便杀，不用担心生命危险，我会出手。江叔在团队频道里面发送文字，这话让众人充满了安全感，转头就红着眼睛狂砍天灾军团。天灾军团也是一脸懵逼，本来他们都已经快要把这些职业者打崩了，但对方啪的一下，很快啊，生命值直接就回满了。生命值回满了不说，还一个个都嗷嗷叫着冲杀过来，就像是不要命一样。这些职业者都是无双公会精锐，他们战力相当不凡，此时没有了后顾之忧，放开手脚狂砍，顿时给天灾军团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但天灾军团训练有素，仍旧保持阵型，朝着职业者一方碾压而来。片刻后，乳白色光芒再次亮起，所有职业者的生命值回满。职业者一方士气更旺，有一个顶尖牧师坐镇后方，丝毫不用顾及生命值掉落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他们从来没有想象过战斗竟然能如此爽快，酣畅淋漓，一个个都杀到疯狂。但这仍旧不足以撼动强大的天灾军团。片刻后，一具具被击杀的天灾军团精锐尸体从地上缓缓站立起来。众多职业者，他们当即吓了一跳，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无需惊慌，这些怪物尸体将会帮助你们战斗。江叔在团队频道里面说道。被动技能阴阳生死，大阴阳师掌控生死，治疗技能获得10倍加成，并可让亡灵复活，替自己作战。尸体复活持续时间30分钟。1. 复活条件需要尸体死亡时间不超过24小时。2. 被动覆盖距离1000米。众人闻言倒吸一口凉气。你不是牧师吗？怎么还会死灵法术？而且同时操纵数目如此惊人的尸体，就算是最顶尖的死灵法师都不一定可以做到。随着一具具尸体加入战斗，天灾军团的伤亡陡然增加。天灾军团伤亡增加，也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精锐怪物死亡。精锐怪物死亡，让更多的尸体替江叔作战。同时，天灾军团的死伤会更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斗的天平已经完全倒向江叔这边。半个小时后，5000建制的天灾军团被全部灭杀。众多职业者看着戴着黄色面具的江叔，就像是看着一个怪物。此时，江叔身后
站着5000亡灵生物。天灾军团死了，但没有完全死，此时化作亡灵，静静伫立在江叔身后，掌控死亡，操纵亡灵，一人成军。你管这叫辅助？之后的战斗就很简单了，随着亡灵数目的增加，一路横推，总共花费3个小时就通关了副本。众人听到通关提示的时候，仍旧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除开遇到第一波剑制军团的时候，他们出力厮杀了一波，之后就完全划水，眼睁睁看着恐怖的亡灵军团把天灾军团碾压。好家伙，到底谁才是天灾军团啊？片刻后，100人出现在了无双公会副本区域，众多无双公会高层早已经在此等候。他们对林非凡通关副本并不是没有心理准备，但看到他3个小时的时间就杀穿天灾军团副本，还是惊讶不小。之前白骨公会那位可是用了足足15个小时才成功通关。好，好，好！无双公会张副会长俯首大笑，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白骨公会还给我们上嘴脸，现在好了，我们也拥有了自己的绝世天骄。江叔闻言神色怪异，有没有一种可能，你们所说的绝世天骄其实都是我？欢迎你加入无双公会，我们会倾尽全力培养你。你虽然是辅助类职业，但正所谓流水的主 C， 铁打的辅助，在我看来，你的潜力甚至要超过雷鸣公会的江叔和白骨公会的秦昊。相信我，在我们的培养下，你绝对可以压制江叔和秦昊，成为真正的江城第一天骄。我压过我自己。江叔闻言有种怪怪的感觉，多谢副会长看重，我一定不会辜负无双公会的培养。培养也就意味着资源，江叔自然不会和资源过不去。对了，你报名参加职业者大赛了吗？这个比赛对于3转职业者来说相当重要。如果你能进入江城前10名，就有资格参加东域20城的联赛，联赛前100名可以获得100积分，前10名至少获得1000积分。这些积分都可以用来置换紫色装备，对你的实力是一个相当恐怖的加持。听到张副会长的话，江叔点头。之前他就已经操纵几具分身去报名了。张副会长像是想到了什么，遗憾地叹了口气，只是你是辅助类技能，单对单的话很吃亏，参加职业者大赛有些为难你了。你这就是刻板印象了。如果我掏出一手毒奶，阁下又将如何应对？无妨，尽力而为就好。江叔淡笑道。而后他找了一个托辞，离开无双公会。虽然这大阴阳师通关天灾军团副本的速度相当快，但100人团里面经验值被分了太多，平摊下来后，大阴阳师分身获得的经验值少得可怜，只增长了6%左右的经验值。当然了，这只是在江叔看来很少，在其他无双公会成员眼中，这升级速度都赶得上坐火箭了。恰毒时恰习惯了，是这样子的。大阴阳师分身离开无双公会驻地后，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回到暗影空间。另一边，江叔本体仍旧在狠狠刷天灾军团副本，还有一个暴虐之弓分身没有升级到 LV40。2天后，职业者大赛正式开启，他急需暴虐之弓分身进阶，而且他有一个疯狂的想法。先前报名的时候，黑丝小姐姐告诉他，报名后就可以参加和实力相匹配的比赛，也就是说，3转实力就参加3转阶段的比赛，4转实力就参加4转阶段的比赛。那么他是否可以利用这2天的时间，让本体和4个分身都突破到4转？从吴谋的表现来看，江城内3转阶段他已经无敌，唯有参加4转阶段的比赛，才能有那么一点点的挑战。当然了，这里面肯定也有4转阶段的奖励更加丰厚的缘故，并且如果只是参加3转阶段的比赛，也就意味着比赛期间自己的等级必须卡在3转巅峰，这才是最致命的事情。一边是升级的 XP， 一边是高昂积分的诱惑，属实难以抉择，唯有选择我全都要，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天灾军团副本中，大阴阳师分身从暗影空间缓缓走出，站在了雷霆掌控者分身旁边。金色雷霆肆虐天灾军团，杀怪效率数十倍于无双公会的近100职业者。大阴阳师的被动技能阴阳生死覆盖1000米范围，这些死亡的天灾军团怪物化为亡灵，缓缓站起。亡灵怪物形成的防线，让雷霆掌控者终于可以尽情输出。2个小时后，副本通关，再次刷新纪录。1天后，4号分身升级到 LV40， 实力有所提升。暴虐之弓分身终于达到 LV40， 在江叔的注视下，他的头顶浮现出一行小字：职业暴虐之弓，紫色，职业进阶路线。职业暴虐之弓加材料星陨矿石，紫色等于职业碎星之弓，金色碎星之弓。江叔瞳孔陡然一缩。第49章，破入4阶，恐怖的属性加成。离开副本，回到家中，江叔上网查询星陨矿石的资料。星陨矿石不像生死本源这么冷门，江叔很快就查到了相关信息。
产自无尽深渊3层7阶紫色材料，只是价格差点让江叔惊掉下巴，售价足足40枚铸币。江叔又搜了好几家，发现都是这个价格。这件紫色品质材料的价格高得离谱，但职业进阶是大事，不能耽搁，再贵也只能捏着鼻子买，总不能等到自己7转之后再去无尽深渊刷新陨矿石吧。江叔查看了一下背包，只有27枚铸币，紫色装备数量倒是不少，足足18件。这些紫色装备要么是来自黄星，要么来自李一刀、白骨工会、无双工会。其实变卖几件紫色装备就可以凑齐40枚铸币，但他本体和分身总共需要的装备是50件，18件紫色装备还远远没有饱和。正是缺紫色装备的时候，他不愿意售卖紫色装备，那么就只有变卖其他物品了。江叔又在空间戒指里面搜索了许久，发现了10件6阶紫色材料。这些紫色材料是击杀王峰的时候获得的。江叔在网上看了看，这10件6阶材料可以售卖10枚铸币，也就是说还差3枚。江叔摩挲着下巴，想了想，给李一刀发了个消息：刀哥，整3枚铸币来，很急，在线等。只是片刻，李一刀就回复了消息：你小子身上那么多紫色装备，随便卖1件不就够了吗？你找我借钱做什么？江叔，我的紫色装备有用。电话另一边的李一刀看到这句话脸都绿了。你的紫色装备有用，我的铸币就没用了是吧？好好，你小子这么玩是吧？我借你的那件紫色戒指你还没有还我呢。江叔，嗨，江湖救急，我这人亏待谁也不会亏待兄弟，日后我绝对加倍还你。李一刀思考片刻，发送消息：没问题，位置发我这就给你拿过来。李一刀深入研究过江叔，他发现这小子虽然心黑，但对兄弟却相当仗义。无论是他身边的李有炳、赵小涵还是李墨雨，江叔都对其非常之好。有他这句话担保，李一刀顿时觉得妥了。一个飞黄腾达了，仍旧念念不忘旧友的人，再坏能坏到哪里去呢？1个小时后，江叔打量着手中的星陨矿石，矿石只有手掌大小，入手一片温热，能够很轻易就看到其中宛如蜘蛛丝一般的裂纹。就这东西价值40枚铸币，江叔有种隐隐肉痛的感觉。他收回思绪，把星陨矿石放到暴虐之弓手中。10分钟后，4号分身暴虐之弓进阶为新职业碎星之弓，金色。展开属性面板，可查看详细信息。江叔美滋滋打开4号分身的属性面板，姓名萧虎，4号分身，职业碎星之弓，金色6星，力量2350，敏捷4810，体质1120，精神998。装备天灾套装，不甲类，红色品质，力量加200，体质加200，敏捷加800。万伤弓，紫色。技能一碎星，被动，碎星，被动，箭矢附带碎星之力，有绞杀、震荡、穿刺效果。普通箭矢可以造成5倍破坏力伤害值，射程增加3000米，对1000米外的敌人，距离越远，伤害值越高，距离最高加成为额外5倍伤害值。同时，射程范围内，距离越远，弱点命中率越高，最高命中率为100%。技能2，快速拔剑，被动，射速增加100%。技能3，破甲，被动，附带碎星之力的弓箭无视敌人30%的防御力。技能4，狂暴，力量增加100%，敏捷增加100%，持续时间30s，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5，星落如雨，以碎星之力对2000米内的敌人发动范围攻击，绞杀50米直径内的敌人，冷却时间10s。技能6，鬼术妖剑，本体可以和附带碎星之力的剑矢互换位置，冷却时间1分钟。碎星之弓的4维属性比大阴阳师还要夸张。5个技能，其核心技能是碎星。碎星技能的加成相当夸张，最高25倍伤害值加成，100%弱点命中率加成。比伤害加成更加夸张的是，碎星技能附带的射程加成，足足3000米的额外射程。射3000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在地球，射标枪的最好成绩是100米出头。江叔这一剑下去，就相当于打了30次标枪。仅仅这一个被动技能，就无愧于碎星之弓金色6星的职业强度。技能2，技能3也是被动技能，快速拔剑，增加100%的射速，可以极大程度增加输出。破甲被动技能，无视敌人30%防御力，在面对高防御力敌人的时候，这个技能堪称神技。暗黑霸铠防御力惊人，碎星之弓攻击力惊人。那么问题来了，用碎星之弓攻击暗黑霸铠将会出现什么情况？想到这个问题，江叔神色变得奇怪。好一个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技能4，狂暴，增幅类技能，30s 内，力量增加100%，敏捷增加100%。技能5，星落如雨，超远程范围性杀伤技能，
覆盖范围达到了惊人的50米半径，甚至比9天雷动更加恐怖。技能6鬼术妖剑是一个相当不凡的保命技能，可以在遭遇危险的时候和附带碎星之力的剑士互换位置，冷却时间也只有30s。看完碎星之弓的属性和所有技能后，江叔脸都快笑歪了。碎星之弓的强度远远超过预期。至此，4大分身全部2次进阶：雷霆掌控者、暗黑霸铠、大阴阳师、碎星之弓。江叔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那么就到了第4次职业的时候了。本来江叔的打算也是在4转阶段沉淀一段时间，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实力增长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一不小心就把本体和4个分身的等级全部拉到了 LV40。4个分身最低都是金色5星，这还沉淀个锤子，直接开盲。是否开启职业突破？开启。下一刻，江叔身影消失在原地。与此同时，江城红浪漫大酒店之中，黄兴和自家女朋友完成深入交流后，顺手拿起进门就点燃的那支烟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黄兴的神色晦暗不定，他脑海中闪过江叔一拳锤爆自己的脑袋的画面。如果不是还有一次复活机会，那天那真的就彻底死在江叔手上了。在从复活泉水复活后，黄兴第一时间删除了之前在网上发布的帖子。那一次对决，江叔给他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一拳一拳硬生生把自己脑袋给锤爆了，这简直就是一个杀神。严重的心理阴影下，以至于他和自家女朋友的交流时间都严重缩短，所以黄兴认怂了。但今天他找到了破局的方法，那就是破入4阶领域。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爷进入4阶，不和你玩了。吴谋坐在家中，神色凝重。前几天他欲要效仿江叔单通天灾军团副本，结果却1分钟就被杀回泉水，成了整个江城的笑话，以至于他这几天都失魂落魄的，让不少人担心他精神出了问题。好在他还是恢复了正常，毕竟他曾经是江城3转阶段第1人，调整能力还是不错的。吴谋看着巨大的落地窗上倒映出自己的身影，目露回忆之色。直到此时，他都难以忘记天灾军团那恐怖的冲击。只是刚刚交锋，巨大的猛犸象、狂野的荒原虎就悍不畏死，朝着他冲击而来。天空中密密麻麻的弓箭，让空气都炙热起来的魔法，几乎同时将他覆盖。眼前一黑，就被杀回了泉水。亲身体会过天灾军团的可怕，才愈发感受到那个单人杀穿天灾军团的男人的恐怖。自己和他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对手，不可与其争锋。但只要避开这个男人，自己未尝不能重拾信心。我曾经能成为江城3转阶段第1人，为何不可以成为4转阶段第1人呢？职业突破，进入4阶，到时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又是一番新天地。吴谋低声自语，眼中露出昂然的战意。我承认江叔你堪称无敌，如果我踏入4阶境界，不和你玩了，你又该如何应对？吴谋曾经身为3转阶段第1人，都主动选择破入4阶境界，以此避开江叔，其他还不如吴谋的人也萌生了这个想法。特别是又冒出白骨公会的秦昊、无双公会的林非凡2个通关天灾军团副本的猛人，让众人的这个心思更加强烈。3转阶段实在是太卷了，我要进入4转阶段避一避风头。所以这几天的时间，诸多达到了 LV40的职业者不约而同的选择职业突破。最终的结果是有人成功，有人失败，但还是有近一半的人成功了。很多人并没有像江叔那样隐藏公会面板，所以突破到了4阶的事情很快就被人发现。啥情况？怎么一下子这么多人突破到了4阶？不是说好要在40级沉淀一段时间吗？他们还真的不担心职业突破失败啊？奇猛了，一下子就看到好几十个人进阶到4阶，我只想问，发生了什么事？嗨，这你都猜不到吗？最近3转阶段冒出好几个猛人，先是雷鸣公会的江叔，后是白骨公会的秦昊，最后又冒出来无双公会的林非凡。这3个都是手通天灾军团副本的猛人。3转阶段有这3个变态，有谁愿意和他们在职业者大赛上对垒？以吴谋为首，众多在3转阶有名气的职业者都选择职业突破。总结来说，就是不和这3个变态玩了。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原来如此，你这样一说，我感觉好像很符合逻辑的样子。笑死我了，职业者大赛还没有开始，都把几十号人吓得赶紧职业突破，这应该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吧？这事儿离谱中又带着一丝合理。其实如果我是吴谋这些人，我也职业突破，和他们同台竞技，这不是找虐吗？赶紧开溜！进入了4转阶段，又是一番新天地，乐死我了！怎么感觉这事儿这么搞笑呢？兄弟，你的快乐是建立在吴谋这些人的痛苦上的。你是没有看到吴谋这几天的表现，就差
被打得到心崩坏了。职业突破副本中，这一次的职业突破副本遇到的还是盖瑟投影。神性盖瑟投影，江疏对神性盖瑟投影的实力给予高度评价，并在10分钟内就杀爆了神性盖瑟投影。鹰加雷霆掌控者加暗黑霸铠加大阴阳师加碎星之弓等于无敌。神性盖瑟投影很强，无奈江疏却堪称无敌，落败也很合理。恭喜您通关职业突破副本圣骑士的崛起，评价 SSS， 获得2200点自由属性，获得称号比肩传奇3金色，获得新的技能神念万千被动，获得新的技能防窥探，2200点自由属性，同时也获得了比肩传奇3的金色称号。这个称号也是增加100点力量属性，100点敏捷属性。江疏极为熟练地将其带上，他的注意力放到了新获得的2个技能身上。神念万千被动，此被动技能搭配上暗影分身技能，可以让影轻松操控所有分身。这是一个可以帮助本体更加丝滑操纵分身的被动技能。所有分身都需要江疏神念入主来操纵，1-2个分身其实还好，可以丝滑操纵，但此时分身数量达到了4个，操作难度提升了一个档次。神念万千这个被动技能来得相当及时，消弭了操不过来的隐患。第2个新技能防窥探，防窥探被动，本体和分身可以杜绝所有窥探技能。技能说明不可以看那里。你这个技能描述是认真的吗？但这个技能效果极为不凡，可以杜绝所有窥探技能。一方面可以很好的隐藏自己的底牌，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分身隐藏在各大公会。与此同时，江疏耳边传来系统提示声：1号分身满足职业突破条件，是否职业突破？2号分身满足职业突破条件，是否职业突破？4号分身满足职业突破条件，是否职业突破？是。1号分身雷霆掌控者职业突破成功，获得自由属性点2000点，本体同步获得相同自由属性点。2号分身暗黑霸铠职业突破成功，获得自由属性点2200点，本体同步获得相同自由属性点。3号分身大阴阳师职业突破成功，获得自由属性点2200点，本体同步获得相同自由属性点。4号分身碎星之弓职业突破成功，获得自由属性点2200点，本体同步获得相同自由属性点。耳边传来应接不暇的系统提示声，宛如仙乐，动辄2000点的职业突破点同步到本体，江疏爽的飞起。第50章，全新的面板。江疏查看自己的自由属性点，这一次职业突破的10800点，加上碎星之弓进阶之前3次职业突破的600点自由属性点，11400点。看到这个数字，江疏自己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足足1万多点自由属性，如果不是亲眼见到，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这还仅仅是第4次职业突破，随着实力继续增长，这个数字一定会更加夸张，秒杀所有金色职业。江疏想了想，留了5000自由属性点没有加，其他的全部加到了敏捷上去。4具分身遵循极限加点的思路，把相应的自由属性加了上去。召唤久违的面板君，姓名江疏，职业影黑色，等级 LV40 4转，称号亡灵杀手，蓝色见证传奇，橙色霸道无双，金色比肩传奇，金色比肩传奇2，金色比肩传奇3，金色。称号总属性力量加460，敏捷加350，体质加200。力量1755，敏捷14750，体质1233，精神780，自由属性5000点。装备天灾军团装备布甲类 X9 守护之戒紫色。装备特性守护，在遭遇致死伤害时出现一个护盾，可抵御一次不高于10000点破坏力的攻击。技能1背刺，技能2恐惧盒子，技能3暗影冲刺，技能4收割之刃，技能5暗影分身，技能6神念万千，技能7防窥探。分身数量4。随着分身数量和职业突破次数的增加，影彻底站起来了。影的技能可能稍弱于几个分身，但就主打一个数值怪，恐怖的敏捷数值让影不弱于任何1具分身。接着江疏查看几具分身的属性，姓名叶不凡，1号分身，职业雷霆掌控者，金色5星，等级 LV40 4转，力量1130，敏捷820，体质875，精神7965，自由属性点0。装备天灾系列装备法师类 X5 恶魔法典，紫色恶魔法袍，紫色禁断法腕，紫色禁断法裤，紫色
近段法靴，紫色。装备特性：特性1，破巨，施展魔法攻击时，攻击距离增加1米。特性2，魔力爆发，施展魔法攻击时，精神属性额外增加200点。特性3，制敌已弱，总共增加 9% 魔法命中敌人弱点位置的概率。技能1神雷之体，被动；技能2惊雷闪，技能39天雷动，技能4雷神之怒，技能5雷闪。姓名：秦昊，2号分身。职业：暗黑霸铠，金色，6星。称号：一骑当千，金色，单人通关天灾军团副本时获得的。称号总属性：力量加100，体质加100。等级 LV 40，力量2550，敏捷1195，体质8321，精神635。自由属性点0。装备：天灾系列装备，重甲类 X4 破军重甲，紫色破军战裤，紫色破军战服，紫色破军护腕，紫色破军战靴，紫色破军戒指。6件破军系列装备是加入白骨工会的时候所得，每一件增加100点力量，增加100点体质。装备特性：破军，战斗时增加600点力量属性，600点体质属性。叠加6件破军系列装备所得特性：技能1霸铠，技能2无畏，被动；技能3撼山，技能4无双。姓名：林非凡。职业：大阴阳师，金色6星。称号：无。等级 LV 40，经验值 0%， 4转。力量780，敏捷580，体质1900，精神7900。自由属性点0。装备：天灾套装，法师类 X4 无响之袍，紫色无响之靴，紫色无响之戒，紫色无响之腰带，紫色无响之手套，紫色无响之杖，紫色。6件无响系列紫色装备是加入无双公会获得的，其中1件是江叔所要的介绍费，也给了3号分身。每一件增加50点体质属性，150点精神属性。装备特性：无响，战斗时总共增加1200点精神属性。6件紫色装备的特性叠加：技能1阴阳生死，被动；技能2生命大和谐，技能3单点治疗，技能4逆转阴阳，技能5过量治疗。姓名：萧虎，4号分身。职业：碎星之弓，金色6星。等级 LV 40，经验值 0%， 4转。称号：无。力量2610，敏捷7260，体质1220，精神1008。自由属性点0。装备：天灾套装，布甲类，红色品质 X9 万伤弓，紫色。装备特性：破甲。技能1碎星，被动；技能2快速拔剑，被动；技能3破甲，被动；技能4狂暴；技能5星落如雨；技能6鬼术妖剑。第51章第5具分身。看完本体和4具分身的属性面板，江叔满脑门只有2个字：无敌。每一具分身单拎出来都是可以称霸江城的存在，更何况这4具分身与本体一起同时作战，4具分身加上本体可以横扫一切敌人。就如这一次职业突破副本的神性盖色其实相当恐怖，但在江叔本体和4具分身的攻势下，仅仅坚持10分钟就落败。就在江叔踌躇满志的时候，肚子发出咕咕的叫声，无敌的我又饿了。江叔并没有立刻去做饭，而是陷入了沉思。他在思索之后的道路如何规划。他在网上查了一下，中域的德城有一个天骄榜，其中前50名至少都是金色5星的存在。谁在称无敌？哪一个敢言不败？地落10代都不见。上一刻还在天下无敌，说不定下一刻直接就天上来敌。更何况自己现在不过是4转实力，离真正的强者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不能太过松懈。如此想着，江叔凝聚第5道分身。第5次职业突破后，他已经满足了凝聚第5道分身的条件。10多分钟后，第5道分身成型，请为5号分身命名。老规矩，以诸天万界第5世家来取名。第1世家叶家，俯瞰诸天；第2世家秦家，脚踏时间长河，亘古不灭；第3世家林家，壮哉我林家；第4世家萧家，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那么第5世家只能是楚家。楚家有终结古今未来敌的人贩子峰哥，有武神峰哥，更有傲视诸天的杨哥，位列第5世家，排名只低不高。楚惊天！命名成功，请在战士、剑士、盾士、刀客、棍师、武僧、牧师、弓箭手、法师、格斗家、骑士、吟诵者、拳师、刺客14大初始职业中选择5号分身职业。又到了选择初始职业的时候了。
江叔先是琢磨了一下现在有没有什么急需的职业，最终发现有了4大分身之后，自己似乎已经堪称6边形战士，基本没有短板了。那么就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职业了。他目光在14大职业中移动，最终锁定了一个职业——棍师。每一个男生在成长过程中都训练出了极为不俗的用棍天赋。棍师赛高，见谁不爽直接给他一棍，而且棍师大概率可以进阶为枪客，一点寒芒先到，然后枪出如龙，帅的雅痞。选择职业棍师，江叔毫不犹豫开口。职业选择成功，展开属性面板可查看详细信息。姓名：楚今天，5号分身。职业：棍师，白色。等级：5号分身头顶照例出现了一行小字。职业：棍师，白色。职业进阶路线为：路线1，职业棍师，白色，加材料白猿之心等于职业猴棍，紫色。路线2，职业棍师，白色，加材料紫灵金枪暴力爪等于职业锐利之枪，橙色。一共2条进阶路线，一条是进阶为职业猴棍，另一条是进阶为职业锐利之枪，但锐利之枪的职业品质达到了橙色。这是江叔第一次遇到初次进阶就是橙色职业的情况，没有任何犹豫，转职为锐利之枪。但凡犹豫1秒，都是对橙色职业的不尊重。他在网上搜了一下，紫灵金枪暴力爪是6阶材料，价值10亿职业点。对于身怀巨款的江叔来说，10亿职业点只能说是洒洒水。他当即出门前往交易市场购买紫灵金枪暴力爪。半个小时后，江叔回到家中，5号分身也成功从棍师进阶为锐利之枪。姓名：楚今天，5号分身。职业：锐利之枪，橙色。称号：无。力量80，敏捷60，体力50，精神20，自由属性0，装备无。技能1锐不可当，被动，无视敌人10%防御力。技能2枪在人在，被动，手持枪系武器，获得2倍伤害加成。技能3战个痛快，被动，锐利之枪无惧群战，敌人数量越多，战意越是高昂，视敌人数量而定，最高可获得10%伤害值加成。技能4横扫八方，快速挥动长枪，对自身5米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3倍破坏力伤害值。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5破金8次，以特殊轨迹连续刺出8下，每一次攻击都拥有额外50%力量属性加成，可以累加，最后一次攻击额外附带400%力量属性加成。冷却时间1分钟。总共210.4维属性，5个技能。这是一个强度极高的橙色职业，特别是最后的破金8次技能，堪称超模。江叔已经开始期待5号分身手拿长枪纵横八方的场景，主打一个帅气。进阶成功后，5号分身头顶也出现了一行小字 ：LV 50可2次进阶。不出江叔所料，50级就可以再次进阶，一次进阶强度就这么高了，2次进阶绝对会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惊喜，极有可能成为第一个超过金色6星品质的分身。就在江叔打算出门升级的时候，门被敲响了。他诧异看向门口，首先排除韩子姐，她来自己家肯定是不会敲门的，以她的套路，肯定是不打招呼直接就进来了。其次排除李油饼，如果是这货的话，肯定已经开始扯着嗓子喊了。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墨子姐。江叔打开门，惊讶看到了墨子姐、李油饼、韩子姐3个人站在门外。韩子姐撅着嘴低语道：“我有钥匙，敲什么门？”李墨雨轻轻笑着：“敲门是基本的礼貌，知道吗？”李油饼手里提着一大堆食材，鱼、排骨、牛肉、青菜以及江叔最喜欢吃的烧鸡。江叔诧异地看着3人道：“你们这是干什么？”韩子姐一边挤进门去，一边说着：“今天是立冬，我们也好久没有一起吃饭了，所以就买了这些东西到你家来吃。”江叔被韩子姐硬生生挤开：“我操，带球撞人！原来都冬至了呀！”江叔转头看向落地窗外的景色，小区里的树木都带上了些许枯黄。时间过得真快。片刻后，4人坐在饭桌上，火锅里鲜红的汤汁不断沸腾着，白色的热气飘荡在屋内。今天的冬至一如往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每逢聚会都是李油饼操刀下厨，他的厨艺相当不错。李油饼得意洋洋地看着3人：“来，都愣着干嘛？动筷子啊！”江叔动作最快，全抿加点不是盖的，以接近音速的速度夹起了一片涮肥牛，味美肉鲜，入口即化。江叔竖起了大拇指，其他3人看着江叔的无影手，张大了嘴。把职业者的能力用在这里是吧？好，这么玩是吧？
韩子姐夹起一片半生不熟的厚牛肉，拳头放在牛肉前方，噗！火焰从拳头上升腾起来，只是几秒钟就把厚牛肉全部烤熟。她得意地瞅了江叔一眼，美滋滋地把厚牛肉放进嘴里。谁还不是个职业者了？李油饼眼中金光一闪，拿起一块厚实的羊肉，从空间戒指中掏出长剑，咻咻咻，剑光纵横。长剑挥舞的速度极快，每一次挥舞都极为精准，皆是切出不足1厘米的一片肉。只是10多秒的时间，足有30厘米厚的厚实羊肉块都被李油饼切成薄薄的肉片。这一手剑术相当不凡。墨子姐看着3个幼稚鬼，以手抚额：“你们啊，一个个的都是小有名气的职业者了，还这么幼稚。”说着，他身前的几片肥牛漂浮起来，叮咚一下坠入火辣的红汤中。10秒后，这几片肥牛从汤锅中飞起。李墨雨伸出筷子，把它们咔嚓一声夹住，放入嘴中。红祭司职业能力：意念操控。盖呀，我的肥牛！李油饼看着只剩下2片的肥牛，发出痛苦的哀嚎。半个小时后，4人躺在沙发上，一脸惬意地摸着肚子。李油饼看着这3人那满足的表情，心中的意极了。这个家没有我得散。韩子姐低头看了看自己长起来的肚子，视线仍旧被遮挡了，看不见，好像又变大了，生气气。墨子姐起身从厨房里端出水果放在茶几上，又细心地剥了几个橘子，一人一个。这3个家伙站没有站相，坐没有坐相。江叔身子放在沙发上，头悬空在沙发的边缘，有一下没一下的打着饱嗝。能力越大，胃口越大，实在是吃不下了。4人都没有说话，但已十分美好。总有那么一些美好的东西值得守护。嗨嗨，韩子姐，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李油饼清了清嗓子，摆上了一副严肃的表情。啥事儿？韩子姐疑惑问道。李油饼搓了搓手，组织了一下措辞，道：“我前2天看到你和一个紫色长裙的女的走在一起，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妹子的联系方式？”赵小涵回忆了一下：“你是说吴英？吴英，无双公会中层，5转实力。先前曾经受赵小涵嘱托去初级副本区域招揽江叔，但又嫌弃江叔只是白色品质，最后被江叔狠狠坑了一波。江叔对这个妹子也有印象。紫色很有韵味吗？确实不错，就是年纪有点大。你要她联系方式做什么？”韩子姐问。嗨嗨嗨，其实我不想说的，但是你问了，我告诉你也没关系。李油饼压低了声音：“上次你和她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她一个劲的偷看我，我严重怀疑她对我有意思，所以我决定给她一个机会。”韩子姐回忆了一下当时的场景，好像当时吴英也没有看李油饼啊。给她一个机会这句话就很有灵性。吴英都30岁了，和你年纪差距太大，这事儿你就别考虑了。韩子姐果断回绝。李油饼嘿嘿一笑：“我就喜欢年纪大的，有韵味。”江叔闻言倒吸一口凉气：“你小子，我说你这些年对小区里的众多小妹妹爱搭不理的，反倒是经常往吴寡妇家里跑，原来搁这儿等着呢。”韩子姐和墨子姐也是面面相觑，有点惊住了。可是吴英10多年前结过婚，虽然她老公死于秘境，但她好像没有再找的意思。韩子姐道。李油饼闻言两眼放光：“那我更喜欢了。”李油饼这表现直接把江叔、韩子姐、墨子姐3人整沉默了。李油饼，你小子为武遗风是吧？墨子姐和韩子姐不理解，但是大为震撼，就像是第一次认识李油饼一样。结过婚，你不要紧的吗？江叔还是问了一句。李油饼坚决道：“不要紧的，我就喜欢吴英这种。”本来墨子姐和韩子姐以为江叔还要再劝一劝，就听到江叔一拍桌子：“好，我支持你，拿下他，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 XP， 必拿下。”李油饼掷地有声。最终韩子姐还是把吴英的联系方式给了李油饼。片刻后，李油饼看着手机，喜笑颜开。江叔好奇问道：“啥情况？”李油饼：“我就说他对我有意思吧，刚刚加好友，他就关心我。”3人大感惊奇：“这么顺利吗？他怎么关心你的？”江叔问道。李油饼嘿嘿一笑：“我问他谈恋爱吗？他问我有没有病。你看，第一次聊天他就关心我的身体状况，铁定对我有意思。”3人险些没有绷住。我已经天胡开局，江叔你如果有情感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咨询我，我贼专业。李油饼自信开口。害怕，不敢咨询。不好意思，我的 XP 是升级。江叔坚决拒绝。江叔，我肚子胀，你给我按按。韩子姐忽然凑到江叔身前，一下子把肚子趴在了他腹部。江叔，南半球就这样挤压着他的手臂，这是何等卧槽的柔软。江叔有了片刻的呆滞，按还是不按，
这是一个问题，问个锤子的题。兄弟的忙必须帮。李有炳对江叔投以鄙夷的目光，就知道和少女玩，实在是太肤浅了。第二天，职业者大赛正式开始。大赛会场极为宽阔，足以容纳60万观众，按照不同的段位分为了3至8阶6个擂台。至于为什么没有9阶及其以上的擂台，江城还没有9阶强者，自然不需要这个级别的擂台。吴谋站在4阶擂台区域，他身形笔直，恢复了往昔的自信和桀骜。我成功破入4阶，完全可以在职业者大赛中避开江叔。我将要在这个擂台重新找回无敌的自信。永别了，我的心魔。吴谋身边也站着许多他昔日的熟人，这些都是曾经在3转阶段和他争锋的人。这些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职业突破。3转阶段实在太卷了，只能去4转阶段避避风头这样子。这些人对视一眼，均是露出了懂你的微笑。几人互相闲聊，4转的感觉真好啊，还是我们机智，毫不犹豫的就4转了。虽说等级低了一点，但也不是没有机会拿一个名次。哼，真同情那些3转阶段的人，他们可能还不明白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怪物。舒服了，那几个煞星再强，难不成还能来4阶擂台打我们不成？这就是隔岸观火的乐趣。吴某也露出了笑意，和这些人一样，4转后他只感觉浑身轻松。忽然他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他的表情就像是见了鬼一样。第52章，你是魔鬼吧？吴谋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他看着缓缓走来的江叔，目光呆滞。吴谋下意识退了好几步，由此可见江叔给他造成了多大的心理阴影。其他人也发现了江叔的到来，纷纷倒退一步，他们脑门上冒起一个个问号。这明明是4转阶段擂台，他来这里做什么？看台上不少观众也看到了江叔。这段时间江叔在职业者论坛上的名声极响，不少人都看过他的照片，所以轻易就认出了他。好家伙，这不是雷鸣公会的江叔，他是不是走错地方了？那里是4转阶段擂台啊，是有些奇怪。按理来说他才3转没多久，离4转肯定是差了10万8千里的，他不去3转擂台，去4转擂台做什么？走没走错我不知道，但是吴谋这些人的表情是真的精彩啊，这就像是老鼠见了猫一样，恨不得再离江叔100米远。哈哈，吴谋那些人的表情笑死我了，你别说，你还真别说，他们的表情真的和见了猫的老鼠一模一样。江叔究竟给这些人造成了多大的心理阴影啊？江叔疑惑地看了看吴谋那些人，我操，你们这后退一步的动作是认真的吗？我好像也没要对你们做什么啊。疑惑中，他走到擂台场边工作人员那里，我登记参赛信息。工作人员是一个小姐姐，好巧不巧，正好是先前江叔在职业者殿堂里面报名的那个黑丝妹子。她听到江叔这句话后，眼中闪过不可置信的神色。这里是4转擂台，江叔长老，你确定？哦，一不小心突破到4阶了。江叔淡淡的话语传出，小姐姐倒吸一口凉气。她看着江叔的眼神就像是看着一个怪物。这才多少天，他就4转了？不是说好的30级之后每升1级都需要10天半个月吗？他这也太快了。江叔这话也传到了不少参赛者耳中，一不小心就突破4阶了，一不小心就突破了，好一个一不小心，可恶，被他装到了。吴谋看到江叔成功报名，忽然有种窒息的感觉。他千思万想，下定决心职业突破，就是为了避开江叔。但万万没有想到，江叔竟然同时突破到了4阶，这避了一个寂寞啊！这是直直的往江叔枪口上撞啊！这事儿太离谱了。吴谋开启自闭状态。这还不算完，随着江叔报名完成之后，几道戴着各色面具的人影也出现在4阶擂台场边报名参赛。这下子轮到其他人 emo 了。他们看着那几道高大的身影，心里有一句妈卖皮不知当讲不当讲。刚刚他们还一脸惬意，存着隔岸观火的心思笑话3转擂台的参赛者，但万万没想到，这几位煞星全部职业突破了，皆是参加4转阶段比赛。火没有烧到对岸，直接烧到他们家了。看台上众多观众看到4转擂台旁边的小剧场乐坏了，哈哈，我愿称之为年度最佳大戏。这几十个3转阶段的佼佼者，为了避开江叔和另外2个杀穿天灾军团副本的猛人，特意职业突破。你猜怎么着？别人也职业突破了。看到这几个猛人报名4转擂台，他们的表情就像是吃了苍蝇一样难受。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我只能冤，妙不可言。撞枪口上了，属于是。场中那些特意突破到4阶境界的几十个职业者欲哭无泪。但俗话说得好，来都来了，比赛肯定还是要进行的。忽然4转擂台场地安静了下来，
众人的目光看向了刚刚进入场中的两人，一男一女，气息内敛，但是能够让人感受到他们身上那股凌冽的气势。两人皆是4转阶段顶尖职业者，在最近几次的比赛中，这两人都位列前5，特别是那个身材魁梧的男子，已经蝉联了1、2年的冠军。两人报名完成之后，看向众多参赛者，这一次的比赛竟然多了这么多新进的4阶职业者。一个魁梧男子饶有兴致地低声自语：“呵呵，听说这些人是被一个人吓得赶紧突破的。”一个身材丰满的女弓箭手笑盈盈回应：“哦，那人竟然如此可怕。”魁梧男子惊讶，这段时间他都在攻坚一个野外副本，今天刚刚回江城，并不是很清楚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善通天灾军团，你说呢？女弓箭手眼中闪过一丝惊艳之色。魁梧男子闻言，神色郑重不少，后生可畏啊！最终他如此感慨一句：“诺，就是那个小帅哥，他竟然也4转了。”女弓箭手嘴巴惊讶的微微张开，应该是刚刚职业突破的，他真的好快。魁梧男子上上下下打量着江疏，我能感受到他体内潜藏的恐怖力量，很是不凡。魁梧男子如此评价，但他话锋一转，迫不及待就突破4阶，是认为我等老牌4阶职业者可欺吗？我承认他或许在3阶无敌，但4阶还不是他可以为所欲为的。魁梧男子的话语中有种浓浓的自信，谁还不是个金色职业者了？更何况他已经破入4阶多年，战斗意识无比凝练，战斗经验无比丰富，身上的装备也都是 LV50的精品，甚至接近一半都是紫色装备。或许未来是他的，现在4转阶段还不是他说了算。没有成长起来的天才，还是乖乖低调一点为好。魁梧男子身上涌起可怕的战意，让不少人纷纷侧目。这位就是4转第一人童战，金色3星职业战狂，近战无敌。他从野外副本及时赶回来了。没有战狂的4转擂台，总觉得差了点什么。这2年来的4转阶段比赛，他包揽了所有冠军，是一个真正的战斗狂人。一边是声名鹊起的江疏、秦昊、林非凡3人，一边是老牌4转强者，他们的碰撞绝对无比激烈。这次比赛有的看了，很多人激动了起来。通关天灾军团的难度有多高？100年来无人能够做到这件事情，但江疏3人却达成了。所有人都相信，他们破入4阶之后，一定可以压制大部分4阶职业者。但童战蝉联冠军2年，其实力更是恐怖。人的名数的瘾，没有人敢小觑童战，甚至更多的人认为童战可以延续不败记录。看台上，李墨宇、李有炳2人对视一眼，均是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担忧。童战的战绩太过吓人，他的冠军都是一场一场打出来的，而江疏仓促之间职业突破，等级更是只有 LV40， 身上的装备还全部是3转层次的，在这方面有着巨大的短板。童战必胜，爆锤江疏！身边一个长相妖娆的女子歇斯底里地喊着，这女子正是黄兴女朋友。恨屋及乌，她对江疏意见极大，此时自然站在童战这一边。天才，童战大佬打爆的天才还在少数吗？这2年来，没有任何一个天才可以撼动童战大佬的地位，打的就是天才。江疏有什么资格和童战大佬比肩？他就算给童战提鞋都不配。黄兴女朋友语气激动，不断输出。李墨宇性子温婉，但听到如此直白的人身攻击，忍不住脸色沉了下来。比赛还没有开始，你就这么肯定童战肯定能赢，是不是太武断了？李墨宇沉声说道。武断？哼，怎么？难不成你还觉得江疏有机会赢过童战大佬？黄兴女朋友嗤笑。李墨宇神色严肃道：我相信江疏肯定可以。黄兴女朋友看着李墨宇姣好的面容，忽然大笑起来，笑死，原来是脑残粉啊！他身后10多个和他一起的朋友也嚣张大笑。一个刚刚突破4阶的人，拿什么来和童战打？你有没有脑子？李有炳看到墨子姐眼中怒火升腾，好家伙，墨子姐脾气多好一个人啊，被这些人气得不轻。他眼珠子滴溜一转，计上心来。既然你们这么肯定童战可以赢，那敢不敢我们赌一场？黄兴女朋友斩钉截铁道：赌就赌，谁怕谁？走走走，去官方做公证，我拿50亿职业点赌江疏赢。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大型赛事，职业者殿堂是会开放对赌公证服务的，双方都把职业点汇入官方账号，官方根据结果把职业点转入另一方。当然了，官方肯定不会白忙活，会收取10%的手续费。黄兴女朋友笑了，好，他是真的不信江疏可以赢童战。等一等，李墨宇忽然开口。李有炳疑惑看着他，难道连墨子姐都不看好江疏吗？我还有10亿职业点，
一并赌上。李墨雨坚决开口，这10亿职业点有大部分都是江叔给他的，加上所有积蓄，正好可以凑齐10亿。黄兴女朋友并没有拒绝。去官方工作人员那里公证了之后，几人重新回到座位上。平白赚60亿职业点，你们还真是好人啊！黄兴女朋友自信满满。李有炳和墨子姐没有说话，看向场中的擂台。此时已经抽签完毕，比赛马上开始。几分钟后，所有职业者踏入擂台之上。他们刚刚踩上擂台，就被两传送到了一个特殊空间之中。擂台只是摆设，真正的战斗场地是擂台通向的特殊空间。每一个特殊空间都展现在了大屏幕上，观众席上也有小屏幕，可以查看自己所关注的比赛。比赛规则：第一轮比赛为随机分配，战胜对手可以获得积分，失败则扣除积分。1000多名职业者经过6轮比赛，决出积分前100名的选手，而后所有职业者可以对前100名选手发起挑战，挑战成功则可以取代对方的排名。挑战阶段，如果成功则可以继续挑战，如果失败则丧失挑战资格。战斗所用的特殊空间面积极大，直径足有5000米，完全可以让职业者在其中酣畅淋漓的厮杀。不愧是职业者世界，一个小小比赛就能看出其不凡的手段。江叔心中略微感慨，感慨之后，他打量自己的对手，这脑袋好眼熟。想了片刻，他反应过来，这不就是黄兴的脑袋吗？难怪自己看着这么眼熟。黄兴也看到了自己的对手，先前他也和吴某等人一样，选择了职业突破，避开江叔，但没想到非但没有避开，更是在第一场比赛就正面遭遇江叔。此时他想说什么，但又觉得不管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此时内心的卧槽。江叔看着黄兴的嘴唇嗫嚅了2下，但没有发出声音。江叔笑了，他大概能猜测到黄兴想说什么，无非想说折腾了半天，发现最后还是撞在了自己手上，还不如安安心心在3转阶段带着呢。不对，黄兴和我有仇，他一定是在骂我。江叔二话不说，一步迈出，恐怖的速度甚至已经超过了音速，让黄兴难以反应过来。砰！黄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脸和地面亲密接触，脑袋触地，声音清脆极了。听这声音，肯定是好头。江叔没有停歇，一拳接一拳轰击在黄兴脑袋上。黄兴想要施展魔法，召唤出护盾保护自己，但江叔的无比凌厉的攻势让他根本没有施展魔法的机会。这个机制类似于打断。很快，黄兴就被锤得半死不活。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外界，黄兴女朋友看着黄兴被江叔暴锤的画面，下意识捂住了嘴。自家男朋友这完全是像沙包一样被江叔肆意蹂躏。李有炳从战斗没有开始时，黄兴女朋友和其他人的聊天就得知画面里的黄兴时这个妖娆妹子的男朋友，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说风凉话的机会。你男朋友头还挺硬的，被我兄弟这么锤都还没有锤爆。说着还比了一个大拇指。黄兴女朋友只感觉江叔这一拳一拳的像是锤在他嗓子眼上，脸色煞白。他真的担心把黄兴的头给锤爆了。不用担心，你男朋友头又不是没有被我兄弟锤爆过。李有炳语气悠悠，不放过任何一个打击黄兴女朋友的机会。黄兴女朋友听到李有炳的安慰，恨得牙痒痒。最终江叔的攻击触发了致死伤害，让黄兴从特殊空间中被传送了出来。随后江叔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场中。场中黄兴躺在地上，奄奄一息，脸肿胀得不成人样，口鼻溢血，看起来就像是一只蠕动的毛毛虫一样。黄兴女朋友看得脸色煞白，气得浑身颤抖。李有炳乐了，阴阳怪气道：你看吧，是不是还留了口气？黄兴女朋友只能在那儿无能狂怒。场中，失误了，没有掌控好力度，不然可以多锤一会儿的。江叔长长叹了口气。躺在地上正在被工作人员抬走的黄兴听到江叔这话，整个人一激灵，差点从担架上滚落下来。魔鬼，这绝对是魔鬼。工作人员的手也忍不住抖了一下，就算是阎王来了，都得给这一位让座。片刻后，江叔的4具分身也战胜了敌人，以胜者的身份进入下一轮。另一边，大阴阳师分身遭遇了先前和同站一起的那名女弓箭手。女弓箭手身姿婀娜，前凸后翘，笑盈盈地看着江叔。听说你通关了天灾军团副本。大阴阳师分身加入无双公会后，挑选了99名3转职业者，成功通关了天灾军团副本。如果你是另外2个单通天灾副本的，我毫不犹豫就认输，但是你吗？我还是很有信心拿下的。辅助职业有单打独斗的能力吗？女弓箭手从背上取下巨大的弓箭，拉满弓弦，甚至
右手紧绷的弓弦都陷入了身前的饱满，一看威力就很大。第53章，我让你打擂台，你直接开机甲。场外，无双公会张副会长带着不少人公会高层亲自观战，由此可见他们对于林非凡的重视。此时张副会长的脸色不是很好看。这名女弓箭手名为红鸾，职业品质也是金色，比同战弱的有限，是顶尖的4转职业者。林非凡遇上他，凶多吉少啊！张副会长身后，一名长老低声叹气道：“林非凡虽然强，但终究只是辅助职业，没有队友的配合，9成9的实力都发挥不出来。而红鸾是强力的弓箭类金色职业，单兵作战能力极强，此消彼长下，林非凡悬了。据说林非凡有一手让尸体替他作战的绝技，但1v1的单挑赛，这个技能根本没有发挥的空间。辅助类职业本来就不适合参加这种比赛，估计他有了这次经历之后，就再也不会想着参赛了。”另一名长老摇了摇头。张副会长虽然很看好林非凡，但2名长老所说都是事实，他内心也并不看好林非凡。红鸾开始进攻了，一名长老沉声道。场中，红鸾松开弓弦，狂暴的风之力缭绕着箭矢，朝着江叔的大阴阳师分身射去。噗！箭矢直直没入大阴阳师分身胸膛，生命值负 150%。江叔低头看着肩膀位置的箭矢，眼中露出惊讶之色。大阴阳师分身高达1800点的体质属性，一箭之下竟然就掉了1条半的命。眼前这个女弓箭手的攻击力相当不俗。红鸾看到这个伤害值之后，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扣减的生命值还能超过 100%， 活久剑！而且为什么扣减了 150% 的生命值，眼前的男人还像个没事人一样？红鸾感觉脑子有点晕晕的。过量治疗可自身增加一个治疗护盾，护盾上限为 200% 生命值，护盾冷却时间5分钟。这是大阴阳师的第5个技能。战斗之前，江叔早已经给自己上了过量治疗的护盾，这才是他敢于让红鸾一个先手的底气。接下来到我的回合了。江叔淡淡一笑，掌中阴阳鱼转动，阴鱼和阳鱼位置互换，逆转阴阳。逆转阴阳，开启逆转阴阳状态，可让治疗类技能转换为伤害性技能。下一刻，宛如实质的乳白色光芒直直没入红鸾体内。治疗类技能？红鸾眼中闪过疑惑之色，明明是敌人，他为什么治疗我？场外，无双公会众多高层一个踉跄，险些从座位上跌落下来。治疗敌人？你小子资敌是吧？场内，红鸾只感觉体内涌起一股暖洋洋的感觉，与暖洋洋的感觉一同升起的，还有一种酥酥麻麻的瘙痒，似乎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呐喊着，渴望着更多的乳白色光芒涌入。红鸾的脸变得鲜红欲滴，身体微不可察的晃动，这种感觉就像是上百只蚂蚁在身体上爬一样，痛苦却没有完全痛苦。哼！红鸾轻启阴唇，口中有热气呼出，这一声让江叔虎躯一震，这声音很熟悉，他自律练习的时候听过很多次，但在战斗的时候，从红鸾口中冒出来这种声音，让他猝不及防。不是，姐姐，此战斗非比战斗，注意场合啊！生命值负 70%。看着从红鸾头顶冒出来的伤害值，江叔猜测到了缘由。技能生命大和谐加技能逆转阴阳的效果。逆转阴阳后，治疗类技能会附带阴阳之力。很明显，这就是阴阳之力的效果。这个技能似乎有那么一点点不正经。场外，众多无双公会高层当场石化，资敌了，但没有完全资敌。这乃他妈的有毒啊！直接毒了红鸾 70% 的生命值。更毒的是，一向自律的红鸾被毒奶一口，差点打破了他们的自律。他们看向江叔的眼神都变了。此子太过变态，万万不可轻易招惹。江叔又是一发单点治疗，直接把沉浸在生命大和谐的红鸾送走。就连江叔自己都对大阴阳师的强度感到惊讶。他本以为大阴阳师擅长的终究还是治疗，但没想到单挑起来猛地哑痞。抛开战斗方式不谈，逆转阴阳后，治疗技能附带的阴阳之力效果极为恐怖，可以很大程度扰乱敌人心神。这就相当于一个大的控制技能。强如红鸾直接被当场抬走。下一刻，红鸾出现在会场之中，他回想起刚才的战斗，羞愤欲绝。对方乳白色光华笼罩自己的时候，那种酥酥麻麻、令人无法抗拒的感觉，让他忍不住哼出了声。一定被观战的人听到了，形象全毁了。红鸾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他恨得牙痒痒，但又不得不承认对方的强大。除开最开始对方任由自己抢占先机，射出一箭后，之后的战斗就完全掌控在对方手中。那乳白色光华灌注入自己体内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发起反击，只能像一个玩偶一样
任对方摆布。高手过招，瞬息之间就可以决定胜负，更何况是如此长时间的失去反击能力，足以让对方杀自己好几回了。可怕的控制能力！而且对方的第二次攻击，那宛如实质的乳白色光华，比第一次攻击更加可怕。那种令人羞于启齿的感觉，宛如浪潮一般吞没自己。好在那一次攻击直接触发了致死伤害，否则自己还不知道会露出什么样的丑态。以后万万不可与此子为敌，他简直就是魔鬼。和别人比赛输也就输了，但和他比赛输了很有可能没脸见人。场外观众对这一战纷纷开始锐评，不是说林非凡是辅助类职业吗？怎么他单挑这么猛，3下5除2就把4转顶尖的红鸾给淘汰了？你问我，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生猛的辅助职业。红鸾身为金色弓箭手，机动性强，输出能力高，相当擅长单挑，但面对林非凡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这他妈是假的辅助类职业吧？他这辅助有一点点不正经，你们都看到了吧？他的奶有毒啊，直接2发毒奶就把红鸾给抬走了，笑死！刚刚看到他治疗红鸾的时候，我还觉得这该不会是个睿智吧，但没想到是我格局小了，这竟然是一发入魂的毒奶，我只能说长姿势了。而且他的毒奶不仅伤害很高，似乎也有奇奇怪怪的特性。你们看到刚才红鸾的表情了吗？和我看过的搜查官连续剧里面的表情简直如出一辙。细说搜查官，看台上无双公会高层彼此对视，但没人说话。林非凡展现出超乎他们意料的战力，竟然连红鸾都轻松淘汰。按理来说他们应该很高兴才是，但对方的战斗方式属实有些难以评价。张副会长看着沉默的众人，心中冷笑一声，都不说话是吧？那我也不说话。同战那边战斗竟然还没有结束。忽然张副会长听到一名长老惊讶开口，他把座椅上的屏幕切换到这一场战斗，发现同战正在和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鏖战。两人的战斗极为激烈，贴身肉搏，拳拳到肉，每一拳似乎都能让周围的空气震荡。张副会长神色一凝，这两人的实力都相当恐怖。场中不少观众也都在关注着这一场焦点战。这人是谁？如此强悍，竟然可以和同战争锋。同战乃是3冠王，所有对手在他面前都像是土鸡瓦狗一般。但这个戴着橙色面具的男子和同战交战，丝毫不落于下风，这还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事情。无数人心中震惊，想要知道这个神秘男子的身份。都什么年代了，牵根网线也不费钱。这人不就是白骨公会的秦昊吗？前些时间他也单通了天灾军团副本。一人开口道，这就是白骨公会单通天灾军团的哪个猛人？众人这才恍然，好家伙，我还以为他就算破入4阶也根基尚浅，绝对难以和同战争锋，但没想到他竟然这么猛。不愧是通关天灾军团的猛人，战力无双，竟然可以比肩同战。前几届比赛同战都是一路横扫，这一次刚刚开赛没多久，同战就遇到了硬茬子。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很期待他们两人谁可以获得最终的胜利。不少人激动了起来，单方面碾压的战斗终究是有些枯燥，还是这种旗鼓相当的对决更加能够点燃观众的热情。狭路相逢勇者胜，你会不会对同战有什么误解？你以为他的这么多冠军是平白得来的吗？同战的职业是战狂，开启战斗模式后，他将进入战狂状态，这个状态下才是他的完全体。现在嘛，不过是热身罢了。一个中年男子淡淡开口，言语中充满了不屑。其他人这才惊醒过来，对啊，我怎么忘了这茬？同战真正令人闻风丧胆的是他的战狂状态，届时战到疯狂，越战越强，可以发挥出远超平时的实力。我竟然还以为秦昊可以和同战掰掰手腕，原来只不过是同战还没有认真罢了。只要同战开启战狂状态，秦昊将会直接崩盘，能够支撑10S，我都敬他是一条汉子。势均力敌，只不过是同战和对方玩耍罢了。这就像是猫捉耗子一样，并不直接把你击败，而是一点点击碎你的自信。这是最为霸道的战斗方式。不愧是同战啊，面对通关天灾军团的猛人，竟然还有闲暇保留大部分实力。不愧是同战啊，这等淡然自若的自信，只有蝉联2年冠军的他才会拥有。不愧是同战啊，战斗方式还是如此霸道，要的就是一点点击溃敌人的自信。众人赞叹不已。场中，同战看着身前的高大男子，嘴角露出冷笑。你很强，能够和我战斗到这个时候，已经证明你并非浪得虚名之辈。能够通关天灾军团果然有几把刷子。到此为止吧。你与我之间的差距是你难以想象的。近身搏杀，你不弱于我，
但假如我告诉你，刚才的状态只是我全部实力的1/5呢？童战一步踏出，气势陡然攀升，同时他身上的肌肉鼓起，其上青筋蔓延，整个身体都大上了1号。他眸中燃烧着浓浓的战意，彻底化身为战斗机器。战狂状态。场外看到童战进入战狂状态，无数人沸腾了。回来了，都回来了，就是这个味儿。战狂状态的童战堪称无敌，我曾经就亲眼看到他一拳就淘汰一名强大的顶尖金色职业者。这个状态下的童战，一拳一个小朋友不是问题。或许有人能够和普通状态的童战打得有来有回，但没有人能够接下狂化状态的童战一拳。太猛了，只是远远看着，我都能感受到童战体内澎湃的力量。这要是一拳下去，真的有可能会死。童战认真了，这场战斗没有任何悬念了。场中，童战一步步朝着江疏迫近，他嘴角的笑容无比冷冽。我说过，到此为止吧，是时候结束了。他并不着急，而是一边迫近，一边观察对方的神色。他很享受那种逐渐击溃对手自信的过程，但他并没有从江疏眼中看到一丝一毫的慌张，对方的眸子就像是秋天的湖水一般平静无波。童战眉头微皱，他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对方冷静的过头了。下一刻，他看到无数黑色铁甲将对方覆盖，漫天的黑色铁甲。这是……童战的脚步彻底停滞，他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对方所站立的地方，那里江疏的身影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尊黑色机甲。黑色机甲高达10米，漆黑如墨的机甲外装闪烁着寒光，那宛如野兽一般的头颅，宛如要择人而是一般，无与伦比的压迫感从这具黑色机甲上传出。童战一脸骇然，机甲，真的是机甲！场外无数观众神情崩坏。我让你打擂台，你直接开机甲。第54章，童战，我怒了！观众席彻底沸腾。卧槽，草，这是机甲！庞大的躯体，漆黑的体表，流畅的曲线，这尼玛也太帅了！什么啊？我让你打擂台，你直接开机甲，这怎么玩？童战的战狂状态和秦昊的机甲模式比起来，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原来这才是秦昊的底牌吗？这实在是太酷了！白骨工会前来观战的高层看到机甲之后也是一惊，因为暗黑霸铠刷天灾军团都是单通，所以没有见过暗黑霸铠的机甲模式。今天看到他直接开机甲，白骨工会高层也是一脸错愕。我说他怎么能单通天灾军团副本，原来他竟然有这一手。刚才我还担心他不是童战的对手，现在嘛，我只担心他会不会把童战打死。战斗到了这里已经没有悬念了，这一具机甲绝对不是童战可以抗衡的。接下来看秦昊的表演就好。白骨工会高层彻底放下心来。场中，童战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压迫力。眼前的机甲高达10米，外部装甲无比流畅，每一处都充满了恐怖的力量感。只有真正站在这种杀戮机器面前，才能感受到什么叫做无力。童战甚至严重怀疑，要是自己仍旧不出手的话，甚至都会丧失出手的勇气。所以他挥动了拳头。我是顶尖4转，我有5件4转紫色装备，我的战斗意识无比凝练，我是3冠王，我还有机会。下一刻，砰！冲击过程中的童战被黑色机甲一巴掌拍飞，就像是拍一只苍蝇一样随意。生命值负 20%， 童战坠落在地，强行压下又要从喉咙喷涌而出的鲜血，而后他战血沸腾，用尽底牌朝着机甲轰杀而去。这场战斗总结来说就是，童战战狂状态很强，可江疏开的是机甲；童战战斗意识很牛逼，可江疏开的是机甲；童战技能效果很炸裂，可江疏开的是机甲；童战不愧是5连冠，可江疏开的是机甲。轰隆！江疏操纵暗黑霸铠，一脚踩下，地面裂开，裂痕宛如蜘蛛丝一般朝着远处蔓延而去。童战触发致死保护，被传送出去。暗黑霸铠奥利场中睥睨四方，场中沸腾。童战站立在场馆中央，一脸失魂落魄。刚才的战斗，他从始至终都只有深深的无力。当然了，童战好歹也是3星金色职业战狂，还是可以对江疏破防的，只是伤害值比较低罢了。童战的攻击是破防了，但他内心也破防了。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玩具一样，对方在肆意蹂躏自己，一巴掌下来，自己就飞出去10多米，一脚踩过来，自己就陷入泥土里2、3米。自己的攻击，对方甚至都不带闪躲的，任由自己的拳头轰击在机甲体表，碾压，全方位的碾压。童战出道至今如此多年，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无力的战斗，差距宛如天堑。本来
两人都是正常状态的时候，还是旗鼓相当的状态。但自从两人都开启战斗模式后，自己就被花式吊打。自己引以为傲的战狂状态和对方的机甲模式比起来，什么都不是。童战开始怀疑人生。他本来想要彻底击溃江疏的自信，忽然发现被击溃的是他自己的自信。场外观众们激动得面红耳赤。妈妈，我也想要开机甲。我承认，我酸了。秦昊开启机甲模式后，完全是乱杀啊！太猛了！五冠王童站在机甲面前，宛如一个孩童一般，根本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笑死了！先前一堆人在那吹童战的战狂状态，说什么无敌、秒杀秦昊之类的话，但结果呢？人家秦昊的机甲模式远远强过童战的战狂状态。你看人家说话了吗？这就是差距。我承认，我刚才说话大声了一点。好消息，确实是猫捉老鼠。坏消息，童战是老鼠，秦昊才是那只猫。你说童战好好的，开什么战狂状态？如果一直保持普通状态，至少还能打得有来有回。这一开启战斗模式，彻底歇菜。谁他妈知道秦昊还有一手机甲模式啊？我澄清一下，不是童战太菜，而是对方太生猛了。就这10来米高的机甲，换谁上去都是白给。我看童战在那杵了半天都不说话，不会被打出什么心理问题了吧？不会吧，好歹也是3冠王，一时的失利应该还是可以很快的调整过来的。输给机甲情有可原，总不能每个人都像秦昊这么猛吧？别说，你还真别说，像秦昊这么猛的似乎还有2个。这人提醒之后，其他人也愣住了。好家伙，好像真的还有2个变态级选手搁这儿等着童战呢。除开秦昊外，还有2人通关了天灾军团副本，一人是无双公会的林非凡，另一人是雷鸣公会的江疏。林非凡的战斗刚才我看了1分钟不到，抬走顶尖金色职业者红鸾，战力也相当残暴。他的残暴不只体现在战力上，战斗方式也相当凶残。不信你们看红鸾的表情，估计现在还没有缓过劲来呢。如果童战碰上了林非凡，胜率似乎还真的不太高啊。林非凡一发毒奶过来，直接控住，接着源源不断的灌注毒奶，极有可能一套丝滑小连招就把童战带走。笑死，童战不会那么背，又碰上了林非凡吧？很快下一轮的抽签结果出来了，观众席上众人看到抽签结果，当场没有绷住。好消息，童战没有碰上林非凡。坏消息，碰上江疏了。乐死！我记得白骨公会的秦昊第一次单通天灾军团用了足足15个小时，但江疏却只用了3个小时。我的评价是，童战不如抽到林非凡呢。别尬黑，童战只是皮肤比较黑而已。他身为3冠王，有自己的骄傲，绝对不会轻易言败的。片刻后，这一轮比赛正式开始。这下子，绝大部分人都把屏幕切到江疏和童战这一场战斗来。无他，看点实在太足了。此时，童战已经彻底恢复了过来。有些观众猜得不错，他身为3冠王，有自己骄傲，绝对不会因为小小的一场失利就一蹶不振。他战意盎然地看着江疏，沉声道：“你出手吧。”然后，噗，一把冰冷的匕首直接就从背后插到了自己腰子上，生命直负 15%。童战脸都绿了，他当即进入战狂状态，回身挥拳欲要轰击江疏，但身后早已空空如也。只是这一手就让童战汗流浃背了。对方在刺中自己之后，在自己反应过来回身挥拳的不到1个刹那，就消失在自己视野中，敏捷绝对超过10000点。自己的攻击完全跟不上对方恐怖的速度。噗，又是一道轻响。童战捂着腰子打量四周，但仍旧没有发现江疏的身影。他不断转动身体，但是找不到江疏的踪迹。于是他只能使用群攻技能，拳头宛如疾风一般挥洒而出，他身周10米的土地全部凹陷下去，形成一个个的拳印。只是仍旧没有发现江疏的踪迹。冷汗从童战额头流下，太诡异了。战斗之前，对方明明就在场中，但现在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人。场地宽阔，难不成是隐身类技能？噗，生命直负 15%。这一刀又捅到了腰子上，甚至就是从上一刀的口子里捅进去的。不对，发动攻击会打破隐身状态，而且自己都能察觉到他的气息，他肯定没有离自己太远。场外，无数观众看着场中的战斗，神色怪异。在他们的视角里，可以清楚看到江疏的身影。江疏一直贴在童战身后，当童战朝后挥动拳头的时候，他就宛如蝴蝶一般轻轻避过；当童战扭动脑袋寻找他身影的时候，他就闲庭信步地卡在童战的视角盲区里。就算童战施展范围类攻击的时候，他也能泰然自若地躲避开攻击，并且保持卡在视角盲区里。但童战却一直没有发现这一点。他不断地挥舞着拳头，就突出一个坚持不懈。
在观众的视角里，童战宛如发癫，这诡异的战斗让所有观众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这就像是在看鬼片一样。噗！又是一刀精准的捅在腰子上，触发致死伤害，童战被淘汰出局。致死，他都能看到江疏的位置。战斗结束，但观众仍旧沉浸在那种恐怖的气氛中。这就是顶尖刺客吗？明明就在你旁边，甚至还不断的捅你腰子，但你就是锁定不了他的位置。这场战斗宛如恐怖故事一样。代入一下童战，我已经全身起鸡皮疙瘩了。江疏的敏捷属性绝对超过1万点，甚至接近了15000点，不然不会有如此恐怖的速度。妈耶，那腰子捅的一下下的，哈人！我甚至都感觉自己的腰子在隐隐作痛。江疏明显没有用全力，从始至终他就只有捅腰子这一个动作。如果把这个位置换作喉咙的话，童战怕是早已经输了。这人是不是对捅腰子有什么执念啊？为什么不换个地方捅啊？怪吓人的。吓人？我就不怕，我巴不得江疏来捅我。你踏马一个男的，搁这儿恶心谁呢？滚！玩弄，纯纯的玩弄，这称得上是虐杀了。三冠王和江疏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对手。看台上，李墨宇嘴角勾起一抹微不可察的笑容。连三冠王都不是你的对手，原来你已经成长到这个地步了啊。李有炳看向黄兴女朋友，你们的60亿职业点我就笑纳了。对了，我有点忘记了你在比赛前说的什么了，好像是什么童战打爆江疏，有点记不清了，要不你给我重复一遍。李有炳还在嘲讽，主打一个不忘初心。黄兴女朋友脸黑的不行，比吃了死耗子还难受。他万万没有想到江疏竟然这么强，连童战都完全不是他的对手，他有种报仇无望的绝望感。李有炳看着他想要说话，但又说不出话的样子，心里爆爽。这女人刚才有多嚣张，现在就有多凄惨。男朋友被江疏锤爆了不说，还输给自己60亿职业点，舒服了。场中，童战很不舒服，从始至终他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输的，甚至连对方人都没有看到就被捅死了。他长长叹了口气，这代表他和江疏有着巨大的实力差距。这就是单痛天灾军团副本的含金量吗？一招破入4阶，如猛龙过江一般横扫4阶职业者，这才是真正的天骄。童战内心恍然，双目无神，很明显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但他还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恢复了过来。失败总是贯穿人生始终，这就是人生吧。唯有从失败中站起来，不断进取，不断突破自我的人，才能称之为强者。算上还没有碰过面的那个林非凡，通关天灾军团的一共也就3人，自己打不过他们，难不成还打不过其他人？下一场我将会击溃对手，重新建立自己的无敌自信。童战的目光逐渐明亮起来。很快，下一轮的抽签完成。看到自己的对手后，童战微不可察地松了口气，并不是林非凡，而是一个没有看到过名字的人。小虎，从名字看平平无奇，正好可以当做自己的磨刀石。场外，童战是真的惨，连续2次遇到了通关天灾军团的过江龙，被疯狂爆锤了2把。好在这一次的对手没有什么名气，肯定可以轻松拿下。小虎确实没听过这个名字，应该是哪个小公会的人。童战刚刚被爆锤2把，心里正憋着火，这一场他怕是得把火全部撒在这个小虎身上。好家伙，你这样一说，我都已经开始同情那个小虎了。三关王憋屈了足足2场的怒火，这谁顶得住？小虎怕不是要被锤爆，这兄弟运气真不好。如果是寻常时候遭遇童战，最多也就是信心受损，这一次他怕是要被锤出心理阴影。就在众人说话间，场中战斗开始。童战嘴角露出残忍的笑容，2场啊，足足被虐了2场，我三冠王不要面子的吗？这一场我定要毫不保留的全力输出，把刚才所有的怒火全部发泄出来。第55章，童战，我捐了。童战嘴角露出残忍的笑容，我将会以最霸道的方式击败你，要怪就怪你运气不好。场外观众看到童战一上来就开启战狂状态，纷纷倒吸一口凉气。好家伙，童战是真的怒了啊，一上来就开大招，这谁顶得住？果然他要把之前2场比赛的委屈在这一场发泄出来。这萧虎是真的倒霉，遇到了暴怒状态的三冠王。我甚至能够看到萧虎眼中那种快要将人吞没的愤怒，真是令人害怕。可怜的萧虎，如果我是他的话，肯定现在就认输了，不然待会儿被三冠王锤起来，那是真的疼。场中，童战看到对手并没有认输，他的笑容更加灿烂了。不认输好，否则自己的怒火就没有地方发泄了。他身上的气势再次暴涨，速度陡然提升，拳头之上恐怖的劲力让周围的空气
几乎沸腾了起来。战狂拳！下一刻，站在前方的萧虎从背上取下巨大的红色品质长弓，他弯弓拉箭的速度极快，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快速拔剑，被动射速增加100%。噗！一道暗红色箭矢于空中坠落，直直射在童战脑门，生命值负99%。一个无比显眼的伤害值跳出来，童战只感觉眼前白光一闪，自己从对决空间被传送到了场馆中。童战，他一脸懵逼，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就是对方在自己进攻过程中射出了一箭吗？怎么自己就被淘汰了？疑惑间，他低头看向自己的心脏位置，那里差一点被完全洞穿。如果不是至死保护极致，那一箭绝对可以把自己射穿。童战脸色猛然变得煞白，对方一箭就将自己秒杀，这是何等恐怖的攻击力！他不可置信地看向刚刚从对决空间被传送出来的那一道身影。自己的职业战狂，除开强大的进攻能力之外，防御力也相当不俗。寻常金色职业者的杀招，也只能对自己造成个位数的伤害。他竟然一箭就秒杀了自己，怎么可能？他看着对方戴着绿色面具的身影，忽然感觉到一种高深莫测的气息。这不是平平无奇的普通职业者，这是一个顶尖高手。自己想要把他当作软柿子捏，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的臆想罢了。对方是完全不输于秦昊和江疏的顶尖高手，还有高手。他脸色再次变黑，心情极其抑郁。场外众多观众也是吃惊不小，他们本来觉得童战肯定可以轻松战胜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萧虎，但结果却和他们预想中的完全相反。我操，你们看清了吗？战斗怎么就结束了？童战怎么就输了？一剑就触发致死伤害，好家伙，这他们乃是软柿子啊，这分明是过江龙。这恐怖的攻击力是四转职业者应该有的吗？是的，他那一剑真的很强，或许你们没有注意到，那一剑之上附带着极为恐怖的绞杀、震荡、穿刺之力。剑矢刚刚接触童战身体的时候，童战的防御就被这股恐怖的力道撕裂开。这也是为什么童战强悍的防御，在这一剑面前宛如纸糊的一样。刚才我在奇怪，为什么这一剑的威力如此恐怖？听你这么一说，我也回想起来了，这一剑射出之后，四周的空气似乎都有种不稳的感觉，这应该就是剑矢之上附带的绞杀之力撕裂了四周的空气。难怪一剑就可以秒杀童战，这一剑很有东西。仅仅一剑之中就蕴含3种不同的力量，绞杀、震荡、穿刺。最为惊人的是，这3种力量竟然在这一剑中保持了一种诡异的平衡，甚至还彼此促进，让这一剑的威力更加恐怖。你们都在分析技术，就我一个人在同情童战。好家伙，上一刻还一副气吞山河，是要把所有怒火倾泻在对上身上的样子，下一刻就直接被秒杀，这也太惨了吧！童战是真的惨，刚刚遇到2个变态，本来还说在这一场找找自信，没想到遇到一个绝代猛人，被一剑秒杀。我都能想到童战此刻郁闷的心情了。妈的，竟然还有高手！没谁了，连续遇到3个猛人，童战是不是摸了不该摸的东西，才这么点背？你们看，童战还在抑郁，搁那儿杵半天不说话，直到工作人员提醒才反应过来下场。啧，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强势霸道的3冠王吗？我怎么感觉有种受气小媳妇的感觉？这一次的4转阶段多了太多猛人了，就突出一个是人是鬼都在秀，连一个从来没有听过名字的萧虎都有这种逆天战力。是人是鬼都在秀，只有3冠王在挨揍。哎，押上韵了，难道说我真的是天才？在众人议论纷纷间，下一轮战斗很快开始。童战看到自己抽到的对手，脸当场就绿了。林非凡，第3个通关天灾军团的猛人。先前江疏和秦昊的强悍他还历历在目，这个林非凡同样能够通关天灾军团副本，实力绝对和这2个人是一个档次的。但抽都抽到了，也只能硬着头皮打这一场了。1分钟后，很快啊，童战被从对决空间中传送出来。回想起刚才的战斗，童战心中升起一股浓浓的无力感。对方一发毒奶下来，自己的身体就陷入一种难以反抗的状态，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发又一发的毒奶没入体内，被淘汰出局。这诡异的战斗方式，他从来没有见过，输的没有丝毫脾气。再下一场，轰隆！恐怖的金色雷霆将童战吞没，童战再次战败。这一场，他的对手是雷霆掌控者分身，金色雷霆一发入魂，直接将他秒杀。童战彻底抑郁了，连续5个对手，个顶个的变态，不是爆锤他，就是秒杀他，这还玩个锤子？不想玩了。至此，6轮比赛全部结束，前100名的最终排名出来了，一共有15人保持了全胜的战绩，江疏和4大分身就在其中。官方按照往届的累计积分，给相同胜场的职业者排定名次。
江疏和四大分身因为是首次参加职业者大赛，积分为0，所以排在了11至15名。最倒霉的是同战，6场比赛5场排到了江疏和四大分身，都被爆杀。这个昔日的3冠王排名已经掉到了1024名。观众席上开始锐评，经过6轮的鏖战，前100名已经出来了，这个排名你们怎么看？我只能说大冷门。以前几届第1名的位置始终都是同战，但现在你看看同战的排名都1000名开外去了，实锤惨。同战的实力真的很强，可以说除开江疏和四大分身之外，他可以随便乱杀任何参赛者。但茫茫人海中，他连续遇到江疏和四大分身，结局无比凄惨。这逆天的运气让观众席中很多人绷不住了，是真的惨。6场比赛5场都遇到了绝代猛人，一场接一场的被爆锤，我看着都心累，笑死了。开赛之前我本来还以为同战绝对可以续写辉煌，但没想到最后排名这么低。今天这事儿太魔幻了，我就算是写小说都不敢这么写。你看同战现在还没缓过神来，我估计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还有高手这4个字。这一个接一个的猛人真的让人遭不住。而后进入挑战阶段，这个阶段所有参赛者可以任意选择前100名的选手挑战，当然前100名的选手也可以彼此挑战，战胜者获得当前排名，战败者排名往后顺延1位。此时排名第1的是一个长相阳光的男子，他6场全胜，结合往届积分暂时位列第1。他的实力极为不凡，连续遭遇往届的强力选手都连续横扫，以全胜姿态登顶第1。现在开启自由挑战，所有参赛者可任意选择对手。一个身材矮胖的官方负责人高声宣布，但一时之间竟然没有人挑选对手，所有人都把目光放到了江疏以及四大分身身上。所有人都知道，以这5人的强势表现，绝对不可能屈居10到15名。果然，江疏本体率先一步踏出，欲要挑选对手。就在此处，场中响起一道男子的声音：“我要挑战！”声音赫然来自当前排名第1的阳光男子。众人听了这话，一脸懵逼地看向他。他分明已经是第1名了，还要挑战谁？虚空挑战？这不是胡闹吗？我要挑战第2，不，第6名。阳光男子本来想说第2名的，但忽然想到像是江疏那样的变态还有4个，果然选择挑战第6名。众人，第6名。比赛这么久，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排名靠前的选手挑战排名靠后的选手。活久见！阳光男孩看到众人惊讶的神情，撇了撇嘴：“你们懂个锤子！有这5个变态在，我怎么可能坐得稳第1名的位置？与其被这5个变态轮番蹂躏，不如自己识趣一点，把名次给让出来。”观众看到第1名挑战第6名，险些没有绷住。好家伙，我本来以为我什么世面没有见过，但现在我发现第1名挑战第6名，这世面我还真没见过。第6名的脸都绿了，我找谁惹谁了？堂堂第1名来挑战我，笑死！观赛这么多年，我还第一次看到高名次挑战低名次。那这样子的话，排名怎么算？第1名赢了第6名之后，直接排名变成第6名，原来的第6名名次下降1位。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直接就问到了问题的关键。那么关键问题就在于问题的关键，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关键点。楼上的，我好像听你说了什么，但又感觉什么都没有听。矮胖身材的江城职业者殿堂副店主此时也有点懵，要是第1名赢了，这个排名该怎么算？他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规则就是所有选手都可以自由挑战，也没有禁止排名靠前的挑战排名靠后的。沉思片刻，他决定只能按照谁赢了就占据谁的名次，掰着名次后移位这种方法来办。战斗很快开始，第1名展现出相当勇武的实力，碾压第6名，无比强势的从第1名变为了第6名。看到这个结果，众人相顾无言。说你怂吧，你还怪猛，同为全胜战绩的第6名根本不是你的对手。说你猛吧，你连和那5个强人正面对决的勇气都没有，直接就把第1名的位置捐了。很难形容这一位阳光男孩的风格。阳光男孩看到众人或不解或鄙夷的目光，心里冷笑一声：你们知道个锤子！虽然我实力不弱，但和这5位比起来，只有被虐的份。没看到3冠王连续5场被虐到心都快崩碎了吗？如果自己继续坚守第1名的位置，绝对会像是3冠王一样被虐得怀疑人生。很快，第2名、第3名、第4名、第5名纷纷挑战更低排名的选手，他们心里也慌啊。虽然有至死保护，但被人爆锤的感觉谁都不想经历，纷纷主动让出位置。于是这一次4转阶段的职业者大赛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前5名空缺的情况，但前5名就像是禁忌一般，无人敢触摸。所有人都默认了，这5个位置属于那5个男人。
这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威势。就在这时，江叔走入场中，看向矮胖的副店主，道：“我想要挑战第1名，第1名已经没有了，这该怎么办？”自从刚刚的第1名到第5名纷纷跑路，前5名的位置空缺了出来，就出现了江叔想要挑战，但却不知道挑战谁的尴尬情况。副店主是见过世面的人，很快镇定了下来。你直接说，你想要第几名，就自动获得相应的名次。他看了看其他人唯唯诺诺样子，心道这几个位置不就是给你们几个准备的吗？当然了，如果其他人想要获得你的名次，可以选择挑战你。场中鸦雀无声，3冠王都被锤爆，还有谁敢去惹这几个杀神？这不是纯纯的老寿星吃砒霜，活腻歪了吗？江叔点点头，选择第1名。而后4具分身入场，选择2到5名，前5名确定下来，但第6名到100名却陷入了混乱的厮杀，无数人嗷嗷叫着挑战前100名的职业者。4转阶段，前100名、第100名都可以获得1积分，排名每上升1次就可以额外获得1积分，第1名的积分达到了惊人的100，这是远超3转阶段的积分奖励。这也从侧目印证了40级之后，职业者才算是真正的登堂入室。4转阶段的紫色装备锻造费用最低都需要50铸币，为了1名的提升，这些参赛者都可以杀到疯狂。与这种疯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5名无一人挑战的寂静，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觊觎前5名的位置。很快，挑战阶段接近尾声，到了确定排名的时候了。这个环节会将100名到前5名依次请上台，最后一次确定是否还有人挑战。这个阶段又耗费了不少的时间。在漫长的等待后，江叔以及4大分身被请上了台。前5名是否有人挑战？副店主朗声道。台下所有参赛者低下了头，就像是没有听到这话一样。所有观众看着这一幕，心中无比震撼。就算是第6名到第10名的阶段，都有数人发起挑战，但现在所有人都低下头，不敢吭声。那么前5名依次为江叔、叶不凡、秦昊、林非凡、萧虎。最后一次确定是否有人有异议。江叔携手4大分身站立于高台之上，他环顾四周，目光所及之处，所有职业者下意识低头回避他的目光，无人敢于和他对视。寂静是死一般的寂静。江城天骄千千万，见我也须敬低眉。第56章，路过的狗经过都得掉2根骨头。夜晚，职业者大赛结束，但关于这一场大赛的讨论却正是热闹的时候。这一次职业者大赛，我连5阶以上的比赛都没有看，全看4转阶段的比赛去了，堪称历史以来最精彩的4转比赛。最后的确定排名阶段，你们看了吗？所有参赛者都不敢挑战前5名，如同天上降魔主，真是人间太岁神。这5个猛人真是牛逼！5条过江龙暴杀4阶擂台，就算是3冠王同战，也被打得差点到心破碎。最后，这5人站于台上，环顾四周，所有参赛者下意识低下头。正所谓江城天骄千千万，见我也须敬低眉。这也太他妈然了！我现在想起这一幕来，都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打得所有天骄心服口服，一言不发。这下子，这5人要彻底扬名了。我最喜欢江叔，因为我喜欢看他捅腰子，连捅腰子的动作都那么优雅。爱了，爱了！江叔，这什么臭鱼烂虾？和我大鸡巴秦昊比起来，他提鞋都不配。男人的真正浪漫，就是机甲的暴力美学啊！你们的品味都太差了。煌煌天威听我号令，掌控金色雷霆，杀伐无双，又帅又强的叶不凡才是真正的帅的掉渣，好吧？看他金色雷霆劈人，我劈影当场就犯了。什么吗？要我说，毒奶天王林非凡才是我辈楷模，一发乳白色光华注入，强如红鸾，也只能任由摆布。姐，要是我也有这个能力的话，我天天回家拿我女朋友操练。楼上的，你什么档次就节笑？还有，你这个操练，他正经吗？以我看来，最猛的还是萧虎，东之猛虎，一见一个小朋友，连3冠王都难以抵挡丝毫，生猛的一塌糊涂。萧虎是吗？这个弓箭类职业者真的很强，看着他战斗，我都羡慕那些被他射爆的对手。知天意，逆天难，基佬给爷滚呐！论坛上对4转阶段的比赛发起了激烈的讨论，但也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江叔和4大分身各有支持者，这些支持者中门对狙，互相撕逼。江叔看到论坛上的这些消息之后，差一点没有绷住。别争了，这些人都是我。这个夜晚，他刚刚和李有炳、韩子姐、墨子姐3人吃完饭后，迎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江城职业者殿堂副店主，也就是先前主持比赛的那个矮胖中年，名为李毅，他来到了江叔家。
江叔将人请进了家中。副店主李毅打量着江叔家中的环境，笑道：“没想到江城大名鼎鼎的四转第一人，竟然住在这么简陋的地方。哼，100平，没有公摊，一个人住，你管这叫简陋？这要是放在我老家，都已经是科幻片了。如果你需要的话，职业者殿堂还有一套3000平方的别墅闲置着，我们可以免费提供给你。”好家伙，3000平方的别墅，住进去我怕迷路。不用，这里就挺好。江叔摇头拒绝了李毅的好意。这么多年，他在这一处安置小区已经住习惯了，并不想搬家。居住条件这个东西就和谈恋爱一样，外面看起来是否金碧辉煌不重要，重要的是住进去之后是否能够有种温暖舒适的感觉。李毅被拒绝也不恼，笑眯眯的道：“不错，不错，不愧是年纪轻轻就能有如此成就的人，竟然如此自律。确实自律，只不过是喜欢用看烧鸡的方式来自律。不知李副店主连夜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江叔懒得和他弯弯绕绕，开门见山道。李毅大笑：“我就说和你一见如故，你这直爽的脾气对我胃口。那我就直说了，江城的职业者大赛结束了，但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下一阶段是东域20城的总决赛。在这个比赛中，我们江城还从来没有取得过前10名的成绩，但今年不一样，你的实力我看在眼里，在4转阶段堪称无敌。今年是最有希望的一年。”我超，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年年都是最有希望的一年，年年16强是吧？大哥，别奶了，别奶了，遭不住。你知道的，各个城市的职业者殿堂虽然都属于官方组织，但相互之间也有竞争。所以，如果今年江城能够在总决赛中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明年我们江城职业者殿堂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倾斜。另外，给你透露一个消息，这一次总决赛的前10名起步就是1000积分，起步1000积分。江叔眼中当即冒出小星星，这绝对是一场泼天的富贵，花不完，根本花不完。1000积分足以打造一件4转级别的精品橙色装备了。橙色装备你知道吧？其属性、特性完全不是紫色装备可以比拟的。我不知道，我到现在为止连一件橙色装备都没有见到过。只要你能够杀进前10名，这1000积分就是你的了。江叔表面上波澜不惊，暗地里已经红了眼睛。还有，如果你能获得前10名，我们江城职业者殿堂将会额外赠予你一张深渊通行证。深渊通行证？啥玩意儿？江叔一脸茫然。呵呵，看来你对这个东西不太了解。顶尖职业者的最终归宿就是深渊。深渊一共99层，每一层深渊难度都相当惊人，非金色职业者组队无法通关。就算是几个强大的金色职业者组队进入深渊，也危险重重。我这样给你说吧，就算是当今的至强者之一神王盖瑟，他最高也就通关过深渊50层。江叔闻言倒吸一口凉气。神王盖瑟的传说他已经听过很多次，他庇护德城几十载，从未有外族敢来侵犯。他血屠一族3000里，令一族闻风丧胆，是人族至强者之一。并且江叔在职业突破副本中也屡次遇到盖瑟的投影，对其相当熟悉。神王真的很强，在4转职业突破副本里的投影，就算只有一部分实力，也给火力全开的江叔造成了不小的麻烦。连神王盖瑟都只能通关到50层，足以看出深渊的恐怖。但与高额的风险相对应的是丰厚的回报。深渊之中的怪物有着恐怖经验加成，并且深渊盛产各种高级材料，价值极高。但想要获得深渊的名额，最普遍的办法是工会等级足够高，就可以获得系统奖励的深渊通行证。说着，李毅笑了笑道：“就像是江城3大6级工会，这个级别的工会可以获得1张深渊通行证；7级工会可以获得10张通行证；8级工会可以获得1000张；9级工会可以获得10万张。在江城，这3张通行证早已经被3大会长绑定，所以你能获得通行证的渠道就只有我们。”江叔闻言，回忆起这段时间加入3大工会都没有见到会长的事情，很可能这3名会长就是泡在深渊之中。按照李毅的说法，自己想要获得通行证，暂时真的只有通过他们的渠道这个办法。至于等待3大工会升级到7级工会，喊了这么多年的口号，也没见谁真的升级到7级工会，还是不要期待为好。可以，成交，我会尽力冲击前10名。江叔没有和李毅废话，当即答应了下来。他反正都会冲击前10名，答应李毅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我们的额度一共只有1张深渊通行证，我没有选择其他4个人，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对你的看好。李毅语重心长的点头，我相信你肯定可以创造奇迹。总决赛将会在10天之后开启。李毅告诉江叔总决赛开启的时间。江叔闻言长叹一口气道：“10天啊，时间太赶了，
我可能还没有准备充分。李毅疑惑：你要准备什么？江叔神色一正，道：你看我现在身上大部分都还是3转阶段的红色装备，这样子怎么和那些强大的职业者竞争？李毅心里升起不妙的感觉。你看啊，我要求也不高，准备一套橙色装备就差不多了。李毅沉默是今晚的夜色。李毅看着江叔，半天没有说话。要求不高，一套橙色装备就差不多了。汝听听，人言否？一整套橙色装备，就算是德成大家族天骄，也难以凑齐，总价值超过1万职业点。你还给我搁这儿说要求不高。最后，李毅走了，留给了江叔一件4转阶段的紫色装备。他走的时候黑着一张脸，他算是明白了，江叔这小子估计就算是狗从他面前走过去，都得掉2根骨头。这人就离谱。江叔看着美滋滋的看着手中的紫色品质匕首，装备名称磨牙之刃，紫色。装备位置武器，佩戴等级 LV40 4阶，佩戴要求刺客类职业，属性力量加150，敏捷加250，特性淬毒，刀刃之上，附带强烈的毒性，可以对敌人造成略微麻痹效果。总共400点属性值加成，比3转阶段的紫色装备的加成多了快1倍。难怪4转阶段紫色装备的锻造成本直接从10铸币暴涨到了50铸币，1分钱1分货。4转紫色装备确实要强力很多，特性是淬毒，让敌人陷入略微麻痹的效果，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控制，但在战斗中很有可能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江叔心情大好，而后他打开手机浏览论坛，狠狠地批判那些吹他彩虹屁的帖子。时间就像是中年男人的夫妻生活，一不注意就过去了。翌日，江叔来到雷鸣公会副本区域，刚刚参加完职业者大赛，休整1个晚上后就马不停蹄地继续升级，不愧为 XP 就是升级的男人。此时旁边的雷鸣公会会员看向江叔的眼神多了一分敬畏。职业者大赛力压所有天骄，强势登顶第一，无疑让江叔的身上多了一层传奇色彩。黄兴就在人群之中，他本来以为江叔夺冠之后好歹也会庆祝休息2天，没想到对方竟然第2天就来公会副本区域了，不由暗自倒退2步。连续2次被锤爆头，他是真的怕了这个煞星了。江叔的洞察力何其敏锐，当即就发现了黄兴后退2步的动作。呵呵，看来他还知道怕呀。不对，黄兴和我有仇，他后退2步，一定是心中对我有怨气。江叔神色一肃，走到黄兴身旁。黄兴看到江叔的身影，脸色微微一僵。呵呵，江长老，好久不见，笑得比哭得还难看。江叔嘴角微微勾起，既然你对我不满，那我给你一个公平对决的机会。下一刻，砰！一拳轰在黄兴脑袋上，还是熟悉的清脆声音。果然是好头。片刻后，黄兴被揍得鼻青脸肿，他一脸呆滞地看着收拳回身的江叔，欲哭无泪。我今天也没有得罪你啊。江叔悠悠的话语从不远处传来。你刚才后退的时候，先推的左脚，一定是对我不满，打一顿都算轻的了。黄兴，吃瓜群众忍不住倒退半步，退这半步的时候还都是先退的右脚，从未见过如此记仇之人。场中，江叔触摸副本光柱之中的一个光点，这个光点代表着4阶公会副本牛头人军团。这个副本的情况和天灾军团类似，都是100年来无人通关，难度堪称变态。但公会副本区域的众多职业者脸上的表情却没有丝毫惊讶，就像是看着江叔进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副本。无他，被震惊了太多次，已经回不去以前大惊小怪的样子了。他们纷纷拿出手机拍照，上论坛发帖，一气呵成。雷鸣公会江叔再次挑战超高难度公会副本，现场直播，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有没有人和我猜一下，这一次副本坚持多长时间的？诚心对赌，不怕公正的来。论坛中再次热闹起来。与此同时，童战和一个面带身穿紫色长裙的女子正在畅聊。你想代表那一位从4转比赛前5名之中挑选一位当做那一位的仆人？童战惊讶地看着紫色面具女子。我家公子精彩绝艳，于得成6转阶段无敌，压制众多天骄，登顶第一。公子注定会成为传奇职业者，每一个传奇身后都有着众多的追随者，所以我给他们之中的某人一个机会，追随我家公子。紫裙女子转头看向童战，问道：你有推荐的人吗？童战回忆先前的战斗，他不得不承认这5人都很强。他能感受到和自己的战斗，这5人都只是使用了一部分实力，以他的角度很难分辨出5人中谁的实力更强一些。他摸了摸自己的腰子，有种隐隐作痛的感觉。得，
就那一位，让你捅我腰子。排名第一的江疏，实力强大，或许是最好的人选。紫裙女子轻笑道：想要追随我家主人，没有足够的实力可不行。他有这个资格吗？言语中透露着浓浓的傲气。他在比赛中战胜了我，你觉得他有这个资格吗？童战反问。你，紫裙女子轻笑一声，摇头道：如果只是比你强一些的话，还没有资格追随我家主人。童战虽然知道眼前的女子身份真的很高贵，他口中的那个公子也是真正的人中龙凤，但听到他如此说，还是觉得心里窝火。不信，你可以自己去雷鸣公会看看，他真的很强。紫裙女子不再回答，飘然离去。紫裙女子除开是那位天骄的核心追随者之外，自己本来的身份就是7级公会的重点培育天才。来到江城这种最高只有6级公会的小地方，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如果不是为公子培育属于自己的势力，自己哪会来江城这种小地方？这种小地方的人没见过大世面，一个平平无奇的职业者都快要吹上天了。进入更宽广的世界后，他们才会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天骄。紫裙女子朝着雷鸣公会驻地走去。第57章，先让你们跑1000米。公会驻地这种地方，外来人如果不亮明身份的话，是很难进入的。所以紫裙女子来到雷鸣公会驻地后，第一时间展示了自己的公会面板。姓名：紫云，所属公会紫火公会，7级，公会职务军团长，等级 LV55 5转。这下子诸多雷鸣公会高层被惊动，副会长邵俊峰亲自带领5名长老迎接，礼节极为隆重。别看7级公会只是比6级公会高上1级，但彼此之间的实力差距是以10倍计的，是以雷鸣公会高层极为重视。原来是7级公会的紫云军团长莅临此地，有失远迎，还请见谅。邵俊峰姿态放得很低，紫云的淡淡的笑了笑，无事，来了就好。这态度就突出一个倨傲。虽然他的实力不过是5转而已，但却坦然接下邵俊峰的客气话。邵俊峰听到这话，微微一愣：我只是客气客气，你还当真了？虽然你是7级公会军团长，但实力只是5转，我一个8转强者，笑脸相迎，你还不冷不热，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有些过了。但邵俊峰不愧是精通钻营之辈，很快就隐藏好了情绪，笑着道：不知道你今天来是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称谓已经从紫云军团长换成了你，言下之意就是提醒你不要太狂。紫云气的轻笑一声道：帮助？你们一个6级公会似乎也没有什么能够帮助我的地方。他这话一出来，不仅是邵俊峰，就连他身后的几名长老脸色都变了。正所谓打人不打脸，紫云这话就差正反手抽雷鸣公会的脸面了。今天他就主打一个嚣张。四周暗戳戳关注这个地方的雷鸣公会普通会员听到这话，忍不住咬紧了牙。这话也太气人了，分明是看不起人啊！邵俊峰心中默念涵养2字，保持笑容，问道：那可否明说究竟是何事？紫云淡淡道：我是来找一个人，名为江疏，他实力怎么样？江疏？邵俊峰道：江疏实力极强，昨天的职业者大赛中，他压制所有人，强势登顶第一，是江城100年一遇的绝世天骄。说着，他身板都情不自禁挺直了一点。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江疏这个名字觉得顺耳的时候。100年一遇的天才。紫云笑了，小地方的人就是喜欢弄一些花里胡哨的名头。或许你们见过真正的世面之后，就不会这么觉得了。行吧，他在什么地方？带我去看看，我倒是想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样的天才法。这话让众人不由自主捏紧了脖子。周围的普通公会成员已经开始血压飙升了，他们把这件事情传到了江城职业者论坛上，不能只让自己血压升高。果然，这些帖子以极快的速度传播，成功治好了大半个江城的低血压。这娘们儿他妈的就离谱，张口一个小地方，闭口一个小地方，这不是恶心人吗？知道是小地方，他就别来啊！没有人求他来，来了还各种攻击江城，气死老子了！什么小地方的人没有见过世面？一个7级公会的军团长，把他能得眼睛都长头顶上去了。这种被人鄙视的感觉，无数人破防。另一边，4转副本牛头人军团中，江疏看着远处密密麻麻的牛头人，忍不住眼中露出激动之色。这数量至少上万了，这可都是经验值啊！雷霆掌控者、暗黑霸铠、大阴阳师、碎星之弓、锐利之枪5大分身静静站立在他身后。雷霆掌控者一步踏出，昨天整整1天没有升级，他早已经饥渴难耐了。劈引犯了，金色雷霆狂暴涌出，吞没身材硕大的牛头人。这些牛头人都是首领级别的强大怪物，防御力不弱，但
雷霆掌控者分身职业突破之后，实力暴涨，在雷神之怒的增幅下，一发9天雷动就将其秒杀。经验值获取的美妙提示不断从耳边响起。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江叔嘴角勾起，暴杀牛头人，爽得飞起。看来我的 XP 果然是升级。他看了一下经验值，发现需要击杀100万只牛头人首领才能够升级。4转后，升级难度要比3转阶段更难一个档次。前方的牛头人军团遭遇袭击，嗷嗷叫着朝着江叔冲击而来。下一刻，无数暗红色的箭矢撕裂长空，宛如炮弹一般朝着牛头人军团坠落而去。碎星之弓的星落如雨技能，星落如雨，以碎星之力对2000米内的敌人发动范围攻击，绞杀50米半径内的敌人，其覆盖范围比9天雷动还要大上一圈。轰隆，恐怖的声响传来，地面被撕裂出一个个巨大坑洞。由碎星之力凝聚而成的箭矢之上，有着少量的牛头人尸体。牛头人被绞杀的成为一片片碎片。碎星之弓的杀伐能力无比可怕，雷霆掌控者和碎星之弓同时出手，直接就把牛头人军团给杀出一小片真空地带。有了碎星之弓分身的加入，江叔的杀怪速度明显提升。那头人军团开始朝着江叔冲击而来，但雷霆掌控者和碎星之弓的杀怪速度实在太快，牛头人军团的死亡速度远远快于冲击速度。他们虽然只和江叔隔了几百米，但这个距离宛如天堑。金色雷霆不断肆虐，一发9天雷动下去，就是几十只牛头人死亡。碎星之剑不断轰击，宛如绞肉机一样，不断收割着牛头人的生命。牛头人军团以惊人的速度死伤。江叔耳边响起连绵不绝的经验值获取提示，这种爆杀的感觉简直就是一种极致的享受。与此同时，那些刚刚死亡的牛头人尸体缓缓站立起来，他们眼中一片死气，但无比坚决的回身朝着牛头人军团冲击而去。阴阳师被动，阴阳生死，可让尸体复活，替自己作战。有了这些牛头人尸体的加入，牛头人军团的死亡速度再次加快。不到20分钟的时间，上万牛头人全部被江叔击杀。江叔的经验值也涨到了 1%，1万只牛头人才涨了 1% 的经验值，这个升级难度未免也太大了。江叔心中暗自感慨，如果让其他人听到他这话，绝对杀人的心都有。20分钟不到就涨了 1% 的经验值，1个小时能涨 3% 的经验值，也就是说近30个小时就可以升一级。这个速度已经不能说是做火箭了，只能说是做核弹头了。炸裂的升级速度，他们如果能有这1/10的升级速度，怕是脸都会笑烂。但江叔竟然还在这儿不满足。江叔确实不满足，要知道他先前刷天灾军团副本的时候，用3个小时的时间刷一次本就可以升2级半，但4转之后升级速度大幅下降，升1级竟然需要30多个小时，太慢了。并且他不仅是需要自己升级，还有5个分身都需要升级。就这个速度，要把本体和分身升到50级，怕是得好几个月，太过耗费时间了。他不由想到深渊通行证这个东西，如果参加东域20城职业者大赛总决赛获得前10名的话，就可以获得深渊通行证，而深渊中的经验值无比丰厚，可以大大增加自己的升级速度。想到这里，江叔心里无比火热，一定要搞一张深渊通行证。不过这都是后话了，现在需要的是先通关眼前的牛头人军团副本。很快，江叔花了1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击杀了近5万牛头人。其实按照最开始的速度，想要击杀5万牛头人是需要近2个小时的时间才可以。但大阴阳师的阴阳生死被动技能太过霸道，随着被击杀的牛头人数量增加，协助江叔作战的牛头人尸体也逐渐增多，让江叔的效率增加了不少。此时江叔抬头看着天空，表情古怪。天上一只只壮硕的牛头人扑腾着翅膀，在天空不断穿梭。我操，牛牛上天了！未曾设想过的道路。其实到了这个阶段，才进入牛头人军团这个副本最难的地方。会飞的牛头人具有极强的机动性，拿着牛头人之矛戳一下就跑，甚至还有一些不要脸的就搁那儿远远的从空中扔矛，职业者很难对其造成有效伤害。雷霆掌控者照出一发金色雷霆，直接将这只悬浮在100多米空中的飞翔牛头人轰击成焦炭。众多飞翔牛头人看到同伴的惨状，立刻扑腾翅膀朝着更高空飞去。这个过程中金色雷霆不断，几十只飞翔牛头人被击杀，但超出200米的范围之后，金色雷霆鞭长莫及，根本难以对这些飞翔牛头人造成有效伤害。于是这些牛头人心里安稳了。噗！一发牛头人之矛直直插在江叔脚下，那头质长矛的牛头人悬浮在500米高空，戏谑地看着地面的江叔，气焰极其嚣张。江叔得还挺狂，以为我短视吗？
可惜我不是李有炳。他身旁，碎星之弓分身一步踏出，手中的巨大的万伤弓流转着紫色光华。碎星之弓弯弓拉箭，弓如满月，强大的力量在弓弦之上凝聚。砰！手指松开弓弦，一道暗红色的箭矢划破长空，朝着在江叔头顶500多米的飞翔牛头人射击而去。噗！暗红色箭矢无比精准地命中了飞翔牛头人的心脏，恐怖的绞杀之力将牛头人的身躯撕碎，鲜血飘落，宛如血雨。秒杀！周围的飞翔牛头人看到这一幕，都愣了片刻。这么远的距离，对方都能射中。噗噗噗！一连串的炸裂声响起，暗红色箭矢密密麻麻朝着空中射击而来，一只只飞翔牛头人的身躯炸裂开来，星落如雨。飞翔牛头人大惊失色，已经500米高空了，但这个人类竟然还可以杀伤他们，他的射程未免太长了。于是，这几千飞翔牛头人扑腾着翅膀，继续朝着高空躲避。江叔静静地看着这些飞翔牛头人的动作，并没有立刻出手。我先让你们跑1000米。片刻后，大部分飞翔牛头人都进入1000米高空，硕大的身躯在天空之中都成了一个小黑点。飞翔牛头人看那个人类仍旧没有动作，心中彻底安定下来。果然，这个距离已经超过了他的射程。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回合。下一刻，噗噗噗噗，暗红色箭矢携带着无与伦比的冲击力，没入一只只飞翔牛头人的身体之内。这威力甚至比刚刚还要大上不少。地面，江叔嘴角微微勾起，让你们先飞1000米，不然太近了，我射不着。碎星被动箭矢附带碎星之力，有绞杀、震荡、穿刺效果。普通箭矢可以造成5倍破坏力伤害值，射程增加3000米，对1000米外的敌人，距离越远，伤害值越高，距离最高加成为额外5倍伤害值。同时，射程范围内距离越远，弱点命中率越高，最高命中率为100%。有碎星被动的加成，碎星之弓的箭矢越远射得越准，越远伤害越高。此时的碎星之弓化身死亡收割机，一发又一发箭矢不断夺取飞翔牛头人的生命。2个小时后，剩下的5万只飞翔牛头人被江叔击杀。恭喜您通关工会副本牛头人军团，通关评分 SSS。 通关奖励1，称号牛头人必须死，最高评分首通牛头人军团获得该奖励。通关奖励2，4阶紫色材料牛头人的眼泪，最高评分首通牛头人军团获得该奖励。2个通关奖励：牛头人必须死，金色，对牛头人一族的伤害值增加 5%， 对特殊种族增加伤害的称号。这种称号大部分时候很鸡肋，但在关键时刻可以发挥极其不凡的作用。江叔美滋滋地佩戴上这个称号，有了这个称号，他通关牛头人军团副本的速度就会快上不少。金色称号似乎也不是很难获得吗？江叔感慨了一句，但他不知道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是他这种挂壁。牛头人的眼泪，紫色，4阶紫色材料，具有勾动磁性欲火的效用。看到这个材料描述，江叔险些绷不住了。不愧是牛头人出品的材料，作用都这么别致。勾动磁性欲火，这不就是春药吗？正道人士完成梦想的必备之物，自己是用不上了，毕竟我又不是正道人士。江叔一脸腻歪的把这东西收起来，准备出去看看能够卖多少铸币。1分钟后离开副本，请做好准备。外界几个小时前，紫云在邵俊峰等人的带领下来到工会副本，一路上他都是鼻子朝天，一脸不屑的样子。这就是6级工会的驻地吗？果然还挺简朴的。在他看来，简朴2字已经是在抬举雷鸣工会了，这足以称得上简陋。邵俊峰能屈能伸，但现在都有点屈不动了。伸手不打笑脸人，江湖规矩都不懂吗？4周的工会成员也是敢怒不敢言，已经红温了。第58章，你谁啊？片刻后，紫云和邵俊峰一行人到达工会副本区域。江叔呢？邵俊峰沉声问道。那名被问话的普通工会成员指了指牛头人军团副本光点，道：在首通牛头人军团副本呢。他的语气就很自然，似乎这就像是一件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了。工会副本区域的其他工会成员也是一脸淡然的开口，进去没多久，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首通牛头人军团副本。紫云闻言微微一愣，这个副本他很清楚，他刚4转的时候曾经和紫炎工会的诸多好手刷过这个副本。这种工会副本只能相应等阶的职业者进入，超过这个等阶的职业者无法进入。因为牛头人军团极高的难度，紫炎工会花费了足足3天的时间做好准备工作，才让10名金色职业者带队通关这个副本。副本之中，牛头人军团强悍的实力也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就算10名带队的金色职业者实力相当不凡，
百人队伍也有好几次差点被牛头人军团给冲溃。当时他在副本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他后面听说，就算是副会长都焦急的在副本外面等了一整天。但为什么这些雷鸣公会的普通成员说起江疏通关牛头人军团副本来，一脸淡定，丝毫不担心的样子？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这么平静？紫云惊讶的表情被先前那些公会成员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娘们一直都是一副城里人下乡的高傲神情，看不起这，看不起那，但现在明显是被江疏惊到了。看来挑战牛头人军团这种事情，在他们7级公会也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情。紫云惊讶的表情让众人心中暗爽，邵俊峰也爽了。身为堂堂8转强者，一而再再而三的被一个6转小姑娘各种看不起，泥人也有3分火，他心里早就憋着一股劲。现在对方这种惊讶的表情，让他比嗑了几颗蓝色小药丸还爽。嗨嗨，江疏在挑战牛头人军团副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副本的难度可不低啊。说着，邵俊峰转头看向紫云，道：紫云军团长，这个副本就算是你们7级公会都不敢轻易挑战，是吗？他这话问的就很自然。紫云很快就收起了心中的惊讶，一脸淡然的道：不敢轻易挑战，这倒不至于，只是需要稍稍准备一下而已。并不是稍稍准备一下，而是准备了足足3天才敢开启这个副本的最高难度。但面子必须绷住，不能在乡巴佬面前露怯。邵俊峰看着紫云倨傲的神情，心中一动，朝着副本区域吃瓜的诸多公会成员沉声问道：这么危险的副本，你们竟然就放任江疏一个人进去了？一个人？紫云当场捕捉关键词：单通。江疏一个人单通牛头人军团副本，他脸上的惊讶之色再也掩饰不住。他再清楚不过牛头人军团副本的难度，正常组满100人都极有难度，遑论单通，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和他惊讶的神情比起来，副本光柱前的那些吃瓜群众一脸淡然。善通怎么了？江疏不是一直都喜欢善通吗？江疏的话不单通才不正常吧？众人淡定的反问，直接把紫云给整沉默了。不是，单通牛头人军团，你们怎么一点都不惊讶的？这一副只是小场面的表情是什么意思？紫云忽然有种自己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错觉。不对，错觉，都是错觉，一定是他们不知道牛头人军团的难度，盲目自信。哎，江疏还是太急切了啊，才单通天灾军团没有多久，就单通牛头人军团副本，都不知道休息几天恢复好状态才挑战。邵俊峰一脸责怪的感叹。有的人表面上看起来长吁短叹，内心早已经乐开了花。听到善通天灾军团几个字，紫云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天灾军团的难度只是比牛头人军团稍低，雷鸣公会的江疏竟然单通了这个副本，这可是紫炎公会都未曾达到过的成就。紫云的表情让邵俊峰浑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都无比舒畅。娘西痞，让你狂，现在怎么不狂了？倒吸凉气是吧？没见过这种世面是吧？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见见。邵俊峰此时已经暂时把自己和江疏的恩怨抛之脑后。哎，紫云军团长，你似乎很惊讶我们有人能够单通天灾军团副本，难不成你们紫炎公会没人单通吗？邵俊峰一脸诧异地望着紫云。紫云身后那些一路跟过来的雷鸣公会成员听到这话，又看到紫云沉默的样子，一个个感觉内心爽爆了。啧啧，邵副会长这小眼神，这小表情，今年奥斯卡颁奖会没他我不去。他是懂阴阳怪气的。紫云的沉默振聋发聩，他怀疑邵俊峰在内涵自己，但他没有证据，于是冷着脸不说话。片刻后，他淡淡道：哼，既然你说江疏可以单通天灾军团副本，那他一定可以在牛头人军团副本里坚持很长时间吧。说着，他扫了邵俊峰一眼，嘴角微微勾起。如果你是为了装门面，编造一些东西来哄人，这大可不必。有句话说得好，癞蛤蟆就算是穿上了金缕玉衣，也一样是癞蛤蟆。这话攻击性极强。邵俊峰眼睛微微一眯，旋即朗声笑道：看来紫云军团长还没有见过单通牛头人军团啊。没事儿，今天你恰好有这个机会，可以好好看看。紫云冷哼一声不说话，他亲自走到几十米外的副本光点前，观察这个副本是否未曾被通关。光点显示手通还在，看来的确是手通。紫云轻轻点了点头，心中却不甚着急。他太清楚牛头人军团的难度了，他根本不信一个6级军团有能力单通这个副本。忽然他听到身旁的几个吃瓜群众的吵了起来。这一次我赌10个小时。一人道：10个小时？你看不起谁呢？我赌8个小时。另一人道：8个小时？我觉得你还是太保守了，我赌7个小时。还有一人道。紫云惊讶地看向3人，他没有想到这些人竟然对江疏这么有信心，竟然敢对赌
江疏在牛头人军团副本里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呵呵，10分钟，不能再多了。紫云的话语悠悠地传入三人耳朵中。这三人一心对赌，刚才虽然发现邵俊峰带着紫云来到工会副本区域，但并未关注他到底是谁。女人只会影响我对赌的胜率。三人听到紫云的10分钟，纷纷倒吸一口凉气。我本来以为我胆子已经很大了，但没想到竟然还有胆子大的。一人上上下下的打量了紫云一眼，道：看你这样子，一定是脑残粉吧？虽然江疏很强，但我不得不提醒你，10分钟这个时间还是太快了，几乎不可能。我推荐你还是猜一个3、4小时的时间比较有机会一点。另一人点头附和。对江疏，你可以迷恋，但不可以迷信。10分钟，你搁这儿闹呢？紫云忽然感觉这3个人似乎和自己不在一个频道，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他皱眉问道：你们不是在猜江疏多长时间会被杀出副本吗？三人眨了眨眼睛，异口同声道：你不是在猜江疏多长时间可以杀穿副本吗？紫云怀疑自己的耳朵出现了问题，他没有想到三人刚才搁那儿是在猜通关时间，这说明三人对江疏能够单通副本深信不疑。为什么连普通的工会成员都如此坚信江疏可以通关最高难度的牛头人军团副本？他不理解，并大受震撼。不理解，都什么年代了，竟然还有人质疑江疏的实力。三人就像是看怪物一样看着紫云，在三人看来，紫云才是那个不正常的人。紫云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了。随着时间的流逝，紫云的表情越来越不对劲，因为他发现江疏仍旧没有被杀出副本。2个多小时后，一道高大英俊的身影从副本之中出来。紫云目光呆滞地看着副本光点下方的通关评价 SSS， 他倒吸一口凉气，最高评分单通牛头人军团，这简直就是奇迹。他承认他确实没有见过这种世面，至少在紫炎工会几百年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单通牛头人军团的事情，更何况是最高评分单通。紫云神情崩坏，和紫云那快要被江疏搞得崩坏的表情比起来，其他人脸上的神情就显得无比自然。啧啧，这就是令小儿只提的腰子猎人江疏吗？本来我以为7个小时通关就已经相当强了，但没想到他直接把通关时间干到了3个小时。哎，又输了，早知道就再大胆一点的，怪我，是我太保守了。不出所料，又最高评分单通成功了。为什么我的表情如此平静？只因江疏太强，毫无悬念的单通啊！江疏的单通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众人看到江疏通关之后，只是抬了抬眼皮，甚至脸上都没有什么激动之色。紫云顿时觉得自己这副被震惊的样子显得极为显眼，但他真的无法压抑内心的震惊，因为这种世面他确实没有见过。等他回过神来，想起了这一次的本来目的是招揽江疏为公子仆从，发现江疏早已经再次进入副本之中。紫云刚刚刷完都不带丝毫休息的，他究竟有多爱刷副本啊？呵，紫云军团长，我们雷鸣工会的这个门面够硬吗？忽然紫云耳边响起了邵俊峰的声音。邵俊峰这是在回应紫云先前所说的雷鸣工会装点门面的话。听到这话，紫云只感觉火辣辣的疼。周围的雷鸣工会成员看到先前一口一个小地方，一口一个乡巴佬的紫云被打脸的面红耳赤的，都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爽。而后不少人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同步上传到了论坛上，论坛之中一片欢腾。刚刚我被这女人气得差点当场脑淤血，但现在我只想说江疏牛皮，替我们狠狠地抽了这女人的脸。她不是狂吗？怎么不狂吗？不是喜欢狗叫吗？怎么不叫了？哑巴了是吗？说我们小地方的人没有见过世面。哼，我看她到了副本区域之后，那表情，那张着的小嘴，那惊讶的眼神，活脱脱像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笑死了。她听到江疏单通牛头人军团时愣了好半天，最后看到江疏通关，那小嘴都能塞进去2个鸡蛋了。这一惊一乍的样子和人家雷鸣工会成员一脸淡定的表情比起来，我严重怀疑他才是乡巴佬。雷鸣工会的兄弟真的给力，他们的淡定给我的爽感超级加倍。连普通工会成员都淡定看待的事情，他搁那儿使劲倒吸凉气，至少造成了雷鸣工会温度上升了1度。啧，这就是7级工会军团长的见识。可怜可怜啊！算了，咱也不是小气的人。他们紫炎工会如果实在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话，我欢迎他们来江城雷鸣工会学习。兄弟，你真的是狠人。你这是让他们来学习吗？你这是要把他们的脸皮放在地上踩啊！成千上万的江城职业者看到紫云的脸都被江疏抽肿了的结局，纷纷鼓掌叫好。刚才有多憋屈，现在就有多爽快。
江叔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江城的声望莫名其妙的就上了一个台阶。雷鸣宫会场中，紫云用极大的毅力才让自己的表情不那么狼狈。他看着副本光点，气、斗、冷。这个江叔怂恿工会成员取笑自己，其心可诛。他神色变得极冷。7级工会军团长，不可辱。他静静等待在工会副本区域，只等江叔一从副本出来，他就会冲上去要一个说法。又是3个小时后，江叔从副本出来了。紫云3步并作2步冲到江叔身旁，质问道：“你为何针对我？”江叔，你坤爸谁啊？不认识，但感觉有点大病的样子。紫云听到这话如遭雷击，他把我脸都抽肿了，竟然还不认识我。这种感觉让紫云比吃了屎还难受。等他难受完了，发现江叔已经再次进入副本之中，丝毫没有再搭理自己的意思。紫云再次感觉万箭穿心，被无视了。第59章，怎么逼你了？又是3个小时的时间，江叔再次从牛头人军团之中出来。在副本中，因为有飞翔牛头人的存在，雷霆掌控者分身第一次没有当输出主力，而是碎星之弓扛过了输出的大旗。暗红色剑矢无情收割牛头人的生命，碎星之弓的输出效率不弱于雷霆掌控者，甚至在超远程阶段，其杀怪效率还要超过雷霆掌控者。江叔无比庆幸凝结了碎星之弓分身，否则通关牛头人军团绝不可能如此轻松。但连续暴杀6个小时的牛头人，饶是江叔精力充沛，也感觉到一阵疲惫。果然，年轻人不能射太多，不然身体真的受不了。江叔刚刚出副本，就看到紫云冲过来，他下意识后退一步，避开紫云。贱娘们儿，看起来就不像好人。紫云敏锐观察到了江叔后退一步的动作。紫云，你这动作真的是认真的吗？你就是江叔吗？你刚才竟敢无视我，你知道我是谁吗？紫云气势汹汹地开口，这副样子就像是江叔欠了他几个亿一样。他先前脸都差点被抽肿了，现在正是怨气满满的时候。江叔微微侧头看向紫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好看的女子，肌肤胜雪，身材苗条，面容清丽。下线已久的手指哥再次上线，就是有点贫穷。江叔眼皮都没有抬，从紫云身旁擦身而过，淡淡道：“不感兴趣。”说完之后扬长而去。紫云回头看着江叔的背影，满脸的不可置信，自己又被无视了。他怎么可以无视自己的？我可是紫炎公会第1美女啊！紫云感觉自己的自尊心被江叔踩在地上，狠狠践踏。他忽地挡在江叔身前，咬牙道：“我是7级工会军团长，你凭什么无视我？”江叔看着这逼女人，心里都无语了。是不是有饼啊？我管你谁，你踏马默哀老子！不许走，必须把今天的事情给我说清楚。紫云冷冷注视着江叔。江叔，啥坤吧玩意儿？你不要逼我。江叔长长叹了口气。紫云冷笑：“我逼你？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你凭什么假装无视我？你以为你是谁？不要以为你有多了不起。告诉你，我见过的妖孽多了，你单通几个副本算不得什么。道歉，必须给我道歉。”紫云这话相当霸道，主要是他刚刚像是小丑一样被人嘲笑，又被江叔2次无视，火气很大。女人撒起火来是不需要理由的，更何况江叔刚才又确实得罪了他。围观众人纷纷觉得紫云胡搅蛮缠，别人江叔为什么要搭理你？你还以为自己是宇宙中心了吗？巧了，紫云还真就觉得自己是宇宙中心，一步不退地拦住江叔的去路，一副江叔不道歉他就誓不罢休的模样。江叔，他已经失去耐心，长长叹了口气：“你为什么逼我？”紫云正在疑惑，自己不过是要让江叔给自己一个解释罢了，哪里有逼他。下一刻，他就看到江叔身形如龙，暴起发难，巴掌因为速度过快，空气都出现了嗡的声音。啪！一巴掌狠狠抽在紫云脸上，一个深深五指印出现在紫云吹弹可破的脸蛋上。紫云愣住了，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江叔一言不合直接就一巴掌闪过来了。大意了，没有闪。他打我，他竟然敢打我！直至现在，紫云满脑子都是这2句话。他紫云7级工会的天才，绝世妖孽的追随者，不论走到什么地方，对方都礼遇有加。就算是得成天骄榜上的那些妖孽，看到自己都是一副风度翩翩的绅士模样，但走到一个6级工会，竟然被人打了。紫云懵了，四周围观的人傻了。先前江叔无视紫云的时候，他们心里暗爽，但江叔直接一巴掌扇在紫云脸蛋上，这种行为突破他们的认知。他怎么敢的？
对方可是7级工会军团长，而且对方一个千娇百媚的娇滴滴美人，怎么下得去手的？四周围观的雷鸣工会成员人傻了。通过论坛直播看到场中发生的事情的众多江城职业者也沉默了。虽然他们也觉得紫云极其可恨，但真的没有想到江叔直接就一巴掌下去抽他。这下子真的把紫云脸抽肿了，物理意义上的肿了。邵俊峰本来一脸笑眯眯的模样，看到江叔一巴掌下去，差点一个踉跄没有站稳。他知道这小子生猛，但没想到生猛到了这个程度，打起人来不带丝毫犹豫的。片刻后，紫云终于从那种懵逼的状态清醒过来，他眼中露出浓浓的愤怒：你竟然敢打我！我告诉你，你摊上大事儿了！我是7级工会军团长，你敢打我，你死定了！然后，紫云的声音戛然而止。啪！江叔二话不说，又是一巴掌招呼上去。这一巴掌扇在了紫云另半张脸上，这半张脸也出现了整整齐齐的5个手指印，和另一边的5指印遥相呼应，有一种对称的美感。江叔的动作干脆利落，再次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众人看向江叔的眼神，已经不能说是震惊了，只能说是仰望。这一位没有丝毫废话，能动手的绝不逼逼。正反手2巴掌，当场把这个气焰嚣张的女人给抽得七荤八素。狠人，真正的狠人。2巴掌下去，紫云只感觉脑子一抽一抽的疼，她捂着脸，感受到肿胀起来的脸颊，一定破相了。她心中更恨，她怨毒地看着江叔，一字一句道：你可知道，我除开是7级工会的军团长之外，还是一名得逞妖孽的追随者，敢伤我，你大难临头。江叔以实际行动回答。啪！又是一巴掌，扇得紫云嘴角溢血，丝毫不带犹豫的打人就突出一个干脆。紫云这才发现江叔的速度几乎超过了音速，自己就算意识到他要打自己都难以躲避。这还没算完，江叔欺身而上，抡起巴掌左右开弓。7级工会军团长是吧？啪！得逞妖孽追随者是吧？啪！挡我路是吧？啪！连续10多巴掌扇得紫云在地上不断抽搐，四周围观的人看得眼皮直跳，这他妈是在下死手啊！一下下的把紫云往死里抽。先前还是一个风姿卓绝、肌肤胜雪的绝顶美女，此刻口鼻溢血，脸肿成了猪头，躺在地上像是一只蛆虫一样不断抽搐。这前后的反差惊爆众人的眼球。江叔抽完之后，从空间戒指里取出丝巾，优雅地擦拭着手上的鲜血。哎，你为什么要逼我呢？长长叹了口气后，他扬长而去。众人，你就差把人抽死了，搁这儿说一句为什么逼你？谁逼你了？怎么逼你了？逼你怎么了？就离谱！众人又把目光看向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紫云，谁也难以想象地上这个口鼻溢血只剩一口气的女人，就是刚才盛气凌人颐指气使的紫云，还得是江叔。连副会长邵俊峰都笑脸陪同的人，他一言不合直接扇个半死，生猛的一塌糊涂。管你是谁，先干了再说。众人心中爆爽。你说你惹他干嘛？旁边邵俊峰在江叔出手的时候一直没有干预，他深深地看了一眼江叔的背影。这个年轻人刚猛无仇，在他的字典里似乎没有退后2个字。邵俊峰虽然看的是江叔，但眸子深处满满都是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年轻真好。他记得自己曾经对江叔说过刚一舌这种话，但很明显对方丝毫没有听进去。我倒是很想看看你最后能够走到什么地步。邵俊峰嘴角微微勾起，走到紫云身前淡淡道：年轻人不懂事，竟然怠慢贵客，我已经狠狠批评过他了，你没事吧？紫云不可置信地扭动了一下身躯，看向邵俊峰：把我打得半死，你批评过他就算了，赤裸裸的偏袒，这个软弱的副会长竟然敢说出这种话。邵俊峰转头看向众多工会成员道：牧师呢？就一下。说罢负手离开。众人看着邵俊峰洒然的身影，忽然觉得这个副会长很陌生。这么硬气的吗？邵俊峰一边走着一边思索这件事的影响。7级工会的实力10倍于6级工会，若紫炎工会狠下心来报复，雷鸣工会绝对损失巨大。但也只是损失巨大，紫炎工会远在南城，不可能出动大军灭了雷鸣工会。而且有职业者殿堂在，对方也不敢大张旗鼓的用兵，顶多是暗中打压。但紫云身后那名妖孽的报复需要警惕，若那名妖孽背景强大，暗中对职业者殿堂施压，事情就麻烦了。想到这些，邵俊峰感受到无比巨大的压力，甚至呼吸都有一种不顺畅的感觉。
邵俊峰不由猜测江叔是怎么敢毫无顾忌就出手的。他难道不忌惮紫云身后的这些势力吗？自己一个8转职业者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他一个4转职业者怎么敢说打人就打人？邵俊峰抬起头看向天空，几片白云挂在一碧如洗的空中，这辽阔的视野让邵俊峰压抑的心情得到极大的缓解。他心中忽然有所明悟，自己所看到的是这4处的壁障，但江叔眼中只有这辽阔的天空。他的征程是星辰大海，他所需要考虑的是只要挡在他面前的全部轰碎就好。邵俊峰心中豁然开朗，他嘴角勾起一抹笑意，希望你能做到我没有做到的事。少年所不可得之物，终会困其一生。10年饮冰，难凉热血。我邵俊峰曾经也是意气风发的少年。这件事的影响很大，因为现场直播的缘故，江城上万人亲眼目睹了江叔狂扇紫云的场面，整个江城一片振奋。但紫妍工会的压力来得很快，他们严厉谴责雷鸣工会，并勒令雷鸣工会交出凶手，否则将会向雷鸣工会宣战。雷鸣工会相当硬气，直接站出来硬保江叔给紫妍工会对了回去。江城职业者哪见过这场面？卧槽，雷鸣工会这也太硬了！猛，是真的猛！硬刚7级工会，要知道7级工会的实力可是10倍于6级工会，死保江叔没毛病，这么一个前途无量的职业者都不保，那不是脑子抽筋了吗？紫妍工会还敢发声？他们不看看自家那个军团长是个什么货色？如果我是江叔，我都抽他几巴掌。不过7级工会的怒火不容小觑，雷鸣工会这下摊上大事儿了。我就是雷鸣工会的，我表示无所畏惧，紫妍工会难不成还能咬我们一口不成？丝毫不带怕的。同为雷鸣工会成员，我只想说江叔长老干得漂亮，紫妍工会不服，和他们干就完事儿了。此时雷鸣工会高层邵俊峰、罗震天召集工会高层商讨应对紫妍工会之事。邵俊峰缓缓道：人是我看着打的，如果非要追责的话，我也难逃其咎。邵俊峰直接表明立场。罗震天惊讶地看着邵俊峰，不是，你不是和江叔有仇吗？先前你扶持的黄兴被江叔花式暴锤，怎么转眼间就替江叔站台了？罗震天有点看不懂，似乎是看懂了罗震天眼神中的疑惑。邵俊峰淡淡道：公事是公事，私事是私事，虽然这件事我站江叔，但并不影响我和他的私仇。真诚是必杀技。邵俊峰这话一出，直接把罗震天搞沉默了。良久后，罗震天才缓缓道：既然如此，言归正传，此事是紫妍工会的那名军团长挑衅在先，江叔下手虽然重了一点，但仍旧不失大义。说完后，罗震天环顾四周，问道：你们觉得呢？下手重了一点，是指把别人锤得只剩一口气吗？众多长老苦笑，2个副会长都旗帜鲜明的站台了，他们如果还有反对意见的话，那就是真的脑子打铁了。我同意，这一次必须保江叔。今天我走访了许多工会成员，所有人都对江叔的行为拍手称快。这是什么？这就是民心所向啊！不能因为紫妍工会的压力放弃江叔。7级工会又如何？不用畏惧，撑过这一次，说不定我们雷鸣工会也能成为7级工会。利用这一个机会凝聚人心，发展工会实力，说不定冲击7级工会真的有希望。紫妍工会要打，我们便陪他们打。所有长老都发表自己的意见，议事堂的氛围瞬间变得火热起来。他们感觉自己找回了年轻时勇猛精进的感觉。邵俊峰和罗震天对视一眼，均是露出笑容。在这件事上，2名分歧很大的副会长第一次达成了一致。不对，我和罗震天是对头，我对他笑个屁！邵俊峰反应过来，强行冷下脸。罗震天，无聊。就在众人商议应对紫妍工会的细节时，议事堂的门被人打开。这是一个身材饱满的女子，身穿红色长裙，长裙开叉处露出雪白的肌肤，让人浮想翩翩。雷鸣工会第1顺位副会长程夏，8转强者，深得会长信任。当然了，这个信任不是白来的，其缘由是她和会长程雪是双胞胎姐妹，所以她才是顺位第1的副会长，所以她才是会长程雪之下说话分量最重的人。此时她忽然来到议事堂，让众人吃惊不小，因为这一位大多数时候都在攻略野外副本，很少出现在工会驻地。程夏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淡淡开口道：把江叔开除工会，永不录用。所有人闻言纷纷露出震惊之色，特别是邵俊峰和罗震天反应最为激烈。邵俊峰不行，他乃是100年不出的天才，有他在，我雷鸣工会就有无限的希望，不能开除他。罗震天得罪紫妍工会这事错不在他，你这样做会寒了工会成员的心，我坚决不同意。
程夏并没有因为两人的激烈反对而恼怒，只是平静道：“这不是我的决定，而是会长的决定。”此话一出，全场寂静。会长程雪，8转巅峰大圆满强者，只差一步就能迈入9转境界，不仅是雷鸣公会的最强者，甚至很有可能是江城最强者。整个雷鸣公会都是他的，他的话无人可以忤逆。程夏看着沉默的众人道：“此决定是会长的意志，不容更改。散会。”说完后，他迈着修长丰腴的大长腿走出议事堂，留下议事堂内的所有高层一脸颓然。我等正欲死战，陛下何故先降？邵俊峰和罗震天神色阴沉，这样一个天才就如此被白白放弃了。紫妍公会不过是施压而已，自己这边就直接跪下，屈辱，无比的屈辱。此时江叔刚刚从牛头人军团副本出来，耳边忽然就传出系统的提示声：“你已被开除出雷鸣公会，长老职务自动解除。”江叔脑门上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第60章背叛的伤口永不愈合。谢邀，人在雷鸣公会刚出副本就得知自己被开除，应该露出什么样的表情比较合适？在线等，挺急的。得被公会开除，江叔沉默了，难得的沉默。其实职业觉醒以来，他一直顺风顺水，不管是最开始进阶为职业影，还是后面的秘境、副本、职业突破等，他的职业者之路都无比顺遂。但今天忽然被雷鸣公会开除，可以说这是他成为职业者之后遇到的第一个挫折。他沉默着，思考着，只是片刻，他就大概猜到了事情的真相，大概是和白天打的那个女人有关。看来他背后的势力真的很大，短短1天内就竟然逼得雷鸣公会开除自己，亦或是雷鸣公会并不像自己想象中那般看重自己。但木已成舟，继续纠结此事也没有任何用处。江叔抬起头看向四周，四周早已经站满了雷鸣公会的成员。江叔粗略一看，怕是得上万人了。这些人没有说话，只是无声地看着江叔，沉默却有力量。江叔笑了笑，看来自己也不是那么不受欢迎。于是他抬脚迈步洒然离去。邵俊峰和罗震天站在高处，看着江叔穿过人群的身影，目光极其复杂。或许会长会后悔。罗震天长长叹了口气。邵俊峰眸子中映照出江叔利落的身影，淡淡道：“没有或许。潜龙出渊，一天冲天。离开雷鸣公会，对他来说也不一定是坏事。”场中，江叔一步步穿过人群后，身后传来排山倒海般的声音：“恭送江叔长老！恭送江叔长老！”万人齐呼，声震云霄，场面无比壮观。江叔回头，嘴角微微勾起，而后毫不留恋的迈步离去。祝君前途似锦！身后诸多普通会员眸子微红，大声呼喊：“祝君前途似锦！”更大的呼喊声欲要追赶江叔的身影，可惜他已然远去。众人看着江叔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中，均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以 LV20 的等级成为长老，入会后行事张狂，暴杀黄星，升级速度无与伦比。单通100年来无人通关的天灾军团和牛头人军团，职业者大赛强势登顶，压得千万职业者抬不起头。无惧7级公会，痛扇紫云耳光。这名堪称传奇的长老，终究是不再属于雷鸣公会。江叔回到家中，看到自己的邮箱里面有一封信，还没有来得及看一看信封里的内容，就听到李有炳咋咋呼呼的声音：“叔子，我知道你被开除了，心里一定不痛快。做兄弟的这种时候怎么不在呢？中天中午给你做一道你最喜欢的爆炒烧鸡。”李有炳身后，李墨雨提着菜，笑盈盈地看着江叔，道：“你不会不欢迎我们吧？”江叔收起信封，道：“欢迎，欢迎，怎么不欢迎？”其实被开除，他除了最开始有点惊讶外，心里真没有多难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有实力，在什么地方都吃香。实在不行，自己创立一个公会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在这时，门又被打开。江叔看着先进门的2道雄伟，立马就识别出来人的身份。看球识人，赵小涵。韩子姐今天穿着一套紧身米黄色长裙，裙子的前方鼓鼓胀胀，硬是让她穿出了一种紧身衣的感觉。江叔，听说你被雷鸣公会开除了，尊都假都？韩子姐眨巴着大眼睛，好奇问道。这副样子还怪可爱的念。江叔点头，尊都。爷踏马，直接给雷鸣公会高层2拳。这么强的职业者都开除，他们眼睛瞎了吗？赵小涵一怒之下挥舞拳头，拳头上的火星差一点书架上的手办给烤焦了。江叔，可爱个锤子！李有炳把菜放进厨房里，正好从里面出来，
听到这话接了一句：“没事啊，叔子，我替你报复回来了。”江叔和赵小涵疑惑看向李有炳：“报复回来了是什么意思？”赵小涵问道。李有炳骄傲地挺起了胸膛：“我把雷鸣公会给开除了。”好家伙，辞职就辞职，非要说把老板开除了，你是懂话术的。江叔略微感动，李有炳这家伙不靠谱归不靠谱，但兄弟有事儿是真上啊。韩子姐也对李有炳竖起了大拇指，夸赞道：“仗义啊。”墨子姐在旁淡淡道：“其实他是怕留在公会里被高层针对。还有，我也退会了。”江叔、赵小涵，得，白感动了。半个小时后，四人坐上了桌子，开始一边炫饭一边闲聊。来，江叔，你最喜欢的爆炒烧鸡，尝尝味道怎么样？李有炳给江叔夹了一块。江叔品尝了之后，锐评道：“总体来说，饱满多汁，肉质紧实，很不错。但有一个小问题，就是火候欠缺了一点，不够烧。”李有炳解释道：“不是火候不够，而是这只鸡比较老，爆炒的时间不够，所以才会有这个问题。”江叔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道：“下次选嫩一点的鸡来炒，口感肯定好很多。”墨子姐总感觉这两个人在说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但没有证据。嗨嗨，江叔，离开雷鸣公会对你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墨子姐转移话题，不然她觉得江叔和李有炳能在怎么爆炒烧鸡这个问题上交流半个小时的心得。江叔想了想，道：“确实有影响，因为没法刷牛头人军团副本了。100人级别的公会副本经验值数倍于普通副本，刷惯了100人本，再去刷普通本，肯定会觉得是龟速。这就是江叔现阶段所遇到的问题。不如你加入白骨公会或者无双公会。”墨子姐建议道。江叔摇了摇头，连雷鸣公会都承受不住压力，白骨公会和无双公会并不比雷鸣公会强，加入他们一样有被开除的风险。那你怎么办？墨子姐有些着急。江叔只是神秘一笑，并不回答。这笑容落在李有炳眼中，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妈耶，这位爷又要坑人了，不知道谁要倒霉了。嗨嗨，我打算自己创建一个公会。笑过之后，江叔忽然道。三人组惊讶地看着江叔。创立公会这种事情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以他们对江叔的了解，他不像是会苦哈哈的去搞公会事务的人。到时候我邀请你们加入公会，具体事务就交给你们了。江叔的话语悠悠落入三人耳中。好家伙，原来苦哈哈的不是他，而是自己。李有炳和韩子姐翻了一个白眼。具体事务都是我们做了，那你负责什么？李有炳问道。江叔淡淡道：“我负责装逼。”李有炳：6，好，干他娘的！咱们就自己成立一个公会，脚踩雷鸣，拳打白骨，脚踢无双。韩子姐一拍胸脯，果断拍板。江叔瞟了一眼韩子姐那惊人的伟岸，求你别拍了，我怕我眼珠子掉出来了。还有，无双公会不是你老东家吗？还没有退会就脚踢老东家，这合适吗？那公会名字叫什么好呢？李墨雨问道。江叔沉思片刻，道：“只因公会。”只因取停止干戈之意，好名字。李墨雨眼睛一亮。江叔：6，取这个名字，只因我是资深小黑子，没想到你还可以这样解读。好，就这个名字。韩子姐拍板。李有炳弱弱开口：“你们怎么不问我的意见？”三人齐刷刷转头看向他。哦，我没有意见。他低声嘀咕：“弱小、卑微、害怕 JPG， 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就建立公会。”韩子姐抱住江叔的胳膊，当即就要把他拉起来。江叔立刻感受自己的手臂陷入重重包围，这惊人的柔软，岂可休！韩子姐，你这样子硬是要不得啊！好好，建公会就建公会，但需要先买一个建帮令，我看看交易行有卖没有。江叔吃软不吃硬，只能站了起来。我有建帮令。墨子姐利落地从空间戒指里掏出一枚漆黑的令牌。江叔怔了一下。正经人谁随身带一块肩膀令牌啊？你们这是有备而来啊！其实之前我都想问你有没有建帮的想法，但看你在雷鸣公会还挺滋润的，就一直没问。现在终于可以把它拿出来了。墨子姐笑盈盈开口，把建帮令递给江叔。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公会吧，不论他最后能够达到什么程度，他都是我们自己的，不是吗？韩子姐点头，是的，我也一直想要有我们自己的帮会，这就像是我们的一个家一样。李有炳拍了拍江叔的肩膀，神色少有认真的道：“叔子，你炳哥我呀，也很想和你一起并肩战斗呢。”不是，李有炳，你小子分不清大小王了是吧？江叔瞟了李有炳一眼，选择使用建帮令。是否确定建立公会？是，请为公会命名。只因公会创建成功。
工会当前等级为1级工会，无任何加成，可招收工会成员为10名。工会积分达到100万点，可以开启工会进阶试炼。工会积分获取途径是杀怪、副本里的怪、野外的怪都可以。击杀不同等级、不同品质的怪物，积分不同。1积分的基准的话，就是击杀一只5转阶段的普通怪。积分其实只要时间够长，都可以积累满。工会等级提升最大的困难是工会进阶试炼，像是江城3大工会，积分早都够了，一直卡在试炼这一关无法通过。江叔并不着急工会进阶，还是先以升级为主。等级提上去了，通关工会进阶试炼轻轻松松。至此，工会建好。窗外的夕阳洒落入房间，4人的影子被拉得老长。这是一个普通的傍晚，但又并不普通。传奇的开始总是平平无奇，不甚显眼。时隔多年后，9星传奇职业者李有炳曾回忆道：“那是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我和江叔、赵小涵、李墨宇4人刚刚吃过晚饭，聊着聊着就成立了只因工会，宛如儿戏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工会会成长到神灵惊惧的地步。我们只以为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傍晚。当然了，那一天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不是成立只因工会，而是我和江叔关于爆炒烧鸡的探讨。下面我来为大家详细讲解爆炒烧鸡的详细技术。但此时的4人并不知道自己做了一件什么样惊人的事情，他们都在为新成立的工会而兴奋。拉我，拉我，我要当副会长！李有炳神色激动，墨子姐和韩子姐淡淡扫视了他一眼。我觉得军团长就蛮适合我的。李有炳当场战术性撤退。小韩，你当副会长吧。墨子姐的声音甜甜糯糯的，温柔知性。1级工会除会长外，可以任命1名副会长、1名长老、1名军团长、1名大队长、1名中队长、1名小队长。总结来说，就是7个当官的，3个干活的。这个架构就很写实。韩子姐难得的谦让了一回，墨鱼姐，还是你当副会长吧。没关系，你才是最适合的人选。李墨宇目光不经意落在了江叔被韩子姐抱住的手臂。韩子姐浑然未觉，只觉得李墨宇真好，美滋滋的从无双工会退会，加入只因工会，担任副会长。哈哈，现在我就是副会长了，这感觉真不错。韩子姐叉腰大笑。江叔看着他嘚瑟的样子，心道你就算是副会长，不也是在我下面吗？真不知道有什么好嘚瑟的。而后，江叔又把李墨宇和李有炳拉了进来。李墨宇被任命为长老，李有炳被任命为军团长。至此，工会一共4人，1个会长，1个副会长，1个长老，1个军团长。江叔看着3人脸上洋溢着的喜悦，心情也是不错。其实，在他的规划里，自己也会建立一个工会的。毕竟你在其他工会混，基本不可能混到会长这个职务。那么，工会的权柄始终就掌握在别人手中。自己创建工会，不仅可以牢牢掌控权柄，更是可以把韩子姐、墨子姐、李有炳拉进来，庇护他们。另一方面，工会升级到6级，可以获得一张深渊通行证。虽然职业者殿堂承诺过，总决赛前10会给自己1张，但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不是江叔的风格。2手都要抓，2手都要硬。就在这时，韩子姐暗戳戳的凑了过来，那高耸的地方颤颤巍巍，就差碰到江叔的手了。江叔，抓不了一点。你干嘛？我听李有炳说，他刚进门的时候看到你拿着一封信，是不是小妹妹给你写的？拿出来看看呗。江叔这才想起那封信一直没看。嗨，怎么可能是小妹妹？江叔打开信件，刚刚打开，一股属于少女的体香扑面而来，信纸都是粉色的。韩子姐、墨子姐、李有炳定定看着信纸，又抬头看了看一脸懵逼的江叔。盖亚，你还说你对谈恋爱没有兴趣，相好的情书都寄上门了。李有炳一脸悲愤的大吼一声，骗我说对妹子没有兴趣，结果偷偷谈恋爱是吧？背叛的伤口永不愈合。第61章，江叔，你们人还怪好的。李有炳一脸悲愤的看着江叔，骗自己可以，骗兄弟是吧？背叛的伤口永不愈合。韩子姐和墨子姐也是一脸惊讶的看着江叔，以他们对江叔了解，他只会嫌女人影响他升级的速度，怎么可能会谈恋爱？但这封信无论是从香味还是从粉丝的颜色来看，都绝对出自一个女孩子。江叔在3人震惊的眼神中展开信件，字体娟秀，透露着一股俏皮。大哥哥，西西，收到我的信件你一定很惊讶吧？对不起，这段时间我实在太想你了，所以就给你写信了，用了一点小手段，查了你的信息。哥哥，你不会生气吧？西西，我昨晚上做梦，梦到孵化出了天蛇来家里找我，但我家里关着门，所以你人没法进来，只能先让蛇进来。蛇进来之后，可把我吓了一跳呢。但
能够梦到你，我真的很开心，期待以后的相遇你。信封里还有一件小礼物，希望大哥哥你喜欢捏。来自双马尾小仙女。双马尾小仙女，2次秘境里面遇到的那一位小女生，看来她在网上找到了自己的信息，由此确定自己的住址。收到她的信件，江叔还是很惊讶的。更让他惊讶的是信件中的内容。是，进来了。他险些没有绷住。逆天，现在的小女生都这么生猛了吗？他一脸腻歪的把信件收起。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信封中还有一枚空间戒指。江叔取出空间戒指，灌注入力量，查看其中的物品。储物空间中摆放着堆成了一团的漆黑铸币。江叔，他把这些铸币全部拿出来，清点之后，发现足足有500枚。500铸币，这是什么概念？就算是江城4转阶段职业者大赛第1名，也不过是100枚而已。这是富婆啊！出手就是500铸币。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但富婆却可以给我换一把刀。江叔惊讶之余，对双马尾小仙女的身份有些好奇。出手如此阔绰，背景绝对不简单。他回想起在魔蟒的觉醒秘境中，双马尾小仙女似乎对大家族之事如数家珍，很可能她就背靠一个实力不俗的家族。妥妥的小富婆。江叔毫不客气地把500枚铸币收起，这是对富婆的尊重。刚刚把铸币收好，就看到李有炳、墨子姐、韩子姐3人眼睛绿油油地看着他。叔子，富婆虽好，但还是要注意身体啊。富婆的花语是钢丝花，你要小心。李有炳语重心长地叮嘱。难怪你这家伙对寻常女生没有兴趣，原来好的是这口啊。韩子姐一副我懂了的表情。江叔，其实你可以不用这么委屈自己的。墨子姐撩了撩头发，轻声说道。江叔，不是，你们想哪去了？500铸币就想让我从了他？我是这种人吗？江叔不屑一笑，语气一缓，继续道：5000铸币还差不多。3人6。1个小时后，韩子姐3人各自回家休息，江叔独自站立在窗前沉思着。一整天的练级，也不过是让他的经验值增加了50%。这个升级速度他并不满意。更何况此时被雷鸣公会开除，他连牛头人军团副本都进不去，升级速度将会再次下降。而如果本体不进入副本的话，分身只能在副本中单打独斗，很难通关牛头人军团副本，这对他来说影响很大。但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翌日，紫炎公会。紫云，雷鸣公会承受不住压力，开除了那个江叔。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寻找机会，在野外将他击杀就好。一名长相普通的男子一脸讨好的对着紫云开口。男子名为谢良，和紫云一样，同为雷鸣公会军团长，只是实力比紫云强上一些，达到了6转境界。仅仅是开除？紫云眼中露出仇恨的光芒。我要他死！他回想起被江叔一巴掌抽到半死的场景，恨得咬紧了牙。紫云身为紫炎公会第1美女，从未受过这种委屈。我要用最残忍的方法杀死他，平白无故的就扇我耳光，他有1000种取死之道，杀他一次都难消我心头之恨，一定要把他的复活次数杀完，彻底把他挫骨扬灰。紫云怨气冲天，他丝毫没有反思过是他先招惹江叔，才导致了这种结局。毕竟小仙女是不会犯错的。紫云，你说的对，敢得罪你，必须折磨死他。连你这样的女人都打，他真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变态。我们男人就是因为出了这些不讲风度的败类，才把我们的风评带差的。就算不是为了你，我也要替我们男人清理这种害群之马。谢良一脸正气地说道。好舔！但紫云丝毫不买谢良的账，喝骂道：你光只会动嘴，怎么不去江城直接给我杀他？嘴上说的好好的，但实际上没有丝毫诚意。被骂之后，谢良非但没有恼怒，反倒是一脸谄媚的道：哼，紫云，你消消气，去江城里面杀人，未免太过大张旗鼓了。毕竟城里面有神器破天剑镇守，在那里动手不合适。紫云闻言冷笑一声，轻蔑地看了谢良一眼。但我已经派人去江城盯着了，只要江叔敢出城，我就带人杀过去，把他当场虐杀。谢良拍着胸脯保证。紫云眼中寒芒一闪，道：不要轻易杀了他，到时候你把他送到我面前来，我要用最残忍的手段折磨他。谢良点头哈腰，好好好，我一定会的。就在这时，一名普通工会成员前来禀报：2位军团长，工会驻地中来了一位强大的职业者，说要加入我们紫炎工会。谢良淡淡笑了一声，强大？能有多强大？我都说了，不要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来人道，他的职业品质是金色6星。谢良闻言，身体一个踉跄。金色6星的职业者，
他们紫炎公会也不过是有1名罢了，这完全称得上是绝顶天骄。就算是再得逞，都应该小有名气。如果能够招揽一位金色职业者，对紫炎公会来讲，绝对是极大的助力，并且自己也会因为引荐有功，获得不少的奖励。谢良语气有些急切的道：“速速带他前来见我们。”很快，来人将这名来访者带了过来。谢良和紫云仔细打量着对方，身材高大，戴着一张青色面具，正是碎星之宫分身。一大早，他就通过传送阵来到了南城的紫炎公会驻地。戴面具这种事情，在职业者之中极其普遍，因为10个装备部位之一是帽子，但大部分的帽子装备真的有点丑，所以不少人喜欢用属于帽子部位的面具来代替。面具一戴，谁都不爱，所以谢良和紫云看到碎星之宫分身戴着面具，也没有任何怀疑。你是金色6星职业者？谢良神色凝重的询问。江叔淡淡点头，并且展示了部分职业面板。姓名：萧虎，职业：碎星之宫金色6星，等级 LV 40 4转。众所周知，职业面板是系统化规则的一部分，绝无可能造假。所以当江叔展示出碎星之宫分身的职业面板的时候，谢良和紫云再无怀疑，真的是金色6星。两人看向江叔的目光都变得炙热不少。这人绝对不凡。你来自于什么地方？为何要选择加入我们紫炎公会？说着，谢良笑了笑，只是好奇，你也可以选择不用回答。这态度就突出一个友善。来自江城。江叔沉声道。江城？谢良转头看了紫云一眼，那个打人的江叔不就是在江城吗？江城竟然还有高手？紫云也有点难以置信，江城这种小地方怎么会有金色6星职业者？他之前去江城替追随的那位妖孽招揽仆从的时候，甚至傲慢到没有查询相关资料。我之所以选择加入紫炎公会，原因很简单，我想要江叔死。江叔语气之中带着浓浓的恨意，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低沉嘶哑，宛如野兽咆哮，只是听着都能感受到刻骨铭心的仇恨。紫云眼睛一亮，追问道：他怎么你了？他这人行事张狂，只因一次小冲突，我的爱人就被他一巴掌拍死了。紫云闻言心中一动，先前他就是被江叔一言不合就扇了个半死，觉得这话的可信度极高。他那么温柔，那么美丽，就这样永远的离开我了。最亲密的爱人离你远去，你们知道这种痛吗？江叔的声音宛如从地狱中传出，整个人显得无比阴郁。入戏了，痛，实在太痛了。紫云和谢良的情绪完全被江叔调动。我们能够理解你这种感觉。紫云轻声说道。江叔猛然抬头，怒喝道：不，你们不知道，你们根本不知道这种痛苦。紫云被吓了一跳，但考虑到眼前这名男子悲痛的心情，没有发怒，反倒觉得他的表现真实。江叔继续道：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手刃仇人，替他报仇，但他真的很强，就算我是金色6星，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所以我选择加入紫炎公会，只为手刃江叔。紫云和谢良至此再也没有丝毫怀疑。好，既然如此，欢迎你加入紫炎公会。紫云迫不及待点头答应。我们都有共同的敌人，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最亲密的战友了。谢良朗声笑道。但两人的职务都是军团长，还没有直接招人的权限。他们准备把江叔带到了一名副会长面前。路上，谢良惊讶问道：你已都是金色6星职业者，那个江叔竟然比你还强吗？他感觉有些难以相信。那岂不是说江叔的职业品质至少也是金色6星？并不是金色6星，如果把4具金色品质职业分身的星星都加起来的话，应该是金色23星呢。江叔长叹了一口气，道：虽然我和他是不死不休的对手，但不得不承认，他真的很强。他的战斗方式极其飘逸潇洒，脱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宛如行走于阴暗中的死神一般，不动则已，动若雷霆，是最顶尖的刺客。你们可以查一查江城职业者大赛的视频资料，他力压所有参赛者，打得三关王道星差点崩碎，无比强势，风头无两。江叔搁这儿疯狂自夸。紫云和谢良越听越是心惊，连萧虎这一名生死仇家都如此盛赞江叔，那他的恐怖难以想象。紫云心中有些懊悔，因为太过自傲，前往江城之前竟然没有查阅相关资料，否则真的有可能为自家公子招揽到一名强大的仆从。但懊悔只是一闪而过，和给公子招揽仆从比起来，报仇才是最重要的。江叔必须死！真要招揽仆从的话，眼前的这个叫做萧虎的人就是极为不错的人选。先不急，先观察一段时间。
不多时，四人来到公会议事堂，副会长穆天和诸多长老正在商议事情。紫云和谢良把江叔入会的事情说了一遍。副会长穆天惊奇地看着江叔，缓缓道：“金色六星，不得了啊！就算是放在德城，都不是无名之辈。既然你想要加入我们紫妍公会，我们自然是欢迎的。不过你初来乍到，只能给你安排一个大队长的职务。等你为公会做出更多贡献，再考虑给你提升职务。先考察，再委以重任。”穆天此举乃是老成之举，江叔对此也没有什么意外的，算是早有预料了。但紫云忽然开口说话了：“副会长，我觉得萧虎不需要考察，他的背景我可以替他做担保，绝对清白。”紫云这话说的掷地有声，力挺江叔。谢良看自家女神都出头了，自然紧随其后。穆副会长，我也愿意替萧虎担保，他乃是非常之人，我们直接给予他一个军团长的职务，完全没有问题。两人一个比一个急切，生怕江叔当不了军团长。江叔六，你们人还怪好的。第62章，还在嘴硬。穆天见两个背景皆是不凡的军团长都毫不犹豫地替江叔站台，不由露出犹豫之色。你们确定直接给予一个外来者军团长这么高的职务合适吗？穆天询问。紫云斩钉截铁道：“确定，他这个军团长，我一定要给他争取。”穆天看着紫云如此支持这个萧虎，想了想道：“既然你都这么说了，如果我再坚决反对，那就讨人嫌了。这样吧，测试一下他的实力，只要有寻常6星职业者的水准，那就可以将他任命为军团长。”于是众人从议事堂中出来，找了一个空旷的地方。穆天给一名6转实力的女性军团长使了一个眼色。这名女军团长跃众而出，她长相清秀，身材丰腴，宛如一只熟透的水蜜桃一般诱人。她看着江叔，朗声道：“你的职业是弓箭手类是吧？这样，我站在离你300米的地方，你用全力射我一箭，只要你的箭矢能够在我的盔甲上留下印记，那么便算你通过。”说着，丰腴少妇倨傲一笑：“记住，用尽全力，不然你真的很难破防我。我的职业是橙色职业如山重甲，虽然你的职业品质高，但等级太低，能够在我的盔甲上留下印记，已经是相当惊人的事情了。如果你的弓箭软绵绵的，我可不会同意你成为军团长。”他指了指自己的身前，喝道：“来，用尽全力，射我这里！”江叔听到这话，面具下的表情变得极其古怪。还有这种要求？只能说没有听说过。好，那你站远点。江叔此话一出，众人心中一惊，他竟然主动让对方站远一点，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他对自己的箭术有着绝对的自信。此子很是不凡。江叔表示，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是太近了，射不着？丰腴女子很快退后了500米。再远一点。众人这么自信的吗？再退2000米。片刻后，丰腴女子离江叔的距离已经接近3000米了。3000米的距离，江叔在他的眼中只是一个小黑点。他心中冷笑，如此远的距离，你能不能射中都得两说，太过自负。其他工会高层也是暗中摇头。如果正常射击，还有可能在铠甲上留下印记，但距离太远，连射中的概率都很小，就更谈不上威力了。这个年轻人有些哗众取宠了。来，射我！丰腴女子挺胸大喊，因为距离太远的缘故，声音隔了片刻才传到江叔所站立的地方。江叔嘴角露出一抹笑意，当即弯弓拉箭，弓如满月，爆炸性的力量在弓弦上凝聚。他拉弓的那只手掌四周，空气似乎都扭曲了，绞杀之力汹涌澎湃。嗡！暗红色箭矢破空而出，四周气旋围绕，甚至在空中划出一道尾流，一支穿云箭。所有人看到暗红色箭矢产生的惊人动静，不由露出骇然之色。这支箭矢究竟得有多么恐怖，才能产生这种效果？沉寂一瞬，暗红色箭矢接触丰腴女子身前的铠甲，噗！一道如重败击的沉闷声音响起，箭矢破开丰腴女子的铠甲，直直插入她的高耸之处，鲜血如注。一直保持淡然状态的穆天猛然挺直身躯，其他工会高层纷纷骇然看着这一幕。4转对6转，实力差距宛如天堑。他们本以为在如此远的距离下，江叔能够射中都谢天谢地了，但没想到江叔不仅射中了，还直接破防，对丰腴女子造成了实质性伤害。恐怖的远程袭杀能力。看到这一幕，紫云嘴角露出一抹笑意。这个萧虎的强大超乎自己想象，没有浪费自己替他争取这个机会。好，你完全有资格担任我们紫妍工会的军团长。穆天拍手道。其他人也是纷纷附和。4转阶段就
就可以杀伤6转职业者，这份实力已经超过寻常6星职业者。担任军团长是应有之义。江叔收起弓箭，走到众人身前，道：“那就多谢了。”江叔当场被任命为紫炎工会军团长。工会信息：紫炎工会7级，职务军团长，可显示在头顶。加成：经验值获取正 15%， 力量加30，敏捷加30，体质加30，精神加30。紫炎工会的军团长职务加成比雷鸣工会的长老职务加成还高，足足有 15% 的经验值加成，而且4维属性加成也要比雷鸣工会长老多出40点。难怪紫云来雷鸣工会的时候鼻孔朝天，7级工会确实不凡。军团长每个月的待遇是10铸币，每个月1号你可以到内侍处领取。慕天对着江叔说道：“每个月的工资是雷鸣工会长老的2倍，毫无人性。”江叔心情不错。哼！忽然一道冷哼声从江叔背后传来，他转头看去，风雨女子不知何时来到了人群旁边。风雨女子冷冷道：“虽然你通过考验了，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你那一剑只能说是一般般。”他一边说着话，一边用手捂着从胸口处飙溅出来的鲜血。江叔，众人，合着你浑身上下就嘴是硬的。记住了，我叫刘倩，想要让我服气，你必须掏出更多的东西来。风雨女子冷冷道：“掏？好，这就掏。单通最高难度牛头人军团副本，你服气吗？”江叔淡淡道。众人闻言皆是一惊，在紫炎工会历史上，还从未有人单通过最高难度的牛头人军团。眼前这个萧虎竟然有这种自信。就你单通牛头人军团？刘倩就差翻白眼了。不信？不信好啊，不信我就又可以坑人了。江叔面具之下的嘴角露出一抹笑容，道：“那如果我单通了，你打算怎么办？”刘倩呵呵一笑：“你还真是不死心啊！如果你单通了，我随便你怎么对我。”说着，他还很不服气地挺了挺胸膛，颤颤巍巍，只比韩子姐小上1号。久经韩子姐考验的江叔表示，这都是小场面，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好，一言为定。慕天指了指工会副本区域，道：“既然你如此有信心，那我也很好奇，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单通牛头人军团？”5个小时后，江叔通关完成，众人神色复杂地看着他。从未有人单通过的最高难度牛头人军团副本，被他5个小时爆杀。通关评价 SSS， 强，逆天一般的强。紫炎工会捡到宝了。慕天哈哈一笑：“你真的很不凡，我很高兴能够亲手招进来你这样一个天才。”江叔对他点了点头，道：“谢谢，你高兴得太早了。”而后江叔转头看向身材丰腴的刘倩，刚才他已经让牧师把他的伤势治疗好了，胸口不再飙血，甚至就连皮肤都恢复了白皙光洁。他看到江叔的眼神，下意识后退一步。他可记得清清楚楚，刚才自己可以答应过的，对方要是成功单通的话，随便他对自己做什么。刘倩咬了咬牙，哼，刚刚通关就迫不及待地看着自己，你什么心思啊？我还不知道吗？哼，男人不就是被囊一次吗？又不是小女生，怕个屁！到时候享受的指不定是谁呢。这般想着，刘倩双手抱胸道：“既然答应你了，我不会后悔。”江叔闻言眼睛一亮，他伸出手缓缓接近刘倩。刘倩看着江叔的手离自己高耸之处越来越近，有种全身发热的感觉。这么多人在，他连这么一会儿都忍不住吗？啪一声轻响，刘倩感觉手腕一酸，自己的护腕就跑到了江叔手上。江叔打量着手中的护腕，露出满意之色。装备名称：厚土之腕，紫色。装备位置：护腕。佩戴等级： LV60 6阶。佩戴要求：重甲类职业。属性：力量加300，体质加300。特性：厚土，土元素攻击，伤害值减免 2%， 总共增加600点属性值。不愧是6阶紫色装备。江叔老早就看上了刘倩手腕上的这一件护腕，此时第一个扒拉的就是他手上的护腕。刘倩，你是不是扒拉错地方了？譬如，先扒衣服。啪，又是一声轻响，江叔又把他的戒指扒拉下来了。装备名称：厚土戒指，紫色。装备位置：戒指。佩戴等级： LV60 6阶。佩戴要求：重甲类职业。属性：力量加300，体质加300。特性：厚土，土元素攻击，伤害值减免 2%。哦哟，竟然是和护腕配套的紫色装备，不错，真不错。刘倩呆住了，她想过很多种姿势，呸，想过很多种可能，但都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毫不搭理自己的美色，直接扒拉自己的装备，就离谱！四周的工会高层看到江叔毫不犹豫地拔下刘倩2件装备，差点没有绷住。饱满多汁的大美人站在你面前，你竟然只想着搞装备！众人6，够了！刘倩怒了，这一次是真的怒了。你他妈就算当着这么多人对我嘿嘿嘿，我都不会这么生气，但你完全无视我，直接就奔着装备扒了，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在当众打我的脸啊！难道我的美色就这么廉价吗？这是莫大的侮辱！刘倩怒极，扭头就走。江叔看着刘倩头也不回的离开，眼中露出不舍之色。我还有这么多装备没有扒拉呢，说好的随便我怎么对你，才扒拉2件装备就跑了。哼，女人！他轻轻摇头，转头一看众人，发现大家都以一种惊为天人的眼神看着自己。你们不去谴责刘倩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看我做什么？谢良本来还因为江叔表现出超模的实力，有些担心他是否会对自己在女神心中的重要位置造成威胁，但看到他刚才的表现之后，彻底放心了。如此钢铁直男，绝对不会为美色所动摇，对自己完全没有任何威胁。他冷笑一声，重重拍了一下江叔的肩膀，道：小虎兄弟，我辈楷模。紫云也回过神来，目光复杂的看向他，确实没有见过这么直男的，但自己看中的是他的实力，又不是其他方面，所以也无所谓了。最高评分单通牛头人军团副本，我觉得一个军团长职位远远不够。紫云转头看向慕天，一脸认真道：我觉得他有资格获得一张深渊通行证。此言一出，众人的神色都发生变化。紫炎公会虽然是7级公会，但深渊通行证也只有10张罢了，绝大部分深渊通行证已经分配了下去，想要挪出1张绝对不是小事。紫云把众人神色的变化看在眼里，丝毫不退让的继续道：怎么？历史上无人可以单通最高难度的牛头人军团副本，但萧虎不仅做到了，更是获得了最高评分，难道他没有获得1张深渊通行证的资格吗？紫云的咄咄逼人让慕天感觉有些棘手，他虽然看好萧虎，但真的不愿意把深渊通行证给出去。紫云沉声道：你也知道我现在追随一个得成妖孽吧，公会中那张剩下的深渊通行证本就是为我准备的，现在我愿意把这1张通行证给萧虎。深渊通行证的确珍贵，这要看对谁而言，对自己所追随的那名妖孽来说，拿出1张深渊通行证并不是难事，那么这1张拿出来收买人心并不算亏，更何况眼前的萧虎和自己还有着共同的敌人。江叔听到紫云的这番话，面具底下的表情变得极为精彩，千语万语汇成一个字：6。他真的，我哭死。既然紫云都说出这番话来了，慕天自觉也没有必要当这个恶人，点头道：可以，那就把剩下的那1张深渊通行证给他。紫云心中长舒一口气，露出笑容。成了。半个小时后，江叔离开紫炎公会驻地，理由是返回江城监控江叔的动态，只要他出城就通风报信，让谢良带人截杀。江叔回头看向紫炎公会驻地，嘴角露出一抹笑意。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次行动会如此顺利，来的时候是空手，走的时候多了军团长的职务，2件6阶紫色装备，1张深渊通行证，属实是秦始皇摸电线，赢妈了。我江叔能有这么多收获，全靠紫云的不懈努力。军团长的职务是紫云一力推荐的，深渊通行证是紫云让给自己的，就连2件6阶紫色装备也和紫云的努力有着很大的关系。可以说紫云占了99%的功劳。想到紫云给予的好处，江叔都觉得他有点眉清目秀了。明明是敌人，但是江叔还是忍不住心软。日后杀他的时候，尽量一刀销手，减轻他的痛苦。他长长叹了一口气，我这人还是太心善了。第63章，让我想起一个故人。紫云看着碎星之弓分身离开的方向，嘴角勾起，显然心情相当不错。他的实力相当不错，又和我拥有着共同的敌人，给予他足够的好处，收买人心，日后共同追随公子，我也算是有了自己的人。哼，许多人对我如此力挺他的行为不解疑惑，我只能说他们的格局太小了。这才是紫云力排众议，也要给碎星之弓分身争取如此多利益的根本原因。而后紫云想到了远在江城的那名仇人，他的神色变得阴沉起来。江叔敢如此对我，你根本不知道一个女人记起仇来有多可怕。我已经把你的对手全副武装送到了你身边，你的对手将会一飞冲天。他手里还握着1张深渊通行证，可以快速提升实力。而你被雷鸣公会开除，连公会副本都没有办法刷，你只能原地踏步。很快你就知道什么是无穷无尽的折磨。
紫云嘴角露出残忍的笑意，心中有种畅快的感觉。他心中畅想，如果江叔看到自己的死对头一步步成长，心里该是多么绝望。江城，江叔手里面拿着银质的深渊通行证，脸都笑歪了。哈哈，叔父啊，这么轻易就搞到了深渊通行证，只能说我能够得到这一张深渊通行证，全靠紫云的努力。他真的，我哭死，自敌起来简直是不遗余力。江叔心中抑郁的情绪一扫而空，被雷鸣公会开除无所谓，马上我就可以去深渊升级。江叔心里美滋滋，他往深渊通行证之中灌注入力量。深渊通行证本来就是一个小型传送阵，持续性的输入力量便可以激发传送阵传送到深渊区域。5分钟后，通行证之中的小型传送阵被彻底激发，一道光门出现在江叔前方。江叔想了想，戴上碎星之弓分身的青色面具，还是不能太嚣张，否则被发现本体进入深渊区域，那不就把碎星之弓分身给卖了吗？戴好面具后，他这才迈步踏出，眼前景色飞速变换。下一刻，他出现在了一个巨大的城池中。古老的城墙不知何时修建而成，显得厚重而斑驳。四周来往行人神色匆匆，数量极为惊人，繁华程度竟然不弱于江城。深渊区域汇聚了蓝星之上的所有强大职业者，来往的每一个人放在地面区域都是赫赫有名的天骄人物。这就是深渊区域。江叔内心感觉有种振奋无比的感觉，燃起来了。深渊古城的核心之处有一个宛如镜面一般的漩涡，漩涡之中幽深黑暗，难以想象这深渊究竟通向地底多深的地方。而在漩涡镜面之上矗立着一座高耸入云的石碑，石碑亦是99层，代表着99层深渊。这里便是深渊挑战之地，只需要在石碑上选择相应的深渊层数，便可以进入相应的深渊。挑战之地满是强大的职业者，他们之中有人乘坐黑龙，身披光明甲胄，威风凛凛，帅到爆炸；也有人身旁有紫色神皇虚影缭绕，圣洁神圣；更有人行走之间步步金莲，宛若谪仙。黑龙是100级以上的皇级生物，但就这么被人骑着，大佬，绝对的大佬。紫色神皇虚影更是神异，隐隐约约之间似乎能够听到凤鸣九霄之声。步步金莲同样不凡，御空而行，看似动作不快，但眨眼之间就行进了上千米，绝对也是100级以上的大佬。江叔看得一愣一愣的，千言万语汇成2个字：牛皮。不愧是汇聚了全世界最为强大的职业者的地方，随便来到一个区域就能看到如此多的猛人。江叔抬头看向深渊石碑，其上第50层的地方镌刻着几个金色大字：神王盖瑟，人族至强者，唯一一名通关深渊50层的超级巨佬，高山仰止。他的名字孤零零地镌刻在深渊石碑50层，威压寰宇。他是神王，是风暴，是人族至强者。他宛如一座丰碑，让无数强大的职业者仰望。江叔看得心潮澎湃，彼可取而代之，嗨，应该是男儿当如是。若不能如神王盖瑟这般威压寰宇，何必踏上职业者之路呢？江叔热血沸腾，恨不得把田里的牛挤开，亲自下地犁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江叔长舒一口气，平复心绪，不必羡慕这些大佬，只要给他时间，他可以超越这些大佬。深渊一共99层，开启下一层挑战之后就无法进入上一层，所以并不存在什么带人升级的说法。他走到深渊石碑之前，目光在前几层扫视。第一层的难度就很高，4名4转金色职业组队才有机会通关。江叔把目光锁定在上面，仔细查看深渊第1层的详细信息。深渊第1层名为战熊狂潮，1000只深渊战熊，每一只战熊都超过外界将级怪物的水准，但在深渊之中，这只是最普通的怪物，连星级都评不上，只有杀光所有战熊才可通关。深渊第1层的难度让人头皮发麻。饶是江叔曾经单通过不少高难度副本，此时也是神色凝重。深渊的难度也给了他不小的压力，不愧是职业者最终的归宿。就在江叔刚刚伸手想要触摸深渊石碑的时候，身后响起了一个长脸男子的声音：兄弟，你也刷深渊第1层吗？有没有考虑加入我们队伍？长脸男子刚刚观察了江叔很久，发现他的目光锁定在了深渊第1层，心中猜测他大概是4转职业者，于是发出邀请。江叔下意识转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哼，兄弟，我一看你就是刚到深渊的新人，你这种新人如果没有人带的话，进入深渊副本基本是秒跪。遇到我们是你的幸运，我们是深渊老手，通关过2次战熊狂潮，进入深渊我们还可以庇护你。深渊里面4转阶段的职业者本来就少，而且
大家也都有固定队伍，你能遇到我们这种恰好差人的小队的概率太小了。说着，他自信地看着江叔，毫不怀疑对方最终会选择加入自己的小队。江叔轻笑了一下，而后转头触摸深渊石碑，身形逐渐虚幻，进入深渊之中。长脸男子看着江叔消失的身影，怔住了。这是单通？没有队友单通？他这么勇的吗？他咂巴了一下嘴，道：果然是新人，没有被深渊教育过是这样子的。他身后2个一男一女的队友撇了撇嘴，女队友道：连我们这么强的队友都不足，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损失了什么。男队友笑了笑，道：没事，新人嘛，自信一点也可以理解，等他死上2次就认清现实了。于是3人不再关注此事，转而去继续寻找队友。此时江叔打量着深渊副本中的情况，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是一个冰雪的世界。不远处，一只体型巨大的白熊在足有2人合抱粗的干枯树干上蹭痒，它不断耸动着肩部，以此来缓解身上的瘙痒。江叔看着这熟悉的动作，陷入了沉思，这让他想到了一个故人。第64章经验值恐怖的深渊。白熊忽然停止了铁山靠，它耸动着鼻子，是人类的气息。吼！他发出一声惊天怒吼，树干上压着的皑皑白雪在震动之下簌簌掉落。江叔感觉耳膜在疯狂震动。你吼那么大声干嘛？他眼中露出杀气。今天就敢吼人，明天就敢吃人，砍了，砍了！他身旁雷霆掌控者分身从暗影空间踏出，金色雷霆骤然亮起，轰隆！狂暴惊雷轰击在白熊身上，生命值负 20%。 江叔看到这个伤害值，惊讶之色一闪而过。雷霆掌控者都只能对其造成 20% 的伤害，这只白熊的防御力究竟的多么惊人！白熊吃痛之下速度更快，暗黑霸铠分身从暗影空间一步踏出，迈步之间黑色装甲在身周旋转，将它包裹。砰！待暗黑霸铠迈出第3步的时候，已经变身完成。足足10米高的暗黑色机甲在闪耀着白光的冰雪世界里显得格外显眼。白熊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这东西有些懵，什么玩意儿？但他正在全力冲击，没有回头路，所以用更大的力气朝着暗黑霸铠冲击而去。暗黑霸铠一拳轰出，轰隆！足有3米高的白熊被一拳轰飞，身体在空中翻转好几次之后，重重坠落到地上。生命值负 10%。 暗黑霸铠的被动技能撼山，撼山被动。暗黑霸铠的攻击附带击退效果，直接把白熊击飞，机甲的暴力美学。与此同时，金色雷霆再起，生命值负 40%。 雷霆掌控者开启雷神之怒，进入极致杀伐状态，攻击力暴涨。碎星之弓分身和大阴阳师分身携手从暗影空间走出，暗红色剑矢一发入魂，带走白熊剩余的生命值。大阴阳师被动，阴阳生死发动，白熊尸体站了起来，双眼无神地看着江叔。经验值正 0.02%。 耳边传来悦耳的经验值获取提示声，这个经验值江叔眼中露出惊喜之色，相当不错的经验值，全部击杀副本里的1000只白熊就可以获得至少 20% 的经验。不愧是深渊，高风险高回报，经验值远超外界。江叔笑了，心里乐开了花，迫不及待携带4大分身寻觅深渊战熊的大部队。很快他就来到了深渊战熊的老巢，前方一头头体型硕大的白熊躺在地上，翻着肚子晒太阳。别说这模样憨态可掬，还挺可爱的。江叔二话不说，雷霆掌控者分身一发9天雷动就招呼了上去。轰隆！一道道粗壮的金色雷霆轰击在白熊身上，生命值负 40%。 生命值负 40%。 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伤害值提示，江叔的批影得到了极大的缓解，舒服了。另一边，碎星之弓分身并没有和大部队一起行动，而是找了一个远处的山巅。2000米出头的射距可以最大发挥碎星被动的特性，一道道暗红色箭矢刺破长空，从远处射来。噗噗噗！一连串的沉闷声响传来，近100只白熊被箭矢钉在地面，生命值负 60%。 生命值负 60%。 碎星之弓的穿透效果在此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原本战熊的防御力相当惊人，但碎星被动自带穿刺效果，破甲被动更是可以无视 30% 的防御力，而且万伤弓还有2万点固定穿透，所以碎星之弓差一点把战熊的防御力给透完了，对其造成了极为不俗的伤害。白熊才刚刚发现敌人，就被一轮狂轰乱炸，死伤几十只。他们发觉了敌人的强大，于是
纷纷仰天大吼，进入狂暴状态。狂暴状态下的战熊，体表的毛发竖起，宛如蓬松的刺猬一般，并且他们的力量和敏捷都有了大幅度提升。他们结成战阵，朝着江疏冲击而来。近千头体型巨大的战熊一同发起冲击，这恐怖的视觉效果一点也不比天灾军团的冲击稍弱。不愧是战熊狂潮！江疏眼中一片沉静，身旁暗黑霸铠分身身体微沉，而后宛如炮弹一般朝着战熊狂潮飞奔而去。因为太过强悍的力量，覆盖坚硬冰雪的地面被踩出一道又一道巨大的裂痕。江疏并没有选择被动防御，他主动出击，暗黑机甲一拳轰出，冲击在前方的一只战熊身体不受控制地朝着后方飞出去10多米。他身后10多只紧随其后的战熊宛如保龄球一般，被这一只战熊撞得四零八落。狂野，霸道。与此同时，金色雷霆和暗红色箭矢没有停歇，不断收割着战熊的生命值。而那些死亡的战熊，在大阴阳师的阴阳生死被动的影响下，化作死灵，替江疏作战，不断被刺着战熊军团。暗黑霸铠成为了最坚实的盾，给其他几具分身创造了良好的输出环境。但暗黑霸铠分身也不是无敌的，他也会受伤，他的生命值也会掉落。生命值负 3%， 生命值负 3%。几分钟的时间，暗黑霸铠的生命值就掉落了 20% 左右。一道乳白色的光芒强势灌注入暗黑霸铠体内，生命值正 20%， 暗黑霸铠掉落的生命值直接被奶满。大阴阳师最强治疗技能单点治疗，在阴阳生死被动的10倍治疗加成下，治疗效果相当不凡。单点治疗对200米范围内的特定队友治疗，可让其恢复巨量生命值。冷却时间1分钟。白熊军团打了半天，暗黑霸铠掉落的生命值，大阴阳师一发奶直接奶满。虽然暗黑霸铠不是无敌的，但暗黑霸铠加大阴阳师便可以无敌。暗黑霸铠强大的近身肉搏能力，恐怖的防御能力，加上大阴阳师逆天的奶量，让江疏的战斗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江疏和4大分身嘎嘎乱杀，当然了，主要是4大分身负责乱杀。至于第5具分身锐利之枪分身呢，江疏一直没有给他分经验值，所以他的等级仍旧停留在 LV1， 而且职业品质没有2次进阶，就算等级提起来了，也没有资格加入这种层次的战斗。所以锐利之枪还在刷野，江疏根本都没有把他从暗影空间放出来。半个小时后，1000只战熊被江疏悉数击杀。江疏看了看自己的经验值，从 LV40 的 50% 涨到了 70%， 仅仅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有如此涨幅。在外界，他花费3个小时时间单通最高难度的牛头人军团副本，也不过是获得 10% 的经验值，但在深渊半个小时就获得 20% 的经验值，足足6倍的升级效率。只能说不愧是深渊，经验值之丰厚超乎想象。江疏笑嘻了，这完美符合他的 XP 升级。半个小时 20%， 1个小时 40%，2个半小时就可以升1级。哎，为什么是2个半小时？连升级的速度都是指鹰的形状，这就是资深小黑子吗？恭喜您 SSS 评分通关深渊第1层，获得奖励材料战熊之心紫色。最高评分通关深渊者可在相应层数留下自己的名字，是否留名？江疏想了想，选择否。我要悄悄的升级，然后惊艳所有人。主要是第1层留名听起来就很无聊，如果是第51层的话，说什么也要留下真实姓名。我江疏装逼，只装大的。下一刻，他被从深渊副本中传送出来。此时，深渊石碑旁，刚才询问江疏是否组队的那个长脸男子仍旧没有进入副本，主要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队友。3个人进副本的话，他们心里不是很踏实，所以花费了不少时间在这上面。就在3人心情逐渐焦躁的时候，他们忽然看到江疏从深渊副本之中出来了。3人认出江疏之后愣了愣，他出来了？他出来的这么快吗？不是，重点应该是他怎么没有被杀回深渊古城的复活点，反倒是通关了。3人有点懵，特别是长脸男子盯着江疏的身影怔怔出神。他真的单通了？长脸男子想到之前邀请江疏的时候，对方不搭理自己，他还搁那儿冷嘲热讽的，不由有些脸热。小队里的另外2名队友对视一眼，纷纷想到刚才说的什么我们这么强力队友不足，是他的损失。别人都一个人单通深渊第1层出来了，但自己3个还搁这儿焦急的找第4个队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在对方的经验表现下，自己3人的行为显得愈发无能与可笑。大神，这是一位真正的大神。3人眼睁睁看着江疏又触摸深渊石碑，再次进入副本，一句话都不敢说。
片刻后，长脸男子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看走眼了，这一位不是新手，而是大佬。幸好他刚才出了副本之后，连看都没有看我们一眼，这是说明他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说到这里，长脸男子愣了愣，为什么别人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我还一副庆幸的样子，怎么感觉有点贱呢？嗨嗨，这种大佬无视我们很正常，只要不记我们的仇，一切都好说。队伍里的女子也是松了一口气，长脸男子有被安慰到，点了点头，沉声道：大佬半个小时就单通了，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太过畏惧，就算只有3个人，我们可以挑战第1层深渊。其他2人被这话所激励，道：好，我早就想这样尝试了。虽然我们不如大佬，但好歹也是金色4星职业者，就算只有3个人，也绝对可以通关深渊第1层。于是3人进入深渊第1层，试试就试试。好消息，江叔用了半个小时，但他们只用了20分钟。坏消息，他们是被杀出来的。3人站立在深渊古城的复活点，一脸颓然之色。都是金色职业者，差距有这么大吗？亲身经历队伍不满员就挑战深渊第1层，他们才能体会到那种拆了东墙补西墙、捉襟见肘的感觉。看似只是少了1个人，但影响极大。滚雪球之下，20分钟3人就被杀了出来，白白浪费唯一的一次复活机会。长脸男子喃喃道：大佬是怎么一个人单通这个副本的呢？第65章雷霆掌控者进阶，金色6星。此时江叔正继续在深渊第1层中鏖战，丝毫不知道深渊古城复活区3人组的想法。如果他听到长发男子那句大佬是怎么一个人单通这个副本的呢？这句话一定会纠正。戳了，是单通，但不是1个人，有5个人捏。副本中，江叔看着自己的经验值蹭蹭蹭往上涨，心里美滋滋。半个多小时后，经验值从 70% 涨到了 100%。恭喜您升级到 LV41， 4维属性各自增加40点，获得40点自由属性值。升级了，4转之后终于升级了。江叔泪目，而后他看着身前的战熊，眼睛冒出嗷嗷绿光。与此同时，紫炎公会，紫云嘴角勾起，显然心情很不错。萧虎得到了深渊通行证，实力一定1日千里。几天之后的4转阶段职业者大赛总决赛，江叔看到萧虎实力暴涨，自己却在原地踏步，到时候他的表情一定很精彩。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紫云想了想，又取出电话，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得逞。一名红发年轻男子挂掉电话之后，轻轻低声自语道：江叔。红发男子身旁一个中年男子疑惑问道：少爷，这一位是谁？红发男子淡淡笑道：一个将会被我击败的人。言语中轻松惬意，但带着十足的笃定。中年男子闻言心中一凛，看来这个叫做江叔的人被少爷盯上了。难道说是刚才那个电话？红发男子冷笑一声：紫云是王冲第1个追随者，本身实力虽然不强，但长袖善舞，擅长交际，在王冲那里地位很高。他联系我，让我在职业者大赛的时候出手帮忙击败1个人，那我便卖他1个人情又如何？江叔，一个江城的职业者罢了，或许很强，但终究有限。职业者大赛中顺手镇压了就是。王冲，德城王家天骄，位列天骄榜第11位。紫云的名字中年男子也听说过，和王冲走得很近，是王冲最早的追随者。原来是他托少爷在4转阶段的职业者大赛中处理1个人。中年男子了解事情的始末后，躬声道：少爷乃是金色6星职业裁决之莲，位列德城天骄榜第50，一个江城的职业者，随便吹口气他都受不了。红发男子名为麒麟，等级 LV50，职业品质6星，在整个德城都很有名气，很多人都一致认为，如果他等级更高一点的话，在天骄榜上的名次还可以提升几位。麒麟闻言轻轻摇头：虽然我有把握轻松擒杀这个江叔，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小心驶得万年船。你去替我收集他详细的战斗资料。麒麟虽然为人张狂，那张狂只是性格，但做事情还是很有章法，当即让中年男子去收集江叔的详细信息。很快，麒麟看完了江叔在江城职业者大赛的战斗录像，他的神色变得凝重。强，很强，对方无论是4维属性还是战斗意识，都是4转阶段顶尖的，不容小觑的对手。幸好提前收集了他的战斗视频，否则对上他，我也不是没有阴沟里翻船的可能性。麒麟长长呼了一口气，没想到江城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竟然还有这样的人物。中年男子笑道：他虽然强，但和少爷你比起来还是差上不少。既然少爷你已经提前研究了他的战斗视频，熟悉了他的战斗方式，可以提前准备一些克制他的装备，他对上少爷你绝无胜算。
麒麟闻言也笑了，准备一套针对刺客的高品质装备，我要让他和我战斗的时候，就像是吃了屎一样难受。中年男子想了想，我看了江叔的战斗方式，可以说他的战斗方式及刺客大成，就像是游离于阴影中的死神一样，神出鬼没，难以捕捉。那么，真他的战斗方式，少爷你可以选择防御力惊人的金铠套装，该套装由坚硬无比的百段金属制作而成，可以覆盖少爷你全身的所有位置，防御力恐怖。以江叔这名刺客的攻击力，甚至很难对你造成有效伤害。另外，少爷你可以选择逐风套装，该套装本就很侧重于敏捷属性，后期更是用点金石洗点，把其他属性转化到了敏捷上。少爷你穿上这一套装备，加上你本身的敏捷属性，完全可以在速度上压制江叔。这2套装备我都给少爷你准备上，到时候你想使用哪一套就用哪一套。无论是中年男子所说的金铠套装，还是逐风套装，都是顶尖的4阶橙色装备。这就是大家族的豪气，随手就掏出2套针对性很强的顶尖橙色套装。好，2套装备都准备上，到时候看我如何虐杀江叔。麒麟嘴角露出残忍的笑容。我麒麟要天赋有背景，要实力有家世，你江叔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普通职业者，怎么和我斗？7天后，江叔看着雷霆掌控者头顶的一行小字，表情变得极其精彩。职业雷霆掌控者，金色5星，职业进阶路线为职业雷霆掌控者，金色5星，加材料雷龙精血，金色等于职业雷霆掌控者，金色6星。我操，有挂！整整7天都泡在深渊里，他把本体雷霆掌控者分身、暗黑霸铠分身、碎星之弓分身的等级体都提升到了 LV50。此时他忽然发现雷霆掌控者又可以进阶了。原来金色职业并不是进阶的终点，还可以继续进阶。这挂比他想象的还要生猛。手子哥还在输出，升级到 LV50，雷霆掌控者分身触发3次进阶的条件，职业品质可以继续提升。从深渊出来之后，江叔第一时间查看雷龙精血材料的售价。雷龙精血是8阶金色材料，其售价是1500铸币。江叔一个踉跄，险些没有站稳。1500铸币是个什么概念？4转阶段一件紫色装备只需要50铸币，也就是说1500铸币可以购买30件4阶紫色装备。看到这个价格，江叔人妈了，他明明可以直接抢，但竟然还给我一份雷龙精血，他真的，我哭死。又寻找了好几家，但售价都不低于1500。妈蛋，这些高阶职业者真的暴利啊！随随便便刷刷材料就赚得盆满钵满。无奈没有其他途径获取这个材料，江叔只能选择硬着头皮买。江叔先梳理一下自己的经济情况。先前参加江城职业者大赛的时候，本体和4大分身分别获得100、99、98、97、96点积分，这些积分都可以1比1兑换成职业点。除此之外，还有10多件紫色装备，只是这些装备都被本体和分身穿戴着，暂时没有更好的装备来替代，能不卖这些装备是最好的。倒是先前在紫炎公会从大雄少妇刘倩身上扒拉下2件6阶紫色装备，按照市价售卖的话，应该有个300铸币左右。并且江叔身上还有不少材料，譬如牛头人的眼泪和战熊之心，虽然都是紫色材料，但因为等级太低，售价只有几铸币。最后还有双马尾小仙女给江叔寄的500铸币。于是江叔先是返回江城职业者殿堂，把所有积分都兑换成了铸币，又去交易市场把身上的所有值钱材料都卖了，后面又派碎星之弓分身把2件6阶紫色装备卖了，总共凑齐了1524枚铸币。江叔自己看到这个数字都惊讶了许久，我他妈原来这么有钱的吗？1500铸币都凑出来了。果然人不逼一下自己的钱包，永远不知道他的极限在哪里。凑齐了1500枚铸币，江叔心情大好，这种感觉就像是从钱包里面翻出来很多张没有用过的银行卡，一刷这些银行卡，每张里面竟然还有个10多万，比捡钱还爽。而后江叔顺利的购买了雷龙精血。回到家中，他看了看自己的空间戒指，只剩下一颗孤零零的天蛇宠物蛋以及24枚铸币，就突出一个干净。下面就该进阶了。雷霆掌控者分身接过雷龙精血材料，精血沸腾，没入雷霆掌控者分身体内。他的眸中倒映出金色雷霆。楼上，老公，你最近怎么越来越不行了？长妹，我最近压力太大了。哼，别找理由，你是不是背着我偷吃了？长妹，我发誓，我绝对没有。轰隆！晴空万里的窗外，金色雷霆撕裂长空，随后而来的声音震耳欲聋。男子和女子彼此对视，相顾无言。进阶完成。
雷霆掌控者进阶为金色6星，获得1000点自由属性值。详细情况请查看属性面板。江叔耳边传来系统提示声，他看向站立在身前的雷霆掌控者分身，虽然看起来和刚才一样，但身上空灵飘逸的气质愈发浓厚。江叔连忙打开雷霆掌控者的属性面板。第66章太虚道枪，姓名叶不凡，1号分身，职业雷霆掌控者，金色6星，等级 LV50， 力量1290，敏捷920，体质920，精神8765，自由属性点1000。装备天灾系列装备，法师类 X5 恶魔法典，紫色恶魔法袍，紫色劲断法腕，紫色劲断法裤，紫色劲断法靴，紫色。装备特性：特性1，破巨，施展魔法攻击时，攻击距离增加1米。特性2，魔力爆发，施展魔法攻击时，精神属性额外增加200点。特性3，制敌已弱，总共增加 9% 魔法命中敌人弱点位置的概率。技能一神雷之体，被动，雷属性攻击伤害获得5倍加成，免疫 92% 雷属性伤害。技能2惊雷闪，引动雷电之力，对300米范围内的敌人造成3倍破坏力伤害值，最多同时锁定8个目标。冷却时间 1s。技能39天雷动，以强悍的雷暴之力对敌人造成5倍破坏力范围性伤害，施法距离300米，覆盖范围为30米直径，冷却时间 15s。技能4雷神之怒，降低 70% 防御力，增加 150% 攻击力，持续时间 30s， 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5雷闪，以雷霆之力突破空间，瞬移至60米范围内的任意地点，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6麻痹，被动，雷霆掌控者的雷霆攻击附带强烈的麻痹效果，可对敌人造成僵直效果。雷霆掌控者从金色5星进阶到金色6星，首先是获得1000点自由属性点。普通6阶紫色装备都才增加600点属性值，这1000点自由属性值完全抵得上近2件6阶紫色装备的加成。这个加成还是额外的，并且装备的加成不一定都加在所需要的属性上，但这1000自由属性点却可以全部加到精神上。就这一个收获，这1500铸币都不亏。但1000自由属性点还只是此次进阶最小的收获。雷霆掌控者的几个技能进阶之后都变强不少。雷神之体被动增加了 2% 的雷属性抗性，惊雷闪的施法距离长了100米，攻击目标从5名增多为8名。9天雷动也变长了100米，攻击范围直径增加了10米，冷却时间减少 5s。 这是相当巨大的提升，极大的提高了雷霆掌控者的输出效率。雷闪技能也增加了10米的距离，跑路可以跑得更远一些。最后江叔把目光落到了新增加的技能6上。被动技能麻痹，先前江叔从副店主李毅那里获得的武器磨牙之刃，特性淬毒，就是可以对敌人造成麻痹效果。但雷霆掌控者的这个新技能的描述是强烈的麻痹效果，其效果远远超过磨牙之刃淬毒所带来的麻痹特性。江叔敏锐地察觉到，这一个新被动很可能让雷霆掌控者的强度提升一个台阶。雷霆掌控者的输出频率本来就很高，一道又一道的金色雷霆都附带麻痹效果，那很有可能出现怪物刚刚发起冲锋就麻痹了，僵在原地的情况。有句话怎么说来着？雷法带控，谁来谁送。这个技能让雷霆掌控者面对群怪的时候无压力输出。看完雷霆掌控者的进阶情况之后，江叔心里美滋滋，真的猛，收获巨大，实力再次上升一个台阶。江叔连续7天泡在深渊里，除开锐利之枪外，本体和几大分身的等级都提升到了 LV50， 已经可以职业突破了。不过江叔一方面想要把锐利之枪的等级也拉起来，这需要耗费2天左右的时间，另一方面他参加的是4转阶段的总决赛，直接就职业突破了，将没有参赛资格。毕竟这和初赛不一样，初赛是你只要报名，管你是什么等阶，都可以任意参加自己所选择的比赛。总决赛是提前决出了各个城市的前5名参赛，如果超过了当前阶段是无法参加比赛的。前10名保底都有1000积分，这个数量真的不少了。这一次如果没有参加初赛的接近500积分，以及双马尾小仙女赞助的500铸币，江叔还真的凑不齐1500枚铸币。以后还会有其他的金色品质职业分身需要进阶，所需要的材料也一定不便宜。抓住每一次积累财富的机会相当重要，否则明明都可以职业进阶了，但因为没钱买材料，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才是一种折磨。第二天江叔天还没亮就爬起来前往深渊。你们可曾见过凌晨4点钟的深渊？5号分身锐利之枪职业突破至1阶，获得120点自由属性值，本体同步获得相应自由属性点。5号分身锐利之枪职业突破至2阶，
获得250点自由属性值，本体同步获得相应自由属性点。5号分身锐利之枪职业突破至3阶，获得400点自由属性值，本体同步获得相应自由属性点。5号分身锐利之枪职业突破至4阶，获得600点自由属性值，本体同步获得相应自由属性点。1天半的时间，锐利之枪分身的等级提升到了 LV50， 4次职业突破，总共给江疏本体提供了1370点自由属性值，升级到 LV50 也获得了400点自由属性值。江疏把这些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到了敏捷上，加上本体升级到 LV50 的属性增长，江疏此时的敏捷属性达到了16920点。这个敏捷属性，江疏自己看了都害怕。他如果毫不保留的话，以这个敏捷值，他的速度甚至可以超过音速，完全超过了人体极限。但职业者之路本就是一条超凡之路，那些超过100级的职业者，举手投足间都有移山填海的威能。相比起来，此时的江疏还算是讲科学的。而后，江疏转头看向锐利之枪头顶，锐利之枪等级达到 LV50， 可以2次进阶。职业锐利之枪橙色，进阶路线为职业锐利之枪橙色，加材料虚空遁地兽爪牙橙色，等于职业太虚道枪金色。太虚道枪，看到这个名字，江疏愣了愣，倒不是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听，而是觉得太虚2字这2个字因果太重，他怕压不住。另外一个世界有一位神王，也名为太虚。这位神王不论是逼格还是实力，都是前世江疏所看过的小说里面的天花板。什么神王盖色，要是在这一位面前，估计只能站如喽啰。以太虚2字命名的职业，强度难以想象。江疏收起吐槽之心，琢磨新职业的名字。太虚道枪4字，是否是在暗示这个职业偏向于空间系？想不通，根本想不通。他开始查询虚空遁地兽爪牙这个材料的价格。这是8阶橙色材料，价格嘛，相当美丽，只比雷龙精血少了100铸币，其售价高达1400铸币。看到这个数字，江疏有点眼晕。这些材料一个个的也忒贵了，以他现在的家底，就算是把身上的所有装备，甚至连同内裤也卖了，都凑不齐零头。我算是懂了，为什么职业者明明赚的很多，但一个个都在哪儿哭穷。这开销也太他妈恐怖了。江疏这还只是进阶材料的开销，职业进阶了，装备总不能不更换吧？换一件高品质装备，几十上百铸币就没有了。都换了一件高品质装备了，总得凑一套吧？然后几百上千铸币又没有了，更别说什么装备修理、宠物培养、自身实力提升这些其他开销，花钱如流水。江疏虽然感到头痛，但没有完全头痛。以他之前多次职业进阶经验来看，进阶材料越贵，进阶实力越强，进阶实力越强，就越是能挣更多的钱。挣了更多的钱，那么这些进阶材料就会显得便宜。也就是说，进阶材料越贵，所以进阶材料越便宜。天才出院。言归正传，用如此昂贵的材料进阶，太虚道枪的强度一定不会令人失望。明明职业进阶路线就摆在面前，但没有足够的钱去买材料，就像是看着一个千娇百媚的大美人衣衫半解躺在床上，想要深入浅出的交流一番，却发现对方亲起来了。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就在这时，江疏手机响了，他接起电话，另一头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江疏是吗？我是李毅，准备一下，明早前往南城参加4转阶段的职业者大赛总决赛。”好家伙，南城，这不就是紫炎公会的大本营吗？自己过去不是送货上门吗？哼，无需担心，紫炎公会胆子再大，也不敢在我们职业者殿堂的眼皮底下对你做什么。这一点，我想你也很清楚。放心，有个保你，没人敢动你。李毅的话语中透露着浓浓的自信。江疏回想了一下职业者殿堂的地位，认可了李毅这话的含金量。当时第一至强者神王盖瑟坐镇的组织，谁踏马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得罪职业者殿堂？职业者殿堂在职业者世界堪称无敌，因为所有的敌人都被他灭了。好，那明早见。挂了电话之后，江疏打开职业者论坛，好家伙，里面的火爆超出他的想象，至少有几十万人在热烈讨论明天就要开始的4阶职业者大赛。几百年啊，几百年来，江城没有一次能够获得前10，求了，能不能得一次前10？我朋友快死了，临死前的心愿就是看到江城进入前10，拜托了，江城五虎。今年前5名不管是谁，都强得令人发指。这话我可不是乱说的，有3冠王身体力行为我们证实了这件事，所以今年是最有希望的一年。3冠王有被冒犯到？还有，
你小子前几年也是这样说的，年年最有希望，年年第一轮滚蛋。我坚信这一次真的不一样，就算其他几个人都捐了，萧虎一剑销魂，绝对可以强势闯入前10名。你小子看不起我家秦昊哥哥是吧？告诉你，大鸡巴秦昊才是前5人中的最强者。鸡巴一出，谁与争锋？哼，我就笑了。你们不如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谁才是真正的第一名？我腰子猎人江叔没来，谁敢动筷子？话锋越来越跑偏，论坛里的众人骂得不亦乐乎。江叔关掉手机，你们他妈的吵到我眼睛了。不知道这事儿有什么好吵的？前5名都是我呀！不要再吵了，信不信我让他们扣1？就像前世这天霸和完美吧，吵得不亦乐乎，天天搁那对喷，有意思吗？真的有意思吗？承认我叶天地最强有那么难吗？第67章抽签。翌日，江城一行人抵达南城。南城人口接近2亿，有3个7级工会，1个8级工会坐镇，是东域20城中除开德城之外排得上号的大城市，其繁华程度远超江城。李毅带江叔和4大分身在南城职业者殿堂登记信息，而后在官方的安排下，在城中一个奢华的酒店住下。这里聚集了东域20城的所有参赛者。李毅把房卡拿给江叔和4大分身，看着他们彼此相处融洽的样子，心中大感惊讶。论坛上这5人的粉丝恨不得把对方的祖坟给刨了，但这5个正主竟然保持了难得的和谐。李毅本来还觉得带着5人出来肯定会横生不小波折，为此还暗自头疼了一晚上，但没想到场面竟然这么和谐。果然脑残粉都是小丑，上蹿下跳，宛如猴子一样可笑。比赛中要么你死，要么我活，你我的恩怨一并清算。碎星之宫分身看着江叔本体，语气冰冷。李毅，我他妈刚刚还在说你们和谐，怎么一下子就要死要活的了？大厅中不少人也听到这话，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几人。碎星之宫分身说完这句话，就拿着房卡返回房间。李毅擦了擦冷汗，转头看向江叔，道：你们有什么深仇大恨吗？江叔淡淡道：也没有什么仇恨，就是我一不小心把他女朋友砍了而已。一不小心砍了而已。李毅听得倒吸一口凉气，你小子是真能惹祸呀！江叔说完这话之后，就一言不发地返回房间。人生如戏，全靠演技。碎星之宫的人设就是立的和江叔有血海深仇，演戏嘛，自然要演全套，半套不可取。不然的话，明明是生死仇人，还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这像什么话？所以江叔才在酒店大厅这种引人注目的地方，让碎星之宫分身说出刚才那番话。想必这里的事情很快就会传入紫炎公会耳朵里。果然，不久后，紫云就得知此事。哼，看来萧虎这几天在深渊里面收获很大，已经有足够的自信可以压制江叔，所以才说出这番话。紫云满意点头，对自己给予萧虎深渊通行证的行为相当自豪。运筹帷幄，于无声处落子，这已经不是技巧方面的东西，而是贴近于道的技法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萧虎越强大，江叔就越头疼。现在他肯定已经开始心慌了，而且那一位应该也到德城了吧？紫云目光看向场中那座隐隐绰绰的豪华酒店，嘴角勾起，自语道：江叔要面对的不只是萧虎，还有南城第一人白君庭，以及德城天骄麒麟。或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像是一只猎物一般被彻底包围。时近中午，4阶职业者大赛的100名参赛者均是抵达了南城。下午，南城职业者殿堂召开了一场盛大的开幕式，庞大的场馆足以容纳50万人。100名参赛者坐立在高台之下，彼此之间互相打量着。其中有5名年轻人单独坐在一个稍稍靠前的区域。这5人皆是来自德城，其中甚至有1人登上了德城天骄榜。所有人看向这5人的目光都充满了忌惮和凝重。德城和其他19城有着本质的差别。这个城市有神王盖瑟坐镇，俯视天下，是超级城市之一，其人口超过了10亿，其中的天骄职业者极端强大，不是东域19城可以抗衡的。按照往年的惯例，前5名皆是被德城的5名天骄预定。近100年来，只有1年有过例外，那一年南城横空出世一名超级天才，比肩德城天骄，硬生生挤下了一名德城参赛者，位列第5名。所以众人看向这5人的目光都充满了忌惮，甚至大部分人心中都已经自觉不考虑前5名的席位。高台之上走上一名容貌姣好的女性职业者，她正是南城职业者殿堂的副殿主，名为周青。周青上台之后，嘈杂的会场中为之一静。周青淡淡一笑，朗声道：恭喜诸位天骄进入各自城市的前5名，
获得参加总决赛的资格。此次比赛分为2个阶段，一阶段是以小组赛的形式，将100人分为25个组，每组4人，小组内各自比斗，积分前2位晋级，积分后2位淘汰。二阶段名次确定阶段，按照以往届总积分排出前50人的名次，而后50人可自行挑战心仪的名次，挑战成功可以继续挑战，挑战失败丧失挑战机会。总体来说，这个规则和初赛的规则很像，第一轮都是混战，只不过是分了组而已。第二阶段不能说是很像，只能说是一模一样，都是名次挑战。这种方式从某种方面来说，其实还挺公平的。毕竟搞淘汰赛难免有运气成分在里面，但这种名次挑战，你看上哪个名次就去挑战，赢了就获得相应名次，简单粗暴但有效，可以很大程度上让职业者的名次和实力相匹配。毕竟如果实力不行，占据了比较高的名次的话，肯定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人来挑战，直至把你的名次给刷到后面去。宣布好了规则之后，周青指了指头顶虚幻的巨大屏幕，道：“这里是所有参赛人员的信息，接下来请每个城市的职业者登台，在箱子中抽取自己的小组。”说着，周青回头看向身后的一个透明箱子，里面放着一模一样的圆球。圆球是由特殊工艺将2半拼接而成的，掰开圆球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分组数字。选手抽签的全过程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以职业者殿堂的名誉保证，整个过程公正客观。首先登台的是德城参赛者，聚光灯打到了德城5大天骄的身上，场中传出山呼海啸的欢呼声。德城天骄，无敌，无敌！50万人齐呼无敌2字，声音嘹亮穿云，无比震撼。虽然这些观众大多都是南城本地人，但还是给予5大德城天骄极大的热情。由此可以看出德城天骄无与伦比的人气。德城5大天骄并没有立刻上台，而是静静坐着，享受着这热烈的气氛。等到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持续了5-6分钟，麒麟这才嘴角微微勾起，转头对着身旁的4人笑道：“走吧，该我们上场了。”5人登场后，场下的声音更加疯狂。哇，这5大天骄好帅，好有型，特别是中间那个红头发的，真的是我的理想型，连走路都这么帅气，不愧是德城天骄啊！南城8级公会的那名参赛者是一名白色寸头男生，他看着如此热烈的气氛，眸子微沉。喂，你们有没有搞清楚，这究竟是谁的主场啊？这就是德城天骄的号召力吗？他眼中有着跃跃欲试的光芒。假如我强势挤下一名德城天骄，成为前5名，在场各位又将如何应对呢？呵呵，君庭，他们现在的欢呼不过是对德城天骄的礼貌性尊敬而已，他们内心深处最支持的终究还是你。白君庭身旁一名身材娇小的女子开口道。白君庭闻言微微点头。他白君庭，金色6星封魂剑魔，被誉为南城近20年来最有机会冲击4阶职业者总决赛前5名的人。为了这一天，也足足在 LV50忍了3个月没有职业进阶，一切的努力在今天将会见到成效。前5名我定要占据一席。白君庭神色无比坚定。此时台上已经开始抽签，5名德城天骄分别抽到了1、5、10、15、20号，也就意味着这5人分属于不同的组。而后就轮到了东道主南城上台抽签。白君庭站起身来，一步步朝着高台上走去。欢呼声排山倒海的欢呼声传来，比刚才欢迎德城天骄的动静更大。白君庭，我们南城的骄傲，这一次比赛他真的有机会创造奇迹，进入前5名。几十年前就是一位南城天才杀入前5名，打破了德城牢牢占据前5名的神话。这一次白君庭是否可以续写神话，我真的很期待。白君庭在初赛的表现证明了他的强大，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他手中坚持3招，他真的有机会冲击前5。白君庭，给爷冲！你要是进入前5名的话，我借岛1个月。加油，白君庭，你可以的！无数人呐喊着白君庭的名字，特别是坐在场馆前方的一群高颜值小姐姐，个个都水灵灵的，肤白貌美，不管是颜值还是气质都极其能打。君庭，君庭，我的爱银！哇，君庭哥哥好有气质！君庭哥哥，你要是进前5名了，我给你生猴子！他连走路都这么帅，不愧是我家君庭哥哥，一定要加油哦！啊呀，我快疯了，一定要抽到一个好签！这几百个妹子像是疯了一样，歇斯底里的呐喊着。白君庭在南城的人气真的很高，因为酷酷的造型、不错的颜值，支持他的小姐姐数量相当多。最后，白君庭抽到了2号，场下几百个妹子喜笑颜开，不愧是君庭哥哥，抽签都这么能抽，完美避开了5个德城天骄。
那这样子，君庭哥哥肯定稳出现了。白君庭对着场下的观众微微点头，看到自己拥有如此高的人气，他嘴角不禁微微勾起。白君庭不愧是南城之子，人气方面拿捏得死死的。抽签继续进行，其他城市的职业者上台的时候，观众都给予了极为热烈的欢迎，算是显示出南城热情好客的一面。这些参赛者抽到德城天骄和其他几个实力强大的参赛者的时候，脸色当场就垮了。毕竟和实力强大的对手一个组，别人天然就占据了一个晋级名额，自己被淘汰的几率骤然增加。抽到那些没什么强力选手组的参赛者，当即就喜笑颜开。最后轮到了江城职业者上台抽签，江叔和四大分身站起来，一步步朝着台上走去。出乎意料的，这一次没有任何欢呼声，反倒是有着一道道刺耳的嘘声。江城队伍，那个打了我们南城女神紫云的江叔就在这个队伍。妈的，他们真的还敢来参赛？紫云被打之后，紫妍工会发声给雷鸣工会施压，这件事情闹得很大，所以几乎大半个南城都知道女神紫云被打了。他们当然不会觉得女神有错，有错的肯定是野蛮的江城人，肯定是毫无素养的打人者，所以他们对江城的印象极差。在江叔和四大分身刚刚起身的时候，就一片嘘声，甚至还有人朝着台上吐口水，场面一度显得极其混乱。坐在场馆靠前位置的几百白君庭美女后援团挑着眉，一脸不屑地看着江叔，骂道：“就你打女人是吧？你最好抽到我们家君庭，他和紫云私下关系不错，一把你打得满地找牙。哼，暴力男，真下头！谁给你的脸来参赛的？滚出去！哼，江城一个垫底几十年的城市，来不来参赛都一样，你们何必舔着脸过来呢？”美女后援团言语刻薄尖酸，江叔深深地看了他们一眼。很好，我记住你们了。白君庭后援团是吧？请保持你们现在桀骜不驯的表情。江叔上台，开始抽签。第68章，你敢杀我的马？台下，韩子姐、墨子姐和李有炳三人坐在赛场前方。他们听到邀请江城职业者上台的时候，噌的一下站了起来，疯狂挥舞着双臂，大声欢呼。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不对劲了。四周的其他参赛者完全没有之前的热情，显得极为冷淡，甚至还有不少人朝着台上吐口水。墨子姐挥舞的手不由得僵住了，她一脸尴尬地看着周围，有些手足无措的感觉。不是，为什么所有队伍上台都有欢呼，就江城队伍没有？滚出南城！卑鄙的江城队伍，给也滚啊！赶紧的，谁给你们的脸参赛的？人群中有不少人表情厌恶的咒骂，这些话一字不落地进入了墨子姐耳中。她脸色一白，明明是东道主，为什么这么不讲素质？不欢呼也就罢了，甚至还这样子侮辱江城队伍。墨子姐原本雀跃的心情消失无踪，神情低落。她扭头看向韩子姐和李有炳，这两人丝毫没有在意周围观众厌恶的目光，搁那儿使劲地挥舞手臂，嘴里还大声呐喊着：“江叔加油！江叔必胜！江叔无敌！”四周观众厌弃的目光没有对他们造成丝毫的影响。墨子姐嘴角勾起一抹笑容，也蹭的一下站了起来，大声呐喊道：“江叔加油！江叔必胜！”四周的南城观众像是看神经病一样看着三人，甚至还有不少人冷笑道：“你看看，这就是江城人，素质极其低下，在赛场上大呼小叫。他们似乎忘记了，刚才南城队伍上场的时候，自己就差把嗓子给喊哑了，那声音比李有炳三人大多了。”但在众多人的冷眼旁观中，韩子姐、李有炳、墨子姐三人不断的呐喊着，用尽全力为江叔加油。他们三人的票是李有炳买的，先前和人对赌，他赚了几十亿职业点，这一次斥巨资购买了前排的座位。他们所在的位置和白君庭的小姐姐后援团隔得不远，三人的动作很快引起了众多妆容精致的小姐姐的注意。下头男也能有支持者，真是什么人都有。绝子，大家都没有说话，就他们大呼小叫的，真下头。狗叫的这么大声，我很期待他们看到江叔被君庭哥哥暴打的时候是什么表情。江叔远远的看到了站起来兴奋挥舞着双臂的三人，又听到了前方那些美女小姐姐后援团的嘲讽，嘴角露出一抹冷笑。好，这么玩是吧？那你们就不要怪我下手不知道轻重了。很快，他和四大分身就走到了场中周青身边，开始抽签。江叔本体掰开自己的手中的圆球，看到上面的数字10，呵呵，江城江叔抽到10号队伍。周青朗声宣布。这下子场中观众彻底沸腾，哇，好签，竟然碰到了德城天骄所在的队伍，哈哈，舒服了，这个暴力男准备接受德城天骄的制裁吧，爽啊，这就是爽文剧情吗？
1/5的几率才抽到德成天骄，这就让他给碰上了。我只能说2个字：好死！德成天骄出手，爆杀下头男。我已经迫不及待看这场比赛了。场下和刚才的一片唏嘘完全不同，无数人面容兴奋的欢呼。这种行为很难评，特别是白君庭那几百俏丽小姐姐的后援团，看到江叔抽到德成天骄所在的组，笑得前仰后合。你看吧，这就是报应，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暴力男直接就遭中了。嘻嘻，这个签真不错，我喜欢。哎，其实还有更好的签，要是他抽到我家君庭哥哥就好了，到时候君庭哥哥暴锤他，岂不是更爽？姐妹，没事哦，德成天骄出手是一样的。嘻嘻，他没抽到君庭哥哥也好，我可不想让君庭哥哥脏了自己的手呢。韩子姐远远的听到这些小姐姐阴阳怪气的话语，忍不住捏紧了坨子。妈的，欺人太甚！江叔面容平淡的看着台下欢呼的众人，喜欢笑是吧？行，你们先笑着。他在小本本上默默给他们填上了一笔。抽签继续进行，碎星之宫分身和大阴阳师分身抽到了没有强力对手的组，分别是11组和12组。台下11组和12组的选手纷纷露出了笑容。江城垫底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强者，他们心中自然对江城有所轻视。有垫底的来了队伍里，这就说明自己的晋级机会增加，美滋滋，舒服了。还剩雷霆掌控者分身和暗黑霸凯分身没有抽签，最后他们都抽到了19组。19组的其他2个参赛者都来自于南城。这下子台下响起了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哈哈，爽啊！这2个人抽到了19组，岂不是说我们南城的2个参赛者保送50强？好签，真的是好签。按照往年的经验，江城的人都是垫底的存在，和他们在一组，我都不知道咱们南城的2个选手怎么不晋级。笑死我了！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感谢江城赠送的直通大礼包。李小虎和赵小龙，你们给了你们机会，你们要把握住啊！爆锤江城职业者就在今天。既然你们抽到了我们南城职业者，那就不要怪我们下手不知道轻重了。李小虎、赵小龙，给我干死他们！名为李小虎和赵小龙的2名南城参赛者彼此对视一眼，均是看到了对方眼中的笑意。本来他们2个同属南城的选手被分到了一组，心中还有些担忧，是否会空降猛人占据一个晋级名额，导致他们之中只有1个人可以晋级。但现在这个担忧彻底消失，江城的2个选手抽了一个好签，直接保送自己2人晋级，舒服了。而且最近南城女神紫云被打，南城和江城本来就有恩怨，抽到了江城参赛者，他们心底也有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感觉。一切都是最完美的安排。又是10多分钟后，场上的抽签彻底完成。抽签完成，下面进入小组赛。台上周清朗声道：战斗正式开始。观众席上响起一阵又一阵欢呼声。在这种盛大的欢呼声中，一名又一名参赛者踏上舞台，他们和自己的对手一起被传送到了对战空间之中。高上之上降下一个巨大的屏幕，每名观众的座椅旁也升起一道高清屏，可以详细观看每一场比赛。德成天骄麒麟在第1组之中，他的对手是一名重甲战士。超过10万观众都在观看这一场比赛，由此可见德成天骄恐怖的人气。麒麟背负双手，看着重甲战士，淡淡道：你不是我的对手，给你一个提前认输的机会。话语之中透露着浓浓的自信。重甲战士闻言，并没有自己被小看的恼怒，而是憨厚的挠了挠头，道：我也知道不是你的对手，来都来了，不打一场，见识见识德成天骄的真实实力也说不过去。麒麟嘴角勾起，道：好，那就给你和我一战的机会。话音刚落，他右手一挥，一柄恐怖的巨大镰刀便出现在他手中。噗！就在他挥手的一瞬间，巨大镰刀已经斩在了重甲战士男子的身上。咔嚓！重甲男子身上的铠甲不受控制的开裂，他的身体之上出现一道嫣红的血痕。生命值负 90%， 生命值负 5%， 生命值负 4%。 一击之下，重甲战士男子的生命值直接减少 90%， 并且巨镰的攻击还附带着流血效果。只是2秒的时候，重甲战士男子所剩不多的血量就接近清零，触发了致死保护机制，被传送了出去。从开战到现在，不过是1分钟不到的时间，麒麟就轻松战胜对手。场下观看这一场比赛的观众无不感觉头皮发麻。妈耶，这就是德成天骄吗？1分钟不到解决战斗，也忒猛了吧！盛名之下无虚事，我只能说，德成天骄不愧是德成天骄，真的强得令人恐惧。那名重甲战士
也是其他城市的前5名，但是在德成天骄手中就像是纸糊的一样，被瞬间击败。我只能说，同为前5名，亦有差距。这差距还不是一星半点。这些观众对麒麟报以最热烈的掌声，以表达对德成天骄的敬仰之情。就在这时，场中又响起了一阵更加夸张的欢呼声。君庭无敌，不愧是南城之子，真的太强了！1分钟出头就解决了对手。原来是被分在2组的白君庭强势镇压对手，获得比赛的胜利。场中的欢呼声宛如海浪一般，一阵又一阵。特别是那些容颜精致的后援小姐姐，一个个歇斯底里的尖叫着，欢呼着：“啊，我的君庭，你好帅啊！哇，对方完全不是君庭的对手，1分钟出头都没有坚持到，君庭真的好猛！一剑光寒19州，我家君庭好飒！啊呀，君庭真的好强！这一次真的有机会冲击前5名啊！”这些小姐姐欢呼尖叫声让韩子姐和墨子姐感觉极为不适。疯了是吗？这表现也太离谱了！很快，前几组的比赛全部结束，没有冷门，那些强大的热门选手纷纷轻松战胜对手。很快，轮到了江疏所在的那一组。江疏本体和一名身材修长的女性德成天骄同在第10组，但这一轮他的抽到的对手并不是德成天骄，而是东城的第1名。东城也是东域20城之一，规模比江城大上了不少，其参赛者的实力不弱，特别是江疏这一轮的这位对手乃是东城第1名，算是热门选手之一。给爷爆锤江疏，我要看着他死！江城拿什么和东城比？同为1名，亦有差距。我看江疏这小子马上就要被吊起来打了。结，最精彩的一集！片刻后，战斗开始。东城第1名是一个俊朗的男子，职业为骑士类职业，他胯下骑着一匹战马，显得英姿勃发。你的名声似乎不怎么好。骑士男子淡淡笑道：“那我就充当一次英雄，替民除害了。”他话音刚落，就看到身前的江疏身影消失在原地。他正疑惑间，就听到一声轻响，噗！马的脖子被一柄宛如毒牙一般的漆黑匕首刺破。瞬移，好快的出手速度！他心中一惊，看到自己的马被人捅了，当即怒火升腾：“你敢杀我的马！”第69章，让江疏打出德成一点东西。骑士男子怒了：“刚来就捅我的马，这合适吗？”当即挥舞手中巨剑，欲要斩击江疏。但江疏宛如被风吹过的柳絮一般，身体轻轻一退，就轻松避开了这一剑。他脚下动作微变，在地面轻轻一点，宛如鬼魅般再次逼近骑士胯下的马。噗！同样的位置，同样的手法，再次捅进了骑士的马身体里。看到江疏如此恐怖的速度，骑士心中一沉，当即拍马，想要拉开距离。但马的速度没有他预想中快，甚至他能略微感受到马迈步的动作比以往迟缓了一些。磨牙之刃的特性，淬毒。淬毒，刀刃之上附带强烈的毒性，可以对敌人造成麻痹效果。骑士的马被麻痹了，所以动作比以往迟缓一些。很快，噗，1分钟不到的时间，骑士的马被江疏捅得生活不能自理，软趴趴的伏倒在地，彻底失去战斗力。不得已，骑士只能下马和江疏战斗。看到骑士下马，江疏眼中露出笑意，他还是更喜欢无马。这名骑士实力其实相当不错，就速度而言，他差了江疏太多了。下马之后，被江疏疯狂捅腰子，1分钟的时间就触发致死保护，被江疏一刀刀捅出了战斗空间。总共用时2分半解决战斗。场外的观众一片寂静，没有任何欢呼声，没有任何喝彩声，有的只是安静。战斗的进展完全出乎了他们的意料。那名来自东城的第1名竟然被江疏打得没有丝毫还手之力，甚至江疏还有余力先杀了他的马，再慢慢将其虐杀。江疏的强大超乎南城观众的预料。这一场战斗，江疏完全掌控战斗节奏，动作潇洒飘逸，展现了顶尖刺客的强大，是标准的游走性战斗教科书。按理来说，这种高质量战斗结束后，观众应该礼貌性的鼓掌才是，但他们只有冷漠。倒是韩子姐、墨子姐、李油饼3人站起身来，热烈鼓掌，一脸激动。他们的欢呼在几十万人观赛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片刻后，17组的一名南城参赛者艰难战胜了对手。场上观众响起了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和江疏的待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直播观看这场比赛的几十万江城人发现这一点后，血压飙升。妈的，东道主就这素质，连礼貌行动赞扬都没有。到了自家职业者那儿，打得一般，但欢呼声都快把场馆给掀翻了。好气啊！
这不是针对咱们江城吗？南城人气量之狭小，真的绝了！刚刚还踏马朝着梳子哥嘘声，说梳子哥打女人下头难，妈的，他们自己不知道那个女人为什么被打吗？看得我贼生气。江城人炸了，一个个的红着眼睛骂人，但也只能隔着屏幕骂。现场的几十万观众几乎都是南城人，整个场馆都被他们占据。他们用实际行动恶心江城参赛者，恶心江疏。很快，第11组、12组碎星之弓分身、大阴阳师分身也轻松战胜了对手，仍旧没有人欢呼。这些南城观众对江城参赛者意见很大，通通摆着一副死人脸。片刻后，19组的战斗也开始了。雷霆掌控者分身对上南城第2名，所有观众把镜头切到了这一场的比赛，堪称焦点之战。哼，我南城天骄终于遇到了江城参赛者，给我用尽全力爆杀，不要留一丁点情面。南城第2人李玉，金色4星职业者，比白君庭弱不了多少，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输给江城狗。我已经迫不及待看着江城狗被打成丧家之犬了。场下观众热情高涨的给李玉加油。比赛正式开始。李玉的职业是金色4星暴雷法师，他身材娇小，扎着一个高马尾，显得英姿飒爽。听说你也是雷系法师，就是不知道你是否真的参悟了雷法的奥义呢？李玉淡淡开口。雷霆掌控者分身笑了，你问我是否参悟雷法奥义？不好意思，不需要参悟，因为你只是使用雷霆，而我是掌控雷霆。滋！一道紫色雷霆骤然从李玉手中飞出，瞬发。李玉赫然可以瞬发雷霆，完全跳过了传统法师的引导过程。场下观众看到李玉的这一手，纷纷神色激动。来了！李玉最擅长的紫雷击，瞬发而至，难以躲避，而且威力很强，4转职业者很难抵挡。我都不知道对方拿什么来抵挡李玉这一手。李玉帅啊！直接瞄。场中，刺！一声刺耳的电击声响起，那一道紫色雷霆吞没雷霆掌控者身体。李玉嘴角微微勾起，雷法之间亦有差距，能够像自己这般瞬发雷霆的终究是少数。下一刻，李玉的嘴角僵硬住了。他看到雷霆掌控者轻弹了一下略微褶皱的衣角，一脸平静地看着自己。李玉看着眼前的一幕，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怎么可能？硬生生挨了自己一发紫雷击，他竟然像是个没事人一样。神雷之体被动，雷属性攻击伤害获得5倍加成，免疫 92% 雷属性伤害。雷神之体给雷霆掌控者提供了 92% 的雷属性伤害免疫。紫雷击虽然攻击力不弱，但在如此恐怖的减伤下，甚至难以对雷霆掌控者造成实质性伤害。雷霆掌控者在李玉震惊的眼神中缓缓迈出一步，他身周缭绕着一道道金色雷霆，那些金色雷霆像是在欢呼，在雀跃。李玉若有所觉，抬头看向天空，天空数十道足有手臂粗的金色雷霆宛然雷龙一般狠狠劈下，宛若天罚。李玉的眸子中倒映出满天的金色雷霆，这么多的金色雷霆，怎么可能？这哪是雷法，这分明是天罚，太恐怖了！这是李玉被淘汰前的最后一个念头。片刻后，他被传送出决斗空间，一脸失魂落魄的站立在高台上，半天回不过神来。刚才的战斗刷新了他的三观，雷霆掌控者向他展示了什么才叫做真正的雷法，掌控雷霆，驾驭煌煌天威，杀伐无双。良久后，李玉嘴角才露出一丝苦笑，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同为雷属性法师，自己完全被对方全方位吊打，让他看不到丝毫翻盘的可能。今年的江城前所未有的强。刚才江疏的战斗他也看了，对江疏的评价极高，他认为江疏有资格冲击前10名。这还没有多久，就发现同为江城选手的叶不凡，其实力丝毫不弱于江疏，都是高手。这般想着，他抬头看向天空中的大屏幕，不经意间扫视到了同为19组的另一个南城参赛者的战斗。他的对手是名为秦昊的江城选手。这一看，李玉忍不住张大了小嘴。画面中，南城选手的身前站立着一尊10米高的漆黑机甲。卧槽！李玉这个萌妹子看到这一幕的时候，都忍不住爆粗口。机甲是什么鬼？还有高手？好巧不巧，19组的这个南城选手是一名刺客。此时，他拎着不足50厘米的暗红色匕首，一脸懵逼地看着身前的暗黑色机甲。他忍不住低头看了看自己短小的匕首，表情就像是便秘一样难受。这他妈就算是站着让我砍，我都砍不死啊！先前看到江城的这2人分到自己那一组，他还笑嘻了，
觉得这不过是来送分的，没想到眼前的男子二话不说直接开机甲。好消息，确实是送分的。坏消息，送分的竟然是我自己。砰！就在他走神的间隙，暗黑霸凯身体宛如猎豹一般，身体微弯，地面被暗黑霸凯脚下传递出的恐怖力量冲击出蜘蛛网一般的裂纹。轰隆！暗黑霸凯矫健如龙，一拳轰击在男子的胸口。男子只感觉狂暴的力量从胸口位置传来，然后就上天了。还没有落地，暗黑霸凯又是一拳，继续上天。刺客满脸绝望，这么庞大的身躯，动作还他妈这么快，玩不了一点。几十秒后，男子被差点锤爆。比赛结束，场下一片寂静，针落可闻，安静的宛如图书馆。被寄予厚望的李玉倒在了小组赛第一场，强大的南城刺客身体差一点被人锤爆。这两场战斗直接把刚才还不断尖叫、不断呐喊的几十万南城观众打得自闭。雷霆掌控者分身和暗黑霸凯分身静静站在台上，环视着像是死了亲妈一样的观众。两人同时伸出大拇指，而后大拇指狠狠翻下。你们南城职业者不行！场中几十万人看着两人的这个动作，狠狠地倒吸一口凉气。狂，实在是太狂了！身处他们主场，直接挑衅，不带丝毫怕的。什么叫做嚣张？这就叫做嚣张！那些刚刚还在大喊大叫、神色激动的南城观众，此时脸色阴沉的快要滴出水来。主场被人打脸，他们恨得牙痒痒。李油饼、墨子姐、韩子姐三人看着周围像是死了家人一样的南城观众，心里别提多舒爽了。刚刚不是很狂吗？不是喜欢叫吗？怎么不狂了？怎么不叫了？笑死！刚刚还在那笑嘻嘻的说好签，说什么保送50强，确实保送了，不过是保送了别人，接连被暴锤2场。你们这南城职业者也不行啊！谁给你们的勇气嘲笑我们江城的？这俩人和我们江城2大高手在一组，是指定进不了50强了。你们可以提前上香了。李油饼扬眉吐气的大声嘲讽，周围那些南城观众的眼神就像是要杀人一样。李油饼凛然不惧道：看什么看？我江城5大选手一个比一个猛，不服憋着！狗叫了这么久，大爷我早都看不惯你们了，还许我兄弟，谁给你们的脸？韩子姐和墨子姐看着李油饼这么嚣张的样子，忍不住暗中为他捏了一把汗，生怕他被打。你这么勇的吗？最终南城观众还是没有动手狂扁李油饼，倒不是他们讲素质，而是这是职业者殿堂举办的比赛，闹事是真的会被抓进去的。很快这一轮比赛结束，江疏以及4大分身都获得了比赛的胜利。白君庭神色凝重地看着江城5人组，这5人都很不凡。他的目光落在了江疏身上，低语道：他实力不错，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他和德城天骄、郑兴分在了一组，而郑兴是德城5大天骄中实力最弱之人。待会儿的战斗，江疏肯定会和郑兴对上，到时候以江疏的实力，多少可以打出郑兴一些东西，这将会在定位赛我挑战郑兴时起到巨大作用。所以说，这真的是一个好签。第70章打完了，没有东西。片刻后，下一轮比赛开始。白君庭的对手是一名强大的弓箭手，弓箭手二话不说对着白君庭射击。白君庭面不改色，手中长剑轻轻挥动，铿锵，箭矢被长剑斩落下来。箭矢的速度相当恐怖，但白君庭竟然可以将其斩落，这一份眼力、手速、判断力相当不凡。就算是德城几大天骄看到白君庭这一手，都面露讶异之色。台下观众因为白君庭的惊艳表现疯狂呼喊啊呀！几十万人同时狂呼，场面极为震撼。特别是前排几百小姐姐叫的那叫一个歇斯底里，脸都涨红了，甚至还有人叫的翻白眼。这算是把刚才2个南城职业者被淘汰的郁闷通通给发泄了出来。场中白君庭闲庭信步般一步步靠近弓箭手，手中长剑斩落一支支箭矢。他每斩落一支箭矢，台下的观众就疯狂的齐声狂叫，就仿佛白君庭手中的长剑是他们体内的开关一样。几十声排山倒海一般的叫声后，白君庭已然站在了弓箭手面前。弓箭手脸上露出苦笑，我说了，身为一名弓箭手，被一名强大的剑客一步步逼近到身前，还有什么继续战斗的必要呢？他干净利落的认输。这下子场下传来更加盛大的欢呼声，君庭无敌，君庭无敌！台下观众一脸激动，歇斯底里的一边呐喊，一边挥舞着双手。战斗结束，2人被传送出来。白君庭收剑环顾四周，衣襟飘飞，显得气质非凡。台下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宛如海浪般拍向他。南城之子，
啊呀！我的军庭，太帅了！场下观众疯狂了。在这种欢呼声中，白君庭淡淡一笑，走下舞台。我，白君庭，这次比赛定然要杀入前5，创造奇迹。很快，前9场战斗结束，轮到江疏登场。这一次，江疏的对手正是那位名为郑兴的德成天骄。郑兴身材修长，身穿布甲，露出修长白皙的长腿，颜值相当不错。他对着江疏轻轻点头，率先进入决斗空间。江疏淡淡一笑，紧随其后。场下观众窃窃私语，他们对这一场战斗也很是关注。一是他们恨不得亲眼看到江疏死，二是他们也很想看一看这一场战斗中江疏能够打出郑兴多少东西。这个签确实是好签，至少郑兴肯定要动用一些底牌才能压制江疏。郑兴动用的底牌越多，之后白君庭对上他的胜算也就越高。为什么说是好签？只是希望江疏把郑兴的东西打出来，为白君庭扫出一些障碍。韩子姐听到这些人的话语，忍不住挥舞了几下拳头，愤愤道：这些人的话我听着怎么这么不爽呢？李有炳道：哼，南城人的傲慢呗，就算江疏刚才展示出了不凡的实力，他们也认为只有白君庭有资格战胜德成天骄。韩子姐神色有些少见的紧张道：这一战我也不肯定江疏能不能赢，从刚才的战斗看，德成天骄真的很强。近100年的历史上，前5名都是被德成承包了，只有1次例外，这是个什么概念？这说明德成天骄根本难以力敌。韩子姐虽然知道强，但心里还是忍不住担心。李有炳和墨子姐抬头看向比赛场馆，也暗中为江疏捏一把汗。与此同时，通过直播观看比赛的江城人也是一脸紧张之色。我瞧，舒子哥这一次遇到硬茬子了，有点难搞哦。你们没看到南城那些人的嘴脸吗？一口一个好签，让舒子哥打出正兴一点东西，为白君庭扫出一些障碍，把我给气的血压当场飙升。南城人嘴脸真的恶心，刚才白君庭用剑当下一支箭矢，就全场高呼，到了我舒子哥这儿嘘声不断，巴不得舒子哥死。妈蛋，我要是在现场话，一拳一个南城怪。希望舒子哥加油吧，就算赢不了，也打出我们江城的风采。对，我要求不高，就算输也要站着输，别连还手的勇气都没有。场中，郑兴取出一柄橙色光滑流转的巨大弓箭，橙色装备，他气机牢牢锁定江疏。噗！恐怖箭矢一闪而过，空中出现音爆声，速度赫然超过了音速。仅仅这一手就技惊四座，这就是德成天骄吗？随手一箭就超过音速，这怎么躲？完全没法躲避啊！太强了，杀伐果决，一上来就占据战局的主动。众人赞叹不已。场中，江疏眼中也闪过一丝凝重之色，而后身形骤然消失在原地。暗影冲刺，瞬移技能。郑兴赫然发现他寻找不到江疏的气息了，他神色戒备地打量着四周。此时，一柄宛如毒牙的匕首悄无声息地朝着他的背心刺来。预想中的扑并没有传来，郑兴脚下紫光一闪，身形出现在50米之外的位置。紫光炸裂，江疏的身上多出了一粒粒紫色粉末。金弓闪，在原地留下一道紫光，身体退后50米。紫光炸裂可以标记敌人，让其无法隐身。冷却时间3分钟。郑兴嘴角勾起，知道你有瞬移类技能，难道我还会傻傻站在原地等你攻击吗？一切都在他的计算之中。嗡！3发箭矢划破长空，朝着江疏急射而来。3发箭矢威力惊人，四周的空气都在不断的震荡。如果江疏被这3支箭矢射中，很有可能当场被淘汰。场下众人看到这一幕，纷纷笑了。能够打出郑兴的这个保命技能，江疏的作用也算是体现了。之后的战斗，白君庭肯定就会提前提防郑兴的这个技能，不至于像江疏这样茫然无措。呵呵，我还以为他多能呢。战斗开始1分钟都不到，就快要被淘汰了。不过是一个捏软柿子的虐菜高手罢了，遇到真正的猛人，直接被杀得丢盔弃甲。我的评价是，不过如此。好死！观看直播的江城职业者看到这完全封闭江疏逃跑路线的3发箭矢，脸色大变。妈耶，这妹子是真的猛，舒子哥不会捐了吧？先相信，再质疑，舒子哥应该不会轻易狗带。有点难，被标记之后，舒子哥引以为傲的前行被迫，战斗力直接下降一半，就算抗下了这3发箭矢，后续的战斗都很难打。不会吧，这踏马战斗才开始多久啊？舒子哥就要被淘汰了？差距就这么大吗？蓝城观赛者一片沮丧。场中，江疏看着越来越近的3支箭矢，嘴角微微勾起。他箭矢快要击中他的时候，他脚下陡然迈出一步。这一步迈出，他身体四周的空气
竟然在微微震荡。噗噗噗，连续3声轻响，3支箭矢狠狠扎进江叔刚才所站立的地面，箭矢中的恐怖力量炸裂开来，出现3个深深的坑洞。避开了。郑兴美目怔怔地看着江叔，有些不可置信。他清楚地看到，江叔刚才并没有施展任何瞬移类技能来躲避自己的进攻，他只是凭借单纯的速度就避开了自己的3支箭矢。这才是最恐怖的地方。他的箭矢已经超过音速了，但江叔仍旧能够避过，这说明江叔的速度绝对也超过了音速。想到这，郑兴觉得荒谬无比。4转职业者怎么可能拥有如此恐怖的速度？1万左右的敏捷属性就可以接近音速，但因为有音障的存在，想要超过音速极为艰难，至少需要 1.5W 的敏捷属性才能真正超越音速。江叔刚才的速度绝对超过了音速，也就是说他的敏捷值超过了15000点。他怎么可能拥有如此恐怖的敏捷属性？4转阶段就算是全套的全敏橙色装备，也不过是提供8000点敏捷属性，剩下的7000点只靠职业突破和升级根本不可能达到。郑兴脑海中思绪纷呈，噗！他忽然感觉到腰子位置传来一阵剧痛，低头看去，江叔的匕首捅在了他腰子上，生命支付10%。郑兴，接下来的战斗就很简单了。当江叔不再隐藏实力，速度超越音速的时候，这场战斗已经失去了悬念。郑兴根本难以触摸到江叔，只能被动挨打。噗噗噗，接乱不断的捅腰子声音传出，郑兴脸都绿了。他在一脸悲愤中触发致死保护，被传送了出去。江叔完胜。等到江叔被传送出来的时候，他看到场下的几十万观众纷纷像是看着鬼一样看着自己。看着我干嘛？不是说让我打出郑兴一点东西吗？打完了，没有东西。几十万观众沉默着。江叔的强大超乎了他们的想象的极限，在小组赛阶段直接就战胜了郑兴这名德成天骄。就算是昔年南城杀入前5名的那个猛人，也是在定位赛阶段才爆种战胜德成天骄，占据第5名。这是100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创造历史。这一位是真正的过江龙，无惧德成天骄，甚至在刚才的战斗中全方位压着对方打。他们看向江叔的眼神带上了浓浓的畏惧。韩子姐、墨子姐看到江叔获胜，兴奋地蹦了起来。叔子也太猛了，连郑兴都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好家伙，害我白白担心了半天，原来叔子这家伙先前的战斗根本没有用全力，一直藏着呢。不愧是资深老银辫。墨子姐嘴角勾起，眸中闪烁着灿灿光华，低声道：真好，他都能够比肩德成天骄了。江城观看直播的几十万人本来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认为江叔很有可能被郑兴那强大的3剑给淘汰，但没想到江叔速度陡然暴涨，全程把郑兴按在地上摩擦。人生的大起大落来得太快，实在是刺激了。整个南城一片欢腾。叔子哥牛皮，创造历史。错了，叔子哥，刚刚我不该质疑你的，你他妈真的是一个老银币啊，竟然藏了那么多实力，我爱死你了。德成天骄是很强，但人被捅就会出人命，叔子哥捅几10下轻松拿下郑兴，真的太变态了，我太喜欢了。我们江城站起来了，从没有过如此美妙的开局。这一次我们江城不再垫底，甚至连德成天骄都战败了，我他妈看得心潮澎湃。兄弟们真的泪目了，被戏称为吊车尾这么多年，我们终于出息了。观看直播的江城人笑嘻了，笑容不会消失，只会转移。第71章，君庭无敌。很明显，笑容转移到了江城人脸上，相应的，场中几十万南城人一副死了家人的表情。难受啊！本来几十万南城观众还兴致勃勃的想要看江叔被郑兴爆杀，结果是爆杀了，但是郑兴被爆杀了。在南城人眼中，唯有白君庭有资格挑战德成天骄，但没有想到半路杀出来的江叔直接挑翻了郑兴。这种事情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他们忽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江叔这么猛，前5名岂不是就多出一个竞争对手？那白君庭怎么办？不少人下意识地看向白君庭，他们看到白君庭面容沉静，丝毫不慌，一副事情仍旧在掌握的表情，忍不住心里一松。看来白君庭还是有把握战胜江叔。好，不愧是南城之子，面对这么强大的敌人都如此镇定自若。众人心中暗自称赞，但白君庭表面上一脸淡定，内心却慌的一批。刚才江叔展现出超音速的速度的时候，他差一点没绷住。实力越强，才越能清楚知道速度达到超音速究竟有多么恐怖。
这是绝对不应该出现在4转阶段的速度。郑兴实力其实真的很强，金色6星职业，技能搭配合理，战斗经验丰富，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短板。但战斗的结果却是，郑兴面对速度全开的江疏，全程没有还手之力，几十刀就被捅下场。白君庭扪心自问，如果把自己换到台上，遇到速度全开的江疏，下场绝对不会比郑兴好上多少。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当速度达快到一定程度，堪称无敌。白君庭回想起刚才郝谦的言论，不由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疼。好个锤子的谦，这踏马是比郑兴还强的猛人。得逞剩余的几名天骄一脸郑重地看着江疏，几人中只有麒麟的神色镇定依旧。他对江疏的强大已经有所预料，毕竟他曾经深入研究过江疏的战斗视频。他又变强了呀！如果不是我有所准备，说不定还真的没有把握拿下他。麒麟心中低语，虽然他知道江疏很强，但并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4个队友。理由很简单，如果4个队友不栽在江疏手上，怎么显得他麒麟强？福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方能显英雄本色。这次比赛之后，我在德城的声望应该会进一步提升吧。想到这，麒麟嘴角微微勾起。很快，第1阶段比赛全部结束，和江疏、郑兴一组的那名东城骑士被淘汰，和雷霆掌控者分身、暗黑霸凯分身同一组的那2名南城选手被淘汰。德城天骄5人组以及白君庭等热门选手纷纷晋级。最让众人惊讶的是，前些年一直吊车尾的江城队伍，竟然5人都同时进入前50名，这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台下李毅笑嘻了，从未有过如此美妙的开局。今天江城很有可能创造纪录，由此明天江城获得的资源倾斜就会更多。舒服了，自己果然慧眼如炬，早早就发现了江疏一匹最大的黑马。前10名稳了，甚至他现在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前5名。就许你南城创造历史，就不许我江城创造奇迹了。江城不大，创造神话。今年是最有希望的一年。李毅笑嘻了。接下来就是定位赛阶段，各个选手先是按照积分排名，然后自由挑战心仪的名次。排名很快出来了，德城5大天骄前5，白君庭第6，江疏以及4大分身被排在了最后面。台上，周清朗声道：定位赛正式开始，各位选手可以任意挑战自己所心仪的名次，挑战成功便顶替对方的名次，挑战失败丧失挑战资格。每人只有1次挑战失败的机会，请务必合理挑选对手。宣布完规则后，场中播放起战歌，气氛陡然被点燃到高潮。场下几十万观众热烈欢呼着，热烈的气氛让人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万人的追捧，无上的荣耀，丰厚的奖励，这就是职业者大赛的魅力所在。战！战！战！白君庭，给爷冲！君庭！君庭！扬名立万就在今天！南城之子，创造历史！加油！君庭，你一定可以进入前5的。君庭，是时候展现真正的实力了。无数人呐喊着白君庭的名字，特别是坐在前排的白君庭小姐姐后援会，表情一个比一个激动。我的君庭，你一定可以的，姐姐相信你。啊呀！君庭放心冲，妈妈在后面当你最坚实的后盾。君庭，进入前5，你想对我做什么都可以。这些小姐姐脸色涨红，就像是春天里发情的雌兽一样，疯狂地扭动着身体。白君庭听到场下几十万人齐声呼喊自己的名字，心中感受却有些复杂，因为他心中清楚知道自己很可能不是江疏的对手。那么自己想要进入前5，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战胜2名德城天骄。那样的话，就算输给江疏，自己也在前5名。既然如此，那便博智无憾，挑翻2名德城天骄。白君庭眼中露出坚毅之色。很快，他走到场上，说出了自己想要挑战的名次。第5名，郑兴。20分钟后，战斗结束。这一场战斗极为焦灼。白君庭的和郑兴都是金色6星职业，一人是强大的剑士，一人是攻击方式多样的弓箭手，可以说是一场旗鼓相当的战斗。最后，白君庭凭借着绝技风尘绝念斩力压郑兴，获得胜利。场下早已经沸腾，前排小姐姐不少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嘶声呐喊道：啊呀！君庭，你真的做到了！一路支持，我终于看到你创造历史。星光不负赶路人，呜呜，太励志了！南城之子，不负南城。小姐姐们一个个面红耳赤，就差坐地排卵了。白君庭没有一刻时间享受众人的欢呼，接下来他需要继续战胜1名德城天骄。我继续挑战第4名。台下众人不可思议地看向白君庭，他们没有想到白
白君庭刚刚战胜郑兴，就迫不及待挑战更高名次的德成天骄，这就是南城之子的锐意进取吗？好家伙，君庭刚刚赢了郑兴，歇都不歇就再次挑战，这简直是太酷了！气吞如虎，白君庭这是有大气魄啊！小看他了，我本来以为他进入前5就心满意足了，没想到这还仅仅是开始罢了。小姐姐们更是激动的浑身颤抖。君庭永远在路上，永远热泪盈眶。白君庭嘴角微微抽搐，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我是被逼的？第4名的德成天骄是一个拿着2柄巨大斧头的肌肉少年。战斗很快开始，这一场战斗更加激烈，可以说两人都拿出了拼命的劲头。白君庭的长剑每一次斩击在肌肉少年的体表，台下都会传来一阵山呼海啸般的欢呼。白君庭每陷入一点劣势，前排小姐姐都会揪心的捂住嘴。两人激烈拼杀，不分伯仲。在激烈的战斗中，两人的武器都受到了极大的磨损。肌肉少年眼中露出肉疼之色，这可是自己唯一的一件橙色装备，如果真的破损在了这里，那真的亏大发了。而白君庭却是不管不顾，拎着橙色品质长剑，死命地朝着肌肉少年砍。最后，白君庭更是眼中厉色一闪，手中长剑泛出绚烂光华，风尘绝念斩。长剑之上出现一道道裂纹，当终究还是施展出了看家绝技。肌肉少年心知这一击他可以挡下来，代价却是自己的橙色武器损坏。一名的差距不过是100职业点而已，但他这柄橙色武器却价值1200职业点，可以挡，但没必要。于是他收起武器，仍有这一剑斩在自己身上。噗！致死保护被触发，白君庭获胜。场下观众们愣了片刻，有些不敢相信白君庭真的获得了胜利。回过神来后，爆发出最为热烈的欢呼。前排小姐姐狂乱舞动着身体，娇艳的脸上竟是不正常的潮红。啊呀，做到了！白君庭真的做到了，连续战胜2名德成天骄。我的天啊，这是什么样的神仙战绩？这不是续写神话，这是突破神话。白君庭做到了从来没有人做到过的事情，永远热泪盈眶，永远在路上。我的君庭，你做到了！几百个娇艳小姐姐像是疯了一样，在那哇哇大叫，场面一度极其疯狂。白君庭看着陷入欢腾的场馆，神色彻底放松了下来。这下子前5名稳了，我南城之子白君庭终究是不负南城。前人战胜1名德成天骄，但我白君庭连续战胜2名，谱写神话。就在这种万众欢腾的氛围中，一道高大英俊的身影走到了台上。我要挑战第4名。随着男子的声音落下，场中欢腾的人群骤然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盯着台上的那名男子，神色愤然。不去挑战第5名、第6名的德成天骄，偏偏来挑战刚刚2连胜的白君庭，这不是针对吗？这人正是江疏。他看着面带愤怒之色看着他的众多南城观众，忽然笑了。在南城人最为雀跃之时，让他们跌落云端，这种事情想想就有趣。记仇如江疏，怎么可能放过这种绝佳的报复机会呢？他早已经暗戳戳的等待着报复回来了。你们南城人刚刚不是很嚣张吗？不是很喜欢虚我吗？来，让我看看你们引以为傲的南城之子究竟有多少东西。江疏的话语就突出一个嚣张，顶着台下几十万观众欲要择人而噬的表情，丝毫不带怕的。李有炳听到江疏的话语，只觉得浑身舒畅。回来了，都回来了。我就说以这一位记仇的性子，这事儿肯定不会就这么算了的。他看着四周观众一副怒不可遏的表情，心里更爽。急了，急了，他们急了。第72章，君庭有敌。通过直播观看比赛的众多江城人，看到江疏在南城人最喜悦的时候上去挑战白君庭，纷纷笑了。哈哈，不愧是叔子哥，记仇的性格一点也没变。回来了，熟悉的感觉都回来了，这个味道才正宗嘛。叔子哥是会选择时机的，早不挑战，晚不挑战，偏偏选择白君庭2连胜，南城人最欢腾的时候挑战，当场就把南城人拿捏了。南城人喜欢笑，叔子哥直接重拳出击，我他妈看你们现在怎么笑得出来。看到南城人一脸便秘的表情，豪爽。他们把白君庭吹得就差上天了，什么南城之子，什么神话创造者，你他妈有种和我江城腰子猎人叔子哥碰一碰啊。台上，白君庭沉着脸看向江疏，他想过江疏会挑战自己，但没想到对方竟然会挑这个节骨眼挑战自己，这完全是在打自己的脸啊。此时白君庭已经在官方治疗师的帮助下恢复了全部实力，他冷冷开口道：你很强，但我白君庭也不是软柿子。江疏哦，就突出一个敷衍，
这敷衍的态度让白君庭额头青筋直跳，欺人太甚。场下几十万南城观众也是被江叔那蔑视的态度气得不轻。不就是战胜了郑兴而已吗？我们家君庭也战胜了郑兴，大家战绩一样，甚至我家君庭还多赢了一个得成天骄，江叔凭什么这么嚣张？郑兴，糟了，我成计量单位了。君庭展现出全部实力，狠狠打这个没素质的江城人脸。在众人骂骂咧咧的声音中，江叔和白君庭两人进入决斗空间。白君庭拿出已有裂纹的橙色品质长剑，微微挥动，发现破碎并不严重，还可以一战。场馆前方的几百小姐姐看到白君庭手握长剑，意气风发的样子，开始歇斯底里的尖叫：君庭必胜，君庭无敌！忽然，小姐姐们的声音戛然而止，因为她们看到江叔身形瞬移到白君庭身后。不好，是瞬移类技能！君庭小心！小姐姐捂住了嘴，大声尖叫。下一刻，白君庭手中长剑喷涌出狂暴飓风，飞沙走石，地面的诸多石头都被狂风吹到了天上。白君庭能连赢2名得成天骄，自然不是饭桶，早已经防备了江叔的这一手暗影冲击。小姐姐们看到白君庭以飓风来破解江叔的瞬移突袭，开始疯狂欢呼：啊，君庭真棒，这么轻松了就化解了他的攻击，君庭好厉害啊！什么瞬移突袭，就在这儿等着你呢。但江叔也知道白君庭知道自己的这一手暗影冲击，所以在飓风刚刚卷起的时候，就依靠恐怖的速度和白君庭拉开了距离，远离飓风范围。等到飓风消散的时候，江叔速度全开，朝着白君庭冲刺而去。白君庭挥剑斩击江叔，但斩了个空。不好！白君庭心里一惊，还没有所反应，就察觉到腰子之上传来一股剧痛，生命直负8%。他知道江叔要捅他腰子，但江叔的速度太过恐怖，他根本阻挡不了。看到白君庭腰子被捅，几百妆容精致的小姐姐张大了嘴，纤纤细手捂着嘴巴，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隔着屏幕，他们都能感觉到那种剧痛。片刻后，噗，又是一刀捅进了白君庭的腰子里。小姐姐们的身体一颤，脸色变得苍白无比。君宝，我的君宝，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的君宝？噗噗噗，连续7、8刀捅进白君庭腰子里。场下几十万观众被打得彻底沉默，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前排小姐姐捂着嘴，眼睛里掉下小珍珠，模样可怜极了。江叔的每一刀不只是扎在了白君庭腰子上，更是扎在了所有南城观众心里。所有人都知道江叔要捅白君庭的腰子，白君庭也知道江叔要捅自己腰子，但就是避不开。巨大的速度差距让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江叔一刀刀朝着自己腰子捅下。比赛场馆一片寂静，宛如图书馆，和刚才的一片热烈形成鲜明对比，真落可闻。此时观看直播的江城人快要爽疯了，哈哈，爽啊，爆爽！南城人不是喜欢狗叫吗？现在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了？你们倒是接着叫啊！那些小姐姐一个个的像是发情一样乱叫，现在怎么掉小珍珠了？他们真的好惨啊，我看得好爽啊！打得南城几十万人沉默，这就是叔子哥的实力吗？我他妈直接给他跪了！刚刚有多憋屈，现在我看到这像是图书馆一样安静的赛场，心里就有多舒服。职业者比赛，拿实力说话，搞饭圈都来了，真他妈脑残啊！看到这些脑残被叔子哥打得像是鹌鹑一样，别提多解气了。场中，噗，最后一刀捅进白君庭腰子里，致死保护被触发，战斗结束。被传送出来后，白君庭一脸失魂落魄地看着江叔，差距宛如天堑，自己和他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选手。不，一定是因为自己的封魂剑碎裂，发挥不出真正实力的原因。想到这，白君庭眼中逐渐恢复光彩。一名剑客连剑都碎了，打不过对手也很正常吧。忽然，白君庭看到了江叔手中的匕首，并不是先前江叔和郑兴对战时那柄宛如毒牙一般的漆黑匕首，而是一柄闪烁着蓝光的短剑。这柄短剑正是江叔刚刚转职的时候韩子姐送给他的金刚短剑，佩戴等级 LV1。这蓝色武器，白君庭瞳孔猛然一缩，对方竟然仅仅拿着蓝色武器和自己作战，唯一的借口都被粉碎，白君庭心里受到巨大打击。南城之子，不过如此。江叔淡淡开口，而后看也没有看白君庭一眼，就转身离开台上，似乎白君庭已经没有资格入他的眼一样。白君庭再次受到暴击伤害，江叔的话语回荡在场中，场下一片寂静。职业者的世界，实力就代表着一切，技不如人，一切的反驳都那么苍白无力。几十万南城观众脸色涨红，但又无处发泄，
这种感觉比便秘还难受。往好的一方面想，至少白君婷还是第5名，也算是创造历史了。不是白君婷无能，而是江疏太强，他的实力估计挑战前2名都没有问题。对，君婷的表现已经足够惊艳，我们不能因为一场的失败就否定他的成就，他真的已经很棒了，替我们拿到了阔别几十载的前5名。格局打开，不要和江疏这种小肚鸡肠的斤斤计较，这样子心情是不是瞬间就愉悦了？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如果我把江疏看成得成天骄的话，这不就是君婷强势杀入前5名，续写神话吗？这样想，瞬间好受多了。果然，很多事情就在于你怎么看待。思路打开后，这不就变成一件大好事了吗？南城人很快就转变了思路，当即就感觉，总体来讲，这件事总体来讲其实也没有那么坏。他们接受了白君婷不是江疏对手的事实，表情再一次变得放松起来，总归是保住了前5名。就在这时，雷霆掌控者分身走上台，淡淡道：“我挑战第5名。”观众，白君婷，他们认得这是江城的第2名。怎么着？你们江城今天就和我们南城杠上了是吧？轮着来挑战白君婷。观众怒了，白君婷也怒了，他拍案而起，怒喝道：“要和我战，那便战！”说着，朝着台上走去。打不过江疏，我还打不过你吗？他冷冷注视着雷霆掌控者分身，道：“什么阿猫阿狗都跑来挑战我，以为我软弱可欺吗？”1分钟后，白君婷走得很安详，他从决斗空间传送出来，一脸呆滞地看着雷霆掌控者分身。他至今都不敢相信，自己在对方手里竟然没有丝毫还手之力。对方的金色雷霆宛如天罚，杀伤力恐怖，并且金色雷霆还附带着强烈的麻痹效果，让他难以发动攻击，只能干巴巴的在那站着挨劈。仅仅1分钟的时间，自己就被彻底击溃，输的比和江疏战斗的时候还要干脆利落。这踏马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猛人啊？白君婷神色有些崩坏，场下几十万南城观众再一次沉默了。本来雷霆掌控者分身挑战白君婷时候，他们还怒了，觉得这几把谁啊都敢来挑战白君婷，这不是找死吗？但结果却是白君婷输的那叫一个干脆利落。那金色雷霆就像是轰击在他们心底一样，让他们彻底破防。白君婷这一场输了，也就意味着他掉出了前5名。神话未能续写，期待了那么久，最终只是一场空。前排小姐姐一脸绝望，她们忍不住放声大哭。君婷，我的君婷，你明明战胜了2个得成天骄，但最后怎么会这样？不理解，我不理解，怎么可能这就掉出前5了？不是真的，这一定是梦。有几个小姐姐哭到当场晕厥。轰隆，身子一挺，眼睛一翻，当即就昏死过去。打击太大了。还有小姐姐嘴唇颤抖，一脸如丧考妣，眼神空洞，神情崩坏，坏掉了。更多的小姐姐低声压抑哭泣，那凄惨的哭声听得人头皮发麻。看到这些小姐姐在那儿爆哭，江疏嘴角微微勾起。我知道你们很想哭，但你们先别哭，等待会儿一起哭。暗黑霸凯分身走上高台，朗声道：“我挑战第6名。”白君婷。众人，你踏马没完没了了是吧？白君婷怒了。3分钟后，白君婷捐了。他双目无神地看着暗黑霸凯分身，道心逐渐破碎。但没有一刻时间为白君婷感到悲伤，因为下一个赶到战场的是大阴阳师分身。第73章，宛如图书馆一般安静的现场，没有一刻时间为白君婷感到悲伤，下一刻赶到战场的是大阴阳师分身。我要挑战第7名。所有人一脸呆滞地看着大阴阳师分身。不是，你们有完没完？真当我南城之子白君婷软弱可欺吗？白君婷深吸一口气，振作斗志，一步步踏上舞台。台下几十万南城观众一脸愤怒地看着大阴阳师分身。5分钟后，白君婷战败。他看着大阴阳师的身影，忍不住倒退2步。变态，实在是太变态了。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变态的对手。倒不是说大阴阳师分身的实力有多恐怖，而是这种独特的战斗方式，白君婷从未见过。逆转阴阳之后，大阴阳师的治疗类附带阴阳之力，那浓郁的乳白色光芒充斥白君婷体内，让她完全沉寂在阴阳之力的效果中，难以动弹分毫。而后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更多的乳白色光华灌注，直至灌满死亡。变态到令人发指。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白君婷看来，这种战斗方式比江疏的捅腰子还要恶心。白君婷直至此刻回想起刚才的战斗，内心都有严重的心理阴影。场下几十万名南城观众看着自家南城之子宛如惊弓之鸟的模样，表情变得相当精彩。输了，又输了。不，
我不能接受，被寄予厚望的南城之子再一次倒在了江城职业者的脚下，我的心好痛。妈妈，这一定是幻觉，白君庭怎么可能被连续虐5场呢？不可能，绝不可能。呵呵，期待破灭了呢。什么进入前5，什么创造神话，一切都没有了。现在已经是第8名了。前些年我们南城虽然不是德城的对手，但还是牢牢占据了第6名的位置，但今年都掉到第8名去了，我不能接受啊！南城观众当即戴上痛苦面具，表情扭曲起来，远远看着都能够感受到他们钻心的痛苦。江叔看着他们如此悲痛，忽然有点心软，于是他连忙让第4具分身碎星之弓分身走上台。我挑战第8名。白君庭双目无神地抬头看着碎星之弓分身，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熟悉的感觉再次袭来。这一次他甚至没有了愤怒，他木讷地点了点头，机械般地走向台上，就像是一个丧失了灵魂的木偶一样。这样子被玩坏了呢。1分钟后，这一次的战斗结束得相当快，一方面是碎星之弓分身确实猛，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白君庭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几乎没有怎么主动进攻，全程都在被动挨打。碎星之弓分身几发附带着绞杀之力的剑矢，直接就把他轻松带走。碎星之弓完全碾压白君庭，白君庭的身影又输了。在半个小时前，白君庭强势战胜2名德城天骄，创造历史，续写神话，是何等意气风发。但现在白君庭一脸木讷地站在台上，眼睛没有交集，整个人感受不到任何生气，精神颓废无比，简直判若两人。但台下的观众对此却丝毫不感到意外，亲眼见证白君庭被连锤5把，他们再清楚不过这其中的痛苦了。甚至他们还觉得白君庭现在还能够坚持着站在台上，都已经是莫大毅力的体现了。腰子猎人江疏，雷电法王叶不凡，大鸡霸秦昊，毒奶圣手林非凡，狂暴射手楚惊天。刚刚的江城5人组一个比一个变态，在他们的轮番蹂躏下，白君庭能够坚持到现在已经是难能可贵。不是我军太无能，而是敌军太生猛，一个个的猛得像是吃了药一样，他妈谁顶得住？最重要的是，这5个人不知道发了什么疯，就他们盯着白君庭打，前3名都还没人挑战呢。你们为毛不去挑战前3名啊？针对啊，这明显是针对。李有炳脸上挂着洋溢的笑容，拍手道：针对的好啊！看着南城人像是吃了屎一样的表情，我他妈爽的头皮发麻。让你们刚才一个劲狗叫，让你们刚才针对我们江城，现在舒服了吧？韩子姐也乐坏了，你说你们得罪江叔干嘛呢？他这人记起仇来我都害怕。以韩子姐3人对江叔的了解，之所以江城5人组都跑去挑战白君庭，一定是江叔在后面鼓动，这厮太记仇了。江叔，我他妈没有鼓动啊，都是他们自愿的，和我没有关系。此刻观看直播的江城人一副过年了的气氛，大型连续剧暴锤白君庭，看得我从头皮爽到脚尖。真的，前后对比一下南城人刚刚的嚣张和现在像死了亲妈一样的表情，爽感翻倍。你们看白君庭被锤得当场怀疑人生，最后一场明显战斗欲望都没有了，是真的惨。同战，这事儿我熟。扬眉吐气啊，我都不敢想我们江城还有这么一天。胆小鬼，我就敢想。哈哈，南城还搁那儿创造历史，续写神话，现在续写了个寂寞，甚至连往年的成绩都不如，笑死了我。确实创造历史了，只不过是反向创造。看到南城人这么痛苦，我就放心了。江城五虎猛地一塌糊涂，把那老狮子南城之子吊起来锤。话说我们江城今年岂不是逆天了？我超，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就现在这个排名，我们已经有2人进入前5了，这他妈才是真正的创造历史。五虎起飞，五虎留皮，江城人一片欢腾。台上，白君庭拖着疲惫的身躯，一步步朝着台下走去。累了，毁灭吧！这他妈还打个锤子，颓废，从未有过的颓废。场中几十万南城观众看着他萧索的背影，心里某个位置像是被人攥住了一样，有种难以遏制的心痛。意气风发、惊才绝艳的南城之子被打成什么样了呀？江城5人组真的该死啊！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身影蹦上到了台上。我挑战白君庭。吴城第1名，一个强大的刺客一步步走上台，英式狼顾，朗声开口。吴城是和南城规模差不多的大城市，刺客男子身为吴城第1名，实力不容小觑，先前在小组赛阶段也展现出了极为不凡的实力。他上台挑战白君庭，让众人吃惊不小。毕竟按照常理来说，他虽然是吴城第1名，
但和南城之子白君庭比起来，还是差上了不少。对上白君庭，他的胜算极低。他竟然把极为宝贵的一次挑战机会用在了挑战白君庭身上。白君庭听到背后的话语，缓缓转身回头看向刺客男子，脸上古井无波，毫无生气。他木讷的点点头，疲惫的拖着身体返回台上。台下不少人暗自为白君庭担心，他的状态很不对，对上刺客男子凶多吉少。这也是为什么刺客男子敢于上台挑战的原因。趁你病要你命，打的就是你状态不好。他得意地看着白君庭，心中闪过进入前10后的风光和荣耀。他舔了舔嘴唇，沉声道：白君庭，不要怪我趁人之危。10分钟后，战斗结束。刺客男子趴在地上，艰难地伸出手，喉咙中发出呵的宛如拉风般粗重的声音。牧师，救一下！他身体上覆盖着密密麻麻的剑痕，身上的装备更是被强大的剑气搅碎，一道道恐怖的伤口流淌着鲜血，整个人看起来无比凄惨。白君庭面无表情地站在旁边，轻轻擦拭着长剑之上的鲜血。场下所有人回想着刚才的战斗，都对趴在地上的刺客男子投以同情的目光。惨，是真的惨。从战斗的一开始，白君庭就拎着长剑，一剑一剑砍得他节节败退。到了后面，白君庭更加疯狂，剑气纵横，杀机浓郁，砍得刺客男子生活不能自理。强大，恐怖，难以抵御，这是白君庭在这一战中所表现出来实力。实力强大的刺客男子被白君庭像是砍孙子一样砍着玩，巨大的实力差距。众人看着躺在台上接受官方牧师治疗的刺客男子，心中升起明悟。白君庭身为南城之子，实力真的是断档式的强。刚才的战斗就完全可以看出来，白君庭可以轻松虐杀大部分参赛者。只是江城五虎真的不是人，强得令人发指。不是所有人都是江城五虎。刺客男子被抬了下去，途中他幽怨无比地看着白君庭：你早说你这么猛，我脑袋被驴踢了才来挑战你。这之后，诸多参赛者都上台挑战相应的对手，但前11名没有一人敢于挑战。2个半小时后，大部分人的定位赛结束，名次都已经大致确定了下来。所有人都把目光放在了江城5人组以及剩下的德城3大天骄身上。他们无比清楚，真正精彩的比赛现在才刚刚开始。江城5人组绝对不会就此止步，而剩下的3名德城天骄也绝不会就此退让。接下来是一场龙争虎斗。麒麟，麒麟，德城天骄，德城天骄，暴杀江城，扬我神威！台下无数南城观众欢呼着麒麟和另外2个德城天骄的名字，他们的声音之热烈，让人的耳膜都在不住的震荡，有种头晕目眩的感觉。几10万人用尽所有力气为德城天骄加油，倒不是他们心里有多支持德城天骄，而是他们把江叔以及4大分身恨得要死。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复仇，让德城天骄替他们复仇。那些还没有晕过去的小姐姐更是咬牙切齿的为德城天骄加着油，一副誓不看到江叔和4大分身死誓不罢休的样子。第74章，为什么逼我？系统加点。在这种盛大的欢呼声中，麒麟对着身边的2个队友点了点头，站起了身。他的2名队友没有动，因为看过刚才的比赛后，他们心里也稍微有了点数，自己2人绝对不是那5个猛人的对手。只有麒麟才有这个实力镇压5人。加油，打出我们德城的风采！你位列天骄榜，实力比我们强上很多，应该可以镇压这5人。2名队友鼓励道，嘴上这样说着，但心里巴不得麒麟死。妈的，大家都是一起从德城出来的，我们都不是对手，就你能是吧？全军覆没还好一点，至少不会显得自己杞人无能。麒麟嘴角微微勾起，洞彻了几人的心中的想法，但也不戳破，点头道：定当不辱使命，就突出一个氛围好。麒麟一步步走上高台，扫视场下几10万观众，有种热血澎湃的感觉。今天真的很不错，所有人都败了，唯有我麒麟可轻松镇压那5人，如此不更显得我神威盖世吗？估计这场比赛之后又可以收获不小的人气了。虽然我这样有点不合适，但看了刚才的战斗后，我体内的热血已经在沸腾。强大的对手总是能引起我的兴趣，身为第1名，我想要挑战第4名。说着，麒麟抬起手指向某个方向。江叔！场中所有人脸上浮现出激动之色。来了，来了！最期待的对决来了！不愧是位列德城天骄榜的超级天才，这种气魄令人心折。台下一直默默观赛的紫云嘴角露出了笑容，看来
麒麟没有忘记和自己的约定。先前的比赛，江疏屡次三番表现出强大的实力镇压对手，让紫云心情很是不好。特别是白君庭都不是江疏的对手，让紫云心里蒙上一层阴影。但现在有麒麟出手，紫云不再担心。稳了，天骄榜上的存在不是普通天才可以碰瓷的。就算你江疏实力逆天，但还真的能翻出麒麟的手掌心不成？江疏看到麒麟极为霸道地指着自己，眼中露出一丝金光。在职业者的世界里，用手指着别人是一种极为不尊重的行为，甚至是一种侮辱性行为。好好，这么完事吧，小本本给你记上了。他站起身，朝着台上走去。两人对峙，目光交汇，均能看到对方眼中的浓浓战意。台下早已沸腾，强强对决最是能点燃观众的激情，更何况其中一位还和观众们有着私人恩怨在。麒麟天骄，干死他！对，干死他！你就是我们南城永远的贵宾！无耻的江城人，准备接受制裁吧！只会捅腰子的流氓，马上你就会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恐惧。打我们家君庭是吧？你他妈胆子是真的大啊！我要睁大眼睛好好看着你是怎么死的！台下观众骂骂咧咧，眼睛里甚至有着快意的光芒。李有炳、韩子姐、墨子姐听着这些话，气得牙痒痒。明明是公平对决，自己那边的人技不如人，现在还人身攻击上了。哼，这就是南城人的素质吗？我他妈真的是长见识了。捅腰子，捅腰子怎么了？这就是江疏的战斗方式。不服，你们也叫自己的选手捅腰子啊？真的是双标狗。我还说白君庭被轮番虐了之后，南城人会收敛一点，没想到狗改不了吃屎。不知道他们在狗叫什么。对决空间中，你引以为傲的是你的速度是吗？那就让我在你最擅长的领域击败你。麒麟身上一套橙色的装备熠熠生辉，一股狂风逐渐附着在他的体表，让他整个人显得轻灵飘逸。橙色装备逐风套装，总共增加10000点敏捷属性，并且装备特性为逐风，每一件逐风装备都会增加1%的敏捷，凑齐整套逐风装备，该增幅属性将会加倍。麒麟身为金色6星裁决之镰，本来就是敏捷加点，自身就有近5000点敏捷属性。穿上逐风套装后，敏捷属性逼近18000点，而且它还有一个增加3000点敏捷的增幅类技能暗影之镰，加起来敏捷值接近21000点。麒麟身形一闪，一道破空之声传来，他手中的巨大镰刀宛如鬼魅般挥击向江疏。江疏脸上露出凝重之色，好快的速度！这是他第一次遇到能够在速度上压制自己的敌人。暗影冲刺，在镰刀快要将他斩为2截的时候，他实战暗影冲刺，位移到了30米之外的位置。麒麟眼中没有丝毫诧异之色，江疏的位移技能早已经在他的预料之中。跑，你逃不了的！他依靠恐怖的敏捷，顷刻之间就接近江疏，但江疏脸上并没有丝毫慌张之色。暗影冲刺进阶之后，在使用该技能的30S 时间内，增加固定5000点敏捷属性，他的敏捷属性超过了21000点，丝毫不弱于麒麟。他脚下轻踏，显而又显地避开麒麟的致命一击。在先前的战斗中，江疏从来没有表现出暗影冲刺之后速度会提升的特点，是以麒麟脸上露出一丝诧异之色，但也仅仅是诧异，这还远远不够。他手中镰刀之上泛起刺目的金色光芒，幻化为一柄巨大的金色镰刀。技能裁决，武器附魔，增加攻击范围，增加攻击伤害。你是很能跑，但如果我掏出10米长的巨型镰刀，你又该如何应对？金色镰刀划破虚空，空气都在因为恐怖的力量波动而震荡。麒麟嘴角露出一抹笑容，妈，就这也不是很强吗？下一刻，他嘴角的笑容凝固住了。前方金色镰刀陡然停滞，似乎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咔嚓，一丝轻响传来，江疏身前一个盒子显形，一个小丑玩偶从盒子里蹦了出来。小丑的脸上画着夸张的妆容，嘴咧得大大的，似乎在嘲笑着什么。金色巨镰就是被小丑硬生生的挡了下来。还有底牌，麒麟心中惊讶之色一闪而过，他淡淡一笑，拎着金色巨镰以极快的速度追逐江疏。那就让我看看你的底牌是否真的能拦住我。很快，暗影冲刺30S 的固定敏捷加成时间到了，江疏的速度陡然降低。麒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加快速度朝着江疏追逐而去。金色镰刀已然只有1米的距离，麒麟嘴角露出残忍的笑容。下一刻，他感觉精神略微恍惚，身体不受控制地朝着另一个方向移动。恐惧，
小丑盒子的恐惧效果。恐惧盒子进阶后，只有10S 的冷却时间。在刚刚麒麟追逐他的时候，江叔早已经在地面上摆放了2个恐惧盒子。他的逃跑路线就是在把麒麟往恐惧盒子的作用范围内引。噗！一道熟悉的声音传出：“生命支付5%。”麒麟清醒后，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腰子，那里被匕首戳出了一个小洞。我被他捅腰子了。麒麟倒吸一口凉气，这种过家家般的手段，自己竟然着了道。他怒了。审判！一道炫目的暗黑色光芒从天空之中坠落，没入麒麟体内。技能：审判，大幅增加对负面效果的抵抗能力，攻击附带标记流血、撕裂效果。麒麟速度全开，朝着江叔袭杀而去。江叔二话不说，拔腿就跑，就突出一个老油子。开启审判状态后，恐惧盒子对麒麟的控制效果减少大半，江叔再也难以依靠恐惧时间去捅麒麟的腰子了。但控制时间减少是减少，也终究是有那么片刻的控制，所以江叔暂时还没有被麒麟追上。这场战斗让江叔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战斗的精髓就是恐惧盒子。就算麒麟是金色6星职业者，都难以发现隐身状态下的恐惧盒子，并且仍然会被恐惧盒子恐惧。再加上恐惧盒子现在的冷却时间只有10S， 合理摆放恐惧盒子真的可以让立于不败之地，强度很高的一个技能。但场下的观众却难以体会到恐惧盒子的精髓，只是单纯的觉得江叔的战斗方式很贱。妈的，这贱人又是隐身，又是被刺，又是捅腰子，还他妈能摆放小丑盒子控人，这战斗方式我看着都觉得贱，太油了。眼看就要被追上了，摆个盒子绕着盒子跑，就他妈又跑远了。就算是麒麟，面对盒子的恐惧都没有任何办法，这小丑盒子真的恶心，哪有这么战斗的？江叔真的是职业者之耻，麒麟大佬赶紧把这只臭虫给拍死吧，我实在是受不了他了。恶心，无耻，卑鄙，下流，不愧是暴力下头男，战斗方式都这么下头。场下一片骂声。但随着战斗的进行，众人逐渐发现麒麟状态似乎愈发神勇，给江叔造成了多次致命威胁。众人乐了，好，我让你逃，看你能逃到什么时候。按这个节奏下去，1分钟内绝对被麒麟大佬砍死，正义马上就要得到伸张了。好耶！场中，麒麟好几次把江叔逼到绝境，如果不是江叔的恐惧盒子安放的到位，不是江叔冷不丁发出一道收割之刃打乱他的节奏，江叔早都被他砍死了。这一次你逃不了。麒麟精准预判了江叔的逃跑路线，金色镰刀早早的在那里等着江叔了。麒麟眼中露出兴奋的光芒，死吧！金色镰刀的速度无比惊人，在如此近的距离下，以江叔的速度真的很难躲避。台下响起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江叔眼中一片沉静。我本来不想的，你为什么逼我？系统加点，他的速度猛然暴涨。第75章，白君庭，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多了。先前江叔从破巨这个特性上得到灵感，一直保留了5000点自由属性。此时他毫不犹豫把5000点自由属性加在了敏捷上，速度暴增。在麒麟不可置信的目光中，硬生生躲过金色巨镰的斩击，噗！并且手中匕首在空中划过美妙弧线，一刀捅在麒麟的腰子上。麒麟，他的速度怎么可能还有增长？刚才江叔已经好几次快要被他的金色巨镰砍死了，他根本没有想到江叔竟然还留了这么一手。老银币，太阴险了！战斗到了这个程度，速度竟然都还有保留，就为了这冷不丁的阴自己，卑鄙！麒麟心中又惊又怒，台下观众更是惊掉了下巴。他们本来以为江叔都嘎定了，但没有想到直接来一个2级反转，江叔顺利解围，并且还反手捅了麒麟腰子一刀。不是，你他妈怎么保留着速度啊？观众们看不懂，但大受震撼。这一位是真的赢。而后众多观众眼睁睁看着江叔速度暴涨之后，重新占据战局主动，压制麒麟。凭借着暗影冲刺、恐惧盒子2个技能，江叔愈发游刃有余，甚至冷不丁来一发收割之刃，让麒麟更加狼狈。噗噗噗噗，一刀一刀捅在麒麟腰子上。麒麟怒火中烧，同时心里也升起一股无力的感觉。他算是懂了为什么白君庭和江叔战斗出来之后，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是真的憋屈，真的打击人的自信。为了这一战，麒麟精心准备了2套装备，一套是金铠套装，另一套是逐风套装。为了在江叔最擅长的领域击败他，狠狠地挫败他的自信，自己选择了逐风套装，但效果并不理想。自从江叔把5000点自由属性加到了敏捷上之后，
这一场战斗就已经失去了悬念。麒麟面对一个有位移、有控制、速度还比他快的老银币，他是真的没有办法。如果当初稳健一点，选择防御力惊人的金铠套装，一切是不是会不一样？但现在悔之晚矣。噗！又是一刀捅在麒麟腰子上，致死保护触发。江叔获胜。当江叔和麒麟两人都被传送了出来后，全场的人看着他们，下意识地安静了下来。麒麟位列得成天骄榜50名，毋庸置疑的冠军人选，倒在了决赛舞台。震撼，无与伦比的震撼。如果是白君庭输了，他们的震撼是浪涛的话，现在的震撼就是滔天巨浪。第一，来自江城的江叔获得了第一，前所未有，闻所未闻，这才是奇迹。刚刚还在台下大声呼喊江叔必败的众人，没有一个人再出声，连麒麟都败了，没有人再是江叔的对手。服气，彻底服气，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借口，这一位就是一条过江猛龙，暴杀一切，登顶王座。许多南城人看向江叔傲然而立的身影，眼中露出敬畏之色，这是对于强者的敬畏。他们可以预想到，在不久的将来，这么年轻人定然可以成为人族巨擘。前排几百面容精致的小姐姐张了张嘴，但任何声音都没有发出来。再多的不满，在此时都显得如此苍白。连麒麟都不是他的对手，白君庭的失败又算得上什么呢？小姐姐们连哭泣都没有了。好像仔细想想，白君庭的战败也不是那么难接受。李有炳、韩子姐、墨子姐看着不再开口的众多小姐姐，笑了。叔子这是把这些人彻底打服了啊！连最恨他的这些脑残小姐姐都一句话说不出来，叔子用行动让这些人彻底闭嘴。韩子姐看着昂然挺立的江叔，心中豪情被引发，隐藏在心底的诗情被勾动，涨红着脸，打算赋诗一首，抒发心中澎湃的情感。想了半天，最终吐出2个字：好耶。墨子姐撇头看了他一眼，以手扶额。江城，我们是冠军！我操，叔子哥惊到我了，连麒麟都不是他对手，这踏马猛成一把刀啊！真的是冠军吗？就好像在做梦一样。楼上的兄弟，不是在做梦，刚刚我扇了我爸一巴掌，他现在正提着刀跟着我撵，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这是真的。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披靡，最终斩落麒麟，登上王座。这踏马爽文都不敢这么写吧？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我正准备写一本呢，主角就叫做江叔。场中，麒麟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定位赛的规则是，只要输给了对方，就算还挑战机会还没有用，都不能再挑战对方。这个规则是为了避免相同的2个人重复战斗。毕竟，如果真的有实力，第一次对战的时候就不会输。所以，麒麟心知自己再也没有染指第1名的机会了。失落是肯定的，但他还是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麒麟一边脱下身上的竹锋套装，将其换成金铠套装，一边道：如果不是我选择失误，你就算用尽底牌，也不一定可以赢我。他说的是，如果选择金铠套装的话，江叔绝对不是自己的对手。江叔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用尽底牌？我的牌根本没动好吧？行，那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底牌。雷霆掌控者分身缓缓走上台，淡淡道：我挑战第2名麒麟。麒麟眼中陡然爆发出金光。你当我像白君庭那般好欺是吧？1个小时后，麒麟双目无神地站在台上，像是一个没得灵魂的玩偶一样。而白君庭长长呼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那双空洞的眸子重新泛起了光彩。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眼睛里的光不会消失，只会转移。刚才的1个小时，麒麟依次对战雷霆掌控者分身、暗黑霸铠分身、大阴阳师分身、碎星之弓分身，4战皆败。他穿上金铠套装后，面对雷霆掌控者分身，不能说是很有用，只能说是副作用。一发金色雷霆过去，人麻了。原本雷霆掌控者进阶到金色6星后，攻击就附带麻痹效果，再加上金铠套装优良的导电性，麒麟彻底麻了。战斗开始之后就没有动过，硬生生被雷霆掌控者劈死，属实惨。紧接着对战暗黑霸铠，麒麟就更惨了。暗黑霸铠开启无双技能，进入霸体状态，免疫一切控制，机甲增加的固定属性翻倍。在这种状态下，暗黑霸铠的体质属性超过12万，力量属性超过3万，敏捷属性超过2万。机甲形态初级的暗黑霸铠直接就把麒麟当作保龄球打。最惨的一场，大阴阳师的毒奶技能也让麒麟尝试了一下欲仙欲死的感觉。阴阳之力带来的那种愉悦和恐惧不一样，恐惧是精神层面的，但阴阳之力的愉悦却是身体层面的。就像是很多人理智上知道不可以再倒了，但是身体总是控制不住再来一发一样，反抗不了一点。
麒麟被大阴阳师硬生生奶死。最后碰上碎星之弓，麒麟输的就很自然。碎星之弓先以鬼术妖剑拉出足够远的距离，再开启狂暴，一发星落如雨，诸多技能加成下，当场送麒麟回家。看到麒麟被江叔和四大分身轮番蹂躏，白君庭心中的心结解开了，眼神重新焕发光彩。遭遇这种待遇的人不止我一个人，而且麒麟比我强这么多，都这么惨，一对比下来，你猜怎么着？忽然就念头通达了。我说了不丢人，但麒麟就戴上了痛苦面具。身为德成天骄榜第50名，在4阶段职业者大赛被人击败，还是被5个人轮番蹂躏，这要是传出去，自己再得逞都没脸出门了。痛，太痛了！他眼中失去焦距，看台下紫云的眼睛也一片木然。他特意联系了麒麟，让他在职业者大赛里替自己爆杀江叔，但没想到是麒麟被江叔爆杀，从未设想过的道路。片刻后，另外2个德成天骄自觉地让出了位置，连麒麟都被暴虐，打不了一点，他们待在2、3名的位置，自己都觉得烫屁股。于是最终的名次就是江叔以及4大分身前5名，德成3大天骄6、7、8名，白君庭9名，另外2个德成天骄11名。台上周青环顾所有参赛选手，朗声道：“还有要挑战前10名的吗？其他选手，你这是让我去挑战吗？你这是巴不得我死！”无一人说话。周青对此也早有预料，当即宣布道：“那么我开始宣布。”话还没有说完，就听到一道清朗的声音传来：“我挑战第1名江叔。”所有人不可置信地看向说话之人。连续几场战斗，江叔都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竟然还有人不服气？难道说还有高手？碎星之弓分身站起身来，一步步走到台上。众人，虾米，这不是同为江城队伍的那位弓箭手吗？他要挑战自己的队友。其实职业者大赛中挑战队友的情况比较少，毕竟大家都是一个城市出来的，能不能打过对方心里都有点逼数，很少会浪费这个精力。而且挑战队友，赢了吧内战换神，输了吧直接丧失挑战机会，很不划算，所以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但也并不是没有，毕竟规则没有禁止。碎星之弓遥指江叔，杀气四溢道：“刚刚我都在替江城争取名次，但现在我要为自己而战。江叔，滚上来受死！”众人瞬间激动了起来。有故事啊，这副模样哪像是队友，分明像是生死仇人。紫云看到这一幕，嘴角勾起：“江叔，你没有想到吧？我于无声中落子，在这里将了你一军。这就是走一步看3步，运筹帷幄，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第76章，超乎想象的收获。碎星之弓 vs 影，在万众瞩目之中，战斗正式开始。这一场战斗无比激烈，一上来2人就使出浑身解数，杀招迭出，展现出极为强横的实力。台下观众倒吸一口凉气，好家伙，萧虎真的很强，屡次把江叔逼入绝境。他的剑使速度超越音速，让江叔难以躲避。如果不是那奇怪的小丑盒子，江叔早已经饮恨。盖呀，一点，只差一点，江叔就被射爆了，太可惜了。狗江叔的运气是真的好，这一剑分明是擦着他的脸过去的，只要再偏一点点，他的狗头就被射爆。可惜，真的可惜，战斗才刚刚开始，还有机会。我相信萧虎一定可以击败江叔。我擦，萧虎这么远都能精准射中江叔，这一份准度简直是骇人听闻。这就是顶尖弓箭手的恐怖吗？岂可休，江叔真的好快啊，连这种程度的攻击都无法射中他吗？可恶啊！这一场战斗堪称开赛以来最精彩的战斗，比刚才江叔和麒麟的战斗还要惊险。场上江叔本体和碎星之弓生死相向，每一次攻击都朝着对方命门攻击而去。场下几十万观众的情绪被彻底跳动起来，心都跳到了嗓子眼上。特别是紫云柔嫩的手心里满是汗液，紧张激烈的战斗让他手心流出很多湿润的汗液。但所有人都不知道，这看起来刀尖舔血的战斗其实只不过是江叔的自导自演而已。顶级导演江叔充分发挥影和碎星之弓的特长，演绎出一场顶级刺客和顶级弓箭手的教科书级别战斗。鏖战整整半个小时之后，碎星之弓一招惜败。别看这只是一招，但这一招却是经过江叔精心编排的。先让开始的战斗显得势均力敌，而后让碎星之弓占据优势，接着本体逐渐翻盘，最后让本体以极其微弱的优势获取战斗。所以江叔的最后一刀捅出去之后，场下几十万观众发出痛心疾首的感叹声。一点，就差一点就可以赢了比赛啊！
江叔的血量也见底了，如果萧虎能够再坚持几秒钟，赢的人就是他。一招惜败，我在台下看着都可惜。紫云看到这个结果，长长叹了一口气。萧虎的实力提升真的很大，比麒麟的表现好上了不少，只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射杀江叔。可以看得出来，萧虎真的很想赢，几乎是用尽了全力。但江叔太强了，似乎能够预判萧虎的剑势一样。这一场他展现出的实力简直不可思议。这种程度下，萧虎都只是惜败，已经很是不凡了。是的，在刚才的战斗中，江叔像是能够察觉危险一样，总是能够提前片刻躲避剑势，这让紫云深深地感受到江叔恐怖的战斗直觉。江叔戳了，不是战斗直觉，是导演天赋。战斗结束，江叔和碎星之弓分身回到台上。碎星之弓分身一脸不甘地看着江叔，冷冷道：今天我不是输给你，而是输给了我自己。众人闻言一惊，不知道萧虎是什么意思。萧虎以手扶额，头微微抬起，发出呵的笑声。如果给我一件橙色武器，我可以轻松射杀你。今天我手中不过是拿着一柄3阶紫色装备，都能屡次把你逼入绝境。如果换一件橙色武器的话，你将没有任何希望赢我。台下之人闻言，均是露出惊讶之色。没想到萧虎手里的那张弓箭仅仅是3阶紫色武器，他仅仅拿着这个品质的武器，都能差一点赢过江叔。如果给他换一柄更好的武器，的确很有机会可以战胜江叔。原来如此，是武器品质太低的缘故。众人心里又是惊讶又是遗憾，可惜，实在是太可惜了。甚至很多人恨不得当场就给萧虎一件橙色装备。紫云听到这话之后，心中一动，原来如此。其实萧虎的实力已经超过江叔了，只是装备差距太大，才惜败一招。他看着江叔挺立在台上的身影，眼中露出恨意，低语道：江叔，你不要高兴得太早，等我把萧虎武装到牙齿，到时候你会感受到真正的恐惧。紫云下定决心，一定要给萧虎配一套足够强的装备，狠狠地报复江叔。至此，东域20城4阶职业者总决赛落下帷幕，名次确定。江叔、雷霆掌控者分身、暗黑霸铠分身、大阴阳师分身、碎星之弓分身分别占据前5名，德成天骄、白君庭紧随其后。在后面的就是一些大型城市的强者。江叔登上最高领奖台，环顾四周，几十万观众陷入了沉默，不敢说话了。他们是真的服了江叔这个老六。无论是白君庭、德成天骄，亦或是同为江城五虎的萧虎，都不是他的对手。江叔的这个第一名，当之无愧。江叔的目光又看向了白君庭和麒麟。白君庭不自然地扭开了头，回避江叔的目光，而麒麟目光空洞，还在自闭。其他参赛者一脸敬畏地看着江叔。神话被彻底打破，不，应该说是台上的这一位年轻人，他成为了新的神话。李有炳、韩子姐、墨子姐站起身来，为江叔欢呼：叔子牛皮，好耶，第一名，真好。整个江城陷入沸腾之中，成千上万的江城人跑到街上，拉起了横幅：江城不大，创造神话，4阶职业者决赛包揽前5，还有谁？叔子哥无敌，江城五虎无敌。街上无数的人奔跑着，呐喊着。100年来，江城连前10都没有进过，最近这些年更是很多时候第1轮小组赛就被淘汰。江城人已经压抑了太久，今天扬眉吐气，彻底疯狂。南城会场，前50名都被请到了台上。周青笑道：现在该是宣布奖励的时候了。奖励？哪里有奖励？江叔一下子精神了，目光如电地看着周青。叔叔我呀，最喜欢奖励了。周青身为高等级职业者，自然敏锐发现了江叔的这个变化。周青，年轻人还挺有意思的。第50名奖励100积分，第49名奖励110积分，第11名奖励500积分。从50名开始，每前进1名就多出10积分，到第11名积分赫然达到了500。积分奖励之丰厚，超乎想象。11名的积分都这么多，那我前5名岂不是直接起飞？江叔仿佛感觉到积分在向自己招手，期待。第10名1100积分，第9名1200积分，第1名2000积分。听到周青的话语，江叔嘴角忍不住扬起。2000积分，第1名足足2000积分啊！自己抓耳挠腮都买不起的太虚道枪进阶材料，也仅仅需要1400积分。而且不只是本体有积分，排名2至5名的4大分身同样有接近2000点的积分，赚大发了。本体和分身的积分加起来总共9000点，
暴富，当场脱贫致富，迈入小康。江叔心里笑嘻了，这巨大的财富可以让他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用担心铸币不够用，还得是职业者大赛，赚起钱来哗哗赚，一下子就成为大富翁。这一届比赛除开积分奖励外，职业者殿堂将额外奖励第1名一柄橙色武器。周青笑盈盈地看着江叔，江叔倒吸一口凉气，险些没有绷住耍帅的脸。橙色武器，又是1000多积分啊，还在谢赚。另外，我代表南城职业者殿堂赠送第1名一张深渊通行证。台下众人听到这话，纷纷露出惊讶之色。今年的第1名获得的奖励超乎想象，不管是橙色装备还是深渊通行证，都是价值极高的物品。特别是后者，有价无市，极难购买，价值甚至比橙色装备都还要高。江叔闻言，冷酷的神情也露出惊讶之色。不过我已经有了深渊通行证了呀，而且回江城之后，按照约定，江城职业者殿堂也给他一张深渊通行证，也就是说，他将会拥有3张深渊通行证。在先前的一段时间里，他的小目标就是搞一张深渊通行证，但现在搞得到处都是通行证，完全用不了那么多啊。几大分身，他可以让本体进入深渊古城，再把他们召唤出来，不需要深渊通行证。至于把深渊通行证给韩子姐他们，江叔目光扫了扫观众席靠前位置的韩子姐，韩子姐正在跳跃着欢呼。死！如此沉重的负担，上下摆动，真的没有问题吗？韩子姐，我和阁下无冤无仇，阁下为何巴不得我死？行不通的啦。但把深渊通行证拿去卖钱，绝对也是几千职业点，这波很赚。江叔极为满意，他接过周青递过来的深渊通行证和橙色品质武器，他的目光落在了橙色武器上。装备名称：燧镜之刃，橙色。装备位置：武器。佩戴等级 ：LV 50 4阶。佩戴要求：刺客类职业。属性：力量加500，敏捷加500。特性：燧镜，可在原地留下一道影子，身体位移到5米之外，冷却时间24小时。总共增加1000点自由属性，相当恐怖的属性加成，不愧是橙色装备。特性：燧镜，在原地留下虚影，本体位移到5米之外的地方。这是一个保命类主动技能，装备品质提升到橙色之后，将会有概率出现主动技能。虽然冷却时间长达24个小时，但燧镜特性在关键时刻是真的可以保命的。江叔把玩着燧镜之刃，心情相当愉悦。想到燧镜之刃是白嫖而来的，快乐加倍。这一次的职业者大赛收获超乎想象。第77章，只因工会的制服。所有选手的奖励发放完毕后，周青注视着众人，笑着道：大家不远千里而来，我南城职业者殿堂作为东道主，打算待会儿在听雨楼设宴款待大家，邀请大家赴宴。这其实算是职业者大赛的保留节目了。打完比赛各回个家，总归像是差了点意思，所以每一次比赛过后，官方都会设宴款待大家，算是回味一下今天的比赛，也是给诸多选手一个交流的平台。众人自然点头应允，但江叔却是摇了摇头。他对着周青低声道：周副店主，我还有其他事情，就不赴宴了。周青脸上露出疑惑之色，呵，虽然江叔你在比赛里和大家有所摩擦，但赛场上的事是赛场上的事，这一点大家还是分得清的，你不必因此有所顾虑。周青以为江叔是担心自己今天下手没轻没重引起众怒，所以才不愿意赴宴。江叔摇头：我的朋友还在等我，所以抱歉了。丢下这句话，江叔笑了笑，朝着台下走去。周青愣住了，朋友？为了赴朋友的宴就拒绝职业者殿堂的邀请，这种事情还很少见呢。场中无数观众眼睁睁看着江叔一步步走下高台，穿过汹涌的人潮，走到了2女1男的身前。而后他们便看到江叔带着3人像是兔子一样跑出场中。在这盛大的光景中，4人逃离人潮，向着场外奔去。这幅画面宛如油画一般生动。他竟然真的找朋友庆祝去了。众人表情石化。街道上，江叔得意洋洋地回头看着3人。刚刚的比赛，你们看我掉不？就突出一个嘚瑟。墨子姐轻笑着不回话。韩子姐重重点头道：真的掉。李有炳一脸腻歪道：不好意思，不看。江叔转过头看向李有炳，总感觉你小子在说什么不对劲的东西。走了，庆祝一下，今天哥请客。江叔豪爽地拍着胸脯。2个小时后，4人吃得摸着肚子从酒店里出来。饱了，吃不了一点。话说，江叔你怎么一下子变得比之前猛这么多？是不是背着我们偷偷升级了？韩子姐一脸疑惑地看着江叔。
江叔，我澄清一下，并没有背着你们偷偷升级，我只是背着你们偷偷开挂了而已。我一直都这么猛的。江叔随口回应了一句：“第一啊，创造历史的第1名，叔子，你的表现很不错，哥很满意。”李有炳点头夸赞。江叔瞥了他一眼：“李有炳，我看你是2天不打，浑身不舒服。有炳啊，你和吴英发展的怎么样了？”江叔皮笑肉不笑地问道。李有炳听到这话来精神了，胸膛一挺，骄傲道：“他对我很热情。”江叔3人诧异地扭头看向他。好家伙，还真让李有炳拿下了。江叔问道：“怎么个热情法？”李有炳嘿嘿一笑，脸颊微红，并不答话。“不是，李有炳，你脸红个泡泡茶壶。”片刻后，李有炳才从那种甜蜜的氛围中脱离出来，道：“我现在给他发消息，他都会回我一个红色的感叹号。我知道，红色代表热情，他心里有我。江叔、韩子姐、墨子姐，6，你说有没有可能，红色感叹号代表着他把你删除了？”江叔提醒道。李有炳闻言，瞳孔猛然收缩，他倒退2步，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难怪，我说这2天他都没有主动给我发消息，原来是把我给删了。李有炳喃喃道。看来李有炳也认清楚了现实。我知道了，他害羞了，所以连聊天都不好意思和我聊。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他心里有我，真是一个小坏蛋呢。李有炳嘴角逐渐勾起。江叔、韩子姐、墨子姐3人表情逐渐呆滞。李有炳，真有你的？放弃了？3人彻底放弃了。这孩子没救了，好好的人不当，为什么非要当舔狗呢？看他乐在其中的样子，对，由他去吧。墨子姐把话题转移开，道：“嗨嗨，江叔，我们聊一聊工会的事情吧。我们的工会积分似乎都已经达到了50万。先前江叔在深渊疯狂升级的时候，每击杀一只深渊战熊都能获得几点工会积分，所以工会积分已经接近了50万，总共达到100万积分，就可以满足工会升级的条件。是的，再过几天就可以开启工会试炼，升级到2级工会了。”江叔这话就说得很自然。墨子姐心知1级工会试炼难度并不低，怪物数量众多，并且怪物都是5阶实力，一般的1级工会需要沉淀很长的时间才有勇气开启工会试炼。但江叔这么说了之后，墨子姐没有任何怀疑，江叔这样说一定有他的道理，他肯定有办法通关试炼。好，那就等着我们工会成为2级工会。墨子姐重重点头。此时李有炳终于从刚才那种舔狗模式切换了过来，凑上来说道：“既然马上都要是2级工会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弄一套工会制服？我看别的工会都有一套相当拉风的制服，咱们在气质这一点肯定不能输了。”经李有炳这么一提醒，墨子姐和韩子姐也想起了这件事。工会制服也是很重要的事情，江叔你有什么想法吗？墨子姐问道。江叔看着墨子姐，脑海里浮现出那一套女妖的制服，那一套火辣的制服现在应该还躺在墨子姐空间戒指里吧。如果墨子姐和韩子姐穿上那一套制服，我都不敢想象那场面。江叔感觉自己灵感来了，那种样子的制服不可以。墨子姐就像是能够看穿江叔内心的想法一样，提前一步表明态度。江叔脸上露出遗憾之色，倒是韩子姐一脸疑惑地看着墨子姐，很是好奇那种样子的制服究竟是哪种样子。嘿嘿，没事儿，我不是那样的人。江叔轻咳2声，只是用了不到1秒钟的时间就想到了制服的款式。我想，我知道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制服了。半个小时后，4人从商场里出来。因为装备不能重复穿戴的特性，所以制服这种东西只需要用普通衣服就可以了。此时4人身上的衣服已经焕然一新。江叔走在最前方，李有炳、韩子姐、墨子姐3人紧随其后。4人上身都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打底 T 恤，下身则是一条深色的背带裤。背带裤的白色背带从肩膀位置跨过，紧紧贴着颈项，并跟随着4人的步伐轻轻摆动。名叫只因工会，不穿背带裤岂不是背弃了初心？牢记初心，方得始终。街上行人看着穿着背带裤的4人，纷纷转头观看。优雅，太优雅了！众人被这一种超越时代的审美深深震惊，并且他们从这简单的穿搭中感受到了一种独特的美。喂，江叔，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制服？我怎么感觉有点奇怪呢？韩子姐在身后小声的嘀咕。为什么？只因我是黑粉头子。江叔扭头看了一眼韩子姐，发现她2根背带跨过她的2侧身体，让她本来就突出的优点显得更加摇摇欲坠。不能再看了，再看一眼就会爆炸。难怪韩子姐觉得奇怪呢。嗨嗨，挺好看的。江叔安抚韩子姐，你穿上这套衣服之后，是不是有一种自由的感觉？韩子姐点点头。
这就对了，因为背带裤象征着释放天性，每一个敢于穿上背带裤的人，都是突破了内心桎梏的猛士。韩子姐闻言笑嘻了，透露出一种愚蠢的美。江叔又转头看向墨子姐，不得不说，墨子姐身材真的很修长，那双大长腿穿上背带裤之后，就突出一个优雅，迈步之间尽显从容。为什么墨子姐穿上背带裤之后如此优雅？让我想到了前世的一个女黑粉头子。而后，江叔又看向李有炳，江叔微微皱眉，走到李有炳身前，替他整理了一下背带。背带的位置一定要固定在两侧胸旁3厘米之内，否则就会出现白带异常。还有，这件衣服最好能够搭配上中分头，才会凸显出优雅的气质。李有炳闻言若有所思，不远处传来一道大笑：“哈哈，江叔，你们的这一套服装可真别致啊！”江城副店主李毅一脸惊奇地看着江叔4人，不明白4人在搞什么飞机。江叔疑惑地看向他，道：“你来给我江城职业者殿堂的奖励来了。”说着，他笑了笑：“我就说嘛，别人南城职业者殿堂都送了我不少东西，咱们江城职业者殿堂不能被人比下去了不是？”李毅忽然有些后悔来到这个地方，妈的，狗从这小子面前走过去都得扔2根骨头才能走，忘了这一茬了。自己这会儿凑上来，不是主动让他薅羊毛吗？哼，放心，返回江城后，我向店主申请一下，一定不会亏待你。李毅打了一个哈哈，而后说起正事：“南城几大工会托我邀请你参加晚上的一个聚会，紫妍工会也在其中，这或许是一个化解仇恨的机会。”江叔闻言琢磨了一下这事儿：“你小子别琢磨了，多半是南城几大工会看到你惊人的实力之后，有与你和解的意思。”说着，李毅拍着胸脯道：“放心，哥罩你，晚会上没人敢动你。”江叔想了想，最终还是拒绝：“我对这种无聊的聚会没有兴趣。化解仇恨？他妈的化解了仇恨，紫妍工会怎么还有动力帮助碎星之宫分身搞自己？这个仇恨化解不得啊！”李毅闻言有些意外：“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和我一起去看看他们是个怎么样的章程，不好吗？你和紫妍工会的仇恨也不可能因为这一场聚会而加深，不是吗？”江叔敏锐捕捉关键词：因为这一场聚会仇恨加深。我忽然觉得这种促进彼此交流、增加了解的聚会很有意义。江叔展颜一笑：“李毅，有点不对，但说不出哪里不对。你愿意去，就再好不过了。”第78章，李毅连夜扛着江叔跑路。不多时，江叔和李毅并肩离开。墨子姐看着江叔的背影，若有所思地转头看向韩子姐：“话说，小韩，你对先前江叔收到的那一封粉色的信有没有什么想法呢？”墨子姐说起了先前建立工会那一天，江叔收到的那一封来自双马尾仙女的信件。那位女生看字体就很可爱啊。听到墨子姐的话，李有炳补充一句道：“而且还是个小富婆呢。”韩子姐闻言露出疑惑的神情，道：“问我这个干嘛？”墨子姐看着韩子姐那一副疑惑的表情，恨铁不成钢的道：“这说明那个女生在追江叔啊？难道你就没有什么感觉？”韩子姐沉思片刻，嘿嘿一笑，道：“你这样说，我想起来了，到时候我一定让江叔分我一点钱。我就是这么鸡贼。”墨子姐，我是这个意思吗？他以手扶额，别人都在攻城略地了，你还在这马卡巴卡？不行，这样子下去肯定会坏事儿，自己一定要做点什么。墨子姐眼中露出坚毅的目光。另一边，江叔来到了一个奢华的礼堂，礼堂正中间摆放着一个长长的实木桌子，上方有着各种各样的精致食物。礼堂里播放着舒缓的音乐，里面站立了上百个人，衣着优雅，气度从容，上流，太上流了。当江叔和李毅进入礼堂的时候，上百人齐齐转头看向两人。台上一名面容俊朗的中年男子笑着走过来，对着两人道：“贵客来临，有失远迎，欢迎你们来这个聚会。”这名俊朗中年男子是南城8级工会狂狮工会副会长，100级以上的大佬，此时一脸和煦地对着江叔和李毅打招呼。李毅也回以笑容，点头道：“夏桀副会长邀请，我们自然不会爽约。”夏桀轻轻一笑，道：“两位请入座，相信通过今天晚上的宴会，我们的感情会有不错的发展。”夏桀打量了一下江叔，就是这个年轻人压制全场天骄，夺得第1名吗？果真是气度不凡。他心中微微一叹，自家工会的白君庭其实也相当不错，连续战胜2名得成天骄，创造历史。但和眼前这个年轻人比起来，就黯然失色。这一位吊打一切，什么得成天骄，都只能是他的陪衬。
历史性的第1名。可惜这样一个年轻人不是狂狮工会的人，但无论如何，像这种潜力无限的年轻人都应该提前和他打好关系，至少不应该结仇。这就是夏桀举办这一次聚会的最主要目的。很快，江叔和李毅入座，不少南城大工会高层上前来和两人交流。恭喜李毅副店主今年创造了最好成绩，明年你们江城的资源指标怕是会增加不少。有此天骄，江城何愁不兴？依我看，江城肯定会就此逐渐崛起，说不定不出100年就能比肩我们南城。李毅副店主真是慧眼识英才，早早就发掘了如此优秀的人才，大力培养。众人对着李毅一番吹捧。李毅笑嘻了，这种感觉就像是吃了灵丹妙药一样，让他浑身舒爽。江城职业者殿堂何曾被如此恭维过？浑身舒服，恭维的差不多了，众人的肉戏就来了。哼，不知道李毅副店主可否为我们引荐一下江叔？李毅虽然是江城副店主，但今天的主角却是江叔。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李毅结识江叔，提前打好关系。李毅闻言只是微微一笑，对此他早有预料。他转过头看向身旁江叔所坐的位置，不看不要紧，一看他当即就愣住了。只见江叔端坐在椅子上，胸前系着一条洁白的餐巾，左手端着一个修长的高脚杯，里面暗红色液体摇晃着，右手插起食物，慢慢的放入嘴里，优雅，实在是太优雅了。李毅，好家伙，你还真的搁这儿来吃东西的呢。他有些哭笑不得。其他人也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位精彩绝艳的年轻人在这种盛大的场合里，竟然旁若无人的优雅进食，这就是他从容的心态吗？还有，他脖子上洁白的餐巾是哪儿来的？没记错的话，这里没有提供餐巾啊。江叔表示，空间戒指里面就有很多的白色丝巾，先前他杀了人都会取出一张白色丝巾擦血，此时只不过是把丝巾用来当做餐巾罢了。优雅永不过时。夏桀呵呵一笑，江叔小友真的很有气质啊。众多其他工会高层也是笑着附和，难怪小友如此年轻就能有这样的成就，就这一份坐怀不乱的心态就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人。江叔露出阳光大男孩的羞涩笑容，缓缓道：呵呵，这和心态没什么关系，其实我只是饿了罢了。众人，你大可不必如此时尚。而后江叔一一回应上前打招呼的人，特别是和夏桀等狂狮工会的诸多高层相谈甚欢，就突出一个谦逊有礼。夏桀看着江叔宛如阳光羞涩大男孩一样的表现，心里面感慨，看来传言总是有着很大的误导性。眼前的江叔哪是传闻中一言不合就打人的暴力男，这分明是阳光大男孩啊！取得了这种前无古人的骄人成绩，但仍旧如此谦逊，和前辈们聊天一直保持礼貌，这孩子真的很不错。真不知道紫炎工会是怎么和他结仇的。就在这时，紫炎工会副会长穆天凑了过来，众人自觉地给穆天让出一个位置。重头戏来了，紫炎工会曾经下令逼迫雷鸣工会交出江叔，并且还放言一定要杀江叔一次，为紫云报仇。两者可以说是积怨颇深。现在两个正主碰面了，不知道双方会有什么说法。江叔，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紫炎工会副会长穆天。江叔看向穆天，瞬间就把他认了出来。先前碎星之弓分身前往紫炎工会的时候，就是穆天把碎星之弓任命为军团长，还给了碎星之弓一张深渊同行证。这是一个好人啊。之前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但我仔细调查了一下，这都是误会。所以今天摆酒设宴，就是想要澄清误会。你很不错，我们紫炎工会愿意和你建立长期的良好关系。穆天直接说明来意，他坦然地看着江叔。夏桀闻言，嘴角微微勾起。以他刚才对江叔的了解，这是一个谦和有礼的年轻人。既然是误会，那么说开了就好。更何况穆天以一个副会长的身份，这样诚恳的道歉，江叔肯定不会再追究这件事。而后夏桀就看到江叔手腕一翻，杯中的红酒直挺挺地倒在了穆天身上。穆天猝不及防之下，竟然没有反应过来，被泼了一身。所有人都一脸呆滞地看着这一幕。好家伙，这么生猛的吗？二话不说就泼了穆天一身。穆天脸色深沉了下来，他堂堂7级工会副会长，9转强者，什么时候被这样侮辱过？场中气氛陡然紧张了起来。江叔冷笑一声，指着穆天鼻子大骂道：建立良好关系？我建立你妈！你他妈的把我逼出雷鸣工会，还发布追杀令，让人去野外杀我，一句轻飘飘的都是误会就算了，我他妈砍你一刀，再给你说一句都是误会，你愿意吗？什么玩意儿？滚！江叔小嘴抹了蜜。
暴躁老哥，在线输出！哪有什么阳光大男孩的样子，分明是踏马居士！当即就把穆天骂得狗血淋头。夏桀见状，目光微闪，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倒是李毅呆在了原地。不是，咱们不是说好过来化解仇恨吗？你小子就是这样化解的？江叔骂完之后，利落地缩到了李毅身后，道：“看你这样子，怎么你不服气？实话告诉你，李毅老哥已经拍胸脯向我保证，今天绝对没有人可以动我。不信的话，你动手试试。”李毅，我说过罩你，但没说过这样罩你啊！穆天明显像是要吃人的表情，而且这还是在别人主场，我踏马心里也害怕啊！嘿嘿，我忽然想到，我还有点事，先走了。李毅极为利落地离开。江叔看李毅准备跑路，紧紧跟上，装完逼就跑，贼刺激。穆天阴沉地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最终没有动手。李毅的实力不算强，但别人的身份却是江城职业者殿堂的副店主，对他动手的话，绝对会触怒职业者殿堂。到时候紫炎公会就算是有10条命都不够职业者殿堂砍的。忍，必须忍。等到两人离开之后，穆天环顾四周，低声道：“今天的事情大家都看见了，并不是我紫炎公会咄咄逼人，而是江叔欺人太甚。从今以后，我紫炎公会和江叔势不两立，还请诸位看在我们同为南城超级公会的面子上，不要暗中对他施加援手。”众人沉默，并不回应。穆天冷冷道：“江叔这人太过张狂，他觉得自己小有天赋就可以为所欲为，天真。没有成长起来的天才，终究是蝼蚁。我紫炎公会建会上千年，底蕴超乎想象。不杀江叔一次，我紫炎公会何以在南城立足？”李毅离开酒店之后，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连夜扛着江叔跑路。很快，紫炎公会和江叔闹崩的消息传开，引起巨大反响。南城职业者激动了：“好好，我早看这货不爽了，现在彻底得罪紫炎公会，我看他以后怎么混。”就算江叔背靠职业者殿堂，但碍于规则，职业者殿堂也只能在城市里庇护他，一出野外就不是职业者殿堂说了算了。他总不能一辈子锁在城市里吧？真的是蠢货！人家紫炎公会都向他道歉了，他还想怎么样？心里根本没有逼数。听说江叔也在江城建立了一个公会，名字是止阴。笑死！我就想知道，在紫炎公会的打压下，这个止阴公会能够坚持多久不解散？一个公会想要真正发展起来，没有几百年的时间根本不可能。是谁给他的勇气建立公会的？不自量力！与此同时，紫炎公会正式对江叔建立的止阴公会发起了宣战。江叔伤我军团长，辱我副会长，我紫炎公会和他势不两立。第79章进阶。翌日，江城无双公会驻地。连续几个月泡在深渊里的会长程雪终于回到了公会驻地。他身材修长，肌肤宛如白雪一般白皙，容颜精致，气质冷清。此时他皱着眉，听着身旁的程夏说话：“姐姐，那个江叔获得了4阶职业者大赛的冠军。4阶职业者大赛冠军？”程雪那万年不变的冷艳面容之上露出了一丝惊色。要知道，他在4转阶段的时候用尽全力，最后的成绩也不过是13名罢了。但江叔却挑落所有得成天骄，位列第1。听到这个消息，程雪沉默了。昔日得知江叔得罪紫炎公会，他第一时间就下令把江叔逐出公会，为的就是保住雷鸣公会的100年基业。但这个被逐出公会的江叔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潜力。此时程雪心中无限后悔，这种级别的天才，如果悉心培养，很可能会把雷鸣公会带上一个新的高度，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一切都已经迟了。程雪沉默着，很久没有说话。程夏看着姐姐那张精致的面容，也轻轻叹了口气，道：“当时我也没有想到，江叔的潜力竟然这么恐怖，就连得成天骄榜50名的麒麟都完全不是他的对手。这件事不怪姐姐你，我也有错。”忽然，程夏听到了程雪冷冷的声音：“不，谁也不怪，这只是一个意外而已。我们雷鸣公会的根基就是稳扎稳打，不得罪超过我们实力的敌人。虽然失去了江叔这样一个天才，但我们仍旧有机会冲击7级公会。我要的是稳稳的进步，而不是这种不确定因素。”说着，程雪语气愈发轻松，道：“刚才我在职业者论坛上看到，江叔又把紫炎公会彻底得罪死了，甚至紫炎公会还对江叔所创立的新公会宣战了。你想想，如果江叔仍旧在我们雷鸣公会，这对我们将是何等巨大的打击。所以我们都没有错。”最后一句话，程雪掷地有声。程夏若有所思的点头：“姐姐说的似乎也很有道理。江城傲天公会，表哥，江叔这一次彻底得罪紫炎公会，他肯定死定了。”
我们应该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个长发男子对着一个脸上稍有麻子的青年男子说道。长发男子正是江叔昔日在野牛湖畔砍了的几个傲天公会成员之一，和江叔算是有着不浅的旧怨。但自从那一次冲突过后，长发男子非但没有机会找回场子，更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江叔一路飙升，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此时长发男子仅仅是一转实力，但江叔已经是4转巅峰大圆满，更是夺得了4阶职业者大赛总冠军，创造历史，差距宛如天堑。长发男子看着江叔万众瞩目的背影，只感觉到深深的绝望和无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选手。但现在机会来了，江叔彻底得罪紫炎公会，很明显紫炎公会会用尽一切办法打压江叔，那么江叔绝对会跌下神坛。把握住这一次机会，彻底复仇。长发男子眼中充满激动之色，他余光扫视了一下后方一直默不作声的李舒心，心中更是坚定要把江叔拉下神坛的决心。以前的时候李舒心还会和他互动一下，但自从江叔一飞冲天之后，李舒心就一天比一天沉默，对自己更是爱答不理。长发男子心中很明白李舒心的这种心理变化来源是什么，不就觉得他以前和江叔是发小，但自己和江叔比起来差距太大，看不上自己吗？呵，女人被金钥匙开过之后沾了点金粉，就以为自己是金锁了。看我把江叔踩在脚下，你是个什么样的表情？被长发男子称为表哥的马脸男子闻言陷入了沉思。江叔片刻后，他下定了决心，道：好，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必须抓住，我这就去主动联系紫炎公会。如果事情成了的话，我傲天公会未尝不能迈入6级，成为江城巨无霸之一。马脸男子乃是傲天公会副会长，6转实力，在公会中有相当不弱的话语权。很快他便游说其他公会高层达成一致，搞江叔，搞止阴公会。整个傲天公会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陷入一种亢奋状态。没有人注意到李舒心悄悄溜走。孤儿小区，李舒心站在江叔门外，里面传来一阵欢声笑语。我操，叔子，你他妈是真的猛啊，连紫炎公会副会长的脸你都敢泼，你就不怕吗？李有炳的声音。话说你怎么不给他一拳呢？要是换做我的话，直接就把他打得鼻青脸肿。韩子姐的声音。虽然江叔你的行为莽撞了一点，但我支持你的这种行为。明明是他们一直在针对你，但一句轻飘飘的都是误会就想算了，未免也太欺负人了。墨子姐的声音。啧，我就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外面都在说我不自量力，你们还搁这儿使劲夸我。江叔满含笑意的声音传出。李舒心站在门外，听着4人有说有笑，脸色煞白的抿着嘴，眼中浮现出痛苦的神色。如果不是自己一开始嫌弃江叔转职成白色职业，现在也一定在屋子里和他们一起开心的畅聊吧。但没有如果。自从那一次之后，李舒心就被彻底孤立，没有人搭理他，甚至就算止阴公会里面都没有他的位置。这段时间李舒心一路看着江叔起飞，心里的滋味别提多难受了。他很想对人说，压得江城天骄境低眉的江叔是我的发小，很想对人说4阶职业者大赛的冠军是我的青梅竹马，但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和他没有关系了。想着想着，李舒心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屋内4人，什么逼动静？韩子杰起身打开门，看到了外面哭得暴雨梨花，一脸柔弱样子的李舒心。李舒心一边哭着一边开口：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们原谅我3个字还没有说完，韩子姐一拳砸出，轰隆！李舒心脚尖前方地面被轰出一个焦黄的大洞。李舒心的哭泣戛然而止，她僵硬的抬头看向赵小涵，嘴唇嗫嚅了2下，但发不出声音。给你3秒时间，滚！韩子姐双臂环胸，冷冷开口。李舒心，她是知道韩子姐彪悍的性格的，当即像是一只受惊的小鸟一样，缩着身子噔噔噔跑下了楼。不跑，是真的会被一拳头轰飞的。韩子姐嘴角微微勾起，关门回到屋内。猛、强、帅！江叔、李有炳、墨子姐纷纷给韩子姐竖起大拇指。韩子姐被夸奖的飘飘然，结，其实也没有那么厉害了。我操，韩子姐，你中午吃什么了？怎么敢这么笑的？江叔多看了韩子姐一眼。今天他总觉得韩子姐有点不对劲，但说不上哪里不对劲。等到韩子姐几人离开之后，江叔召唤出5号分身锐利之枪，他把手中花费1400铸币购买的虚空遁地兽爪牙递给锐利之枪分身。职业锐利之枪加材料虚空遁地兽爪牙，成色等于职业太虚道枪，金色，符合进阶条件，是否进阶？是。江叔眼中隐含激动之色。花费大力气参加职业者大赛，
终于攒够钱购买虚空遁地兽爪牙，锐利之枪终于可以进阶为太虚道枪了。职业进阶中，江叔意识入主5号分身，只感觉手中的虚空遁地兽爪牙宛如冰雪一般消融，眼前略微恍惚，就来到了一处无比幽静的空间。这里是虚空，江叔心中一惊，下一刻，无数星辰在虚空中诞生。江叔站立在虚空中，看着星辰不断演化，忽然心有所感，他手中多出一杆长枪，长枪舞动，一颗颗星辰炸裂开来，宇宙重归虚无。眼前的一幕把江叔惊呆了，哗啦啦，意识宛如潮水一般返回现实。江叔睁开双眸，眼中一片虚无的白，身前的空间在江叔眼中似乎变成了实质之物。他轻轻伸出手，下一刻拳头出现在了天花板之上，轰隆，一拳砸出，天花板灰尘掉落，一道裂痕蔓延开来。江叔张大了嘴，我尼玛，这是空间特性啊！楼上一男一女正在操劳，哥哥，你今天好厉害啊！哼，长妹，我最近大补了一波，动能强劲，信不信我把这楼板冲穿？哼，死鬼，怎么可能！轰隆，一声巨大的震动传来，一男一女眼睁睁看着地面裂开了。两人，楼下，江叔打开了太虚道枪的属性面板。第80章，职业突破。姓名：楚金天，5号分身。职业：太虚道枪，金色8星。等级 LV50，经验值 0%， 4转。称号：无。力量8000，敏捷5000，体质4000，精神900。自由属性点0，装备无。技能一太虚，被动，借助空间之力可以任意攻击50米范围内的任意敌人。技能2道枪，被动，枪系攻击，获得5倍攻击力加成。技能3战个痛快，被动，太虚之枪无惧群战，每多一个敌人，太虚之枪的4维属性提升 10%， 最高提升 100%。技能4太虚8次，附带太虚之力的强大枪法，攻防一体。第一枪附带2倍力量和敏捷属性加成，之后的每一枪力量和敏捷属性加成都增加1倍。最后的终极一枪加成相当于之前8枪的总和，最后一枪的总计倍率为56倍。无冷却。技能5怒发冲冠，太虚道枪极度愤怒之下开启怒发冲冠状态，免疫控制，输出能力翻倍，持续时间1分钟，冷却时间10分钟。江叔本来以为太虚道枪可以达到金色7星的品质，但没想到太虚道枪的品质超过他的想象。金色8星，第一个金色8星的职业。裸装备的情况下，4维属性达到了17900点，远远超过几个金色6星职业。金色8星的含金量尽显无疑。一共5个技能。技能1太虚，可以自由攻击50米内的任意地点。这个技能看起来不是那么出彩，但细细琢磨就能感受到这个技能的恐怖。太虚道枪冷不丁戳一下，枪尖却是从背后出来，这种场景想起来就令人头皮发麻。难以反应，难以防御。终极老银币技能，这就是太虚之枪掌握空间之力的恐怖之处，神出鬼没，难以揣度。技能2道枪，这个被动技能的加成相当不错，5倍的枪系武器伤害加成，让太虚道枪手握长枪的时候输出能力足够恐怖。技能3战个痛快，一个让太虚道枪在群战的时候越战越勇的被动技能，最高达到了 100% 的4维属性加成，换算过来就是4维属性直接翻倍。这不是单一属性翻倍，而是4维属性翻倍。有这个被动技能加成，群战的时候太虚道枪直接游龙。怒发冲冠，一个爆种类技能，除开喜闻乐见的输出能力翻倍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属性是免控。截至目前，江叔只在暗黑霸铠的无双技能上看到过免控特性。免控是一个极为变态的属性，有很多的职业就是靠着控制吃饭，直接一个免控，别人就彻底别玩了。所以怒发冲冠这个技能的强度真的很高，免控加游龙等于无敌。怒发冲冠一开，杀入敌人群中，太虚道枪直接开启乱杀模式。最后一个技能太虚8次，太虚道枪的核心输出技能，每一式威力都相当恐怖，并且一枪更比一枪。到了最后一枪，威力更是达到了前7枪加起来的总和，倍率高达50倍，倍率怪了属于是。最重要的是，太虚8次还没有冷却时间，太虚道枪戳起人来完全不带泄气的，直接往死里戳。梳理完太虚道枪的属性面板之后，江叔嘴角忍不住勾起，强，真的强。可以说太虚道枪分身一跃成为他最强分身，但
这也不是说其他几个分身就沦为打酱油角色了，毕竟有手子哥的存在，职业可以无限进阶。只要等级不断提升，其他几个分身也能够像雷霆掌控者一样提升职业品质。江疏压抑下激动的心情，开始了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职业突破。他的等级达到 LV50已经有2天了，但因为职业者大赛的缘故，一直没有憋着，没有突破，憋坏了。现在终于可以肆无忌惮的释放。是否开启第5次职业突破？是。江疏身形消失在屋内，出现在了职业突破副本中。这是一处空旷的雪地，一道伟岸的身影伫立在白雪中。神王盖瑟如期而至。江疏嘴角勾起，一路职业突破，一路遭遇的都是神王盖瑟，老熟人了，属于是。4阶职业突破的时候，他凭借4大分身爆锤神王盖瑟，现在自己实力暴涨，自然更加不成问题。神王是吧？打的就是你神王。年轻人又见面了。前方那道伟岸的身影对着江疏淡淡开口：江疏，妖兽了，神王投影会说话了。这还是江疏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前方神王盖瑟一步步逼近，先前我的投影你打得很爽是吧？不知道为何，江疏在神王盖瑟的话语中感受到了一种熟悉的感觉。记仇？好家伙，神王盖还挺记仇的。那我这带着我些许神智的投影，你又该如何应对？神王盖瑟手中巨剑猛然劈下，一道绚烂金光爆发，巨剑暴涨为几十米，宛如开天巨斧一样，狠狠砸下。江疏，我操，这什么逼动静？他二话不说，发起暗影冲刺，堪堪躲过这一道恐怖斩击。神王盖瑟神智降临，投影的实力暴涨，还不错。神王盖瑟淡淡开口，轻轻打了一个响指。淅沥沥，一声嘶鸣声传来，一只浑身绽放着黑色火焰的战马出现在神王盖瑟的身旁。战马高达8米，威武雄壮，远远看着就有一种巨大的压迫感。神王盖瑟伸手指向江疏，魔马眸子之中黑色火焰暴涨，朝着江疏冲击而来，其速度赫然超过了音速。江疏，这个神王盖瑟有点离谱。他在脚下放置一个恐惧盒子，撒丫子就跑。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很快，恐惧盒子被魔马践踏，江疏眼看就要被一脚踩死。一道魁梧的身影出现在江疏前方，那道身影之上，黑色铠甲不断凝聚，顷刻间便化作一尊巨大的暗黑色机甲。轰隆！马蹄和暗黑色机甲的双拳碰撞到一起，荡漾出无与伦比的冲击波。魔马和暗黑色机甲各自倒退3步。将就！魔王盖瑟发出点评，而后远远的一拳轰出。这一拳轰出之后，地面被恐怖拳风凿出一道深深的裂痕，并且这一道裂痕随着拳风的前进不断蔓延到了江疏脚底。江疏，这他妈又是什么鬼东西？江疏惊了，暗黑霸铠如山如月，挡在了本体面前。砰！强大的力量从拳风之上传导而来，暗黑霸铠踉跄后退5步。机甲第一次被人击退。神王盖瑟这一拳的威力超乎想象，拿出你所有的底牌，否则你没有任何机会赢我。神王盖瑟缓缓开口。江疏也不墨迹，雷霆掌控者分身、大阴阳师分身、碎星之弓分身从暗影空间走出。雷霆掌控者分身开启雷神之怒，防御力降低 70%， 攻击力提升 150%。金色雷霆暴虐轰击而下。碎星之弓开启狂暴，暗红色箭矢星落如雨，搅碎虚空。大阴阳师逆转阴阳，毒奶毫不保留地倾泻而出，笼罩神王盖瑟。这个场面显得极其恐怖，地面被砸出深深的坑洞，宛如末日一般。但江疏并没有松口气的感觉，因为烟尘之中，一双拳头击碎金色雷霆，折断暗红色箭矢，无惧乳白色光华。神王盖瑟硬生生接下江疏这狂暴的攻击。不错，但还不够。神王盖瑟一步踏出，地面疯狂震荡，地面的恐怖裂纹朝着江疏蔓延而来。江疏，他狼狈地避开这次攻击，一脸阴沉地看向神王盖瑟。神王盖瑟，我他妈劝你不要这么离谱，哪有这么玩的？最后一具分身太虚道枪从暗影空间之中走出，太虚道枪手中握着一柄4阶红色品质的长枪。江疏先前购买虚空盾地兽爪牙的时候，顺便给太虚道枪购置了一套4阶红色装备无畏套装。太虚道枪挥动手中长枪，下一刻枪尖出现在神王盖瑟背心，铿锵！预想中的扑并没有传来，而是传出一道类似金属交接一般的刺耳声音。神王盖瑟脸上浮现出一丝惊讶之色，
缓缓转头看向锐利的枪尖。虚空知道有点意思，话音刚落，又是接连几枪朝着盖瑟狂暴刺来。每一枪的轨迹都极为玄奥，每一枪的威力都比上一枪更大。第二枪、第三枪、第四枪、第八枪，噗！第八枪刺出之时，虚空似乎都在震颤。这一枪的威力难以想象，终于刺破了神王盖瑟的肌肤。神王盖瑟抬头看向江叔，低声道：“你的表现很不错，能够逼得和同等级的我用出异常的实力。”江叔闻言，瞳孔猛然收缩，意思是刚才神王盖瑟动用的力量都是昔日他在4转阶段的力量，而且只是1成。先前他屡次击败神王盖瑟的投影，心中还对神王盖瑟有些许轻视之意，但这一场战斗让他彻底认识到，神王盖瑟能够成为人族最强者，其真实实力远比投影恐怖上百倍。眼前的神王盖瑟才是往昔实力的真正体现。江叔人有点麻。另一边，神王盖瑟身上的肌肉暴涨，健美的身躯流淌着一种奇异的魅力，每一拳都带着无可匹敌的狂暴力量。他朝着江叔杀来，暗黑霸铠、雷霆掌控者、大阴阳师、碎星之弓、太虚道枪分身联手都难以阻挡他的脚步。他走到江叔面前，咧嘴一笑：“小子，抓住你了！”砰！然后就是单方面的暴打，花式吊打，不断变换姿势。江叔被打得像是一个保龄球一样，在场地上不断的翻滚，没有任何反抗之力，连我1成的实力都挡不住，你还差得很远。神王盖瑟站起身来，俯视着江叔，他脸上有种那种属于王者之气的霸道、孤傲冷峻的低语：“希望下一次的会面，你坚持的时间能久一点。”说完之后，江叔耳边传来系统提示声：“恭喜您通关职业突破副本神王清灵，获得自由属性4000点，获得金色称号比肩传奇4。”阿烈，不是没打过神王盖瑟吗？怎么这又算通关了？江叔一脸懵逼的被传送出副本。职业突破副本中，神王盖瑟看着江叔被传送离开的方向，那副冷峻、孤傲、霸道的表情顿时消散无踪。我尼玛，这小子的金色雷霆劈起来是真他妈的痛啊！还他妈带麻痹效果，绝了！那暗红色机甲也他妈离谱，堪称6边形战士，防御力之强，就像是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还有那毒奶，要不是我道心坚固，说不定都会受到影响，简直恐怖。那一具弓箭手分身的暗红色剑矢上面附着着绞杀、震荡、穿刺效果，杀伤力惊人，差一点就把我给破防了。最后那用长枪的那一具分身，明显贴合虚空之道，攻击防不胜防，就算是我都难以把控到他的攻击轨迹。那下击8次的8枪，威力叠加，最后一枪宛如浪潮一般席卷而来，成功的破开我的防御，真的很强。倒是这小子的本体，除了跑得快一点，平平无奇。不过有那么几具分身，本体还需要什么战斗力？只需要跑得足够快就好。这小子的思路没有问题。神王盖瑟摸着刚才被雷霆、剑矢、长枪攻击的地方，嘶哑咧嘴，哪有先前那种霸道孤傲的感觉？妈的，都逼得我使用7成力量了。说是1成，其实是7成。装逼这一块必须拿捏得死死的。看看你下一次，你能否逼我用出全力？神王盖瑟低声自语，而后身影消失在职业突破副本中。副本外，江叔摸着身上的伤口，疼得嘶哑咧嘴。干！神王投影有神智之后，这也太猛了吧！1成实力就把我打得像是孙子一样。要是用出全部实力，那还得了？不行，必须得快点变强，不然每一次职业突破都得被他暴锤一顿。第81章，实力暴涨。职业突破副本一战，江叔总算是体会到了昔日3冠王白君庭、麒麟那种被暴锤的痛苦，但他心里没有丝毫的沮丧之意，有的只是浓浓的斗志。现在虽然连神王盖瑟1成的实力都无法阻挡，但随着等级的提升，分身数量不断增加，职业品质不断提升，终究会比肩神王，甚至超越神王。江叔斗志满满，通关职业突破，获得2个奖励。第一个奖励是自由属性点，总共4000点的自由属性点，相当丰厚的收获。这应该是凝聚了太虚道枪分身之后，因的职业品质也相应提升到了金色8星，所以才能有如此巨量的自由属性点。第二个收获是金色称号比肩传奇4，属性和之前获得的3个比肩传奇称号一样，总共增加200点属性值，算是一个预料之中的收获。接下来才是重头戏。江叔召唤出5大分身，看着排排站的5大分身，江叔嘴角疯狂扬起。本体职业突破后，5大分身也达到了突破的条件。
这才是实力突飞猛进的时候。1号分身雷霆掌控者叶不凡突破至5阶，获得3500点自由属性，本体同步获得相应数目自由属性点。2号分身暗黑霸铠秦昊突破至5阶，获得3500点自由属性，本体同步获得相应数目自由属性点。3号分身大阴阳师林非凡突破至5阶，获得3500点自由属性，本体同步获得相应数目自由属性点。4号分身碎星之弓萧虎突破至5阶，获得3500点自由属性，本体同步获得相应数目自由属性点。5号分身太虚道枪楚惊天突破至5阶，获得4000点自由属性，本体同步获得相应数目自由属性点。5大分身齐齐突破，气势陡然暴涨一截。江叔仿佛阅兵一般，看着5大分身，心里美滋滋，有一种养成的快乐。5大分身突破至5阶，前4个分身职业品质都是金色6星，获得的自由属性点都是3500点。太虚道枪的职业品质是金色8星，获得了足足4000自由属性点。5个分身加起来给本体提供了18000点自由属性，再加上本体突破获得的4000点自由属性，此时江叔的自由属性点达到了22000点。看到这个数字，江叔自己都直呼好家伙，这他妈也太变态了！职业突破一次就超过2万点自由属性值，这要是说出去，怕是都没人相信。江叔想了想，还是保留了5000点自由属性，把剩下的全部加到了敏捷上，并且各个分身也把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在了擅长的维度上。或许其他人需要均衡加点，以此来规避太过偏科的缺点，但江叔完全不用考虑这种事。几大分身彼此配合，丝毫不用担心极致加点带来的弊端。他要的就是偏科。加点完成后，江叔看了看本体的敏捷值，38920点。我操，数值怪！江叔本来以为他这辈子最痛恨数值怪，但现在他发现他痛恨的不是数值怪，而是数值怪不是自己。这个逆天的数值，舒服了，爆爽！江叔打算稍稍试了一下速度，从地上轻轻一点脚下，咻！他身体化作一道残影，消失在原地。砰！一声巨响，天花板上陡然出现一个巨大的窟窿，上面还有混凝土在缓缓跌落。因为敏捷值暴增，江叔一时还没有适应体内的巨大力量，所以一不小心就把天花板给冲穿了。此时江叔一脸懵逼地看着站在破了一个大洞的楼板旁边，床上小情侣停下动作，一脸懵逼地看着江叔。江叔转过头看向两人，我操，青天白日的就造娃是吗？这一对小情侣他是认识的，特别是这个妹子颜值尚可，最令江叔印象深刻的是她的皮肤很是白皙。江叔发现两人张大了嘴，一脸震惊地看着自己，不由轻咳了2声。嗨嗨，天凉了，注意保暖。说着，江叔捡起地上的杯子给两人盖上，而后他对着两人挥了挥手，道：不用管我，你们继续。说着，他当即从楼板的那个窟窿上跳了下去，留下在风中凌乱的一对小情侣。回到家里的江叔脑海里浮现出一句话：知人知面不知心，不深入了解，你绝对不敢相信别人有多黑。这话很有道理。1个小时后，冲穿楼板的事儿，江叔已经请专业人员处理好了，并且赔偿了小情侣一些职业点，毕竟这种事情很有可能对小情侣造成严重的心理阴影，赔点钱也是应该的。江叔开始职业突破之后，另外一件事，凝结第6具分身。先前他一直没有想好第6具分身应该选择什么职业，但经过刚才和神王盖瑟的战斗，他感受到了圣骑士的恐怖，当即决定也搞一个骑士分身。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又帅又强，就你神王盖瑟能当圣骑士？圣骑士的位置，我江叔也想坐坐。于是二话不说，江叔开始凝结分身。分身凝结好，职业选择完，就到了喜闻乐见的取名环节，仍旧是延续小说几大家族的排名来取名。第60家这个位置，当有王家一席之地，有逆仙存在亡灵坐镇，更有彼岸星空的老六王轩。王家位列第60家，名至实归。王腾分身彻底凝结成功。江叔看向6号分身王腾的头顶，果不其然，又浮现出了一行小字：职业骑士，白色，职业进阶路线。进阶路线1，职业骑士，白色，加材料精灵之泪，紫色，等于职业殿堂骑士，紫色。进阶路线2，职业骑士，白色，加材料亡灵古龙精粹，橙色，等于职业亡灵骑士，橙色。进阶路线3，职业骑士，白色，加材料魔界精粹，橙色，等于职业契约骑士，橙色。3条进阶路线。江叔陷入沉思，
首先排除进阶为紫色职业殿堂骑士的第一条路线，路线2、路线3进阶的职业品质都是橙色，这就有些难以抉择了。亡灵骑士，顾名思义，肯定是亡灵系的职业，初始进阶就达到了橙色品质，二次进阶的话，职业品质肯定也是相当惊人的。但大阴阳师其实也有偏向于亡灵系的一面，可以复活尸体，让其替自己作战。如果再多一个亡灵系的分身，就有些重合了。这般想着，江叔果断选择第3个职业契约骑士。他看了一下进阶材料魔界精粹橙色的售价，仅仅200铸币。哎，不是，我为什么要用仅仅来的字来形容？膨胀了呀！江叔花费了小半个小时的时间，去交易行购买了魔界精粹，返回家里。6号分身从本体手中拿过魔界精粹，6号分身开始进阶，花费了几分钟时间，进阶为橙色职业契约骑士。契约骑士的4维属性和太虚道枪的前置职业锐利之枪差不多。这一次，江叔没有仔细研究契约骑士的属性面板。随着他实力的增强，初次进阶的分身基本上很难参与到实际的战斗中来，就像是先前的锐利之枪一样，唯一的作用就召唤出来搁旁边耍帅。只有2次进阶之后，才能形成有效的战斗力。而契约骑士2次进阶需要 LV 60级，只能说还有很漫长的一个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就接替以前锐利之枪的耍帅位。第82章降服女妖。片刻后，江叔来到了深渊石碑之前，马不停蹄的开始下深渊。突出一个深渊是我家。他的目光放在了深渊第2层之上。深渊第2层，深渊女妖的乐园。深渊描述，这一层之中聚集着1000女妖，她们生性淫荡，喜好阳气，实力强大。除开1万只普通女妖，还有3只强度为1星的女妖王。建议5转职业者组队进入。看完这一层的详细信息之后，江叔直呼好家伙，细说生性淫荡，喜好阳气。深渊第2层的难度比第1层难上了好几倍，对许多职业者来说，这一层是永远的阴影。有不少职业者在通关这一层的时候，不敌女妖，惨遭吸取阳气，就差被吸成人干了。成千上万的女妖汹涌而来，就算是铁打的肾也只能饮恨。所以在通关这一层的时候，职业者们都会做好万全的准备，以免惨遭女妖毒手。小胖，深渊第2层的介绍你也看见了，不用担心，待会儿进入副本的时候，我会保护你的。江叔旁边，一个4人小队中，一个高大的男子正指着深渊第2层，对着一个胖胖的男生说话。胖子问道：“这些女妖真的这么生猛吗？”高大男子神色严肃的回答：“只是看着深渊说明，你可能无法感受到这些女妖的可怕。等你真正进入副本，看到几千个身材曼妙、穿着清凉的女妖恨不得把你吞了的场景，你才会知道她们的恐怖。”胖子敏锐捕捉关键点，身材曼妙，衣着清凉。胖子眼睛当时就亮了起来，还有这种好事？高大男子脑门上缓缓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问号。嘿嘿，我是说，实在是太可怕了。胖子补充一句，但心里已经开始期待进入副本之后的场景了。结，只要胆子大，女妖放产假，这场面有什么好怕的？就在这时，胖子忽然看到江叔单人进入深渊第2层。单通？胖子脸上露出若有所思之色。单通也就意味着没有其他人，没有其他人也就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难道是同道中人？胖子震惊了。副本中，江叔看着远处的几十只女妖，倒吸一口凉气。女妖不能说穿的少吧，只能说没完全穿。只见每一只女妖的身材都极为修长，而且规模惊人，这应该算是种族天赋了吧？女妖的实力真的很大，而且她们的肤色并不是那种病态的白，反倒是小麦色一般，显得相当健康。再搭配上那浑身没有丝毫赘肉的身材，那流畅的马甲线吸引力直接拉满。这种姿色在前世的话，高低得有几十万个天天喊老婆的宅男粉丝。但此时在江叔面前的是一群，好家伙！江叔直呼好家伙，因为前方的这些女妖穿着实在有些不雅，江叔作为一个有素质的人，不方便看她们暴露出来的肌肤，只能极为绅士地盯着她们身上为数不多的衣料看。没办法，这就是真正的慢。看了一会儿后，江叔当即召出碎星之弓分身，狂暴加星落如雨，一顿爆射，几十只女妖被江叔轻松击杀，生命值负 100%， 生命值负 100%。 职业突破后，碎星之弓的攻击力进一步提升。此时开启狂暴，使用星落如雨技能，完全可以秒杀普通深渊女妖。经验值正 0.01%， 经验值正 0.01%， 工会积分加10，工会积分加10。
耳边传来一连串悦耳的经验声。从这个经验值就可以看出，五转之后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值更加恐怖。深渊女妖身为五转怪物，其经验值肯定比深渊战熊更多，但增加的经验值百分比却只有江疏杀深渊战熊时的一半。虽然升级难度提升，但江疏心里丝毫不慌，因为他的刷怪速度也在提升。江疏看着化作尸体的几十只深渊女妖，心情有点愧疚。看了别人这么久，最后反手全部宰了，这种行为和看完网站之后把网站举报封禁有什么区别？太狠心了。但没有办法，谁杀他们才有经验值呢？江疏轻轻叹了一口气，而后接着朝着前方走去。10多分钟后，他仅仅依靠碎星之弓分身，就把1000只深渊女妖全部射爆了。在他前方的山坡上坐着一个绝美的女子，女子皮肤白皙，腰部曲线玲珑，青丝如瀑，缓缓转头看向江疏。我操，好美的长相！就颜值来说，女妖王胜过了先前的普通女妖太多，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美的气质。就算江疏久经探花视频考验，也不得不承认，眼前的这一位女妖王真的美得不可方物。最要命的是，女妖王发现江疏之后，她嘴角勾起，缓缓褪下肩上的纱裙，露出雪白的香肩。江疏感觉到了致命的诱惑，没忍住，噗！一发暗红色箭矢直直射入女妖王胸口，生命值负 5%。这个伤害值让江疏微微皱眉。女妖王不过是深渊一星怪物，碎星之弓的普通攻击都只能对她造成 5% 的生命值掉落，由此可见深渊怪物的强度之高。女妖王也在皱眉，她本来以为江疏被她魅惑住了，都准备起身坐下去采集江疏的阳气了，但没想到江疏二话不说就射杀她。噗噗噗，一连又是3发箭矢射出，生命值负 5%， 生命值负 5%， 生命值负 5%。仅仅片刻，女妖王的生命值已经掉落了 20%， 效率还是相当可观的。女妖王发出一道难以形容的尖锐音波。片刻后，2名和她穿着一样的女妖王出现在她身旁。她嘴角勾起，目露杀气，看向江疏。江疏看到女妖王得意的样子，乐了。比人多是吧？他伸手一挥，剩下的4具分身从他身后走出来。女妖王看着这气息一个比一个恐怖的4道身影，嘴角的笑容骤然凝固住了。几分钟后，3位绝美的女妖王在江疏和5大分身轮番蹂躏中，齐齐发出一声惨叫，升天了！当场送走，经验值正 1%， 经验值正 1%， 工会积分加100，工会积分加100。与此同时，江疏耳边响起系统提示声：恭喜您通关深渊第2层，通关评分 SSS， 是否在第2层留下姓名？第2层有什么好留的？江疏果断拒绝。否，深渊第2层石碑上将不会铭刻您的名字。通关奖励：女妖圣水 X1 紫色。女妖圣水，你这个名字是认真的吗？江疏查看这个材料的详细描述。女妖圣水紫色，深渊第2层产出，性寒，可在锻造装备的时候调节阳性材料。材料描述倒还挺正经的。首次最高评分通关必定获得材料，但之后材料的产出概率直线降低。江疏当即上网搜索了一下女妖圣水的市场价格，1铸币。女妖圣水只能算是很低端的材料，售价极低。得，聊胜于无。通关深渊第2层，江疏总共获得 10.3% 的经验值，用时15分钟，也就是说1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获得 40% 多的经验值，2个半小时不到就可以升1级。这个升级速度甚至还比4转阶段刷深渊第1层要快一点，这就是实力提升了的好处。虽然升级难度增加，但刷怪速度同样也增加了许多。只要刷怪速度增加的足够快，那么就无惧升级难度增加。片刻后，江疏出来了，然后江疏又进去了，继续升级，动力满满。大半个小时之后，小胖子那一组也出来了。从这通关时间就可以看出，这一组的4人实力相当不凡，仅仅用时半个小时就通关第2层。高大男子疑惑地看着小胖子，问道：话说，刚刚打怪的时候，你一个人单独行动干什么去了？先前在副本里面的时候，打着打着，高大男子忽然发现小胖子人不见了。小胖子神色一正，沉声道：正所谓擒贼先擒王，我担心3名女妖王集结部队之后，对我们造成巨大的威胁，所以我率先一步前去降服女妖王。高大男子闻言心中一震，好大的气魄，竟然独自一人对战3名女妖王。他知道小胖子很强，但不知道他强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不是深渊有前往下一层之后不能回头的机制在，我都严重怀疑你是来炸鱼的大佬了。高大男子笑着感慨一句。小胖子手撑着腰笑道：哈哈，怎么可能是大佬炸鱼？
其实我刚才也是费了很多的精力才降服那3个女妖王的。高大男子点头，对此深信不疑。就在4人准备再次进入副本之中的时候，小胖子忽然看到江叔从副本里面出来了。他神色一动，这人好强的实力，一个人单通的速度竟然比得上我们4个人。不行，我陈川身为德成天骄榜20名的存在，怎么可能输给他？这一次进入副本，我一定要比他更快。小半个小时后，这一次4人小队的通关速度比先前快上了好几分钟。小胖子陈川站在副本外，嘴角勾起，这一次我总该比你快吧？他转头问旁边的人道：刚刚那个单通第2层的人，他还没有出来吗？这人正好是先前想要阻江叔被拒绝后试试就试试的长脸男子，他刚才就一直在暗中关注江叔刷副本。此时听到小胖子问自己，长脸男子如实回答道：他已经刷完1次副本，又进去了。陈川，啥玩意儿？第83章暴杀深渊第3层。他还没有说话，就看到江叔的身影再次从副本中走出来。熟悉副本之后，江叔的通关速度也有所提升。这下子小胖子陈川更加震惊了，意思是小半个小时他就刷了2次副本了。他脸当场就绿了，这位爷也太猛了，自己的职业品质达到了金色8星，但和对方比起来差距巨大。刚刚在副本里，小胖子都以强大的毅力控制自己，没有花费大精力降服女妖王，而是直接将其击杀，但速度仍旧远远比不上对方。更何况自己还有3个对手，但对方却是单通，差距巨大。这是哪里冒出来的神仙？江叔发现小胖子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看，心中暗自嘀咕，这人莫不是有毛病吧？丝毫没有搭理小胖子的意思，便再次进入副本，留下小胖子在副本外风中凌乱。不，一定是他的职业正好克制这些女妖，否则他不可能通关的这么快。就像是我听闻有一个强大的全系职业，打女人的话会有着相当恐怖的加成，他的职业也一定是有着这种类似的特性，否则根本解释不通。小胖子心中自语，这样想之后，果然心里好受了一点。他继续美滋滋的在深渊第2层降服女妖王。不得不说，女妖王相当强大，陈川和他们战斗10多次之后，都有一种脚步虚浮的感觉。队伍中的那名高大男子连忙安慰道：这副本里面的战斗强度确实很大，我看你有些疲软了，你不要太勉强自己，如果不行了的话，可以直接告诉我。陈川捂着腰子，感觉腰子里面一阵刺痛。年轻人果然要节制，否则身体真的受不了。就在陈川刚刚想要开口说休息一下的时候，他又看到了江叔从副本里面出来。江叔的动作仍然是雷厉风行，不见丝毫疲态。他真是一个怪物啊，他通关的次数比我们还多那么多，竟然还龙精猛虎的。高大男子感慨一句。陈川也是暗骂变态，不，他一定是有特殊的办法克制女妖，才刷得这么起劲。不是我不行，而是他钻了空子。陈川自我安慰。很快他发现江叔这一次并没有立刻进入副本之中，而是看向了第3层。陈川，这可不行看啊！第3层建议进入的实力可是6阶，你一个5阶，看这个副本干嘛？难道想不开不成？这里是深渊，不是外界，越阶挑战深渊只有死路一条。在小胖子无比震惊的目光中，江叔的手触碰到了深渊第3层，身形逐渐消失，进入深渊之中。小胖子，周围不少人也注意到了江叔进入深渊第3层，纷纷露出惊讶的目光。一个面戴红色面具的男子道：刚才那个年轻人才通关第2层没多久，就直接进入了第3层，你难道不知道第3层是给6阶职业者准备的吗？另一个面戴橙色面具的女子道：或许他知道是故意这样的呢。我刚刚观察他很久了，他的通关速度极为惊人，只是用10多分钟的时间就单通第2层，他的实力很强，有挑战第3层的资格。红色面具男子笑了，道：深渊每深入1层，难度都会暴涨，他能轻松通关第2层，并不代表他有资格挑战第3层。不然，你以为为什么第3层深渊的说明上会写上建议6阶职业者组队进入？他还是太过自负了。橙色面具女子闻言陷入了沉默，片刻后她笑了笑，道：你所说的很有道理，但真正的妖孽是常人无法理解的，我赌他肯定可以成功通关。女子如此笃定的语气让红色面具男子摇头失笑，道：程雪，我还很少看到你如此看好一个年轻人，既然如此，那么便静静等待，看他是否能够通关。橙色面具女子赫然是雷鸣公会会长程雪。程雪微微点头，心中想的却是另一件事。先前迫于紫炎公会的压力，
他把江疏开除雷鸣公会，虽然嘴上说着不后悔，但心里怎么可能真的没有遗憾呢？得知江疏勇夺4阶职业者大赛总冠军的消息之后，这2天他觉都睡不好。江疏虽然不错，这个世上妖孽众多，江疏算不上最出众的那一批。刚才的那个戴着绿色面具的年轻人，其潜力就远远超过江疏。希望他能通关第3层吧，这样的话，说不定我就能彻底放下心结。程雪心中自语。深渊第3层中，江疏回想了一下第3层的深渊说明，该层拥有100只6阶实力的异星怪物暴怒巨猿，击杀所有怪物可通关本层深渊，建议6阶职业者进入本层。江疏清楚地看见了建议6阶职业者进入本层这句话，那为什么他还是进来了呢？因为他不接受建议。深渊女妖的刷怪速度虽然还算不错，刷了2个多小时，升了1级，但江疏总感觉第2层难以发挥出他所有的实力，所以刚刚升级，他就果断选择进入深渊第3层。前方一只巨大的猿猴看到江疏之后，气势陡然提升，猿猴拍打着胸膛上健硕的肌肉，狂暴地吼叫着，朝着江疏奔袭而来。不愧是暴怒巨猿，这样子看起来就很暴躁。6具分身暗影空间走出，站立在江疏身前。金色雷霆力劈而下，轰隆，生命值负 2%， 被金色雷霆劈中，也仅仅减少了 3% 的生命值。不愧是6阶异星怪物，强度真的很高。噗！暗红色箭矢绞杀巨猿胸膛，生命值负 3%。碎星之弓造成的伤害比雷霆掌控者高出 1%。这倒不是说碎星之弓的杀伐能力更强，而是暴怒巨猿皮糙肉厚，抗雷能力不俗，但碎星之弓的攻击却带有极为珍贵的百分比穿甲特性，透了巨猿很多的防御力，所以伤害高一些。如果是面对亡灵系怪物的话，雷霆掌控者的输出就会比碎星之弓高上很多。被金色雷霆和暗红色箭矢不断攻击，暴怒猿猴发出了更加尖利的嘶吼声，他手脚并用，奔行速度更快。金色雷霆和暗红色箭矢骤然消失，暴怒猿猴此时已经距江疏只有20-30米，他讶然抬头看向停手的雷霆掌控者和碎星之弓，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停止攻击。与此同时，太虚道枪一步踏出，站在了最前方。太虚道枪手持一柄流转着红色光芒的长枪，傲然挺立，整个人散发出一种锋锐无比的气质。暴怒猿猴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眼前的这个手持长枪的人比刚刚那2个更加危险。他看到太虚道枪动了，一点寒芒先到，而后枪出如龙。但我他妈还隔你这么远，你呲你妈呢！巨猿有点猛。噗！一杆闪烁着寒光的枪头悄无声息地从巨猿身后出现，狠狠捅在了他的腰子上。好！巨猿发出痛苦的嚎叫，生命值负 4%。太虚被动，借助空间之力可以任意攻击50米范围内的任意敌人。看似是戳不到巨猿，但在太虚被动的加持下，江疏信念一动，就让枪尖出现在了巨猿的背后，狠狠地捅他腰子。江疏恨不得把被刺技能按在太虚道枪身上，不然枪被刺，伤害值直接翻倍。这只是第1枪，第2枪、第3枪、第4枪很快戳出，生命值负 5%， 生命值负 6%， 生命值负 7%。最后一枪刺出，长枪的枪柄都在不住的颤动，发出嗡嗡般刺耳的声音。噗！这一枪贯穿暴怒巨猿的胸口，暴怒巨猿还剩下将近1半的生命值清零。夏季8次的最后一击，威能骇人。经验值正 0.3%， 工会积分加300。江疏眼睛一亮，嘴角微微勾起。0.3% 的经验值是女妖王的3倍，相当不错。但很快他把勾起的嘴角掰了下去，因为4周20只巨大的猿猴缓缓包围而来，20只6阶异星怪物，压迫感拉满。太虚道枪分身眼中燃起浓浓战意。群战，我最喜欢群战了。他扑向巨猿群之中，迫不及待，手中长枪宛如一条苍龙一般，每一枪刺出都会洞穿一只巨猿的身体。群战之下，太虚道枪的力量、速度和防御都有了极大的提升，比刚才更加恐怖。战个痛快！被动，太虚之枪无惧群战，每多一个敌人，太虚之枪的4维属性提升 10%， 最高提升 100%。4维属性翻倍后，太虚道枪的力量属性达到了26000点。在开启怒发冲关技能后，更是宛如虎入羊群，纵横捭阖，直接开始在巨猿群中游龙。经验值正 0.3%， 经验值正 0.3%， 经验值正 0.3%， 工会积分加300，工会积分加300。短短10多分钟时间，20只暴怒巨猿被太虚道枪彻底击杀。反观太虚道枪，仅仅掉落了 10% 左右生命值，
大阴阳师一发治疗术，轻松将其奶满。无敌！太虚道枪，群战无敌。这里的战斗刚刚结束没有多久，剩下的70多只暴怒猿猴拍着胸脯，一脸愤恨地前来为同胞复仇。测试过了太虚道枪的强度后，这一次江叔不再保留，5大分身齐出，近10分钟就击杀了这70多只暴怒猿猴。太虚道枪很强，但其他几个分身也不是吃素的，特别是杀伐能力上，雷霆掌控者开启雷神之怒，碎星之弓开启狂暴后，输出能力也极为不俗，而且两者的范围性杀怪效率甚至超过了太虚道枪。江叔看着系统面板，发现还有剩一只猿猴没有被击杀，他正打算去寻找这一只落单的猿猴，就看到远处有一只猿猴愤怒地吼叫着朝着他冲来。吼吼吼！这一只猿猴吼叫的声音极为尖锐和急切，远远听着都能感受到其中的巨大愤怒。当他走近之后，看到满地的同胞尸体后，叫声戛然而止。他看着江叔，眨了眨眼睛，发出轻柔婉转的声音：嗷呜！江叔，可爱念！噗！轰隆！赤！金色雷霆，暗红色箭矢，冰寒枪尖一拥而上。经验值正 0.3%， 工会积分加300。恭喜您通关第3层，通关评分 SSS， 是否留名？否。获得通关奖励：暴怒巨猿的毛发，紫色。江叔看了看，经验值总共增长了 30%， 花费时间近半个小时。但这其中有很多的时间都是在试太虚道枪的强度，如果一开始就全力杀怪的话，通关时间肯定可以缩短不少。在所有人都等级越高，升级速度越慢的时候，他却是升级速度越来越快。江叔对这个升级速度也相当满意。很快，他从副本出来，刚出来就发现有戴橙色面具的女人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江叔，搞什么飞机？第84章，工会等级提升。这里的战斗刚刚结束没有多久，剩下的70多只暴怒猿猴拍打着胸脯，一脸愤恨地前来为同胞复仇。测试过了太虚道枪的强度后，这一次江叔不再保留，5大分身齐出，近10分钟就击杀了这70多只暴怒猿猴。太虚道枪很强，但其他几个分身也不是吃素的，特别是杀伐能力上，雷霆掌控者开启雷神之怒，碎星之弓开启狂暴后，输出能力也极为不俗，而且两者的范围性杀怪效率甚至超过了太虚道枪。江叔看着系统面板，发现还有剩一只猿猴没有被击杀，他正打算去寻找这一只落单的猿猴，就看到远处有一只猿猴愤怒地吼叫着朝着他冲来。吼吼吼！这一只猿猴吼叫的声音极为尖锐和急切，远远听着都能感受到其中的巨大愤怒。当他走近之后，看到满地的同胞尸体后，叫声戛然而止。他看着江叔，眨了眨眼睛，发出轻柔婉转的声音：嗷呜！江叔，可爱念！噗！轰隆！赤！金色雷霆，暗红色箭矢，冰寒枪尖一拥而上，击杀这只可爱的巨猿。经验值正 0.3%， 工会积分加300。恭喜您通关第3层，通关评分 SSS， 是否留名？否。获得通关奖励：暴怒巨猿的毛发，紫色。江叔看了看，经验值总共增长了 30%， 花费时间近半个小时。但这其中有很多的时间都是在试太虚道枪的强度，如果一开始就全力杀怪的话，通关时间肯定可以缩短不少。在所有人都等级越高，升级速度越慢的时候，他却是升级速度越来越快。江叔对这个升级速度也相当满意。很快，他从副本出来，刚出来就发现有戴橙色面具的女人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江叔有点懵，他并不认识这个女人是谁。好家伙，难道是他通过了面具发现了帅气的长相？江叔撇撇嘴，没有搭理程雪，紧接着再次进入副本中。叔叔我呀，最喜欢练级了。程雪发现江叔出了副本之后，连多看自己一眼的意思都没有，心中不禁浮现出淡淡的失落。但很快他就调整好了心情，或许这就是绝代妖孽的行事作风。他转头看向和他一起的那名男子，此时男子面具下的表情极为精彩。先前江叔进入副本的时候，他就断言江叔绝对不可能通关深渊第3层，但是现在江叔不仅通关了，而且用时仅仅半个小时。啪啪打脸！此时男子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他从江叔刚才的实力波动来看，最多不过是5阶而已，但对方却轻松无比的通关了深渊第3层，难以想象。就算是得成天骄榜上前10名，在这个阶段也就只能做到这个程度吧。妖孽，这是真正的妖孽，自己看走眼了。男子感觉露出苦笑道，没想到这一次恰巧碰到了一个妖孽级天才。女子闻言嘴角微微勾起，低声道，天才之间亦有差距。
至于他所说的亦有差距，自然指的是江疏。江疏虽然不凡，但和这种妖孽比起来，宛如萤火置于皓月，暗淡无光。所以忽然程雪就感觉把江疏逐出雷鸣公会，心里没有那么难受了，舒服。果然，人是需要从对比中才能找到快乐。小胖子陈川在一旁眼睁睁看着江疏通关深渊第3层，脸上的不服气逐渐变为了轻松。这一位根本不是凭借着特殊方法通关，而是硬实力，就算是难度更高的深渊第3层，照样爆杀。猛人，一个远超自己的猛人。当差距足够大的时候，小胖子陈川心底的那一丝不服气也彻底消散。服气，真的服气了。算了算了，反正和对方的差距都这么大，不如继续在深渊女妖那里找回一点自信。为了弥补心中淡淡的失落，陈川继续进入深渊，狠狠地教训女妖王。此时江城职业者论坛之上相当热闹，一个 ID 为爷奥奈我何的人发帖。爷奥奈我何，原名赵傲天，傲天公会会长，7阶巅峰大圆满，半步8阶5星好评，境界强者。江疏什么臭鱼烂虾，这么多人吹捧，我看不过是江城败类而已。这个帖子在江城职业者论坛上引起了巨大反响，毕竟江疏刚刚在职业者大赛中勇夺第1，正是声名最盛的时候。我操，你傲天公会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竟然敢跳脸腰子猎人江疏！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傲天公会这是这么勇的吗？他难道不知道腰子猎人有多记仇吗？我估计傲天公会这一次是想要给紫炎公会投诚，所以才这么迫不及待的跳脸。很有可能傲天公会如果已经搭上紫炎公会的线了的话，确实有足够的底气跳脸输出。原有紫炎公会虎视眈眈，竟有傲天公会跳脸输出，江疏的日子怕是要难过了。众人议论纷纷之间，那个爷奥奈我何的 ID 继续发帖，江疏不是创建了一个什么叫做止阴的公会吗？哈哈，笑死，一个4阶的职业者竟然跑去创建公会，他以为公会是这么好发展的吗？100年公会，1000年超级公会，我傲天公会能够升到5级公会，亦是经过几十年的沉淀才有今天这个程度。他一个小小4阶职业者竟然跑去建立公会，这不是贻笑大方吗？我看他想要把这个公会升到2级，估计都要几年的时间。这100万积分就不是那么好凑齐的。最可笑的是，这个止阴公会里竟然还有3个成员，他们是脑子被驴踢了吗？进这么一个毫无前途的公会，听我的，赶紧解散吧。这个帖子发出之后，江疏所创立的止阴公会瞬间被人推向了舆论的顶点。很多人都知道，江疏被雷鸣公会驱逐之后，竟然自己创建了一个新公会。好家伙，创立新公会都来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级公会想要升级到2级需要100万积分，至少是同等级的帅级怪物才能提供几点积分，可见积分获取之艰难。大公会靠着成千上万的成员共同努力，想要凑齐100万积分都需要好几个月。江疏的止阴公会，等他凑齐100万积分都猴年马月去了。不理解，但大受震撼。总感觉江疏这一次要糟，而且积分只是第一道门槛，满足积分要求之后开启公会试炼，这更是难度拉满的一次考验。据说1阶公会试炼里面可是有着3只5转王级怪物坐镇，江疏想要把止阴公会发展起来，难。1天后，雷鸣公会驻地，李一刀和邵俊峰在一起闲谈。自从江疏离开雷鸣公会后，这2个先前不太待见的人倒是莫名其妙的走得近了一些。李一刀喝了一口杯中的茶水，道：这一次江疏夺取东域20城4阶职业者大赛冠军，不知道会长得知这个消息后心里会是什么样的感受。邵俊峰淡淡道：你说呢？李一刀长长叹了口气，道：如果江疏还在我们公会，那雷鸣公会定当是江城当之无愧的最强公会。邵俊峰并没有回话，只是长长的叹了口气。片刻后，李一刀提起另一件事，道：你听说了吗？江疏建立了一个新公会，名为止阴。邵俊峰点头道：知道。李一刀摇头道：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要把一个公会发展起来，其中的艰辛只有自己难以胜数。虽然我无比看好他的潜力，也不看好他的这个举动。而且据我了解，江疏的止阴公会有4个成员，除了他本人之外，其他3人的实力都很一般。想要以这样的班底来建立一个强大的公会，这完全是天方夜谭。邵俊峰淡淡道：无需担心，这估计只能算是江疏的玩票之作。年轻人嘛，想要给自己的亲友一个庇护的地方，这可以理解。估计等到江疏认识到这里面的困难之后，很快就会放弃这个念头了。李一刀闻言点头道：希望江疏能够早点发现这一点的，否则在上面浪费太多时间不值当。就在此时，2人听到耳边忽然响起了一道系统提示声：止阴公会通过公会试炼升级到2级公会，请全体公会成员再接再厉，再创新高。公会等级提升，
都会对本区域的职业者做出提醒。李一刀和邵俊峰听到这一道声音，都愣在了当场。刚刚还在说只因工会不过是江叔的玩票之作，这立马就听到只因工会升级到2级工会的提示。饶是以这两人的涵养，也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李一刀不可置信地开口道：“只因工会才创立没有几天，怎么就积攒到了100万积分了？几天时间就积攒如此多的积分，简直骇人听闻。”邵俊峰神色无比凝重，缓缓道：“深渊，只可能是深渊，才能有如此多的高品质怪物，让江叔积攒积分。”邵俊峰是知道江叔取得第1名的时候获得了一张深渊通行证的。李一刀闻言怔怔出神，这几天江叔究竟在深渊里杀了多少怪物啊？难以想象。那江叔又是怎么通关1阶工会试炼的呢？良久后，李一刀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邵俊峰被问住了，3只5阶王级怪物，就算江叔破入5阶，也绝不是对手啊。第85章，我叫李有炳，你说我是不是有炳？时间回到2个小时以前，江叔成功击杀深渊第3层中最后一只暴怒巨猿，耳边忽然传来系统的提示声：“恭喜您的工会积分已经达到100万，可以开启工会试炼。”听到系统提示声，江叔嘴角露出笑容。好家伙，不都说工会积分很难积攒吗？这一不注意就积攒到了100万积分，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难度嘛。只能说传言不实。他说并没有理会这一道系统提示，而是看向了自己的属性面板。经过整整1天的升级，他的等级已经达到了 LV59%，30%，快，实在是太快了。这个升级速度，如果说出去的话，绝对会羡慕哭一大片职业者。江叔对此也是极为满意。最开始他通关1次深渊第3层需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但随着战斗愈发熟练，通关时间被压缩到了20分钟，也就是1个小时就可以通过3次深渊第3层，升级速度大大提升。只能说我爱深渊，深渊提供的经验值实在是太过丰厚。俗话说得好，来都来了。既然已经来了，江叔当即决定把等级提升到60级再离开。他花费了1个多小时，速通了4次深渊第3层，本体的等级终于达到60级，舒服了，终于避免了强迫症患者被逼死。江叔思考了一下，并没有继续泡在深渊里给4大分身升级。既然工会积分已经足够，那就直接给工会升级。片刻后，江叔回到江城，找到了韩子姐、墨子姐、李有炳3人。刚一见面，韩子姐就叽叽喳喳地说出这1、2天傲天工会跳脸的事情。工会总积分只有会长可以看到，所以3人丝毫不知道江叔已经积攒够了100万积分。韩子姐一脸不忿地挥舞了一下拳头，空气之中的空气都焦躁了一些，道：“傲天工会实在太讨厌了，居然在职业者论坛上面疯狂拉踩我们只因工会，说什么我们这种新创立的工会没有前途，绝对没有发展空间之类的屁话，可把我给气的。”江叔看了看韩子姐身前的宏伟，对此深感同意。瞧傲天工会干的好事，都把孩子气大了。李有炳接过话道：“这2天傲天工会确实嚣张，我怀疑他们买了不少水军。职业者论坛上面不少人都附和着他们的话，说我们只因工会只不过是玩票性质，绝无可能发展壮大起来。”墨子姐眉毛微皱，眼神坚毅道：“就算是猴年马月去了，我们也要一步一步把知音工会发展壮大。”韩子姐重重点头道：“放心，以后我们一定会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江叔听到这话，忽然笑了：“以后不需要以后，现在就可以。”说着，他当即开启工会试炼。韩子姐、墨子姐、李有炳3人只感觉眼前一花，就来到一处苍茫的荒野，前方分布着上百只气息强大的5转怪物。李有炳倒吸一口凉气，道：“叔子，你什么时候凑齐的100万积分？”韩子姐更是一脸激动，一把抱住了江叔的胳膊，问道：“我说怎么这2天都见不到你影子？原来你这家伙悄悄地背着我们攒了这么多积分。”韩子姐激动之下，就差整个身体都挂在江叔身上。江叔感受到手臂上惊人的弹性，倒吸一口凉气：“韩子姐，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而后他面不改色的把韩子姐扒拉下来：“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现在该和我一起通关副本了。”李有炳闻言不由倒退2步。据他所知，工会试炼副本里可是有着上百只降级怪物，3只王级怪物，这他妈就算只是磕着碰着，自己都得原地升天啊！害怕？嗨嗨，叔子，我忽然觉得我们晚一些升级的2级工会也没有关系。李有炳干笑道。江叔看到李有炳的表现，不由乐了。看来你对自己的自我认识还是挺清楚的嘛。他拍了拍李有炳的肩膀：“不用担心，今天你的任务就是在这嘎嘎，我在这乱杀，懂了吗？”很喜欢李有炳的一句话啊。李有炳话音刚落，江叔就化作一道残影消失在原地。噗噗噗，
一道道清脆的声音传来：生命值负100%，生命值负100%，生命值负100%。一只只怪物当即倒下。江叔宛如阴影中的死神，每出一刀必定带走一只怪物的生命。上百只怪物齐齐攻击，都难以沾到他的衣角。快！他实在是快，太快了，宛如闪电，宛如清风，宛如鬼魅，不断的穿梭在怪物群之中。杀人红尘中脱身白刃里。5分钟后，广阔的荒野上静静躺着100只怪物的尸体。微风吹过，江叔手中的匕首上鲜血缓缓滴落。这一幕深深地印在了3人的脑海之中。亲眼看到江叔虐杀上百只5转降级怪物，他们才切身地感受到了江叔无与伦比的恐怖。正常人闻之色变的上百只降级怪物，在江叔手里就像是玩具一样，一碰就碎，强得令人发指。李有炳想要说话，但因为太过震惊，话到了嗓子眼都变成了奇怪的声音，嘎嘎。李有炳连忙捂住嗓子，好家伙，这下子真变成江叔在那乱杀，他在这儿嘎嘎了。韩子姐和墨子姐对视一眼，均能看到对方彼此眼中的震撼之色。江叔又变强了，刚才江叔所表现出来的速度远远超过先前在职业者大赛中的速度。和自己一起长大的发小已经成长到了这种地步吗？两人久久无言。喂喂，江叔的手在3人眼前晃了晃，大大咧咧开口，愣着干嘛？扣6啊！好不容易耍一次帅，你们竟然让我输得这么彻底，连倒吸凉气的声音都没有，这不是不尊重人吗？3人闻言齐齐翻了一个白眼。江叔轻轻咳了一下，道：嗨嗨，愣着干嘛呢？继续深入副本啊，还有3只王级怪物等着我们呢。路上，墨子姐对江叔叮嘱道：王级怪物极端强大，你待会儿一点要小心，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你尽管开口。虽然我们职业品质不如你，但在某些特定场合也是能够起到巨大作用的。江叔想了想，认可了墨子姐的这种说法。确实，如果装逼的时候周围没有人的话，那这个逼装的该是何等寂寞。所以墨子姐他们的作用真的很大。墨子姐根本没有意识到，她根本没有和江叔在一个频道上，见江叔听进了自己的话，还搁那儿暗自点头呢。片刻后，墨子姐便看到了3只体型巨大的王级怪物。她正想看看江叔如何小心应对，就发现江叔化作一道残影，直直冲向王级怪物。墨子姐脑袋上缓缓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问号。你管这叫做小心应对？5分钟后，江叔从空间戒指里面取出白色丝巾，擦拭着手上匕首之上的鲜血。墨子姐，江叔一脸疑惑地看着震惊的3人，脸上的表情是一脸疑惑，心里却是爽得飞起。对对对，要的就是这个小表情，要的就是这种倒吸凉气的感觉。舒服啊，被我装到了。墨子姐嘴角露出一丝无奈的笑容，心想自己刚刚叮嘱江叔小心，纯属多余了。5分钟，江叔就暴杀3只王级怪物。在刚才的战斗中，江叔的速度达到了 1.5 倍音速，在速度上完全碾压敌人，战斗没有任何悬念。就在此时，3人耳边响起了系统的提示声：恭喜通关1级工会试炼，只因工会成功升级到2级工会。听到系统的提示，李有炳、韩子姐、墨子姐3人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这就升级了？前前后后一共花费10分钟的时间，这10分钟里面至少还有3分钟是江叔在那凹造型摆 pose。简单，太简单了，不是说好的难得令人流泪吗？这就是3人心中那种不真实感的来源。李有炳眨了眨眼睛，道：这好歹也给这个副本增加一点难度啊，不然通关了我一点成就感都没有。李有炳说出了韩子姐和墨子姐2人的心声，心心念念工会等级提升，但真的到了这一刻，却有一种索然无味的感觉。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太轻易得到的东西，往往不太珍惜的缘故。江叔翻了一个白眼，道：李有炳，我发现你这家伙是不是有饼啊？李有炳理直气壮地开口道：我名字就叫李有炳，你说我是不是有饼？不是废话吗？江叔、韩子姐、墨子姐，好有道理，竟然无法反驳。李有炳说完之后，嘿嘿一笑，这外界要是得知我们工会等级提升到2级，怕是得惊得下巴都掉下来。江叔、韩子姐、墨子姐3人露出了会心的笑容。外界，诸多傲天工会高层正在开会，筹备如何针对江叔所在的止阴工会。恭喜止阴工会通过工会试炼，工会等级提升到2级。这一发系统提示声，直接把傲天工会高层给干懵了。第86章，报仇不隔夜。什么？止阴工会提升到2级了？不可能，绝不可能！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快？100万工会积分，就算是我们傲天工会，也需要积攒好几个月才能积攒到，他们怎么可能几天就积攒好了？而且他们是怎么通过工会试炼的？3只王级怪物
江疏带着3个拖油瓶怎么可能通关？傲天公会高层惊了，不可置信的开口。这2天他们集中火力嘲讽江疏建立的止阴公会，刚刚有点效果，就听到止阴公会升级，脸被打得啪啪响。铁一般的事实摆在面前，任何语言都显得无比苍白。傲天公会一时陷入死一般的沉默。此时职业者论坛中也是热闹非凡。好家伙，我就说梳子永远不会让人失望吧。果不其然，傲天公会刚嘚瑟没多久就被打脸，说什么江疏建立止阴公会不自量力，人家几天的时间直接就把1级公会干到2级了。就问你傲天公会服不服？牛啊牛啊，笑死我了！傲天公会这是出师位洁身先死啊！刚刚跳脸就被江疏按在地上死死摩擦。我先前就说了嘛，腰子猎人贼记仇，谁得罪了他，打脸都不隔夜的。此时正在手机上疯狂冲浪的江疏默默地放下了手机。什么话这是？动不动就搞人，我是这么记仇的人吗？我只是想要和傲天公会化解仇恨。江疏面不改色地拿起手机查了一下相关情况。傲天公会里面跳得最凶的是一个名为李健的人。这个李健正是先前被江疏砍死一次的那个长发男子的表哥6转实力。此时江疏升到 LV60， 已有足够的把握镇压6阶强者。他当即发出阳光的笑声。结。夜晚，李健一脸晦气的在野外刷过怪，怂恿整个傲天公会搞江疏，他是主力。刚刚看到一些成效，就发现止阴公会升级为2级公会，搞个锤子！这件事情对他在傲天公会里面的地位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江疏，阻我前程，动摇我地位，我与你势不两立。李健恨恨低语。身旁他留着一头长发的表弟安慰道：表哥不用太过忧心，只不过是暂时的失利而已，只要我们不忘初心，加大力度，一定可以把江疏拉下马。李健闻言心里这才好受一点，想了想后他低语道：江疏这家伙一天到晚神龙见首不见尾，难以找到他，但是他身边的人却可以轻易找到。我决定把他身边的人绑过来，引蛇出洞，到时候我会将他折磨致死，让他知道什么样的人是不能得罪的。长发男子闻言心里一惊，这种做法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李健转头看向自家表弟道：怎么，你怕了吗？长发男子倒退一步道：没有，我只是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做到这种程度吧。李健哈哈一笑道：没有必要，如果事成，我将会得到紫炎公会的大力培养，甚至他们直接将我任命为军团长也不是不可能。如此巨大的好处，你竟然觉得没有必要？长发男子咽了一口唾沫道：可是这和江疏身边的人没有关系吧？李健狞笑道：要怪就怪江疏太过嚣张，得罪了紫炎公会。长发男子不说话了，难怪表哥能有今天的成就，正所谓人不狠力不稳，表哥为了进步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自己还是太稚嫩了。小子，好好看，好好学，以后亏待不了你。李健拍了拍表弟的肩膀，语重心长道。长发男子若有所思的点头。就在这时，长发男子看到了一柄宛如碎镜一般的匕首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表哥身后，而后噗，匕首直直插入李健的腰子之中，李健的生命值瞬间清零。李健倒伏在地上，现出他身后的一道高大人影，悄无声息间暗杀6阶强者。长发男子倒退2步，不可置信地看着来人。江疏，是你？因为巨大的恐惧，他的声音出宛如杀猪一般尖锐。恭喜你，答对了。江疏嘴角露出微笑，而后一刀削手。这就是答对了的奖励哦。长发男子的脖梗被直接斩断，落在地上的透头颅死不瞑目。江疏看着倒在地上的2具尸体，神情淡然，没有丝毫怜悯之情。敢对自己身边的人动手，这2人已有取死之道，主打一个报仇不隔夜。忽然，李健的尸体之上泛起绿色的光芒，尸体逐渐虚化。李健还有一次复活次数，此时返回泉水复活。江疏看着这一幕，微微皱眉。复活之后，李健如果一直缩在城里面，他还真的不好动手。但李健必须死，敢动他身边的人，已经是触怒了他的逆鳞。不彻底杀死李健，他心中难安。那么，如何击杀李健呢？江疏陷入了沉思。与此同时，复活区域之中，李健面色苍白地盯着自己裸露的身体。死了，自己刚才竟然死了，自己甚至连凶手的样貌都没有看清。那人的实力绝对极端强大，远超6阶，否则以自己的实力，不可能连对方的样貌都没有看清。那么凶手一定是7转以上的强者。李健皱眉想了半天，都没有想到自己究竟什么时候的罪过这种大佬。
不对，江叔和我有仇，凶手一定是江叔。李健瞬间转变思路，谁杀我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借此搞江叔。李健当即在公会频道之中发言道：江叔凶狠残忍，竟然在野外刺杀我，如果不是我还有一次复活次数，就彻底死了。我表弟和我同行，他的复活次数已经用完，现在已经横尸野外。同僚们，这是什么行为？这是彻彻底底的挑衅啊！傲天公会几千公会成员看到李健的发言，纷纷惊了。好家伙，江叔竟然敢在野外刺杀6阶实力的李健，而且还真的让他刺杀成功了，离谱！不少人有些怀疑此事，但公会频道中，李健把这一场刺杀讲得绘声绘色的，声称江叔实力大涨，就算是他也一朝惜败，最后被残忍击杀。众人这才信了，纷纷怒了。江叔一个新晋职业者，竟然敢杀我傲天公会军团长，他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吗？宣战！必须对江叔所在的止阴公会宣战，血债必须血偿。以后只要不在城里见到止阴公会的人，就给我杀。5级公会的尊严不容践踏。本来还说只是抓住江叔，把他送去紫炎公会，现在是彻底的不死不休了。李健看到效果如此出众，不由露出一抹笑容。江叔只能委屈委屈你了，凶手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搞死江叔，获得好处，这就是不择手段。很快这件事情传到了外界，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江叔这么生猛的吗？我操，杀人了，这是真的杀人了呀！害怕捏，江叔这一次真的过了，有什么矛盾不能商量着解决吗？非要杀人，这是犯了大忌啊！哼，楼上的真是圣母婊啊！我他妈给你一刀，然后咱们商量商量解决怎么样？江叔这人心善，我相信他这样做一定有苦衷。屁的苦衷，杀人还是被逼的是吧？江叔这人就是杀性太重，必须被严惩。哼，到现在为止也不过是傲天公会单方面说江叔无故杀人而已，这你就信了？这年头反转还少吗？我的建议是兼听则明，看看江叔怎么说。很快江叔跑到论坛上发布帖子，傲天公会2人想要绑架我的亲友，以此来威胁我的生命，被逼无奈，我只能出手杀人。我在此严厉督促傲天公会交出李健，否则后果自负。江叔这个帖子一出，论坛上顿时炸了。好家伙，我就说有隐情吧，你们看，江叔果然是被迫出手。江湖是江湖了，这是江湖规矩，傲天公会竟然不要脸，想要出盘外招，实在是过分。这一次我支持江叔，确实是傲天公会过分。如果换作是我，身边亲友被危险，我估计也很难控制住自己。质疑江叔，理解江叔，支持江叔，这2个傲天公会的人死有余辜。论坛上风向为之一变，绝大多数人在得知江叔出手的原因之后，纷纷倒向他。毕竟这年头谁还没有几个仇人呢？如果都像傲天公会那样有仇就绑架亲友，那岂不是乱了套？众人感同身受，所以下意识反感傲天公会的做法。此时傲天公会之中，李健看着江叔的回复，一脸懵逼。好家伙，杀自己的人还真是江叔啊！他本来是栽赃陷害，但没想到歪打正着，这下子难办了。在李健的预想中，出手之人并不是江叔，所以江叔自然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对他身边的人出手。但好巧不巧，江叔就是凶手，对他所说的那些话记得很清楚。坏了，李健脸色难看，自己不会被傲天公会放弃吧？就在这时，他在论坛上看到了一个 ID 名为天生傲骨的人发帖，这个 ID 的拥有者正是傲天公会会长赵傲天。杀人之后竟然还栽赃，江叔你果真是好手段。难道说凭你的一面之词，我们就会信了你的鬼话吗？什么我傲天公会之人想要对你身边的人动手，一派胡言，让我们交出李健。哈哈，你以为我们傲天公会会怕你不成？有种的就来我傲天公会驻地找他。我傲天公会几十年的底蕴，还不是你一个转职没多久的职业者可以碰瓷的。不服来战！傲天公会会长赵傲天在论坛上一顿输出，嚣张无限。论坛众人纷纷感觉到了一种巨大的压力。5级公会虽然比不上江城3大公会，但也是一方大势力。就如傲天公会共有10名7阶强者坐镇，其中会长赵傲天更是7阶巅峰大圆满境界，麾下更是有上百6阶强者，上千5阶强者，这种阵容已经堪称豪华。江叔虽然能够击杀6阶的李健，但是和傲天公会的势力比起来差得太多了。同时赵傲天给李健打了一个电话，不用担心，就算是你先对江叔身边的人下手，我也会死保你。我傲天公会好歹也是资深大公会，
把你交给江叔，那我傲天公会的威信何存？江叔虽然天赋不错，但终究没有背景，我不把你交出去，难不成他还能来咬我傲天公会一口？李健听了这话，心中大定，而后连忙在论坛上帮着赵傲天输出。哼，江叔，你不是很想杀我吗？我就在傲天公会驻地里等着你，是男人就过来砍我。天才，这世上最不缺的就是天才，以为有一点天赋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是吗？来，求求你，砍死我！哈哈，差点忘了，你现在是野外都不敢出的一只缩头乌龟。算了算了，你还是好好的当你的乌龟算了。江叔看到赵傲天和李健的帖子，脸色顿时冷了下来。好好，这么玩是吧？傲天公会，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江叔当即决定把所有事情全部抛在一边，专心搞傲天公会。他查了一下傲天公会的实力，10名7转强者，上百名6转强者。6转强者可以忽略不计，但7转之后会实现生命跃迁，彻底进入超凡领域，7转之下难以抗衡。江叔感觉异常棘手，想要灭了傲天公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那么唯有升级，尽早将几大分身都拉到60级，然后破入6阶，特别是6号分身契约骑士，拉到60级之后可以2次进阶，到时自己的实力定然可以突飞猛进。打定主意之后，江叔先给韩子姐、墨子姐、李有炳3人发了个消息，让他们这段时间不要外出，而后便一头扎进深渊里。第87章，陈川，我的好兄弟。6号分身契约骑士王腾突破至1阶，获得120自由属性点，本体同步获得相同自由属性点。6号分身契约骑士王腾突破至2阶，获得250自由属性点，本体同步获得相同自由属性点。6号分身契约骑士王腾突破至3阶，获得400自由属性点，本体同步获得相同自由属性点。6号分身契约骑士王腾突破至4阶，获得600自由属性点，本体同步获得相同自由属性点。6号分身契约骑士王腾突破至5阶，获得800自由属性点，本体同步获得相同自由属性点。大半天的升级，6号分身的等级就被拉到了 LV50。深渊之中的升级速度快得令人头皮发麻。爱深渊3个字，江叔已经说够了。6号分身连续5次职业突破，江叔爽得飞起。同时，本体获得总计1570自由属性点。江叔把这些自由属性点加在了敏捷上，敏捷属性当即达到了41490点。舒服了，感觉到体内更加强大的力量，江叔嘴角微微勾起。又花费了大半天的时间，耳边传来系统提示声：6号分身等级提升到 LV60，实力有所增强，60级了。江叔心中振奋，看向契约骑士头顶，职业契约骑士，橙色，加材料天命神石，金色，等于职业天启骑士，金色。天启骑士，怎么感觉这名字有点熟悉呢？我抄，杰斯4你。在圣经中就有关于天启4骑士的记载，天启4骑士分别掌握死亡、饥荒、瘟疫、战争的权柄。这天启骑士不知道是否与此有关。思考片刻之后，江叔加快速度通关副本。他拿出手机搜索天命神石的相关信息。好消息，交易行有卖。坏消息，一枚天命神石5000铸币。看到这个价格，江叔险些没有绷住。他辛辛苦苦参加职业者大赛，加上另外4具分身，总共获得的铸币也不过9000枚，一个材料就需要5000铸币，这他妈怎么不去抢啊？江叔内心疯狂咆哮。但天命神石小概率可以从深渊22层产出，极为难得，就算是全世界的交易商场之内，也只有1家在售卖。除非江叔等到自己实力足够强，去深渊22层自己刷，否则的话就只能忍痛在这一家购买。钱并不是花了，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自己。幸好江叔擅长自我安慰，这样想着，顿时心里没有那么难受了。他正打算返回江城，通过交易行的渠道购买天命神石，就听到耳边响起一道声音：“擦，大哥，我终于等到你了！”江叔的不远处，一个胖子神色激动地跑了过来。江叔疑惑地看着他，不认识，有点猥琐。嘿嘿，大哥，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我早已经关注你很久了。先前你刷副本的英姿，我可是都看见了。20分钟通关深渊第3层，这种实力，就算是放在我们德城，都是数1数2的。我单方面宣布，你就是我大哥。小胖子陈川十分自来熟。江叔眨了眨眼，好家伙，这东西都可以单方面宣布吗？那我单方面宣布，我是神里灵华的。嗨嗨，我这人性子向来冷淡，不喜欢和人交流，
所以当你大哥还是算了吧。江叔摆出了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摇头道。陈川见此，心中稍稍失落。江叔的潜力，他可是亲眼看到过的，比自己强了不是一星半点。如果能够提前打好关系，以后说不定会起到大作用。而陈川所在的陈家，就是靠着不断的投资添财，才能屹立千年不倒。陈川这算是继承了优良家风。他见江叔转身离开，顿时急了：“大哥，莫急，让你当我大哥，你绝对不会吃亏。”说着，他一边跑到江叔身前，一边掏出一大把铸币：“这就是我交的大哥费。”江叔看着陈川手中满满的快要溢出来的铸币，脑门上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大哥，不要和我客气，如果你不收，就是看不起小弟我。”说着，陈川不断的抓出铸币，放到江叔手中。江叔粗略一看，怕是有好几百枚。他看向陈川的神色当即就变得不一样了。哼，我忽然发现和你一见如故。江叔一边淡定自若的把铸币往空间戒指里放，一边道：“都是兄弟，不要给我铸币了。”陈川看着江叔把衣服荷包露出来，嘴角微微抽搐。这个便宜大哥有点东西，但他陈川浑身上下除了钱一无是处，当即又往江叔荷包里狂塞铸币。江叔越看越是觉得陈川亲切，至于猥琐，都是误会。这个小胖子分明长得很英俊嘛。果然，人还是不能太过先入为主，需要不断的接触，才能对别人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江叔略微轻点了一下，狂赚2000铸币，舒服啊！茫茫人海中，你我能够相遇，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天生就是兄弟啊！江叔拍着小胖子陈川的肩膀，语气亲切的开口：“陈川，说好的性子冷淡呢？看破不说破是成年人应有的素养。”所以陈川也是亲切的拍着江叔的肩膀，笑道：“大哥，以后什么需要小弟的，随叫随到。”江叔笑容灿烂的点头，两人勾肩搭背，像是认识多年的好友一般。从陈川的话语中，江叔得知他来自德城陈家，是一个不弱于王家的大家族。而陈川亦是询问江叔的身份：“大哥，我看你实力这么强，不应该籍籍无名才是。难道说你是其他几个超级城市天骄榜上的人物？这方世界人族共有108座城市，像是德城这样人口过10亿的城市就有10座，被称之为超级城市。”江叔正欲回答，就看到了迎面走来一个面戴橙色面具的女子。“你好，认识一下，我叫程雪。”女子取下面具，露出倾国倾城的容颜。“我超，好漂亮，比女妖王还亮。”小胖子看得一愣一愣的。程雪整理了一下略微凌乱的青丝，轻笑着开口道：“先前我看到你以极快的速度通关深渊第3层，惊叹于你的实力，所以希望和你加个好友。”程雪身旁那个戴着青色面具的男子看到程雪的笑容，露出苦笑。在他的眼里，程雪一直是不苟言笑，很少露出笑容，但今天却是主动走上前，微笑着请求一个少年加好友，这属于是破天荒的事情。但他也理解程雪的这种做法，毕竟以这个神秘少年展现出来的惊人潜力，估计要不了几年就可以达到和他们相同的层次。届时无论是在深渊外互为助力，还是组队下深渊，都是极为不错的事情。程雪，陈川眨了眨眼，惊讶道：“莫非你就是有冰美人之称的江城雷鸣公会会长？”程雪轻轻点头，坦然承认了此事。既然他取下面具，就没有隐藏身份的想法。要交友，那便需要坦诚相待。陈川想到了最近刚刚结束的4阶职业者大赛，这个德城制霸了几百年的赛事，就是被江城的选手挤了下去。这件事在德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那个第1名江叔似乎曾经就是雷鸣公会之人。呵呵，久仰久仰。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程会长的雷鸣公会可谓是英才辈出，就连4阶职业者总决赛的第1名也出自雷鸣公会。陈川笑着开口：“正所谓花花轿子人抬人，初次见面，那指定是要找角度夸赞别人。”程雪听到这话，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他身旁的面具男子听得目瞪口呆：“好家伙，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说这事儿不是戳程雪的伤疤吗？”“嗨嗨，可能这位兄弟有所不知，那个江叔因为品行低劣，已经被程雪会长逐出了雷鸣公会。”面具男子只能硬着头皮帮忙解释道：“陈川，好家伙，这马屁拍到马腿上去了。”这也不能怪陈川，能够知道第1名出自雷鸣公会，都已经是他消息灵通了。正经人谁会去关注一个江城公会的人事变动啊？原来如此，看来程雪会长铁面无私，公正执法，就算是天才，犯了错也一样毫不姑息。这种精神让人钦佩。
陈川长袖善舞，当即找不了回来。程雪的脸色这才好看了一点。哼，那个江叔就算是天才，但是和我大哥比起来，提鞋都不配。天才之间亦有差距。江叔虽然是第1名，但是让他来深渊试试，他能单通吗？能20分钟暴杀深渊第3层吗？不吓得屁滚尿流都不错了。所以这样一个品行有缺的职业者，开除也就开除了，没有丝毫值得可惜的。小胖子义正言辞地说道。程雪听得心情愈发舒畅。不必提这个人，今天我来是结交你这位真正的妖孽级人物。程雪淡淡一笑，直视江叔道：我怕这个名字脏了你的耳朵。程雪一脸坦然地看着江叔，丝毫不担心江叔拒绝。他再清楚不过，或许单纯的美貌很难打动这种级别的天才，但美貌这张牌加上他8阶巅峰的实力，就堪称王炸，可以说是无往不利。但江叔仍旧保持着沉默，气氛逐渐变得不对劲起来。良久后，陈川干笑道：大哥，你怎么不说话？程雪也是一脸疑惑地看着江叔，不明白哪里出现问题了。这时他看到江叔缓缓地取下面具，露出一张棱角分明的脸。这张脸，程雪脸上的表情顿时凝固了。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就是江叔呢？平淡的话语传出，小胖子和面具男子当即石化。小胖子身体踉跄的倒退3步，手捂着心脏，有种呼吸不畅的感觉。妈耶，大哥就是江叔，自己刚刚还搁那儿使劲说江叔给大哥提鞋都不配，在深渊里一定吓得屁滚尿流，这他妈不是找抽吗？好家伙，当着正主骂正主。程雪咬紧了牙，半天没有回过神。这个让他都感到无比惊艳的男子就是江叔。先前他看到这个男子暴杀深渊，还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妖孽，江叔和他比起来差上了太多，就算是被开除也没什么可惜的。但现在发现对方就是江叔，程雪顿时感觉心里受到了1万点暴击。更让他恨不得当场找个缝钻进去的是，他刚刚为了凸显对对方的重视，还说了一句我怕这个名字脏了你的耳朵，这一副略显讨好的样子，竟落入了对方眼中。尴尬的抠脚，程雪咬牙，当即脚底一踏就飞上空中。职业者7转之后就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御空飞行，程雪身为8转强者，飞起来更是驾轻就熟。但今天他的飞行却是踉踉跄跄，好几次都差点撞到了其他飞行的职业者，可见他内心的慌乱。面具男子表情复杂地看了江叔一眼，露出苦笑。程雪亲手放弃了这样一个妖孽级人物，这怕是会懊悔一辈子。雷鸣公会的前会长和程雪如师如父，他接受雷鸣公会后，毕生的心愿就是把雷鸣公会发扬光大，所以当他雷鸣公会有一点点危险的时候，都会反应激烈，所以还请你不要怪罪他。面具男子拱了拱手，追逐程雪而去。场中只剩下小胖子陈川和江叔2人。江叔转头看向陈川，陈川，尬，实在是太尬了。他忽然觉得需要出点钱，维系一下兄弟感情。第88章天启骑士。1个小时后，江叔返回江城，空间戒指里多出了3000铸币，都是陈川给的兄弟费。他这个做大哥的其实不想要这些钱，但不能寒了兄弟的心不是？没办法，他这人还是太心善了。陈家擅长投资有潜力的职业者，收了他们的钱，他们也不会有过多的要求。他们散财的目的就是希望自己成长起来之后，能够在顺手的时候庇护一下陈家。不得不说，这些大家族能够延续至今，都有着自己的门道啊，不是小说里那种没有脑子的门法。这陈家活该他们强盛。江叔心中感慨。他离开小区，准备前往交易行，但刚打开小区的门，就看到了一群气息强大的人锁定了他。江叔神色一沉，傲天公会成员。哟，这不是江叔吗？当缩头乌龟当了这么久，总算舍得出来了吗？李健站在人群前，一脸嘲讽地盯着江叔。你不是要让傲天公会交出我吗？我自己送上门来了，你怎么不动手啊？李健就突出一个嚣张，他的确有嚣张的底气。江城之内有着神器破天剑存在，亦有不少执法者巡逻，如果发生争斗的话，破天剑示警，执法者很快就会赶来。所以李健就是笃定了江叔不敢动手。况且他身后有着10多位6转职业者，真的动起手来，拿人都可以堆死江叔。还江城之虎，我看不过是江城乌龟罢了。虽然忌惮于职业者殿堂的威严，不敢在城内动手，但言语恶心江叔却是没有问题的。四周逐渐汇聚了不少吃瓜群众。好家伙，傲天公会的人这是彻底盯上江叔了呀，都找到家门口来了。我估计如果不是畏惧职业者殿堂，
这些人早就杀进江叔家里了，虽然没有动手，但仍旧可以恶心人。代入一下江叔，我已经开始愤怒了。这不是耍流氓吗？打又不能打，骂又骂不过，就像是狗皮膏药一样恶心。傲天公会哪个天才想出的这个办法？我愿称之为绝活。听到围观群众的话语，李健更加得意，开口道：从今天开始，只要你出门，我们就跟着你。江叔闻言捏紧了坨子，哟，恶心。虽然他升级可以去深渊，但不管是购买材料还是购买食物，都需要离开小区，不可能一直在家里缩着。傲天公会这个办法虽然恶俗，但真的很有效。哈哈，急了，大家看，他急了。李健看着江叔捏紧的坨子，发出嚣张的笑声。怎么，你不服气？不服气就过来打我啊！李健这是有恃无恐，斜着眼看着江叔，就像是他们不敢冲进小区狂揍江叔一样，江叔也绝不敢违反规则对他动手。下一刻，江叔直接化作了一道残影，啪！一道清脆的响声在场中响起，李健被打得直接扒拉在地上，脸上出现清晰可见的五指印。众人见此，倒吸一口凉气。什么？江苏竟然敢在城里面打人？他难道不怕执法队的追责吗？李健也是不可置信的看着江叔。不是，他怎么不按套路出牌的？李健心思急转，这未尝也不是一件好事，至少江叔这样打人一定会被执法队抓走，让他好好尝尝监牢的滋味。很快执法者化作一道红光赶来，这个出勤效率杠杠的。这边刚刚打人执法者就赶到了。李健面色一喜，他正准备状告江苏的罪状，就听到场中忽然响起江叔的暴喝声：李健，你竟然敢当众打人！李健脑门上浮现出一个大大的问号。我打人？有没有搞错？谁见过打人者这样子躺在地上？执法者大人，李健竟然胆敢用脸撞击我的手部，我手都麻了。执法者听到这话，险些没有绷住。这么多年，第一次听到把打人说的这么清新脱俗的。如果说其他人说这句话，执法者肯定会反问一句：阁下何故无缘无故把我当傻逼？但江叔是副店主李毅特地叮嘱关照的人，所以这一次执法者选择相信正义，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用脸撞击他人的犯罪者。他沉着脸看着倒在地上的李健说道：在城里当众打人，你是不是视职业者殿堂的律法为无物？很喜欢李健的一句话啊！李健身后的傲天公会成员也是一脸震惊的看着执法者，他们算是看出来了，江叔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的动手，那是因为背后有人。职业者殿堂虽然大多数时候是中立的，无法干预具体事务，但在关键时刻偏袒一下，起到的作用极为惊人。不是说好江苏没有背景吗？这他妈这个背景简直是深不可测。很快李健被执法者带走，江叔一脸唏嘘的看着震惊的众人，说道：傲天公会果然张狂，在城里面竟然就敢当众打人，还好我这人心善，没有继续追究他们更多的责任。众人闻言险些没有绷住，骗兄弟可以，你哥这还把自己骗了呢。江叔没有搭理凌乱的众人，潇洒转身离去。10多个傲天公会成员在原地面面相觑。刚才江叔出手的时候，他们亲眼看到了那个速度，已经超过 1.5 倍音速。这个速度以他们的实力绝难以阻挡住江叔，打不了一点。先前李健不是说他和江叔大战300回合之后才一招落败吗？这样看来，这几天的时间江叔进步神速，必须把这件事快速报告会长赵傲天。傲天公会成员做鸟兽散。片刻后，江叔购买好进阶材料回到家中。5000铸币啊，足足5000铸币就这么花出去了。江叔一脸心痛的把天命神石递到6号分身手上，以满足进阶条件：职业契约骑士，橙色，加材料天命神石，金色，等于职业天启骑士，金色。是否进阶？是。江叔只感觉一阵惊人的变化出现在6号分身之上，熟悉的生命层次跃迁的感觉再次传来。10多分钟后，6号分身进阶成功。江叔连忙打开属性面板，姓名王腾，6号分身，职业天启骑士，金色8星，等级 LV 60，经验值 0%， 5转，称号无，力量10000，敏捷3000，体质9000，精神2000，自由属性点0，装备无，技能1天启，被动，可以契约坐骑，坐骑获得 200% 的属性加成，可让本源坐骑在天启之力下觉醒本源血脉，不断进化。技能2征服者，被动，天启骑士掌握战争的权柄，攻击敌人一次可以叠加 5% 的攻击力，
最高叠加300%的攻击力。技能三护主，天启骑士遭遇攻击时，优先扣除坐骑的血量。该技能可主动开启或关闭。技能四巨剑精通，天启骑士精通巨剑，手持巨剑类武器，可获得3倍攻击力加成。技能五无畏冲锋，天启骑士驱动坐骑对正前方发起冲击，冲击距离为3000米，冷却时间10s。技能六破军，天启骑士将天启之力注入武器之中，可以让武器直径增加2米，变长20米，伤害增加500%，持续时间1分钟，冷却时间2分钟。裸装备的情况下，4维属性达到了24000点，比之前的太虚道枪属性值还要高。新一代数值怪诞生了，6个技能，每一个技能的实用性都很强。江疏最为眼馋的技能是第一个被动技能天启。天启骑士可以为坐骑提供200%的属性加成，换算过来也就是4维属性变为3倍。这个恐怖的加成，江疏直呼好家伙，看得他自己都想要给天启骑士当坐骑了。但他也知道，只有宠物才能充当坐骑，并且不是所有宠物都可以当坐骑，需要特定的种族才可以。但相应的，这个技能也占魔很多，导致天启骑士的其他几个技能倍率相对较低，这也算是一种平衡吧。也就是说，想要真正发挥出天启骑士的强度，必须搞一只高品质的坐骑才可以。想到高品质坐骑的价格，江疏心在滴血。金色品质的坐骑动辄几千铸币，买不起，根本买不起。现在他空间戒指里面唯有一只天蛇宠物蛋。思考片刻后，江疏将其取出来，递给天启骑士分身。孵化！天启骑士分身往宠物蛋中注入力量，很快，一只可爱的小蛇破壳而出。小蛇的样子并不狰狞，反倒像是卡通蛇一样，有着大大的眼睛，一脸呆萌地看着天启骑士。先前江疏一直没有孵化天蛇宠物蛋，主要是有2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不用上宠物，不想让它分享自己的经验值，另一方面是担心被有心人发现这天蛇是产自于魔蟒的觉醒秘境，引发不必要的麻烦。但现在天启骑士确实急需一只宠物，并且他都是单刷深渊，不用担心被人发现。先用着试试，是否契约天蛇为坐骑？耳边传来系统提示声，还真可以骑蛇。蛇能被骑，这也很合理，毕竟早有骑蛇战士许仙亲身做出了示范。契约成功，江疏当即感觉到天蛇和天启骑士之间有一种奇妙的联系。就在此时，天蛇体表的鳞片不断剥落。江疏，小蛇，你在搞什么飞机？天蛇受到天启之力的静养，开始觉醒，品质进化中。听到系统提示声，江疏愣住了。这都行？他当即回忆起了当初魔蟒的觉醒秘境中的情况。那时魔蟒觉醒之后，品质也发生了提升，很有可能这就是天蛇一族的特性。天蛇品质提升至金色。此时天蛇体表的鳞片闪烁着缕缕金光，看起来极为神异。好家伙，金色品质，这踏马得值个几千铸币了吧？江疏脑海里的第一个想法，财迷是这样的，但理智制止了他。毕竟天启骑士真的很需要一只品质足够高的宠物。天蛇的品质进化为金色之后，算是勉强能满足天启骑士的需求。既然如此，那就开杀！江疏迫不及待把力量灌注入深渊通行阵中。叔叔我呀，最喜欢刷深渊了，赶紧升级！江疏已经迫不及待把几个分身全部升级到60级，到时候职业突破进入6转之后，实力还可以再上一个台阶。傲天公会屡次3番挑衅，不仅跳脸输出，还敢带着人当众来小区门口堵自己。江疏已经迫不及待化解傲天公会的仇恨了。第89章无限进阶，比肩神明。深渊第3层之中，前方2只身材高大的暴露巨猿正在彼此用肩膀磨蹭着对方。这个动作让江疏想到了一个故人。我操，怎么哪里都是小黑子？这个世界还能不能好了？江疏召唤出6号分身天启骑士。此时天启骑士身上已经穿戴上了一套5阶红色装备，装备属性只能算是平平无奇，但江疏实在不愿意花费太多的铸币去购买一套很快就会被淘汰的紫色装备，所以说将就着用吧。天启骑士一身骑士重铠，手里面拿着一柄流转着红色光芒的巨剑，装备品质虽然只有红色，但看起来威风凛凛。江疏神念入主天启骑士分身，他嘴角露出兴奋的笑容。无畏冲锋，这个天启骑士的核心攻击技能，可以冲锋的距离长达3000米。江疏已经迫不及待试验这个技能的威力了。本来要发起冲锋的江疏发现毫无动静，脑门上浮现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啥情况？冲不动。江疏有点懵，而后查看技能描述，
无畏冲锋，天启骑士驱动坐骑对正前方发起冲击，冲击距离为3000米，冷却时间1分钟。好家伙，原来是要配合着宠物冲锋才行。于是江叔召唤出了天蛇，一只不灵不灵、闪烁着金光的小蛇出现在小白身前。小蛇身躯娇小，只有半米长，2指粗。江叔看着天蛇，暴汗。好家伙，这么小的蛇冲得动吗？内心疑惑着，然后跨步骑上了天蛇。一束梨花压海棠，身材娇小的天蛇当即被一个大汉死死压着，这画面看起来就很美。江叔也有点尴尬，这天蛇还没满月呢，但没有办法，只有这一只坐骑了，他只能硬着头皮发起无畏冲锋。江叔只感觉一股强大的动能从胯下传来，他的整个身体都因为这股巨大的力量不受控制的往后仰着。我操，还真的冲起来了！砰！声巨大的响声传来，那2只正在互相铁山靠的暴怒巨猿直接被冲飞到了天上。生命值负 6%， 生命值负 6%， 2大鲜红的生命值掉落提示浮现而出，而天启骑士分身已经出现在3000米之外。江叔低头看着胯下的小蛇，眼中露出惊讶之色。好家伙，这么小就冲得又快又远，那长大了还得了？另一边2只跌落在地的暴怒巨猿嘶吼着朝着天启骑士分身奔袭而来。江叔嘴角微微勾起，举起了手中的巨剑。在2只暴怒巨猿距离越来越近的时候，他手中巨剑猛然暴涨，直至暴涨到1柄5米粗，15米长。破军，天启骑士将天启之力注入武器之中，可以让武器直径增加5米，变长15米，伤害增加 500%， 持续时间1分钟，冷却时间2分钟。江叔双手擎剑，以开山之势朝下狠狠劈下。轰隆！地面出现一道深深的裂痕。生命值负 10%， 生命值负 10%。这一剑击中2只暴怒巨猿之后，小白感觉一股巨大的力量缓缓朝着自己体内流入。征服者被动，天启骑士掌握战争的权柄，攻击敌人一次可以叠加 5% 的攻击力，最高叠加 300% 的攻击力。斩中2只敌人，攻击力提升 10%。轰隆！又是一剑劈下，战中2只暴怒巨猿。生命值负 11%， 生命值负 11%。攻击力提升之后，伤害略微上升。与此同时，又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朝着天启骑士分身体内涌入。江叔心中突发奇想，如果无畏冲锋和破军技能组合起来，效果是否会更加惊人？想到就做。无畏冲锋10秒的冷却时间已经到了。江叔再一次骑着天蛇发起冲击，手中巨大的金色巨剑砍向2只暴怒巨猿的躯体。强大的冲击力搭配上金色巨剑，瞬间撕裂2只暴怒巨猿的手臂。生命值负 30%， 生命值负 30%。一个巨大的红色生命值掉落提示飘起，还真的很有效果。江叔乐了，无畏冲锋加上破军的效果远超想象，难道说我真的是天才？很快2只暴怒巨猿被击杀，经验值正 0.3%， 经验值正 0.3%。 江叔嘴角露出笑容，而后继续朝着副本深处前进。很快江叔就遇到了暴怒巨猿大军。天启骑士分身二话不说，幻化出15米长的巨剑，骑着天蛇朝着近百暴怒巨猿冲击而去。噗噗噗噗！恐怖的冲击搭配上骇人的金色巨剑，所过之处鲜血飞溅，宛如绞肉机。生命值负 30%， 生命值负 31%， 生命值负 32%， 生命值负 100%。 一道道鲜红的生命值掉落提示充斥着江叔的眼睛。当征服者叠满之后，天启骑士分身的攻击力增加 300%， 直接秒杀一星怪物暴怒巨猿。耳边传来一道又一道的经验值提示声，江叔爽的头皮发麻。就是这种感觉，割草升级，回来了，一切都回来了。天启骑士的实战能力超乎想象，江叔嘴都笑歪了。不愧是花费足足5000，大洋才2次进阶的超强职业，不愧为金色8星。与此同时，雷霆掌控者分身、暗黑霸铠分身、大阴阳师分身、碎星之弓分身、太虚道枪分身缓缓从暗影空间迈出。6大分身齐聚首，狂暴的金色雷霆，威猛的暗黑色机甲，乳白色的浓郁光华，暗红色的碎星剑矢，无处不在的枪影，以及那冲得又快又远的金色闪电。6大分身搅碎战场，一只又一只强大的暴怒巨猿化作经验值，耳边的经验值提示声不绝于耳。享受，神仙一般的享受。江叔本体坐在草坪上，取出烧烤全家套，架起火烤着新鲜的烧鸡，内心美滋滋。这哪像是来下深渊的，分明像是来度假的。这一次总共花费15分钟出头的时间就通关了深渊第3层。
江叔的烧鸡才刚刚烤好呢，恭喜您最高评分，通关深渊第3层。片刻后，江叔被传送出深渊第3层，他的身形出现在深渊石碑之旁，周围正在准备下副本的上千职业者看到忽然出现一个拿着一只鲜嫩烧鸡的年轻男子，不要露出震惊的神色。好家伙，这是在干什么？烤烧鸡？这些人想要吐槽，但是槽点太多，却不知道从何吐起。尼玛，从来没有见过人深渊还在搁这里面烧烤的，就他妈离谱！人群中，程雪神色复杂的看到这一幕。在江叔刚刚抵达深渊古城的时候，他就一直暗中观察。他亲眼看到江叔进入深渊，又亲眼看到郑叔拿着一只烧鸡从深渊之中出来。这前后的过程不过15分钟左右，也就是说，这一次对方15分钟就通关深渊第3层，比之前的速度还要快上5分钟。而且看着江叔手里拿着的那一只烧鸡，绝对是在副本之中烤出来的。也就是说，江叔在下副本的时候，竟然还有闲暇去烤烧鸡。江叔又变强了，而且变强的不止一星半点，这个程度，就算是得成天骄榜前5位了，都不一定可以达到。程雪眼中浮现出一丝深深的悔恨之色。如果不是自己当初忌惮紫炎公会的压力，这个天才一定还属于雷鸣公会，本是一个可以带领雷鸣公会走向兴盛的绝世天才，但就是因为自己的一念之差，亲手驱逐了雷鸣公会的希望。想到这，程雪有种不能呼吸的感觉，痛，实在是太痛了。5个小时之后，江叔的雷霆掌控者分身升级到了65级。江苏忽然惊讶地发现，雷霆掌控者分身的头顶出现一行小字：职业雷霆掌控者，金色6星，加材料雷级陨石，金色等于职业雷霆掌控者，金色7星。雷霆掌控者可以继续进阶了。江叔瞳孔陡然一缩，先前雷霆掌控者就是从金色5星进阶到金色6星，他心中虽然有所预料，这些分身都是可以再次进阶的，但真正看到雷霆掌控者头顶这一行小字的时候，江叔心里也是无比震动。这样一步一步进阶，最终进阶的极限在哪里？比肩神明，亦或是超越神明？第90章，一怒之下怒了一下。这样想着，江叔心里有一种比强烈的期待感。他很想知道金色9星之上又该是何等品质的职业。从深渊第3层出来之后，江叔马不停蹄地掏出了手机查看雷级陨石的售价。令他感到惊讶的是，他查遍了所有交易行，都没有发现有人售卖雷级陨石，没有卖，这惊掉了江叔的下巴。家人们，谁懂啊？有钱都买不到的东西的感觉，真下头。江叔忽然想起了暗黑霸铠2次进阶的材料，那一次也是交易行没有卖，最终在网上发帖，发现白骨公会的公会库存之中有相应的材料。这一次会不会也是类似的情况？于是江叔在职业者论坛上搜索了白天，巧了，一条信息都没搜到。职业者论坛上包罗万千，可以说职业者世界的大部分消息都可以在上面搜到，但江叔连只言片语都没有看见。他心里咯噔了一下，不会吧，不会真的看到进阶路线之后没有材料来进阶吧？这和给烟不给火有什么区别？这和看片不准快进有什么区别？这和快进看片不准导有什么区别？这和导完了还逼着你看片有什么区别？这都是丧心病狂的行为啊！擦，大哥！就在这时，江叔耳边忽然响起了一道熟悉的声音。江叔扭头一看，小胖子陈川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模样有些猥琐。不用，我自己擦。江叔正闹心着呢，没什么功夫搭理小胖子陈川。陈川幽怨无比地看着江叔，我给你铸币的时候，你还亲切地叫我好兄弟，现在把铸币收了，就不搭理人了是吧？大哥，你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吗？说不定小弟可以为你排忧解难。幽怨之后，陈川仍旧极为热切地询问江叔，就主打一个不离不弃。江叔想到先前陈川极为阔气地拿出了3000铸币给自己当兄弟费，心中一动。这陈川背靠德成陈家，其资源渠道不是普通职业者可以比拟的，说不定他知道一些北京陨石的相关消息。于是江叔问道：你可否听闻过雷级陨石这个材料？陈川闻言思索片刻，道：稍等片刻，我询问一下家里人。说完之后，当即取出手机，搁手机屏幕上指指点点。片刻后抬抬起头，嘴角勾起一抹笑容，说道：哥，问到了，我家里面就有这个材料，现在这个材料正被我家表妹当石头玩呢。江叔从陈川的这句话中感受到了一种浓浓的逼味，很熟悉，就是自己装逼的时候散发的那种气味。发的全网都搜不到的珍贵材料，竟然搁你家里被当作小孩的玩具，这个装逼技巧都快赶上自己这么丝滑了。嘿嘿，大哥，如果你需要这个材料的话，我回德城马上给你拿过来。陈川笑容灿烂。
江叔看着陈川阳光灿烂的笑容，忽然发现胖乎乎的陈川格外的英俊潇洒。好好，不愧是我的好兄弟。江叔一把流过陈川的肩膀，极为亲昵的开口。陈川算是懂得江叔的尿性了，好处的时候就是好兄弟，没好处的时候就是你几把谁啊？就很抽象。但陈川也是特地调查过江叔的背景的。据他了解，江叔对和他一起长大的几个发小，那可是相当之好，只差掏心掏肺了。这种人难以亲近起来，但一旦他真的把你当兄弟的话，那绝对赚大发了。这也是为什么陈川会把价值不菲的雷吉陨石白送给江叔的原因。只要打好关系了，绝对不亏。这一点，陈川还是极为相信自己的眼光的。自己的投资定然可以震惊整个陈家。风带来了故事的种子，时间让它逐渐成长、发芽、开花，最终结出成熟的果实。10多分钟之后，陈川返回深渊古城，递给江叔一块闪烁着雷光的紫色石头。远远的都能感受到石头上恐怖的雷霆波动。这么一颗石头，绝对价值连城，远超之前的雷属性材料。这个人情我记下了。江叔正是陈川严肃开口的。陈川听到这句话，心里心花怒放。不过是一件价值几千铸币的材料，就能够让江叔这样一个潜力无限的天才欠自己的人情，不能说小赢，只能说血妈赚。而且自己的判断果然没有错，江叔当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话说你家还有没有类似的东西？随便整几10个来。就在这时，陈川耳边响起江叔的声音：“陈川，中个锤子的情谊，这是把自己当大冤种啊！要我真他妈整几10块来的话，不得被老祖宗活生生打死。就说这一块石头，自己拿走的时候，也受到了家族中不少人的质疑。大哥，这东西以后有需要的时候，你再找我，我看能不能想办法给你搞一点。”陈川有些心虚的说道。江叔失望的叹了一口气，语重心长的说道：“川子啊，我看你陈家不是得成巨富吗？怎么这整几件材料都把你为难成这样子？看来你在家族里面的地位有待提升啊。”哼，刚刚还是好兄弟，现在就变成川子了，这变化也太快了。陈川只能回以干笑。等到江叔拿着材料离开之后，他才回忆了刚才拿走雷击陨石的场景。陈川，你这死胖子，又从家里往外拿东西。一个长相俊朗的少年面露厌恶之色看着陈川。这个长相英俊的少年名为陈超，是家族中最被看好的一个嫡子。与陈超相比起来，陈川地位只能用低下2个字来形容。父母双亡，在陈家可以说是无依无靠。陈川虽然地位不如陈超，但被如此呵斥之下，他也是有脾气的。我又不是拿到你的东西，你吼那么大声干嘛？陈川在极度愤怒之下怒了一下，就是这发怒的声音都有一些底气不足的样子。没办法，常年被陈超欺压，他真的没有勇气顶撞陈超。陈超看着陈川窝囊的样子，脸上的不屑之色更加浓郁，呵斥道：“雷击陨石的价值超过1万铸币，是谁给你的胆子往外拿的？”陈川弱弱的回应道：“我不是替自己拿，而是去投资一个我所看好的职业者，这是我陈家的传统。你虽然是嫡子，但是也没有资格阻拦我。”陈超闻言哈哈一笑，鄙夷道：“就你的眼光，还去投资别人？谁知道你在外面看中了什么臭鱼烂虾？”陈川闻言心中火起，于是他狠狠地捏着自己腰部的肥肉，发狠道：“我所看中的那人绝对远超你的想象，未来定当可以为我成长带来无比巨大的好处。”陈超闻言笑得更大声了：“哪位真正的天骄会接受你陈川的投资？难不成是我陈家没有更好的人了吗？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就算有更好的天骄，你配投资吗？”说着，陈超一脚踹在陈川的肚子上，直接把陈川踹倒在地。陈川的脸和地面来了一个亲密接触，他呼吸之间都能闻到地面上灰尘的气味。陈川仰望着站立着的陈超，只感觉到无尽的屈辱。“你们不要再打了！”一道清脆的小女孩声音传来，一个扎着羊角辫的粉雕玉琢的小女生跑到2人身前：“超哥哥，你不要打川哥哥，川哥哥人很好的。还有那颗小石头是我送给川哥哥的，不要怪川哥哥了。”小女孩一边说着，一边拉起倒在地上的陈川。看到小女孩之后，陈超的脸色变得稍稍好看一些。这个小女孩身为这一代中唯一的女娃，备受老祖宗喜爱，就算是他也不敢轻易得罪。他冷哼一声，转身离去。离开的过程中，他还不经意地踩了躺在地面的陈川的手一下。陈川发出一声闷哼，但却不敢抬起头呵斥，只能低头忍痛，无比卑微。陈川被小女孩扶起来之后，摸了摸小女孩的脑袋：“小妹，谢谢你。川哥哥，你没事吧？”小女孩问道。陈川笑着摇头：“我这么厉害，怎么可能有事？只是那一身沾满了灰尘的衣服显得很没有说服力。”就在这时，一个女子走了过来。
他身材修长，长相精致，看着陈川狼狈的样子，不由皱眉问道：“是不是陈超又欺负你了？”小胖子嘿嘿一笑说道：“刚刚我和陈超大战300回合，一招惜败，我没事儿。”说着，不经意的转移话题：“话说，我怎么感觉欣姐你的气息又比几天前强了一些？”这个身材修长的女子，赫然就是曾经江叔在4阶职业者大赛对战过的郑欣。郑欣没有回答，转而问道：“陈超打你，是不是因为你刚刚拿走北极陨石的事情？”他自然不会被小胖子如此拙劣的话术欺骗。陈川只能点头承认。郑欣问道：“雷极陨石价值超过1万多币，你将其拿走去投资，这其中确实有风险。那人真的值得你投资吗？”陈川回想起先前见到江叔速通深渊第3层时的震撼，不由神色一怔，道：“他真的很强，相信我的眼光，表姐。”郑欣沉默了片刻，最后才说道：“既然你如此坚持，那我也不反对，只是我需要见一见那个人，看一看他是否真的值得。”时间回到现在，小胖子陈川和表姐郑欣正在深渊石碑之外等待。陈川说道：“表姐，我投资那个人，他刚刚进入深渊第3层没有多久。”郑欣点头：“好，那我们就在这里等几个小时。”陈川闻言神秘一笑，说道：“不用几个小时，10多分钟他就出来了。”郑欣闻言脑门上冒起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深渊进入下一层后无法返回之前的层数刷怪的限制，所以不存在炸鱼这一说。在这个前提下，大部分职业者想要通关深渊的话，都是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别说几个小时，就算是刷几天的情况都存在。但陈川却告诉自己，对方仅仅10多分钟就可以通关，宛如天方夜谭。对了，你投资的那个人名叫什么？郑欣收起心中的震惊，随口问道。哦，他的名字叫做江叔，是江城的职业者。陈川回答，他像是想到了什么，嘴角露出笑容。他之前也参加过4阶职业者大赛，说不定表姐你还认识嘞。江叔。郑欣闻言下意识地捂住了腰子，这个名字他熟得不能再熟了。昔日比赛的时候，江叔就差把他腰子给插烂了，那酸爽的滋味他这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之后好几天睡觉的时候，他都梦到有人捅自己腰子，醒来之后都感觉腰子隐隐作痛。他对江叔的印象可太深了，自家表弟投资的对象竟然是江叔。郑欣倒吸一口凉气。副本中，暗黑色机甲一只巨脚狠狠踩在暴怒巨猿身上，任其如何挣扎都难以逃出。而江叔本体则把雷击陨石递给了雷霆掌控者分身。雷霆掌控者分身已满足进阶条件，是否进阶？是。江叔毫不犹豫点头。职业雷霆掌控者，金色6星，加材料雷击陨石，金色等于职业雷霆掌控者，金色7星，正在进阶中。江叔神念入主雷霆掌控者分身，只感觉一股磅礴的雷霆之力涌入体内，似乎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着，雀跃着。升华。江叔嘴角勾起一抹笑容，又变强了，舒服。进阶成功。详细属性请查看属性面板。江叔连忙打开属性面板。第91章。陈川，江叔一个普通人，一路走来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江叔细查看属性面板之后，发现了雷霆掌控者属性详提升的细节，总计获得2000点自由属性。核心被动技能雷神之体有所提升，神雷之体被动，雷属性攻击伤害获得6倍加成，免疫 95% 雷属性伤害，雷属性伤害加成由5倍提升为6倍，雷属性伤害免疫由 92% 提升到 95%。 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提升，极大的增加了雷霆掌控者的输出能力以及特定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另外，金雷闪的攻击目标从8个提升到10个，9天雷动的攻击距离从300米提升为400米，覆盖范围也有所增加，从30米直径提升到40米直径。雷神之怒技能同样有所进化，雷神之怒进阶后降低 75% 防御力，增加 180% 攻击力，持续时间 30s， 冷却时间 50s。 提升的攻击力由之前的 160% 提升到了 180%， 冷却时间也缩短了 10s。 当然了，降低的防御力是增加 5%。 不过对于雷霆掌控者来说，损失的这 5% 防御率不能说影响不大吧，只能说没有影响。本来就是极度脆皮的职业，该一刀秒还是一刀秒，无所掉位。江叔把雷霆掌控者的所有自由属性点加在了精神上，瞬间雷霆掌控者的精神属性超过12000点，输出能力再次提升。感受着雷霆掌控者体内澎湃的雷霆之力，江叔心里无比舒爽。变强的感觉总是这么让人愉悦。高兴之下，他操纵暗黑霸铠分身一脚把只剩下血皮的暴怒巨猿踩死。噗！
经验值正 0.3%， 工会积分加300。暴怒巨猿，首先我没有招惹谁，其次你他妈高兴就高兴，猜我干嘛？恭喜您通关深渊第3层，评分为 SSS， 获得奖励暴怒巨猿的毛发，紫色，获得了材料了。不得不说，材料的掉落帅真的感人，大概是 1%至 2%。江叔刷了这么久的深渊，第3层积攒的暴怒巨猿爆发也不过几十根而已。现阶段指望着深渊刷材料致富，基本不可能了，只能看看等级提升之后，材料价格水涨船高，是不是有发家致富的机会。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未来战士，未来可期。片刻后，江叔离开副本，出现在深渊石碑旁边。他一眼就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陈川，这家伙不刷副本，搁这外面蹲着干嘛？他目光继续扫过，看到了站在陈川身旁的郑兴。哎，怎么有点眼熟，但一时想不起这人是谁。忽然，江叔看到郑兴捂着腰子，一脸煞白的后退几步。这熟悉的动作，江叔眼睛一亮，想起来了，这不就是先前给自己捅过的郑兴吗？他怎么会和陈川走在一起？另一边，陈川扭头看着一脸煞白捂着腰子的表姐，眼睛里面满是大大的疑惑。无缘无故的，怎么会腰子痛？奇怪，想不明白，索性不想了。陈川挥着手对江叔打着招呼：“擦，大哥，你这次有点慢啊，花了足足20多分钟才出来。”旁边的人听到陈川的话，顿时幽怨无比的看着他。20多分钟通关深渊，你哥这给我说这次有点慢。听听，你好好听听，人言否？要是我们能有这1/10的速度，都烧高香了，就离谱。江叔这一次在副本里花费了不少时间给雷霆掌控者进阶到金色7星，所以速度确实是比之前慢了一些。江叔对着陈川微笑着点头，毕竟刚刚收到人家1块雷级陨石，好兄弟的保质期还没有过。大哥，这是我表姐，给你介绍一下。陈川一脸殷勤地指着郑兴。郑兴感受着江叔打量着自己的目光，顿时有种腰子隐隐作痛的感觉。他甚至有点怀疑江叔下一刻就要痛他腰子了，脸色变得更白。不用介绍了，我和你表姐以前就认识了。江叔淡淡一笑。郑兴，我就说嘛，大哥，你和我表姐一同参加过4届职业者大赛，肯定对你我表姐有印象。陈川一脸笑意的回答。是的，印象很深，你表姐很紧致，插进腰子里面差点没拔出来。郑兴发现江叔的目光落在了自己的腰子上，不由下意识倒退一步。他是真的被江叔插怕了。江叔看到郑兴的这个动作，忍不住老脸一黑。你这倒退一步的动作是认真的吗？我这种阳光大男孩有什么好害怕的？几人稍稍又说了几句之后，江叔转身再次进入副本。场中，郑兴的神色终于恢复了正常。表姐，你看我投资的这个职业者怎么样？陈川一副求表扬的样子。郑兴没有回答，只是愣愣地望着江叔进入副本的身影。这段时间最近疯狂练级，本以为可以找江叔一雪前耻，但没想到两者之间的差距却越来越大。自己虽然突破到5阶，对方却连深渊3层都可以轻易单通，这一层里面可都是6阶1星怪物，能够单通这个副本，说明江叔的实力已经接近7阶，差距宛如天堑。郑兴心中升起浓浓的无力感，他忽然意识到，和江叔这种绝世妖孽比起来，自己最有机会战胜对方的一次机会，正是被江叔捅几10次的那次比赛。那次机会自己没有抓住，那么这辈子都难以追赶上对方。江叔这种妖孽，只要输给过他一次，就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一骑绝尘，今生再难有追赶的机会。和这种绝世妖孽生在同一个时代，是一种悲哀，其他人只能成为陪衬。或许只有得成天骄榜前5位，可以和江叔稍稍争锋，保持好和他的关系。如果资源不够，可以向我借。他很强，足以和天骄榜前5的妖孽争锋。你的眼光很不错，或许以后你可以凭借这一次投资，赶超陈超在家族中的地位。陈川听到这话，心中一震，赶超陈超，这个难度简直骇人听闻。陈超眼光独到，在很早之前就教好王家天骄王冲。王冲乃是王家麒麟儿，这是真的麒麟儿，因为他体内有麒麟血脉，觉醒了麒麟真血，转制为金色8星的麒麟刀客。最近更是冲到了天骄榜第1位，傲视群雄，被不少人看作神王的接班人。表姐的意思是江叔有可能超过王冲。昔日王冲通关深渊前10层的时候，其风采丝毫不输于江叔，甚至犹有过之。江叔想要超过王冲，太难了。郑兴似乎知道陈川心中所想，低声道：王冲固然不凡，但你需要知道，江叔成长至今一直没有什么外力帮助，但他仍旧能够达到今天这个程度，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他真正的潜力要超表明。
一个白手起家、没有任何依靠的普通职业者，如果给他足够的资源，他爆发出来的天赋将会令所有人震惊。在我看来，论后劲，他绝不弱于王冲。好好把握，他将是你翻身的绝佳最大筹码。陈川闻言，觉得有道理极了。王冲要背景有背景，要家世有家世，成长过程中各种材料、高品质装备应有尽有。但江叔可以说是一无所有，自己给他3000铸币，都把他给饿的那样，一看就是什么资源都没有，穷惯了，太惨了。身为一个绝顶天才，一路走来，但却只能依靠自己，毫无外物，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只是想着，陈川都能感受到其中的艰辛。郑兴沿着这个思路想下去，也是长长叹了一口气，对江叔的不容易感慨颇深。江叔看起来凶狠霸道，但或许这都是因为这一路走来荆棘满路，所以让他下意识仇视所有人，宛如刺猬一样竖起了尖刺，只为保护自己柔软的身体。在外人面前表现得有多么霸道狠辣，就能够想象出他曾经遭受了多少委屈。毕竟他归根结底只是一个没有任何依靠的普通人啊。郑兴和陈川对视一眼，都是看到了彼此眼中的看着无限唏嘘。江叔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深渊第3层之中，轰隆，恐怖雷霆肆虐全场。生命值负 15%， 生命值负 15%， 生命值负 15%， 一道道生命值掉落提示飘起。职业进阶为7星之后，雷霆掌控者的伤害有了不小提升。除开伤害提升之外，攻击的覆盖范围提升更加明显。先前金色雷霆只能覆盖50只左右的暴怒巨猿，现在却是接近70只，而且金雷闪的目标数也提升到了10个。虽然雷霆掌控者的单体输出比不上开启绞肉机模式的天启骑士，但架不住覆盖范围大，攻击频率快，刷怪效率丝毫不弱于后者。这一次江叔只是花费了12分钟左右就通关了深渊第3层，节省了3分钟的时间。3分钟的时间看似很少，但按照比例来讲，效率提升了 20%， 这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提升了。50多分钟之后，雷霆掌控者的等级提升到了60级。我操，这升级未免也太容易了吧？不都说5转之后升级很难吗？不都说需要花费近1年的时间才能升1级吗？轻轻松松就连续升了5级，这也没有看到难度啊，简直就像是吃饭喝水一样轻松。与此同时，江叔看见雷霆掌控者头顶再次浮现出一行小字：第92章，职业突破副本启动。职业雷霆掌控者，金色7星，加材料雷龙王心脏，金色等于职业雷霆掌控者，金色8星。好家伙，江叔直呼好家伙，刚刚进阶没多久就又可以进阶了，开挂就是可以为所欲为是吧？好好，这么玩是吧？外挂启动。江叔立马离开副本，查看交易行之中是否有雷龙王心脏售卖。让他长松一口气的是有卖，松了但没有完全松，售价4000铸币。我超抢劫啊，这价格贵得离谱。而后江叔发现一个让他极为心痛的事情，竟然没有存陈川的联系方式。江叔从来没有如此想念过自己的好兄弟，这也就意味着他只能选择通过交易行的渠道购买这价值4000铸币的雷龙王的心脏。就在江叔刚从交易行出来的时候，发现身边有着不少傲天公会的强者，这些人气息强大，隐隐将江叔锁定，让他有种如芒在背的感觉。7转强者，绝对是7转。因为城中破天剑的存在，对方并没有动手，只是缓缓地跟着江叔，以气势不断地压迫他。威慑，来自傲天公会的威慑。这种行为对于职业者来说是莫大的挑衅，但却又没有动手，就算是职业者殿堂也拿他们没有什么办法。如果不是江叔最近实力又涨了不少，仅仅是7阶强者流露出的这种强大威压，都足以让他做好几天的噩梦。江叔沉着脸返回家中，因为职业者殿堂规则的存在，对方难以进入小区，但7阶职业者何其强大，已经实现生命本质的蜕变。他们的威压隔着千里锁定江叔所住的房间，同样让他有种坐立不安的惊惧。江叔想了想，拨通了墨子姐的电话。喂，江叔。电话那头传来墨子姐温婉柔和的声音，但江叔却敏锐地从这声音中感受到了一丝疲惫。看来这几天墨子姐他们过得不怎么好，7阶强者的威压连他自己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更别说墨子姐3人了。挂掉电话之后，江叔眼中闪过一道寒芒，必须尽快解决傲天公会。深渊之中，职业雷霆掌控者，金色7星，加材料雷龙王心脏，金色等于职业雷霆掌控者，金色8星，正在进阶，进阶成功。详细属性请查看属性面板。耳边传来系统的提示声。这一次进阶的收获有3个，
第一个收获是3000点自由属性，第二个收获是麻痹技能进阶，第三个收获是雷闪技能进阶。江叔把3000点自由属性加在了精神上，加上升到60级的自由属性点，精神属性达到了惊人的15760点。另外，麻痹技能实现了进阶，麻痹被动，雷霆掌控者的雷霆攻击附带强烈的麻痹效果，可对敌人造成僵直效果。另外，麻痹状态下，敌人的思维会有片刻的停滞。麻痹不再只是简单的身体僵直，而是会让敌人的思维也有那么一刹那的停滞。这个提升相当关键，在战斗之中这一刹那就可以分出生死。麻痹被动进阶之后，让雷霆掌控者的杀伐能力再度提升。第三个收获，雷闪技能的位移距离提升到80米，冷却时间减少10秒。雷闪是雷霆掌控者唯一的保命技能，不论是距离的提升还是冷却时间的减少的极为关键，以空间换取时间，变相的提升了输出效率。总体来说，这一次的进阶大幅加强了雷霆掌控者的单挑能力、控制能力、保命能力。没有一刻时间为雷霆掌控者的进阶感到兴奋。下一个职业进阶的职业是暗黑霸凯。4个多小时之后，暗黑霸凯的头顶浮现出一行小字：职业暗黑霸凯，金色6星，加材料新铁石，金色等于职业暗黑霸凯，金色7星。暗黑霸凯的等级提升到55级之后，同样满足了进阶条件。江叔嘴角微微勾起，果然如此。5转阶段，每一具分身等级提升5级，都可以开启一次进阶。速通深渊之后，江叔查看新铁石的售卖情况，交易行中有卖，售价3000铸币。江叔看了看空间戒指里面的存款，3024铸币，刚刚可以购买新铁石。江叔再次返回江城，购买好新铁石。此时他全身上下就只剩下24铸币。看着这24枚铸币，江叔直呼好家伙，只是短短几天的时间，1万多铸币就换了一个方式陪伴他，这他妈陪伴的也太快了吧！此时江叔格外想念大冤种，嗨嗨，好兄弟陈川，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的话，他一定会牢牢记住好兄弟的联系方式。好想再次体验被友情砸在身上的感觉。江叔长叹了一口气，从交易行中走出。路上他再次体验了一下被7阶强者锁定的如芒在背的感觉。他没有做任何无谓的行为，此时不管是什么举动，都不过是自取其辱而已。职业者的世界拳头大才是硬道理，只有强者才有资格拾起尊严。现在他和7阶职业者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7阶意味着退去凡躯，踏入超凡境界，和6阶有着本质的区别。历史上能够以6阶击杀7阶的人，都是那个时代赫赫有名的天才，堪称时代主角。江叔深知以他5阶的实力，想要逆伐7阶几乎不可能，所以隐忍，只要把几具分身拉起来了，破入6阶之后，就第一时间拿傲天公会开刀。现在再多的愤怒都无济于事。回到家中之后，深渊通行证启动。江叔来到熟悉的深渊第3层，职业暗黑霸凯，金色6星，加材料新铁石，金色等于职业暗黑霸凯，金色7星，进阶中，进阶成功。详细属性可查看属性面板。江叔点开暗黑霸凯的属性面板，一是获得2000点自由属性值。江叔把这2000点自由属性值加在了体质上，暗黑霸凯的总体质属性达到了15000点。看着这个体质属性，江叔都有一种安心的感觉。二是霸凯技能的固定属性加成有所提升，力量、敏捷属性加成由5000点提升到6000点，体质属性加成由2万点提升到22000点。看起来平平无奇的2个属性加成，但需要考虑到霸凯技能是有力量、敏捷属性3倍加成，体质10倍加成存在。这些属性点的提升，再加上霸凯技能的加成，就将会变得极为恐怖，还算不错。而后整整3天的时间，江叔都泡在了深渊第3层。此时江叔的6大分身都已经达到了60级，但相应的问题也来了。暗黑霸凯还有一次职业进阶机会，大阴阳师、碎星之弓分身都还有2次职业进阶机会，但都因为缺少铸币，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进阶路线，缺少材料进阶。这总共5次职业进阶所需要的材料总价在25000铸币左右。江叔此时就剩下24铸币，虽然还有一些材料、装备等东西，但就算是连着内裤一起大甩卖，都买不起其中任何一件材料。江叔当即戴上痛苦面具。盖亚，家人们，有烟无火的感觉，谁懂啊？他冷静下来之后，开始琢磨起挣钱的法子。4阶职业者大赛的时候，他总共获得了9000铸币。如果是5阶、6阶，甚至是7阶职业者大赛的话，其奖励一定会更加的丰厚。
好想再参加一次职业者大赛，但最近的职业者大赛都还有3个月，等不起，根本等不起，只能另辟蹊径。江叔研究了半天，还真被他发现了一个生财之道，那就是参加工会大赛。5级工会就可以参赛，冠军是3万铸币。有了这笔钱，完全可以解决他的燃眉之急。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把工会等级提升到5级呢？这个问题很简单，把工会等级提升到了4级之后，就可以升到5级了。江叔查看了一下工会积分，在这几天的高强度刷副本下，工会积分不仅满了，而且溢出来了。好家伙，都忘记给工会升级了。但江叔并没有忙着给工会升级，而是开始清点了一下自己现在的实力。本体和6大分身都达到了60级，其中雷霆掌控者、太虚道枪、天启骑士分身的品质达到了金色8星，暗黑霸铠的职业品质达到了金色7星，大阴阳师、碎星之弓分身达到了金色6星。虽然装备只能说是平平无奇，战力已经相当惊人。于是江叔开始思考是否要职业突破。上一次职业突破的时候，拥有神智的神王盖瑟把江叔变着花样吊锤，给他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所以这一次江叔的等级达到60级之后，并没有着急进行职业突破，而是不断的打磨几大分身，力求以最完美的状态对战神王盖瑟。上一次只是逼出了神王盖世了1成的实力，这次自己实力暴涨，可以说实力有了质的飞跃。江叔很期待这一次能逼出神王盖瑟几成的实力。职业突破副本启动，江叔的身影骤然消失在原地。与此同时，陈家陈川一脸失魂落魄的从陈家走出来，他回头看着这个从小长大的地方，满脸苦涩。门口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眼睛通红的对着陈川挥手：“川哥哥，就算其他人不认你了，我也永远是你的妹妹。”陈川闻言，心中更是一酸。走吧，你要相信你今天的选择没有错。郑兴站在陈川旁边低声宽，但眼睛也红了。郑兴想起刚才的事情，不禁攥紧了玉手。他和陈川返回陈家，想要获得更高的资源，获取权限，以便给予江叔更大的投资。但陈超从中作梗，说服家中族老坚决不同意此事。到了最后，陈川急了，说道：“我父亲虽然已死，但我仍旧是陈家血脉，凭什么我不能获得资源？”超冷笑说道：“你父亲确实有资源，但除非分家，这些资源轮不到你享受。”陈川深吸一口气，说出一句让所有人惊讶的话：“分家就分家，今天把所有应该属于我的资源拿给我。”陈超略为惊讶，随后露出冷笑，见识浅薄：“我给你推荐的康庄大道你不走，非要拿着资源去赌那个王冲的仇敌，好言难劝送死的鬼，那我就成全你。”原来自从得知陈川想要投资的人是江叔之后，陈超就愈发针对他。从齐麒麟那里得知江叔得罪了王冲最信任的追随者紫云，虽然王冲忙于其他事，暂时没有腾出手来收拾江叔，但收拾江叔对王冲来讲并不比碾死一只蚂蚁麻烦多少。所以陈超当即否决陈川的申请，并给他了一个选择，支持王家的一个后起之秀。陈川自然是断然拒绝。反正最终的结局是陈川争取属于自己的一部分资源，脱离陈家。按理来说，陈川身为副家主的独子，以陈家的巨富，他所能分得的资源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在陈超以及陈超身后族老的层层克扣之下，陈川最终只获得了3万铸币，不足他应得的1%。最终陈川和郑兴离开了陈家。看着两人离开的身影，陈超以及身后的诸多好友笑容冷漠。超哥给他机会，他不中用啊？难不成他还真的想着那个什么叫江叔的可以胜过王冲？睡觉没睡醒吧？只要王冲腾出手来，等待这个江叔的就是灭顶之灾。这陈川完全是看不清局势。走了好，这小胖子我看着就心烦。等他彻底认清楚现实之后，才会真正后悔自己今天做了一个什么样傻逼的决定。良言难劝该死的鬼，自己要作死，谁也拉不住。陈川和郑兴走出陈家一阵之后，郑兴忽然顿住了脚步。话说，你有江叔的联系方式吗？郑兴问道。听到这句话，陈川也懵了。好家伙，身为好兄弟，我竟然没有江叔的联系方式，那我们去哪找他？郑兴问出了关键问题。陈川想了想，最终想到了一个可能，脸上神色稍松，道：“有我对江叔的了解，他一定在那个地方。”深渊。郑兴不解地看着陈川，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笃定。因为叔叔他呀，最喜欢升级了。此时他一定在深渊里面嘎嘎乱杀。第93章，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神王。与此同时，职业突破副本中，江叔看向身材伟岸的神王盖瑟：“年轻人，你突破的速度真的很快，竟然这么短的时间
就再一次看到你。神王盖瑟淡淡开口：“不好意思，我是出了名的快。”内心吐槽一句，江疏深吸一口气。上一次对战神王盖瑟可以说是被疯狂爆锤，这一次实力大进之后，是否会有所改观呢？但突破速度快不一定代表实力提升大，让我看看你的长进。说着，神王盖瑟一拳轰出，这一拳霸道绝伦，空气在震颤。江疏看得瞳孔一缩，神王盖瑟的实力恐怖如斯。轰隆一声巨响传出，江疏所站立的地面出现一个巨大的坑洞，这一拳如果被砸结实了，少说也得去半条命。神王盖瑟看着这个巨大的坑，眼眸深处闪过一丝惊讶之色。避过了，江疏竟然避过了自己的强大的一击，好快的速度，这速度接近了2倍音速。上一次神王盖瑟就惊讶于江疏那恐怖的速度，但没想到仅仅10天不到，江疏的速度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可以说，只是凭借这个速度，江疏绝对就可以纵横5转阶段，无人能敌。这小子实力提升太快了。既然如此，自己就只能悄悄地增加实力。于是神王盖瑟不动声色地把实力提升到了8成，好像也没有什么长进。神王盖瑟一边悄咪咪增加输出功率，一边云淡风轻的点评，又是恐怖的一拳轰出。这一次威能更加惊人，就连地面都因为拳锋之上恐怖的威能而出现一道深深的裂痕。江疏感觉到了澎湃的拳意，想要躲避，但仍旧被拳锋波及，身体不受控制地朝着天上飞去。砰的一声，江疏狠狠坠落在地，摔得七荤八素。江疏不可置信地抬起头，看着一脸镇定的神王盖瑟。好家伙，神王的实力这么强吗？自己超过2倍的音速，竟然都仍旧难以躲避他的攻击，太猛了！江疏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惊讶发现神王盖瑟竟然再次出手。卧槽，不讲武德，还偷袭我这个年轻人！眼睁睁看着那金色拳头不断变大，江疏毫不犹豫召唤出暗黑霸铠，一道黑色的机甲昂然挺立在江疏身前，幻化而出的金色拳头硬生生轰击在黑色机甲表面，铿锵，刺耳的金属交鸣之声响起。暗黑霸铠被金色拳头之上狂暴的力量逼得倒退3步。另一边，神王盖瑟眼中再次闪过一丝惊讶之色。在上一次对战中，这一尊暗黑色的机甲受自己一拳便倒退5步以上，但这一次却仅仅后退了3步。这尊暗黑色机甲也变强了，而且不是强的一星半点，有长进，但不多。神王盖瑟压下心底的震惊，淡淡的开口锐评。暗黑霸铠火力全开，阻挡神王盖瑟的进攻。神王盖瑟的拳头刚猛无仇，其内蕴含着爆炸性的力量，饶是暗黑霸铠防御力无双，也被打得不断倒退，被彻底压制。神王盖瑟一拳又一拳轰出，宛如武神在世，睥睨天下。小子，召唤出你的其他几具分身吧，否则你连我的1成实力都打不过。神王盖瑟负手而立，尽显无双风范。江疏闻言，心中猛然震动。好家伙，这个程度也仅仅是神王1成的实力吗？不愧是神王盖瑟。他不再犹豫，剩余的5具分身同时召唤而出。雷霆掌控者、大阴阳师、碎星之弓、太虚道枪、天启骑士。神王盖瑟看到天启骑士风声的一刻，瞳孔猛然一缩，这竟然是一具新的分身，而且观其气息极为强盛，品质怕是达到了金色8星。这小子什么时候又多了这样一具强大分身？就在神王盖瑟思索的这片刻，一道金色雷霆狂猛轰击而下。又是这招！神王盖瑟体表泛起淡金色光芒，抵御金色雷霆。在先前的战斗中，只要他防御力全开，金色雷霆就难以实质性的伤害到他。轰隆！下一秒，金色雷霆淹没神王盖瑟。神王脸上平淡的表情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因为他发现这一道金色雷霆竟然击穿了他的防御，生命直负1%。这金色雷霆的威力也比之前提升了许多，而且最令神王惊讶的是，他竟然感觉到自己的思维都有了那么一刹那的凝固。这是思维麻痹。金色雷霆不仅可以麻痹身体，甚至连思维都可以麻痹。好家伙，这金色雷霆竟然多出了这种可怕的特性。昔日神王便有一位老友，其攻击便带有这种特性。此时这一名老友已经成为9星传奇职业者，伫立亿万人族之巅。这小子仅仅一具雷霆身便如此惊人，简直难以想象。就在神王心中震动的时候，又是一柄巨大的金色巨剑出现在他的视野中。他只见到一具骑着金色小蛇的分身化作一道流光，双手擎着金色巨剑朝着自己狠狠斩来。骑蛇少年，这又是什么玩意儿？铿锵！金色巨剑携带着恐怖的冲击之力斩击在神王盖瑟的体表。
生命值负2%。一道鲜红的生命值掉落提示从神王盖瑟头顶飘起，神王盖瑟暗自倒吸一口凉气，这一具分身的实力竟然如此恐怖，攻击力比雷霆身还要强。与此同时，暗红色剑矢随后而至，这一道剑矢之中充斥着碎星之力，狠狠地刺入神王盖瑟刚才被金色击剑击穿的那一处伤口。绞杀、震荡、穿刺三种恐怖的力量互相作用，撕裂伤口，生命值负1%。不知何时，神王身后一柄暗红色长枪宛如鬼魅般出现，金色狂雷、乳白色光华亮起，和暗红色长枪几乎同时轰击在神王身上。狂暴的攻击瞬间淹没神王盖瑟，恐怖的爆炸让神王立身之处都出现一个恐怖的深坑。几大分身同时攻击，展现出无与伦比的输出能力。就算是神王盖瑟，在这种程度的攻击下，也只能被动防御。看着这一幕，江叔嘴角微微勾起。破入5阶之后，自己的实力果然强上了一个档次。我竟然这么猛！就他妈你叫神王？打的就是神王！下一秒，深陷重重攻击的神王盖瑟体表绽放出无量光。江叔看着这充斥天地的无量光，表情骤然凝固。这他妈又是什么玩意儿啊？眼前神王盖瑟的气势陡然提升，就像是一只太古凶兽在逐渐复苏。江叔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危险感。江叔表情呆滞，妈蛋，爆种是吧？是不是玩不起？不想玩了。20分钟后，江叔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不断的喘着粗气，不断的冒着汗水，整个人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他看着傲然挺立、身姿伟岸的神王盖瑟，眼神无比幽怨。神王爆种之后，战斗力直线飙升。江叔和6大分身完全不是对手，被吊起来锤，完全不是一个水平的战斗，就很惨。小子，你很不错，竟然逼出了我2成的实力。神王盖瑟一脸唏嘘地说道，虽然这只是我的一道灵智投影，但是你已经足以自傲。江叔闻言不可置信地看着神王盖瑟，这他妈都猛成一把刀了，你竟然告诉我只用出了2成实力，我劝你不要太离谱。神王盖瑟深不见底的实力让江叔感到深深的敬畏，不愧是神王盖瑟，不愧是在深渊50层留名的人质强者，不愧是当世神王。自己想要真正的战胜他，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路漫漫其修远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只有继续变强，不懈努力，才能有可能追上神王的脚步。神王盖瑟看着江叔那一脸震撼的表情，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面已经乐开了花。对对对，要的就是这个表情。小子，你不是狂吗？不是傲吗？现在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强者了吧？神王盖瑟心里那个美啊，舒服了。而后神王大手一挥，把江叔传送出了职业突破副本。等到江叔彻底离开副本，他才摸着自己身体上的伤口，龇牙咧嘴。妈蛋，这小子也忒生猛了，要不是老子关键时刻用出全部实力，还真的难以降服他。就算是用出投影的全部实力，都差点翻车。这小子堪称同阶无敌，而且进步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下一次估计得用出12成的实力才能压制他。江叔到死也想不到，被无数人尊为神明的神王盖瑟竟然会来矿来骗自己这个年轻人。这哪是只用了2成实力，分明是用尽全力，甚至还琢磨着下次悄咪咪用12成实力压制自己。不讲武德！神王盖瑟的目光变得逐渐幽深，看似平静的人族实则暗流涌动。其他几个敌对种族也虎视眈眈。小子，留给你成长的时间不多了，期待下一次的相遇。神王说完这句话之后，身形化为金光，消散在突破副本之中。恭喜您通关职业突破副本，获得6000点自由属性值奖励，获得称号比肩传奇5金色，6000点自由属性值。看到这个奖励，江叔嘴都笑歪了。辛辛苦苦升级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这丰厚无比的自由属性值吗？职业突破之后的收获也没有辜负他之前的努力。6000点自由属性，再创新高。5转阶段，他每升1级，增加的4维属性值也不过是50点而已。6000点自由属性值抵得上升20多级了，爽！而且本体突破不过是开始而已，重头戏在分身突破同步的自由属性点。江叔把6大分身接连突破。1号分身雷霆掌控者突破至6阶，获得6000点自由属性，本体同步获得相应自由属性值。2号分身暗黑霸铠突破至6阶，获得5000点自由属性，本体同步获得相应自由属性值。3号分身大阴阳师突破至6阶，获得4000点自由属性，本体同步获得相应自由属性值。4号分身碎星之弓突破至6阶，
获得4000点自由属性，本体同步获得相应自由属性值。5号分身太虚道枪突破至6阶，获得6000点自由属性，本体同步获得相应自由属性值。6号分身天启骑士突破至6阶，获得6000点自由属性，本体同步获得相应自由属性值。一道道分身突破的系统提示声传来，宛如仙乐。江叔听得浑身每一个毛孔都在舒张，爽的头皮发麻。他看向本体的自由属性点，37000。看到这个数字，江叔嘴里忍不住冒出2个字：我操！37000点，足足37000点。简简单单的一次职业突破，就获得了其他职业者一辈子都难以想象的属性点，好变态，我好喜欢。这中后期实在生猛的过分。按照老规矩，江叔把本体和分身所有的自由属性点都加到了相应的属性值上。他感受到体内宛如火焰一样沸腾的力量，有一种忍不住要倾泻的感觉。一拳绝对可以打死1000只嘤嘤怪，爆炸性的力量可以凝结第7道分身，是否凝结？耳边忽然传来系统提示声：第7道分身虽迟但到。又到了最喜欢的凝结分身环节了。江叔嘴角勾起，开始凝聚第7道分身。第94章，第7道分身新职业。第7道暗影分身即将成型，请选择分身职业，可在战士、剑士、盾士、刀客、棍师、武僧、牧师、弓箭手、法师、格斗家、骑士、吟诵者、拳师、刺客14大初始职业中选择。江叔的目光不断地在这14个职业中来回扫视。现在对于江叔来说，几乎已经没有短板，不，也不是完全没有短的地方。江叔神色一动，目光停在了其中一个职业上面。吟诵者。现在他虽然是6边形战士，但是增幅类职业还真的没有。大阴阳师虽然是辅助类职业，但主打一个掌控生死，是披着辅助皮的战斗类职业。生猛是生猛，但辅助能力真的不算突出，所以需要一个增幅类职业来补全这方面的短板。吟诵者这个职业，一方面是给队友上 buff， 提升队友的各项属性，一方面是增加特殊特性，譬如可以让队友的攻击对特定种族的怪物伤害值增加，另一方面是削弱敌人，是极为典型的增幅类职业。虽然吟诵者只是绿色职业，远远达不到江叔的要求，但进阶之后，其强度绝对不输出其他几个分身，未来可期。越是如此想，江叔越是觉得自己这个思路堪称完美。转职为吟诵者，职业选择成功，请为7号分身命名。又到了命名环节。诸天万界第7大家族是哪一家？只手独占3000地，双掌横推13州，非我李家莫属。李地州命名成功，详细属性可查看属性面板。属性面板，江叔看都不想看。绿色职业的属性面板看了又有什么用？江叔目光打量着7号分身李地州的头顶。职业进阶路线，职业吟诵者，绿色，加材料风铃树核心，金色，等于职业听风歌姬，金色。只有一条进阶路线，但只是一次进阶就能达到金色品质。一次进阶就是金色职业，2次进阶那还不得直接上天。果然登峰造极之后就是逐渐离谱。江叔查询了一下风铃树核心的价格，价格很美丽，需要3000铸币。现在江叔穷的叮当响，就只能暂时搁置。而且以他之前的经验，吟诵者分身想要2次进阶，肯定是需要70级去了。现在他离70级还有不断的距离，先不用着急。清理完了职业突破的收获之后，江叔嘴角泛起一丝冷笑，先熟悉熟悉新力量，然后化解傲天公会的仇恨。夜晚还有好1个多小时，暂时不急，先去深渊里面熟悉体内的力量。于是江叔动身前往深渊石碑。片刻后，他抵达深渊石碑之前。擦，大哥，终于等到你了！一道熟悉的声音从江叔背后传来。江叔转头一看，卧槽，这不是小胖子，嗨嗨，我的好兄弟陈川吗？好，终于见到你了。陈川莫名的觉得江叔的眼神绿油油的，看来大哥也很想念我啊。好兄弟，终于又见到你了，这一次必须把联系方式留下。江叔热切的搂着陈川的肩膀，就像是生怕他跑了一样。陈川被江叔的热情搞得有些不适应，难道是我对江叔一直以来有误解？其实他是一个热情随和的人。很快2人加了联系方式。江叔目光不断的在小胖子陈川身上上下打量，琢磨着如何从小胖子身上搞钱，把小胖子看得背心冒汗。2万多铸币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就算小胖子背靠陈家，也不一定能搞来这么多钱。要怎样才可以让小胖子这小灯泡金币呢？江叔不断的思考，忽然就听到了小胖子的声音。
大哥，这3万铸币给你。忽然，小胖子掏出一枚空间戒指递给江叔。江叔听到这话，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他正在琢磨怎么报小胖子金币，但没想到小胖子自己主动拿出了3万铸币。这就是狗大户的财力吗？有事没事撒币。江叔接过空间戒指，神识探入其中，果然发现堆得宛如小山一样的铸币。如此轻易的就搞到了所需的海量铸币，甚至还超出了一些，这让江叔有种在做梦的感觉。小胖子这是干嘛？他有点想不通。大哥，这是我的家产，都给你了。陈川一脸热切的看着江叔，以后你可得对我负责呀。很喜欢江叔的一句话啊，我他妈图你钱，你竟然图我人。小老弟，打得一手好算盘啊。就在这时，旁边一直没有开口的郑兴给江叔详细的说了先前两人在陈家的遭遇。江叔这才了解，陈川为了提升权限，给自己更多的资源，最终落了个被扫地出门的结局。闻言，江叔沉默了。可以说，小胖子陈川为了投资自己，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他感受到了极其沉重的压力。他这人不怕结仇，就怕受恩。人情这东西最是难还，但这3万铸币他确实又极其需要，这个人情不想要都得要了呀。旋即，他伸出手拍了拍陈川的肩膀，说道：“放心，以后跟着我，有我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陈川听到这话，心中无比感动，自己的眼光果然没错，江叔果真重情重义。不要因为离开陈家而伤感，总有一天，你陈川一人便可超越整个陈家。江叔注视着陈川，继续说道。陈川听到这句话，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我陈川一人便可超越整个陈家，这是何等惊人的气魄！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又将是何等令人激动！陈川只感觉自己体内的热血在沸腾，恨不得直接下地离3亩田。燃起来了，干劲满满，这一波绝对不亏。被陈家驱逐算什么？终有一日，我陈川一人便可俯视整个陈家。小胖子激动的身体都在隐隐颤抖。江叔3言2语之间，就让陈川失落的心情消散无踪，反倒像是打了鸡血一样。郑兴一脸无语的看着宛如一只老狐狸一样的江叔。江叔这口才不去干传销，真的是传销界的巨大损失。3言2语之间就把陈川忽悠的找不着北，这画饼技术绝对点满了。大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你直说，千万不要和我客气。陈川激动之后拍着胸脯说道。江叔闻言眼睛一亮，哎，这不是巧了吗？不是。他把空间戒指又递给了陈川，正好我有一些材料需要你去购买。江叔把剩下的几句分身职业突破、吟诵者进阶所需要的材料告诉陈川，让他去帮自己购买。陈川接过空间戒指，一脸惊讶地看着江叔，以他的见识，瞬间判断出这些材料总价值接近3万铸币。大哥，你买这么多材料做什么？江叔沉思片刻回道：大哥的事情你少打听，把这些材料买回来就是了。这其中的理由确实不方便解释。陈川极为上道，闻言也不再多问，赶紧跑回德城交易哈购买这些材料。只是短短的10多分钟，陈川就从德城带着材料回来。江叔接过材料，满意点头。如果换做他自己购买的话，需要花费1-2个小时的时间才能买齐这些材料。陈川仅仅用了10多分钟就搞定，这个效率杠杠的。有这样一个小弟在，确实可以省下自己很多的时间。大哥，还剩了6000铸币。说着，陈川又把空间戒指递还给江叔。江叔惊讶地看着陈川，先前他自己研究过这些材料的售价，就算都是找最便宜的店铺购买，都需要至少28000铸币，但没想到陈川竟然只是用了24000铸币就买了下来，省了足足4000铸币。嘿嘿，大哥，我这些年也积攒了不少人脉，所以买这些东西会比外界便宜不少。陈川似是看出了江叔的惊讶，嘿嘿一笑回答：好好好，你简直就是我的卧龙。江叔重重拍了拍陈川的肩膀，一脸满意之色。得此卧龙，何愁不兴？简直是天助我也！这陈川真的是一个人才。听到这话，陈川心里别提多美了。美完之后，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儿，于是转而说道：大哥，我听闻你和傲天公会有矛盾，我详细调查了傲天公会的资料。以大哥你的实力，6转职业者已经难以对你造成威胁，所以我就着重调查了7转职业，加上会长在内，傲天公会一共有10名7转职业者，这是一股不容小觑的战力。职业者7阶之后，身体涅槃，进入超凡，更是可以御空飞行，其战力远远不是7阶之下的职业者可以比拟的。但大哥你精彩绝艳，只要突破到7阶，绝对可以碾压傲天公会。以大哥你的升级速度，最多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进入7阶，到时候弹指便可灭杀傲天公会。现在傲天公会跳的有多欢，
之后他们傲天公会就有多么凄惨。陈川侃侃而谈，很明显他做足了信息收集工作，对江叔提出了极有建设性的建议。等几个月，不好意思，今晚我就得把傲天公会的骨灰给扬了，主打一个报仇不隔夜。但江叔只是笑笑，没有说话。而后对陈川和郑兴两人发起了入会邀请，便进入深渊之中。深渊里，江叔使用刚刚陈川购买的金色品质材料，把暗黑霸铠、大阴阳师、碎星之弓的品质都提升到了金色8星。暗黑霸铠获得3000点自由属性值，铠化技能固定增加的6000点力量，敏捷属性提升到8000点，体质属性从22000点提升到25000点。无双技能冷却时间从3分钟降低到2分钟。大阴阳师获得7000点自由属性值，阴阳生死被动技能的治疗提升效果从10倍提升到15倍，复活怪物尸体的范围从1000米提升到1.5千米。生命大和谐的冷却时间由20s 缩减到10s。过量治疗的护盾由 200% 提升到 300%。碎星之弓进阶同样获得7000点自由属性值，碎星被动的射程由3000米提升到4000米，破甲的防御力穿透由 30% 提升到 50%， 星落如雨的覆盖范围由50米提升到80米，鬼术妖剑的冷却时间降低到1分钟。数据可能比较繁杂，一句来说就是提升巨大。至此，江叔的6大分身全部达到了金色8星。看着整整齐齐的6局分身，江叔心里别提有多满足了。他就想问一句，还有谁？吟诵者，还有我。这一句刚刚凝聚的分身从暗影空间走出，江叔把风铃树核心拿给他。7号分身进阶中，7号分身成功进阶为听风歌姬，金色。详细属性请查看属性面板。江叔打开听风歌姬的属性面板，金色0星，但这只是第一次进阶，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提升了。江叔略过4维属性，把目光放到了2个技能上。技能1风言，听风歌姬吟诵风的奥义，为5名队友增加 3% 的移动速度。技能2风雨，听风歌姬的吟诵可以为5名队友增加 3% 的攻击速度和施法速度。2个技能啪的一下，很快啊，没了。但这并不代表听风歌姬弱，因为这2个技能都是100%增幅，而且是对移动速度、攻击速度和施法速度的增幅，这都是相当宝贵的属性。还算不错，江叔点头。在2次进阶前，他本来就没有指望7号分身在2次进阶前就可以参战，毕竟流水的分身铁打的耍帅位。现在听风歌姬分身就接过耍帅位的接力棒，抽空买一张2胡给听风歌姬安排上，残血拉2胡，把帅气进行到底。而后江叔又刷了几次副本，他彻底熟悉新的力量。估摸着也差不多天黑了，江叔毫不犹豫地离开副本。他给陈川发了一条短信，你们随时可以来江城找我。而后毫不迟疑地返回江城。傲天公会，是时候一并清算了。江叔体内的复仇之魂在蠢蠢欲动，6转之后，他终于有底气对战整个傲天公会。此时，江城职业者论坛中，不少人在激烈地讨论着傲天公会和江叔的恩怨。卧槽，傲天公会脸都不要了，竟然派出好几个7阶强者，一天到晚盯着江叔，恶心，真的恶心。7阶强者的威压锁定，一般人真的承受不住。急了，傲天公会这是彻底急了，估摸着他们就是想要彻底激怒江叔，让其丧失理智。嗨，如果换做我的话，我也急啊。江叔在深渊里面大杀四方，实力提升很快，眼睁睁看着仇敌一天天变强，这他妈换谁都急。幸好昔日江叔参加4阶职业大赛的时候获得了一张深渊通行证，还可以进入深渊里面避火，否则的话被这样一天天盯着都没有办法练级，那指定是彻底废了。你们说傲天公会现在后悔不？非要跳脸输出江叔，啥好处都没得到，反倒和这么一个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绝顶天才结仇。你这话说的，大家都知道江叔猛，但谁他妈能知道他有这么猛？听说他现在单刷深渊第3层都毫不费力，简直就是变态。傲天公会，此子恐怖如斯，断不可留。再过几个月，等江叔突破到7阶，就有好戏看了。江叔收起手机，嘴角浮现出一抹冷笑。再过几个月，不好意思，等不了一点。在夜色的掩护之下，他离开了小区。刚刚出门，就感觉一股莫名的气息笼罩自己，眼前一花，下一刻他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是一处幽深的林地，旁边古木参天，有若有若无的野兽低鸣传来。这是城外，自己竟然被传送到了城外。这一变故远远超出了江叔的预料。就在这时，旁边响起了一道阴沉的笑声：杰，你不是喜欢当缩头乌龟吗？现在你接着龟啊！李健从密林之中走出身后，
跟随着10个身穿流云袍的男子。流云袍便是傲天公会的制服，这些人都是傲天公会高层，而且气息强大，绝对是7阶强者。江叔心中一动，自己刚才走出小区所感受到的那种眩晕感，应该是传送法阵。傲天公会提前在小区门口设立了微型传送阵，只要自己踏出小区，就会被传送到这个他们所预设好的地方。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围杀。李健身后，赵傲天朗声大笑，没想到吧，我们还有这一手。这一座幽冥传送阵价值数万铸币，是大人物王冲赠予我们的。江叔，你以为自己很强，但却不知道大人物只是稍稍动手，你便宛如一只苍蝇一般被轻轻拍死。在这一座幽冥传送阵中死去，就算你有复活机会，也将会彻底死亡，而且1个小时之内，你将无法逃离此处。你陷入包围了。10名7阶强者的气息牢牢锁定江叔，他们的脸上浮现出残忍的笑容。这段时间江叔在不断变强，但他们也没有闲着，早已经布置好了天罗地网，就等江叔入网。此时终于到了收网的时刻。江叔抬头看着眼前的这10人以及李健，嘴角微微勾起，冷漠的声音传出：你们说谁陷入了包围？他身后的暗影空间，6道气息强大的声音缓缓迈步而出。感受着这6道身影散发出的强大气势，李健、赵傲天等人呼吸猛然一滞。第95章暴杀傲天公会。在众人无比惊讶的目光中，雷霆掌控者一步踏出，身周金色雷霆缭绕，宛如雷神在世。苍穹之上，一道道手臂粗的金色雷霆狂劈而下。赵傲天等人眼目中倒映出绚烂的金色，轰隆！金色雷霆狂野砸落，让他们的身体酥酥麻麻，难以动弹。更令他们惊惧的是，他们发现自己的思维都有了一刹那的停滞。生命值负 5%， 生命值负 7%， 生命值负 6%。一道道生命值掉落提示从10人头顶飘起来，但身体酥酥麻麻，思维停滞，他们连反击都难以做出。与此同时，无数道暗红色箭矢撕裂长空，狠狠射在他们身上。噗噗噗噗！生命值负 8%， 生命值负 7%， 生命值负 9%。暗红色箭矢的攻击力更加恐怖，不断带走10人的生命值。这时实力稍强的几人终于从麻痹的状态中清醒过来，特别是赵傲天，他乃是7阶巅峰强者，清醒得最快。他死死地盯着江叔身后的6大身影，其中4道正是4阶职业者大赛的2至5名：叶不凡、秦昊、林非凡、萧虎。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在江叔身后？明明自己在江叔刚刚陷入幽冥阵法中的时候，只感受到了一道生命气息。回想起这6道声音从那诡异的黑色空间裂缝中迈步而出的景象，他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个恐怖的想法：这是召唤物。这个猜测让他感觉头皮一阵发麻。无论是雷霆掌控者、暗黑霸铠、大阴阳师，还是碎星之弓，能够占据4阶职业者大赛的2至5名，其实力都不容小觑，可以被称之为一代天骄。但现在赵傲天愕然发现，他们竟然是江叔的召唤物，这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自己究竟得罪了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赵傲天心中忽然升起一股浓浓的懊悔。这种人物成长起来的话，一定惊艳世间。如果教好的话，自己的傲天公会未尝不可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事已至此，再多的懊悔也只是徒然，唯有彻底抹杀江叔，才能永绝后患。赵傲天杀意变得更加坚决，此子不除，自己将永无宁日。今天必杀之！他拖拽着长枪，朝着江叔一步步走来。7阶巅峰强者气势全开，所造成的动静相当惊人。地面被橙色长枪拖拽出一道深深的划痕。江叔淡淡的扫视了赵傲天一眼，身后的太虚道枪分身缓缓迈出。片刻后，2位枪道高手狠狠碰撞在一起，惊人的波动让四周的几株参天古木都咔嚓折断。赵傲天的枪法厚重无比，每一击似乎都携带着万钧之力，而太虚道枪的枪法萧逸灵动，难以预料到他的枪尖下一刻将会出现在什么地方。2人的战斗风格截然不同，越是战斗，赵傲天越是心惊，对方的长枪竟然可以借助空间之力出现在任意地点。眼看着对方朝着自己的胸口刺来，但等到自己用枪格挡的时候，下一刻却忽然出现在了自己身后。空间之力，对方的枪法竟然融合了空间之力，这他妈是什么鬼东西啊？才多少级就触摸到了空间之力的伟力？赵傲天陷入深深的震惊之中，因为太虚道枪的出枪轨迹太过神秘莫测，就算是赵傲天沉浸枪法直到几十年的，却连太虚道枪的出枪轨迹都捕捉不到。捕捉不到轨迹，也就说明无法防御。赵傲天当即落入下风。赵傲天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枪道高手，
与此同时，太虚道枪的攻击宛如海浪一样，一击强过一击。最开始的2枪，赵傲天还可以轻松防下来，但到了第3、第4、第5枪就开始感受到些许压力。到第6枪的时候，压力猛然增大。这时第7枪刺出，这一枪之上的威能汹涌澎湃，整个空间似乎都在震动，无数气流包裹着这恐怖的一枪。噗！赵傲天的肩膀位置被这一枪硬生生洞穿，赵傲天的心沉了下来。这一个用枪男子的实力远远超过他的想象，就算他身为7阶巅峰大圆满半步8阶的强者，都难以抵御对方宛如狂风骤雨一般的进攻。而这还是江叔身后6道身影之中的一道。想到这，他眉头直跳，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另一边，雷霆掌控者分身碎星之弓分身不断用火力压制其他人。这2道分身进阶到金色8星之后，输出能力更加惊人，宛如2个炮台一样，不断倾泻着火力，压制住了9名7阶职业者。但这几人在熟悉了江叔的攻击节奏之后，也开始发起反击。一时之间，火系魔法、冰系魔法与恐怖剑气纵横交错，朝着江叔袭杀而来。江叔眼眸之中倒映出绚烂的魔法和璀璨的剑气，他静静地站在原地，甚至连躲避的意思都没有。在攻击马上要把他吞没的时候，他嘴角微微勾起，身后暗黑霸铠一步踏出，一片片暗黑色铠甲贴合在他身上，一尊厚重无比的黑色机甲站在了江叔本体面前。暗黑霸铠仰天长啸，气势陡然强盛。无双开启，密密麻麻的攻击轰击在暗黑霸铠身上。生命值负 3%， 生命值负 2%， 生命值负 1%， 生命值负 2%。 一轮攻击下来，生命值掉落也不过 10%出头。暗黑霸铠大手轻轻一挥，这些攻击深印在他身上的白色印记瞬间消失。这些7阶强者不可置信地看向宛如魔神一般的暗黑色机甲，自己等人的最强攻击竟然对他才造成这么点伤害，这恐怖的防御力简直骇人听闻。麻痹的，这他妈又是什么玩意儿啊？他们的内心不断呐喊。与此同时，金色雷霆再起，9人针，麻痹的，暗红色箭矢尾随而至。噗噗噗！暗红色箭矢配合着金色雷霆，不断绞杀着这9人。这9人的生命值继续掉落。好在9人之中有一个牧师女性，硬生生把9人的生命值抬了起来。江叔见状，操纵天启骑士分身对准了这名牧师女性。天启骑士胯下的金色天蛇蠢蠢欲动，想冲了。一股无比强劲的动能附加在天蛇身上，骑乘着天使的天启骑士分身宛如一枚炮弹一般朝着女性牧师冲击而去。开冲！砰！女性牧师宛如一颗保龄球一般被狠狠冲到天上，还没等她落地，眼眸中便倒映出一柄无比粗大的金色巨剑。这金色巨剑少说也有2米粗，10多米长。女性牧师眼中露出惊慌之色，这么粗大，不可以！金色巨剑狠狠斩击在女性牧师所在的地方，轰隆！那里顿时出现一个深深的坑洞，生命值负 30%。女性牧师气息萎靡，不断地喘着粗气，一脸后怕之色。如果不是她身上的装备有着不错保命能力，这恐怖的一剑很有可能要了她的命。牧师妹子拿出一瓶乳白色的药水，眼中浮现出心痛之色，而后毫不犹豫将其仰头喝下。这一瓶药水的作用是短时间内增加3倍治疗能力。现在是生死存亡的时刻，就算这个道具再珍贵，也必须使用。喝下这瓶药水之后，牧师妹子施展治疗技能，生命值正 15%， 生命值正 18%， 生命值正 12%。 一道道绿色的生命值治疗提示从众人头顶飘起，很快众人的血量就被拉到了1半以上。牧师妹子心中这才长松一口气，其他人也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心中大稳，开始准备持久战。对方虽然强，但只要秒不掉自己，自己这边有牧师的存在，耗都可以耗死对方。众人重新燃起斗志。就在这时，大阴阳师伸出手，手中泛起浓郁的白色光华。这一道乳白色光华直直没入暗黑霸铠体内，生命值正 30%。 一道绿色的生命值治疗提示从暗黑霸铠头顶飘起，暗黑霸铠掉落的血量直接回复满。傲天公会9人看着这一幕，目瞪口呆。满了，甚至还溢出来了。按理来说，体质越强，想要回复百分比生命值的难度就越大。从刚才的战斗中，他们猜测这一尊黑色机甲的体质属性绝对超过了20万，但在这种情况下却能直接奶满 30% 的生命值，这奶也太足了吧。其实暗黑霸铠之所以能够恢复如此多的生命值，一方面是大阴阳师的奶量确实足，另一方面是暗黑霸铠接受治疗的体质判定
是需要扣除铠化技能的10倍加成，但这并不影响傲天公会9名7阶强者怀疑人生。对方有暗黑霸铠这样一尊堪称铜墙铁壁一样的机甲在，还有奶水充足的令人惊掉下巴的大奶在。而牧师妹子所服用的特效药也是有时间限制的，5分钟的时间一到，3倍的治疗效果加成将会消失，到时候处境更加危险。这持久战自己也不是对手啊，想要指望赵傲天那边的支援就更加不现实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赵傲天正被那一道用枪的身影死死压制，自身难保，根本腾不出手来干预这边的战斗。那么就只有擒贼先擒王。众人的目光交汇，其中2名刺客微微点头，瞬间消失在原地。从正面突破几乎不可能，那么就只有依靠刺客的斩首战术。万军从中，取敌将首级。进入前行状态之后，2人宛如黑夜中的幽灵一般，无声无息靠近江疏。他们忽然发现江疏似乎对他们的偷袭毫无防备，脸上忍不住浮现出一缕喜色。太托大了啊！他们手中的匕首宛如毒蛇的尖刺一般，朝着江疏的后背狠狠刺出。下一秒，2人只感觉眼前一花，江疏的身影消失无踪。这是瞬移类技能？不，如果是瞬移类技能的话，都不会出现残影。这是单纯的速度。2人心中大骇，傲天公会究竟招惹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啊？第96章，化解仇恨，浑身舒畅。2名刺客心中念头急转，想要依靠速度做到这个程度的话，需要超过2倍音速。2人在7阶之中的实力亦是不弱，但速度也仅仅是 1.5 倍音速出头。在超过音速之后，每一点速度的进步都无比困难。江疏的速度竟然达到了这个程度，这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一般离谱。拥有这种恐怖的速度，可以说在这场战斗之中，江疏先天的就立于不败之地。这一场围杀简直就像是一个笑话。从一开始，自己这方的失败就已经注定。噗噗噗噗，几道如中败击的声音响起，2名刺客愕然的低头盯着自己的腰子部位，被捅腰子了。2人脸顿时就绿了，并且他们头顶飘起生命值掉落提示。江疏本体不再有任何保留，速度全开，化作一道流光在场中不断掠过。噗噗的声音不断响起，9人纷纷一脸痛苦地捂着自己的腰子。江疏特别关照的是牧师妹子，毕竟牧师总是被优先照顾的，他捅的那叫一个起劲，手里的燧镜之刃都快捅冒烟了。几十下之后，牧师妹子腰部那个伤口都被撑得足有3指宽，无比凄惨，惨叫声都嘶哑了。至此，战斗再也没有任何悬念，一个又一个傲天公会7阶强者生命值归零，化作尸体倒在地上。江疏看着只剩下血皮的3个幸存者，嘴角勾起：你们不是喜欢盯着我吗？不是喜欢用威压震慑我吗？今天给你们机会，继续啊！这3人就是昔日用气息威压锁定江疏的那3人。他们看着身旁已经倒在地上的同伴，一脸恐惧地看着江疏，这模样哪有一点点昔日嚣张跋扈的样子，分明就像是3只丧家之犬一样可怜。江疏一步步走近，3人不断后退，在他们眼里，江疏就是一个恶魔一样，一刀一刀硬生生把他们的同伴全部捅死，捅起人来不带丝毫手软的，残忍是杀。堂堂7阶强者此时被江疏打得心态崩溃，甚至连反抗的胆子都没有。不，我们也只是奉命行事，求求你放过我们。一人声音颤抖的求饶，别捅我腰子。江疏没有停止脚步，面色平静的一刀捅出。噗，这人的脖子被洞穿，他双手捂着脖子，喉咙之中发出呵的惨叫声，就像是一辆破烂的风车一样。很快，他的生机一点点流逝，眼眸暗淡下来，最终无力的瘫倒在地上。江疏看着他的尸体，一脸平静。既然别人都求饶了，他这人心善，自然不会继续捅别人的腰子。捅的是脖子念。江疏从空间戒指里取出一张白色的丝巾，一边擦拭着匕首上的鲜血，一边打量着剩下的2人。这2人一男一女，看着地上同伴的尸体，又看到江疏这副变态的样子，差点吓尿了。男的双腿一软，只感觉站都站不稳。别杀我，我错了，真的错了，我可以为你效力，永不背叛。男子的声音中都带上了一丝哭腔。遥想他先前遥遥用威压锁定江疏的时候是何等张狂，现在哭得涕泗横流。江疏轻轻点头，知道错了就好。男子闻言脸上浮现出惊喜的神色，听这话的意思，对方要放过自己。噗！下一秒，他感觉冰寒的尖锐洞穿自己的脖子。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江疏，不明白为什么对方都说了知道错了就好，还要杀自己。知道错了，那就说明我没有杀错人。江疏淡淡开口。此时
剩下的那一名女性职业者看到这一幕，踉跄倒退几步，直直跌落在地上。凶残、狠辣、无情，这不是人，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你知道错了没？江叔转头看向彻底崩溃的这名女性职业者。女性职业者想到刚才那名队友的下场，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没错，不要杀我，我没有错，求求了，我真的没有错。噗！江叔的匕首毫不犹豫刺入他的喉咙之中。女性职业者眸中的光彩逐渐消逝，其中有着浓浓的疑惑和不解。明明我都避开了错误答案，为什么还要杀我？死到临头还不知错，死有余辜。江叔一边擦拭着匕首上的鲜血，一边低声自语。不远处，眼睁睁旁观了整场战斗的李健听到这话，当场吓尿。先前的战斗，江叔一直很小心地避开了他，特地让他活到了最后。一股浓浓的腥臭味从李健身上传出。江叔转头看向李健，吓尿了呀？哎，我有这么可怕吗？我不过是喜欢化解仇恨而已啊。我错。李健的话还没有说完，江叔一个大逼兜就扇在了他脸上。李健作为罪魁祸首，最开始竟然想要绑票韩子姐、墨子姐和李油饼威胁自己，其后更是数次跳脸，极尽张狂。现在到了清算的时候了。江叔几十个大逼兜过去，李健浑身骨头折断几十根，宛如一滩烂泥一样瘫倒在地上。江叔走了过去，俯视着不断抽搐、用力扒着地面，想要远离自己的李健。求生欲望很强，下辈子想要踩着别人上位的时候，先想一想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说完这句话，江叔把李健一脚踩爆，就宛如踩死一只蚂蚁。另一边，赵傲天被一柄红色长枪钉死在一株参天古木之上，双目圆睁，死不瞑目。场中浓郁的血腥气飘荡，江叔神色平静地立身其中，低声道：仇恨，这不就化解了吗？场中的11具尸体没有反驳。江叔长伸了一个懒腰，仇恨化解了，浑身都舒服了。20多分钟的时间，江叔全歼傲天公会10名7阶职业者，无比骄人的战绩。跨入6阶之后，江叔展露自己狰狞的爪牙，无敌之姿出现。这个消息如果传到外界，绝对可以掀起轩然大波。但江叔却没有时间思考这些，因为叔叔我呀，最喜欢摸尸了。10名7阶强者的全部身家，绝不是一个小数目。江叔双眼放光的开始扒拉着10人身上的装备以及空间戒指。我抄橙色装备，我抄一整套7阶紫色装备，我抄1000铸币，我抄2500铸币，我抄8阶橙色材料，我抄7阶金色材料，我抄3件7阶橙色装备，我抄。在江叔此起彼伏的我超声之中，他的空间戒指里装满了宛如小山一样的各种装备、材料以及铸币。江叔笑嘻了，我就说职业者的装备爆率比怪物高多了吧。果然人就是需要化解仇恨，不化解仇恨怎么进步？江叔丝毫不知道，此时的外界很多人已经急疯了。第97章，众人的绝望。时间回到了半个小时以前，就在江叔刚刚被幽冥传送阵传送出城的时候，职业者殿堂中，李毅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脸色一变，他以极快的速度朝着江叔所居住的小区奔去，那里还有着幽冥传送阵所残余的材料。李毅仔仔细细地查看这些材料，神色愈发阴沉，从牙缝之中缓缓吐出几个字：幽冥传送阵。与此同时，又是几道气息强大的身影赶到此处，他们看着地上的阵法碎片，也是脸色一变。这是幽冥传送阵的碎片？有人在此地布置幽冥传送阵。幽冥传送阵可将人传送至100公里之外的地方，价值5万铸币，拥有封锁空间的能力，1个小时之内难以从另一侧的空间之中走出，并且在阵中被击杀，就算有复活次数都难以复活。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陷阱。傲天公会出手了。邵俊峰倒吸一口凉气，语气中充满了浓浓的震惊。李毅轻轻点头，面色阴沉如水。没想到傲天公会竟然这么大的胆子，敢在城里设下这种阵法，这种行为无异于在挑衅职业的殿堂的威严。邵俊峰语气森寒道：傲天公会看到江叔恐怖的成长速度，急了，所以这才宁愿冒着得罪职业的殿堂的风险，设下这个阵法。江叔，危险了。李毅闻言默然。傲天公会既然敢于设下这个阵法，那么在阵法的另一边肯定是倾巢出动，围杀江叔。江叔虽然最近进展神速，但面对7阶强者也绝无胜算。更何况傲天公会总共拥有10名7阶强者，不是9死1生，而是10死无生，必杀之局。他的心沉到了谷底。自从江叔参加江城职业的大赛的时候，他就极为看好江叔，
并且不断的给予他庇护和投资。江城好不容易出现这么一个绝世天才，他还指望着江叔带领江城走向更高的舞台，可以说他对江叔给予厚望。但傲天公会身为江城公会，却不惜花费巨大代价都要葬送这个绝世天才，何其可恨！傲天公会怎么敢呢？难道他们不害怕自己事后的报复吗？除非傲天公会在职业者殿堂之中也有人有足够的把握可以压下这件事。傲天公会只是一把刀，但真正的幕后推手另有其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得通为什么傲天公会如此丧心病狂。想到这个可能性，李毅心中一沉。李一刀看到李毅和邵俊峰你一言我一语，也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不由焦急的道：既然你们知道江叔遇到了危险，还在这里愣着干嘛？赶紧去救他啊！李一刀像是一只热锅上的蚂蚁，神情激动，来回踱步。邵俊峰轻轻叹口气说道：现在去已经迟了。首先我们难以确定江叔被传送到了什么地方，寻找他都需要花费不短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幽冥传送阵的另一端空间拥有无比牢固的防御力，就算是9阶强者连续攻击半个小时都不一定能够击穿那一处特殊空间，而半个小时之后江叔早已经尸骨无存，所以现在急已经没有用了。李一刀听到这话张大了嘴，但是发不出一点声音。完了，一切都完了，江叔死定了。就在这时，又是数十道气息强大的身影来到此处，这些人都是江城3大公会之中的顶尖强者，他们之中有见多识广的人瞬间认出了幽冥传送阵的碎片，猜测到了事情的始末。雷鸣公会会长程雪也在其中，他怔怔地看着破碎的幽影传送阵，心中感觉无比复杂。虽然亲手把江叔驱逐出雷鸣公会是他这辈子都难以释怀的遗憾，但发现江叔很可能死亡，这仍旧让他有些难以接受。这个精彩绝艳，一次又一次刷新他认知的绝顶天才，就这样陨落了。程雪只感觉怅然若失，他不应该这么简单的陨落，更不应该死在傲天公会这些卑鄙之人的手里。但遗落的幽冥传送阵碎片已经说明了一切，江叔必死无疑。就在这时，小区门口走过一个的少年，他一只手提着一只烧鸡，另一只手在手机上快速滑动，上面赫然是烧鸡烹饪攻略。他余光发现小区门口站了这么多人，不由吓了一跳。好家伙，这些人个个阴沉的脸，就像家里死了人一样。至于吗？至于吗？就算家里真死了人，也不至于板着这样一张臭脸啊！内心吐槽一句，李油饼迈步跨入小区里。刚刚你听到他们的话了吗？好像是江叔被人从城里传送出去了，现在陷入危险之中。别乱说，不是陷入危险了，我听他们的意思，好像是已经被砍死了。哎，你说江叔多好一个孩子啊，怎么这么轻易就没了呢？小区那几个大妈的议论声落入李油饼耳中，李油饼的脚步陡然顿住了，他手中的那只烧鸡重重掉落在地。他僵硬无比地转过头，看向站在小区门口的10多位气息强大的人，像是疯了一样朝着那里冲去。江叔怎么了？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众人沉默地看着这个目眦欲裂的少年。李一刀走了出来，轻轻地拍了拍李油饼的肩膀，冷静一点，江叔还不一定死了。李油饼听到这话如遭雷击，江叔被傲天公会围杀的消息也很快传到了职业者论坛上面，就宛如一颗重磅炸弹投入生死之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傲天公会出手了，江叔被传送出城里，现在大概率已经被围杀死了。卧槽，你说什么？腰子猎人江叔死了？不可能，绝不可能！江叔这人阴险卑鄙，只有他算计别人，哪有别人算计他？假的，一定是假的。很遗憾，这个消息是真的。江城3大公会以及职业者殿堂的高层都已经在现场确认过了，江叔踏入幽冥传送阵，被传送出了城里。而在传送阵的另一头，是傲天公会10大7阶高手在等着他。现在时间已经过去至少10多分钟了，江叔就算有几10条命，也被彻底杀死了。幽冥传送阵，价值5万铸币的幽冥传送阵，傲天公会从哪儿来的钱买这么贵的东西？这就不得而知了。但幽冥传送阵是属实的，这么多7阶以上的高手已经确认过了，那江叔真的很有可能死了。我的天呀，我江城公会好不容易出了这样一个绝代天才，就这样子陨落了，盖亚，我不能接受！傲天公会，你真该死呀！江叔转战职业者大赛，压服所有天骄的绝代风姿犹在眼前，万万没想到他竟然就这样陨落了。哎，或许这就是职业者世界吧，就算强如腰子猎人，一不注意也会陨落。忽然我对职业者道路也失去了兴趣，等我地通过第3次秘境，
就选择成为一个普通人归隐，厌倦了，是时候远离这是非之地了。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江叔这死的也太突然了吧。众多顶级强者已经前往城外寻找幽灵传送阵的另一处空间了，很快就可以盖棺定论，但确实没有什么希望了。10名7阶强者啊，从江叔通关深渊第3层来看，他大概率是5阶，就算再大胆一点，他已经破入6阶境界，也绝不可能是这10名7阶强者的对手。更何况这其中还有赵傲天这一尊7阶大圆满的强者，我都想象不出江叔怎么活。李毅一行人花费了10多分钟的时间，终于找到了幽冥传送阵的另一端空间。他们的前方矗立着一个半碗形状的漆黑空间，其半径超过3000米。李毅率先一步踏出，手中出现一柄锋锐无双的金色长剑，他一剑刺出，无数剑气斩落在漆黑空间之上。以李毅8阶巅峰的实力全力输出，这些锋利的剑气斩落在漆黑薄膜上，却宛如泥牛入海一样，没有产生丝毫效果。这一处空间的防御力无比惊人。李毅先前所说，就算是9阶强者全力攻击这一处空间半个小时都不一定能将其破开，此时看来所言非虚。邵俊峰和李一刀同样展现自己的最强攻击，但仍旧难以撼动漆黑空间分毫。就在这时，一道让人意想不到的身影加入了进来。程雪，他一咬牙，也对着漆黑薄膜发起了猛烈攻势。众人看着这一幕，心中惊讶。他们本来以为因为之前的事情，程雪是乐于见到江叔死亡的，毕竟驱逐江叔出雷鸣公会是插在程雪心中的一颗刺。如果江叔死亡，对程雪来说也算是拔出了这一颗刺。但没想到程雪竟然选择帮助李毅救援江叔，出乎意料。既然程雪都能够不计前嫌出手，更多的人思考了片刻后也选择加入战斗。一时之间，近20位顶尖强者朝着漆黑空间疯狂攻击，威势骇人，风云变色。李由炳看得众人齐齐出手，脸上浮现出一丝激动之色。但随着众人不断的攻击，这一处漆黑空间仍旧没有丝毫破裂的迹象。李由炳的神色低沉了下来。不够，不够，远远不够。李由炳心中很急，按照这个进度，等到空间破开的时候，舒子的尸体都凉了。不行，一定要想办法。但他只是一个3阶职业者，8阶强者都做不到的事情，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急得在原地转圈。就在这时，2道亮丽的身影从远处急速奔来。韩子姐、墨子姐，他们得知江叔遇到危险之后，第一时间赶到此处。两女都是脸色煞白，眸子之中满是焦急之色。可以想象他们在赶来的路上是如何煎熬。墨子姐咬着嘴唇看着李由炳，问道：“江叔就在里面吗？”李由炳点头。墨子姐抬头看向固若金汤的漆黑空间，当即召唤出一道风暴，朝着漆黑空间狂猛砸去。视觉效果不错，但收效甚微，漆黑空间甚至连一点涟漪都没有荡起。但墨子姐没有放弃，仍旧不断的召唤着风暴。一旁韩子姐早已经挥动着赤红色的拳头，一拳一拳的砸在漆黑空间上。李由炳见状也是一咬牙，拔出长剑朝着漆黑空间狠狠刺去。他们3人实力低微，不比7、8阶强者体内力量浩瀚澎湃，只是2、3分钟就已经力竭。但他们没有停下。墨子姐因为过度使用风系魔法，精神已被榨干，脑袋一阵一阵的抽痛。韩子姐那一双拳头之上火元素已经消散的差不多了，一双拳头血肉模糊，甚至能够看到几处森然的白骨。李由炳的剑已经折断，但他还是不知疲惫地斩击的漆黑空间。众多7、8阶强者看着3人这疯狂的表现，忍不住眉头直跳。不要命了，这是透支生命本源啊！李毅轻轻叹了口气，却没有阻止这3人。昔日江叔曾经特地照顾过他，照顾韩子姐他们，所以他最是清楚这4人之间的感情。此时如果阻止他们，以后他们只会更加遗憾。希望这样能够让他们心中少一些愧疚。他摇了摇头，继续攻击漆黑空间。就在这时，一道清朗的声音传来：“够了，停手吧。”2个男子从远处迈步走来，说话的人是其中的一个稍高的人。他留着络腮胡，面部线条利落，但却没有阳刚英武的感觉，反倒有一种阴柔之气。看到这人，李毅脸上的惊讶之色一闪而过。这人来自于德城，是职业者殿堂总店的督察使，名为吴蒙，也是8阶实力，但因为身处的位置比较关键，在整个职业者殿堂系统中都极有名声。这吴蒙很少离开德城，但没想到今天竟然千里迢迢的赶来了江城野外。李毅瞬间想到了许多。职业者殿堂向来中立，不参与职业者之间的争斗。李毅，你身为江城职业者殿堂副殿主，罔顾规则，袒护职业者，
今天更是亲自下场参与争斗，你可知罪？吴蒙冷冷地注视着李毅，语气冰冷。众人听到这话，都下意识地停止了攻击漆黑空间，转头看向吴蒙。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刚刚出现的陌生男子，二话不说就开始攻击李毅。众人的目光在吴蒙和李毅脸上来回打量，脸上若有所思。这情况复杂起来了呀！李毅大手一挥，对着众人说道：“不必管他，继续攻击这座阵法。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李毅瞬间做出决断，让众人继续攻击。不少人听从李毅的话，但也有人停手在那观望。这明显是有好戏看了的节奏。开始吃瓜。第98章，阳了。李毅，你下场干预职业者争斗，被抓现行之后，非但不知悔改，反倒变本加厉，是谁给你的胆子？你是在职业者殿堂的规则为无物吗？吴蒙大声呵斥。李毅注视着吴蒙冷笑道：“好大一顶帽子！依我看，干预职业者争斗的人不是我，是你才是。你几十年没有来过江城，但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是谁委托你庇护这傲天公会吗？偏袒击杀我江城天才的凶手吴蒙，是谁给你的胆子这么做的？”李毅这话一出，众人皆惊，在场的人都不是傻白甜，先前就隐隐察觉到了不对劲。此时李毅这话一出，瞬间想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本来傲天公会在城市之中设立幽冥传送阵，已经算是违反规则，必定会受到李毅的严惩。就算傲天公会击杀了江疏，等待他们的也必定是李毅毫无保留的报复。但好巧不巧，吴蒙这个督察使在这个时候赶到这里，虽然口口声声是在点出李毅的罪状，但何尝不是在庇护傲天公会呢？这里面绝对有猫腻。吴蒙听到这话，神色一冷，不仅违反规则，还污蔑督察使，罪加一等。李毅被气笑了，罪加一等？你以为你是谁？给我定罪，你还不够资格。好，就凭你这句话，如果你还能继续在副店主这个职位上待，那我这个吴字就白姓了。吴蒙的神色骤然平静了下来，淡淡开口，似乎他就一直在等着李毅说这句话。李毅心中一沉，吴蒙这是在暗示他所属的家族吴家，这是一个不弱于德成王家的大家族，其子弟很多都在总店中担任要职。这些大家族的人就宛如一张网，彼此交织，盘根错节，其势力无比庞大。李毅虽然是8阶强者，但在这种压力下都有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他怀念起30年前神王尚未隐退的时候，职业者殿堂是何等风朗气清，这些大家之人无不战战兢兢，哪像现在这般把职业的殿堂搞得乌烟瘴气。他没有再搭理吴蒙，而是转身继续攻击漆黑空间。吴蒙也没有出手干预，抱着手一脸戏谑地看着他。喜欢无用功是吧？那我就看着你继续。已经半个小时过去了，你就算击碎了这空间又如何？那个年轻人怕是早已经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李毅充耳不闻，继续攻击。吴蒙身边的那个年轻男子也是一脸戏谑地扫视着众人，忽然他的目光落在了墨子姐身上。墨子姐长身玉立，容颜精致，倾国倾城。此时她脸色煞白，更是增添了一丝柔弱的美。没想到江城这种小地方竟然还有这种角色。她嘴角微微勾起，而后目光又落在了韩子姐身上。她的嘴角当即凝固住了，眼中流露出深深的惊艳之色。这女子的姿色丝毫不输于刚才那个妹子，其身材更是无比诱人。年轻男子下意识挺直了腰杆，对着这个方向大喊道：“两位美女，不要白白浪费力气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来自德城林家，名为林帆河。我这有价值1000铸币的恢复液，可让你们恢复满状态。”他特地点出恢复液价值1000铸币，就是让两女知道他年少多金。这还不把你们拿下？但两女看都没有看他一眼。林帆河见自己被冷落，脸色有些难看。两位美女，真的不要浪费力气了。你们觉得10名7阶强者齐齐出手，那个叫做江疏的还有活路吗？把精力浪费在死人身上，这是何必呢？不如好好照顾自己。两女被这话气得浑身发抖。韩子姐直接口吐芬芳：“你他妈给爷滚啊！”众人听到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女出口成脏，纷纷擦了擦冷汗。年轻男子的脸色沉了下来：“我好意劝你，你就这样对我说话吗？不识好歹！”说着，他双手环抱，冷冷道：“既然你们这么迫不及待见到那人的尸体，那你们继续。”他已经迫不及待看到两人发现江疏死的渣都不剩时候的场景了，到时候他们的表情一定非常有趣吧。10多分钟之后，漆黑空间开始缓缓碎裂，众人看着漆黑空间不断裂开，眼睛一眨不眨。会有奇迹发生吗？林帆河看到众人的这种表现，忍不住大笑了起来。还不死心呢？这就是传说中的不见棺材不掉泪吗？吴蒙也是嘴角勾起，一脸不屑。
都到这时候了，竟然还心存希望，实在是天真。咔嚓，漆黑空间彻底崩裂，众人当即看到其中的场景。只见一个高大俊朗的男子坐在空地上，男子的前方架着一个烧烤架，一只烧鸡正烤得流出金黄的汁液，飘散出浓郁的香味。众人看到这一幕，神色呆滞住了。这不就是江叔吗？他没死，不仅没死，还搁那悠哉悠哉的烤烧烤。众人傻眼了，场中鸦雀无声，宛如一幅油画一般定格。这他妈什么情况啊？吴蒙和林帆和嘴角的笑容也凝固住了。傲天公会人呢？怎么就这一个少年在那烤烧烤？在这近1个小时的时间里，这一处封闭空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傲天公会的围杀呢？难不成是幽冥传送阵出了问题，把江叔传送到错了地方？在众人发愣间，韩子姐、墨子姐、李有炳3人一脸惊喜地朝着江叔奔跑而去。3人脸上挂着惊喜无比的笑容。江叔没有死！人生最大的惊喜，莫过于失而复得和虚惊一场。此时，无比巨大的喜悦充斥着3人的心田。还活着，还活着！韩子姐、墨子姐的实力稍强，跑在了李有炳前面。韩子姐一跃而起，紧紧抱住江叔，整个人都挂在了他身上。真好，你还活着，真好！一边说着，一边把头埋在了江叔头发里，似乎担心他下一刻就会消失不见。而江叔的头也因为这个奇怪的姿势埋在了一个奇怪的地方。我超，不能呼吸了，求求了，让我呼吸一口吧。还有，这他妈黏黏的东西是什么？不是，韩子姐，你他妈鼻涕别擦我头上啊！江叔面无表情地把韩子姐扒拉下来，但韩子姐仍旧紧紧地抱住他的左手。他上上下下打量江叔，发现他身上没有任何伤口，这才长松了一口气。就在这时，江叔感觉到自己的右手一凉，转头看去，墨子姐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右手，双眼亮晶晶地盯着他，那双眸子宛如一湖秋水一般明亮，让人难以自拔。江叔看了看左手抱着的韩子姐，又看了看右手抱着的墨子姐。我超，这样子怎么这么像名场面啊？你来的正是时候。江叔倒吸一口凉气，不对劲，有情有变质的倾向。正前方，李有炳也抵达了这里，他张开双手，激动的想要给江叔一个熊抱。江叔下意识挪动脚步，身体一侧，砰！一声重响，李有炳狠狠栽到了地上。江叔、韩子姐、墨子姐、李有炳。李有炳脑门上浮现出一个大大的问号，一脸幽怨地看向江叔。不是，你这侧身一闪的动作是认真的吗？都是兄弟，这他妈待遇差别也太大了吧！江叔看到李有炳的惨状，也有点尴尬。下意识动作，不好意思。他取下了烧烤架上的烧鸡，递给李有炳。好兄弟，吃烧鸡。接过烧鸡之后，李有炳幽怨神色这才消失不少，连烧鸡都分享。他感受到了江叔的诚意。场外，吴蒙看着江叔完好无损的样子，脸色彻底阴沉了下去。不是说好10大7阶强者围杀江叔吗？怎么最后他丝毫无损？是哪里出了问题？傲天公会的10人呢？他阴沉着脸问道。江叔扫了他一眼，这几把谁啊？来不来就一副欠他几百万的样子。他鸟都不带鸟的，直接把吴蒙晾在那里，很尬。嘿嘿，江叔啊，可以说一说刚才的情况吗？傲天公会的那10个7阶强者呢？李毅也是心中疑惑，想要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李毅开口询问，江叔的态度截然不同。他指了指篝火旁边的一堆白色粉末，道：都在这儿了。很喜欢李毅的一句话啊。他看着那小沙丘一样的白色粉末，有些没有反应过来。难道说，其他人也是不可置信的看着那一堆白色粉末？莫非是？还是李有炳最了解江叔，当即领会了江叔的意思？我超，你把他们扬了。江叔平静点头。10多名江城高阶职业者闻言纷纷虎躯一震。10名7阶强者被你骨灰都给扬了？你在和我开玩笑？但用神念探查之后，他们又真切地从那一堆白色粉末中察觉到了熟悉的气息。真的是傲天公会高层的骨灰。众人瞳孔一缩，死死地盯着江叔。在得知江叔踏入陷阱的时候，他们内心就已经给江叔判了死刑。因为7阶强者真的很强大，退去凡躯，踏入超凡，这不是开玩笑的。7阶之下皆蝼蚁。但江叔竟然硬生生地斩杀了10名7阶强者，这实在是太过梦幻。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们根本难以相信。这个战绩逆天了。陈雪双目无神，一脸麻木地看着那一堆骨灰，这明显是被惊到了极致的表现。而从德城远道而来的吴蒙再也没有丝毫刚才的从容，他狠狠地倒吸了一口凉气。以6阶之躯逆战10名7阶强者，
堪称神迹。这个江叔是怪物吗？就算是江城天骄榜第1位的那一位，在6阶的时候，怕是也做不到这种事。吴蒙接受王冲委托，不远千里从德城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在傲天公会诛杀江叔之后，保下傲天公会。但现在忽然发现傲天公会的人被江叔辉都给扬了，他陷入深深的迷茫。我是谁？我在哪里？我来这里干什么？先前所做的一切显得无比可笑，甚至他觉得刚才那一副看好戏的样子，当时觉得很帅，现在回想起来像是一个活脱脱的小丑。吴蒙脸上火辣辣的，感觉被人重重扇了一耳光。站在吴蒙身后的林番和就像是见了鬼一样。他虽然是林家子弟，但实力并不算出众，只有6阶。他再清楚不过6阶与7阶之间的差距，随便来一个7阶强者都可以单手把他虐成狗。但眼前的这个男子竟然以6阶之身强势斩杀10名7阶强者，同为6阶，为什么他这么猛啊？相比起来，自己就像是一个废物。年轻男子心中升起浓浓的嫉妒。为什么？为什么逆伐7阶的人不是我？吴蒙强行镇定下来之后，对着李毅冷冷开口：李毅，你违背职业者殿堂的规则，下场干预纠纷的事情，我会如数禀报总殿。今日之事，这是一个开始。李毅神色一变。江叔见此，低声询问李有炳这人是谁。李有炳把刚才吴蒙和李毅之间的冲突全部告诉江叔，并且还讲了几句林番和的坏话，说这家伙骚扰韩子姐和墨子姐，言语之中极其嚣张。江叔心中了然，接下来看我的表演。他缓缓站起身。第99章，你搁这儿点菜呢？江叔缓缓站起身，一直指向林番和。林番和神色一愣，不明白江叔想要干什么。你滚过来！江叔语不惊人死不休。众人听到这话，当场石化。林番和再怎么说也是督察使身边的人，其本身更是德城林家子弟。江叔对他竟然如此呼来喝去，嚣张，无比嚣张。林番和听到这话，第一反应是怀疑自己耳朵听错了，一脸惊疑不定地看着江叔。老子叫你滚过来，你还愣在那干什么？江叔大大咧咧地继续道：你是在挑衅我吗？嚣张、霸道、豪横。众人都看呆了。你让人滚过来不说，对方没有滚过来，你还骂别人在挑衅你，这踏马简直就是起脸输出。德城林家，你是一点不怕啊？更何况对面还是督察使吴蒙带来的人，这未免也太狂野了。林番和神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冷冷道：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你我无冤无仇，为何如此盛气凌人？江叔呵呵一笑，下一刻他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速度全开。看到这个速度之后，众人瞳孔猛然一缩，超过2倍音速。想要达到这么恐怖的速度，敏捷属性怕是接近8万了。这他妈究竟是什么怪物啊？在6转阶段就拥有如此恐怖的属性值。在众人无比惊讶的目光中，江叔的巴掌骤然出现在林番和脸前。这一巴掌无比狠辣，如果扇结实了，林番和不死也得残。江叔能动手绝不逼逼，就讲究一个快准狠。吴蒙见此，脸色一冷，当即伸出手拍向江叔。这一掌他毫无保留，8阶巅峰强大实力让风云激荡，竟敢当着我的面打我的人，找死！就在这时，李毅突兀出现在场中，轻飘飘地挡住了这一掌。李毅同样是8阶巅峰强者，实力比吴蒙只强不弱，挡下这一掌轻松写意。吴蒙见此，眼中瞳孔猛然一缩，不好，林番和有危险。下一秒，啪！江叔一个大逼斗直接扇在林番和脸上，林番和在空中不断滚落，重重砸在地上。他口鼻溢血，下颚碎裂，样子要多惨有多惨。众人见此，倒吸一口凉气，这他妈下手也太狠了吧，是真的往死里打呀。江叔缓缓迈步，一脚踏在林番和的胸口上，转头看向吴蒙，说道：众目睽睽之下，是谁给你的胆子违背职业者殿堂规则，干预职业者之间的恩怨？江叔这话说得理直气壮。吴蒙闻言气得青筋直跳，这小子打了自己的人，还出言喝骂自己，嚣张！这是在赤裸裸地打自己的脸。吴蒙脸色阴沉的快要滴出水来。李毅看着吴蒙那一副像是死了妈一样的表情，心里爆爽，还得是江叔这小子打起脸来干净利落。最妙的是把原话如数奉还给吴蒙，让他想要反驳都没有办法。这把脸技术堪称顶级，真有你的！李毅感觉呼吸都畅快了，先前被吴蒙压制的满腹愤怒消失无踪，只剩下爽快。另一边，江叔继续一脚踹在林番和的胸膛上，只听到咔嚓一声，林番和胸腔骨断裂，像是皮球一样重重撞击在一旁的一棵巨大树木上。林番和哇的一声喷出一大口鲜血。他到这个时候都没有想明白，
为什么江叔二话不说，上来就对自己一顿拳打脚踢？还他妈是往死里打呀！自己哪里得罪了他？韩子姐、墨子姐你都敢？嗨嗨，既然我兄弟你都敢得罪，已有取死之道。对待敌人，江叔宛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冷酷。他一脚一脚踹出，林帆和浑身上下几十根骨头尽数断裂，整个人都只剩下一口气，痛不欲生。吴蒙看着林帆和如此凄惨的样子，陷入暴怒：你敢当着我的面杀人，当我脾气太过温和吗？江叔闻言呵呵一笑：我杀不杀人关你鸟事？你职业者殿堂的规则不是不干涉争斗吗？怎么，你身为督察使要知法犯法吗？我劝你不要自误。吴蒙闻言，一口老血淤积到胸前，差点喷了出来。这小子抓着自己刚才说的话不放，不断踩自己的痛脚。最重要的是，这些话都是自己先前对李毅说过的，甚至都难以反驳。吴蒙气得额头青筋直跳，他扪心自问，这一辈子都没有像今天这么憋屈过。李毅看着自己的仇家那副欲哭无泪的样子，继续爽。不愧是江叔，这拉仇恨的能力堪称满级。三言两语，直接就让吴蒙破大防。李毅暗暗给江叔比了一个赞，而后他余光忽然发现江叔抬起脚，欲要一脚踩死林帆和。他神色猛然一滞：不是，阿叔，你来真的呀？这他妈怎么说也是德成林家的子嗣，你还真敢杀！众人见此，也是倒吸一口凉气。本来他们以为江叔动手只不过是想要出气，但没想到江叔竟然真的有杀人的心思。林帆和可是林家的人，杀了的话将会有天大的麻烦。吴蒙见到江叔抬起脚，目眦欲裂：你敢！噗！江叔一脚踩下，林帆和被踩了一个千朵万朵桃花开，生机彻底断绝，死状凄惨。林帆和当即就领了盒饭。江叔缓缓收回脚，这才转头看向吴蒙，笑容灿烂：你怎么知道我敢的？表情就像是刚刚才死一只蚂蚁一样，显得无比轻松。吴蒙看到头颅炸成一堆烂泥的林帆和，气得浑身发抖。死了，真的死了！这孽畜竟然真的敢当着自己的面杀人，这是视自己于无物吗？他死死地盯着江叔，宛如一只要择人而噬的野兽。但李毅死死拦住了他，他没有任何机会对江叔出手。吴蒙停手，不再继续和李毅做无谓的争斗，而是杀机四溢地看向江叔，道：林家的人你也敢杀？你根本不知道你得罪了什么样的存在。场中其他人闻言，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压力。林家儿子重若千钧，把众人压得喘不过气来。林家德成巨擘，其实力和底蕴远超想象。这种庞然大物，若是想要针对某个职业者，有100种办法让其生不如死。江叔惹上大麻烦了。江叔闻言，嘴角勾起，一脸无所谓的道：林家什么玩意儿？让他尽管放马过来，怂了一下算我输。江叔这话说的底气十足，神情极度嚣张，似乎林家在他眼里和阿猫阿狗没有什么区别。众人听到这话，下巴都差点掉在地上了。他们知道江叔狂，但却不知道他这么狂，连林家都不放在眼里，这他妈都快狂上天了呀！是谁给他的勇气？和众人那快要崩坏的表情比起来，江叔脸上没有一丝担忧之色，有的只是无限张狂。是谁给自己的勇气？江叔表示神王盖瑟。这2次职业突破副本，他都遇到了神王盖瑟的灵智投影，虽然被花式吊锤，但最后都成功的通关了副本。如果他还意识不到这意味着什么，那可以把脑子掏出来喂狗吃了。这分明就代表了神王的认可，只有这一种可能，他才会在战败的情况下通关职业突破副本。而且他能够感受到，在战斗过程中，神王多有指点之意，不断磨砺他的战斗技巧。不然，神王的灵智投影真的想要守关的话，上来就使用4、5成的实力，自己绝对光速领盒饭。能够让神王如此悉心陪练，这说明自己绝对得到了神王的看重。神王盖瑟，人族至强者，牛逼带闪电，有这么一个靠山在，江叔表示无所畏惧。有这一层考虑，他今天才敢于这样无限嚣张。不然的话，他又不傻，脑子打铁了，才平白无故得罪林家这种大家族。在神王盖瑟面前，林家、吴家、王家，不管你什么家，统统都是渣，都抱上最粗的一条大腿了，当然要无限张狂。但凡上嘴脸的速度慢一点，都是对神王盖瑟的不尊重。江叔拽拽的斜视吴蒙，还有你吴家，不爽的话过来比划比划，我他妈打不死你们。很喜欢众人的一句话啊。吴家的势力丝毫不弱于林家，也是一方巨擘，100级以上的强者2只手都数不过来。但江叔这话，吴家却宛如土鸡瓦狗一般，随手便可镇压。就算是定力最强的李毅闻言，也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这他妈
也太嚣张了吧！拳打0加，脚踢5加，两面开弓 ，AOE 直接拉满。江叔继续侃侃而谈，挥斥方遒，指点江山。除了你们2家，我看到王家和陈家也不顺眼很久了。今天放你一条生路，滚回德城，让这2家也跪过来受死。对了，差点忘了，那个麒麟是德城齐家的吧？差点漏了，让他们也一并过来受死。江叔一副差点漏了齐家，幸好想起来了的样子。众人彻底石化。你他妈搁这儿点菜呢？第100章。江叔，不，我觉得我还需要努力。众人听到江叔仿佛报菜名一样的点名挑衅5大家族，纷纷石化。江叔所说的这几个家族，无一不是底蕴深厚，实力强大，但在江叔口中，就像是臭鱼烂虾一样，随手可灭。这他妈也太离谱了！众人就像是看着疯子一样看着江叔，疯了还是神志不清了？吴蒙深深地看了江叔一眼。德城5大家族，是你一个小小职业者可以碰瓷的吗？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什么样的存在。等待5大家族兵临城下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吴蒙一语不发，已经在内心给江叔判了死刑，而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一定把我的话带到啊！吴蒙身后传来江叔呐喊的声音。吴蒙飞在空中的身影明显晃了晃，踉跄了一下之后，才再度朝着前方飞去。很明显，江叔这生怕得罪不了5大家族的叮嘱，让吴蒙内心冲击不小。等到吴蒙走后，众人惊为天人地看着江叔，他们算是彻底见识到了什么才叫做真正的无限张狂。那些什么高喊着有我无敌的装逼人士，和江叔比起来全都弱爆了。人江叔一次性得罪林、吴、王、陈、齐5大家族，那表情凛然不惧，生怕5大家族不来砍他，这才是嚣张天花板。众人就差直接给江叔跪了，生猛的一塌糊涂，从未见过如此张狂之人。陈雪站在众人之中，看着江叔那一脸意犹未尽的样子，心里忽然释怀了。江叔确实是绝顶妖孽，潜力可以说是旷古绝今，但没有把他留在雷鸣公会，未尝也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一次性得罪5大家族，就是给雷鸣公会1000条命，也不够造。虽然失去了一个绝顶妖孽，但是保住了狗命啊！陈雪彻底释怀了，把江叔驱逐出雷鸣公会，真的没毛病。这一尊大佛，不是雷鸣公会这种小庙装得下的。程雪长长呼出一口气，内心的心结被彻底解开，只感觉浑身轻松。另一边，韩子姐疑惑地问道：“江叔，你刚刚干嘛不把那个叫做吴蒙的也一起杀了？”江叔摊手：“打不过，拿头去杀呀！真诚才是必杀技。”众人闻言，险些没有绷住。你他妈也知道，你连吴蒙也打不过呀？那你还敢去得罪5大家族？这不是老寿星吃砒霜，嫌命长吗？而且，这个女生的问题，人言否？什么还想着让江叔去杀吴蒙？那可是职业者殿堂总店的督察使啊！逆天的不止江叔一个，他的小伙伴同样逆天。此时，李毅一脸忧色地走到江叔旁边，低声问道：“你彻底得罪5大家族，他们肯定会强烈反扑的，真的没有问题吗？”带 job， 带 job， 我就怕他们不来。江叔拍了拍李毅的肩膀，一脸轻松地说道：“我的底牌远超你的想象。”李毅闻言倒吸一口凉气，他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江叔究竟有什么底牌可以抵挡5大家族的反扑。先相信，再相信。李有炳一脸无所谓地对着李毅说：“这么多年我就没有见到过叔子吃亏，放心吧，他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真的是这样吗？看来江叔此举并不是无的放矢，或许他真的有自己难以想象的底牌。顿时，江叔的形象在李毅眼里显得高深莫测了起来。后生可畏啊！他长长叹了一口气。江叔所说的可以应对5大家族的反扑，李毅已经相信了大半。以他对江叔的了解，这小子鬼精鬼精的，从这一路上的事情就可以看出，只有他坑别人，没有别人坑他的时候。既然他选择大放厥词挑衅5大家族，那肯定有相应的准备。不过这种底牌肯定涉及到了秘密，所以李毅也没有刨根问底。以6阶实力逆斩10名7阶强者，这等壮举注定载入史册。7阶与6阶之间虽然只隔了一个等阶，但其中的差距宛如天堑，少有人可以做到逆伐7阶。像你这样的毒杀10名7阶的，这几十年来怕都没有人做到过。最多1天的时间，你将会扬名天下。李毅惊叹无比的感慨。江叔闻言微微一愣，好家伙，这一战他还没有使用全力呢，刚才的战斗在他看来只不过是热身罢了，这就创造历史了？我他妈都不知道自己这么猛。而且他觉得李毅这番话绝对有吹捧的成分在里面。他在职业突破副本中和神王盖瑟的灵智投影战斗的时候，神王只是用了投影2成的实力，
就把他打得满地找牙。可以说同阶之下，自己完全不是年轻神王的对手。但在李毅这都快被吹上天了。过了，过了，你这样吹就显得很假。于是江叔摇摇头，低声道：“不，我还不够强，唯有继续努力，才能真正的比肩前人。”此时的自己连神王2成的实力都不如，想要真正的比肩年轻神王，路途艰难啊！必须继续提升自己，才有可能在同阶神王头影手里坚持更长时间。江叔这说的是心里话，但在李毅听到这话，脸当时就绿了。都已经创造历史了，你他妈竟然在这给我说还不够强，还搁这儿装呢！好家伙，凡尔赛出了新高度。场中的其他人听到江叔这话，也是一脸幽怨的盯着他。这踏马看个热闹，怎么就感觉忽然被扇了2巴掌？你都还需要继续努力，那我们怎么办？是不是得当场找个洞钻进去？他们不由自主地捏紧了驼子。但众人之中的邵俊峰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昔日他扶持黄兴当长老，和江叔产生了冲突，两人的关系一度到了极为紧绷的程度。但在之后，紫云来到雷鸣公会疯狂装逼，而后一不小心装到了江叔最擅长的领域，被啪啪打脸。从那时他就对江叔的态度大为改观。他真的很想看看选择一往无前的江叔最终能够走到什么程度。现在江叔以6阶之躯强势斩杀10名7阶强者，这等骄人的战绩震古烁今。他做到了自己年少时未能做到的事情，一路高歌猛进，创造奇迹。原来人真的可以选择不妥协，不圆滑，仅仅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也可以走到令人惊叹的高度。所以此刻邵俊峰一脸欣慰，不愧是江叔，勇猛精进，令人折服，小小年纪就已有绝世强者之姿。就在这时，邵俊峰看到江叔屁颠屁颠的跑到了死的不能再死的林帆和身边，俯身捡起那枚空间戒指。邵俊峰脑门上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怎么感觉江叔这姿态有点猥琐？不确定，再看看。而后他发现江叔把空间戒指戴在了手上之后，就开始扒拉林帆和身上的衣物。最后江叔心善，给林帆和留下了一条内裤。邵俊峰嘴角微微抽搐，这踏马有个锤子的绝世强者之姿，分明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财迷。究竟得多爱财才能做到这个程度啊？离谱！邵俊峰忽然觉得江叔这小子很难评。你说他猥琐吧，偏偏又生的英武阳刚，脉象杠杠的，而且战斗起来杀伐果断，有枭雄之姿。你说他风姿绝世吧，他敛财的时候就像一个资深守财奴一样，一副贼眉鼠眼的样子，只能说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江叔完全没有管别人怎么看自己，他神念进入到林帆和的空间戒指里。空间戒指中一道红色的标记符篆感应到陌生神念入侵，骤然燃烧起来。江叔对此丝毫不在意，他身上本来就有王家的标记符篆，虱子多了不怕咬，无所吊畏。甚至他觉得如果能收集齐所有大家族的标记符篆的话，未尝也不是一件壮举。空间戒指中物品极多，江叔看得双目异彩连连。3000铸币，6件6阶金色材料，3件7阶橙色材料，1件8阶紫色材料，血钻。另外林帆和身体上的那一套6阶装备也是橙色品质。林帆和不愧是林家嫡系子弟，身上的财富超乎想象。这些财富再加上那些傲天公会高层死亡遗留的物品，总价值加起来绝对超过3万铸币。这很大程度地缓解了江叔的缺钱焦虑，至少可以保证几次分身职业进阶所需要的材料了。清点好收获之后，江叔看向场中众人，他的神色郑重了起来，对着众人拱了拱手道：“今天各位前来相助的人情我记下了，以后如果需要我，只管通知一声就好，我定然不会推辞。”江叔此话一出，场中的10多名高阶强者脸上都泛起了笑容。江叔这小子有仇报仇，有恩报恩，敞亮，不枉自己等人费心费力的走这么一遭。同为江城职业者，自然要守望相助，无需这么客气。严重了，只不过是顺手帮忙而已。你这是哪里话？太过生分了呀！江叔虽然战力不凡，但在场的众人最低都是7阶强者，自然还没有需要江叔的程度，所以纷纷笑着回应。人情这东西肯定要用在最关键的时刻。忽然这10多人中有一个熟的快要流脂的美妇咯咯一笑：“既然你这样说，那姐姐我就不客气了。姐姐这浑身上下啊，痒得很，要不你来帮姐姐止止痒。”这美妇长相妖艳，身材丰腴，但却不显肥胖，反倒有一种异样的魅力。很喜欢江叔的一句话：“啊，你这个止痒他正经吗？这年头大姐姐都这么奔放的吗？”江叔还没有回答，一道身影就挡在了他面前。“不可以，换一个要求。”韩子姐气势十足地站在了江叔面前，
绷着小脸看着那位美妇人，这模样就像是一只护犊子的小母鸡一样。这娘们儿看起来就不像是好人，要是江叔真的去帮她止痒，还不得被她吃了？这种事情一定不可以。中年美妇咯咯一笑，差点忘了，你还有2个小女友在这呢。没事，日后只要你想，随时可以来找我哦。地址是红浪漫小区5栋203。说完之后，美妇人和众人离去，行走之间，那2瓣徒儿摇曳生姿，弹性十足。江叔看着美妇人的背影，忍不住摸了摸下巴。好家伙，原来男魅魔竟然是我自己。不过这也可以理解，这年头丑的人是不可能穿越的，会影响读者代入感。等到其他几人离开后，江叔转头一脸幽怨地看着韩子姐，道：韩子姐，你可害苦了我，你让我这个人情还不了，可怎么办？李有炳闻言险些没有绷住，你他妈是想要还人情吗？我都懒得拆穿你。韩子姐也有点懵，她刚刚听到美妇人的那个要求，不知道怎么的，脑子一热就冲了出来。对啊，我这不是害苦了江叔吗？那应该怎么办？韩子姐咬着大拇指，弱弱的开口。江叔看着身材比刚才那美妇人还要傲人的韩子姐，做出这种纯真小女孩的表情，道心开始严重震颤。反差感，这就是传说中的反差感吗？他忽然 get 到了，为什么这个标签的火爆程度竟然可以媲美探花？这真的要人命啊！韩子姐放下手，当即决定道：这样吧，我抱你2下，表达我的歉意。说着，江叔就感觉一股惊人的弹性袭向自己。江叔倒吸一口凉气，韩子姐，这样子会出大事的。江叔连忙倒退一步，但韩子姐欺身而上，紧紧贴住他，就突出一个言出必行。墨子姐静静地看着这一幕，嘴角微微勾起。李有炳却看都没看，无趣，幼稚，不知道和这种小女生有什么好玩的。吴英这种美妇人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女人。他不由想到了这2天和吴英的互动，他打电话给吴英，吴英让他滚，他一定是怕自己走路累了才让自己滚。他好贴心，我更喜欢了。女人，没有想到你冷酷的外表之下，竟然是一颗这么柔软的心。你竟然这么主动。想着想着，李有炳露出幸福的微笑，只感觉心里甜丝丝的。江叔从缝隙中探出来的余光看着李有炳搁那儿傻笑，他总感觉李有炳这小子搁那儿想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而后4人回到家中，化解了和傲天公会的仇恨之后，江叔心里一阵畅快，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这段时间他为了升级，可以说是不眠不休。虽然实力强大之后对睡觉的需求没有那么大，但这么长时间紧绷着神经，还是让江叔感到了一阵的疲惫。刚刚到家，他2眼一闭，双腿一伸，直接就进入了梦乡。他丝毫不知道，自己击杀傲天公会10名7阶强者的事情传播出去之后，让整个职业者世界都陷入了震惊。